我这是在哪里？恍然间，前一秒易水寒记得自己还在游戏中浴血奋战，自己的小世界被别人无情的摧毁。随后下线后，心灰意冷的躺在床上昏沉的睡去。易水寒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倒计时，这分明是万界即将开服的那一天。原本有些昏沉的脑袋，当场就更加懵逼了。眼前的倒计时醒目而又刺眼，哥们，我这是重生了。易水寒的眼中先是有些迷茫，随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上一世自己庸庸碌碌，这一世的自己必定万世瞩目。看着眼前这个名为万界的游戏，它的影响远比现在人们认识中的还要大，因为这个游戏是由全宇宙的所有势力联合开发的网络游戏。而这个游戏自今日公测之后，人类将进入下一个时代——全宇宙虚拟时代。因为在万界开服以后，全宇宙所有势力都会组成一个联盟，将会用联盟币和游戏中的游戏币挂钩。而这个游戏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保护生命星球，因为各个势力掌握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一旦爆发战争，非常容易导致生命星球被毁掉。而全宇宙的每一颗生命星球都是无比宝贵的，为了全宇宙所有的生命星球着想，自此之后将不再有战争，所有的矛盾都将会在游戏中解决，以此来保护生命星球。在游戏进入正轨之后，联盟又会游戏中举行了各赛区的比赛，因为游戏玩家众多，所以比赛也特别火爆。每一名在游戏中出名的职业选手，可以说都是万世瞩目。而易水寒就是要踏上这一条路，直到那最高的巅峰。而现在这款万界游戏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介绍，玩法更是复杂，并且在最开始就实现了联盟币和游戏币的绑定，游戏的资料相对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而这样的信息封锁，就是为了让各个星球的大势力可以领先本星球的其他人，要不然这些大势力也不会出钱来研发这款游戏。不让这些大势力有一些优势，这些大势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组成全宇宙联盟，一切都是为了全宇宙的和平让步。眼看游戏还有5分钟就要开服了，易水寒也来不及考虑为什么自己会重生了，急忙钻进游戏舱。他可是记得呢，这个游戏舱当时花了他全部的积蓄，上一世就吃泡面吃了半年，吃到最后一提到这俩字就顶得慌。重活一世必然是不能碌碌无为，但怎么说也得先在游戏中搞点钱，先把小日子过好了，然后组建自己的工作室，最后再踏上职业的道路。要知道这些职业玩家的背后几乎都有那些大财团、大家族和大公会的背景，没有一点资本根本就打不了职业，因为连门槛都摸不到。这一点和赛车有点像，要有钱、有团队、有技术。进入游戏前，易水寒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凭借自己前世的经验，在大家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闷声发大财，顺便搞点钱改善生活。游戏初期兑换比例50:1，也就是1联盟币兑换50铜币，1金等于100银，等于1万铜，然后把自己的名声打出去，招揽几个比较厉害的玩家，最后踏上职业。心中满怀着万丈豪情，就连时间都变得慢了起来。这5分钟里，易水寒真的是度秒如年。现实世界逐渐消散，当再次看清周围环境的时候，则到了一个1000平方米的空间内，紧随着就是一道悦耳的声音传入脑海：欢迎进入万界，您当前所在的地方是自己的小世界，您是第7758521位玩家，玩家身份自动绑定现实世界，请为你的游戏角色命名。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火爆，但再一次开服进入游戏，易水寒还是感到震惊，自己可是第一时间就选择创号的，结果还是有那么多人比自己快，自己这手速都已经是母胎单身 solo 出道的选手了，那其他人得单身多长时间才能有这手速？双手插斗，命名成功，其他内容玩家自行探索。随着系统的提示，接下来该干什么，该怎么玩，什么也不说，连一点提示也没有，可以说相当的任性。若不是这游戏影响力大，可以说开局劝退。易水寒就没有这点烦恼了，作为一名征战万界多年的老鸟，立刻选择抽取开服奖励。而这个开服奖励就在小世界中心，每人都有一次抽取的机会。易水寒直接冲向小世界中心，越早抽取越容易抽到变态的神通或者天赋。第一时间赶到小世界中心，随后一个箱子出现在眼前，来不及多想，直接打开。箱子被打开，一片刺眼的金光乍然出现，易水寒直接就被晃花了眼。当金黄色褪去，入目的是一个卷轴，易水寒的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升高了。神通，这绝对是神通了，比中彩票几率还要小的几率让我抽到了，希望是法天象地。易水寒此刻的脑子里这样想着，迫不及待的拿过来卷轴观看。3000化身，类型神通，品质 SSS， 效果辅助修炼战斗，特性共命，分身和本体只要有一个没有死亡，就认定角色没有死亡。CD 5，消耗当前等级经验的1半经验。备注：经系统检测，本神通过于破坏平衡已被修改，3000化身算上本体，最多可同时操控3个，其他分身则自动执行设定。分身后本体和分身共用分身前本体的修为，本体死亡，分身自动变为本体。如果你3心2意的话，
你一个人可以顶3个人，同时分身可以和本体融合，经验累加。看到这个神通，易水寒都感觉自己被震惊了。这不是上一世最像是开挂的神通吗？最强挂机神通，把虚拟现实游戏完成放置挂机的挂逼神通，自己还想招法天象地的战斗神通呢，是自己格局小了。易水寒立刻学习，随后就发现现在就可以释放这个技能，趁现在自己还没有经验，赶紧白嫖一个分身。这个技能需要引导，需要10分钟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打开聊天界面，偷看一下大家都在说什么。多动症小孩，哈哈，小世界中间居然有宝箱，我开出来一个专属天赋，杀怪永久增加 20% 的经验，这一下看谁冲级能比我快。 A 级天赋就是香啊，老子发达了，据说开服冲等级榜有奖励，这一次的第1名老子包了，老子世界第1。牵强的微笑，看到你说有宝箱，我立刻就去开了，结果开出来一件玄铁器装备，我直接哭死。日久见人心，我也没有开出好东西，有没有抽到比较强力专属天赋或技能的小哥哥带我玩，线下可约哦。老子不差钱，麻蛋，什么破箱子，就给我一把10级的绿色破刀，废品一个，天赋或者技能能转卖吗？我愿意50万收一个 A 级天赋或技能。狂霸裤拽掉，有钱算个屁，没看到身份绑定了吗？天赋已经跟角色锁死了，怎么卖？建议去医院看看脑子。还有，我觉醒了 B 级天赋，对 BOSS 伤害增加 30%， 上面线下可约的小姐姐，你看我怎么样？哥哥带你打 BOSS。 易水寒看到后面都想线下约妹了，懒得再看这些人的话。开完宝箱之后，现在就可以选择职业了，因为有些天赋和神通是绑定职业的，如果先选择了职业，那些强力的天赋和神通就抽不到了，所以易水寒先抽奖。检测到玩家拥有3000化身神通，自动解锁限定唯一职业东方武者。东方武者主属性为力量，每级自动成长5点主属性，其余属性为主属性的 80%， 其余属性的加成都在主属性值加成计算之后计算，即力量属性10点，体力加2，体力属性同样是10点。玩家编号77585521，玩家昵称双手插兜，职业东方武者，限定唯一职业，等级 LV1， 一阶，物理攻击力100，力量乘10加装备，物理防御力17，力量乘 0.5 加体力乘1加装备，魔法攻击力64，智力乘8加装备，魔法防御力8，智力乘 0.5 加体力乘 0.5 加装备，速度16，敏捷乘2，生命值800，体力乘100，致命要害被攻击造成双倍伤害，法力值8080，智力乘10，当前法力值自动恢复速度每小时2点，力量10，攻击力负重等相关，1点力量等于2000克负重，敏捷8，移动攻击速度等相关，体力8，生命值防御力异常抗性等相关，智力8，法术伤害法力值感知神识等相关，魅力4，社交召唤等相关，幸运2，物品开启制造等相关，此属性极难提升。技能5，注：每个职业的标准基础属性为5点，力量、敏捷、体力、智力为基础属性，所有小数点后数字4舍5入。魅力和幸运为特殊属性，特殊属性随机，特殊属性需要通过特殊道具获得。阶位1阶至9阶，1阶圣人至9阶圣人，1阶羽仙至9阶羽仙，1阶地仙至9阶地仙，1阶天仙至9阶天仙，1阶金仙至9阶金仙。虽然知道3000化身变态，但看到这个隐藏职业之后，心中顿时感觉更变态了。这完全就是4边形战士，怪不得上一世那个一为获得这个神通的穷小子，轻而易举的就踏上了职业。即便现在的开局已经算是天胡开局了，易水寒还是没有一丝的大意，立刻找到小世界中的宗门石碑，创建自己的宗门，并且随手输入逍遥2个字，逍遥宗成立。而创建好宗门之后，自己的小世界内就会出现2个传送阵，一个传送阵是随机传送怪物来袭击玩家的小世界，另一个传送阵则可以传送到其他玩家的小世界，也可以传送到系统随机生成的世界打怪升级。而这些世界的设定都不同，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游戏才叫万界。刚建立好宗门后，会出现一个召唤祭坛，是用来召唤弟子的，也可以理解为抽卡。建立好宗门后，所有人都有一次召唤的机会，而想再次召唤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报出来召唤令。易水寒来到祭坛前，直接选择召唤，随后祭坛闪出一片光芒，非常的刺眼。而等到光芒退去，易水寒看着眼前的景象，睁大了双眼。在光芒散去之后，祭坛上站着一名约莫16、17岁的少女，她身穿翠绿色的裙子，身姿玲珑，在衣裙下有着凹凸有致的曲线。她有着一头宛若瀑布一般的柔顺黑发，远处看着有一种数不出的娇俏可人。少女拥有一张精致的脸，摇鼻阴唇，柳眉杏眼，柳眉之下的大眼睛清澈的犹如琉璃一般，清澈而又明亮，像是邻家的乖巧小妹。
一眼看过去就想要让人呵护一番。水清柔，职业灵修，职位弟子，境界3阶，资质高阶仙资，特殊资质阵法，性格外柔内刚，温柔坚定，物理攻击力760，物理防御力123，魔法攻击力1808，魔法防御力156，速度268，生命值18500，法力值2260，力量76，敏捷134，体力185，智力226。修炼功法百花春水诀，阵法精要，春花百露。水清柔，拜见宗主大人。易水寒看着眼前的少女，而少女的资料也进阶出现自己的脑海中，境界是3阶，起码也是30几级，而资质更是仙资，这资质实在是太恐怖了。看到资质的这一刻，关于弟子的资质等级，易水寒也都已经清楚了，都不用看，易水寒非常的确定自己的逍遥宗现在肯定是排在蓝星宗门排行榜的第1位。随后一看，果然如此，并且蓝星弟子排行榜上，水清柔也高居榜首。易水寒立刻将宗门资料和弟子资料全部选择了隐藏，让其他玩家只能看到名称。弟子的资质可分为无资质、低阶资质、中阶资质、高阶资质、低阶圣资、中阶圣资、高阶圣资、低阶仙资、中阶仙资、高阶仙资。而高阶仙资之后却是看不了了，上一世易水寒也没有见过后面的资质，就目前很长一段时间来说，高阶仙资那绝对是最变态的资质。高阶仙资，这哪里是什么仙资啊，这分明是仙子，天上下凡的仙子也就不过如此了。水清柔盈盈一拜，说出的声音如涓涓泉水，沁人心脾，真是让人听了骨头都要轻上3两。而这些弟子的性格也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非常的智能。水清柔看到易水寒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看，说出的话更是直白的让人羞躁，脸色微微发红，低下了头，不敢再看向易水寒。易水寒看到水清柔这种反应，感觉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真实了，莫名的又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就好像大叔在调戏小姑娘一下。问题是现在他本来也就才20岁而已啊，尴尬的摸了一下鼻子。柔儿妹妹不要害羞，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就好。现在我们的条件有限，只能先稍微委屈一下了，不过不用怕，我一定把最好的都给你。宗主大人不用这样的，柔儿。第2章，丧尸事件。忽然传送怪物的那个传送阵闪动光芒，易水寒转头看去，知道是传送怪物来攻打自己的宗门了。宗门石碑是一个小世界的核心，宗门石碑被摧毁，那这个账号的所有数据都会消失，那时候就是耗费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易水寒因为自己的运气过于好，所以非常害怕攻打自己宗门的怪是高阶的怪，如果真的是，那就欲哭无泪了。水清柔看到易水寒的脸色有些难看，急忙上前用身体把易水寒挡在身后。宗主哥哥不用怕，只不过是一只2阶的魔兽而已，柔儿帮宗主哥哥宰了他。随后就看到水清柔双手一挥，几滴绿色的液体飞出，随后在地上化为几个奇怪的符文，随后这些符文相连，缓缓转动起来，形成一个阵法，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去！水清柔娇喝一声，阵法中激射出几根冰锥。因为距离有些远，远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看不真切，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听着这怪的叫声像是狼的叫声。这样的战斗，作为1级小号的易水寒根本就插不上手，只能是在一边看戏。大概过了5分钟，阵法一共激射出10几根冰锥，场面这才安静下来。宗主哥哥，他已经死了。同一时间又接收到一条通知，宗门内的所有弟子和玩家都获得1000点经验，而1级升到2级需要100点经验，2级到3级需要1000经验点，一直到6级，每次升级后经验都需要上1级的10倍，6级之后每次升级都是上1级的 1.2 倍，6级升7级 120W 经验。宗主哥哥，这个给你，杀死那只妖狼之后，他剩下的这个给你。狼牙枪，类型武器，品质黑石器，黑石器、玄铁器、白银器、黄金器、暗金器、紫金器、彩金器、灵器、地器、天器、圣器、仙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 物理伤害16，魔法伤害7，能量增幅5，能量增幅减少法力值消耗，重量25千克，特性坚硬流血。备注：这是由2阶妖狼狼牙作为枪头的长枪。打死了这第1波的怪之后，玩家就可以传送到其他世界打怪升级了。最初7天为新手保护期，每天只有1次怪物入侵，都是固定的时间点。7天之后，怪物入侵的时间就变成随时都有可能入侵，并且可能不止1波。而宗门的一些建筑都是需要拿游戏币兑换的，易水寒又没有钱可以往游戏里充，现在的唯一选择就是选择去打怪了，顺便搞一点饭钱，通俗点就是搬砖。游戏中传送的世界分为有秩序世界、
半秩序世界和无秩序世界都是随机传送的，而玩家只能选择世界的等阶，选择等阶最低的世界、低阶世界。因为设定原因，无秩序世界不会对玩家的出现产生什么猜测怀疑，所以无秩序世界不会生成世界坐标。半秩序世界和秩序世界玩家需要正常身份，每次消失和出现的地点必须相同，所以会出现世界坐标。伴随着一阵白光包裹，易水寒就和水清柔一起消失在原地。当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一栋楼的楼顶。在到达的第一时间，易水寒先是观察周围，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周围安全。而紧接着，易水寒就接收到一个提示，想要再次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需要花费100游戏币，并且必须得在脱离战斗后才能传送，传送需要引导10秒。易水寒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城市里，而自己正处在一栋大楼的楼顶，一眼向远处望去，都是一些高楼。这个城市如果之前生存着人类，那这个城市的人口肯定已经突破1000万了。要是这里的人都被感染成丧尸，那数量可就非常恐怖了。楼顶上并没有什么异常，倒是楼对面的一个房间里有丧尸，让易水寒看到了，确定了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丧尸世界。现在只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下清理丧尸就好，清理干净一层再下一层，先给自己找好安全的空间，紧急时可以逃到楼顶传送回去。水清柔绝对不能死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以稳健为主。而初来乍到，这里的丧尸是什么水平也不太知道，虽然想来也不会特别难对付，可保险起见，还是稍微谨慎一些为好。随后，易水寒看向水清柔说道：“那我以后叫你柔儿好了。”水清柔看到易水寒看向自己，脸色稍稍一红，低声说道：“只要宗主哥哥喜欢就好。柔儿，接下来我们要下楼了，下面可能会出现怪物，你记得准备好随时动手，我让你出手你就出手。”好。水清柔坚定地点了点头，右手紧握剑柄，似乎随时都会出手。易水寒观察了一下楼顶，有一个通往楼下的通道，不过这个通道并不是楼道，而是一个十分狭小的通道，需要从梯子上下去。下方黑乎乎的看不清，易水寒现在的属性太弱了，只好先让水清柔先下去，确定安全之后自己再下去。好在下面并没有什么丧尸守在这里，报了一声安全后，易水寒从楼顶下来，同时易水寒双手紧握长枪，打开这个房间的门之后，开始沿着楼道探索。刚走了10米之后，就是一个拐角，过去之后就发现有2个丧尸在不远处。这时易水寒使用侦察技能，忽然眼前就弹出一个面板：低阶丧尸，物理，种族人类，变异，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220，物理防御力36，魔法防御力13，速度14，生命值550，法力值5，技能病毒感染，被动。易水寒看完这个丧尸的属性之后，心下暗自吃惊，这属性可不低啊，这应该是最弱的怪了。真要是普通玩家自己一个人传送到这里，那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刚开始玩家没有技能，也非常有可能没有武器，看到这玩意儿还不够恶心的。好在是易水寒运气好，有一把长枪。因为弟子在其他世界杀怪后的经验只能给到玩家1%，易水寒并不想让水清柔动手，只需要站在身后做一个保险就好。柔儿，你帮我压阵，我去试一下这俩丧尸，等会儿我撑不住了会叫你动手的。说着，易水寒强行压下恶心冲上前。面对这些已经算是弱鸡的怪物，易水寒一丝也不慌。易水寒朝着2个丧尸走去的时候，这2个丧尸也发现了他，直接张牙舞爪地朝着他冲过来。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易水寒没想着刺丧尸心脏，心脏对于生物来说是致命的器官，算是弱点，可以触发暴击。可这些丧尸真算起来，那是已经死掉的人类，现在是病毒变异状态，到底还算不算生物都说不清楚。头是致命的要害，可这游戏毕竟贴合现实，头都算是致命要害了，脖子当然也算是致命要害，都可以触发暴击。这2个丧尸有些傻，根本就不知道躲。易水寒一枪就把其中一个丧尸的脖子刺穿，随后向旁边用力一拉，这个丧尸的脑袋就耷拉了下来。260，而另一只丧尸也已经扑了过来。易水寒一个懒驴打滚躲开这个丧尸，随后爬起来半跪着就是一记回马枪。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枪刺得有些歪，刺在了丧尸的肩膀上，不过伤害也够了，这个丧尸直接被干掉。80。而与此同时，另一只丧尸再次扑过来。宗主哥哥小心！易水寒一个翻滚躲开，站起身后对准那个脑袋耷拉下来的丧尸就是2枪。260，一个丧尸被杀死，瞬间轻松了不少。再次躲开丧尸的一次扑袭之后，这一只丧尸也被轻松杀掉。2个丧尸报了13枚铜币，给易水寒增长了100点经验，直接升级了，攻击力也从166涨到了216。随后易水寒就带着水轻柔扫荡整个楼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顶层都是领导办公室的缘故，这一层的丧尸并不多。清理完所有的办公室之后，总共也就杀了13个丧尸。易水寒升3级之后，杀起这些丧尸是更加的得心应手，
用长枪打弱点2次就可以杀死一个丧尸，效率非常的快。之后清理整栋楼，易水寒算上找丧尸的时间，用了2个多小时。这栋楼里总共有235个丧尸，全部都变为了易水寒的经验，让易水寒升到了4级，并且易水寒手上的游戏币变成了1枚银币、275枚铜币。装备是一件也没有爆出来，倒是爆出来了一些恢复蓝的消耗品。N2 病毒结晶，类型消耗品，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1， 效果直接服用可恢复10点法力值，有较小几率中毒。第3章遭遇偷袭与将计就计。柔儿，这里没有丧尸了，我们先离开这里，搜找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资源，等到我们累了再回来休息。我们走吧。两人离开之后，还把那栋楼的大门给关上，尽可能的防止有丧尸进去。两人走在街上，周围游荡的丧尸看到两人就迅速的冲过来。12345有8个丧尸，柔儿，你帮我困住5个丧尸，没问题吧？没问题。随后水清柔手掐法诀，一朵花在两人的身前绽放，随后花瓣激射而出，直接将其中的5个丧尸围起来，剩下的3个丧尸易水寒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随后再让水清柔一个一个的把丧尸放出来。易水寒上前把这几个丧尸抱的铜币捡起来，这8个丧尸被杀死，附近就没有什么丧尸了，倒是100多米开外有丧尸，但那些丧尸对于易水寒两人并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看不了这么远的距离。这些丧尸的视线好像很差，柔儿，我们先不管这些丧尸了，等会儿我们先找警局，看看能不能找到武器，然后我们再找个地方摆好阵法之后，搞出一点动静来，把那些丧尸都引到阵法里，搞一波大的之后，我们再回我们自己的世界，等休整好了再回来。水清柔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两人就顺着街道搜找五金店和警局。五金店可以看看有没有大锤或者钢管什么的，系统会把这些人定为武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把这些卖给那些没有武器的玩家。接下来的路上，只要上前的丧尸不多，都是只有易水寒动手，1、2个丧尸都能被易水寒轻松解决。在走了1000多米之后，易水寒忽然接收到一个提示，恭喜你经过战斗磨砺，你领悟了基础枪棒精通。基础枪棒精通，类型技巧被动，品质 F， 等级 LV1， 效果增强枪棒类武器 3% 的出手速度。领悟了这个技巧之后，易水寒使用枪棒更加的轻松，并不像是之前玩的那些游戏，那些游戏中的武器精通是增加伤害的，而现在自己的这个武器精通增加出手速度，可以把武器运用得更加轻松，果然还是偏向于现实，这也越发的让易水寒坚定，把这一切当作现实来看待。两人又走了一段路，终于发现了一个警局。之前路边倒是也遇到了五金店，可店里的许多东西都被人拿走了，只找到了2把斧子和3根钢管，显然是被搜寻过了。易水寒猜测这个城市里应该还存活着这个世界的人类 NPC， 不过易水寒也并不打算找这些 NPC， 这些低级 NPC 给不了好东西，就连经验也给不了多少。易水寒看到警局里有丧尸，心中有些开心，有丧尸的话，大概率是这个警局没有被人搜刮过，应该是可以找到武器。易水寒和水清柔快速进入警局，3两下解决警局里的这几个丧尸。而两人没有发现的是，就在超市对面的楼里，有2个人看到了两人的行踪。加拉赫·迪恩在第一时间就进入到这个游戏里，作为一名主机游戏主播，他玩过几百种游戏，很快的他就摸清了一点门道，第一时间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地，并且他的运气也很好，召唤出来的侍卫是中阶圣姿的魔法师，导致第一个怪物被他轻松消灭，并且报了一本冰锥术。而恰好的是他转职的也是魔法师，随后学习完技能之后就传送到这个世界。加拉赫·迪恩非常的谨慎，知道魔法师的身体很脆弱，所以他一直带着自己的魔法师随从在这些楼里杀丧尸，因为楼道的空间狭小，可以不用同时面对太多的丧尸，也不会引起太多丧尸的注意。2个魔法师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安全的，并且他还非常聪明的让自己的侍卫把怪打残之后，他再补最后一下。卡莱尔、卡特，下面有2个人进警局了，那是我们的目标，居然有人想虎口夺食，我们下去，等会儿他们2人出来的时候，你用火球术烧他们，争取一击毙命。加拉赫·迪恩对着自己的随从说完，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加拉赫·迪恩已经杀死2名玩家了，杀死玩家之后，玩家储物空间里的东西会被全部爆出来，他已经尝到了甜头，看到下面有2人当然不会错过，运气好的话，杀一个玩家的收益比杀几百个丧尸的收益都要高，而且这个省时省力。而易水寒现在还不知道，就在他正带着水清柔搜找武器的时候，他已经被有心人给盯上了。这个警局里也被人搜查过，并没有找到枪械，不过好在是找到了几个防爆盾，盾牌防具可以起到免伤的效果，盾牌不被打穿或者冲击力没有超过玩家的负重，近战免伤 50%， 远程免伤 80%。 防爆盾，类型盾牌，品质黑石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 物理防御力 28， 魔法防御力 9， 体质加3，重量
10千克，能量增幅5，特性坚硬。前期盾牌还是很少的，像是一些现实中认识的玩家组队一起去升级，那些负责近战的 T 就非常需要这盾牌了，可以卖个好价钱。现阶段比冷兵器最起码贵3倍，热兵器现在是有价无市的时候，到了等级都高了，热武器就不值钱了，因为热武器品质都低，到后面就没用了。柔儿，我们离开吧，等会儿我们找一个安全的位置，提前布置好退路，搞一波大的，我们就回我们的世界。都听宗主哥哥的。柔儿真乖，我们走了。易水寒刚走出警局，忽然远方飞过来一个直径30厘米的火球。宗主哥哥，小心！水清柔撑开双手，在自己的身前形成一个淡蓝色的水幕。火球击中水幕，水幕稍微撑了一下就破裂了。易水寒一看情况不妙，急忙将水清柔拉过来，随后抱着她在地上滚了几圈，这才停下。易水寒不知道是谁在暗算自己，不过这个火球的威力实在是大，仓促之下根本就应付不来。易水寒下意识里为了保护水清柔，刚才用后背帮他挡住了火球的冲击，此刻易水寒的后背被火球灼伤，疼得厉害，生命值也掉到了400点。柔儿，我们快走，有人暗算我们。说着，易水寒一把扛起来水清柔就跑。不管怎么说，先离开这里再说，现在敌暗我明，不适合继续待在这里，就算要打也应该先了解对方的信息。就在易水寒扛着水清柔跑出去没多远，忽然发现侧面又有一个直径大概30公分的火球飞过来。来不及多想，易水寒扛着水轻柔急忙撞破玻璃门，冲进旁边的店铺里。宗主哥哥，你的后背受伤了，都是柔儿不好，没有保护好宗主哥哥。看到水清柔那自责的模样，梨花带雨的煞是可怜，易水寒急忙安慰道：不怪柔儿，是我大意了，一直没有遇到人，误以为我们很安全，结果让人暗算了，对方应该是一个魔法师，这么大的火球，实力绝对不低，我们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过。柔儿，你在这里布一个困人的阵，运转起来的时候动静最好大一点，也不用太牢固，可以困他们个5分钟就好，到时候周围的丧尸听到动静一定都会过来，那个偷袭我们的人肯定正在往这边赶，速度要快。好，我听宗主哥哥的。随后水清柔开始刻画符文，片刻的功夫，水清柔将64个符文画在周围的墙上。而这时候沈浪也打开了这家店铺的后门。柔儿，我们从后门走。第4章火烧丧尸。水清柔扶着易水寒刚从店铺的后门离开，刚跑出去不到50米的距离，就听到身后店铺内忽然发出巨大的声音，那边的动静非常大，周围的丧尸听到动静开始疯狂地向那边聚拢。易水寒看到有丧尸向那边聚集，要是现在从这些丧尸中离开的话，可能会吸引一部分的丧尸，他可不想便宜了那个偷袭自己的孙子，急忙拉着水轻柔躲进旁边的楼里。楼道里只有3个丧尸，易水寒轻而易举地把丧尸杀掉，然后就找了一个房间，偷偷观看刚才那家店铺里的动静。宗主哥哥，你受伤了，柔儿帮你疗伤吧。柔儿，你还会疗伤？我练的是百花春水诀，具有疗伤的作用。那好吧，柔儿你快点，疼死我了。要是水清柔不说自己会疗伤，易水寒也不会有事，现在听到他可以疗伤，那直接就开始装，大呼小叫的让他快点给自己疗伤。看到易水寒这般模样，水清柔脸色有些泛红，白了他一眼，然后伸出纤纤玉手，碧绿色的灵气从他的手掌流向易水寒的后背。哇，柔儿好舒服啊，感觉凉凉的麻麻的。这就是易水寒现在的感觉，刚才的烫伤，那种疼痛承受了现实中真实疼痛的50%，并且还在隐隐的持续的疼，这都是模拟出来的信息传动到脑子中的，并不会使人受伤。水清柔的疗伤倒是让易水寒舒服了许多。水清柔没有搭理易水寒，专心的为他疗伤。易水寒看到水清柔不理自己，调戏一下没反应，就只好将目光看向窗外，只见外面乌泱泱的汇聚了好成百上千个丧尸，猛地看去颇为壮观。哼，让你们偷袭我，这下有你们好果子吃的。不过是名法师，现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大型杀伤法术，出了名的小脆皮职业，这么多丧尸围住你，看你有什么法术自保，这一次就算是不死也让你掉一层皮。紧接着就看到那些丧尸被一阵狂风吹倒，随后就见有2个人从店铺内走出来，其中一人一挥手就有一个冰锥飞出，另一个人的出手速度就慢了许多，3秒钟才能发出一个冰锥。易水寒猜测那个出手慢的应该就是出手要偷袭自己的人，而那个一人阻挡这么多丧尸的魔法师则是他召唤出来。2人被丧尸追得很惨，不过最后还是被2人逃走了。看到2人这样的情况，应该得恢复一阵子了，自己的法力值1小时也就才能恢复2点，他们没道理恢复的能有多快？地上那闪闪发光的铜币可不能浪费了。柔儿，好了好了，偷袭我们的人被丧尸追着离开了，地上有好多铜币，我们快点过去把那些铜币捡了，有人给我们打白工，捡了我们就赶紧走，搞不好丧尸还会再回来。随后易水寒带着水轻柔急匆匆地回到刚才的那个店铺，地上被弄得一片狼藉。易水寒可不管那么多，这些铜币就在眼前，
这真的是捡钱，捡完之后带着水清柔快速离开。这边这么大的动静，搞不好周围还有玩家，要是再被人偷袭可就不好了。柔儿，我们走。这一次捡了3枚银币，225枚铜币。那俩人的战斗力还挺猛，这些怪真让我们慢慢打，还真得打半天。幸好我们没有跟他硬拼，溜了，捡了便宜赶紧跑。说完，易水寒带着水轻柔快速的离开。而另一边，被丧尸追的如同是丧家之犬的两人，也终于摆脱了丧尸的追踪。两人又绕了一圈，回到刚才的警局附近，在一处公寓里，从4楼看向街上，正好看到易水寒和水轻柔捡完晶体离开的身影，气得加拉赫、迪恩一拳打在墙上。魔法师的身体本就孱弱，这一拳加拉赫、迪恩用力太狠，把自己的拳头都给打破了。然后游戏反馈给他的疼痛感，立刻又让他疼得龇牙咧嘴，生命值都掉了40点。随后恶狠狠的道：“你们两个，我记住了，居然敢阴我，迟早让你们连本带利的给我还回来！你给我等着！”易水寒带着水轻柔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停下，一直走出去很远之后，忽然看到有一个加油站。看到这个加油站之后，易水寒一下就有了想法：“柔儿，去那边，我们去搞一点汽油。”汽油？什么是汽油？我们搞汽油干什么？易水寒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索性也不解释了，让他帮着自己搬汽油就好。易水寒就把汽油搬到周围的一个楼上，两人一直来回搬了5趟，用了2个多小时。易水寒最后用一些杂物把这栋楼的大门给封堵上之后，让水轻柔搞个阵法，弄一点大动静出来。这一次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发出一些声音就好，其他的功能一律都不需要。水轻柔用了20几秒钟布好阵，在弄出来大动静之后，易水寒就拉着他急忙来到楼顶。汽油类型消耗品，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1， 效果汽车的燃料，也可以点燃后灼烧敌人，每秒造成50点伤害。只不过是几分钟的功法，这栋楼的下面就聚集了好几百个丧尸，具体有多少个易水寒也不知道，只能是看下面丧尸已经很多了，就让水轻柔帮着自己一起把汽油浇下去。把汽油都浇下去之后，忽然易水寒有些傻眼，自己该怎么把火点着呢？柔儿，你能放出火球吗？黄金 BOSS。 随着一个一个的丧尸被烧死，易水寒的经验值疯狂上涨。看到下面的火势越来越小，丧尸还没有烧干净，易水寒对着水轻柔说道：“柔儿，接下来个个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火上浇油。”说完，易水寒从淡蓝色光幕内出来，在出来之前，他已经想到过外面的气味一定很冲，比当初上高中时的学校厕所味道都冲，所以他就在出来之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就憋着气去往下浇油。本来不运动，可能易水寒还能多憋一会儿，结果往下浇油的时候，忽然泄了气，想要往淡蓝色光幕内跑，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直接就在原地疯狂地喘气。随后易水寒感觉自己的脸都要绿了。其实易水寒的感觉并没有错，因为他吸入了太多丧尸燃烧后的气体，而这些气体是有毒的，他在这疯狂地喘气，短时间内摄入量太大，导致他中毒了。水轻柔发现易水寒的异样之后，快速的把他拉到淡蓝色光幕内。痛定思痛之后，易水寒也不作死了，难闻就难闻吧，把这些丧尸全都烧死才是重要的事。随后又去往楼下撒油。等级榜上，易水寒的 ID 双手插兜的排名快速的上升，一开始还没有人注意，都没把这当回事，以为这样快的杀怪速度也就一会儿就完事了，谁知道这一下居然持续了1个多小时，直接就登顶了蓝星等级排行榜。这一下就让很多势力的人关注到这个名字，将双手插兜这个 ID 记在心中。易水寒这边刷怪刷的正兴起的时候，就在易水寒刷怪地点的周围，有一队5名玩家5名弟子的队伍，看着易水寒这样刷怪，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之前他们也在到处引丧尸打，引的丧尸少了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刷怪，但引的丧尸太多了又打不了，弄得灰头土脸。而就在这时见到了易水寒这样刷怪，本来想着学习一下，然后就看到火烧丧尸，还有那一地的铜币。这一场火一直烧了1个多小时，一共烧死了2304个丧尸，这刷怪效率高的惊人，让易水寒有升了1级。此时在等级榜上遥遥领先，只有他一个人5级，后面的都是4级。最后还剩着零星几个丧尸没有烧到，不过这几个丧尸也不是问题了，下面密密麻麻的铜币看着都晃眼。在火灭之后的第一时间，易水寒就下去捡铜币。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易水寒让水轻柔早早的就在楼顶布下一个阵法，可以远距离杀敌的阵法。他怕下去捡自己战利品的时候有人眼红过来抢，下面被烧得黑乎乎一片，并且还散发着烧焦之后的刺鼻味道。易水寒快速的捡起地上的铜币，还有爆出来的装备道具。而这时远处忽然出现5名玩家，每名玩家的身后都跟着1名弟子。小子，我们打怪打得好好的，结果你这边动静一闹出来，我们本来要打的怪全跑到你这里来了，你这样就不厚道了。这样吧，你捡起来多少我们就不问了，剩下地上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劝你小子识相点，不要不知好歹。易水寒抬眼看了一眼这几人，带头说话的这个人易水寒还真就认识，
甚至还有一些渊源。于浩是一名富二代，家里有点钱，游戏刚开始就召集了一拨人，准备在游戏中大展拳脚。不过他这个人比较嚣张，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喜欢欺负那些比自己弱的人。上一世易水寒就被他抢过好几次 BOSS。易水寒看到于浩居然又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这一次那真的算是新仇旧恨了。想抢东西就直接说，都在游戏里了，装什么大尾巴狼。说完也不等他们先动手，直接一个手势让水清柔先动手。正所谓先发制人，对付这种败类就没必要讲武德了。空中忽然飞来许多花瓣，像是在下花瓣雨，而这些花瓣像是飞刀一样，每一片花瓣都可以造成300点的伤害。水清柔控制得非常好，这片花瓣雨中只有易水寒站立的地方是一个真空地带。于浩他们一伙儿算上弟子，连半分钟都没有撑过去。算上之前赶路的时间，在这短短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易水寒升了1级，并且还收获到1金币、50银币、62铜币，恢复法力值的结晶156个，装备是一件也没有爆。爆帅真的是十分感人。即便是这样，易水寒也觉得自己赚大了。易水寒立刻带上水清柔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怕人在后面跟着阴自己，七拐八绕的进出各种楼，一直绕了1个小时才放心下来。易水寒随后就带着水清柔到处找怪刷，不过现在经验条已经到了100万才能升级的地步了，杀一个丧尸才给50经验，这样还不知道杀怪得杀到什么时候，所以易水寒也不着急，他现在就想在这个城市里找找 BOSS。 普通的小怪爆率低，第一只 BOSS 的爆率还是相当高的，不过也就只是第一次。而就在易水寒慢慢转悠的时候，忽然听到远方传来了许多人大呼小叫的声音，立刻就想过去看看。走到近处之后，发现这些人居然在打 BOSS。 这个 BOSS 一大团，体型很大，像是一个肉球，有很多的丧尸头长在身体各处，像是没有吞噬干净，丧尸从身体里露出来了，非常恶心。易水寒数了一下，居然有43名玩家，这可有点不好搞。想了一下，易水寒让水清柔去找自己的分身，自己的本体想办法抢一下 BOSS 的最后一击，如果抢到了装备，那真的就赚大了。易水寒慢慢靠近，随后 BOSS 的属性面板出现在眼前。吞噬丧尸，黄金 BOSS， 种族人类，变异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1650，物理防御力96，魔法攻击力1230，魔法防御力88，速度42，生命值23240，法力值3200，技能吞噬、毒液喷射、滚动冲撞。第6章白银器。一名优秀的猎人就需要有耐心，可以忍耐得住寂寞，可以抓住最好的机会给予敌人一击致命。易水寒有过一世的经验，深知现在不能慌，这个 BOSS 的伤害这么高，碰一下就得死。这群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团队有组织的队伍，大概率是一些家族或者财团的队伍。一群人不敢跟 BOSS 正面硬刚，只能是跟这个 BOSS 打游击战，近战玩家吸引 BOSS 的注意力，不让 BOSS 靠近远程玩家，远程玩家则钻进楼里，让楼当自己的掩体，从窗户攻击 BOSS。 这些玩家的伤害也就刚好破防，打的伤害只有10几点，弟子的伤害高点有100多的伤害，抹血的速度很慢。易水寒一直蹲了2个多小时，这些人才打了 BOSS 一半的血量。忽然 BOSS 怒吼一声，从身体上的丧尸头往外喷毒液，把周围的墙体都给腐蚀烂了，把10几名玩家毒死。经过这一下，抹血的速度明显的变得更慢了。易水寒又等了3个小时，这时候 BOSS 终于剩下最后1000血，易水寒也忍不住了，直接冲向 BOSS。 MD， 那个冲向 BOSS 的小子是谁？不是告诉你们最后一下让刘少补吗？快点退回来，要不然公司开除了你。主管，那人好像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里没有拿防爆盾的。卧槽，不是我们的人，有人想抢怪，快点给我集火秒了他。易水寒早就想到了自己会被集火，所以他是把防爆盾顶在头顶冲过去的。他们只要打不到易水寒的游戏角色，只打到防爆盾上会触发免伤机制，这些人秒不掉自己。当易水寒冲到 BOSS 身前的时候，生命值还有800点，在一个侧步躲开 BOSS 的攻击之后，连续刺了 BOSS 3枪。虽然那个刘少也在拼命的打伤害，可他的伤害根本就没有易水寒的伤害高，伤害高也意味着斩杀线高。易水寒技高一筹，独自拿下 BOSS 的经验值。这个 BOSS 直接给了20万的经验值，易水寒来不及多想，看到 BOSS 爆东西了，急忙伸手把东西捡起来塞进背包，随手捡了点铜币之后，易水寒也被那些玩家打死。不过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即便是被打死，易水寒也不会爆东西，因为现在他不算死亡，分身自动变成本体。易水寒兴奋地将 BOSS 爆的装备掏出来，居然是一把枪 PUK 24式自动步枪，类型武器，品质白银器，要求装备等级 LV5， 物理伤害32，力量加5，能量增幅6，重量10千克，特性低级穿透，忽视目标 10% 的物理防御。备注：制作精良的半自动步枪，弹夹容弹量16发，
看到是一把白银器热武器，易水寒很惊喜。现在最好的装备就是热武器了。这把枪是从黄金 BOSS 爆出来的，不是黄金器有一点可惜，不过也没有关系，问题不大。白银器的枪械完全够用。易水寒再次分身，因为 BOSS 给了20万经验，分身之后等级并没有掉。易水寒此刻已经在游戏中10几个小时了，有些累了，就把这把步枪交给分身，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内，以1铜币10发子弹的价格，从游戏商城补充了10万发子弹之后，给分身设置好，让分身挂机刷怪。一枚子弹10克，步枪10千克，分身每次可以携带6000发子弹，打完之后自动回小世界补充弹药。易水寒在宗门石碑处给水清柔兑换了一个练功房，因为弟子升级机制和玩家不一样，杀怪并不会升级，需要修炼才可以升级，练功房会加快弟子 30% 的修炼速度。易水寒下了游戏，从游戏舱内爬出来，跑到楼下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张叔，给我来一个宫保鸡丁盖饭。小韩来了呀，你稍等一下，马上就好。易水寒看了一下，张叔的生意还挺好的，只空着2张桌子，都快要坐满了。你们刚才在世界聊天频道看到没有？好像是刘氏集团在小世界打 BOSS， 那个 BOSS 被人给抢了，正在世界聊天频道骂人呢。哈哈哈，我也看到了，他们说总共安排了1000多名玩家同时进入小世界，不对就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再随机传送小世界，最后聚到一起的也就才100多人，费了70几个号，最后要打死 BOSS 的时候，有人出来把怪给抢了，笑死我了，这不纯小丑吗？据说抢怪的那个人头顶着防爆盾，几十人几伙都没有死，这游戏贴近现实，玩家头上的头顶没有 ID， 他们肯定找不到是谁抢的 BOSS， 这么多人能被一个人抢了 BOSS， 我看啊，是他们的头被门给挤爆了。不说了，等会儿我还要去刷怪，一起不？我们组队一起可以传送到同一个小世界。易水寒偷偷听2人聊天，知道他们口中说的是自己，暗自不说话，在吃完饭后就回家睡觉。第2天将会开放竞技天梯，打赢对手会有丰厚的经验奖励，并且分数最高的前10玩家在新手7天之后会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竞技天梯每人每天只可以战败3次，易水寒需要养精蓄锐，争取一直连胜刷经验，顺便把分数搞到第1名，到时抽个好东西。易水寒第2天醒来，再次登录进游戏，这个时间点怪物入侵已经过去了，宗门日志里水清柔杀死了入侵的妖兽，让易水寒的游戏角色获得3000点经验值。看到自己的小世界内多了一个传送阵，这个传送阵就是竞技天梯的入口，只能传送玩家，不能传送弟子。易水寒操控分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10秒钟之后分身传送回来。一晚上的时间，分身打了3万多发子弹，刷了4322个丧尸，收获3金56银13铜，263个恢复法力值的结晶，爆出来2个装备，这种睡着都能刷钱的感觉就是爽。懒汉布鞋，类型鞋子，品质黑石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 物理防御力8，魔法防御力3，速度6，敏捷加2，重量 0.5千克，型男紧身背心，类型防具，品质黑石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 物理防御力13，魔法防御力8，体质加1，重量 0.2千克。易水寒让分身把这些都穿上，并且装备上防爆盾，游戏角色本体把步枪拿过来装备上，准备给其他玩家们上课。第7章，主播莫小莫都已经准备完毕，易水寒操控游戏角色和分身一起传送进竞技天梯。易水寒刚出现在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内，就看到不远处站着一名玩家，那名玩家还在发愣，看对方这呆头呆脑的样子，易水寒也不废话，直接掏出来步枪，3发子弹送走对方，得到1000点经验值。玩家胜利，是否继续选择匹配对手？易水寒现在的状态还满着呢，也不需要补充子弹，自然选择继续匹配对手。易水寒遇到近战玩家，直接几发子弹送走对方，遇到远程玩家就让分身举着防爆盾顶在前面，自己躲在防爆盾后放冷枪，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接连胜利，很快的就迎来了10连胜，经验也从原先的1000点经验变成1万点经验，之后只要保持连胜，每次胜利都会给1万经验，比刷怪给的经验强多了。而易水寒不知道的是，他这种不要脸的玩法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抱怨，世界聊天频道里那些受害者在疯狂地吐槽，你要的温柔，卧槽，这游戏还有挂逼，为什么我前面和别人打的都好好的，忽然就匹配到2个玩家，一名玩家在前面举着盾，另一名玩家在后面放冷枪，气死我了，我的法术飞弹打到对方的盾上就掉几点血，我一枪就被对方打死了，玩鸡毛啊！唯命是从，我还以为就我遇到了呢，那名玩家太不要脸了，我拿着刀，人家拿着步枪，我都冲不过去，伤害太高了，旁边拿盾的那个都没出手，我就死了。纯真小可耐，还有这种玩家吗？太心疼你们俩了，哈哈！我是一名法师，我学会了冰锥术，在竞技天梯里，别人还没有靠近我就被我风筝死了。希望我不要遇到你们口中说的那个不要脸的家伙。唯命是从，小可耐大佬，
你在直播吗？我们可以看你直播打竞技天梯吗？绝天灭神，小可奈老婆，你也来玩万界这个游戏了哇？小可奈是我的，拔剑吧诸位。马文斌，楼上这位好中二啊，这名字起的一言难尽，建议你参加历史上的葬爱家族。今天晚上村口集合，凤舞9天，阳辉自带。纯真小可奈，好了，兄弟们，既然你们想要看我直播，那我就开播了。我也是刚开始玩这个游戏，还没有玩明白，要是玩得不好，大家不许喷，怎么开心怎么来。666，兄弟们，直播间走起！现在关于万界的直播还没有，小可奈是第一个不藏私直播的主播，必须支持。一时之间，世界聊天频道里立刻热闹了起来，大部分玩家都还没有弄明白该怎么玩，有些迷糊。现在有人直播玩，自然要去看一下这些主播高手是怎么玩这个游戏的。莫小莫就是纯真小可奈，他看到游戏里世界聊天频道里那么多人想要看自己的直播，直接就选择了直播游戏，并不担心别人学会自己的玩法。本来他也不想当技术主播，实力没有达到那种层次，现在别人想要发育领先一步，他正好抓住没有人直播万界这个游戏的空档，先把人气拿下，到后面就算是游戏不赚钱，直播也能为自己赚钱。莫小莫刚开播，立刻就有大量玩家涌入，短短的几分钟，进入直播间的玩家就达到20万人。主播666，终于有人直播万界了，到现在我也没有玩明白。滴滴，主播冲啊！默默老婆看我。看到有这么多人进入自己的直播间，莫小莫很高兴，立刻选择传送进竞技天梯。莫小莫先匹配到的是一名战士，这名战士玩家在发现莫小莫的游戏角色之后，就迅速的靠近，莫小莫也不慌，从容应对，用冰锥术预判对方的位置，击中对方减速，随后魔法飞弹和冰锥术交叉释放，给直播间的众人上演了一个完美的风筝战术。主播666，我学到了，原来法师需要这么玩，需要预判走位的，学会了，一辆跑车送上。主播好厉害，下一个，看到主播和别人 PK 比自己玩舒服多了，主播牛皮，超大声。下面紧跟着都是夸主播技术好的，还有一片刷屏666的。莫小莫看了一眼自己的直播间，发现大家都在夸自己，立刻干劲满满，再次开始匹配对手。接下来的对手虽然也很强，但莫小莫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游戏技术战胜对手，让直播间内的人气迅速攀升，此刻已经是150万人同时观看了。而当莫小莫再次匹配完之后，看到站在对面的两个身影，默默地陷入了深思。兄弟们，这就是当时在世界聊天频道里说到的那个挂逼吗？你要的温柔就是这个人，我说过的，他是2个人，现在大家都发现了吧？卧槽，挂逼，居然真的是2个人，绝逼是挂逼，赶紧举报。也有可能是技能吧，我开服抽到一个技能，能临时10秒提升伤害10倍。狗托，怀疑有托，建议封号。狗托，挂逼。正在观看莫小莫直播的玩家疯狂地在弹幕上刷挂逼2个字。易水寒看到对面忽然出现一个妹子， ID 叫做纯真小可奈，他还真认识这个 ID， 是他当初看过的一名主播，游戏技术不算是非常出色，但好在长得清纯可爱，所以被很多人喜欢。莫小莫一发冰锥术打过来，易水寒立刻让自己的分身举盾挡住，分身只掉了8点血。莫小莫看到易水寒的分身只掉了8点血，心态有些崩，才打这么一点，这得怎么打？还没有等莫小莫想清楚，易水寒一枪打在莫小莫角色的腿上，直接就把他打清醒了。这一枪直接打掉他312点血，直接血条空掉一小半，还剩下488点血。兄弟，别打了，别打了！莫小莫立刻举手投降，想要让易水寒先不要动手。易水寒现在都20连胜了，每次胜利都会给1万点经验值，他可不想浪费了这些经验值，但也没想直接把他打死。上一世他就挺喜欢这个主播妹子的，长得好看，性格还好。虽然不动手打死他是不可能的，但完全可以把他控制住聊一会儿天，聊完后再把他挂掉。易水寒操控分身顶上去，本体拿枪对准他说道：双手抱头，不许抵抗。莫小莫听到易水寒的话后，急忙双手抱头配合，想要跟易水寒聊一聊。直播间内的玩家看到莫小莫居然这么配合，让他双手抱头他就双手抱头，直播间内立刻就有人带节奏。主播居然这么配合的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收起你那肮脏的想法，我的想法比你邪恶10倍。你们够了，好好看着学技术就好，不要搞颜色，直播间内不可以色色。一时之间弹幕甚是欢乐，但都时刻注意着2人，想要知道他们接下来要聊什么。第8章，不要脸的打法。易水寒直接让自己的分身顶着防爆盾把莫小莫顶到墙角，在确定他不可能再行动之后，这才放松下来，开口问道：怎么了？莫小莫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被一个男人按到墙角，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现在只感觉自己羞愤欲绝，眼前的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混蛋了，自己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做了，居然还用防爆盾挤着自己按到墙上，这让他想到了一句话：按到墙上摩擦。直播间内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快要乐疯了，虽然对面的那个男人非常混蛋，但他完成了直播间内许多人的梦想，
把莫小莫按到墙角。你这个混蛋，我都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你怎么还要这样？莫小莫实在咽不下心中的这股恶气，开口问道。谁知道你是真的不想反抗，还是虚与委蛇？要是你有什么必杀技怎么办？先把你按在墙上控制起来再说，这样你肯定就不能反抗了。易水寒的这一番话，直接把直播间内的男同胞们给说乐了。卧槽，兄弟可以啊，够稳够清醒，就凭你这清醒的头脑，这渣女肯定扎不到你。这 TAM 是渣女能不能扎到他的问题吗？就这样的直男还能有女朋友？有没有女朋友我们不用管，那些舔狗真该死，卷得我们都谈不上对象。我宣布，以后这就是我辈楷模了，好吧？双手插兜，大佬雄起，壁咚莫小莫。舔狗该死，我辈楷模。莫小莫感觉有被气到了，不过还好没有去看弹幕，要不然非要被弹幕气死不可。行吧，算你有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是2个游戏角色啊？神通啊，大家开服不都抽奖了，有抽到天赋的，而我抽到了分身神通。听到易水寒说是自己抽到的神通，莫小莫倒是理解了，运气好的人大有人在，就他知道的，有一个人抽到了 S 级天赋，所有东西爆率翻倍。哦，原来是神通啊，怪不得。行了，你问完了吧？问完了，我要动手了。别！莫小莫话刚说出一个字，就被易水寒一枪爆头，挂掉了。莫小莫只感觉头忽然疼了一下，自己紧接着就出现在自己的小世界，气得他肺都要气炸了。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人，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莫小莫记着易水寒的 ID， 立刻查找双手插兜这个 ID， 发过去好友申请。易水寒看到居然是莫小莫添加自己好友，随手选择通过。清纯小可耐，大佬，我可以观战你的竞技天梯吗？莫小莫虽然现在恨死了易水寒，但他非常想看一下易水寒是怎么打竞技天梯的，可以混一个直播节目，心中只好按捺住想要骂人的想法，有求于人就要做出有求于人的态度，非常憋屈地称呼易水寒为大佬。易水寒对于对方想要看自己怎么打竞技天梯并没有什么抵触，反正对方也学不会。双手插兜，行吧，你都叫我大佬了，只要你说对大佬哪里大，我就答应你观战我怎么打竞技天梯。看到易水寒这带着某些暗示的话，又让直播间内的众人起哄起来，直接让莫小莫闹了一个大红脸。莫小莫为了自己的直播效果着想，还是顺着易水寒的暗示夸他。易水寒看到莫小莫发来的信息，心中暗爽，但作为一名正人君子，怎么可以表现出这样的一面？双手插兜，妹子啊，我知道你可能已经在刚才被我打服了，可能你很崇拜我，但你请不要这样说，矜持一点。你又没看到过，怎么张嘴就瞎说？我让你观战，不介意让刚才的对手观察我怎么打竞技天梯，那当然是我大方啊。你想什么呢？满脑子都是不干净的东西。虽然你回答的我不太满意，但谁让我人帅心善呢？我还是同意你观战我怎么打竞技天梯吧。哎，遇到这么好的人，就直接嫁了吧。易水寒这轻飘飘的几个字，气得莫小莫直咬牙。卧槽，这个哥们儿这么不要脸！哈哈，主播快要被气死了！快点观战，我想看一下这个双手插兜是怎么打别人的。莫小莫选择观战，易水寒看到提示，直接同意。易水寒继续开始匹配下一把，没再去搭理莫小莫。这一次，易水寒的骚套路直接把大家都给看得一愣一愣的，分身在前面当掩体，把伤害都给挡住，本体放冷枪，连续打了10几场，根本就没有一合之敌，堪称无解。易水寒再次进入一场战斗，几枪打过去，对方居然只掉个位数的几点血。喜闻乐见，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终于遇到对手了，打不动对方，看你怎么办。这单方面的碾压看得真没意思，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终于有点看头了。直播间里的众人看到易水寒终于碰到硬茬子了，打不动对方，这就让所有人都提起了精神，非常想看一下易水寒这一次要怎么办。易水寒上一世没听说过有谁抽到免疫伤害的天赋，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用的装备再好，那也不可能让自己打对方只有个位数的伤害，猜测对方可能抽到了什么免疫远程伤害的装备。易水寒躲在防爆盾后面，掏出狼牙枪，就这么顶着防爆盾靠近，对方想要绕过来打，易水寒就一枪刺过去。165，能打得动。易水寒心中大定，知道对方佩戴着专门防御远程伤害的装备，不过一枪只打了165点伤害，对方的防御可不低，防御越高，那遭受的毒打的次数也就越多，对方的力量根本就没有易水寒的力量大，打在盾牌上伤害减免 50%， 根本就打不了多少伤害。而易水寒还从防爆盾后面拿枪刺他，防不胜防，也不过就是1分多钟，对方就被易水寒给恶心死了。被易水寒挂掉之前还在骂易水寒，大骂易水寒不要脸，战术这么恶心。易水寒的战术恶心，那是对于敌人的，在易水寒第一视角看的观众们直呼过瘾。有很多玩家都已经打过竞技天梯了，被里面的其他玩家给虐得遍体鳞伤，刚好就看到莫小莫的直播，看到易水寒用这种不要脸的方法打竞技天梯，简直不要太爽。第9章组队带妹。当易水寒连胜几十场之后，
易水寒游戏角色本体顺利升到6级，直接在等级排行榜上遥遥领先，5级的玩家也就才3名而已。易水寒则直接6级了，一骑绝尘。升级之后，伤害又增加了50点，这下打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所有观看直播的玩家都只觉得全身舒坦，自己玩的时候那是真的难受，打啥也不好打，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看易水寒打别人，那是把别人按在地上摩擦，怎么看怎么爽，尤其是那股不要脸的劲儿，就是舒服。易水寒打得很快，一路连胜，非常快的来到第100场。上一世的易水寒连20连胜都没有打到过，游戏初期是确实还没有玩明白这个游戏，到后面则纯粹是因为装备差，这连胜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这经验值来的轻松。当易水寒进入第100场竞技天梯，看到对方的样貌之后，直接就呆住了，因为这个样貌他实在是太熟悉了，是一名让无数人敬仰的存在。李明浩虽然不是地球最顶尖的职业玩家，但也绝对算排得上号的玩家。他抽到的天赋是天生智者 S 级天赋，每升1级智力额外增加3点，越到后面伤害越高，输出能力在地球职业者中算是最顶尖的存在。现在对方也就才5级而已，只多出来的12点智力，现在易水寒可以轻松抗住对方的伤害。李明浩看到对面居然是2个人，心中先是一愣，但随即想到自己的天赋，心中也就释然了。李明浩快速释放冰锥术，易水寒的分身顶盾上前将冰锥挡住，本体随后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李明浩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直接就被挂掉了。李明浩看到自己被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有些惊愕，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刚才易水寒藏在防爆盾后面掏出来枪，他都没有发现，他有些不甘心，都已经99连胜了，居然就这么没人给挂掉了，早知道就该小心一点的，心中暗自对记下易水寒的样貌，心中暗自想着，下一次遇到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易水寒没有想到上一世的职业玩家直接被自己秒了，只觉得非常爽，想要再接着打，结果自然是继续匹配的选项变成了灰色。再一看，原来每人每天最多只可以打100场，而易水寒则是100连胜。易水寒知道莫小莫还在观战自己，肯定也看到了自己继续匹配灰色的选项，当即把双手插进裤兜。哎，我只不过是稍微用了一点力而已，便已经是他们的极限。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易水寒装作一副寂寞如雪的样子，45度仰望天空，随后退出竞技天梯的场景，莫小莫的观战自然也就结束了。观战是结束了，莫小莫的直播可没有结束。现在的直播间内，所有的玩家都被易水寒给装到了，尤其是说出的那句话，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简直是太狂了。666，这小子太会装逼了，见就见吧，还这么能装，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看得我太爽了，原来每人每天只能打100场，长见识了。双手插兜这个 ID 是刚进入到游戏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这么厉害吗？原来出处在这里，简直太装逼了。主播，你快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你简直是太弱了，被人按在墙上摩擦。主播，你可不可以让这个大佬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我想让大佬带我装逼。莫小莫看了2眼弹幕，大部分都是夸易水寒装逼的，还有一部分是说让他给易水寒说一下，让易水寒通过好友申请的。莫小莫现在可不管那些，看到易水寒这么厉害，他也想让易水寒带自己刷怪，竞技天梯完全可以刷完怪之后再打，他现在才4级，易水寒都6级了。清纯小可耐，大佬你在吗？要不要组队刷怪？易水寒看到莫小莫给自己的消息，琢磨了一下，这一次他不打算带着水清柔去刷怪，他想让水清柔修炼升阶，新手7天之后防守强度会明显增强，他可不想每天出去刷怪还得提心吊胆的担心家守不住。而莫小莫作为一名主播，游戏水平也还算不错，最起码不会成为累赘，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而且组队经验并不会被分，比自己一个人好一点，也就想着答应下来。双手插兜，好吧，等下我组你，不要带弟子了，让弟子在宗门修炼。易水寒好心提醒了一下莫小莫，至于对方听不听他就不管了，两人也就才刚认识而已，说到这里就够了。因为易水寒是队长，问了一下莫小莫，在得知对方不记好之后，选择传送小世界。两人同时消失在各自的小世界，再次出现的时候，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小村庄。再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易水寒先观察四周，看到村里的房子都不是平房，而是尖顶的，并且空气有些潮湿，显然像是南方的村庄。街道上游荡着2具丧尸，在两人出现之后，立刻就向两人冲过来。易水寒直接掏出步枪，每具丧尸给了2发子弹，随后让分身把爆出来的铜币捡起来。你上一次传送的小世界是丧尸世界吗？易水寒看了一眼莫小莫问道，因为丧尸这玩意儿有些恶心，很多人第一次见这东西都会害怕，从而导致不敢出手。易水寒可得问清楚了，他可不想到最后没有搞清楚，让莫小莫把自己坑了。我上次传送到世界是丧尸世界，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东西恶心而坑你的，我还是非常靠谱的。搞清楚状况后，易水寒大手一挥，带着莫小莫去刷怪，分身顶着防爆盾走在前面。
这让莫小莫感觉非常安全。汪汪汪！忽然，从一侧冲出来5只狗，对着这边龇牙咧嘴。N2 病毒变异犬，种类变异兽，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340，物理防御力42，魔法防御力18，速度64，生命值1200，法力值80，技能病毒感染，被动扑咬。麻烦了，这变异狗的速度有点快，等会儿注意躲好。你这法师小脆皮，给你来2下，肯定死。易水寒让分身去保护莫小莫，本体掏出来步枪，直接一梭子弹打过去。390，这一梭子弹打出去，因为变异犬速度快，被躲开6发子弹，只打死2只变异犬。莫小莫的伤害这时候就有点不够看了，但好在冰锥术可以起到减速的效果。这时候还在看直播的玩家看到易水寒一梭子弹只打死2只变异犬，在弹幕上疯狂嘲讽：哇，这枪法简直是神了！我愿称之为最强枪法之描边枪法。说描边枪法那位，你可真是太损了，不至于。这变异犬的速度可真快，把这变异犬放到竞技天梯里，我感觉我都打不过。还有3只变异犬，枪里没子弹了，换子弹肯定来不及，看他们怎么打，坐等看戏。第10章横扫八荒。一只变异犬扑向易水寒，易水寒收起步枪，将狼牙枪掏出来，一枪刺挑飞扑向自己的变异犬。384。同时，另外2只变异犬冲向莫小莫，莫小莫一发冰锥术击中一只变异犬。302。另一只变异犬被易水寒的分身用防爆盾挡住，不让这只变异犬靠近2人。易水寒迅速解决一只变异犬，随后和分身将另一只变异犬解决，莫小莫自己一人将一只变异犬风筝死，将5只变异犬杀死，每只变异犬都为易水寒提供了1000经验值。5只变异犬爆出来一个结晶，还有78枚铜币。N2 病毒结晶，类型消耗品，品质绿色，要求使用等级 LV5， 效果直接服用可恢复100点法力值，有较小几率中毒。恢复法力值的消耗品，游戏系统卖给玩家的还是挺贵的，这让很多人都用不起，都纷纷在游戏论坛吐槽，1点法力值1铜币，简直就离谱。你法师比较费法力值，这个结晶给你，刚才那些铜币我就不分你了。莫小莫听到易水寒的话后，一口答应下来，他就是这么想的。莫小莫对于易水寒很是好奇，自然想了解一下易水寒，一直在旁敲侧击地问易水寒问题。易水寒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让莫小莫有些无奈。2人走到村外，看到一个大型养殖场，远远的就能闻到鸡粪的臭味，是一个大型养鸡场。看到这个养鸡场，易水寒眼睛一亮，看这个养殖场的规模，是一个大型养殖场，最起码也得10万只以上，这么多鸡够杀一阵子。变异鸡，种族变异兽，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450，物理防御力15，魔法防御力6，速度80，生命值300，法力值40，技能无。易水寒知道这些鸡血包攻高，因为他上一世刷过，一只鸡100点经验值。这些变异鸡的攻击力好高啊，速度也快，数量这么多，我们一动手，肯定一群鸡一拥而上，我们肯定扛不住，怎么办？易水寒总不能说自己刷过，只好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说道：这个游戏贴近现实，这些鸡变异之后体型变大了，翅膀看起来有些小，看着就是飞不高，等会儿咱们爬到机场的房顶，那些鸡应该飞不上来。靠谱吗？鸡是飞不高，但飞到房顶上还是没问题的吧？易水寒不回话，先爬到围墙上，随后爬到房顶，看到莫小莫还在下面发愣，把手中的长枪伸下去。还愣着干什么呀？抓住，我把你拉上来。莫小莫刚站到房顶，易水寒就一梭子弹打出去，枪声立刻吸引大量变异鸡围过来，密密麻麻的变异鸡直接把莫小莫人都给吓傻了。易水寒淡定地坐到房顶边缘，掏出狼牙枪往下刺，一枪一只变异鸡。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刷怪啊！想让别人给你打白工是吗？莫小莫俏脸一红，急忙释放冰锥术，看到这些鸡真的上不来，才算是放下心来。因为下面的变异鸡非常多，冰锥术也算是小范围伤害，一个冰锥术打死3、4只鸡，效率非常不错。易水寒的分身就有些尴尬了，子弹只有几千发，打完了就没有了，随后只能是爬到围墙上用钢管敲变异鸡。易水寒带着莫小莫这样刷怪，直接刷新了大量玩家对这个游戏的理解，原来这游戏也能卡怪，纷纷表示学到了，急忙组队带人一起去找机场。2人一直在机场刷了13个小时，2人一共杀死52000多只鸡，易水寒又升了1级，莫小莫则直接升了2级。其他的那些鸡距离远，听见枪声也不过来，见引不过来那些变异鸡也就只能作罢，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钱还有材料，2人准备下去捡。
就在易水寒准备带着莫小莫离开房顶的时候，忽然看到远处飞奔过来一只体型明显比其他那些变异鸡大许多的变异鸡。变异鸡王，黄金 BOSS， 种族变异兽，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2800，物理防御力65，魔法防御力27，速度130，生命值18000，法力值300，技能风袭、爪击、凤啄击。这只鸡王虽然也是黄金 BOSS， 但这个 BOSS 的属性明显比吞噬丧尸极端多了，血薄攻高。我们先不着急走了，有 BOSS， 杀了 BOSS 再走。两人再次利用地形打 BOSS， 把直播间内的玩家都给看傻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们现在打普通的怪都费劲。卧槽，居然还能这样刷 BOSS， 学会了。看主播打完 BOSS， 我也去找机场去。主播都升2级了，我眼红了，双手插兜，小哥哥可不可以带我刷怪？人家可听话了。你说让人家做什么，人家就做什么。死人妖，粗滚！易水寒和莫小莫两人打了2分钟，成功把这个 BOSS 打死。BOSS 身上闪了一个白色的光，显然是爆东西了。来不及多想，易水寒直接从房顶跳下去，横扫八荒。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2.4， 此数值为自身伤害倍数，即造成 2.4 倍伤害。冷却时间15秒，消耗8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100W。学习要求：主属性为力量的职业。效果：将武器在身前横扫，造成扇形范围伤害，产生猛烈强风，将敌人掀飞。攻击范围与武器长度有关，敌人体型为施法者的3倍以上，将不会把敌人掀飞，转而造成 0.2 秒减速效果。易水寒看到这本技能书，自己能学，终于报到技能书了，心中很是欢喜。没有技能太难受了，空有那么多法力值，用不了，简直就是浪费。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刷怪更好刷， 2.4 倍伤害，还不错。这是一个和玩家 PK 的神技，带控制效果，打 BOSS 就不行了， BOSS 体型一般都大。随后看到旁边还有一根1米左右的羽毛，拿起来一看，击羽法杖。类型：武器。品质：白银器。要求装备等级 LV5， 物理伤害5，法术伤害62，智力加4，能量增幅10，法力值恢复12，每小时额外恢复12点法力值。重量 0.5 千克。特性：低级快速施法，施法速度加快 10%。莫小莫，这根鸡毛给你，那本技能给我，爆出来的钱我们平分。地上的这些鸡肉、鸡腿等食材能拿多少算多少，我们肯定装不下，就这样可以吧？莫小莫拿过来易水寒送来的白银器法杖，呼吸都急促了许多。现在这个阶段的白银器，有人用5万联盟币收都收不到，更何况是法杖白银器，最起码还要比普通的白银器贵上 30%， 自然没有意见，急忙点头答应。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自从和易水寒组队之后，他感觉整个游戏都不一样了，刷怪变得好轻松。直播间里的玩家看到白银器法杖，一个个激动的要死，第一次见到白银器，甚至有些玩家嘴角流出羡慕的泪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游戏中的武器，自从进入游戏一直是赤手空拳，许多近战玩家撸丧尸都是空手，那都是抓住丧尸之后闭着眼打的，有些丧尸的嘴里还有蛆虫，实在是看不下去，说多了都是泪。白银器法杖，羡慕死我了，我要是遇到有谁送我白银器，我现在就嫁给他。哈哈，这根鸡毛给你，双手插兜大神真有意思，不过这法杖我是真的喜欢，主播我出10万，你这根法杖卖我吧。主播以后将会以一手拿着一根鸡毛的形象示人，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鸡毛法师。说鸡毛法师的那个，你要笑死我吗？嫉妒已经让我伏虎拳。这一次刷机场，易水寒分到13金64银32铜。易水寒回到自己小世界，再次把步枪交给分身，让分身继续去刷怪。用10金币将小世界扩大到2000平方千米，并且建了一个宗门仓库，把背包内的食材存进仓库。机场里还有很多食材没有带回来，过1天会自动刷新掉，十分可惜，但再次传送又不知道会传送到什么世界，想拿也拿不了。易水寒看了下交易市场，把之前在5金店搜到的斧子和钢管挂上去，斧子8金币，钢管5金币。易水寒只不过是刚挂上去而已，瞬间被人给秒了，由此可见现在的武器装备是多么的奇缺。易水寒到现在已经在游戏中20多小时，忽然传送怪物的传送阵有了异动。哦！一声虎啸传来，小世界内都刮起了大风。这一次的动静这么大，易水寒可不敢怠慢。要知道老虎可是凶兽，就算是普通的老虎，那也算是非常厉害的存在，更何况是虎类的妖兽。水清柔听到动静就从练功室出来，立刻冲向远处的虎妖。远处有2只虎妖，一大一小，易水寒也急忙赶过去帮忙。赤尾妖虎，种类妖兽，等阶2阶，
物理攻击力300，物理防御力83，魔法防御力54，速度56，生命值64000，法力值240。技能扑袭、撕咬、皮糙肉厚、被动。赤尾妖虎精英，种类妖兽，等阶4阶。物理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技能御风、虎啸山林、扑袭、撕咬、烈焰尾、皮糙肉厚、被动。这一连串的问号直接把易水寒给搞懵了。为什么系统会传送过来这么猛的虎妖？4阶的虎妖还带着一头2阶的幼虎，这样的4阶虎妖是非常狂暴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会非常的拼命，十分难搞。水清柔急忙布下阵法，将这头4阶妖虎困住，只能是慢慢的磨，另一只2阶的妖虎就只能易水寒自己打了。易水寒哪里还敢耽误，急忙让自己的分身回来。2阶妖虎扑上来，易水寒直接发动横扫八荒，将它掀飞，随后冲上去把枪杆插到虎嘴里，让它不能咬，整个人则是直接压在虎身上，不让它爬起来。这头2阶妖虎一时之间爬不起来，就这么僵持住了。忽然易水寒想到上一世在万界游戏论坛里看到的一个帖子，是一名与信星职业玩家的帖子。他说他的伏虎拳是低级时赤手空拳打妖虎领悟的，他当时打的是比自己阶位高的妖虎。但那名与信星的职业玩家发布这个帖子的时候，普通玩家都普遍200多级了，与仙阶位的虎妖那可就不是玩家可以一个人赤手空拳应付的。虎类的妖兽一般都是 BOSS， 最起码也是伪 BOSS， 高级玩家根本就不可能领悟，低级玩家倒是有认识出来了，但等级太低，根本就威胁不了这些职业玩家。易水寒猜测，大概也正是因为低级玩家学会威胁不到他，所以他才公布出来的，以此来博取一个好名声。但现在可能这个消息要便宜自己了。易水寒的分身过来之后，易水寒让分身把2阶妖虎按在地上，本体则骑到虎背上。分身也算是自己的角色，打死这只妖虎也算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分身只控制一下，不打伤害。易水寒把自己的所有装备都收起来，赤手空拳的打妖虎。恭喜玩家，赤手空拳打死了比自己阶位高的妖虎，成功领悟伏虎拳。忽然听到提示音，易水寒心中狂喜，急忙看向技能栏的伏虎拳。伏虎拳类型技能品质 EX， 特殊品质释放有特殊要求，特定场合此技能最强。等级威力5，冷却时间无，消耗20法力值。施法条件需骑在目标身上，引导时间最短2秒，引导时间越长，消耗的法力值越多，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特性透体之境，透过表面防御造成真实伤害。简介：骑在地上，我可以把天给打塌。看到这个技能，饶是易水寒早有心理准备，心中还是乐开了花。这个技能虽然有限制，但上限可是没有上限，有无限的可能，说是神技一点也不过分。这时水清柔站在阵法边上，双手不断掐动法诀，阵法内4阶妖虎被一大块冰压在地上，不能动弹，侧面大量的冰箭射向妖虎。这样的场面，易水寒一点也帮不上忙。再问了一下多长时间可以杀死这只妖虎，水清柔回答大概要3-4个小时。易水寒现在非常困，不想等了，让分身接着挂机去，自己则下线睡觉去，连饭都没吃。当易水寒再次醒过来，他只感觉自己前胸贴后背，感觉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脸也不洗，牙也不刷，直接套上衣服就下楼吃饭。吃完饭之后，易水寒才感觉自己这才算是又活过来了。再次登入游戏，易水寒的等级独领风骚，只有他一个人是6级，其他排行榜的玩家都是5级。易水寒看了一下宗门仓库，那个4阶的妖虎并没有爆东西，有点可惜，4阶都算是中阶妖兽了。易水寒看了一眼自己的竞技天梯积分，毕竟玩家够多，100连胜的玩家并不少，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玩家跟他一样都是100积分。易水寒让分身传送回来，准备带着分身打竞技天梯。这一次易水寒再次使用上一次的战术，把这些100连胜的玩家认识到底什么叫做恶心，根本就没有一合之敌。这些100连胜的玩家大部分都是拥有热武器的玩家，因为热武器射速快，打得够快。易水寒有防爆盾，根本就不怕他们，同样使用枪械，易水寒有掩体，把那些人吊起来打。易水寒非常轻松的就迎来100连胜，积分达到200分。6级之后，玩家再传送就有机会传送到半秩序世界了，半秩序世界就可以找 NPC 接任务和购买装备了，有符合自己职业的 NPC 还可以向 NPC 学习技能。易水寒一直使用枪械，到现在打了几万发的子弹也没有枪械精通，就是因为易水寒的职业是修仙体系的，不可能学会科技侧的技能。易水寒再次来到传送阵，发现传送阵里居然有一个世界坐标，愣了一下之后，立刻就想到可能是自己分身挂机随机传送到的半秩序世界，当即选择这个坐标传送。第12章刚并黑猪。
当易水寒再次出现，就出现在一片森林中，森林中有许多灌木，让人视线看不远。易水寒拨开身前的灌木丛，低头就看到灌木丛中躺着一具人类的尸体，尸体的手上还抱着一把枪。有枪出现，那就证明这个世界肯定和科技有关，不排除这个世界有异能。易水寒随手将这把枪捡起来，随后观察这把枪的信息：天山半自动步枪，类型武器，品质黑石器，要求装备等级 LV4， 物理伤害21，能量增幅2，重量8000克，特性无。备注：天山集团的制式武器，弹夹容弹量12发。把这把枪装进背包，脸上一洗，这一次绝对赚了。回到自己的小世界，把这把枪挂到交易市场，卖个5万联盟币，轻轻松松，这就是领先的优势。普通玩家升到6级还需要一段时间，短时间内热武器的价格降不下来。忽然，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的响动。易水寒看向那边，一只小牛犊大小的老鼠冲出灌木丛，两只滚圆的双眼死死盯着易水寒冲过来。丛林巨鼠，种类变异兽，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220，物理防御力32，魔法防御力21，速度32，生命值1500，法力值无，技能钻洞。易水寒看完属性，就是一只普通的1阶变异兽而已，直接4枪打出去，400， 400， 400， 800，最后一枪打中了这只巨鼠的头，触发了暴击。易水寒上前用一把斧头劈开巨鼠的头，取出巨鼠的晶核，并且把巨鼠最大的2颗鼠牙拔下来。半秩序世界和秩序世界跟无秩序世界不同，怪身上的材料都需要自己采集，不会像是无秩序世界那样直接把材料爆出来。这些材料可以跟这个小世界的 NPC 兑换这个小世界的货币，然后用这个世界的货币购买这个世界的特产，也可以自己使用。知道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后，易水寒继续探索这个世界。就在易水寒走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易水寒猜测这大概是这个世界的 NPC， 可以把 NPC 拦下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接取到任务，顺便还可以跟着 NPC 前往城市据点。小静，我们还有多久到达目的地？在茂密的丛林中，2辆样子古怪的越野车正在这崎岖不平的路上全力前进，将这个没有什么人来过的丛林弄得一片凌乱。而其中打头的一辆越野车内正坐着2男1女，坐在副驾驶位上一个长相粗犷的男人对着坐在后座的清秀女子问道：快到了，还有13公里。那名清秀的女子说完，从身后拿出一块平板电脑操作，2只灵巧的手如同翻飞的蝴蝶一样，在平板电脑上频繁点击，随后调出一个画面。听到清秀女子这样说，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粗犷男人松了一口气，道：这一次我们的运气不错，居然这么顺利的抢 BOSS。 钢鬓黑猪目光直接锁死在粗犷男子的身上，而对于周围几人的射击根本就不管，不管不顾的一头冲过去。粗犷男子也来不及多想，把狙击炮往旁边一扔，立刻转身逃跑。另一边立刻有人去捡狙击炮，这些人手上普通枪械射出的子弹根本就伤害不了钢鬓黑猪，只有个别几人手上的重武器可以对钢鬓黑猪造成伤害，可即便是这样，造成的伤害也十分的不可观。目前也就那个狙击炮对这个 BOSS 的威胁最大。易水寒现在不敢轻举妄动，那些普通枪械对于 BOSS 没什么伤害，但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那还是非常致命的。要爬到 BOSS 的背上，最起码也得让这些人停火，不能让这几个 NPC 把自己给杀了。那名清秀女子叫小静，这个狩猎小队叫天火狩猎小队，而小静就是这个天火狩猎小队的指挥。现在看清整个形势之后，立刻叫停几名手中拿着普通枪械的队员。小千和小万，你们俩先停一下，普通枪械对于钢鬓黑猪没有作用，不要浪费弹药了，接应一下老孟，他跑不过钢鬓黑猪的。强子，你快点给狙击炮换弹，再给这头畜生来一枪，不要让他再一直追着老孟了，速度快点。林东，你也不要轰炮了，帮强子换狙击炮子弹。听到小静这么安排，那现场的炮火直接就都停了。易水寒立刻心中一喜。大概过了1分多钟，强子这才换好子弹，又是一枪穿甲弹打在钢鬓黑猪身上。不过因为这一次的角度不好，这一枪并没有打在钢鬓黑猪的头上，而是一枪打在钢鬓黑猪的肚子上。钢鬓黑猪吃痛，看到居然有人用狙击炮射自己，转头又向强子冲过来。易水寒看了一下钢鬓黑猪的状态，就这2枪居然直接打了钢鬓黑猪3万的生命值，伤害可以说是非常变态了，搞得易水寒看向那把狙击炮的时候都有一点眼红。小子，怎么样，这个狙击炮不错吧？就这一把狙击炮，花了我们整个狩猎小队的全部积蓄才买下来的，就为了这一把狙击炮，我们整个小队吃了半年素。林东一边帮着换弹，一边对着易水寒嘚瑟。易水寒倒是听到了林东口中的重点，这把狙击炮是可以买到的，那完全可以搞点这个世界的钱，然后搞一把狙击炮，可以把这件装备卖给土豪换点钱。看到钢鬓黑猪冲过来，
易水寒立刻让自己的分身扛起来自己本体，随时准备把本体扔出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把人扛起来做什么？刚病黑猪就要冲过来了，快点躲开！强子在又打完一枪之后，立刻向着旁边跑。林东扛起来狙击炮向另一边跑，小静倒是及时开车出现在强子身边，栽上强子向一边逃。而强子的这一枪直接打在刚病黑猪的正脑门上，触发了暴击伤害。这一枪直接打了刚病黑猪4万的伤害。易水寒哪里还能再等下去？要是下一枪再来一发暴击，那就没自己什么事了，纯浪费时间看了一个过场动画。他可不想就这么错过眼前的机会。在刚病黑猪距离靠近之后，分身立刻将本体扔出去。分身扔出去本体之后，立刻跑向一边躲起来，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本体身上。易水寒在落到刚病黑猪背上的时候，立刻紧紧抓住刚病黑猪的猪毛。刚病黑猪的毛发非常的硬，让易水寒落在猪背上还掉了400点生命值。在成功落到刚病黑猪背上之后，急忙爬向猪头，最后骑到猪头上引导伏虎拳。伏虎拳引导的时间越长，消耗的法力值越多，那伤害就越高。易水寒从来就没有买过恢复法力值的药品，不过好在当初丧尸爆出来的结晶消耗品都还随身带着，一个恢复10点法力值，没有冷却，有一定几率中毒。易水寒害怕自己伤害不够，在蓄力了1分钟后才停下。易水寒观察了一下，蓄力的时候可以看到每秒消耗10法力值，1秒伤害增加1倍。易水寒蓄力1分钟，消耗580点法力值，伤害63倍。易水寒感觉伤害差不多了，一拳打在刚病黑猪的猪头上。这一拳下去，直接触发了暴击，44100。伏虎拳空手，没有武器加成。刚病黑猪4W 的生命值瞬间清空，直接瘫倒在地上，震得整个地面都抖动了一下。易水寒被甩下来，摔在地上，生命值直接清空了一大半，只剩下300点生命值，本体也陷入虚弱状态，属性暂时下降 40%。血量太低会陷入虚弱状态，30%生命值以下属性降低 20%，20% 生命值以下属性降低 30%，10% 生命值以下属性降低 40%。手臂和腿部遭受重击有几率造成致残效果，致残几率是攻击强度决定，攻击造成生命值1/4伤害以下有较小几率，生命值1/4伤害以上有较大的几率，生命值1/2伤害必定致残。易水寒没有太在意自己陷入虚弱状态这回事，倒是暴击之后才48000的伤害，让易水寒感觉有点后怕。要是这一拳没打死，那就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以后得稳妥一点。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目前也没有什么危险了，刚病黑猪都已经杀死了，等下吃一点东西，缓慢恢复生命值就好。目前最重要的是看 BOSS 都爆出来什么东西。易水寒看了一下，地面上有3枚金币，另外还有一件装备和一本技能书。刚病护腿，类型护具，品质白银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物理防御力52，魔法防御力40，速度22，力量加8，敏捷加15，移动速度正 3%，重量 1.2千克。技能刚病飞刺，发射出25根飞刺，呈扇形面积射出，蓄力3秒可以改变为一条直线，每根飞刺造成100点真实伤害，冷却时间30秒。野蛮冲撞，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1.8， 冷却时间30秒，消耗15法力值。学习要求主属性为力量或体质的职业。效果免疫地级技能以下控制效果，以自身3倍速度直线冲刺，最远冲刺100米，撞到敌人造成击退效果。力量或体质大于施法者将不会造成击退效果。易水寒心中很是开心，这个装备虽然现在用不上，但过几天就能用上了。倒是这个技能野蛮冲刺算是有一点鸡肋，这个技能主属性为体质的玩家用比较好，顶上盾牌野蛮冲撞可以吸引火力和注意力，和玩家战斗还可以突进后排，主力量属性的多半会被集火秒掉。不过现在缺乏突进手段，拿来用过渡也算可以了。开服7天后新手期结束，那些大公司或者财团培养的职业选手就要正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了。易水寒想和他们争锋，必须要抓紧时间增强自己的实力，因为那些人都有财力支持，而易水寒只能靠自己。第14章 S 级难度任务。易水寒把装备收好，甚至把技能都学完了，天火狩猎小队的这几名 NPC 才姗姗来迟的来到易水寒身旁。小子，你干什么？不要命了吗？刚才最多再来2枪就能杀死这头刚病黑猪。没关系的，老孟你少说一点，这不也省了2发穿甲弹？那把狙击炮的穿甲弹有多贵你心里没数吗？这些艺人和我们不同的，这头刚病黑猪他也出了力，到时候卖的钱我们这些人平分，没问题吧？小静伸手拦住老孟，随后看向易水寒问道。易水寒立刻表示没问题，本来就是抢 BOSS 人头，现在这些 NPC 还要分自己这个世界的钱，简直是太好心了，搞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人家 NPC 要给，易水寒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不是？在这个世界买装备也是需要钱的，正好需要，那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吧，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万一人家 NPC 说不要就是不给我面子这样的话，把关系搞僵了不好。而现在，易水寒也收到了狩猎任务完成的提示，终于有时间看一下自己的经验。杀怪只是常规获得经验值的方法，最快速获得经验的方法是完成任务。任务给的经验是根据玩家自身等级给的，给的经验非常可观。只不过这些经验任务非常难触发，需要一定的运气。而这一个 BOSS 和任务，直接就让易水寒的经验来到本级 70% 左右的经验值。可以说，就这些经验，如果让易水寒单纯的刷怪，够易水寒刷怪刷1天多的了。易水寒就看着几人开始处理刚病黑猪的尸体，被小静叫做小千的男子在刚病黑猪的头上伤口处将伤口扩大，随后钻下去取出来一个金盒，随后小静扔出来一枚胶囊，竟然直接就把刚病黑猪的收起来了。易水寒看得直接就瞪大了双眼，感觉很不可思议。易水寒可不记得在游戏初期蓝星分区这边有空间科技这种东西，和科技有关的世界，一直到了后面玩家等级高了之后，蓝星分区才出现有空间科技的位面。但那个时候蓝星这个赛区已经吃了大亏了，因为空间科技对于机械师这个职业来说，那可以说是核心技能了，没有这个技能，那些大型机械和装备根本就不可能带多少，机械师这个职业的铺场能力就施展不出来。而机械师这个职业一直都是非常强的，缺点就是烧钱，那些机械装备和材料都是烧钱烧出来的，只要有钱，这个职业一直都可以站在 T1 级别。尤其是前期大家都没有什么手段的时候，机械师的那些自动炮台和自动战斗型机器人在前期就是 T0 的存在，对于一个团队的提升是非常巨大。有这个空间科技，可以说是就掌握了撒豆成兵的技能，背包里放大量的空间胶囊，只要不被突脸秒掉，谁见了谁头疼。就是因为上一世蓝星没有空间科技，导致蓝星前期就没有机械师职业玩家，一直到后面蓝星的机械师职业玩家也在其他分区机械师玩家的阴影之下，一直被压着抬不起头。而整个蓝星的职业玩家在前期弱势之后，就一直被压着抬不起头，是典型的弱鸡分区。而现在易水寒看到了什么？居然是空间科技。蓝星是有低阶空间科技位面的，而上一世没有出现，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大问题，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出现了什么危机，导致这个世界被毁了。再不济也是文明秩序被毁了，这个世界没有了文明秩序，自然也就被归类到无秩序世界，和那些无秩序的丧尸世界一样，不再产生位面坐标。想明白这些，易水寒决定好好探索一下这个世界，最好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从现在开始，易水寒准备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这个世界不能只是随便的探索一下了，去武侠体系世界的事情得往后推一推了。众人都坐进车里，强子坐在驾驶位上，对着小静问道：小静，我们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刚才战斗完，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你快点看一下，我们争取快点完成狩猎任务回据点，要不然夜晚赶路不安全，要是再晚点就只能露宿野外了。小静听到强子这么问，从身后又拿出平板电脑操作，两只灵巧的手上下翻飞，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在看完最后一个画面之后，面无表情的开口说道：快到了，还有10公里，现在我们往3点钟方向走，我们绕一下路，绕开这个眼前的这片树林，我们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听到小静说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老孟立刻松了一口气，说道：这次还好，我们的运气挺不错的，只遇到这头刚病黑猪这个意外，也不算是意外吧，算是横财。这一次我们挺顺利的，没遇到兽群什么的。你可快点闭嘴吧，不要说了，你个乌鸦嘴。强子正开着车呢，听到副驾驶位上的老孟在一边乱说，赶紧空出来一只手把他嘴给捂住。一行人再次赶路，等到达目的地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半小时之后了。小子，等会儿我们可没有时间来照顾你们了，这次我们要猎杀的是7级异兽，不要乱跑，也不要出来找死，到时候没人会去管你。老孟这时对着易水寒说着，想让易水寒不要跟着。明白明白，绝对不给你们添乱，不过我有实力的，我可以自保，我跟着你们吧，关键时候也可以帮一点忙，绝对不会乱来，如果我乱来，你们可以不管我。易水寒都这样说了，老孟也不再好把易水寒撵走，只好让易水寒跟着一起。而易水寒这时候也触发了任务，系统提示：狩猎人面猪母，难度 S， 是否接受？易水寒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触发任务，但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自己争取的，争取了不一定会有，但不争取必定不会有，只是尝试一下而已，试试又没有损失。好在这次尝试触发了任务，易水寒立刻选择接下这个任务，随后这个任务的信息出现在眼前：狩猎人面猪母，任务难度 S， 任务要求：杀死人面猪母，任务奖励 800W 经验。任务简介：安平据点周围的蛛丝峡谷内出现了一只人面猪母，需要帮助天火狩猎小队杀死人面猪母。天火狩猎小队信息错误，需要靠玩家自己。第15章顾倾城，几人一起小心翼翼地摸进一个小峡谷，
而峡谷里到处都是蛛网。这个峡谷的外围虽然没有蜘蛛，却也没有其他野兽靠近这里。走了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声音，一片寂静。也幸好是一群人，要不然一个人待在这样的环境，还真是够瘆人的。随着几人走进蛛丝峡谷，偶尔就会遇到几个蜘蛛异兽，都是一阶的普通异兽。黑蜘蛛，种类变异兽，等阶一阶，物理攻击力13，物理防御力8，魔法攻击力240，魔法防御力54，速度62，生命值800，法力值2200，技能剧毒、蛛丝。这些蜘蛛血薄，一水寒2枪就可以解决一只小蜘蛛，只需要防备这些蜘蛛跳上来咬到身上的剧毒就行。这些小蜘蛛对于众人并没有造成什么阻碍，一伙人一起清理这些小蜘蛛，推进的速度很快。而与此同时，易水寒不知道的是，他战斗的视频已经被发送到游戏论坛上了。由于易水寒的这种战斗太过于恶心，被广大游戏玩家称作为芳草天。顾家作为华北地区的一个大家族，自然对于万界这个游戏的消息要灵通许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在很早知道万界消息的时候，就布局寻找有天赋的人，着手组建职业战队。全宇宙联盟那边送来的资料里，职业战队的战队赛都是4人一个小队上场比赛，所以很多知道这些消息的势力都已经提前1年多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职业选手了。而找来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特种兵和从小习武的练家子，因为游戏贴近现实，玩家现实中的身手也是非常重要的，玩家的现实格斗水平将会决定一名玩家的下限。顾家最近就很头疼，用了1年半时间培养的一个打职业好苗子被人挖墙脚了。虽然说当初找了很多人培养，但这个被挖走的人是这些人中最出色几人之一。被挖走之后，不管是首发阵容还是板凳深度，影响还是很大的，让整个队伍都变得不再完整，可以执行的战术也有了许多限制。顾倾城，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当初那么多势力想要让我加入他们的战队，我没有同意，加入了你们这个条件不好，实力也一般的战队。我为了什么你都知道吧？老子放下所以尊严的舔了你1年多的时间，你对我一个好脸色也没有。你当我是什么？我受够了，不喜欢给我好脸色是吧？我加入刘家的战队，到时候赛场上见到了，我打的你有不了好脸色，都是你自找的。顾倾城听完孙天狼这些可笑的话，绝美的脸上没有一丝波动，淡漠地将通讯器挂掉。对于孙天狼这个人，顾倾城是非常看不惯的。这个人在前一段时间知道了万界这款游戏之后，了解到自己可能十分重要，整个人直接就膨胀了，变得目中无人，肆意的骚扰其他女生，让顾家的一些女性对于他非常不喜欢。若不是孙天狼确实是天赋出色，顾倾城早就把他赶出去了。现在他离开，虽然有一点影响，但顾倾城觉得长痛不如短痛，等到后面队伍彻底成型，孙天狼那时候离开才更糟糕。现在还不算晚，这么多的玩家，就算是没有经过培训，总会出现一些天才选手。雪儿，新手7天之后，万界将会开始举行职业比赛。现在孙天狼那个家伙离开了，我们战队缺人，你找一下，看看最近网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玩家，联系一下这些人吧，看看这些人的水平，合适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青训。孙天狼的事给了我们一点教训，我们不能把宝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多找一些比较出色的玩家。咱们队伍还需要一名队友，你多用心一点，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们找过来考核一下。慕容雪听完顾倾城的话，随后就开口说道：最近网上确实是有一名玩家名声鹊起，现在那个玩家在游戏内是等级榜第1，这个人很有想法，他的视频今天刚被传送到游戏论坛上，就是这个人的名声有一点不好，大家现在都在网上叫他芳草天。芳草天？听到这3个字，顾倾城没想清楚，这怎么就名声不好了？芳草碧连天，现在大家都叫他芳草天，少了碧连2字，意思是说他不摇碧连。在慕容雪的好心提醒下，顾倾城终于明白了芳草天的意思，嘴角微微抽了一下，倒是对于易水寒稍微有了一点兴趣，就叫慕容雪播放易水寒的视频，然后就播放了易水寒和莫小莫竞技天梯中战斗的画面。只见到易水寒以一面倒的优势压制莫小莫，莫小莫急忙叫停，想要聊一聊。易水寒让莫小莫双手抱头，莫小莫照做之后，他还不放心，用盾牌把人顶到墙角，饶是顾倾城平淡的性子，看到易水寒这样的表现，也还是在脸上表露出了情绪。这个人有点谨慎的过头了。说到一半，顾倾城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易水寒，他自身的素养也就只能用谨慎过头来形容易水寒了。心中倒是对于网上那些人对易水寒不摇碧连的评价稍微肯定了一点，人家都双手抱头了，没必要这么得势不饶人，对于易水寒的这种做法稍稍有些不喜。慕容雪看到顾倾城的样子，倒是笑得挺欢，感觉很有意思。顾倾城很少评价别人，尤其是这种心中不喜但还是肯定的样子。慕容雪当然不可能只给顾倾城看这么一小段的视频，这样对于易水寒的了解那也太有限了。接着慕容雪就让顾倾城看了易水寒第1天的第100连胜那场。当李明浩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顾倾城忽然就提起了注意力，
这个人顾倾城认识，是江南李氏集团大力培养的职业新人，是李家当代家主的一个侄子，才17岁，在游戏中抽到了天生智者天赋，每级比普通玩家多3点智力。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李家立刻就把他当做了重点培养对象。随后就看到画面中易水寒开局几枪就把李明浩给秒了，倒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太草率了一点，直接一梭子弹给秒了。这就完了？顾倾城问了一下慕容雪，慕容雪立刻示意顾倾城让他不要急，后面还有名场面。然后就看到易水寒双手插兜，45度角仰望，一脸寂寞的说道：唉，我只不过是稍微用了一点力而已，便已经是他们的极限。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慕容雪就一直看着顾倾城，发现就这么一会儿，顾倾城的脸色是变了又变，起先是有些茫然，这都打完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随后看到易水寒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又感觉有些好笑，然后憋住了，但还是嘴角抽搐了一下。还行吧，实力还可以。顾倾城这样的表现让慕容雪笑得合不拢嘴，看到慕容雪那乐不可支的样子，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这个人看起来是有点实力，但总感觉这个人有些不靠谱，你联系一下吧，现在就加入我们的战队，我感觉他不行，先让他去参加青训，如果青训出色的话，那就让他加入替补，就这样吧，记得多找一些好苗子，不要怕花钱，再说了，青训也花不了多少钱，雪儿你多用点心。慕容雪自然是连忙应下，随后顾倾城也就不再管这些了，他继续到游戏中升级。和普通玩家不同的是，职业玩家有许多人帮忙找练级的地点，职业玩家进入一个小世界之后，都会有上千号人配合，反复退出进入小世界。第16章暗荆级 BOSS。 天火狩猎小队几人配合得非常好，并没有出现神妖意外，非常快的就来到人面猪母老巢地附近。小静通过能量检测设备检测到附近有巨大能量，随后停下脚步，对着天火狩猎小队的几人说道：老孟，待会儿你找一个高处狙击人面猪母，记得注意隐蔽，到时候那只7级的人面猪母发现你的威胁之后，肯定会想办法先解决你，其他人也注意不要犯错，那个冰铁合金网一定要把这只人面猪母给束缚住。强子，人面猪母被困住之后会产卵，你们几人到时候注意处理那些小蜘蛛。好的，小静，你看到有什么异动，记得及时指挥调整，我们到时候可能注意不到，还有注意安全。强子说着，最后语重心长地对着小静说，让他小心。强子就带着几人离开，接下来将不会再有人保护他。老孟就直接往高处爬，准备找到一处可以看清整个战场的高点，先躲藏起来，准备出其不意的给人面猪母来一下狠的。小静作为天火狩猎小队里唯一的女性，她本身的战斗能力并不强，但她是整个狩猎小队的指挥，所以非常重要。她不会去参加战斗，需要找一个高点，把整个战局看清，然后通过耳麦指挥整场战斗。小蜘蛛对于这些装备精良的专业狩猎者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基本上每一声枪响都会带走一只小蜘蛛的生命。易水寒想要多杀几个怪也不行，一是易水寒没有枪械的精通被动技能，现实中也不怎么熟悉枪械，瞄准的速度稍微有些慢，而这几个 NPC 枪法又快又准，处理这些小怪简直不要太给力。易水寒才射杀2只小蜘蛛，那几个狩猎小队的队员都能杀6、7只小蜘蛛，根本就抢不过。人面鬼母本来正在休息，外面传来的枪声他也没有怎么在意，这些小蜘蛛他根本就不在乎，只要不吵到他就好。结果这枪声越来越大，外面的动静也越来越大，他终于忍不住想要灭了这群吵到自己的不速之客。小静站在高处看得清楚，发现本来在休息的人面鬼母正在向几人冲过去，急忙通过耳麦对着强子几人说道：你们注意一下，人面鬼母出来了。强子，你们几人记得找准机会用冰铁合金网。林东，你带着王万他们兄弟俩吸引人面鬼母的注意力，这次不用心疼弹药了，给他来几发 RPG 打疼他。强子立刻带上3人向峡谷侧面的一处高地走去，林东则带着王万和王谦兄弟俩在强子他们不远的低处，准备给人面猪母来了2发火箭炮，想要让人面猪母来到这片低处，给强子几人创造捆住人面猪母的机会。易水寒没能跟着强子几人去高处2人就可以操纵冰铁合金网，低处几人相对来说更加的危险，更加需要人手，也就只能是跟着林东他们几人在低处当诱饵。当人面猪母出现在几人的视线中，几人都感觉到人面猪母的强大威压，有些紧张。易水寒明显的就可以看出王谦和王万兄弟2人紧张的腿都有些发抖，林东倒是还好。而易水寒看到眼前的这个人面猪母之后，稍微有些印象，但一时之间还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了，实在是游戏初期的记忆实在太多，进入的一些小世界也很杂乱，实在是不太好能想起来。不过他还是急忙探查人面猪母的信息。人面猪母暗金 BOSS， 种类变异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590，物理防御力380，魔法攻击力1560，魔法防御力780，速度180，生命值40万，法力值8000。技能：蛛网，
剧毒之蛰，快速产卵，快速自愈，懒惰，被动，坚韧外骨骼，被动。易水寒看完这个人面猪母的属性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这防御也太高了吧，自己的攻击力也就刚破防。而更恐怖的是，最弱的属性就是物理防御了，自己刚好可以破防，可以说这个 BOSS 没有什么短板，速度也快，生命值高。最可怕的是，这魔法攻击力和魔法防御力，谁见谁头疼。现阶段的大部分魔法职业和随从都破不了这个 BOSS 的防。易水寒看到人面猪母的那个坚韧外骨骼被动之后，忽然想了起来，人面猪母，人面猪母，对啊，上一世这玩意儿不是黄金级的 BOSS 吗？黄金级的 BOSS，10级以下的普通玩家最起码也得20几人才能杀，而现在为什么这个人面猪母是暗金级的，还有这属性比黄金级的属性高了1倍？这怎么打？一队30人的2阶玩家也不一定能杀死这个 BOSS。 嘿，小子，嘟囔什么呢？不会是被吓傻了吧？等会儿注意好自己，我们可顾不上你。这40发特殊子弹你自己拿好。林东好心的提醒了一下易水寒，随后还给了易水寒40颗高燃子弹。高燃子弹类型消耗品，品质 E， 要求使用等级 LV5， 效果击中目标之后造成120%的物理伤害，随后高燃子弹剧烈燃烧，持续造成10秒伤害，每秒50点真实伤害。这子弹倒是意外收获，机械师有图纸倒是可以生产这种子弹，并且这种子弹被玩家量产之后价格依然还很高，一颗子弹10铜币。要知道这可是一颗子弹，要是一场战斗打下来怎么也得打个上千发，普通玩家根本就打不起。而现在作为游戏前期，量产不量产的先不说，非常有可能的是现阶段的玩家非常有可能还没见过这种东西，那些急于提升实力的职业玩家，这一颗子弹卖他10银币也有很多人抢着买，大财团不差这一点。强子，哥们儿几个的命就交给你们了，要是没把人面猪母给困住，哥儿几个在下面绝对把你们俩大卸8块。林东也很紧张，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倒是稍微好了一点。王万和王谦兄弟2人也扛起 RPG， 2人扛起来 RPG 之后，虽然腿还是有些发抖，但2人半跪到地上之后，上身还是非常稳的，这倒是让易水寒有些刮目相看。这些 NPC 可比许多玩家靠谱多了，虽然心中害怕，却还是极力稳住局面。而玩家害怕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卖队友，能跑赶紧跑，死道友不死贫道。第17章冤家路窄，3人一起发射 RPG， 炮弹同时在人面猪母的身上爆炸，人面猪母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来。天火狩猎小队的想法是把人面猪母吸引过来之后往住打，人面猪母确实是注意到这边的几人了，但因为感觉到几人有些弱，懒惰这个被动发挥了作用，再往这边吐出几张蛛网，将几人困住之后，在原地开始产卵。就在易水寒这边忙得一团糟的时候，在蛛丝峡谷的上方忽然出现了一队人，这一队人有10名玩家，身边还跟着10名弟子。刘少，你快看，下面有一个大蜘蛛，好像是 BOSS 啊！刘星远今天感觉很生气，他终于知道是谁抢了自己的 BOSS 了，就是现在网上被大家称为芳草天的家伙，那个拿着防爆盾的人，就那个防爆盾，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当时一群人集火都没秒掉对方，就是因为对方有这么一个防爆盾。事后刘星远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盾牌机制，而且视频中易水寒还有分身，当初杀掉那小子之后没有爆东西，似乎就解释得通了，极有可能是分身捡起来装备，然后通过什么手段把装备送走了。有了这样的猜想，刘星远这一下就更加确定抢了自己 BOSS 的就是易水寒。忽然听到小弟说有 BOSS， 刘星远低头看去，发现下面确实是有个大蜘蛛，心情这才好了一些。这次运气不错，刚传送到小世界就发现了 BOSS，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让他们以后在小世界见到那个芳草天的小子就给我杀，你们几个也是，见到那个小子也给我杀，把虐杀的视频也给我录下来，以后我要把这些视频挂到论坛，让其他那些人看看惹我的下场，省得以后还遇到一些不知天高地厚小子。小爷的东西是那么好抢的吗？刘星远正说着呢，忽然手下的一名小弟大声喊道：刘少，下面那是一个暗金级的 BOSS， 是3阶的 BOSS， 属性有些高。刘星远一听是暗金级的 BOSS， 立刻就更加有兴致，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说谁遇到过暗金级 BOSS 呢。暗金级的 BOSS， 快让外面的那些人给我随机进入小世界，到了我们这个小世界就给我迅速集合。随着刘星远把命令传下去，立刻就有1000多人开始重复的进入退出世界，等到好友界面显示和刘星远同一个世界之后才会停下来，然后就会通过摩托车快速汇合。这些人都在游戏中配了一个摩托车，都是刘星远给他们配的，摩托车则是刘氏集团下面的机械师造出来的。而刘星远这边的动作这么大，自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这1000多人知道的人这么多，这个暗金级 BOSS 的消息根本就封锁不住。莫小莫就注意到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直播间内的一名玩家说的，立刻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都想让莫小莫也这么搞一下，最好是运气好传送到打 BOSS 现场，都想在直播间看一下热闹。这可是暗金级的 BOSS 啊，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黄金级后面居然是暗金级，
好多人都还在猜测是铂金级的呢，纷纷怂恿莫小莫去凑热闹。如果易水寒知道这些人这样操作的话，肯定会笑掉大牙。半秩序世界会产生世界坐标的，离开这个小世界之后，在外面和其他玩家组队就可以一起进入这个小世界了，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而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刘心远在蛛丝峡谷上方开始召集人手，蛛丝峡谷内的天火狩猎队和易水寒则陷入了困境。易水寒和天火狩猎小队的林东几人被人面蛛母的蛛网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小蜘蛛。人面蛛母快速生产下的卵，5秒就可以破卵而出，成为一阶的小蜘蛛。小静，怎么办呀？这个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这个人面蛛母一直生小蜘蛛，我们的弹药用的太快了，按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的弹药撑死了还能再撑15分钟。小静想了一下，看到峡谷内的情景，也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立刻通过耳麦说道：计划有变， RPG 好像并没有打疼人面蛛母，这样的肉身强度可能不只是6级异兽，狩猎者协会那边给的消息好像有误，改变计划。强子，你们不用准备困住人面蛛母了，用燃烧弹把蛛网烧掉，你们快点撤退。老孟，你给人面蛛母来2发穿甲弹，给我打疼他，让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你那边，打完2枪就快速离开。我们这次先不打了，再准备准备。小静这边指令下达下去，强子立刻执行，把冰铁合金网收起来之后，打出燃烧弹，用燃烧弹烧蛛网。同时，老孟1发穿甲弹打出去，直接打在人面蛛母的后背上，穿甲弹那强大的穿透力，直接刺穿人面蛛母的外骨骼，打在他的体内。人面蛛母吃痛，立刻将目光锁定老孟，随后迈动8条腿追向老孟。狙击炮的动静很大，刘心远在峡谷上方就能听到下面的动静，看到人面蛛母正在追向一人，立刻问向一旁的小弟：下面怎么回事？这个 boss 怎么在追人啊？好像是这个世界的 NPC， 我们来之前他们好像就在打这个 boss， 峡谷内困住了几名 NPC， 刘少你看，就是那边现在正着火呢，他们好像是要往峡谷外走啊。废话，我看到了，我不是瞎子，我们现在也人手不少了，不等了，开怪吧，搞不好这些 NPC 在外面设了什么陷阱或别的什么，不能让 boss 跟着这些 NPC 跑了，我们接手，就是现在，都动作给我快点儿。小静收拾东西，正在往峡谷外跑，忽然看到峡谷上方居然出现了一伙人，这些人抓着绳索，从峡谷的峭壁上快速进入峡谷。老孟，你那边怎么样？峡谷上方忽然出现了一伙人，你那边距离近，看得比我清，讲一下什么情况？好像和我们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小子一样，是一伙一人。好了，老孟，我知道了，你快点离开，和我们会合。我们先在峡谷外观望一下，看看这些异人要做什么。这一下倒是把易水寒给整懵了，随后操纵自己的分身，悄摸摸的靠近，在看清刘心远这张脸之后，差点笑出声。这不是上次被自己抢了 boss 的那个刘少吗？这一下有好戏看了，他们肯定搞定不了这个 boss， 等他们处理不了之后，待会儿还得自己出手。这些人想要杀这个 boss 可不容易，易水寒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人，就目前这个阶段，没有1秒钟内集火秒掉这个 boss 30%血量的伤害，根本就不可能杀死这个 boss。而有了那样的伤害，又怎么可能来打这样的 boss 呢？总结起来就是这个 boss 很坑。第18章，混入其中。人面蛛母这个 boss 难杀，就难杀在这个 boss 的一个技能，那个叫快速自愈的技能。人面蛛母的血量掉到30%之后，他就会发动这个技能，每秒恢复自身血量上限10%的血量，直到回满。伤害不够的话，杀到天荒地老也打不死这个 boss。易水寒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任务为什么是 S 级难度，原因就在这个快速自愈的技能，这个技能直接给这个任务提升了一个大等级。伤害不够，打到死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根本就不是让现阶段玩家完成的。易水寒还对这个 boss 有想法，那是因为他有了伏虎拳这个技能，他要是没有这个技能，像这样的 boss 他一眼也不愿意多看，纯属是浪费时间。易水寒本体随着天火狩猎小队 NPC 撤退的时候一起撤回来，并不是说易水寒放弃了人面蛛母这个 boss， 而是这几个 NPC 的手里有一个道具冰铁合金网，用这个道具可以束缚住人面蛛母，人面蛛母短时间挣脱不开的时候，懒惰那个技能就会发挥作用，人面蛛母就会产卵，不再释放其他技能。易水寒想的就是把冰铁合金网搞到手，然后等这些人撤退之后，再去把人面蛛母打死。易水寒分心操控分身，准备退出峡谷，想要悄悄地退回来，谁也不惊动。易水寒刚退了几步，忽然有一个人发现了易水寒，对着易水寒说道：你小子站那么远干什么？偷懒是不是？小心扣你钱，快点过来，都打 boss 了还瞎跑，哪个混蛋玩意儿找来的人，一点纪律性也没有，等会儿机灵点，不要被 boss 秒了。易水寒看着对方，指了一下自己问道：大哥，你在说我吗？你看看大家都在哪，你再看看你自己 MD 站得比我都靠后，快点过来跟大部队集合。易水寒确定对方在说自己之后，内心有些无语，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混入对方的队伍了，这些管理人员不认识人的吗？
怪不得上一次能让自己这么轻易的抢到 BOSS。易水寒哪里知道，这一次为了快点集合人，刘心远可以说是大动干戈，想要打死这个暗金级 BOSS 给家里人看看，想要让那些说他天天不务正业的那群人再也不能说他的不是，所以他把自己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找其他玩家了，只要是集合过来帮忙打 BOSS， 每人1000联盟币。就在易水寒有些无语的混入刘心远队伍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好友列表里莫小莫发来了消息：纯真小可耐，大佬，你在干什么？看到对方这样的问话，易水寒都可以想到对方那弱弱的受气包形象了，感觉有些好笑。上一世明明看着这个妹子挺聪明的，怎么认识之后感觉对方不太聪明的样子？双手插兜，当然是在玩游戏啊，要不然还能干什么？你是不是傻？莫小莫现在正开着直播呢，就在刚才，他一边输入还一边跟直播间的玩家吹牛，易水寒一定会如何跟他回话。结果一看到易水寒的回话，整个人都垮掉了。哈哈，笑死爷了！就双手插兜大佬这样的钢铁直男，你还想让他夸你？看来你是没睡醒啊！都让开，我尿黄，让我来滋醒他。我也来，我也来，后面的排队。糖尿病的闪开，不要给他尝到一点甜头。你们这些人够了，主播怎么说也是一个萌妹子，不要天天说这些，不合适。哟呵，直播间里来新人了。什么萌妹子？你是没见到他拿到白银法杖时那嚣张的样子，大家请叫他鸡毛法师。莫小莫知道现在直播间内的弹幕肯定也都已经垮掉了，知道这种结果的莫小莫非常机智的选择不去看弹幕，只要不看就没有发生。莫小莫自己暗自夸了自己几句，自己真是机智的一批，随后调整好心情，继续给易水寒发消息：纯真小可耐，大佬又有热闹可以看了，你听说了没有？好像有人发现了暗金级 BOSS， 现在有很多玩家都在刷小世界，想要过去打 BOSS。易水寒看到莫小莫发来的话，忽然想明白对方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人了，合着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半秩序世界，而半秩序世界会产生世界坐标的消息，对方也极有可能也不知道。想清楚这一点之后，易水寒随后对莫小莫发消息：双手插兜，你说这事啊？我知道啊，我就在现场呢。莫小莫看完之后还想要说什么呢，易水寒那边居然直接就把人面猪母的属性发过来了，直接打了莫小莫一个措手不及。莫小莫打开人面猪母的属性图片，整个直播间的玩家都看到了人面猪母这个堪称变态的属性，弹幕直接就炸裂了。我操，这属性也太逆天了吧！就这属性，让我打我也破不了防啊！这属性，我一个法师看完之后直接自闭，完全没有想法。这是什么玩意儿？太变态了吧！别光看魔法防御力啊，这物理防御力也不低啊！我现在已经升到4级了，没有装备，现在面板伤害才230，这 BOSS 最低的属性物理防御力380，我看了这属性想骂人。主播，你快点求一下双手插兜大佬，让他开个直播吧！兄弟们想要观看现场画面，想要看现场画面加1，想要看现场画面加10086。一时之间，弹幕都是吐槽这个 BOSS 变态的，起初还有想要凑热闹的想法，现在看完这个属性，直接自闭，一点想法也没有了，只想着当咸鱼，看看那些人怎么打这个 BOSS。人们总是喜欢凑热闹的，要不然怎么那么喜欢吃瓜聊八卦呢？莫小莫看到弹幕上这么说，再加上他也非常想要看一下那些人是怎么杀这个 BOSS 的，所以他就立刻又发了一条消息给易水寒。第19章，快速自愈的强大。青春小可耐，大佬，你能开一个直播吗？我直播间内的玩家都挺想看打 BOSS 的现场，当然我也非常想看现场直播。易水寒看到莫小莫的发来的话后，感觉有些好笑，想看现场就直说，还说什么自己直播间内的玩家想看直播。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易水寒选择直接揭穿他。双手插兜，我觉得最后这句你想看才是重点吧，前面扯这么多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好好跟我承认，好好求一下我，我可以让你来看现场。莫小莫看到易水寒发来的消息，整个俏脸都变红了，心中暗骂易水寒是一个死木头大猪头。等等，什么意思啊？主播求一下就能去看现场？大家注意看，是看现场，不是现场直播。卧槽，真的是看现场，不是看现场直播。谁能加上双手插兜大佬啊？我想要双手插兜大佬的好友位，我想要去看现场。这 BOSS 不动我也造成不了伤害，我就单纯的去看看。重金求双手插兜大佬的好友位。主播，你快别脸红犯花痴了，快点回消息啊！我们要看现场直播。这一下弹幕就更加炸裂了，什么重金求易水寒好友位的，想要看现场直播的，夸易水寒牛皮的疯狂刷屏。莫小莫这时候也注意到了弹幕，发现弹幕上说是看现场，不是现场直播，立刻就又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果然是去看现场，立刻喜笑颜开，随后快速输入一条语音消息发送过去。清纯小可耐，哥哥你最好了，我想要去现场看他们怎么打 BOSS 的，可不可以吗？哥哥。莫小莫这条语音发完，直播间内又是一波弹幕高潮。兄弟们，我好了，你们呢？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我要下车。车门我已经焊死了，谁都不许下车。莫小莫的这句语音嗲里嗲气，那声音让易水寒听完
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轻了3两，这谁能顶得住啊？双手插兜，行了行了，从哪学来的？跟母猫发情了一样，好好说话。不过你这句哥哥叫得我开心，行吧？你先关掉直播，等会儿你再开直播。莫小莫看到易水寒这样说，光速下播，然后联系易水寒。而这时候，莫小莫直播间内一片骂声，都还想要看一下是怎么去现场的呢，结果居然下播了，让许多人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易水寒在看到莫小莫说自己下播之后，立刻选择让主体回到自己的小世界，组上莫小莫之后，则再次选择那个世界坐标，带着莫小莫直接就来到了蛛丝峡谷外。好了，我们到了，你想要看的话，我劝你到峡谷上面去看，上面安全一点，还能看清整个现场。在知道自己已经来到答案荆棘 BOSS 的现场之后，莫小莫立刻把自己的直播间名字给改了，改成了直播看别人答案荆棘 BOSS， 然后快速上播，随后这才嗲嗲的对易水寒说道：咦，我们这就到了呀，哥哥，你不跟着我一起去吗？说人话，不要跟我这样说话，要不要去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没时间管你，我就在这边跟着这几个 NPC， 我接任务了。易水寒这样一说，莫小莫倒是不再纠缠易水寒了，立刻寻找到峡谷上方的路，而易水寒则专心操控分身。现场已经开始打人面猪母了，不过打 BOSS 的主力根本就不是玩家，而是玩家跟随的弟子，也就这些2阶3阶的弟子打人面猪母有些伤害，普通玩家上去就是白给。而这些普通玩家也不是没有作用的，在那些弟子输出躲不开伤害的时候，这些普通玩家就要上前给那些弟子挡伤害。魔法系的弟子也打不动人面猪母，主要输出是那些物理系弟子。现场的画面就很清奇，因为这些弟子的身板相对来说也比较脆弱，不敢让这些弟子和 BOSS 近身战，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20几把步枪，让这些弟子用这些步枪。肌肉猛男一样的战士，仙风道骨的修士，手上拿着一个步枪，打出去的子弹还到处乱飘，把他身后的玩家急得直骂。现在因为功法系统还没有开启，这样用热武器还可以，等到有玩家到10级之后，开启了功法系统，这样的画面就不会再存在了。现阶段的热武器就是给玩家的升级福利。功法系统开放之后，玩家学会功法之后会出现修为，修为会给玩家提供一个护体护盾，而这个护盾值大概就类似于修真体系的护体真气，魔法斗气体系的魔法斗气护体。想要打破这层护盾，就需要玩家使用本体系的武器，像是热武器就只能是科技侧职业使用，例如机械师打出去的子弹有电磁力场包裹，可以使子弹打穿敌人护盾，其他体系玩家使用就没有加持，将不能再对拥有护盾的玩家和怪造成伤害。修为也分高低的，每个版本的游戏修为算法不一样，也就是所谓的单位不一样，所以每个版本的修为年份都会变化。打个比方，你武侠世界的内功修为和修仙世界的修为当然不能一样，你武侠世界灵气浓度低，修仙世界1天吸收的灵气相当于你武侠世界1年吸收的灵气，自然就不能拿武侠世界的修为来看修仙世界的修为，需要换算365年的武侠世界修为才能等同于修仙世界1年的修为。修为高会有加成，自身修为是敌人修为的2倍以上，造成碾压效果，对方攻击自己突破不了自己的修为护盾，不造成伤害，而自己攻击对方造成双倍伤害。自己修为比敌人多，但修为又不是对方的2倍，则多出来的修为是对方修为的 10% 的话，攻击伤害加成 10%， 受到伤害减免 10%。 而修为又和功法有关，功法还可以提供各种特性和属性，一名玩家的基础好不好就需要看功法了，而反观技能，技能只是可以确定一个人的战斗习惯和方式而已。第20章，子弹打光了。刘心远的战术就是弟子打伤害，弟子的主人则帮忙换子弹和指挥弟子，有热武器相助，后面还有人给换子弹，这些弟子的伤害并不高，但架不住这些人使用枪械之后伤害频率高呀。一发子弹100到200的伤害还是有的，一梭子弹10几发能打中个8、9发，而打完一梭子子弹的时间不超过2秒，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非常快的就把人面猪母的生命值打到了 30%。 刘心远现在非常激动，这一次实在是太顺利了，这个 BOSS 虽然硬的跟个铁王八一样难打，但架不住自己聪明啊，能想到让这些弟子用枪械，安全就不说了，伤害输出还快，这打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是快要让自己打死了。刘心远当即激动地对着身边的人说道：快了快了，还有 30% 的血量，大家再加把劲儿，把血量打下来之后，最后一下让我来。刘心远刚激动地把话说完，然后就发现这个 BOSS 在快速地恢复血量，每秒恢复4万的血量，一群人怎么打也没把血量打下来，过了短短的8秒钟，这个人面猪母居然变成了满血。刘心远这时候还站在一块石头上，准备指挥手下那些人加把劲呢，结果一转头就发现 BOSS 居然都满血了，整个人的脸都要绿了。莫小莫在峡谷上方看得清楚，他一度还以为下面那群人快要把 BOSS 杀死了呢，还在跟直播间内和各位玩家打赌，最后爆出来的装备会是什么品质的，都已经开盘压豆子了，结果就一眨眼的功夫，这打了半天的 BOSS 居然满血了，白耽误功夫，看着开盘压了这么多的豆子，一时之间莫小莫不知道该怎么说，居然忘了加对方打不死 BOSS 这一个选项。卧槽，
这 BOSS 什么情况？怎么一下就满血了？是时空穿越了吗？其他的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那个要杀这个 BOSS 的刘少现在什么心情。主播快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少。你们可真损啊！大动干戈的忙了半天，白忙活，求刘少的心理阴影面积。哈哈，我想刘少心里的阴影面积可能无穷大吧。之前打的 BOSS 被抢了，现在打的这个 BOSS 快打死了，一转眼满血了，哈哈哈，满血了，满血了！你可真秀啊！你们快别秀了，我把我全部身家都压上去了，现在对方打不死算什么？我的豆子！卧槽，我的豆子！坑爹啊！光顾着看笑话了，搞到最后，原来我们也是小丑。易水寒在刘星远的队伍当中，并且距离刘星远还挺近，知道莫小莫在直播，就好心的把刘星远这难看脸色录了下来，随手给莫小莫发过去，然后还装着一副听对方指挥，等着随时送死的架势。我就不信了，恢复这么多血量的技能，一定是非常强力的技能，冷却时间肯定短不了，大家再快点，这一次肯定可以打死 BOSS， 都给我打快点！看到刘星远这样的表现，易水寒实在是憋不住了，急忙背过身去，偷偷的笑，不让刘星远看到。那边那个小子，你干什么呢？在那边抖什么？还没让你去挡伤害送死呢，怎么怕成这样？给我转过头来！易水寒不知道刘星远在叫自己，没有搭理他，在身边的哥们儿用胳膊碰了一下自己之后，易水寒这才知道，原来刘星远是在说自己。易水寒转过头去，心中稍微有些心虚，不清楚对方有没有发现是自己抢的对方 BOSS。不过易水寒转念一想，自己当时顶着一个防爆盾，对方应该看不清自己长相的才对，这才心中稍微安稳了一些。其实易水寒也不是害怕对方认出自己，只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节外生枝而已。真要是被发现了，大不了就是一战，易水寒还真不虚他们这些人，打不过最起码也可以跑掉。你小子抖什么？不过看你这样子，怎么感觉有些眼熟啊？一时之间我还真记不起来了。行了行了，一个大男人玩个游戏而已，又不是让你真死，不要再给我抖了，再抖小爷我现在就杀了你！发现对方没认出自己，易水寒松了一口气。在对方说眼熟的时候，易水寒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发动野蛮冲撞这个技能了。不过好在对方没认出来。好好，刘少放心吧，绝对不会再抖了，只是玩游戏而已。实在是这游戏太逼真了，刚才一时忘了自己在玩游戏，抱歉抱歉啊。行了行了，看到你们这些人我就烦，一点用也没有，只能挡伤害，连个厉害一点的弟子都没有，光你们自己的游戏角色有屁用，赶紧去前面挡伤害。易水寒赶紧离开，让自己消失在刘星远的视线中。另一边的子弹飞快的消耗，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难题，子弹要打光了，而 BOSS 还没有杀死。刘少，不好了，我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什么？这 BOSS 还没打完，你告诉我子弹要打光了？快点想办法呀 MD， 我怎么就找了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啊？这么多人连一个都打不过。前来报信的小弟被刘星远一顿臭骂，但又不敢说什么，只好默默忍受，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子弹打光了就是打光了，他自己也变不出来子弹，反正钱已经拿到手了，愿意骂就骂吧，开心就好。骂了几句之后，刘星远也发现这么骂下去也解决不了，子弹打光了就上去打，小爷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都给小爷，我下死力，我待会儿要是看到谁演我，你们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们。在子弹打光之后，人面猪母还有 18W 的生命值，刘星远直接下令让玩家和弟子一起冲上去打 BOSS。 普通玩家的属性和普通弟子的属性都不怎么样，冲上去的结果可想而知。第21章顾倾城和慕容雪。易水寒知道刘星远已经是打算拼命打一波了，这些玩家和弟子就这样冲上去，被人面猪母攻击到，一下一个人，撑不了多久就要自己出场了。易水寒操控自己的本体，让本体读条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准备把水轻柔带过来。水轻柔的阵法在这里可以发挥大作用，不管是防止被其他玩家和弟子偷袭，还是围困 BOSS， 阵法都非常好用。与此同时，莫小莫就正在蛛丝峡谷上方直播。顾倾城和慕容雪两人在得知到有人在打暗荆级 BOSS 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那个暗荆级 BOSS。随后知道莫小莫正在现场直播，两人就来到莫小莫的直播间观看。在看到人面猪母短短几秒钟居然把血量回满了，而刘星远最后子弹打光后，让手下的玩家冲上去围攻 BOSS 时，心中大概也知道这个刘星远没机会了。慕容雪心中就有了一点小想法，因为弹幕上有人刷主播是易水寒组队带过去的，就想着联系上易水寒，然后让易水寒也带自己两人过去，如果可以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组一队人杀这个 BOSS。 慕容雪没有再多想，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直接就在游戏中私聊莫小莫。故事战队慕容雪，莫小莫主播，可以麻烦你一个事情吗？我们是故事职业战队的玩家，我想要麻烦你，你可以联系一下你的那位双手插兜朋友吗？他好像设置了不同意好友申请，我们联系不上他，你就跟他说故事战队的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想要让他帮忙去暗荆级 BOSS 那边就好，麻烦了，谢谢。其实易水寒并没有设置不同意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因为昨天莫小莫直播观战他打竞技天梯，最后还带着莫小莫去卡怪升级，
导致他直接在普通玩家群体中有了很大的名气，有很多人闲着没事加易水寒好友，所以易水寒就设置了屏蔽加好友的消息，怕别人乱加自己好友的同时，又害怕漏掉自己上一世认识的一些高玩，所以就成了现在都这样。如果易水寒没什么事，肯定会加上慕容雪和顾倾城两女，但现在易水寒正忙着打 BOSS 呢，根本就没时间分心去看好友申请列表。莫小莫在看到有陌生人的私信时，本来是想直接忽略划走的，但看到对方的 ID 之后，觉得还是看一下的好。故事战队他是知道的，虽然不是强队，但对方最近正在招青训玩家，现在在玩家群体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莫小莫打开对方发来的消息，就看到对方的话后，当即回复道：纯真小可耐，我可以帮你传一下话，不过他组不组你们我可不管，我只帮你们传一个话。故事战队慕容雪，好的，没问题，帮忙传个话就好，多谢了。莫小莫第一时间就给易水寒发消息，一点也没有耽误，因为这些职业玩家一看就感觉高大上，还是很让人佩服的。莫小莫也有职业梦，但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当个主播还凑合，打职业肯定就不行了。纯真小可耐，哥哥，两个职业玩家想要让你帮他们也过来峡谷这边，一个叫慕容雪，一个叫顾倾城，我就传一个话，你愿不愿意带他们过来看你自己？你不用管我的面子。易水寒看到莫小莫说不用管他的面子，一下没憋住，直接给整乐了。还不用管他的面子，易水寒都可以想到对方发消息时那纠结的可爱模样了。不过莫小莫说到的顾倾城这个名字倒是让易水寒一下就来劲了，这可是顾倾城啊，上一世无数玩家的梦中女神，没想到现在居然求到自己头上来了，那可得见一面。而且易水寒记得慕容雪好像是机械师来着，这样一个科技侧的小世界，并且这个世界这么重要，放一个职业玩家在这里，易水寒也放心一点。职业玩家看着这个世界，总不能莫名其妙的消失吧？那蓝星的机械师崛起有望啊，应该算是稳了一半了。易水寒想到这里，立刻就开始翻找自己的好友申请，搜索了一下两人的名字，加了两人好友之后，本来还想着和两人先聊几句呢，结果分身那边出意外了，易水寒要专心操控分身，快速组上两人后传送小世界。因为刘心远太心急，让大家一起上，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输出都打出去，免得夜长梦多。结果就是让玩家都聚到了一起，随后就悲催了，人面蛛母吐出蛛网，一下把一半的人都给困住了。人面蛛母发动剧毒之蛰这个技能，直接飞天起。这个游戏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大概5吨重的蜘蛛降落在玩家群体中，一名3阶的弟子被人面蛛母的猪腿刺穿，当场毙命。从天空砸下来的这一下，砸的地面都出现了一个30厘米大坑，有10几名玩家直接被人面蛛母一屁股坐死，可以说死相非常难看。随后人面蛛母凭借着180的速度追上一人就是一下，只不过是半分钟的时间，玩家和弟子死伤过半。易水寒当时机灵，看到人面蛛母的姿势时，就知道人面蛛母要吐蛛网，第一时间躲开蛛网，要不然易水寒也会步入那些玩家的后尘。易水寒手握长枪，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战斗经验，在人面蛛母的身边周旋，每在人面蛛母就要击中他时，他总会险而又险地躲开，这亮眼的操作一下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莫小莫的直播更是直接就把易水寒的操作录下，让直播间内的玩家看得大呼小叫。每当易水寒躲开一次危险的攻击，都会被直播间内的玩家大肆夸赞。MD 一群废物，一下死这么多人，都菜成这样了，还打什么 BOSS？ 你们看看那边拿着长枪的那个小伙儿，你再看看你们，卧槽，这 TM 不是上次抢我 BOSS 的那个芳草天吗？刘心远看到易水寒的操作，也感觉又被惊艳到，没想到自己居然还发现了一名人才，刚开口夸了几句，易水寒自己也是有苦难言，自己这属性面对人面蛛母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要不是易水寒实力出色，早就被人面蛛母秒了。第22章百花缭乱阵。人面蛛母的属性毕竟摆在这里，再好的操作也挡不住绝对的属性碾压，易水寒终究是躲不开人面蛛母的攻击，只好掏出来防爆盾格挡一下。而这个防爆盾一掏出来，一下就暴露了易水寒的身份，刘心远当即就认出了易水寒。而易水寒在承受了400点伤害之后，借着反作用的力道，快速和人面蛛母拉开距离。不打 BOSS 了，这个 BOSS 打不死了，都别打 BOSS 了。MD，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给我集火这个芳草天，给小爷我砍死他。刘心远想着自己刚才还夸这个芳草天来着，心中这一下更加恼怒了，对方这是把自己当傻子呢。怒火攻心之下，也不再想打 BOSS 了。现在 BOSS 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从小到大，他刘心远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憋屈过。BOSS 可以不杀，这个芳草天今天必须死。易水寒的本体这时也已经带着慕容雪和顾倾城来到蛛丝峡谷外。易水寒快速地对着几个 NPC 说道：我有办法杀死那个人面蛛母，等会儿我帮你们把人面蛛母杀死，你们带着我们去据点就好，不过前提是把冰铁合金网借给我们使用，这是我找来的帮手。小静虽然不太相信，但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人帮自己杀死任务目标，试一下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只不过是冰铁合金网而已，和人面蛛母比起来，这一个冰铁合金网根本就不算什么。
小静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冰铁合金网给了易水寒。你有兴趣来参加我们故事战队吗？我看好你哦。易水寒拿到冰铁合金网之后，慕容雪就对着易水寒笑盈盈地说着。不过相比起慕容雪，易水寒更加注意的却是他身边的顾倾城。一身雪白色的宽袖汉服凸显的顾倾城分外清冷，垂肩的发丝被随意的用黑色布条系在身后，一头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背脊，皮肤像美玉一般晶莹剔透，微带轻蹙的眉梢，盈盈如水却又清冷的明眸，挺巧的琼鼻，尖翘的下巴，天鹅般修长的玉颈，如同是一株幽冷的雪莲，宁静而独立，可远观而不可亵渎。何为倾国倾城，也不过就是如此了。我先杀死那个蜘蛛，等会儿我们再聊。易水寒带着水轻柔急忙赶向峡谷内。现在易水寒的分身在一群玩家的围攻下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人杀死的危险。顾倾城微微皱了一下眉，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被同龄男人晾在一边。看着易水寒带着水轻柔快速离开，慕容雪轻轻碰了一下顾倾城的玉臂。怎么样，真的只是让他加入青训，不考虑一下直接让他加入替补吗？先放到青训看看他的实力水平和人品怎么样。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靠谱。行吧行吧，希望这个小帅哥会被你吸引到，不会被别的战队招走。我觉得他挺好，要是后面他被别的战队招走后，发现他还挺厉害，我就把你这个杀手锏寄出去，说你愿意给他一个追你的机会，我就不相信有男人可以顶得住，除非他是同性恋。去死！顾倾城一把将慕容雪推开，慕容雪则嘻嘻哈哈的又凑过来抱住顾倾城的胳膊。慕容雪的这样无赖表现，让顾倾城拿他没有办法，只能是给了他一个白眼。两人这时才将目光看向峡谷内，因为天火狩猎小队也在观看峡谷内的局势，所以顾倾城他们俩所在的位置还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将峡谷内的景象收入眼中。柔儿，这里的距离差不多了，就在这里结阵吧，就上次我们火烧丧尸时的那个阵法。好的，宗主哥哥，柔儿知道了。水清柔双手快速结印，一个一个复杂晦涩的符文围绕在水清柔的身边。半分钟之后，水清柔娇喝一声：“百花缭乱阵，宁！”就在水清柔结阵的时候，易水寒的分身一个横扫八荒，将身前的几名玩家掀飞。若是之前，易水寒肯定会上前补点伤害，先杀死几名玩家来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但现在水清柔已经在不远处结阵了，没必要贪这一点伤害，快速拉开距离，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才是最好的。等会儿还要杀 BOSS 呢。就这个空档，人面猪母也没有闲着，继续杀周围的玩家。峡谷内的人数迅速减少，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去管这个 BOSS 了。易水寒一个错身和人面猪母错身而过，随后顶着防爆盾，一个野蛮冲撞和周围的玩家迅速拉开距离。因为野蛮冲撞直接让易水寒的速度变为原先速度的3倍，周围那些玩家和弟子都追不上易水寒，让易水寒轻而易举的就冲出了这些玩家的包围，来到水清柔的身边。柔儿，杀死他们！水清柔听到易水寒这样说，一脸严肃的点了一下头，伸手向前一指，水清柔身边的花瓣飘向正在追过来的这些玩家身前。水清柔清楚的看到，就是眼前的这些人刚才追着自己的宗主哥哥喊杀喊打，自己的宗主哥哥绝对不允许这些人欺负。水清柔原本像是一个亲和可亲的邻家妹妹，现在易水寒忽然感觉有些冷，总感觉身边这样的水清柔有些吓人。咦，怎么回事？哪来的花瓣呀？天空中飘下来的花瓣看着好像是很慢，但实际上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慢只是一种假象。一片花瓣那就相当于是一次魔法攻击，在水清柔那1808的魔法攻击力的加持下，这些玩家根本就撑不住一下。随着花瓣雨的落下，大量的玩家被杀死。哇，好漂亮啊，花瓣雨！莫小莫看到空中的花瓣雨，眼中直冒小星星，感觉眼前的画面实在是太漂亮了。直播间内的玩家看到莫小莫居然在说花瓣雨好看，现在是花瓣雨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吗？这花瓣雨简直就像是死神的镰刀，那些玩家就跟韭菜一样，这一镰刀下去倒一大片。卧槽，这是什么技能？这花瓣雨也太厉害了吧！双手插兜身边的女孩是谁啊？快点拉近镜头，我要看那个女孩。第23章一拳秒杀。这花瓣雨的变态一下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纷纷要求莫小莫靠近一点。因为莫小莫在峡谷上方，距离水清柔有些远，导致直播间内的许多人只能看到远处的花瓣雨，人倒是看不真切，使得许多人好奇心爆棚，心痒痒的就像猫在挠，都看一下那个放花瓣雨的女孩到底长什么样，满足一下好奇心。直播间内这么多人强烈要求，莫小莫为了直播效果，同样也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直接就来到峡谷内，距离水清柔50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已经非常近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入到他们之间的战斗中。这一瞬间，莫小莫感觉自己像是战地记者。这一下，直播间内的所有人都看清了水清柔的样子，这么漂亮可爱的样子，满足了许多人对于邻家妹妹的幻想。好漂亮的妹子啊，这是玩家吗？这是什么技能？花瓣飘在身边，好漂亮啊！兄弟们，我宣布，我谈恋爱了，
以后这个妹子就是我老婆了，谁不服，不服得给我憋着！拔剑吧诸位，谁敢跟我抢老婆，我弄死谁！易水寒可不知道，就因为现在水清柔的出亮眼操作，圈了一大波的粉丝。看到这些玩家被解决的差不多了，就让水清柔不用杀这些玩家了。这么几个人跑得这么分散，没必要浪费精力去处理这些人，翻不起风浪。很好，干得不错，柔儿。易水寒说着，伸手摸了一下水清柔的头，这让水清柔有点不好意思，脸色微微一红。不过感觉到易水寒的亲昵，他还是非常开心的笑了一下。卧槽，放开你的猪手，不要碰我老婆！我老婆笑了，这个笑我心都要化了。杀死双手插兜这个狗贼，还我老婆！组团去打双手插兜，兄弟们有没有一起的？我刚感觉我要恋爱了，然后立刻就告诉我失恋了，我好难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居然是别人的弟子，同样都是召唤出来的弟子，为什么我的弟子就是一个200多斤的猛汉？我受伤了，我需要主播一个轻轻安慰。兄弟，你们组团去打双手插兜大佬的时候记得开直播，我想看一下你们死的能有多惨。如果再来一次花瓣雨的话，我给你们念一首葬花吟。葬花吟，我感觉气氛已经到位了。易水寒哪里知道，就因为自己伸手摸了一下水清柔，一大批玩家已经视他为情敌了。不过即便是知道了，易水寒也不会将这些放在心里。易水寒让水清柔把人面猪母引过来，而他的游戏角色本体和分身则准备用冰铁合金网将人面猪母困住。水清柔操控花瓣攻击人面猪母，人面猪母在花瓣雨的攻击下，成功的把注意力转移到水清柔的身上，不再去追那些四散而逃的其他玩家。易水寒在人面猪母冲向水清柔的半路上，成功的用冰铁合金网将人面猪母网住。人面猪母的猪腿被冰铁合金网缠住，在地上缠作一团，挣扎了几下也没有挣扎开。人面猪母在挣脱了几下之后，发现挣脱不开冰铁合金网，懒惰被动技能发动，也就不再挣扎了，在原地开始缠乱。易水寒的本体迅速跳到人面猪母的背上，骑在人面猪母的背上就开始蓄力伏虎拳。分身处理人面猪母产下的猪卵，不再让水清柔出手，因为水清柔的输出太高，非常有可能让人面猪母产生危机感，从而拼命的挣扎。要是人面猪母挣脱开冰铁合金网，就麻烦了。易水寒这边打 BOSS 的动静很小，围在边上的玩家都不知道易水寒在搞什么。倾城，你说这小子在干什么呀？骑在 BOSS 的背上一动不动的，可能是某种技能吧，可能是蓄力的技能。周围那些人都没看出来什么，顾倾城一眼就看出了一个大概，但他也没敢去猜测到底是什么技能，只能猜到一个大概。慕容雪想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易水寒这架势，根据场上这有限的信息，慕容雪立刻就猜出了一个大概。倾城，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大概猜出来了，这个技能很可能有特殊发动条件。你看，他骑在 BOSS 身上，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技能必须骑在敌人身上，而且现在 BOSS 的血量还有182156点血量，现阶段的玩家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伤害？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这个技能是蓄力时间越长，伤害就越高。现在玩家几百点的攻击力，要打这么多血量，那就是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他这个技能可以一直蓄力下去，然后一下把这个 BOSS 秒掉。慕容雪一下就猜到了，并且分析得非常清楚。顾倾城想了一下，认可了慕容雪的猜想。倾城，这可真的是一个人才啊！打 BOSS 的究极打手，以后打 BOSS 带上他，只要给他创造条件，我们什么 BOSS 不能杀啊？慕容雪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他是真的非常希望易水寒可以加入自己战队的。就目前为止，易水寒的等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占据等级榜的第1名。慕容雪真的觉得易水寒非常不简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别人发现，那真的是沧海一珠啊！易水寒在蓄力了10分钟之后，一拳打下241200。这一拳虽然没有暴击，但伤害已经足以把人面猪母秒掉了。易水寒身下的人面猪母倒在地上，地面都被这一拳打得皲裂了。而在旁人的眼中，人面猪母的血条瞬间就清空了，这可是18W 多的血啊，一下就没了。虽然慕容雪早就已经猜到了结果，但真当这一幕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还是感觉大受震惊。哇，18W 多的血一下就没了，这也太变态了。顾倾城在知道这样的结果之后，看到这样的场景，也只是露出果然是这样的表情，对于慕容雪这大呼小叫的样子有些无奈，明明都已经猜到这样的结果了。第24章开放主位面世界。这样的伤害其实还算可以吧，真算起来，他这个技能蓄力了大概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内，真让你放开手脚打伤害，你的输出其实也不低，甚至你打出来的伤害累积下来，可能比他的伤害高很多。这个技能唯一的优点就是把伤害累积起来，最后一下打出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顾倾城这一波理性分析，让慕容雪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也太理智了，这么让人震惊的场面，他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慕容雪现在都想撬开顾倾城的脑子，看看里面到底都是什么了。与两女不同的是，莫小莫可没有想过这 BOSS 会被人一下打死，现在看着瘫倒在地上的人面猪母，整个人都傻了。莫小莫怎么也没想到，
刚才把那么多玩家杀得丢盔卸甲，一转眼居然被人一招秒杀了，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别人要是敢这么说，他一定会觉得对方在骗人。莫小莫现在也不敢相信，伸手揉了揉眼，看到人面猪母确实死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他绝对不敢相信。这是一拳能打死的 BOSS 吗？我感觉我眼花了。莫小莫自言自语的一句话说完，本来被震惊到忘了发弹幕的玩家们纷纷发弹幕来表达自己震惊的心情。前面那么多人都打不死的 BOSS， 一拳就打死了，我眼花了吗？这是人可以打出来的伤害。双手插兜大佬牛皮破1。那个兄弟们，大家先退一下，关于抢回来老婆的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考虑个嘚儿，不是怂就是干。兄弟们，给我冲！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这 18W 多的血量一下就没了，这一拳可以打死100个我。我法师表示，200个我加起来也能被一拳秒杀，小脆皮哭死。易水寒在打死人面猪母之后，经验涨了一大截。不过易水寒现在可没有去看自己的经验。作为蓝星分区第一个被杀死的 BOSS， 易水寒非常想知道这个 BOSS 可以爆出来什么好东西。易水寒操控分身，迅速捡起地上的装备和技能书，连地上的金币也没捡，直接就开始查看。蛛丝发射器，类型特殊装备，品质按金级，要求装备等级 LV10， 占用部位手腕，效果范围100米。特殊效果可以将蛛丝储存在蛛丝发射器中，需要时可以将蛛丝射出，可以用来困敌，同样也可以抓住目标后收回蛛丝，移动目标或者辅助自身移动。备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易水寒看到是特殊装备，心中有些惊讶。这特殊装备不像是普通装备那样，这些特殊装备并不会加属性，但这些特殊装备往往都有一个特殊作用。而这个蛛丝发射器的效果简直太给力了，困敌位移都可以。这件装备虽然等级低，但可以一直用很久。因为装备就爆了这么一件，易水寒接着看技能书。千蛛万毒手，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1， 敏捷+6，体力+5，智力+10，功法升级经验值0500W， 修为效率 0.8， 功法等级修满后1000W 经验投入功法，获得 0.8 年修为。学习要求修仙体系职业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功法后，赤手攻击附带蛛毒，魔法攻击力的 20%， 攻击时有2/1000的几率召唤蜘蛛残影辅助战斗，蜘蛛残影属性和施法者有关，存在时间1分钟。这个功法其实还行，E品质的功法在游戏前期已经不低了，并且初次学习功法会获得修为，1级功法学习获得3年修为。可惜是法系功法，并不适合易水寒，这让易水寒感觉有些可惜。浮空凌云脚，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8.0， 冷却时间45秒，消耗25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200W。学习要求主属性为力量的职业。技能效果：施法者将敌人击飞，并造成物理攻击力2倍伤害，对不可击飞的敌人造成物理攻击力的5倍伤害。自身在3秒内凌空踹出12脚，每脚造成自身物理攻击力的 50% 的伤害。易水寒看到这个技能倒是心中欢喜，并不是说这个技能多么厉害，主要是这个技能够帅，厉不厉害是暂时的，但某些帅气的瞬间，那可是可以被许多人记一辈子的。看完这个技能之后，易水寒就快速的学习了。与此同时，刘星远看到易水寒居然真的把 BOSS 打死了，脸色一场难看，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上一次自己的 BOSS 被这个人抢了，这一次自己打不死的 BOSS 又被这个人接手打死了，这感觉就像是有人在啪啪啪的打自己的脸，脸都没地方放了。小子，我记住你了，我们没完，下一次别让我遇到你，遇到你我肯定。本来易水寒都不准备搭理这个刘星远了，结果他还在这里放狠话，当即一发蛛丝射到刘星远身边的巨石上，随后易水寒就被蛛丝拉到了刘星远的身旁。符 FO 空 Sham 灵 Wu 云应脚叫。没等刘星远话说完，直接发动浮空凌云脚，一脚上踢将刘星远踢到空中，随后跳起来连贯的浮空连踢，非常帅气的将刘星远带走了。易水寒也没有让分身闲着，在成功的将人面猪母击杀之后，易水寒就操控着分身去找天火狩猎小队，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任务的经验高达800W， 易水寒把经验全都给了本体角色，导致本体角色直接就升到了11级。就在易水寒升到11级的同时，游戏系统直接发了一则全服公告。鉴于蓝星分区已经有玩家达到10级，开放主位面低阶区域，玩家10级后可进入主位面，游戏内容各位玩家自行探索。看到系统公告，易水寒的眼睛愈发的明亮，喃喃自语道：主位面世界终于开放了，这才算真正的开始。第25章气人的顾倾城。在易水寒提交任务之后，天火狩猎小队的几名 NPC 走入峡谷。
顾倾城在听到游戏系统的提示音之后愣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人可以这么快到达10级。慕容雪碰了一下顾倾城，随后说道：“没想到我看人的眼光还不错，这个暗金级的 BOSS 被打死了，等级榜上双手插兜也11级了，我们才6级，我们这升级速度有些慢了，走吧，一起过去看看。我真的非常想邀请他来我们的战队，他等级升得快，运气成分很大，我还是那句话，先青训，看清人怎么样后再让加入，实力到底强不强先不说，人品不行，我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不想再出现下一个孙天狼。好吧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我们过去看一下吧，这些 NPC 要干什么，顺便招揽一下这个双手插兜。”两女迅速跟上天火狩猎小队的几名 NPC， 慕容雪跟易水寒搭话道：“帅哥，想不想打职业啊？来我们故事战队怎么样？”易水寒听慕容雪这么说，心下大喜，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人邀请自己加入职业战队，这可是真的太好了，当即就答应下来。加入别人战队是很好的选择，创建战队并不容易，每个赛区的比赛可以参加的战队数量都是确定的，而这些名额早就让人占据了，想要打到本赛区的顶级比赛中，最起码要经过3级比赛，少说也得2年时间。易水寒做的最坏的打算才是自己建立战队。易水寒刚答应下来，顾倾城当场一盆冷水泼下。加入故事战队可以，不过要先从青训开始。什么？从青训开始？有没有搞错？ ID 叫双手插兜，等级榜第一。等级榜第一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你运气好。顾大美女，你看到没有？刚才那么大一只蜘蛛，暗金级 BOSS， 我一拳就打死了。那是技能机制问题，你前面不也蓄力了10分钟和玩家打，10分钟内不动，我可以杀你几10次，有什么用？说白了，能杀死这只 BOSS， 那纯属是技能的问题，只能说明你运气好。易水寒听到顾倾城这么说，心中很不服气，但这确实是顾倾城说的那样，纯属技能机制问题，但这不是自己运气好，是自己知道的秘密，这技能是自己靠运气得来的。这些当然不能告诉顾倾城，这些是易水寒准备都咽到肚子里，让这些事都烂在肚子里，要不然他解释不清这些东西。他一个没有势力靠山的普通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说不清。那我刚才在那么多玩家中被那么多玩家围攻，也没有被人杀死，这是和玩家对战吧？这你总不能说我运气好吧？好吧，我承认你确实有一点实力，但这些玩家的水平，说是菜可能都有些高估他们的水平了，完全就是啥也不知道呢。游戏还没玩明白，如果我叫几个人和你打，你绝对没有机会。说到底，你遇到的人水平太弱，你就是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现在易水寒满脑子的都是自己运气好，自己的实力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否定，让易水寒很是不爽。慕容雪发现再这么聊下去，自己看好的人可能就被顾倾城给气跑了，急忙拉开顾倾城，来到易水寒身边。消消气，不要生气，倾城就是这样的，你不用管他。我就觉得你实力很强，他们是普通玩家，你也是普通玩家，你可以打他们那么多人，足以说明你的实力，我非常看好你。怎么样，要不要来我们故事战队？先参加青训。慕容雪话刚说完，顾倾城在后面补了一句，直接把易水寒都给气乐了。别生气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气大伤身，故事战队他做主。说到这里，慕容雪忽然把头凑到易水寒耳边，悄悄说着，呼出的热气吹打在易水寒的脸上，让易水寒感觉脸痒痒的。不过倾城他不负责管理，平常都是我在管理战队，我看好你哦。慕容雪这样的做派让易水寒有些吃不消，这么一名大美人热情相邀，立刻就让易水寒有些心猿意马。作为一名正人君子，怎么会被美色打动？绝对不会，随口就应道。好，看在慕容美女的面上，青训就青训，有什么了不起？是金子总会发光，我要让某些人看看，强就是强，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开心就好，随便咯。顾倾城随口应了一句后，便不再搭理易水寒。易水寒从来都没有想到过，顾倾城说话居然这么气人，说几句就呛得人说不出话，就这还为战队做主。要不是她确实漂亮，并且这冰山美人的样子确实吸引人，这战队估计都不会有人加入。易水寒对于慕容雪的感官倒是挺好的，人虽然没有顾倾城那么漂亮，但站在顾倾城身边不逊色多少，本身就已经证明她是一名大美人了，也难怪上一世她实力虽然不怎么出色，却依然有很多粉丝，这身材确实霸道。顾倾城的蓝星粉丝在女性职业玩家中是最多的，但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而慕容雪就不同了，粉丝的数量和顾倾城当然没办法比，但慕容雪的粉丝里大部分都是上岁数的。今天易水寒看到慕容雪本人之后，心中只能暗自感叹，果然都是过来人啊，眼光就是毒辣。而慕容雪的粉丝留言也是特别奇特的，与其他那些女职业玩家的留言明显不同。慕容雪的粉丝留言被顶在最上面的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家中慕容雪做妻，枸杞当饭也难医。就这么短短的接触了一会儿，易水寒发现顾倾城永远都是生人勿近的样子，想要跟他说话，他不是不搭理，就是直接终结话题，就让人很难受。和慕容雪交流起来就舒服多了，说话很随意。
几人一路跟随天火狩猎小队的 NPC， 一路商量着青训的事情。最后说好之后，新手7天之后，易水寒去故事战队的青训队报道。第26章，进入主位面世界。易水寒的本体在升到11级之后，周围的玩家也没有谁不开眼的再上来找事，于是让水清柔守护在旁边之后，就开始释放3000化身技能。3000化身每10级可以分1个分身，现在升到10级可以分1个分身。易水寒让分身跟随天火狩猎小队的 NPC， 在小径用空间胶囊将人面猪母的尸体收起来时，在一旁的慕容雪看到空间胶囊，眼睛都看直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机械师，知道这项空间技术的重要性，当即就想要学习。慕容雪想要学习，但他又和这几名 NPC 搭不上话，只好把主意打在易水寒的身上。寒哥哥，等会儿你跟着这几名 NPC 可不可以带上我，好不好吗？顾倾城看到慕容雪这种模样，感觉有些丢人，拽了一下慕容雪，想要让她矜持一点。慕容雪本来就对易水寒挺有好感的，感觉这个人有意思，现在正事要紧，哪里还顾得上顾倾城，一把甩开顾倾城的手，上前抱住易水寒的胳膊。等会儿带上我们好不好吗，寒哥哥？慕容雪忽然上前抱住自己的胳膊，让易水寒有些吃不消，这谁顶得住啊？就拿这种考验老干部。易水寒心中感觉有些爽，这感觉不错，软软的，弹弹的。宗主哥哥，看到易水寒的胳膊被别的女人抱住，水清柔没忍住，上前抓住易水寒的衣服，将易水寒拉到一边。宗主哥哥，你不要随便和这些女人这么亲热，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不干净的。要是……水清柔看了一眼慕容雪那伟岸的身材，又看了一眼自己干扁扁的胸脯，有些泄气，扁了一下嘴，险些哭出来，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易水寒伸手摸了一下水清柔的头，让她不要乱想。柔儿，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乱想什么呢？易水寒这样一说，水清柔当即就相信了，俏脸一红，感觉有些害羞，抓着自己的衣角，不敢抬头看易水寒。慕容雪，我可以答应你，待会儿带着你一起去据点。我就知道，寒哥哥最好了。慕容雪这样说话，让顾倾城有些难堪。慕容雪毕竟是自己战队的管理，他这样说话，让顾倾城感觉脸上无光，丢人死了。哼，这种人一看就是妖女，真不知羞，说话这么浪荡，只有那些不正经的人才会跟他勾搭在一起。我的宗主哥哥才不会看上这样的女人。易水寒随后应付了几声慕容雪，只感觉这个女人真要命，然后就听到水清柔小声的嘀咕什么，也没有听清，随口问道：柔儿，你在说什么呢？水清柔怕自己的小心思被易水寒看清，支支吾吾的胡言乱语，让易水寒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即也就不管这些了。因为天火狩猎小队的人要离开了，易水寒要带着慕容雪和顾倾城一起去据点。因为易水寒知道修为开放以后，热武器就要对自己没用了，索性就把白银气步枪给了慕容雪。易水寒这样自然让慕容雪很是开心，私底下悄悄跟易水寒咬耳朵说他以后罩着他。易水寒让分身带着两人坐上天火狩猎小队的车，游戏本体释放完3000化身之后，则带着水清柔离开这个小世界。易水寒让水清柔继续去修炼，同时还能守家。主位面世界弟子是不容易去的，要是需要弟子去主位面世界，则需要弟子传送令牌，并且每名玩家在主位面世界的弟子最多只能同时存在2名。游戏初期，现在只有易水寒达到了10级，也就是现在只有易水寒可以进入主位面世界，这可是巨大的优势。易水寒可不想耽误时间，就连莫小莫发来想要一起组队的消息，易水寒都没有同意。现在时就要把握住自己知道的那些信息，然后扩大游戏优势的时候，组队带妹装逼的机会以后多的是，要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易水寒因为释放3000化身的这个技能，易水寒的本体和刚获得的分身都是10级，都可以进入主位面世界。易水寒在进入到主位面世界之后，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心中有些感慨，可现在根本就不是感慨的时候，当即让分身去南方，而游戏本体则向着北方而去。易水寒操控分身去南方，没事想要让分身去南方的南少林，本体则去北方的北少林。这游戏的设定非常有意思，南少林有一个功法叫做铁布衫，北少林有一个功法叫做金钟罩，这2部功法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钟罩铁布衫。2种功法都学会之后，再学会钢筋铁骨和铜墙铁壁这2部功法之后，钢筋铁骨会和铁布衫合成更为高级的功法，叫做金刚不坏神功。金钟罩会和铜墙铁壁这个功法合成为天罡护体神功，而金刚不坏神功和天罡护体神功再加上龙象般若功，就又会合成为金刚不灭神功。这是易水寒目前知道的功法里最完整的一套功法进化路线，而且前期学习功法所投入的经验又不会亏，可以合成为更高级的功法，加成也非常不错，比学习那些乱七八糟的功法乱投入经验要强很多。这一套功法的强大之处就是其强大的防御力，并且还有非常不错的力量属性加成，非常适合易水寒想要走的6边形战士路线。把防御拉满之后，自身攻击力也还不会弱，易水寒的分身也会变得非常难以处理，容错率大大增加，
然后等到后面高武和修仙世界的时候再去搞攻击类型的功法。这一条发展规划是易水寒抽到3000化身之后就定下的发展规划。易水寒传送到主位面世界的位置，在这片低阶区域内是北方区域，距离北少林的距离不是很远，所以易水寒的本体在用了半天的时间之后就到达了北少林。易水寒选择先去少林而不是其他门派，完全是因为少林是中立势力，学习少林的功法并不会引来对立势力。在游戏初期，先提升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万一运气不好被对立势力的 NPC 追杀，那就太耽误时间了，一切都以稳妥为主。易水寒的分身还在跑图，易水寒不再管分身那边，设置了一下如果遭受攻击自动提醒自己之后，便让分身自己跑图，自己则操控本体角色进入少林。第27章少林寺藏经阁。易水寒在走过一条长长的台阶之后，看到北少林的门匾，看了一眼后，易水寒踏入北少林。何处施主光临寒寺？弟子四处游历，路过圣寺，得知圣寺正在找人抄录藏经阁的经书，特地前来，冒昧打扰，还请见谅。施主不必多礼，既然是前来抄录经书，那就随我来吧，不要乱走，寺中清静，不得大声喧哗。好的，弟子明白。易水寒只见招待自己的和尚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之后，便在前方带着易水寒去藏经阁。少林寺的功法技能全都在藏经阁，但根本就不可能偷学。那些功法和技能都在藏经阁的2层和3层，2层会有一名老和尚看守。南北少林寺的老和尚都是圣阶的存在，低级时老和尚看守着不能强闯，而等级高了之后，可以打过这些老和尚的时候，强闯少林寺的藏经阁会得罪佛门势力，会招来佛门的敌视。为了一些低品质技能和功法得罪佛门非常不明智，所以学习这些功法也就只能按照规矩了。想要学习少林寺的功法，需要在少林寺中抄够足量的经书，这时候老和尚就会让玩家选择进入藏经阁2楼或者3楼学习一部功法或者技能。藏经阁的2楼都是 F 和 E 品质的功法和技能，3楼是 D 品质的功法和技能，但3楼根本就不会对玩家开放。易水寒知道3楼是 D 品质功法，那是因为易水寒上一世接了一个单子。正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然后易水寒杀的那个人有点狠，直接搞到了易水寒小世界的坐标，然后开启宗门战，直接把易水寒的宗门给灭了。易水寒就作死的重新玩了一个机械师的号。机械师这个角色就2字，烧钱，那是真的烧钱。易水寒辛辛苦苦3年多攒下来的一点家当，打了一场硬仗，直接就败光了。那一场打完之后，易水寒直接就哭了，亏得易水寒都想把裤衩给当掉。易水寒气急之下就把所有东西能卖的都卖了，直接就把机械师的那个号删了。之后易水寒重新练了一个角色，因为上一次机械师败光了，他所有积蓄稍微花了一点钱让人带着升级，在等级升起来之后，因为穷买不起技能功法，去少林寺抄录经书又太慢，易水寒就起了歪心思，独自一人打败看守藏经阁的老和尚，强闯少林寺藏经阁。在藏经阁的3楼就看到了1品质的功法和技能，易水寒这才知道藏经阁3楼是1品质的功法和功法。之后易水寒就被佛门的那群秃驴各种追杀，只要一见到佛门的这些秃驴，张口闭口就要超度了易水寒。最后实在没办法，佛门弟子总喜欢到处乱逛，超度各种有缘人，实在没法玩了，那个号也删了，重新又玩了一个号。这都是血与泪的教训，易水寒可不想再重蹈覆辙了。易水寒的本体来到藏经阁，需要抄录100本经书才可以登上2楼学习技能。抄录经书是一个非常坑的事情，并不是说玩家走一个进度条就可以完成一本书的抄录，这里的抄录是真的需要手写抄录的，字体差的话还不会被认可。这就使得少林寺的技能功法很特殊，被人看到用出来的是少林寺的功法技能，就会给人一种文化人的感觉。你以为这就只是一个技能或功法吗？不，这是抄了100本书。易水寒来到藏经阁后就感觉很熟悉，抄录经书的速度也非常快。要是易水寒现在直播抄录经书，一定会有人喊666，无他，为手熟耳。抄录100本经书，饶是易水寒抄录的速度快，那也得抄录个3、4天。要是换一个普通玩家，第一次抄录经书，半个月也不一定能抄录完。而易水寒的那个分身，在跟着天火狩猎小队的那几名 NPC 进入据点之后，就跟顾倾城和慕容雪打了一声招呼之后，选择了离开。易水寒直接给这个分身设置上自动挂机，让分身自己升级去。时间一晃，时间来到游戏新手期的第7天，这时已经有许多玩家达到10级，可以进入主位面世界。而易水寒的第一个分身也达到了10级，易水寒的第2个分身也已经到了南少林2天多了。为了跑到南少林，易水寒的第2个分身一直跑了1天多才到达南少林寺。易水寒同时操控2个分身抄录经书，直接把易水寒累了一个够呛。但这种分心操作易水寒必须要练习，因为之后像是这种同时操作肯定会是家常便饭，所以易水寒也就忍耐着坚持下来了。不过因为分神的原因，易水寒的抄录速度有些慢。放肆居士是一名普通玩家中的高手，通过竞技天梯的连胜经验，外加他自己平时的练级，
他终于在新手第7天升级到了10级，当场他就选择了传送到主位面世界。跟易水寒不同的是，放四居士直接传送到了南少林周边的一个村庄里，而村庄里贴了少林寺找人抄录经书的告示。在看到这个告示之后，放四居士觉得自己找到了任务，玩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接到任务了，当即选择前去南少林抄录经书。放四居士来到南少林的藏经阁之后，发现这里居然真的要抄录经书，感觉一个头两个大，有些不知所措。字他当然认识，可现在都已经是无纸化了，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写过几个字，现在忽然要抄书，还要抄100本书。放四居士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放平心态来抄书，然后歪歪扭扭的抄完第1本书，交给少林寺的和尚时，只见那和尚眉头一皱，请施主用心抄录，不要戏耍贫僧，这样的字体，贫僧撒把米扔到纸上，给鸡的爪子沾点墨来，都比你写得好。听到面前这个和尚的嘲讽，放四居士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升高了。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自己不如鸡？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我还不如你们寺院的鸡是吗？这是施主自己说的，贫僧可没有这样说。看着眼前这个和尚一本正经的样子，放四居士感觉自己都要被气炸了。第28章，经中照到手。正在一旁抄写经书的易水寒听到两人的对话，没有忍住，直接在一旁笑出了声。忽然听到笑声，放四居士心中更加恼怒了，这少林寺怎么回事？简直是岂有此理！ NPC 这样侮辱玩家。放四居士回头看向藏经阁内，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在笑。这时易水寒站起身来，对着放四居士笑了一下，然后淡定的轻声开口道：大师，我又抄好了1本，请收下。随后放四居士就看到刚才嘲讽自己的老和尚把易水寒抄录的经书拿过去。这时放四居士看到易水寒居然也是抄录经书的玩家，想到自己居然被对面的和尚这样嘲讽，猜想易水寒也肯定好不到哪去，双手抱于胸前，准备看易水寒的好戏。收取经书的和尚拿过去易水寒抄录的经书，看到上面整齐漂亮的字体，当即就笑了2声。好字，施主已经抄录了67本经书了，这是第68本，贫僧没有记错吧？大师没有记错，这确实是第68本。放四居士听到嘲讽自己的老和尚说易水寒已经抄录了68本经书了，心中很是不相信，自己这才刚传送到主位面世界，已经算是不慢了，自己抄录1本经书被嘲讽了不说，问题是白白浪费了2个多小时，一本书需要2个多小时，那易水寒得抄多长时间才能抄68本经书啊？68本经书，我不信，我用了2个多小时抄了1本经书还被说不算，他凭什么已经抄录了68本经书？我不服，我倒要看看他抄写的经书跟我有什么不同。说着，放四居士上前从收取经书的和尚手中抢来易水寒抄录的经书。放四居士看到易水寒抄录的经书时，心中大感震惊，因为眼前的这本经书抄录的实在是太好了，字写得好，整齐干净。放四居士又拿来自己抄录的经书看了一下，只感觉自己写的字像是蚂蚁一样，字写得又瘦又长，并且还趴倒了。放四居士非常想去问一下易水寒，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放四居士一回头，看到易水寒已经坐下重新抄写另1本经书了，他默不作声地走到易水寒身旁，随口问道：为什么你写字的速度这么快，还这么好看？为什么我就不行？易水寒头也没有抬地说道：年轻人，好好练，好好学，手熟生巧。说罢，易水寒便不再去搭理放四居士了。易水寒的这种做派，反倒是让放四居士有些拘谨起来，觉得易水寒不好招惹，自顾自的去继续抄录经书。然后放四居士便越发的郁闷了，他抄录1本达标的经书，易水寒都能抄录出3本。放四居士不知道，易水寒现在的重点在游戏本体那边，因为本体那边快要抄录完100本经书了，第二分身这边的抄录速度比本体慢许多。易水寒的游戏本体在提交完抄录的第100本经书之后，收取经书的和尚带着易水寒走向藏经阁的第2层。悟心大师，这位施主已经抄录完100本经书，并且抄录的非常好。好的，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带这位施主去藏经阁2楼。悟心大师带着易水寒来到藏经阁的2楼，施主可在此处停留1炷香的时间，只可挑选1本经书抄录的好，藏经阁的守护老和尚会开放角落的那一排书架，并且可以在藏经阁的2楼挑选1炷香的时间，也就是30分钟。要是字写的差，就只会有1盏茶的时间，也就是10分钟。藏经阁角落的书架还会被隔开，不让挑选那一排书架上的功法和技能，而易水寒想要学习的经中照就在那一排的书架上。易水寒连忙点头应下，随后便径直走向一个角落。经中照的技能就在这个角落，易水寒看到之后，直接选取这本经中照下楼。藏经阁的2楼里，让选1本就选1本，并不是说没有玩家在2楼直接学习多本或者带2本下楼。在游戏中，玩家就是胆大包天的代名词，不怕死的，什么作死的事都敢尝试，永远也不要高估某些玩家的下限。而这种想要白嫖多本技能书的事是不可取的，
直接学习的，在学习第二本的时候会被藏经阁守护和尚当场打死，并且会被拉入少林寺黑名单。佛门势力角色会反感这些作死的玩家，脾气好的和尚可能还好点，遇到那种脾气暴烈的和尚，那真的是会被当场超度。偷拿多本的会被全部没收，等于白抄了，徒劳无功，被少林寺白嫖。易水寒现在没有作死的想法，拿出经中照给悟心大师看了一眼，然后便离开了藏经阁。易水寒找到一处空地，坐下学习经中照。经中照，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1， 力量+8，体质+12，经验值0-100W， 修为效率0.8，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功法效果，学习本功法后获得被动技能金钟护体，护体真气增强 10%， 获得 10% 免伤效果，对方修为是施法者2倍多时免伤失效。金钟罩这个功法的效果还是很强劲的，获得免伤效果。易水寒学习这个功法需要1个小时，在这一段时间内，易水寒则分心操控另外2具分身。易水寒的1号分身此时正在向着北方赶路，这时的游戏主线还没有开始。易水寒现在的目标就是北方的一个门派霸道山庄。霸道山庄的门派功法是铜墙铁壁，因为霸道山庄的肉身横练功夫非常厉害，在北方的一众门派中横行霸道，算是名声比较差的帮派。易水寒这一次并不是想拜入霸道山庄，而是想去霸道山庄偷门派功法，可以节省大量的做门派任务刷门派积分的时间。门派任务不奖励经验，只会奖励门派积分。初期的这些江湖小门派的门派积分特别坑，根本就不值得刷，因为小门派特别容易被人灭门，有大量的玩家刷了许多门派积分，结果睡了一觉，再次上线就发现自己的门派被人灭了，可以说非常惨。而霸道山庄也只是一个江湖小门派，不像是少林寺那样有佛门的背景，得罪这样的门派，易水寒没有一点负罪感，甚至还有一种惩奸除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得罪这样的门派没有什么后遗症。第29章剿灭山寨。而就在易水寒走到一座山的山脚下时，看到有几名玩家正在商量着什么。我们接到任务打这个山寨，这是一个10人的组队任务，但现在10级的玩家实在是太少了，地图这么大，组队都组不上人，想要组个人要等别人半天1天的，我们也不能就这么干耗着啊。现在我们7个人了，要不咱们先试一下。那边是玩家，我鉴定了一下，看不到什么属性，是玩家，快，把他叫过来，这样我们就有8个人了，我们完全可以试一下。张杰有治疗技能，我们完全有机会。嘿，哥们儿，我们接到了一个团体任务，要不要一起啊？易水寒心中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任务，应该是附近城镇发布的任务，剿灭附近山上的山寨，算是比较受欢迎的任务，奖励经验100W，并且每名玩家还会奖励10金币。对于现阶段的玩家来说，经验奖励算是十分的高了。这些奖励虽然很高，但这并不是易水寒心动的原因。现在是游戏初期，这些山寨都是没有被玩家剿灭过的山寨，而这些山寨都会有山寨仓库，山寨仓库里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些山贼打家劫舍得来的不义之财。剿灭山寨之后，这些东西也算是对于玩家的奖励。现在这个阶段的山寨里有很多好东西，运气好可以得到功法和技能。易水寒虽然猜到了是剿灭山寨，但现在并不能表现出来，现在大家都是萌新玩家，你知道这么多会引起其他玩家怀疑的。什么任务呀？发出来瞧瞧。剿灭山寨，任务难度 B， 10人团体任务。任务要求剿灭寿云山的山寨，任务奖励每人100W 经验10金币。任务简介：寿云山上的山寨最近屠了2个村庄，附近寿云城内的刘家贴出告示，请求义士帮忙剿灭作恶多端的山贼。易水寒一看这个任务，没想到自己已经到了寿云山这边了，距离霸道山庄也没有多远了，要是没有遇到售卖马匹的商家，再跑半天应该也能到。现在正好办到遇到团体任务，打完任务再去霸道山庄也不迟。可以，你们组我吧。行，兄弟够爽快，那我们就8个人开打吧，组不上人了。易水寒也赶时间，表示没有问题。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是没有功法的，也就没有修为，而这些山寨里的山贼，即便是小喽啰也是有学习功法的，只不过是修为有些低微，连1年的修为都没有，3年以下的修为最高免伤 90%， 有1年以下修为面对没有修为的最高免伤 50%。 小怪修为低，但玩家没有修为啊，小怪成伤会自动减免 50% 的伤害，伤害直接减半，并且打玩家时有 50% 增伤，这些人打小喽啰都费劲。易水寒这一次完全就没指望这几个人，要是没遇到他，这些人过去就是送菜，纯送死。这个难度必是对那些学习功法后的10玩家，对于没有学习功法的玩家，那难度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打小喽啰还能顶着高额的免伤磨一磨，山贼的首领基本都是5年的修为，直接免疫2年半修为以下玩家的伤害。易水寒跟随几人上山，在走了5分钟之后，看到了在山脚下巡逻的山贼。这里有几名巡逻的山贼，我先看一下属性。
寿云山巡逻山贼。种类：人类。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520，物理防御力130，魔法防御力68，速度73，修为0.8年，生命值3200，法力值140，技能挥斩、真气护体、被动，属性还行。我们一起上去把这几个巡逻山贼给宰了。易水寒听到前面带队的玩家这样说，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就这2个巡逻山贼都够打个10几分钟了。眼看着几人冲上去，巡逻山贼看到有人冲过来，迅速拔出腰间的钢刀。带队玩家冲到山贼面前，一刀砍在山贼身上，46。而与此同时，巡逻山贼一刀砍在玩家身上，480。这一刀直接让带队的这名玩家掉了1/3的血量，吓得他连忙后撤。卧槽，这伤害不科学啊！明明才520的攻击力，一刀直接打在我的大动脉上了都。那130的防御力，我一刀砍上去跟刮痧一样，凭什么啊？我不理解。易水寒急忙过去引开其中一名山贼，随后其他几人集火另一名巡逻山贼。138、134、5。这些伤害中，也就2名灵修玩家的魔法伤害稍微高一点，其他几人打上去的伤害让几人感觉很崩溃。这些玩家的职业都是普通职业，升级自动加点的属性主属性也就才3点，伤害自然不够看。主属性为体质的更不必说了，才打出5点伤害。易水寒看到那哥们儿一脸怀疑人生的样子，险些笑出声。易水寒现在也没有学会功法呢，现在拉开一个山贼已经很够意思了。要是这伙人这么菜，被这么一个巡逻山贼都能打死，后面这些人那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了。易水寒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巡逻山贼周旋，各种辗转腾挪躲避伤害，各种动作那叫一个花里胡哨，每次打在山贼身上也就才145点伤害，打得很费力。易水寒抽空看了一眼另一边，发现几人已经把这个巡逻山贼当 BOSS 杀了，也还算可以。易水寒等了2分钟，都把巡逻山贼的血量打到一半了，那7人这才把那个巡逻山贼杀死过来帮忙。兄弟，可以啊，一个人打一个山贼，看起来你好像还没有受伤，现实中是练家子吗？不是，兴趣爱好，偶尔练练。几人一起集火，用了不到1分钟把这个剩下的巡逻山贼杀死，众人陷入了沉默。这个主位面世界的怪有点难杀啊，连一个小怪我们都打得这么费劲，要不我们撤了吧，感觉打不过呀。之前还心急的人，此刻忽然打起了退堂鼓，这样一说，瞬间就有几人萌生了退意。几人一商量，选择了离开，不做这个任务了。高手兄，这个任务有点难，我们应该打不过，升级挺不容易的，为了完不成的任务挂掉不值得，就这样吧，我们先撤了，不做这个任务了。带队的人对着易水寒报了一下全告辞道，就很有江湖气息，已经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江湖中了。易水寒看着几人，也想到了当初自己的模样，不禁有感而发道：那咱们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易水寒这样一说，眼睛忽然睁大，大受震惊，一副原来还可以这样说的模样。随后就想着自己该怎么说比较有逼格，挠头想了一下，也没想好该怎么说，挠了挠头说道：高手兄说话就是好听，一套一套的，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学素养，就不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了。俺也一样，后会有期。这个俺也一样，着实是把易水寒给嗅到了，差点闪了易水寒的老腰。而那人走远后，口中还念念有词的嘀咕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可以，以后我就这样说，学会了，这些文化人说话就是讲究。第30章，请顾倾城当打手。看到这几人都走了，易水寒也准备离开。忽然易水寒想起了一个留言，上一世游戏初期的这些山寨中，有许多山寨的山寨仓库里有好东西，而比较有名的是3本功法，2个在北方的山寨，一个在南方的山寨。北方2个山寨的好东西是2本功法，一本是地级功法龙象般若功，另一本是地级功法莲花心法。而玩家中又有一部分玩家对于这些江湖的小道消息比较感兴趣，所以就热衷于挖掘游戏中许多背景故事。这些比较八卦的玩家从 NPC 那里得来的消息，好像是一代高僧作画，留下了舍利子和龙象般若功2种东西，被几名和尚运往西方密宗。而有些胆大包天的江湖人士知道了消息，然后就被这伙人给劫掠了，之后这伙人不知所踪。在联合玩家从山贼的仓库得到龙象般若功的消息，得出的结论是这伙人拿到功法后应该是去山上当山贼了，结果没练成，要不然会龙象般若功的山贼也不会那么容易被玩家灭掉，舍利子也不知所踪。猜测的是这些山贼不识货，把舍利子给扔了。而龙象般若功从哪个山寨得到的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龙象般若功是在寿云山山寨得到的，另一种说法是龙象般若功是在岩阴山山寨，但寿云山山寨的可信度高一点。这一下让易水寒心动起来。龙象般若功是易水寒必定要学习的功法，当然易水寒也知道学习的渠道，
需要到西方密宗学习，现在有现成的，易水寒肯定是不愿意跑那么远去给密宗当苦力，这样可以节省下来很多时间去干别的事情。现在这个等级，一个人去打山寨有些困难，但如果找到一个有实力的帮手，那将会简单很多。易水寒立刻就想到了顾倾城。顾倾城作为一名职业玩家，那实力肯定是足够的，而且还足够养眼。想到这里，易水寒就立刻打开好友列表寻找顾倾城。易水寒一看，顾倾城都已经是12级了，而易水寒因为抄经书，这4天都没怎么练级，分身也因为运气差，没有接到任务，等级升得慢，现在等级跟这些职业玩家比落下了一些。易水寒没有多废话，顾倾城这样一个人，说再多话也没用，直奔主题，足够打动他才可以。易水寒直接就把千珠万毒手那本功法的属性发给了顾倾城，顺便说明了自己想要找他当打手的想法。顾倾城此时正在等消息，忽然看到易水寒给自己发消息，心中虽然有些不喜，不过还是看了易水寒发来的消息。功法的获得并没有那么简单，要不然易水寒也不会自己去抄录经书了。顾倾城现在就在收集功法的信息，让那些配合自己升级的人都去搜找消息，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功法先学习。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顾倾城得到的功法消息都是 F 品质的功法，还需要浪费时间做任务拿门派积分换，顾倾城自然是看不上。现在忽然看到易水寒有现成的功法，并且还是1级的现成功法，立刻就有些异动。顾倾城没有让易水寒多等，稍微想了一下，便选择答应下来。实在是因为没有功法，在这个主位面世界是寸步难行。易水寒看到顾倾城这么快就发来消息，心中一喜，暗道有戏，急忙观看顾倾城发来的消息。故事战队顾倾城，可以，时间、地点。易水寒看到这简介的几个字，有些无语，多说点会死还是怎么样？只好接着问。双手插兜，最好是现在，我接了一个任务，想要去打一个山寨，你在哪里？故事战队顾倾城，霸道山庄附近。双手插兜，霸道山庄，那你距离我这里不远，起码的话1个多小时就过来了。我在寿云山下，位置我发给你，你快点过来。故事战队顾倾城，好。看到这个好字，易水寒感觉有些牙疼，这么一个漂亮的妹子，怎么说话这个样子，不禁让易水寒陷入了深思。要是把顾倾城娶回家，要天天这样说话，那谁能受得了？想了一下，易水寒决定要改变一下顾倾城，总这么冷淡可不好，对别人冷淡可以，对自己就该不一样一点。总结一下就是，顾倾城需要自己好好调教一番。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易水寒的本体顺利的学会了金钟罩，另外的分身也就自动学会了金钟罩，并且都有了3年修为。易水寒的第一分身继续在寿云山的山下等顾倾城，另一边则操控着本身在北少林寺的寺院中寻找起来，寻找一个邋遢的老和尚。易水寒也不知道那个老和尚是在南少林寺还是北少林寺，但总之是在少林寺，先转一下北少林寺。若是北少林寺没有那个邋遢的老和尚，让第2分身转一下南少林寺就好了，总会找到那个邋遢老和尚。这个邋遢老和尚会教玩家一个技能，叫做当头棒喝，并且只教一个人，有人学了这个技能之后，那个和尚就会离开，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当头棒喝算是一个唯一技能，这个技能比较特殊，特殊在这个技能是一个解控的技能，并且可以伤害队友和敌人。打敌人时，这个技能是当头一棒，伤害加成和力量有关。最主要的是，这个技能打人贼疼，一棍子敲在脑门上，不是把人敲晕，是越敲越清醒。易水寒就有幸尝试过一次，被队友一棍子敲下来，直接把丝血的他打死了，死了脑子还特别疼，邪门的很。然后就打听了一下这个技能的来历，这才知道原来是游戏初期在少林寺获得的技能。易水寒专门去找过那个老和尚，想要学会这个技能之后报那一棍之仇。那人的主属性是智力，打人不疼，真的只是辅助作用，打死易水寒也是那人没想到的，赶巧了。可易水寒不同啊，易水寒是力量主属性。第31章当头棒喝。易水寒想要学会之后给那人来一发狠的，结果在少林寺寻找没有找到，并且再也没听说有其他人拥有当头棒喝这个技能，这才知道了这个技能是唯一的技能，可真的把易水寒羡慕坏了。这一件事一直让易水寒念念不忘，现在有机会，易水寒准备截胡。易水寒在少林寺内四处寻找老和尚，最终在少林寺的一个石拱桥上找到了这个老和尚。只见这个石拱桥是由汉白玉建造而成，桥下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水流潺潺而过，溪水旁长满了绿色的植物，郁郁葱葱，偶尔会有虫鸣声，很是静谧。易水寒走上石桥，随后就看到这个邋遢老和尚斜倚在汉白玉栏杆上，整个人醉醺醺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和尚，反倒是更像乞丐。易水寒低头一看，发现邋遢老和尚的脚上只穿着一只破鞋，大拇指都顶破鞋子露出来了，让易水寒看了直皱眉，身边还有一股子酸味。易水寒要不是知道这个老和尚能给技能，肯定不会往身边凑。正常人谁会往这样的人身边凑啊？虽然易水寒不歧视人，但这也不证明愿意身边都是一股怪味，
遭罪。易水寒往桥下一看，就发现了这个老和尚的另一只鞋子。易水寒立刻跑下去把鞋子捡起来，随后来到桥上递给老和尚。老和尚眼睛都没睁一下，从易水寒的手上接过来鞋子，随后就又把鞋子扔到了桥下。易水寒跑到桥下一看，这个鞋子还在原来的位置，丝毫不差，连鞋子摆放的角度都没有变。这一手在现在，那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存在。这老和尚最起码也是圣人以上。易水寒继续捡起来鞋子给老和尚送去。易水寒知道的是，上一世那位玩家给这老和尚捡3次就得到了当头棒喝。易水寒捡了递给老和尚，老和尚随手扔到桥下，就这么的反复了30几次。易水寒感觉自己就跟一只狗一样，被人溜着玩，扔出去鞋子自己就去捡。易水寒虽然心中十分郁闷，明明知道的是3次，自己这都是3次的10倍了，这个老和尚一点表示也没有。易水寒郁闷是郁闷，但却不想现在半途而废，现在不捡了有些亏，俗称就是有点上头。这都捡了30几次了，不差后面那几次，现在撤了，那前面的30几次岂不是白忙活？易水寒硬着头皮继续坚持，这一捡直接来回了100次。易水寒在50次之前还有心情记一下这是几次了，后面没完没了的，易水寒索性就不记了，看到老和尚抬手，直接往桥下跑就好了。第100次的时候，易水寒看到老和尚抬手，刚想着继续下桥，谁知老和尚这时拿着鞋子敲了易水寒的头一下。我虽知你不是真心，但你这份坚持也算是难能可贵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功利心有些重，但没有出声辱骂老衲，也算是品性合格了。也罢也罢，就你吧。老和尚说完，直接消失在易水寒的面前。而易水寒这时也接到了系统提示，检测到玩家收到 NPC 传功，你已掌握当头棒喝。易水寒心中一喜，不过回想了一下老和尚的话，让易水寒感觉背后凉飕飕的。他怎么知道自己功力抱着目的来的？这 NPC 也太邪门了。其实这些都是系统检测易水寒的状态，然后总结出来的。普通人见到这样邋遢的人都是避之不及，哪有眼睛放光心中惊喜的人？有这种作态，那就是提前知道了某种消息。就是因为易水寒这样明显的表现，给易水寒的考验直接就是最高的，让易水寒捡100次鞋子。易水寒急忙看向自己的属性，随后刚得手的技能便出现在眼前。当头棒喝，当头一棒，品质 EX， 等级 LV1， 冷却时间10秒，消耗40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1000W。技能效果：1. 当头棒喝，用武器敲击队友的头部，对队友造成力量乘当前等级乘技能等级的伤害，并且解除队友的负面状态效果。2. 当头一棒，对敌人造成力量乘当前等级乘技能等级的伤害，并且造成1秒眩晕效果。简介：此技能可突破玩家设置的疼痛上限，伤害高不高我不知道，但疼那是必须的。看到这个技能的简介，易水寒心中一喜，就是这个打人贼疼，就是这种感觉。易水寒的目标技能已经得手，目前少林寺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应该和第一分身会合，如果快一点，买上可以代步的好马，应该能赶上最后打山贼首领。易水寒1号分身这边等了顾倾城1个半小时多，在顾倾城到达后，易水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顾倾城先学习功法。千珠万毒手的学习时间倒是不用1个小时，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在顾倾城学会了功法之后，易水寒这才带着顾倾城上山打山贼。打这个山寨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打，一下死太多的山贼会把山贼首领惊动，等会儿不要乱来，听我指示。顾倾城听到易水寒的话，当即回了一个好，没有多说一个字。上前引怪的是易水寒，顾倾城是灵修，选择的主属性是智力，副属性敏捷，每级增加4点智力和3点敏捷，比法师的极限6点智力输出低，但生存能力相对来说更加高一点，但也避免不了是小脆皮的现状。引怪这种事还是得血量和防御都高一点的职业合适。易水寒离开了1分多钟，随后就把2名山贼从山寨内引了出来。2人的伤害很高，一个山贼被2人集火，20几秒就能杀死，效率还算是不错的。等易水寒陆续引出来40几个山贼杀死后，山寨内的山贼首领终于发现山寨的异样，山寨内的人太少了，比平常少2/3。人呢？人呢？都死哪去了？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我也没带他们下山啊！都快点给我过来，不要偷懒。第32章，鸡飞蛋打。三当家的，山寨外来了一个人，挑衅我们兄弟，这些兄弟都去找那个小子去了。可能一群废物，连1个人也解决不了。拿我战刀来，让我来会会那个小子。你们都给我出去看住那个小子，不要让那个小子跑了。是。20几名山贼大喝一声，从山寨内蜂拥而出，将易水寒和顾倾城团团围困住。顾倾城看到身边这么多山贼，稍微有些慌，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山贼？易水寒听到顾倾城的话，掐指算了一下，口中还念叨着，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山贼？11个字，难得啊。听到易水寒居然这样说，
顾倾城俏脸一寒：“你说什么？”听到身后顾倾城说话的语气有些不对，心中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可能被顾倾城听到了，急忙打哈哈说道：“我说，可能是我们杀的山贼多了，山贼的首领发现了异样。先不管这些，先把这些山贼小喽啰杀死再说，能多杀几个就多杀几个，要不然打 BOSS 有点吃力。”顾倾城知道易水寒刚才说的不是这些，可现在这种时候，大敌当前，自然也就不是追究的时候，也就作罢了。心中对于易水寒那芳草天的称号更加认可了。寿云山山寨三当家出来时，发现易水寒和顾倾城居然又杀死了5名山贼，当即心中更加愤怒了。哪里来的小贼，敢在大爷地盘上撒野？看来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听到三当家的话，易水寒当即看向三当家。寿云山山寨三当家，白银 BOSS， 种类人类，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960，物理防御力330，魔法防御力178，速度92，修为5年，生命值48000，法力值1200，技能撩阴手、撩阴腿、单刀直入、大刀阔斧、拼命三刀、真气护体、被动。易水寒看完这三当家的技能之后，感觉后背有些冒冷汗，后面那些技能都没太在意，光注意前面那2个带撩阴的技能了。这三当家的技能也真的是够阴损的，正所谓打架先踢搭当 damn， 开局赢一半，易水寒可不想试一下什么叫做鸡飞蛋打。易水寒看了一眼身后的顾倾城，发现此刻的顾倾城也有些脸红，显然是发现了三当家的前2个技能，还若无其事的瞅了一眼易水寒的裆部，嘴角微微一弯，挑了一下眉，示意易水寒赶紧上。易水寒就没怎么见过顾倾城表情变化过，这忽然发现顾倾城貌似还有一点小腹黑，挺有反差的。易水寒当然也不会怂，直接就冲向了三当家。易水寒先是横扫八荒，将三当家被击飞在空中的时候，易水寒发动浮空凌云脚，又将三当家踢飞，随后在空中连踹12脚，3秒后易水寒对三当家使用当头一棒，又让三当家在原地眩晕1秒。这一套技能易水寒打得非常连贯，就连他自己现在都觉得自己现在帅呆了。怎么样，我这一套技能帅吧？花里胡哨。易水寒听到顾倾城的评价，心中很是不服，然后看了一眼自己的输出，发现被打掉的1800多伤害里，自己居然才打了600多的伤害，顾倾城打的伤害都快要是他的2倍了。你慢点，这个 BOSS 盯上你了。当三当家眩晕结束，立刻就锁定了顾倾城，直接发动单刀直入，手中领着刀冲向顾倾城。人形怪最难缠的就是灵活和手段多，高达92点的速度，易水寒根本就追不上三当家的脚步。顾倾城看到三当家直接冲向自己，丝毫不慌，错身翻滚躲开三当家的单刀直入。顾倾城手掐法诀，一阵寒气包裹顾倾城，随后3片冰刀在顾倾城的面前成型。顾倾城单手一挥，3片冰刀激射而出，同时又躲开身后几名山贼砍来的一刀。就在这时，顾倾城运气非常好的召唤出一个蜘蛛残影，蜘蛛残影一出现，立刻扑向一名山贼。易水寒将身前的2名山贼杀死，就看到顾倾城在蜘蛛残影的配合下，游刃有余地对付着三当家。易水寒知道蜘蛛残影存在时间并不长，急忙冲向顾倾城那边，但有山贼拦着，易水寒一时之间也赶不过去。蜘蛛残影的存在时间结束，顾倾城的局面立刻变得有些岌岌可危。三当家发动大刀阔斧，这个技能的范围有些大，而周围又有山贼拦着，顾倾城根本就走不出三当家的技能范围，硬吃了这一记伤害。这一刀直接砍了顾倾城752点血，吓得他大惊失色，没想到伤害居然这么高。易水寒，你快点来帮忙呀！顾倾城这时有些穷途末路、插翅难逃的感觉，但还是选择了相信易水寒。看到三当家这一刀劈下来，实在躲不过，立刻发动了他唯一的保命技能冰墙术。顾倾城的身前忽然出现一堵冰墙，将三当家挡在冰墙另一边，算是暂时躲过了一劫。这才只是三当家，山寨里可是还有二当家和大当家呢，顾倾城可不能挂了，要不然易水寒打起来那效率估计得打半天。撑不住了，你快点过来啊！来了来了，你别急。冰墙被三当家砍破，而顾倾城也被3名山贼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逃无可逃。这时三当家打动了撩阴腿，易水寒发现顾倾城现在只有637点生命值，根本就扛不住三当家的这一下。易水寒就像是跑酷一样，从3名山贼的空隙中凌空飞扑钻过去，挡到顾倾城的面前。撩阴腿的机制易水寒是知道的，这个技能那是带锁定功能的，只要击中目标，那一定是裆部。易水寒其实是有些犹豫的，但眼睁睁的看顾倾城挨着一下，他做不到。这一刻，易水寒感觉自己像极了英勇赴义的勇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易水寒自己都把自己给感动到了，什么叫做真爱？这就是真爱。哦！
第33章苦衷。易水寒挨了这一下，那是真的疼。本来他还想在顾倾城面前保持一下形象的，结果这感觉太强烈，根本忍不住。顾倾城看到易水寒这武当惨叫的样子，抿了抿嘴，强装没有什么反应的样子，但那泛红的脸色出卖了顾倾城。不过好在这个疼痛感只是那一小会儿，要不然易水寒还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打。控制一下你的输出，先打山贼喽啰，我来打三当家，你离远点。还有，控制一下你那幸灾乐祸的样子，不要笑了。我哪有笑？易水寒听出顾倾城那清冷的声音，都有点欢快的感觉了。结果他还在嘴硬。顾倾城也知道自己之前大意了，之前没注意输出，结果输出太满了，让自己成为了大当家的首要目标。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距离三当家远点，让易水寒缠住三当家。我告诉你，不要幸灾乐祸，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讹上你了。这游戏只是疼痛模拟的信号，又不是真的。不过易水寒说到这里，顾倾城忽然有些伤心，同时也有些警觉。顾倾城平复了一下心情，再次恢复了之前面无表情的冰山美女模样，也不再给易水寒什么好脸色看。顾倾城这忽然的转变让易水寒很纳闷，这怎么忽然就变脸了？易水寒很不爽，有一种被白嫖了的既视感。提起来裤子说话就是硬气，不是刚才被 boss 撩阴腿吓得花容失色的时候了。顾倾城抿了抿嘴，没有说话，心情有些烦躁，只好将心中的烦躁发泄到这些山贼喽啰身上。易水寒看顾倾城不再回话，心中多少也有些不舒服，将心中的怨气发泄在三当家身上。易水寒再次使用横扫八荒，将三当家和身前的山贼喽啰全部击飞，随后穿插普攻后使用浮空凌云脚，然后接上当头一棒，完成一套连贯的连招。十几分钟后，在易水寒躲开三当家的拼命三刀后，两人终于有惊无险地解决了战斗。易水寒本来对于这个白银 boss 的爆率并没有什么期待的，可这个 boss 忽然爆出来一把剑和一本书，还是成功的引起了易水寒的好奇心。斩钢剑，类型武器，品质白银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魔法伤害86，敏捷加8，智力加8，能量增幅12，重量2000克，特性低级清零，攻击速度增加 10%， 撩阴腿，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3.0， 冷却时间15秒，消耗10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踢中目标时，默认踢中目标裆部，造成大量伤害，并且使目标减速 50%， 减速效果随时间减弱，目标没有裆部不可使用。顾倾城爆装备了，一个技能和一把剑，你选哪个？易水寒将爆出来的2件物品全都递给顾倾城，顾倾城接过去之后，看完撩阴腿这个技能之后，急忙把这本技能是丢给易水寒，随后转过身去。易水寒就知道是这种情况，拿过来撩阴腿，直接选择了学习。易水寒没有注意到，这时候顾倾城的脸色泛红，都红到耳朵根了。顾倾城背对着易水寒不说话，易水寒也不知道他怎么了，怎么说也不见有回应，两人之间的气氛忽然间有些微妙，让顾倾城有些不自在。忽然顾倾城想到了什么，脸色直接煞白，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易水寒看到顾倾城转过头后，态度都变得冷了许多，有些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顾倾城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但他不能对别人说。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顾倾城其实已经不像是之前那么讨厌易水寒了，也发现了这个人喜欢满口花花，但做事还算是靠谱，再加上刚才易水寒挡下撩阴腿的那一下，此刻对于他还是蛮有好感的。英雄救美这样的故事虽然老套，但很多时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因为这一下，顾倾城对于易水寒的好感那是增长了许多。顾倾城也渴望可以和异性正常交往，但他的容貌已经注定了，绝大部分接近他的异性都是心怀不轨。而顾倾城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异人族的一个大势力雄性族人看上了。这个雄性异人有点地位，蓝星的势力都有些惹不起。异人族是一个宇宙中比较强势的势力，随便从手指缝中漏一点资源都可以让顾氏过得很滋润。顾氏一个小家族，自然要抓住机会往上爬，只不过是牺牲一位族人的婚姻而已。这样的交易对于顾氏来说简直是太划算了，也就注定了顾倾城他自己的命运不由他做主。而且在许多顾氏族人的眼中，顾倾城是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才会遇到这种好事。异人族在蓝星神话中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都是俊男靓女。顾倾城小时候很多的异性朋友都被家族处理了，使得那些人的下场有些惨，虽然没有灭口，但那些人的日子过得很苦。顾倾城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只知道只要自己亲近的异性玩伴都会莫名其妙的失踪。有次顾倾城遇到了儿时玩伴，发现这些人都眼神木然。后来顾倾城才了解到，这些人连补助都领不上，全机械化的生产也用不上这些人，使得这些人都靠拾荒为生。
而这一切的原因，居然是因为顾倾城和某些人走得近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会使顾倾城变成现在这个在人前冷若冰山的形象。顾倾城不敢再与异性亲近，因为那些人都会下场很惨。之前的琳琅天如果再大胆一点，也会被处理掉，所以顾倾城才会对琳琅天那么不屑。易水寒自然是不知道这些的，不过就算是知道了，肯定也会非常不屑。今时不同往日，所有恩怨游戏中解决，在游戏中，现在他还就真的不需任何人。上一世他装备和技能那么差，都可以在职业玩家手中占到一点便宜。虽然最后没有逃过被碾压的结果，但这一点也不打击易水寒。易水寒知道自己的水平只不过是运气差了一点。顾倾城继续面无表情，也不再说话。易水寒只好开口说道：“先恢复一下自己的状态，等下我们打 BOSS 了。这一次是2个 BOSS， 你伤害平摊一下，不要抓住一个打，我去扛伤害。”好。第34章，大当家、二当家。易水寒默不作声地拿出烹饪吃，用来恢复法力值和血量。吃烹饪恢复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易水寒看到顾倾城坐在一边细嚼慢咽的样子，从背包中掏出来几十颗恢复法力值的病毒结晶，递给顾倾城。等会儿2个 BOSS， 我估计你法力值应该不够，就给你这些吧，我也需要留一点用来备急。再稍等一会儿。等什么？来了！易水寒伸手指向山下，顾倾城顺着易水寒手指向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一个黑影在悬崖峭壁间飞速向这边疾驰。这个黑影飞檐走壁，速度极快。一条蛛丝射到顾倾城身旁的树干上，牢牢地粘住树干。随后就看到一个黑影忽然出现在树干上。顾倾城抬头看向树干，发现树干上的人居然是易水寒。易水寒蹲在树枝上，低头看向顾倾城，忽然感觉他抬着头睁大眼睛的样子，忽然感觉顾倾城好萌，明明是个冰山美人来着。易水寒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美女，看什么呢？无聊。顾倾城说着，低下头，在易水寒看不到的时候，嘴角微微弯起。易水寒的本体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么快过来的，要是骑马的话，最起码还得1个多小时。这最后的一段都是山路，往常没有特殊手段，需要走正常的路。可现在易水寒有蛛丝发射器啊，有着这个东西，易水寒在山间赶路，简直是如履平地。正所谓2点之间线段最短，直接跨过这些山，让易水寒节省了1个多小时。行了，差不多也可以看，我们开始吧。这一次是2个 BOSS， 不要贪输出。知道了。易水寒操控着本体走向山寨。这时，山寨内的山贼喽啰已经都随着3当家出去被杀死了，只剩下大当家和2当家2人。易水寒和顾倾城进入山寨，易水寒的本体去引怪。寿云山山寨2当家，黄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1230，物理防御力400，魔法防御力186，速度83，修为5年，生命值8万，法力值2000-2000，技能力大势沉，轻击连断锤，抡锤，罗汉扣，翻砸千重浪，力大无穷。被动真气护体，被动。寿云山山寨大当家，黄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1160，物理防御力300，魔法防御力132，速度125，修为5年，生命值66000，法力值4000-4000，技能中频枪、力贯枪、绝命枪、挽枪花、回马枪、真气护体。被动。这2个 BOSS 看起来似乎2当家更厉害一点，因为看属性2当家属性高一点，但真正打起来绝对会发现这个大当家才是最难打的。2当家用的是大锤，势大力沉，出招速度慢，容易躲避。大当家则不同，用的是长枪，不像是2当家那样笨重，出招速度快，比较难缠。易水寒操控本体去应付大当家，分身去对付2当家。易水寒的本体上前就发动了钢镚护腿携带的钢镚飞刺技能，蓄力3秒后，钢镚飞刺一条直线射中大当家，25根钢镚飞刺全部击中，直接打掉大当家2500生命值。易水寒这下打出的伤害足够高，也不用怕顾倾城的伤害太高吸引到大当家的注意。易水寒的分身就有些惨了，没有本体那么好的装备，打出的伤害也低，只能是专心躲闪，不让2当家的大锤打到。顾倾城，你先跟我一起打这个大当家，这个大当家的反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这么分心操控2边实在是太累了。本体这边装备好，刚才玩了这一茬了，先集火大当家。易水寒时不时的用蛛丝发射器躲避大当家攻击，也幸亏是有这一件装备，要不然易水寒得挨大当家4-5下攻击。大当家这么高的攻击力，易水寒吃上3枪就得死。不过好在易水寒现在的技能，一套技能连下来可以控制大当家6秒左右的时间，而这一段时间易水寒和顾倾城配合，可以打掉大当家2000多的伤害，
再加上易水寒30秒一次的钢镚飞刺，大当家的血量下降速度非常可观。忽然，就在易水寒释放横扫八荒的时候，易水寒刚抡起来长枪，大当家直接发动了中平枪技能。这一枪正好是易水寒发动技能的空档，易水寒根本就来不及躲，这一枪的速度非常快，直接一枪刺中易水寒的胸上。3306，易水寒现在也就5000的血量，这一枪直接打掉易水寒一大半的血，并且易水寒还被大当家的这一招破招了，横扫八荒这个技能也没有放出来，被这一枪扎飞出去。大当家的力道很大，易水寒一直倒飞撞到树上才停下来，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从树上一屁股坐到地上，还让易水寒掉了5点血，让易水寒脸色变得很难看。MD 奇耻大辱，我跟你拼了！易水寒这样的表现让顾倾城险些笑出来。易水寒直接发动野蛮冲撞，朝着大当家冲过去。大当家发现易水寒就这么冲上来，嘴上露出不屑的笑容，直接起手力灌枪。看到大当家这样的起手姿势，易水寒知道大当家发动技能了，这一头要是扎过去肯定会没命，急忙退出野蛮冲锋状态，正好停在大当家的攻击范围外。当大当家技能用完之后，在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的时候，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一发蛛丝射中大当家，随后易水寒便出现在大当家身边。易水寒先是发动浮空凌云脚，然后衔接当头一棒，在眩晕结束的时候发动撩阴腿，对着大当家的裆部就是狠狠一脚。啊！大当家惨叫一声，随后移动速度变得很慢，易水寒轻易地走出大当家的攻击范围。就在大当家还剩最后500生命值的时候，发动了绝命枪，这一枪直接使大当家空门大开，完全舍去防御，发动拼命的攻击。这一枪速度极快，直取易水寒的头部。第35章绝命枪。易水寒看到大当家就500生命值了，这时候松懈了一下，实在是同时操控2个角色战斗太累了。谁知就是那一下恍惚，让易水寒陷入到了险境。这一下易水寒要是挨到，那肯定是要被挂掉。易水寒可不想就这么被挂掉，这也太憋屈了，就只剩最后的500血而已。顾倾城，救我！易水寒这时候只是心急之下，下意识喊出来的话，他也没有太当真，并不认为自己能被救下来，心中只当是这一次亏了，要挂一次。冰墙术！忽然，在易水寒和大当家之间多了一堵冰墙，就是忽然出现的这一堵冰墙，让大当家的这一枪速度慢了一点。当这一枪刺穿冰墙的时候，易水寒正好退到大当家攻击范围之外。好险好险，差一点就凉了，多谢。没事。说着，顾倾城继续输出，大当家的这500生命值，挨了顾倾城2个技能之后直接毙命。地上爆的装备和技能，易水寒根本就没时间去管。这时候还有一个二当家呢，这个二当家有些笨重，每次攻击抡大锤的动作十分明显。易水寒现在专心操作2个角色打二当家，简直就是从高级难度忽然降到了低级难度，应付起来游刃有余。10几分钟之后，二当家也被成功打死。这时候易水寒才有空捡俩 BOSS 掉落的物品。顾倾城站在一旁没有动，安安静静的看易水寒低头弯腰。嘿，我说你也动一下，只让我动，你要累死我吗？易水寒说我，顾倾城还是不动。易水寒也算是看出来了，指望顾倾城帮忙捡东西是不可能了，也只能他去捡地上爆出来的装备和技能了。乌金枪，类型武器，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物理伤害127，力量加10，敏捷加4，体质加4，能量增幅12，重量12千克。绝命枪，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8.0， 冷却时间100秒，消耗50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力量或体质主属性职业，效果在生命值降到 5% 以下可以使用，舍弃防御发出的绝死一枪，忽视目标 30% 防御。御差，类型防具，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力113，魔法防御力84，力量加2，敏捷加4，体质加6，智力加6，能量增幅12，重量12千克。特性低级快速施法。2个 BOSS 爆了1个技能和2件装备，这算是意外之喜。上一世因为易水寒打的是之后被玩家打过无数次的山寨，所以那爆率只能说堪比中彩票，从没想过这3个 BOSS 也能爆装备和技能，倒是让易水寒感觉有些惊喜。这个绝命枪和乌金枪是我用的，我就收下了。这个御差你用吧，可惜不是转职的法装，加的属性点有一点平均，将就着先用着吧。好，顾倾城也没有意见，本来就是被拉来当帮手的，而且这一次他也就是在后面输出，非常的安全，就算是易水寒不给装备，他也不会说什么。现在对方要给，顾倾城也不推脱。
易水寒看着地上一地的铜币银币，感觉系统在搞自己，让顾倾城帮忙也不帮忙。易水寒光捡钱就捡了3分钟。我多拿了一个技能，虽然你没有动手捡地上的钱，但这些钱全都给你吧。不需要。易水寒见对方确实摆明态度不要，也有些无奈，给钱都不要。地上的钱也不知道捡，给钱也不要，一点也不知道勤俭持家。哎，败家老娘们儿！易水寒只是小声嘀咕的吐槽一下，可顾倾城听力好啊，现在四周寂静，根本就没有其他声音。易水寒这悄悄的嘀咕声一下全让顾倾城听到了。顾倾城听到易水寒的话，在易水寒的身后狠狠地瞪了易水寒一眼，本就看起来冰冷的样子，这一下看起来更加的冷若冰霜。你说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是说，这个山寨还有一个山寨仓库，对，还有一个山寨仓库。刚才我拿了2个，你拿了1个，连钱也不要，我这不是说这样对你不公平吗？我们找一下山寨仓库，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顾倾城当然知道易水寒在满嘴说胡话，现在也不好直接戳穿，但也不想承认这就是他之前说的话。易水寒说完，发现身后根本没有回应，回头看去，就看到顾倾城那冰冷的眼神，吓得易水寒急忙把头转回去。顾倾城实在是被易水寒的话气到了，什么败家老娘们儿，从小到大他就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易水寒有些心虚，感觉自己有些飘了，刚才嘀咕的声音有点大，让正主给听见了。不过身后这位也就只是稍微有些生气而已。易水寒决定先不去招惹顾倾城，免得引起什么意外。那边那个房子好像是山寨仓库啊，这些山贼打家劫舍，说不好有什么好东西。快，我们快去看看，我等不及了，我先去了。说完，易水寒也不等顾倾城回应，一个人直接跑向山寨仓库。易水寒现在也确实挺好奇的，非常想知道这个寿云山山寨到底有没有龙象般若功。易水寒山寨仓库里各种翻找，大部分东西都是没用的杂物，连个装备也没有，只找到了2个技能。摘花飞叶，类型技能，品质 F， 等级 LV1， 威力 1.5， 冷却时间5秒，消耗3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灵修职业，效果伸手将木属性灵力聚集到双指之间，凝结成一片花瓣飞刀，命中敌人造成木属性魔法伤害。水滴石穿，类型技能，品质 F， 等级 LV1， 威力 1.5， 冷却时间5秒，消耗3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灵修职业，效果将水属性灵力凝聚成一支箭，快速射向敌人，命中敌人造成水属性魔法伤害。第36章龙象般若功，这2个技能都是顾倾城可以用的。易水寒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冤种，拉怪抗伤害这种累活苦活都是自己的，明明自己出力最大，结果到头来自己想要的没找到，大头都是顾倾城的，还付出了一本1级功法。易水寒不信自己运气就这么差，继续在仓库中翻找。就在易水寒翻找的空档，顾倾城走入到这个山寨仓库中，看到易水寒在到处翻东西，也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只是环抱着胳膊环视四周，活生生像是一个监工的领导。顾倾城在山寨仓库转了一圈，忽然发现墙壁的一个墙缝里好像是有东西，伸手将墙缝里的东西拿出来，这一看居然是一本功法，龙象般若功，种类功法，品质 D， 等级 LV1， 力量加50，体力加50，经验值01500W， 修为效率3，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功法后获得大量力量和体质，攻击时有巨力加持，修为深厚精纯，与敌人修为比较时额外计算 10% 本身修为。看完这个功法的属性，顾倾城眼睛都看直了，这属性加的也太多了，力量和体质的属性各加50点，他现在的智力算上装备加的智力也就才超过50。你在找什么？这里有本功法。易水寒忽然听到顾倾城说有功法，感觉这声音犹如天籁。易水寒也不觉得顾倾城说话的声音清冷了，清冷什么啊？天上的仙女能跟人间的凡人一样吗？易水寒把龙象般若功抓到手中，感觉全身都在颤抖，没想到自己在游戏开服第7天就拿到了D级的功法。哇，这么强，我简直是爱死你了。顾倾城这么也没有想过，易水寒居然会当着他的面说出这样的话，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郭倾城也感觉到自己的脸发烫，急忙转过身去，强装淡定道：好了，这个山寨也打完了，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这里有2本你可以用的技能书，这是我刚才在仓库中找到的。顾倾城虽然不想回头，但现在他都帮易水寒找到这么一本D级功法了，这2个技能书自己拿了也算是理所应当，现在不回头就只能证明自己现在有问题。顾倾城头脑风暴了一下，发现自己还不如拿了2本技能书再走，
最起码还赚了2本技能书，让他说自己败家，不能便宜了他。顾倾城快速回头，一把从易水寒的手上抢过来技能书，抢完就跑。易水寒直接就被顾倾城的这波操作给整懵了，又不是不给你，抢什么？不过感觉到刚才顾倾城从自己手上抢技能书时那温滑的触感，让易水寒暗爽，上一世自己女神的手自己摸到了。就在易水寒看着自己的手暗爽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口哨声。易水寒从山寨仓库中走出来，就看到山下跑上来一匹马，顾倾城一个翻身上马，动作十分潇洒漂亮，满足了易水寒对于女侠的所有幻想。当然如果身材和慕容雪换一下就更完美了。明天新手期结束，记得参加青训，先导求生成绩好一点，要不然连替补也打不上。光说青训，我去哪找你们啊？我是职业选手，不参加青训，不用找我，雪儿会给你安排队友的，到时候记得和队友组队打须弥界求生。你这样多说点话挺好的，干嘛冷冰冰的样子？你脸红的样子也挺漂亮的。要你管！顾倾城娇喝一声，一挥马鞭，骑着马下山而去，独留下易水寒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默默发呆。易水寒忽然发现顾倾城好像不像是自己印象中的那种样子，想到上一世顾倾城最后居然嫁给了一个鸟人，让无数蓝星男性心碎。多好一个妹子，干嘛要便宜一个屌人？鸟人有什么好？不行，我必须要给咱们蓝星的男性同胞争点气。易水寒快速学习了龙象般若功，随后操控着角色往霸道山庄那个方向赶去。易水寒的第2分身也终于在新手7天内把经书抄录够了100本，在放肆居士羡慕的目光中，易水寒踏上了南少林寺的藏经阁2楼。易水寒在藏经阁的2楼并没有多待，迅速的找到铁布衫这本功法后就离开了藏经阁。铁布衫，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1， 物理防御力200，魔法防御力150，经验值0-100W， 修为效率 0.8，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本功法后获得大量防御力，并且有一定几率触发反震，反震自己受多少伤害，敌人就也受多少伤害，反震几率 5%。 铁布衫也到手了，易水寒的初步目标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该让其他人开开眼了。易水寒操控第2分身赶往北方，想要3个角色汇合，这样一来的话，很多东西易水寒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也不用担心和别人一起而暴露自己的秘密。易水寒的3名角色都在赶路，百无聊赖之下，易水寒逛起了游戏论坛。易水寒看到一个帖子，居然是那个放肆居士发的帖子，易水寒随手就点进去看一下。放肆居士，少林寺抄经书可以获得功法和技能，大家伙儿都快点来啊！何止一点嚣张，楼主，你这昵称够放肆的，少林寺抄经书就可以获得技能和功法，你当我们是傻子吗？现在一个 F 级的技能你知道多少钱吗？1500联盟币，而且是有价无市，更不要说功法了，秒杀天下。恕我直言，你们俩的昵称都挺放肆，不过这个抄经书就能获得技能和功法，我不信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看就是一个钓鱼贴。鉴定完毕，我要继续刷积分了，没有功法在主位面世界连一个小怪都打不过。易水寒看着这几条评论，居然是3天前的评论，这个放肆居士说出了大实话，居然还没有人信。易水寒为这个放肆居士默哀了几秒。易水寒看了一下放肆居士发这条帖子的时间，发现有点不对劲，这好像是他被那个和尚嘲讽都不如鸡之后发的帖子。易水寒一时之间表情变得微妙起来。不过这个放肆居士说的也没错，少林寺确实可以抄录经书换取功法技能。第37章，须弥界求生开启，吃鸡模式。放肆居士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易水寒之后的3天内一直在少林寺，没看到再有人去少林寺，大概是这些先一步升级的睾丸们都以为放肆居士是在骗人钓鱼吧。易水寒接着逛了一会儿论坛，也发现了几个和自己有关的帖子，尤其是一拳打死人面猪母那个视频，很多人都在说易水寒开挂，建议封号，还有少部分人在酸易水寒有一个实力又强、长得又好看的弟子，看得易水寒心情大好。想当初他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羡慕别人的技能功法，现在被别人羡慕，这滋味就是爽。等到宇宙时间第7天的时间度过，游戏系统发了一条公告，游戏新手期7天时间已过，结算竞技天梯积分奖励之后，竞技天梯将会关闭，开启须弥界求生模式。易水寒等的就是这一刻，竞技天梯积分结算，他非常想知道结算奖励会给自己什么。随后易水寒就看到自己的奖励已经结算了，看了一下，发现是2个技能。祝福，稀有，类型技能，品质 A， 等级 LV1， 治疗系数40，冷却时间10秒，消耗20法力值，施法目标无限制，技能升级经验值0-1000W， 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对目标施法，使目标恢复智力成技能等级成治疗系数的生命值。力大飞砖，职业专属被动，
品质 B， 等级 LV1， 威力无，冷却时间无，消耗无，技能升级经验值 0800W， 学习要求东方武者职业，效果强大的力量会给玩家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增加移动速度，增加的移动速度和玩家的力量属性值有关，被动效果可自行关闭。这两个技能易水寒都没有见过，感觉有些猛。这个祝福技能看起来也并不强，也不比其他那些治疗法术强，甚至真说起来，这个治疗系数还有些弱。A 级的治疗技能的治疗系数都要50以上的，这个祝福才40的治疗系数，也就相当于顶级的 B 级治疗技能的治疗系数。易水寒现在还没有明白这个技能珍贵在什么地方，这个技能最珍贵的地方在于无学习要求和无限制施法目标，任何人都能学。一般来说，治疗技能都是有职业要求的，不是说想学就能学，而施法目标无限制就能给敌人和怪加血，则可以抢 BOSS 的时候抬高 BOSS 血线，给对方下绊子。易水寒直接选择了学习，然后易水寒就发现自己学习了力大飞砖这个技能之后，移动的速度明显变快了许多，但这跑起来的动静有点大。只见易水寒的身后灰尘漫天，每一次的后蹬腿都能把地面的土石给扬起来。这一刻，易水寒终于是知道为什么那个技能叫做力大飞砖了，这意思是跑起来，因为力气大，可以把地面上的砖都给蹬飞啊，名字十分挺生动形象。易水寒看了一下时间，已经玩了20几个小时，也不打算再在游戏中继续玩了，退出游戏，从游戏舱中出来，吃完饭后冲了一个澡，就准备睡觉。易水寒躺到床上，发现有人在游戏中给自己发消息，看了一下，是慕容雪发来的消息，是3个 ID， 说这3人就是易水寒青训的队友了，让易水寒加一下他们的好友。易水寒现在困极了，也没心情去加好友，先睡觉再说，睡足了再说青训的事，又不是职业战队的队友，浪费感情。易水寒这一觉直接睡了11个小时，实在是分神操控3个角色，实在是太累了。易水寒感觉自己上一世肯定做不到这样，重新来过居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这一觉易水寒睡得很舒服，草草地吃了几口就登录了游戏，这时才把青训的3名队友的好友加上。易水寒刚加上几人的好友，立刻就有人向他发送了组队申请。易水寒直接同意了组队申请，然后就发现进入了须弥界求生排队状态。纵马笑西风，这位谁啊？架子这么大，凌晨时加你好友都不同意，知道我们3人等了你多长时间吗？勿把幼稚当纯真，就是我们等了你5个小时，太过分了。要是你猜的话，看我们怎么骂你。过客而已。按照队伍的配置，我们已经有了魔法输出和辅助，我是走敏捷系的剑修，你应该是近战体修职业吧，在前面抗伤害的事就交给你了。易水寒什么都还没有说呢，这3个人直接上来就把自己骂了一顿，这也就算了，还把最苦逼的位置分配给自己，一点也没打算商量的意思。易水寒这一下就不乐意了，不过并没有说什么，等会进入须弥界后再说。等了1分多钟，终于进入了须弥界。须弥界内的地图都是随机生成的，所以说每一次的地图都不一样。这一次从小地图看，这一次地图的一大半地形是平原，少部分的河流和悬崖峭壁。选择进入的地点是需要队友投票的，易水寒选择了一个地图中间的悬崖地形那边，可其他3人也没说话，一直选择了地图最下方的河边。看到他们选择的位置，易水寒只感觉这3人像是一个智障，最边缘的地方是最差的位置。须弥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缩小可生存范围，生存范围外会充满毒物，让玩家向生存范围集中，而最后只能有一个队伍存活到最后。吃鸡模式，而且须弥界的进入条件是10级和学会功法，开启第1天就能进入须弥界的玩家大多不是高手就是欧皇，当然也不排除有钱的玩家以氪改命。4人刚出现在须弥界内，然后就发现身旁居然还有一队人。易水寒的3个游戏角色都进来了，对方的队伍发现身边居然有6个人，还有一点懵逼。游戏介绍明明说进来的都是4人队，并且进入时是一起的，怎么多出来2个人呢？就算是3个队伍选择了同一个地点，那也少2人啊。发现身边还有其他队伍，易水寒的3名队友十分生猛的直接开干。易水寒看到还有自己的队友和其他队伍打起来了，操控自己的3名角色悄摸摸的向后退，这3人还是快点死好了，还没进来就唧唧歪歪，易水寒可不想跟他们配合。对方的4人队伍也就是随便组起来的普通玩家，哪里能打得过这些要参加职业战队青训的玩家？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连10分钟都没有撑过去，就被易水寒的3名队友送出局了。第38章队友杀手。3人这时的状态也不好，3人打4人，虽然3人的操作强一点，但再怎么说配置还不够，做不到无伤，几人的血量都到了半血以下。你小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出手？在一边干什么？早就看你小子不爽了。看我！对方的4人没有把自己的队友杀死，感觉有些可惜。现在那个 ID 叫做纵马笑西风的小子这么说，易水寒可不惯着他。没等他把话说完，易水寒一个当头棒喝，直接就把他给打死了。看着忽然倒地的队友，另外2人不明白怎么回事，
不是说不能伤害队友吗？怎么他就把队友打死了？难道能打死队友？两人看到易水寒动手，也上前发动技能打易水寒，然后就发现打不到易水寒。误把幼稚当纯真的技能直接穿过易水寒，有些郁闷的说道：“我靠，打不到，为什么我们就打不到他？”易水寒可不管他们心中是怎么震惊的，易水寒的分身已经在误把幼稚当纯真的身边了，直接发动当头棒喝。易水寒这一下打下去，并没有把对方打死，倒是让对方大呼小叫起来。卧槽，好疼啊！什么玩意儿？我明明设置了疼痛感只有30%，怎么这么疼？为什么只能他打我们？我们为什么没办法打他？这不公平！他开挂！易水寒的另一个分身直接一个当头棒喝，把另一名队友送走了。现在3个角色的技能都进入了冷却，得等几秒。误把幼稚当纯真，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打中易水寒，并且另外2人也都被易水寒打死了，现在就只剩自己了，哪里还敢和易水寒待在一起？撒丫子就跑！易水寒看对方要跑，急忙追上去，一边追还一边说道：“不要跑啊，再来一下，放心吧，不疼的，就一下，一下就好。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你完了，居然还敢开挂，等会儿我就举报你。”易水寒已经学会了力大飞砖这个技能，移动速度非常快，误把幼稚当纯真根本就跑不掉。在冷却完之后，易水寒一个当头棒喝结束了对方在这须弥界邪恶的一生。易水寒在把自己的最后一位队友杀死之后，忽然得到一条系统提示：玩家以一己之力杀死了自己的全部队友，获得称号队友杀手。队友杀手类型称号品质 EX 效果对队友伤害增加 50%。 备注：队友祭天，法力无边。易水寒怎么也没有想到，杀死了自己的3名队友居然还有称号呢，但这称号也太扯了一点，正经人谁闲着没事干杀队友啊？易水寒这么一想，感觉有些心虚，貌似自己当时想要学习这个技能，就是因为这个队友可以伤害队友。队友死了，这游戏也得继续玩啊！易水寒有信心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活到最后，但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好。易水寒决定先向地图中间靠一下，免得生存区刷得太远，来不及赶路。易水寒直接转移，3个角色一起奔跑时的动静还真不小，身后弥漫着铺天盖地的灰尘。知道的是知道有人从这里经过，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动静，不知道的还以为沙尘暴了呢。易水寒造成的动静这么大，反而是让一些队伍对易水寒警惕起来，不敢轻易的上前招惹，倒是让易水寒转移的非常轻松。忽然安全区的范围刷了，安全区的范围是向下刷的。看到这个安全区范围，易水寒稍稍松了一口气，不是地图最上方就好，刷到了自己这边，易水寒也不打算再往地图中心靠了，先选择一个好位置，抢占一个先机。易水寒找到一个位置藏起来，只让自己的分身在周围活动。于浩感觉很爽，花钱雇佣了3名睾丸当自己的小弟，刚才碰到一个队伍他都没有出手，自己的3个队友就把对方灭了，瞬间感觉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须弥界求生最后存活下来，奖励玩家当前经验值的 50% 经验，非常丰厚。他都已经想到自己多打几把，然后登记直接登上等级榜的画面了。浩哥，那边好像有一个人啊，我们要不要过去啊？现在我们的药不多了，如果等会儿没药的话就危险了，看存活数量还有14个满编队伍。于浩听到自己的手下有人这么说，也觉得有道理。刚才遇到的那一队挺强的，刚才让自己这边用了很多药品，该找个弱队打一打，好补充点药，不然最后和好几个队伍打起来有点悬。浩哥，那边好像有一个人。于浩朝着自己小弟手指向的方向看去，然后就看到了易水寒孤零零一个人在不远处。易水寒其实早就发现了几人，但他不想打草惊蛇，打其他队伍无非是为了补给，自己现在就一个人，拿着自己整个队伍几乎全部的药品，并不缺东西，不想主动招惹别人。如果可以最后只打死最后一个队伍的最后一个人，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为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打死那么多人呢？这就是易水寒现在的战术，也就是苟起来荡伏地魔。青训小队的队友被自己清场打出去后，几人想要举报易水寒开挂，然后就写了一个举报信，结果智能 AI 当场就给他们回了一封嘲讽信。就凭蓝星的技术水平，也能发现全宇宙所有势力开发的游戏，别异想天开了。这个游戏就是现阶段全宇宙最高水平的科技，而蓝星作为一个落后星球，不要往脸上贴金。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蓝星作为人类的母星，当初为了开启星际时代，透支了太多的能源，导致后面资源匮乏，被那一部分星际移民后的所谓人类精英舍弃，是宇宙中典型的落后星球。也正是蓝星的落后，才造成了顾倾城现在的悲剧。3人发现举报不成，只好向故事战队的管理人举报，然后就告到了慕容雪那里。慕容雪这时候刚和顾倾城一起打完须弥界求生，这一次是故事战队的4人队一起打的，毫无悬念的拿下比赛，顺利吃鸡。第39章告状。慕容雪刚从须弥界中出来，就看到自己好友分组中青训那个分组亮了起来，看了一下是易水寒那个队伍的人，就耐心的点开看这几人要说什么。
慕容雪现在对于易水寒非常上心，并不是因为易水寒送给他一把白银器的自动步枪，而是因为顾倾城告诉他，易水寒现在学习了一本地级功法，还让他看了一下那个功法家的属性。慕容雪听完顾倾城的描述，易水寒可以一个人同时扛着2个黄金级 BOSS 操作，再加上后面又学了这么强力的功法，更加想要让易水寒加入了。慕容雪就向顾倾城提议，想让易水寒直接入队，因为就目前慕容雪知道的消息，易水寒有分身技能，现在已经是3个分身了，属性怎么样目前还不知道，但学习了那个功法，力量和体力这2个的属性绝对不会弱，甚至是比现在绝大多数的玩家都要高很多。这样的情况下，慕容雪就能想到很多战术，到时候可以把易水寒当3个人用，别的小队就4个人，自己的小队6个人，光想想慕容雪都觉得有搞头。但最终慕容雪当然是没能说服顾倾城，易水寒还是得参加青训，然后青训成绩好才有能被选上当替补，当了替补之后，慕容雪就有机会操作让易水寒上场了，所以他对易水寒寄予了很大期望。慕容雪还专门为易水寒选了3名比较出色的玩家当队友，想要让易水寒快点出成绩。现在看到易水寒的队友发来消息，他可不敢耽误，就怕耽误了自己想到的计划。接下来慕容雪就看到了几人对于易水寒的控诉，什么上线时间晚，让他们等了5个小时才加上好友，什么在须弥界求生中易水寒有同队伤害，只有他打人，没有他们还手的份儿，居然被自己的队友给打死了。最离谱的是，纵马笑西风居然还补充了一下易水寒打人贼疼，都突破他设定的疼痛值了。慕容雪这刚打完须弥界求生，在须弥界内根本就不可能伤害不了队友，就感觉这几人说的很离谱，就很荒谬。慕容雪不相信这几人的鬼话，另外心中还偏向易水寒，这几人就遭到了慕容雪的怒对，让3人很是憋屈。虽然心中对于3人的鬼话不相信，但在好奇心的催使下，慕容雪还是问了一下易水寒。易水寒看到慕容雪大美妞的好友消息，当即点开查看。故事战队慕容雪，易水寒，你队友向我举报你在须弥界内杀队友，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水寒当然是不想承认的，想都没有多想，直接就快速回复，双手插兜，怎么可能？我没有，你瞎说，你在须弥界内能打队友吗？易水寒直接把问题甩了回去，心想这下你该相信了吧，能打队友的这一个技能，没见过的谁知道还能打队友，当初他自己也不知道能打队友，他就不相信慕容雪还怀疑自己。易水寒打的算盘虽然好，但是慕容雪可不会随便就相信易水寒的话，按荆棘 BOSS 一拳都能打死，打个队友怎么了？慕容雪现在还没理解能打队友是多么离谱的事情。故事战队慕容雪，别人都发视频给我了，快点说到底为什么？你是怎么打队友的？如实招来。易水寒看到慕容雪说视频他都看了，也就没再多做怀疑，直接就把当头棒喝这个技能和刚得到的那个队友杀手这俩属性发了过去。慕容雪看到当头棒喝这个技能的时候，眼前一亮，这是一个解控的神技啊！如果在智力为主属性的职业手上，这就是解控的，结果放到易水寒的手里，直接成了杀队友的神技，连称号都杀出来了，队友杀手，对队友伤害增加 50%， 这是什么奇怪的属性加成？故事战队慕容雪，行了，你把你队友都杀了，我给他们重新找队友，你想怎么样？想找什么样的队友？易水寒看到慕容雪居然问自己要找什么样的队友，这一下就来劲了，双手插兜，慕容大美女，咱这水平你也知道，就青训这些玩家中的队友，实力强还是实力弱，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反正都是我带飞，你直接给我找几个妹子当我队友，要养眼的妹子。看到易水寒发来的消息，直接就把慕容雪给看乐了，真是什么都敢说啊！故事战队慕容雪，还要漂亮的妹子当队友，要养眼的，怎么？我把顾倾城安排到你队伍里吧，他最养眼。双手插兜，你要是想把顾倾城安排给我当队友，也不是不可以。那顾倾城都来了，你也过来呗。故事战队慕容雪，不要得寸进尺，还想让战队负责人和战队管理者当你队友，你怎么不上天？给你安排什么队友就跟什么队友，哪那么要求？不要再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了，战队一堆事情要管，没时间陪你瞎闹，好好打，快点打出来成绩，到时候我才好操作，让你来战队当替补。双手插兜，知道了学姐，学姐最好了，记得给我安排个有萌妹子的队伍，要不然我忍不住再把队友杀了怎么办？只有漂亮可爱的妹子才能抑制住我那想要杀戮队友的心。顾倾城几人都在等着慕容雪呢，结果等了几分钟也不见慕容雪再次开始须弥界求生。雪儿，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我们先打须弥界求生，不要耽误大家时间。知道了知道了，马上看。倾城，我给你看个好东西。说着，慕容雪就把易水寒队友几人的告状消息转发给了顾倾城。哼，须弥界内怎么可能伤害队友？顾倾城说的信誓旦旦，结果转头慕容雪就把易水寒的技能和称号属性发给了顾倾城。这时候顾倾城话才说完，还想往后说的话也卡壳了，只感觉这一幕很荒谬。这还不算完，慕容雪接着又把他和易水寒的聊天内容转发给顾倾城，
当看到易水寒想要漂亮的养眼妹子当队友时，气得直咬牙。第40章力大飞砖的用法。顾倾城强忍下心中的怒意，淡然地对着慕容雪说道：“要这样那，他以为这个战队是他家开的吗？我都没那么多要求，有一点实力就目中无人，给他找几个抠脚大汉当队友，要操作聚菜的那种。”慕容雪听到顾倾城的话，险些笑出声儿，实在是顾倾城现在说出的话太幼稚了，一点也不像他该有的样子。倾城，那要是给他几个抠脚大汉队友，他不想在咱们顾氏战队青训了怎么办？你之前给他的那本功法那么强，过不了几天应该就会有人注意到易水寒了。咱们顾氏战队我感觉也就你对他有点吸引力，结果人家一看这都是什么抠脚大汉队友，人家转头去别的战队了怎么办？顾倾城听到慕容雪说到顾氏战队只有自己对易水寒有点吸引力的时候，感觉有点心慌。当慕容雪说到易水寒有可能吸引到其他战队注意，然后可能被挖走的时候，考虑了一下，这种可能性确实很大。想了一下易水寒那不靠谱的样子，咬了咬牙：“那你看着办吧。总之，我们顾氏战队不是拉皮条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顾氏战队成什么了？”“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肯定不给他小子找妹子。就是我们顾氏战队也是有面子的。那个倾城，你还记不记得易水寒当初带的那个主播，叫做纯真小可爱的那个主播？他想来我们战队青训来着，我一直没有回复他。这样吧，反正易水寒那个小子和那个主播妹子也认识，让他俩进同一个队，这样可以了吧？”顾倾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个结果也算可以接受，但也不会点头同意，算是默认了。看到顾倾城不说话，慕容雪当然也知道顾倾城是什么意思，已经算是默认了。随后就联系了莫小莫，让他联系莫小莫，告诉他易水寒是他青训队伍的队长。易水寒刚跟慕容雪聊完，还不知道慕容雪已经把自己给卖了，然后四下看了一下，就发现于浩他们4人正在朝自己冲过来。易水寒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不去找别人，别人还敢送上门来找虐。哈哈，那小子怎么不动啊？是不是被吓傻了？兄弟们，都给我快点，杀死前面那小子，我们正好可以补一点药品。易水寒本来就是想要让几人走近一点，看一下几人都是什么职业，然后再想一下该怎么教育一下几人。等到4人走近之后，发现对方的4人中居然有一个熟人，易水寒记上心来。就在双方距离还有10几米的距离时，易水寒转头就跑。易水寒这不跑还好，一跑起来那叫一个尘土飞扬。易水寒回头看了一眼，还想看一下背后几人现在是什么情况，结果自己的尾气实在是太强了，直接把4人都给吞没掉，一点也看不清。前面那个小子，可嗨嗨，你给我停下！怎么跑得这么快？都给我跑快点！你们的枪呢？用枪打死他！易水寒听到这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就是于浩说的，然后就听到身后机枪扫射的声音。易水寒挨了几枪，发现这些人的子弹根本就破不了护盾值，这就更加放心了。易水寒在前面跑了一段距离，发现身后没有动静了，停下看了一下，发现几人在远处不追了。几人发现追不上，想半路放弃。易水寒感觉对方在挑衅自己，明明是你们想要打我，现在居然又不想追了，哪有你们想怎样就怎样的？易水寒专门跑回去，然后在灰头土脸的几人目光下，十分嚣张地从几人身边跑过去。这一下几人被灰尘淹没。MD， 这小子真是该死，气死我了！都给我追上他，给我打死他！于浩气的肺都要炸了，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气，被人搞得灰头土脸，让这灰尘呛得直咳嗽，还死活摸不到对方。于浩心里这个憋屈，打不过也认了。问题是对方就一个人，只知道跑，跑起来灰尘漫天，也没有一点伤害，就这种能打过，但就是打不到的感觉，别提多难受了。易水寒这一次就没快点跑，特意放慢了速度，就害怕自己跑太快把几人给跑丢了。前面那个孙子，有种你别跑了，是男人就真刀真枪的打上一场，打就打，你追上我了，咱们就打，别说废话，我要是能追上你，我们早就打死你了，快停下，我们打一场。你让我停下我就停下，你们4个人我肯定打不过，我又不傻，还是那句话，你追上我了，我们就打。于浩几人又追了一会儿，发现实在追不上，自己几人在后面吃灰尘的样子蠢极了。MD 这玩意儿真缺德，不追了不追了，追不上，到后面生存区变小以后再打他，这么能跑肯定死不了，最后还是我们杀死他。易水寒听到于浩说不追了，易水寒转头跑向身后，准备给几人来一个故技重施。易水寒刚跑到几人身边，就发现几人释放技能，想要留住自己。一看几人的动作，易水寒就知道几人要放什么技能了，急忙一个野蛮冲撞，以3倍的速度和几人拉开距离，几人正好没控住易水寒。差一点，就差一点，这小子太滑了，跟个泥鳅一样，气死我了！打不着，就是打不着，气不气？嘿嘿。易水寒这一下彻底的让于浩4人破防了，气急败坏的说道：“弄死这小子！今天这个须弥界拿不拿第一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二货小子必须死！”易水寒也不想陪4人继续玩了，反正这4人也被折腾了一个够呛，已经破防了，再继续下去没多大效果，是时候结束他们这罪恶的一局游戏了。
来日方长，以后时间多的是，下次再遇到再来一次。此刻易水寒站在自己另外2个角色的旁边，就等着几人过来送人头了。易水寒站在原地不动，灰尘很快落下。易水寒看清了4人现在的模样，4人身上一层土，说4人刚从矿坑里爬出来，都没人怀疑。第41章，脸有点干。于浩4人看到易水寒没有逃跑，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大声喊道：“哈哈，这个小子终于不跑了，快给我干死他！”于浩的话刚说完，易水寒藏在一旁的2名角色也一起发动野蛮冲撞，快速的冲向于浩的3个小弟。易水寒的3名角色在靠近目标之后，同时发动浮空凌云脚。因为3人都是学习的 F 级功法，所以3人都是2年的修为。易水寒打他们额外造成 50% 的伤害，再加上龙象般若功的功法特效，易水寒打他们额外造成 60% 的伤害。易水寒就在于浩惊讶的目光中，同时将3人踢起来，随后就是整齐的12连脚。3人中只有1人的主属性是体质，另外2人在空中就被易水寒活活踢死了。落地之后，易水寒都没有穿插普攻，直接一个当头一棒将剩下的人带走。自此3人全部被易水寒挂了，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只不过是3秒多的时间，于浩就看到自己的小弟全都被打死了。怎么可能？你怎么是3个人？不对，你是那个方草天，上次就是你，跟我作对是吧？我记住你了，下次别让我碰到你，我找人搞死。哦！易水寒上前就是一个撩阴腿，于浩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话再也说不下去，继而变成了一声惨嚎。易水寒本来还想给对方一个体面的死法，结果这小子不知死活，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易水寒直接就改变了想法，准备给这小子一个血淋淋的教训，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社会的险恶，该低头时就得低头。于浩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憋屈过，他直接挨了易水寒3次撩阴腿，活生生被人踢裆给踢死了。易水寒不知道自己这几脚会不会给于浩带来心理阴影，不过易水寒也不在乎了，他有没有心理阴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自己。有了心理阴影更好，这样的人免不了祸害小姑娘，也算是为民除害了。于浩这边只是一个小插曲，易水寒看了一下，生存区的范围刷到了自己这边。易水寒一看，整个人都乐了，这真的是老天都在帮自己啊。这时易水寒忽然收到了莫小莫发来的消息，易水寒找到一个地方藏起来，看了一下莫小莫发来的消息：纯真小可耐，大佬，我也参加故事战队的青训了，现在你是我的队长了，大佬求带。易水寒可没想到，到头来莫小莫居然成了自己的队员，自己居然还得带他打须弥界求生。双手插兜，想要求带啊？可以啊，就是最近天气有些干燥，我脸有点干，你说该怎么办呢？易水寒的这条消息发过去，莫小莫正在直播呢，整个直播间的玩家这一下全都看到了。双手插兜大佬什么意思啊？空气干燥，脸有点干，脸有点干抹点油啊。卧槽，果然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方草天果然名不虚传，太不要脸了。莫小莫是我们的，兄弟们快点喷死他。什么意思啊？我还没明白。我只能说双手插兜大佬不愧是我辈楷模，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莫小莫没有看弹幕，不知道弹幕现在已经炸了，自己还在琢磨易水寒什么意思呢。纯真小可耐，大佬什么意思啊？空气干燥让你脸有点干，我给你买个空气加湿器。莫小莫这句话发过去，弹幕上都笑疯了，纷纷说莫小莫干得漂亮，就得这么干。易水寒看到莫小莫的回复，觉得对方不上道，需要一点调教。双手插兜，行了，你的理解不到位，这么菜还来什么青训？行了，你被踢出我的队伍了。莫小莫看到易水寒的回复，整个直播间的观众都看到了，哈哈，笑死我了，这方草天可真是个人才啊，还说主播理解不到位，我滴个乖乖，可真是太秀了。有没有大佬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小年轻，阅历这么少就不要瞎打听了，少儿不宜。莫小莫看了一下直播间的弹幕，看到这些老司机笑得这么开心，不由自主的就往那一方面想，结合易水寒的风评，莫小莫这一瞬间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就明白了易水寒的意思。莫小莫脸色一红，这可是在直播呢。不过一想到易水寒可能不想带自己了，还是强忍着羞意给易水寒发了一个语音，么么哒。卧槽，方草天，无耻老贼！兄弟们，莫小莫是我们的，有人跟我们抢莫小莫，办他！我明白了，方草天不摇碧莲。易水寒可不知道莫小莫的直播间内都在骂自己，听到莫小莫的轻轻语音，心中暗道莫小莫上道，果然还是需要多加调教，孺子可教。双手插兜，行了，算你上道，等会儿我打完了这一局出去了就阻你，保证带飞。先不说了，我旁边有人来了。易水寒看了一下，因为现在生存区的范围已经很小了，仅剩的3个队伍也在易水寒的旁边打了起来。易水寒在一旁看了一会，3个队伍打得有来有回，哪个队伍也不敢先正式开打，只敢在一旁试探，都怕自己全力出手之后，别人趁自己这边技能空档期占便宜。易水寒耐心的看了一会儿，发现几人就是菜鸡互啄，
菜的易水寒都没眼看了，打了5分钟也没打出个什么来，一名人员也没有捡。易水寒越看越无聊，就只是想偷个懒，怎么就这么难呢？易水寒成功的被几人磨光了耐心，从躲藏处站起来，大声喊道：“下面的几个你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双手抱头，不要负隅顽抗。什么人？有种出来！我们3个队伍都是满编，存活数是13，你就一个人装什么？你过来看老子弄不弄你就完事了，还说什么我们被包围了？有种你过来！我们下面现在12名玩家，你就一个人，装什么？快点出来，我们给你一个体面。”12人同时看向易水寒躲藏的地方，不过这边树叶茂盛，挡住了几人的视线，根本就看不见易水寒。第42章，凭什么说我菜？这12人看不到易水寒，可不代表易水寒看不到他们。易水寒的一名分身在易水寒不远处藏着，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着几人。易水寒的本体角色一伸手，手腕上的蛛丝发射器一条蛛丝射出去，直接粘住刚才说话要弄易水寒的那名玩家。随后易水寒收回蛛丝，对方直接被易水寒抓到了眼前。下面的几人都有点懵，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射过来一根白线，然后一名玩家就被人抓走了。这游戏也开服7天了，从来没见过这种手段。刚把人抓过来，易水寒直接就给他来了一个当头一棒套餐。易水寒的本体和第2分身各给了这人一下，刚才还非常猖狂的想要弄易水寒，结果一转眼躺在了地上，速度不可谓不快。易水寒的3名角色一起跳下去，同时面对下面的3个队伍。这什么情况啊？现在存活人数12人，现在怎么有14人？易水寒懒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冲上去就直接动手。易水寒一开始还想着不要被几人打到，挨一下打可能掉不了多少血，但毕竟疼啊。事情是那样想的，易水寒毕竟是同时操控3个角色，第一次这么做难免失误，然后就被打了一下。然后易水寒就发现被打了一下居然没破防，没破防也就是没造成伤害，易水寒也就没感觉到疼。易水寒想了一下，这几人打自己时，自己功力比他们高 50%， 再加上金钟罩的功法特效，免伤 10%， 总免伤 60%， 这几人的攻击力经过削减，直接破不了防了。这样一来，易水寒也懒得操作了，反正几人也打不动自己，直接横推，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这几人从一开始把易水寒当 BOSS 打，再到后面发现确实破不了防，但还想挣扎一下。随着队友的死亡，越来越绝望，放弃反抗，易水寒轻松地拿下第1名。在易水寒获得第1名的同时，因为易水寒是自己一个人最后得到的第1名，所以给易水寒加的积分很多。易水寒只打了第1局，成功的跳过淡定炉灰和坚强黑铁，晋级到英勇黄铜武。同时打比赛奖励的100W 经验也到账。易水寒本来还想选择一个角色领取经验呢，没想到3名角色居然都获得了100W 经验，让易水寒很是惊讶。这一下就相当于给了易水寒300W 经验，简直不要太爽，比起让分身角色去挂机，那简直强了不止1星半点，让易水寒在内心直呼爽。易水寒刚从须弥界求生出来，立刻就接到一条组队申请。易水寒一看是莫小莫的组队申请，也没多想，直接选择同意。易水寒刚进队伍，就听到队伍的聊天频道里传来莫小莫的声音：“大佬，你终于出来了，怎么这么慢啊？”易水寒光想偷懒了，没注意时间，不过他可不想这么说，只能解释道：“队友太菜了，刚进去就死完了，我一个人打到了最后，不过还好拿了第1名，所以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易水寒这时候才有时间看向莫小莫的队伍，发现另外2名队员都是10几岁的少年，不过2人这 ID 倒是有点意思，一个叫做慕容峰，另一个叫顾一涵，总给易水寒一种这俩人是来走后门的感觉。慕容雪这个妞动机不纯，想让自己给她当保姆。易水寒刚才说一个人最后就拿到了第1名，慕容峰和顾一涵2人正在聊天呢，结果听到易水寒的话有些不信，觉得这人是在吹牛，于是顾一涵开口道：“拿第1就拿第1，还说什么一个人？我们又不是没打过须弥界求生，我们4个人连前3都没进，你一个人就拿第1，不要吹牛了，快点开始吧。”4个人连前3都没进，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慕容峰最受不了别人吊他胃口，见易水寒说到一半不往下说了，过了2秒，实在是忍不住，开口问道：“4个人没进前3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易水寒本来还想给2人留个面子的，毕竟这2人可能是关系户，那个顾一涵可能是顾氏家族的人，那个慕容峰极有可能是慕容雪那个小妞儿的弟弟，所以说话也没太难听。说了一半，大家都能猜到后面是什么，结果这个慕容峰跟个憨屁一样，直接开口就问，一点面子也不想给自己留。给你面子你不要，易水寒也不惯着他。笨啊，那还能说明什么问题？猜啊！莫小莫直播间内的玩家看到易水寒一上来就跟队友呛上了，都乐了，纷纷站前排准备看戏。看到易水寒说他们菜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觉得易水寒挺狂的，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拳干死按荆级 BOSS 的大佬，说别人一句菜很合理。你凭什么说我菜？我姐都说我天赋好，以后肯定可以做职业玩家，从来都没有人说过我菜。能打过我，那只能说明别人强，不能证明我菜。
易水寒听完慕容峰这么理直气壮的发言，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是啊，别人凭实力杀的我，你凭什么说我菜？这种人一看就是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没有见过人心的险恶。易水寒觉得这么单纯的孩子再这么下去免不了吃亏，自己作为队长应该帮一下这个孩子。慕容峰的发言自然又是让莫小莫的直播间内一片欢乐。这些人只觉得自己菜，所以才喜欢看莫小莫的直播，最起码不会一直被虐，比自己玩的爽多了。现在忽然听到一个人把菜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一下就都来劲了。别人杀了我只能证明别人强，并不能说明自己菜。弹幕玩的一派欢乐。哈哈，我学会了，人家杀了我那是人家实力强，你凭什么说我菜？你们学的可真快啊，真为你们以后的队友担心。菜就算了，关键是你们嘴还那么硬。MD， 以后莫小莫直播间的不要跟我组队。第43章青训新小队。易水寒可不管这么多，让莫小莫快点开游戏。现在这俩人都不在自己身边，自己没有什么威慑力，等俩人到了自己身边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同一时间，顾氏战队的4人在刚灭了一个队之后，顾倾城忽然问了慕容雪一句：雪儿，你让那个叫莫小莫的主播和易水寒组队，那还有俩人呢？慕容雪一听到顾倾城的问话，瞬间就笑了起来，越想越开心，觉得自己坑了易水寒。倾城，我跟你说，我把那2个小麻烦扔给那个易水寒了，哈哈哈，我简直是太机智了，让那小子带那俩小子玩游戏，顺便也能让那俩别再来烦我。这么多事情，哪有时间管他们俩？这样，现在生存区刷新还有一会儿时间，我们不急着跑圈，咱们看一下那边怎么样了吧。慕容雪这样一说，顾倾城也是眼睛一亮。顾一涵是他大伯的儿子，两家走得比较近。虽然顾倾城平时对其他人不假辞色，对于这个弟弟也没什么好脸色，但心中其实还是有些在意的，所以让慕容雪平时对于顾一涵有些难办。慕容峰则是慕容雪的亲弟弟，慕容家也是老来得子，所以对于这个儿子有些溺爱，平时大多都是慕容雪来管教他，家里的父母根本舍不得一点打骂，所以慕容雪对于这个弟弟也很头疼，训2句还行，还是训得狠了。回家一告状，他就会被家里的父母训，平时没少让慕容雪头疼。最近慕容峰和顾一涵俩人玩到了一起，本来就比较难处理的俩人，一下就更加难处理了。因为慕容雪和顾倾城俩人总是对于两人有些不认可，所以慕容峰和顾一涵这俩人今天一大早就和别人组队打须弥界求生，想要证明一下自己，证明一下自己两人不是那个总是让慕容雪头疼的废物。慕容峰和顾一涵两人想得很好，结果组队进入须弥界求生，一局比赛打下来，俩人都被人揍了一个够呛。痛定思痛之后，发现自己两人现在还是需要再让人带一下，两人就这么一商量，然后又找到慕容雪，想让慕容雪给安排一个保镖。恰好的是，易水寒正好把队友都给得罪完了，成了一个实力强的孤家寡人，当即就想要把这2个麻烦甩给易水寒，所以对于易水寒才会那么好说话。易水寒带着队伍进入须弥界，这一次的地图里大多都是小岛，大部分地区都是海。对于这样的地形，现阶段算是比较难打的地形，因为现在的玩家都还不会飞，所以选择位置就比较关键了。这样的地图跑图就会非常难跑，所以易水寒选择地图正中心，这样的位置不管生存区往哪边刷，跑图都会很方便。易水寒一选择正中心的小岛，顾一涵和慕容峰俩人就开口说话了：你选哪里啊？正中间人最多了，咱们先选靠边一点的区域吧。就是，我们先稳一点，没必要选那么好的地方，咱们选下面一点的那个小岛吧。选下面的小岛，你们俩人包赢吗？选中间这个小岛我包赢，你们俩包赢吗？要是包赢，我选下面的小岛，这一局我躺平，看你俩的发挥好不好。顾一涵和慕容峰俩人虽然有些被家里惯坏了，但也不是说俩人就是傻，自己什么水平还是知道的，要不然俩人也不会厚着脸皮去缠慕容雪。不选下面的小岛就不选，凶什么嘛？你是队长，听你的，包赢就好。你说的包赢哦，必须包赢，不然我去告诉我姐，不是告诉战队管理，你欺负我们。易水寒听到慕容峰这小子忽然说到要告诉他姐，虽然后面改口说成告诉战队管理了，易水寒还是非常敏感的听到了关键消息，果然如他猜测的这样，慕容峰这小子果然是慕容雪的弟弟。放心，喊得好，哥哥我包赢。易水寒这样一说，莫小莫立刻心领神会，好哥哥，一定要带我们赢哦，哥哥最好了。顾倾城和慕容雪刚进莫小莫的直播间，就看到顾一涵和慕容峰俩人和易水寒关于选择哪个地点进入须弥界吵嘴。两人经常和这俩臭小子打交道，知道这俩小子比较难缠，谁知道易水寒根本不管这么多，把俩小子对得一愣一愣的，明显和在两人面前时不一样。哇，平常在我面子这么难缠，动辄回家告状，怎么在易水寒这小子面前这么容易对付，气死我了。慕容雪直接就破防了，顾倾城也没好到哪里去，呼吸都急促了许多，紧握的拳头证明他的内心并不平静。看到慕容峰说漏嘴，慕容雪这一下更是把慕容峰在内心里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在心中暗自发誓，回头必须要好好教训一下慕容峰那小子，就算被爸妈骂死也无所谓，
这小子必须要教训一下。易水寒可不知道顾倾城和慕容雪在偷偷的看莫小莫的直播，现在经过莫小莫的配合，易水寒向两人问道：“人家妹子都喊了，你们俩呢？多瞧瞧人家，再看看你们，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说了，我比你们俩都大，叫我一声好哥哥，你们也不亏。”俩人犹豫了一下，经过易水寒和莫小莫的一唱一和，俩人已经被易水寒架在火上烤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也只好喊了易水寒好哥哥。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慕容峰作为慕容雪的亲弟弟，从小到大也没有喊过他好姐姐，现在居然喊别人好哥哥，气得他直咬牙，都让人害怕他把牙给咬坏了。顾氏战队的另外两人从一边观察结束回来，准备告诉战队的这俩大姐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结果看到两人气呼呼的模样，把俩人都吓到了。慕容雪平时非常好说话，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要不然也不会来管理战队，像是现在这种生气的样子还真的没几个人见到过。第44章收获2枚小迷弟。顾倾城就更不要说了，平时都是冷冰冰的样子，很多人都私底下猜测顾倾城不会做表情，像是这种生气的样子那就更难得了。俩人这一下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队长，生存区的范围刷新了，我们现在先跑图。顾氏战队的姚自强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过来问顾倾城和慕容雪两人，姚自强也不想来触两人眉头，可另一位队员是替补刚补上来的队员，看到这种场面更不敢过来，最终的重担还是得靠姚自强。好了，知道了，我们直接去生存区正中间的区域。这一次慕容雪还没有开口先去哪个位置，顾倾城倒是先开口，把下一步要去的地点先确定了下来。但几人作为职业战队来打须弥界求生，也不是来虐菜的，而是要执行战术磨合，看怎么做才可以避免同时面对多个队伍。现在顾倾城让直接去生存区的正中心位置，显然是违背了战队想要磨合战术的想法。队长，我们这么一头莽到生存区的正中心，很可能会遭到好几个队伍的围攻，和我们想要演练战术的想法不符啊。后天就有我们战队的比赛了，真的要这样吗？顾倾城心情本来就不好，自己做完决定之后，居然还有人不开眼的提出反对意见，这无疑是在顾倾城本就不好的心情上火上浇油，让顾倾城那无处发泄的怒火越烧越旺。同时遇到多支队伍，我们打不过嘛，现在这样打得这么慢，什么时候可以遇到那些高手？只有那些高手才能给我们起到磨练的作用，这些弱鸡起不到一点效果，我们快点把段位打上去，等段位上去之后，我们再执行战术，现在就给我一路碾压过去。姚自强两人听着顾倾城的话，吓得胆战心惊，不知道这俩人怎么了，刚才明明心情还很好的，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了？就这样吧，队长说的也没错，现在我们才黄铜2的段位，打得太慢了，就我知道的几个战队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李氏战队已经白银5了，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现在遇到的这些人水平太低，我们先升段位，等感觉到一些压力之后再执行战术。慕容雪都这样说了，姚自强和另一名队员宋雨欣也只好同意，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战队这俩人说话算数，剩下的人只能执行。几人接下来要转移，姚自强和宋雨欣两人顶在队伍的最前面。宋雨欣没忍住，对着身旁的姚自强惴惴不安道：“姚哥，咱们战队平时就是这样的吗？我看平时顾队长没有这样过啊，怎么一下就生气了？是我表现得太差劲了吗？”这也不能怪宋雨欣多想，他以前没跟战队主力组队过，平时都是自己玩自己的，现在忽然加入，看到战队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不多想。听到宋雨欣这样问，其实姚自强也很纳闷，但两人一直在一起，刚才刚进入须弥界的时候，俩人还没什么事，之后也一直好好的，这就证明应该和自己两人没有关系。想清楚这一点，拍了一下宋雨欣的胳膊，安慰道：“放心吧，应该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刚才我们停下等生存区刷新的时候，为什么两人没事？刚才咱们俩一直在一起，啥也没干，俩人这样肯定跟我们没关系，放心吧。可能是其他战队挑衅我们顾氏战队吧，毕竟队长的颜值这么高，总是会有一些人想要招惹一下，不过之前也没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猜测搞不好是林天狼又搞什么幺蛾子了，咱们不用管那么多，我们顾好自己就好。”宋雨欣听完姚自强的话后，倒是安心了不少，不过听到林天狼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感慨良多。顾倾城在顾氏战队成员的心目中还是很高大的，是那种只可仰望的存在，谁知道那个孙天狼居然抱着这么龌龊的心思靠近顾倾城，更可恶的是最后还背叛了顾氏战队，罔顾顾氏战队对他的栽培。宋雨欣心中对于孙天狼是很不屑的，前几天他被提到顾氏战队的主队，就想着要在赛场上狠狠地打败林天狼。宋雨欣没有说出心中的想法，姚自强自然也就不知道，只是带着宋雨欣在前面开道。而那些想要拦路的也对，面对顾氏战队这有条理的攻击，根本就不是一合之敌，一触即溃，这一路过去真可谓是势如破竹。顾倾城和慕容雪制定这样的计划，自然也就把实力暴露了出来，让须弥界内许多队伍人人自危，都感觉不是顾氏战队的对手，于是就有一些队伍开始联手，想要先把顾氏战队踢出局。易水寒这边则又是另一种现象，因为大部分范围是海，
作为中间区域的海岛，自然就会有很多头铁的队伍选择。易水寒他们一队刚出现在须弥界内的时候，就发现身边居然有3支队伍。易水寒他们一出现，有观看过莫小莫的玩家发现了几人，立刻大声喊道：“卧槽！居然是芳草天，还有莫小莫！兄弟们，那边有一支主播队伍，那个芳草天是一拳打死暗金级 BOSS 的猛人。兄弟们，我们先灭了这个芳草天！”易水寒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现在居然这么出名了，这刚一进来就遭受到了针对。面对这样的局面，易水寒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他不能保证莫小莫的安全，毕竟对方3个队伍一股脑的冲上来，易水寒也就能解决3、4个，剩下还有8、9名玩家呢。易水寒来不及多想，想要带妹装杯，可不能还没开始就要折了，必须要把局面搞混乱。想到把局面搞混乱，易水寒立刻就有了想法：你们几个不要管这边，先往边上走走，如果有人打你们的话，能打过就先打，打不过记得队伍频道叫我先把局面控制住，可能没时间管你们。易水寒话刚说完，3名角色同时发动野蛮冲撞这个技能，只不过是短短几秒的时间，3支队伍都被灰尘笼罩，能见度不到5米。莫小莫和慕容峰他们3人退到一边，站在灰尘外面，看着这壮观的景象，一时之间有些被震惊了。莫小莫的直播间内看到这样的场景，立刻又激动了起来。我就知道，双手插兜大佬就从来没让人失望过，总能搞出一点别人搞不出来的动静，我真的是服了。这是起沙尘暴了吗？怎么一下这么多的尘土扬起来？什么沙尘暴？你们没有发现吗？刚才双手插兜大佬跑起来的时候，身后那叫一个尘土飞扬，这尾气也太大了。哈哈，你这尾气也太搞笑了，这都是尘土能看清啥啊？我想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交警，你快点出来管管，这里有人乱排尾气，赶紧拘起来。直播间内玩的不亦乐乎，可尘土内的几支队伍就感觉不好了，这些灰尘让他们看不远，没办法和另外的2支队伍配合，感觉有些畏手畏脚，有种施展不开的感觉。别人施展不开，易水寒可没有这种顾虑，只管闷头的横冲直撞，遇到谁了算谁倒霉，随便2个技能就能秒掉一人，只不过是短短5分钟的时间，当灰尘落地的时候，那3支队伍就已经全被灭掉了，只剩下易水寒一人。慕容峰和顾一寒2人看到易水寒的骚操作，眼睛闪闪发光，原来还能这样！卧槽，小顾，原来还能这样！尘埃落地，敌人全部身死，隐隐约约只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太帅了！你看到了没有？太帅了！是啊，我不管，我要学这个。这时，慕容峰和顾一寒2人再次看向易水寒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看得易水寒都有些不自在了。第45章，人心的险恶。易水寒自动忽略了那2个关系户，看向莫小莫说道：“队长怎么样？是不是帅呆了？就是感觉脸有点干。”易水寒这不要脸的嘴脸，让直播间内的玩家看了一个清楚明白，前面就是这样，说什么脸干，主播没有碎了他的意思时，要把主播踢出队伍，还说什么太菜，参加什么青训，这什么人呀？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卧槽，兄弟们，这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有谁在须弥界内？我可能跟主播在同一个须弥界内，我要去干双手插兜，有没有一起的？哈哈，谁有牛皮？快点干死双手插兜，把主播抢回来！主播是我们的，我也在主播的这个须弥界内。我还想说，这下可能凉了呢。双手插兜大老人虽然贱了一点，骚了一点，不要脸了一点，但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大家一起干双手插兜，要不然我们都没机会拿第一。同去，还有人吗？下一个生存区，我们在生存区中心区域的小岛集合。我也叫队友一起来，兄弟们先不要误伤啊！哈哈哈，我也来。只是短短的2分钟，居然就已经有8支队伍说好了，要一起联合打易水寒。易水寒刚走到莫小莫的身边，还没等到莫小莫的回应，顾一寒忽然挤开莫小莫，来到易水寒的身边。大哥，刚才那个弄起来那么多灰尘的技能是什么啊？我想学那个技能，脸干的话旁边就有水，你洗一下脸算了，我怎么才可以学到那个技能？你在哪学习的那个技能啊？要是爆出来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爆出来的？易水寒额头上的青筋浮现出来，这小子实在是太没有眼力劲儿了。顾一寒的这一波操作，直接让直播间内的水友乐开了花，纷纷说顾一寒干得漂亮，就应该这么干。易水寒知道莫小莫一定在直播，所以想在莫小莫面前好好的人前显胜，装逼一下，这样的场面一定会让直播间内的许多人猝不及防。这也算是易水寒的一点趣味，上一世总是让别人在自己面前人前显胜，现在有机会一定要多来几次还回去。总而言之，别人看他不爽又干不掉他，易水寒就感觉爽；别人看他觉得他装，那易水寒就更爽了。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要的就是这股劲，这叫瘸子不拄棍儿，要的就是这股劲儿。结果顾一寒把莫小莫挤开了，打断了易水寒，让易水寒的计划直接落空。学什么学？你学不了。易水寒没好气的说完，顾一寒立刻就不开心了。顾一寒觉得易水寒在骗自己，不就是一个技能而已，有什么不能学的？越想越觉得易水寒说的不对，然后缠住易水寒不放，
这就是他的绝招。慕容雪和顾倾城面对这样的顾一寒就有些无奈，但他可能忘了，他面前的人是易水寒，人称芳草天。易水寒虽然念及他可能是顾倾城的什么亲戚，但也不会无限制的忍让。见他这么不识趣，懒得废话，直接一个当头棒喝打在顾一寒的头上。啊，好疼！顾一寒忽然被易水寒打了一下，只感觉头就像是要裂开了一样，非常的疼。顾一寒感觉这一下都突破他设置的疼痛限制了，他明明设置的只是最低的20%痛感，怎么可能这么疼？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哪那么多为什么？说了你学不了就是学不了，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回事？赶紧识趣的闪开，小心我揍你！顾一寒疼过之后也反应过来了，看着自己空掉一大半的血量，瞪大眼睛看向易水寒，有些不可思议的同时还有些害怕，然后向后退了几步。你为什么可以打我？我们明明是队友，你怎么可以打我？慕容峰看到易水寒居然可以打到顾一寒，立刻就凑了过来，非常好奇。大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队友之间是不能伤害的，你怎么可以打到队友？易水寒没想到慕容峰发现自己能打到队友之后，不走开也就算了，居然也凑了上来。易水寒发现这俩小子真的是一点也不懂人心的险恶，发现队友可以伤害队友还敢往前凑。对于这种情况，易水寒也就只能让这两个不知道人心险恶的小子认识一下人心险恶了。易水寒觉得自己像是一位老父亲，现在在管教不成器的孩子。易水寒也不多说话，对着慕容峰同样来了一下当头棒喝。慕容峰惨叫一声，捂着脑袋看向易水寒，不明白易水寒为什么打自己，但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还是向后退了几步，和易水寒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怎么回事？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啊？易水寒听完慕容峰的话后，直接就乐了。我不光一言不合就打人，我一言不合还杀人呢。说着话，易水寒同时把自己的那个队友杀手称号属性发到队伍频道。顾一寒和慕容峰看完这个称号的属性之后，立刻向后退远了一点，一直退到莫小莫的身后，才感觉安全了一点。这称号也太扯了。莫小莫同时也把易水寒发送到队伍频道的称号属性打开，这一下整个直播间的人都看到了。水友们第一次见到称号，感觉很新奇，尤其是这种特殊的称号，看完之后就更新奇了。卧槽，队友杀手，这称号的名字有点不对啊！我一看属性，好家伙，对队友造成的伤害加成50%，你这是正经属性加成吗？正常人谁打队友啊？666666，双手插兜，大佬每次都能给我开眼，但这次我属实是开眼了。MD， 这个队友杀手的称号属实让我笑喷了。事实证明，双手插兜大佬的敌人不好当，队友更不好当。对，先不管怎么说，不管打不打得过，作为敌人最起码还能反抗一下。当队友我直呼好家伙，只需你打我，我打不了你，直接憋屈死。只有我在关注这个称号的备注吗？队友祭天，法力无边。我感觉我们和双手插兜大佬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主播快问问双手插兜大佬这个称号怎么来的？还有那个技能。对，强烈要求，不问我们就退订，兄弟们团结起来。第46章，莫小莫亲易水寒。莫小莫在看完这个称号的属性之后，他自己都感觉惊呆了，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奇葩的称号和奇葩的属性加成，这玩意儿越看越觉得不正经。莫小莫知道自己直播间内现在一定很热闹，所以看了一眼，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称号是多么的扯，然后还有说易水寒总能刷新他们对于这个游戏的认知。对于这一点，莫小莫深有同感，他感觉自己也一直在被易水寒刷新认知。然后就看到了后面有谁要让他问易水寒的弹幕，然后就感觉有点为难，想要拒绝。兄弟们，双手插兜大佬这称号这么凶残，我作为他的队友，万一把我灭口了怎么办？要不还是算了吧，先不问了。莫小莫刚说完，弹幕上一片反对的声音，还有刷屏要退订的，随后就看到自己的后台被退订的消息刷屏了，立刻就有点急。兄弟们别退订啊，我去问问还不行吗？世界这么美好，你们却这么暴躁，我不去问你们退订，那我去问的话，没有点订阅的兄弟们点个订阅不过分吧？就冲着一次我冒着生命危险去问，没有3000订阅，我下次绝对不会再听你们的鬼话了，就知道欺负我这个软萌可爱的萌妹子。哼！本来大家听到莫小莫卖惨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过意不去，当莫小莫说到自己是一个软萌可爱的萌妹子的时候，弹幕上一片问号飘过，还有几人刷鸡毛法师的一片欢乐。而与此同时，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藏在莫小莫的身后，俩人伸出个脑袋看向易水寒。我们什么也没做啊，你为什么打我们？顾一寒说完之后，慕容峰就跟说相声似的急忙跟上说道，就是，咱们都是青训同一队的队友，你打队友干什么？信不信我把你打队友的事告诉管理？易水寒听完知道这小子心里打的是什么想法，想用他姐姐压自己也就算了，主要是他还没把他姐姐是谁说出来，来一个和他们俩一样的二愣子，准把俩人往死里整。易水寒就不一样，知道这俩人的背景，但还是准备把两人往死里整。你姐姐不就是那个慕容雪吗？还真给你小子脸了，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听到易水寒的话，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这么硬气，连战队的管理都不怕。正所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就是标准的在顾氏战队中比较横的存在，两人最擅长在顾倾城和慕容雪面前撒泼打滚，整个就一滚刀肉，让两人处理起来很头疼。但两人也知道自己可以这样，是因为什么？现在没想到居然遇到易水寒这个愣货，明知道俩人和战队管理的关系，居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两人刚感觉有点底气，这一下直接泄气了。莫小莫可不管这俩人，现在他只关注易水寒，在同意了谁有说要问易水寒问题之后，就上前问易水寒：“寒哥哥，那个，我想问你个事，你这个称号怎么来的呀？”易水寒操控3名角色冲到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的身前，一人来了一下，将两人敲死当场。易水寒这残暴的操作让直播间的谁友看得头皮发麻，就没见过这种一言不合就把队友打死的选手。莫小莫更是看得心惊胆战，忽然有些害怕。哦，你说这个称号啊？刚才青训给我安排的队友嘴太欠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然后就给了我这个称号。不过这个称号有一点不好，为什么要加对队友的伤害呢？莫小莫听完连忙点头，作为易水寒的队友，非常认可易水寒的这句话。对对对，就是这属性加的也太不正经了，是吧？我也这么觉得。你这属性一加，对队友造成的伤害，那我打那些小脆皮队友岂不是一下就打死了？一下打死就感觉不到疼了，太便宜这些人了，就该减伤害，让我秒不了队友，让我多打几下。易水寒说的是一脸的无所谓，但让莫小莫听的那叫一个胆战心惊。什么意思？想要折磨队友是吧？这一刻，莫小莫直播间内的所有人听完易水寒的这番言论之后，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弹幕呈炸裂似的发送：哎呀，我看到了什么？你没看错，双手插兜大佬是一个变态，想要折磨队友。为主播默哀，默哀加1，默哀加1008611。莫小莫特别想知道易水寒为什么可以打队友，然后就开口问道：为什么你可以打队友啊？我们明明都打不了队友。想知道是吗？可以啊，就是最近我脸有点干。而慕容峰和顾一寒在被易水寒挂掉之后，心中很是不服气，所以就联系了慕容雪。不过两人也没有退出须弥界，而是选择了观战。慕容峰姐姐，你给我找的队友是什么人啊？他欺负我，他打人超级疼，我感觉我头都要被人打爆了。顾一寒也被他打了。慕容雪和顾倾城那边正好打完最后的对手，进入结算。看到慕容峰的消息，慕容雪还是第一时间打开观看，看一下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到底怎么了。看到自己弟弟说自己被易水寒打了，然后想起当头棒喝的技能属性，倒是没有怀疑。同一时间，顾倾城也收到了顾一寒的告状，看向慕容雪的时候，看到慕容雪皱着眉。慕容峰也告状了？对，说易水寒打了他。我们看一下易水寒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明明刚才慕容峰都失嘴把我是他姐姐的消息说出来了，怎么还打他？两人刚进入莫小莫的直播间，就看到了易水寒对莫小莫说自己脸有点干。两人只看到易水寒的话刚说完，弹幕疯狂攻击易水寒，两人有点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就是脸干嘛？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和易水寒不要脸有什么关系？随后两人就看到了莫小莫居然直接抱住易水寒的脖子，在易水寒的脸上亲了一口。第47章，抓了一个正着。看到眼前的这个画面，两人也终于知道脸干是什么意思。顾倾城紧握拳头，额头隐约有青筋浮现。顾倾城本就冷若冰霜，看到易水寒被莫小莫亲完之后，脸色愈发的冷了。本来经过上一次一起剿灭山寨的经历，对于易水寒已经大有改观了，对易水寒稍有好感。现在他这样的表现让顾倾城很生气。他想过易水寒这个人可能有些不着调，有些不要脸，但没想过居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呸，不要脸！顾倾城这话说的咬牙切齿，就好像要一口咬死易水寒一样。对于顾倾城的这句话，慕容雪深有同感。同时因为易水寒的这波操作着实是有些骚，让慕容雪有些忽略了顾倾城说话时的异样。不过也正因为易水寒这样的表现，他反倒对易水寒这个人更加感兴趣了。一般人知道对方是主播，多少都会维持一下表面工作，就算自己放荡不羁，多少也会收敛点，让别人对自己有个好印象。但易水寒就是和别人不同，就是反着来，有一种在自己作践自己名声的感觉。倾城，没想到你看人还挺准的，易水寒这小子确实挺不要脸，只有起错的名，没有叫错的外号，这小子真该死。顾倾城这一次说完，慕容雪注意到了顾倾城的异样，看向顾倾城。顾倾城发现慕容雪看向自己，眼神里有一丝玩味，这使得顾倾城内心有些慌，不过还是强行镇定下来。行了，你看我干什么？这个易水寒真是过分，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呢，也不知道收敛一点。这可是我们顾氏青训的队员，他这么做像话吗？我们顾氏战队成什么了？万一别人都把我们顾氏战队当成拉皮条的怎么办？这种风气不能放纵，必须要严格处理。好的，我明白，我就说一下这小子。顾倾城这种低级的掩饰方法，
慕容雪真是一眼就看穿了，但他也不确定顾倾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戳穿顾倾城。正所谓看破不说破，朋友继续做。慕容雪给顾倾城打了一个明白的手势，随后给易水寒发送了一条消息。顾氏战队慕容雪，哎呀，姐姐的脸有点干啊。慕容雪发这条消息过去是提醒易水寒，他正在干的事被自己看到了，让他收敛一点。易水寒什么人啊，打蛇随棍上的主儿，见慕容雪发过来这样的话，当即就想歪了。至于慕容雪看到了自己调戏妹子，易水寒表示无所谓，自己又不图慕容雪什么。这小妞一看就是那种特别精明的人，易水寒不想招惹这种人，被缠上了不好办。但对方提出这种要求，易水寒也不能不表示，要不然他以为自己认为他没有魅力怎么办，只能是表示义不容辞了。双手插兜，姐姐脸干啊，我油嘴滑舌，要不我给你舔舔。慕容雪怎么也没有想到易水寒会这样的肆无忌惮，居然连自己都调戏了。慕容雪很生气，感觉胸都要被气炸了。顾倾城看向慕容雪，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这么大的情绪波动，明明是要训人的，怎么感觉他被人给训了一样。雪儿，怎么了？顾倾城说着，还把目光看向慕容雪那起伏不定的伟岸上，看了看自己的规模上有明显的差距，随后抿了一下嘴。哦，没什么。易水寒这小子死性不改，居然还敢顶嘴，我再训他几句。听到慕容雪说易水寒死性不改，脸上更加的不快了。行了，我说他吧。说完，顾倾城给易水寒发了一条消息。顾氏战队顾倾城在青训队里待得很开心吗？如鱼得水。慕容峰和顾一涵俩人是不是影响你泡妹子了？要不爱把俩人换成2个妹子给你吧。易水寒一看，这一次居然换成了顾倾城对自己说话，急忙打开一看，这话里话外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很危险。易水寒这时候感觉到了，猜到了慕容雪和顾倾城这俩人应该是在看莫小莫的直播。易水寒来不及多想，直接带上称号，对着莫小莫就是一个当头棒喝。莫小莫本来就是一名法师，易水寒还带上称号，只是一下直接就把莫小莫打死了。易水寒的这个骚操作真的是把直播间内所有人的腰都给闪到了，都以为俩人就要甜蜜双排了呢。这亲都亲了，也不能怪大家多想，按照常理这剧情就是要这样往下发展的，结果易水寒倒好，直接一下把刚亲了自己的妹子打死了。这种操作虽然算不上卸磨杀驴，但怎么说也算得上穿起来裤子说话就是硬气。直播间内的水友一下炸了，纷纷为莫小莫打抱不平。哇，这什么人啊，人家主播妹子刚亲了你反手就把人打死了，你是魔鬼吧？双手插兜大佬是一个渣男，鉴定完毕。用完了就扔，拔掉无情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MD 长见识了，兄弟们快点集合，我们要为莫小莫报仇。双手插兜好样的，果然不愧是我辈楷模，就是让人看不懂。说看不懂的那位，你是在骂人还是在夸人？一时之间分不清是不是友军，管他是不是友军，分不清的都先干掉再说，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操，先把这位友军厚葬了吧。慕容峰和顾一涵两人也被易水寒这一股暴躁老根的模样给吓到了，连这位妹子刚才和他相处很愉快，一转眼就能辣手摧花，想想自己两人被打死也不是不能理解。两人不对比，心里还很不平衡，现在对比完之后，瞬间内心平衡许多。这是这位暴躁老根的问题，不是自己两人的问题。莫小莫心里很委屈，不明白易水寒怎么忽然就把自己也给打死了，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都说女孩子变脸快，明明她这变脸变得更快，川剧变脸都没有她变得快。莫小莫看了一下弹幕，发现大家都在为自己打抱不平，这一下更委屈了，当即发送了一条语音给易水寒：纯真小可耐，我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打死我？第48章，易水寒必须死。易水寒在打死莫小莫的第一时间，快速的向顾倾城发消息：双手插兜，哪有，我怎么可能在青训撩妹呢？纯属误会，有时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整个故事战队，我看到你之后就感觉你点亮了我黑暗的星空，在你的面前，其他人暗淡无光。易水寒的这条消息发过去，几乎就已经表明自己的目标就是顾倾城了。顾倾城看完之后，感觉有些慌，心跳的速度都明显的变快了半拍，不过还是强装淡定对易水寒发消息：故事战队顾倾城，你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不要忘了你来青训是干什么的，是要打职业的。还有顾一涵和慕容峰，你不要欺负。易水寒看到顾倾城发来的消息，心中一乐，我来干什么的？我当然来是为了干，嗨，当然是为了你啊！职业我要打，你我也要聊。越想易水寒越觉得顾倾城可爱，这么一个高冷的冰山美人，怎么看都感觉有一股傲娇的感觉。双手插兜，明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肯定不欺负他俩，就是他们太菜了，反正也是要被别人打死，多挨几下也是会疼的，还不如让我打死。放心，下一次我带上称号，保证一下就把他俩打死，感觉不到一丝的痛苦，这种躺着就能上分的感觉多好。要是我遇到这种队友，晚上睡觉都能笑醒，你说是吧？顾倾城看到易水寒的回复之后，嘴唇轻抿，微微向上弯起。
显然是易水寒这上道的表现让顾倾城很开心，随后就离开了莫小莫的直播间，教慕容雪再次开启须弥界求生排位比赛。刚应付完顾倾城，易水寒的额头微微冒出了一点汗，随后就看到了莫小莫发送消息给自己，打开一看是一条语音，那说话的语气显然是已经非常委屈了。易水寒感觉对方的眼泪可能都已经充盈满眼眶了，随时都可能哭出来。易水寒听到莫小莫这委屈的质问声，内心稍微有些愧疚。这时候生存区忽然刷新了，实在左上角的位置，这一下就让易水寒就想好该怎么说了。双手插兜，不是我要打死你，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基本上全是海水，生存区刷新了，我们要游到左上角。你作为一个软萌的萌妹子法师，穿着一身的布袍跳水里，你觉得你自己不会走光吗？就算是不走光，那布袍也一定紧贴在身上了，到时候你的身材会被人看得一览无余，这多不好。我这是为了你好啊，我一下就把你打死了，你也没有感觉到疼，等会儿哥哥带你赢游戏，你就只管看着就行了，这多好啊！我给你当骡子当马的为你着想，你居然还觉得委屈，居然那样想我，我可真是太难了。我一个人打4人组队的比赛，我都快成黑奴了都，黑奴都没我这么辛苦，就这件事，没有一声好哥哥和一个亲亲过不去。莫小莫就眼巴巴的等着易水寒的解释呢，结果等了一会儿还没有收到消息，都快要委屈哭了。终于是收到了易水寒发来的消息，第一时间打开，然后就看到了易水寒的那一番话。在说了那么多之后，易水寒最后了居然还不忘了倒打一耙，这一下把莫小莫直接给搞懵了。莫小莫现在本就很猛的脑子顺着易水寒的话往下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样，然后就开心了起来，没想到居然是为自己着想才打死自己的，这一下也不委屈了，心里甜甜的，当即给易水寒发了一条好哥哥和亲亲的语音。莫小莫直播间内的谁友也看到了易水寒这不要脸的回复，都感觉自己快要气炸了。易水寒这简直是把人当傻子忽悠，把人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但最让他们生气的是，莫小莫居然没看出来易水寒在胡说八道，居然真的信了他的鬼话，还真的发送了一个叫好哥哥和亲亲的语音，这简直就是在大家的怒火上浇油，让大家的怒火烧得更旺了。莫小莫，你快醒醒，不要被人骗了！这个方草天是真不要脸啊，强行解释也就算了， MD 最后居然还倒打一耙，真是可恶啊，太气人了，我感觉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好气啊！刚才我还想看双手插兜大佬的笑话呢，结果一转眼就把局势反转了，最后还净赚一声软萌的好哥哥和亲亲，卧槽，简直就是神人啊！大佬，我想学这个。靠，直播间内居然还有双手插兜的粉丝， MD 给我插出去，先枪毙5分钟，回来再接着打。兄弟们，快点生存区中间这个小岛集合，快点，遇到别的队伍能不打就先不打，先看一下能不能劝过来和我们一起来打双手插兜这个不要脸的家伙，速度了，我真是一刻也不想看到双手插兜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嘚瑟了。双手插兜今天必须死，主播真是有眼无珠啊，怎么就信了双手插兜的那些鬼话，最后还亲，气死我了，我快要疯了。方草天，易水寒见莫小莫信了自己的鬼话，心下大安。至于那些水友能不能看出来，易水寒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人可能能改变一点莫小莫的看法，但刚才那样莫小莫都相信了，易水寒有把握可以让莫小莫一直信着自己。随后易水寒操控3名角色向生存区游，因为这是在水里，易水寒的那个力大飞砖的被动技能失效了，游的速度有点慢。易水寒这一次选择的是生存区中心的那个小岛，没办法，生存区的内就3个小岛，其中的2个小岛都是在生存区的边上，只要不是切边刷新生存区，基本上下一个生存区就不可能包含那2个边上的小岛。易水寒一边游一边观看生存人数，发现这一次的须弥界有点怪，按理来说像是这种玩家大部分都要集合在一起的地图，应该生存人数很少才对，这一次居然还有一大半的人还活着，让易水寒有一种活见鬼了的感觉。易水寒的身边偶尔还能看到有人从身边游过去，像是那些游得比较快的，那都是敏捷高的玩家。当易水寒来到生存区中间的小岛上时，发现这个小岛上居然有很多人，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很和谐。第49章，正面硬刚12个队伍。易水寒看到这么多人在同一个小岛还不互相打起来，就已经有所警惕，就联想到了这些人是不是要对付自己。易水寒想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这样对莫小莫，可能直播间里的很多人已经非常生气了，气急之下来对付自己也不是不能想到。这样的事易水寒熟啊，上一世看到让自己不爽的事，免不了上头，然后被揍个头破血流。易水寒想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力量属性很可能是别人的2倍了，体力属性更是变态，因为其余属性是力量属性的 80%， 再加上龙象般若功增加的50点体力，这体力属性都是那些主属性是体力职业的2倍多了。易水寒觉得自己没必要怂，就应该正面刚，直接把这些人打疼。易水寒这一次也不打算用力大飞砖的技能被动了，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呢，灰尘扬起来把视线挡住，其他人看不见可不好。易水寒在水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往易水寒这边指指点点了，这更加的让易水寒确定这些人一定是冲着自己来的，
接下来是该让这些人开开眼了。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人多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有些时候还会让人畏手畏脚。这样的情况就像是修仙小说里的世界，元婴修士打你几十个金丹就是轻松碾压，一招就能灭你一个，而金丹就是破不了元婴修士的防，对元婴修士产生不了威胁。修仙界就是高端战力决定整个战场的走势，没有绝对数量的优势根本就没用。易水寒先让自己的本体上岸，让自己的第二、第三分身先在一边候着，等会儿出来打这些人一个出其不意。易水寒刚一上岸，立刻就有人朝着易水寒冲过来，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着：“打死这个方草天，臭不要脸的！我早就忍不住了，兄弟们，快点干死他！我靠，要不要这样？先让我歇一下喘口气啊，不闲聊一下嘛？上来就要干我，吓死我了！不要干我啊，我不搞基！”易水寒嘴上一边说着骚话，一边朝着前方冲过去，双手握拳，将胳膊伸开，在躲开对方两人的攻击之后，易水寒从两人中间跑过去，同时用胳膊勒住两人的脖子。易水寒的力量大，勒住这两人的胳膊之后，这两人根本就反抗不了，被易水寒就这么勒着向后跑了5米之后，易水寒将两人甩了出去，将冲向易水寒的另外几人砸倒。易水寒这时将乌金枪掏出来，看着已经冲到近前的几人，在躲开2发冰锥之后，这几人距离易水寒更近了。易水寒直接发动技能横扫八荒，将几人扫飞之后，易水寒冲上去就要给几人补2下。易水寒刚走上前，侧面有一名法师朝着易水寒打来一个低级火球术。易水寒侧身躲开，向一人戳了2枪，将一人送出了须弥界。卧槽，你们要点脸行不行？这么多人打一个，有种一个一个来啊，一队一队来也行啊。就你还有脸说别人不要脸？这里这么多人，就你一个最不要脸。莫小莫，你快别被这个渣男骗了，你刚亲了他反手就把你打死了，说破天了，这也是渣男行为，你快醒醒啊！这小子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了？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既然说我们12个队伍打你太不要脸，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这样吧，我们4个队伍的打你，这样行了吧？不要说我们以多欺少，你不是还有2分身吗？快点叫出来啊！叫出来了，我们这12个队伍可以一起打。易水寒一听，这些人里居然有个人这样说，4支队伍就是16人，这16人围攻一个人本来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多的人也不好加入战场，反而还容易伤害到自己人，很不划算。卧槽，刚才说这话的人是谁？你是真不要脸啊，还4个队伍的打我，我让你5个队伍一起，你们敢吗？这么多人一起，怕不是会误伤你们自己人，你们干脆就一起算了，说的这么好听干什么？是真不要脸啊！彼此，没你不要脸。被易水寒戳破了心中的想法，对方非但没有一点被人识破的惭愧心思，反而越加的得意，毕竟被一名高手认可还是挺爽的，所以说起话来也阴阳怪气起来，让易水寒很不爽。易水寒有心冲过去把这个一直干扰自己的家伙干掉，可对方实在是太猥琐了，每次说话都要换一个位置。易水寒到现在说了半天话，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在跟自己说，想要冲都不知道往哪冲。易水寒这一边和人对骂着，还要一边和16人打，要不是易水寒最近分心操控3名角色越来越得心应手，像是这种分心操作肯定早被人按在地上锤了。易水寒每次找到攻击的合适机会，总是会被远程职业给打断，让易水寒有些烦不胜烦。不过易水寒也有一点庆幸，幸好这些玩家里没有机械师或者枪械师，倒是让易水寒稍微可以轻松点。目前这个阶段，因为枪械的原因，机械师和枪械师的攻击频率太高，玩家还没有什么反制手段，被保护起来的机械师和枪炮师十分让人头疼，处理起来会非常麻烦，而且威胁性也高。易水寒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怎么操作都难受，都打了10分钟了，易水寒也就打死了3名玩家。易水寒每次想要发动野蛮冲撞这个技能，总是有人同样发动野蛮冲撞这个技能把自己截下来，搞得易水寒也摸不到后排的法师，让易水寒很是头疼，一时之间压力竟然感觉有点大。易水寒以为这些人就像是过一段时间之后的那些玩家呢，低估了这些人的水平，有些拖大了。这些人能第一天就进须弥界，那本来就说明这些人除了有钱和运气好的欧皇，大部分人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这么多人一起对方易水寒，还有人在直播间看着易水寒的第一视角，总是能给其他人提醒一下，让易水寒很多操作都被限制住，发挥不了什么效果。第50章，直播间不可以色色。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血量，虽然这些人打自己并不怎么疼，但人这么多，血量还是被打下来30%左右。易水寒举起手就给自己来了一发祝福，把血量往上抬了一点。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现在已经看傻眼了，两人是在易水寒的第3视角观看的，可以清楚的看到易水寒的操作，感觉就像是看动漫和动作电影一样，十分的爽。易水寒把长枪用的那叫一个漂亮，一会儿来一个回马枪，一会儿把长枪在脖子上转一下圈，随后扛在肩膀上，然后把长枪刺出去，把一名敌人刺倒在地。同时身后有人攻过来，易水寒又一脚踢在枪杆上，然后抡圆长枪把人砸翻在地，就好像是背后长眼了一样，操作十分的流畅，说不出来的轻松写意。
莫小莫看着易水寒被这么多的人围攻，心里则有些替易水寒紧张。至于那些谁有的话，莫小莫现在完全听不进去，只觉得这些人就是见不得自己好，每次自己得意，这些人总是要泼冷水。就像是易水寒给了他那个鸡羽法杖，这些谁有就说他是鸡毛法师，难听的要死，自然也就不信这些人的话了。易水寒抓住一个机会，对对面的人释放当头一棒，然后连续刺出3枪，把面前这人解决，硬抗了身后几人的攻击之后，立即发动野蛮冲撞，朝着后排的法师冲过去。卧槽，双抽插都要冲向法师，在前面的几人来不及回防了，其他几个队伍快点补上去，别让这小子的想法得逞了，我们这么多人，可不能最后让这小子把后排偷了。卧槽，你们不是说4个队伍的打我吗？怎么还让其他人上？是真不要脸啊！都已经是1人多欺负人少了，还说话不算话，你是不是傻呀？你都说了我不要脸了，我干嘛不把不要脸这种精神运用到极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我啊？我再怎么不要脸，也没有你这个芳草天不要脸。跟你这种不要脸的人就不能心慈手软，只有比你更不要脸才能干掉你，彼此都是跟你学的。这句话一出，直播间内的水友都开心坏了，纷纷叫好。哈哈，干得漂亮，这话说的我是真爽啊！终于有人能治一下这个芳草天了。对付这种不要脸的人，就是要比他还不要脸，对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这位兄弟干得漂亮，人才啊，乐死我了！我现在好想看双手插兜的表情啊！好不容易冲到后排小脆皮身边，一转眼身边又围上来一群彪形大汉，就问你绝望不绝望？双手插兜给噎死！哈哈，大快人心啊！易水寒另外2名分身不出来，就是为了应付现在的这个局面。对方以为自己没有想到，哪里知道易水寒将心比心，把他们的底线想得更低，把最坏的打算先想到，那剩下来的就都是好的。易水寒一直没有用蛛丝发射器，那是因为易水寒猜测到自己很可能被人，没有空间用这件装备来和后排拉动距离，所以就把这件装备暂时装备到了分身的身上。易水寒潜在水里的分身，现在已经确定了一直是谁在指挥。这个人现在正好出现在易水寒分身的眼前，在人群的最边缘上。易水寒通过分身的视角看清楚了这个人的长相，这个指挥的人看起来身材矮小，典型的五短身材，而且还留着一个八字样的小胡子，看起来那真是要对猥琐有多猥琐。尤其是现在刚说完那一套言论，再搭配上渐渐的语气，简直就是见到家了。易水寒准备先给他来一个套餐。易水寒的分身来到岸边，直接使用蛛丝发射器，将蛛丝朝着那个猥琐指挥发射过去。对方显然是没有想到易水寒居然还有分身藏在这里，让易水寒十分轻松的就被抓住。有人，双手插兜的分身在我这边，快点帮我一下！易水寒怎么可能给这些人这个机会？在那些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易水寒就收回蛛丝，把这个小矮子指挥拉到身边。可以啊，现在落到我手上了，不要脸是吧？还挺狂，我让你狂！说着，易水寒就一个当头一棒打在这个小矮子的头上。啊！卧槽，怎么这么疼？易水寒看到对方喊疼，倒是让自己稍稍解了一点气。怎么样，爽不爽？你不是挺不要脸的吗？还跟我学的，你再不要脸一个看看！易水寒这一下打了这个小矮子指挥70%的血量，这个小矮子指挥一看自己就只剩下这么一点血量了，也撑不住再来一下，索性也就放开了。我再不要脸，还能有你不要脸吗？兄弟们，快点把那边那个打死，我可能要先出去了。你们稳住，就像是现在这样，稳住局面，稳扎稳打，双手插兜，他没有办法的。易水寒看对方还敢嚣张，当即抬手给对方来了一发祝福。哦，好爽！易水寒发现对方被自己祝福了一下，居然舒服的打了一个哆嗦，着实是把易水寒恶心到了，让易水寒非常膈应。卧槽，怎么回事？你怎么还能奶我？不能奶你，我怎么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人心的险恶，什么叫做社会的毒打？年轻人不要太狂，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易水寒说着，另一个分身给这人来了一个当头一棒。啊，好疼！怎么这么疼？怎么感觉就像是现实中有人打我一样？疼，疼就对了，不疼我在干什么？来，我再奶你一口，你不是挺爽的吗？易水寒的这波操作看得慕容峰和顾一寒头皮发麻，还能这样玩的给人血量打下去，然后再把血量抬起来，然后疯狂折磨。这样的画面不禁让两人想到了古代的一种酷刑，叫做凌迟。想想那当头一棒的滋味，那真是谁是谁知道。想了一下自己两人的经历，瞬间就松了一口气，幸亏没有得罪。这个队长看起来有点小心眼啊。莫小莫看到易水寒这样，直播间内的众人当然也就能看到，看到易水寒这样搞，都感觉有点头皮发麻。这要是被逮住了，简直是生不如死啊！双手插都好变态啊，把人抓住折磨。卧槽，抖 M 狂喜，抖 M 粗滚，死变态，给我插出去！那个，我只想弱弱的问一句，抖 M 是小姐姐吗？双手插都看起来有点小心眼啊，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没必要把人抓起来折磨吧。同问，抖 M 是小姐姐吗？如果是的话，
有没有联系方式？莫小莫看着这些人的离谱弹幕，真害怕这些人的嘴里还能说出什么虎狼之词，急忙在直播间发言。直播间内不可以色色，把这些精虫上脑的家伙给我插出去。莫小莫不发言还好，这一发言，谁友们更兴奋了，发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直播间被封了。第51章，大杀四方。易水寒这一会儿是当头一棒，一会儿又是祝福的，让人痛并快乐着，感觉人都要被玩坏了。易水寒折磨了4分钟多的时间，最后本体那边实在是太难受，索性就解决了这个恶心人的指挥，2个分身也加入了战斗。易水寒可不想让本体和分身分开，在一起还可以互相配合。易水寒的第一分身直接使用蛛丝发射器，找到一个空子，抓住本体边上的一棵树，快速的来到本体身边。第二分身就要比第一分身的入场难度高很多了，不过易水寒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能直接入场让3个分身汇合，可以自己创造机会，把这些人的队形打乱就可以了。易水寒的本体和第一分身在人群中发动横扫八荒，将近在身前的8人扫飞，同时第二分身抓住机会，发动野蛮冲撞技能往人群中冲。双手插兜的3个分身要汇合在一起，不要让他得逞，快点打断他。人群中传来一句话，立刻有人同样发动野蛮冲撞，想要把易水寒给截下来。易水寒看到有人要截自己的第二分身，脸上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易水寒等的就是这一刻，就是要找出来这个同样学会野蛮冲撞的玩家。这名玩家总是截断易水寒的野蛮冲撞，让易水寒不能靠近远处的小脆皮法师，很是烦人。易水寒早就想要把这名玩家干掉了，可是这名玩家是一名体质为主属性的玩家，血量比较厚，易水寒想要秒掉需要一整套的连击技能，可是连击时会被其他玩家集火，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就一直没解决掉。现在不同了，刚才是只有易水寒的本体角色，现在可是本体和分身3个角色，想要秒掉这样一名玩家，只需要3个当头棒喝就足够了。易水寒的本体和第一分身也使用野蛮冲撞，在躲开6发低级火球术和5发低级冰锥术的同时，易水寒的本体和分身快速的冲向第一分身。不对，双手插兜，想要解决掉我们唯一一个会野蛮冲撞的玩家，快点支援，不要让他的计谋得逞。虽然这个新指挥的反应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易水寒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怎么可能会犯错误？易水寒的第二分身在和对方撞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对方想要逃，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个当头棒喝让对方在原地罚站。同时另外2名角色也冲了过来，撞在从眩晕中醒来跑了几步的这名玩家身上，当即就造成了不菲的伤害，直接是这名玩家的血量降到 50% 以下。易水寒也不多啰嗦，直接2个当头一棒打下去，将这人送出须弥界。在易水寒解决掉一人的同时，其他人也在飞快的向这边冲过来，还有几个低级火球术和低级冰锥术朝着易水寒砸过来。易水寒一枪劈开一个火球，同时侧身将冰锥术躲开，因为易水寒移动的幅度特别小，只是将躲过去，几乎是擦着脸过去的，易水寒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冰锥散发出的寒冷。易水寒的另外2个分身则是2个大步直接闪开2米多的距离，让这些攻击全部落空。易水寒刚躲开这几个法师的攻击，远处又飞来2根箭矢，直朝着易水寒的本体射过来。这2支箭矢的速度极快，易水寒险些没反应过来，一个弯腰将这2支箭矢躲过。这时那些近战玩家又靠了上来，让易水寒有些心累。这些人打得极有章法，应付起来极为费力。本来易水寒还想着尽量少受伤害解决这些人呢，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行的，这样的想法只会让易水寒畏手畏脚。你们这些人真是够烦人的，本来想少受一点伤的，但你们打得这么恶心，算了吧，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抓紧时间灭了你们。你就一个人，还同时操控3名角色，我们现在还有30几人，你凭什么说要灭了我们？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兄弟们，不要管他，我们稳扎稳打，他撑不了多长时间。一群井底之蛙，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接下来就是我表演的时刻，给你们上一课，回头记得在莫小莫直播间刷礼物，算是交学费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说完，易水寒的本体一枪拨开，砍向自己的几刀，随后一个转身抡圆长枪，将长枪敲在身前这名敌人的身上，然后飞步上前，一脚将身前的这名敌人踢倒在地。这时易水寒的另外2个分身也都是跟在易水寒本体的身边，护在易水寒的身后，不让身后的敌人干扰到易水寒本体。易水寒迅速拿起长枪刺向地上的敌人，同时易水寒的身旁劈来3刀，易水寒侧身躲过2刀之后，剩下1刀，要是躲开的话就要放开脚下的敌人了。易水寒一咬牙，硬吃了这一刀，掉了43点血。易水寒硬挨了几刀之后，将脚下的敌人解决。易水寒抬脚发动钢镚飞刺，因为易水寒的身前敌人很多，易水寒也没想着蓄力去秒人，直接就让这些飞刺呈扇形飞射出去。这些飞刺的伤害非常可观，让前排的4名玩家受到大量伤害，飞出去25根飞刺，1根100真实伤害。其中1名玩家比较倒霉，
直接挨了10根飞刺，掉了1000点血，直接就到了易水寒的斩杀线。易水寒一个当头棒喝将眼前这名敌人打死，随后发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一名敌人踢起来，随后在空中连踢12脚。易水寒发动这个技能会在空中停滞3秒钟，这个好机会，对方当然不会放过。好机会就是现在，所有人立刻给我集火，秒掉那个空中的分身，另外2个分身不用管，先秒掉一个再说。这个分身是双手插兜的主力角色，秒了这个就好说了。这些人能想到这一点，易水寒自然也能想到。就在空中被人疯狂攻击时，血量也在飞速下降。第52章大杀四方2。眼看易水寒的血量飞速下降，许多人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你是高手怎么了？还不照样要被我们秒掉？竟然敢小瞧我们，那就要为你的轻视付出代价。哈哈，好啊，这小子这一次死定了。新指挥的话刚说完，易水寒的2名分身忽然举手，2道祝福降落在易水寒的身上，直接就把易水寒的血量往上抬了一大截，直接就把易水寒的血量抬到了 50%。 易水寒的本体落地，一脚将自己浮空凌云脚踢得还有丝血的玩家踢死。本体在躲开了一发火球之后，抬起手给自己一个祝福，血量又变得健康起来，说不出的轻松写意，让人看得很是绝望。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有把易水寒秒掉，对于对方的那些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卧槽，他血量怎么这么厚？还有他的攻击力也不低 ，MD 这怎么玩？12个小队都集火秒不掉一名玩家，以后见了这种人那还玩个屁啊！就是他防御力也好高啊，除了远程魔攻职业，近战这些物理职业都打不动他。机械师要是再还好，攻击频率高，再配上炮台，估计有希望。但双手插兜一上来就把唯一的机械师给干掉了，针对性太强了，感觉要完啊！不要慌，都稳住，他也不好过。我们这么多人，干什么要怕他？他这么用技能，法力值肯定不怎么够用，不用怕，耗我们也要耗死他。血量低了就不要往前凑了，把血量抬起来再上，不要上去送人头。双手插兜也开始慌了，刚才他也不敢多挨几下，现在拼着换血也要秒人清场，证明他补给肯定不够。新指挥这么一说，倒是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让本来都快要放弃的这些玩家又鼓起了想要把易水寒放倒的信心。易水寒自然是补给充足，只不过是同时操作3名角色有点累而已，想要快速解决战斗，要不然在这一局用了太多的精力，接下来1天都会状态很差，不划算。你们的戏可真多，我现在补给充足，在过来之前我一个人灭了3个队，你们想想我补给到底充足不充足？不要听他的，他在虚张声势，不要受干扰。易水寒看自己的话起不到什么作用，也就懒得再多说什么了，专心操作。易水寒看到那些血量在 70% 以下的玩家都走向一边恢复血量，让易水寒感觉更加的难办了。这些人也太猥琐了，一点机会也不给，大半管血就开始怂了。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将眼前的4人扫飞。易水寒上前就骑在一人身上，按住对方的肩膀就开始引导伏虎拳。同时易水寒操控自己的2个分身护在本体的身边，让身边的这些敌人不能轻易的靠近本体。莫小莫看着易水寒骑在一名彪形壮汉的身上，脸上浮现2抹酡红，脑海中浮现出不健康的画面。直播间内也看着眼前的画面，弹幕倾泻而出。卧槽，这什么情况 ？MD 辣眼睛啊！没想到双手插都是这样的人，震惊震惊！须弥界内竟然有2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种事，你们可真是秀啊！只不过是放个技能而已，看你们激动的。不过实话实说，这画面确实挺辣眼睛的，哈哈！双手插都大佬一世英名啊，这一下英名不保了。易水寒的本体发动伏虎拳，想要秒人，最起码也得引导3秒钟，然后再加上当头一棒，稳杀身下这人。易水寒的2个分身要挡住这些人3秒钟，2个分身的压力也不小。好在易水寒把蛛丝发射器交给了第一分身，可以让第一分身使用蛛丝发射器捆住敌人，让2名分身的压力降低一点，并且血量下去的时候还可以用祝福往上抬血量，也能稳得住局面。易水寒的本体是骑在敌人身上的，所以那些远程魔攻职业被那些前排挡住了视线，没有办法输出。易水寒的本体一拳打出，随后就是当头一棒打死1人之后，易水寒的2名分身分别释放横扫八荒，在将眼前的几名玩家扫飞之后，易水寒的另一个分身又把被扫飞之后补上来的玩家扫飞，给易水寒的本体提供了一个真空带。易水寒抓住机会，掏出来防爆盾就释放野蛮冲撞，成功的和后排的几名魔法师拉近距离。这几名魔法师还没有学全魔法师的保命技能，只有1人释放了闪烁技能，和易水寒拉开了距离。还有1名魔法师释放了冰墙技能，在易水寒和他之间升起来一堵冰墙，让易水寒不能第一时间冲过去。另外的4名魔法师就有点惨了，只有远程的输出手段被易水寒轻易的近身。易水寒冲上去连戳4枪，将1名魔法师戳死当场。另外3名法师四散跑开，让易水寒有点难受，想要全灭这几人的想法落空了。易水寒的敏捷可比这些法师的敏捷高多了，
即便是没有使用力大飞砖这个被动技能，想要追上这些法师还是很轻松的。易水寒快速回头，认准一名法师之后，直接就冲了过去。易水寒只用了4秒钟就追上了那名法师。这时候横扫八荒这个技能正好冷却刷新好，上前就以一个横扫八荒，在把这名法师扫飞的同时，快速刺出一枪，将这名法师当空刺死。易水寒这时也顾不上高兴，立刻回头冲向另一名法师。这一次易水寒选中的法师是一名妹子，被易水寒吓得花容失色，就好像易水寒是一个魔鬼一样。啊，你不要追我，你去追别人啊！妹子，你别跑了呀，你不跑我不就不追了，放心吧，哥哥超温柔。易水寒知道这一次解决完这个妹子法师之后，另外的那几名法师肯定会有人保护，索性直接一个飞扑出去，把拿命妹子法师扑倒在地。易水寒的力量碾压那名法师，轻易的把这名妹子法师压倒在身下，然后引导伏虎拳。你要干什么？不要啊！放心吧，很爽的，一点也不疼，只要998，让你爽到不能呼吸哦。第53章大杀四方3。易水寒没忍住，直接说出满嘴骚话。本来妹子法师都已经要认命了，知道自己躲不过这一劫，结果听到易水寒这样说，立刻睁大双眼，想到那些少儿不宜的画面，立刻疯狂的挣扎起来。不要啊，你个死变态，我有男朋友了。慕容峰和顾一寒2位小兄弟看着易水寒，又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操作，又是跟人打嘴炮，偶尔还能说几句极其装逼的话，看得那叫一个热血沸腾。忽然看到易水寒按倒一个妹子，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俩人以为下面有动作片可看呢，瞪着双眼，脸色泛红，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莫小莫的直播间内，那更是一片欢乐。双手插兜是真不要脸啊，说出的话这么骚，人家妹子有男朋友呢。法师妹子，我不干净了，你们可以了，不要乱说话了，万一直播间再被封了怎么办？都安生一点好不好？不要影响我看剧情。看剧情那个你够了，我喜欢看植入主题。有男朋友那就更激动了。更激动的那位大哥，你是有未经一封的。好了好了，我们看双手插兜大佬不是来听他说的那些骚话的，我们是来学技术的。前面学技术的这位，你说的这个技术他正经吗？莫小莫直播间的这些话，易水寒自然也不知道，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现在在许多人的心中到底有多么不正经。法师比较脆，易水寒也不需要额外的多蓄力，只需要最基础的2秒时间引导，易水寒便一拳砸下。刚才还在奋力挣扎的妹子法师，此刻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头都被锤烂了，这副模样那真的是死的不能再死了。易水寒的辣手摧花让直播间内的水友很痛心，觉得易水寒不解风情。易水寒其实也没说错，让他爽得不能呼吸，易水寒也没失言，确实让这个妹子在须弥界内无法呼吸了。和那些痛心的水友相比，莫小莫则与直播间内的水友相反，易水寒这么狠心的把这个法师妹子打死，让他很是欣慰，脸上的笑意都要掩饰不住了。莫小莫想的很简单，自己亲了她一口都被打死了，这些女人凭什么可以接近易水寒？都被打死才好。易水寒打死这名法师之后，那些近战也围了过来，易水寒冲向这些人。这时易水寒的浮空凌云角的冷却已经好了，易水寒直接浮空凌云角起手，同时易水寒的2名分身也一起使用浮空凌云角，以此来分散敌人的吸引力，顺便让3名角色汇合。浮空凌云角将敌人踢飞到空中，然后3名角色一边踢着敌人，一边飞快的靠近。双手插兜的3名角色想要汇合在一起，兄弟们不能让他得逞，有没有控制技能把他从空中打下来？易水寒的想法很好，但敌人的新指挥也是有点东西的。下方一人跳起来，一棍敲在易水寒第一分身的身上，直接打断了浮空凌云角，活生生把第一分身从空中击落，狠狠地摔在地上。这下的攻击让易水寒的第一分身掉了356点血，威力很高，让易水寒看着很眼红。这个技能是伏魔棍，威力高达18，也就是说这个技能的伤害是18倍的物理伤害，并且携带单体击飞或眩晕效果。伏魔棍从上往下敲，那是眩晕效果，从下往上挑，那是击飞效果，十分好用。易水寒的本体和第2分身汇合，立刻在各自浮空凌云角的目标补伤害，成功击杀2名敌人。这时体质是主属性的近战敌人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大部分都是力量为主属性的近战敌人，还有少部分走敏捷的剑修。这些人之前冲的并不猛，只是在易水寒放完技能的空档期来和易水寒交手，所以易水寒也没能杀死几人。易水寒杀死的大部分都是血后的体质主属性玩家。不过现在易水寒把这些体质为主属性的玩家杀了10个了，也就还剩下2个。易水寒不知道这些队伍是不是都各自1名体质为主属性的玩家，导致血后的玩家正好12名，着实是把易水寒给恶心到了。易水寒把那么多血后的玩家杀完，接下来的这些人就更加难打了。这些人的60%的血量就达到了易水寒的斩杀线，并且还不是易水寒技能全好的时候，2名角色合击同一人，3秒就可以解决1人。倒是易水寒的第一分身被人围攻，场面看起来有些危险。
不过也怪这些人的运气差，1/3的概率还就真被他们抽到了。刚好是易水寒拥有蛛丝发射器的第一分身，运气着实是有点差，老天都在帮易水寒。易水寒的第一分身被围住，向远处看了一眼，然后就看到20几米外的一棵树，抬起手射出蛛丝，在这些人目瞪口呆中快速离开。这时战局已经在向易水寒倾斜了，前排再也扛不住易水寒的伤害，远程的主要输出也被杀死了几名，让易水寒的压力大减，打起来更加的肆无忌惮。之前用不用浮空凌云脚还要考虑一下会不会被集火秒掉，现在则完全不用考虑了，只需要莽就完事了，打起来那叫一个摧枯拉朽。生存区刷新了，生存区的范围仍然包括易水寒所在的这个小岛，剩下的那2个小岛在生存区之外。随着敌人越来越少，易水寒消灭敌人的速度越来越快，用了10几分钟，顺利的将对方这12个队伍全部干掉。易水寒这时精神已经很疲惫了，这么操控3个角色，对于现在还不是很适应的他来说，压力非常大。再又等了4分钟，易水寒等到了最后的一个队伍，这个队伍的人并不是满编4人，而是只有3人。这3人根本就扛不住易水寒的伤害，一个照面就被解决了2人，剩下的那名玩家自然也是逃不掉，被轻松斩于马下。易水寒这就开始寻找另一位玩家，这名玩家挺能藏，就像是易水寒一样，藏在海里，根本就不上岸。易水寒看过去时，他就潜到水里，易水寒走开，他就露头呼吸。第54章霸道山城。易水寒找这名玩家一直找了5分钟，然后才在海里找到他，但光找到了也不行，这小子距离岸边有一点距离，易水寒又没有什么远程手段，蛛丝射出去几次也没有把那名玩家抓住，易水寒也就放弃了。易水寒干脆也下海游过去，3名角色游过去，围着那名玩家转圈。哥们儿，你这么耗着也没意思啊，要不咱们上岸耍耍？你以为我傻呀？刚才那一队都打不过你，我更打不过，我才不上岸，有本事你就在水里打死我。在水里的话，如果没有特定的技能，现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能在水里放技能，2人在水里扭打也不好打，另一个想跑也打不起来。嘿，你小子有种，你看我怎么在水里搞死你！易水寒的本体骑到第一分身的背上，然后让第一分身浮到水面，然后易水寒站到第一分身的背上。如果2个玩家这么配合，2人不是经常组队的，真这么来能气死人。易水寒可就没有这种烦恼，都是自己操控。卧槽，还能这么玩？你耍赖，咱们去岛上打吧。刚才我好生劝你，你不听，现在你想去岛上打，车撞树上，你知道拐了；股票涨起来了，你知道买了；犯错误，你知道悔改了；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以为酸奶呢你，晚了，今儿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插鱼。易水寒拿着乌金枪往水里刺，也就是20几秒，易水寒得到系统消息，获得第1名，然后进入结算界面。大佬牛皮，来，我们继续下一把，这次直接起飞。慕容峰和顾一寒2人看到易水寒这么猛，看向易水寒的眼睛都在发光，这哪里是什么队长啊，这分明是一个24K 闪闪发光的金大腿。行了，也不知道谁刚才打我小报告，快点打完3局，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易水寒知道须弥界求生只有前3个第一有奖励，后面再获得第一也就只能提高段位，并不会再有经验奖励。易水寒现在还不是职业选手，没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提高段位，每天3局就够了，多来几天一样会段位升上去，不用着急。当务之急是先提升实力，多找点技能和功法。因为易水寒要带莫小莫几人拿完经验奖励，所以易水寒多打了1局，不过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在主动找人的情况下，1局也就30多分钟，比前2局的时间要短许多，也没太耽误事。打完之后，易水寒就再次传送到主位面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水清柔经过这么多天的修炼，终于突破到4阶，比那些资质低的弟子修炼速度快许多，让易水寒更加放心。只要水清柔在小世界目前阶段不会出现能威胁到自己宗门的妖兽，易水寒也没忘了扩展宗门面积。这一次易水寒直接用了100金币，把宗门面积扩展到10平方前面，并且还出现了一个村庄，让易水寒很是高兴。除了村庄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灵泉，算是意外之喜。有了灵泉之后，易水寒需要快点找一个懂灵草的弟子了，可以种植灵药，然后炼制丹药，提升弟子的属性和修为，为第1个版本之后的资源世界做准备。懂灵药的弟子可以在主位面世界刷好感度获得，看到心仪的人选就可以上前刷好感度，好感度满了之后就有一定的几率可以忽悠这人来自己的宗门当弟子，也就可以顺道带回自己的小世界了。在主位面世界刷好感度要比弟子召唤券更加有目的性，而弟子召唤券更多的是梦想，就好比中彩票召唤一个高资质弟子，类似于水清柔的这种直接原地起飞。易水寒目前的当务之急依然是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现在这个阶段还能搞到后面这个霸道山庄会加入大势力的秩序联盟和清风剑侠率领的侠义盟分庭抗礼，之后铜墙铁壁这个功法就只能刷门派积分获得了，或者等级高了再回来偷。易水寒的2名角色又跑了半天，终于是赶到了霸道山庄的霸道山城。
因为霸道山庄的蛮横实力，附近很少有势力敢招惹，所以霸道山庄护佑的霸道山城很是繁荣。易水寒是从山的南侧上山的，来到的地方是霸道山城的南城门，交了10枚铜币，易水寒进了城。刚一进城，路边的小摊贩的吆喝声迎面传来，一副繁荣的景象。易水寒感叹了一下，这样的场景再过几天剧情正式开始，这样的场景就不多了，只有那些大城才会出现，像是霸道山城这样的小城，那就会变得人少。易水寒知道霸道山庄的城府在内城，易水寒直接沿着道路往城内走。越往城内走，人也就越少，一开始还有摊贩和耍杂耍的，渐渐的就看不到这类人了，出现在眼前的变成背着刀剑的江湖客，偶尔还能看见几家青楼。青楼前的小姐姐穿得非常清凉，看到过往的江湖客就上前招呼，想要把这些人往楼内带。易水寒瞥了一眼，没有停留，继续往城内走。忽然，易水寒看到一行10几人，领头的男子十分魁梧，身高看上去都要接近2米了。子涵小姐，这一次我们一定为你讨回公道，霸道山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陆河帮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么多人，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大不了我们就大闹霸道山城。各位叔叔伯伯，子涵说了不用的，霸道山庄蛮横，不好惹的。再说了，我也没怎么样，也不过就是被调戏了几句，也没发生什么。那也不行，霸道山庄的一个精英弟子而已，居然敢调戏我们陆河帮帮主的掌上明珠，简直是岂有此理！不讨个说法，我们陆河帮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以后报上名号的时候，岂不是要让别人笑掉大牙，头可断血可流？被人侮辱是万万不行的，想要在老子的头上拉屎撒尿，休想！对，休想！易水寒听着这些人的谈话，忽然闻到一股香气传来，易水寒回头一看，原来是身旁青楼揽客的小姐姐凑了过来。易水寒只看到小姐姐穿着薄纱，胴体若隐若现，低头一看，可见沟壑。呀，多俊俏的公子啊，不如来楼上耍耍吧。多谢好意，不用了。易水寒这边的样子被刚才的刘子涵看到，轻啐了一口。哼，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看到这些妖艳的青楼女子就走不动道儿了。刘子涵这么一说，让身旁陆河帮的这些人尴尬不已。他们之中很多人看着这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姐，偷偷咽口水来着。被这样一说，难免有些心虚。第55章，青楼的设定。易水寒挣脱开青楼小姐姐，跟上六合帮的这些人。易水寒对于陆河帮这个帮派并没有什么印象，想来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实力的小门派，或者说这次招惹完霸刀山庄之后就被灭门了。易水寒现在听完这些 NPC 的话，心中暗喜。本来他还想着找一个机会潜入霸刀山庄的城府，现在这些人过去找霸刀山庄的晦气，到时肯定会吸引霸刀山庄的一些注意力。易水寒正好可以浑水摸鱼，搞不好今天就可以拿到铜墙铁壁这个功法，简直就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易水寒给这些人扔过去几个侦查，发现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2阶，只有3位3阶的，属性都不怎么高。易水寒感觉这些人有些不够看。随后易水寒又给那个叫做刘子涵的女子扔过去一个侦查术，刘子涵是这群人中唯一的一名女子，易水寒也不用分辨。刘子涵，种类人类，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346，物理防御力320，魔法攻击力730，魔法防御力343，速度96，修为5年，生命值32000，法力值6000，技能长春弓、基础剑法、分影剑、金光剑、刀光剑影、终极幸运、被动。易水寒看完刘子涵的属性之后大吃一惊。一般来说，像是这种带有幸运属性的 NPC 那都是主角，像是这种幸运被动也被玩家称为主角光环。易水寒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有一名叫做刘子涵的主角，要真是说女主角的话，易水寒倒是记得侠义盟的一名女主角叫做木子月，同样是拥有终极幸运。不过游戏初期易水寒当初选择的是秩序联盟，这些大势力的背后还有靠山，侠义盟因为底气不足，最终还是不敌秩序联盟，重新被镇压，木子月自然也就被秩序联盟的人杀死了。这个刘子涵的属性并不差，甚至可以说成长很高了，要是转换成弟子，这资质最起码也得中阶圣资，这一下让易水寒有些心动。易水寒也没办法不心动，上一世没听说过，那大概率就是这一次在这里就挂掉了，也有可能是后面换名字了，不过还是在这一次来霸道山庄找事被挂掉了。这么优秀的 NPC， 易水寒一想到在这里会被干掉，就感觉心疼，有种暴殄天物的感觉，这毕竟是带有终极幸运的 NPC。易水寒决定了，让自己的分身前进城府去找铜墙铁壁这个功法，自己的本体则跟在这些陆河帮 NPC 的身后，等到时机不妙，可以趁机救下这个刘子涵。既可以救下这个 NPC， 也可以刷一下好感度。要知道，英雄救美这种套路，那可是刷好感度效率最高的做法。有一些不淡定的 NPC， 那可是会说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这种话的，像是这种就是好感度直接刷满了，把下半生都交给了玩家。
玩家就可以把 NPC 带回自己的小世界，把主世界的 NPC 带回自己的小世界，这些 NPC 的记忆也会被修改，会让这些 NPC 理性很多，不会被玩家随便忽悠几句就去和玩家玩双修。这也算是游戏对于玩家的限制，像是游戏中的这些虚拟 NPC 总是会很符合一些玩家审美的，要是让大部分玩家都对 NPC 角色痴狂，还在游戏中完成所有体验，会严重阻碍各文明的延续。毕竟都已经在游戏中如狼似虎了，现实生活中那也就只能是索然无味了，也就不会繁衍后代。而且玩家也得考虑自己的实力，要是实力不行，回头宗门被人灭了，所有数据清零，重新开始，那发展好的弟子也会消失，很不稳定，这也会让玩家清醒一点。游戏中的青楼也可以让玩家体验，但青楼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坑的设定，如果只是进去听听小姐姐唱歌跳舞，出现的小姐姐那叫一个漂亮，而且也特别勾人，穿得若隐若现，让人的邪火蹭蹭蹭的往上冒。但你要是进房趴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出现在你房间的是什么，就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女子了，可能是红颜祸水的女子，也有可能是那种看一眼都让人害怕的恐龙，而且还不能提前出来，就得办完事才行，可以说非常坑。这种感觉就像是抽奖，当初可真的是有人特别热衷于逛青楼，但最后都被恶心到了。易水寒就认识一名玩家，直接就给吓出了心理阴影，导致现实生活中都阳痿了，治疗了半年才恢复正常。易水寒也不会去逛那些地方，只是当做八卦听的，听到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感觉这些人很搞笑。游戏中的这些功能关闭是为了让玩家放松，毕竟一直打打杀杀也是需要一些东西来调剂的，但这也不是让玩家沉浸进去享受的，什么都是需要有度。易水寒让自己的分身和自己的本体分开走，随后让分身走进一个小胡同，利用蛛丝发射器上到房顶，然后从房顶往霸刀山庄城府的后院绕过去。易水寒则跟在陆河帮这些 NPC 的身后，这些人吵闹的声音极大，惹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力。那些本地人听到陆河帮这群人这样说话，都会和陆河帮的这些人保持距离，然后对这些人指指点点，显然是认为这些人吃饱了闲的，赶来霸道山城找霸道山庄的麻烦。快回来，不要往那边凑，不想活了，快点回家做功课。先生布置的功课完成了吗？回头要是先生再来说你如何如何，看我不把你屁股揍成8瓣。路旁的一名中年女子把自己的儿子抓住，拎住小男孩的耳朵就是一顿臭骂。刘子涵看向那名中年女子，吓得中年女子连连后退，急忙把儿子护在身后。刘子涵皱了一下眉，然后领头的一名男子看向刘子涵，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名中年女子，小声问道：子涵小姐，要不要让我们的人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中年妇女，嘴这么臭？听到这样的话，刘子涵伸手打断道：不必这样，我们见到艺人和我们保持距离就要上前揍别人，和那些恃强凌弱的歹人有何区别？这样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又不是霸道山庄。哈哈，我就是随便说说，兄弟们快点，马上就到了，都给我打起精神，要是谁给我掉链子，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第56章开始闹事。陆河帮的这些人身后也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江湖客跟在身后，准备看个热闹。易水寒就趁机钻进这些人的中间。易水寒忽然被人拍了一下，转头一看，是一名身材消瘦、肤色发黑的男子，目测30岁左右。嘿，兄弟怎么称呼？来霸道山城做什么呀？易水寒感觉这名 NPC 不像是一个好人，也不想怎么搭理，但就这么爱答不理，容易得罪人， NPC 也是会找玩家麻烦的，所以易水寒也就只能随口应付道：没什么，最近在游历四方，刚灭了一个山寨，走到了霸道山城，自然要进来看一下。少侠好身手，居然灭了一个山寨。这名男子听完易水寒的话，拱手捧了易水寒一句，脸上露出假意的笑容。易水寒说完便不再说话了。这名男子感觉易水寒不好招惹，就走向一边，向另外一人搭话。易水寒的第一分身使用蛛丝发射器，速度飞快。这边陆河帮的人还没到霸道山庄的城府前，易水寒的第一分身就已经前进了霸道山庄城府的后院。一般来讲，大户人家的后院都是女眷，但这是一个势力的城府，后院并不是女眷，而是霸道山庄的仓库和传功室，还有一些门内老人。这些门内老人的实力就是衡量一个势力强弱的标准，势力强大的门内老人也势力强大，就好比少林寺拥有圣阶高手，其他的那些势力就不敢轻易招惹。少林寺没有人敢招惹，也不太去管这些俗事，他们只管传播自己的信徒，成为中立势力，超然世外。陆河帮的这伙人来到霸道山庄城府门前，吵吵闹闹，一看就像是来找事的。守在城府门口的看守弟子看到这些人后，大声厉喝：哪里穷乡僻壤来的土包子，这里是霸道山庄城府的正门，要吵到一边吵去，小心爷爷我打断你们的狗腿。只不过是也给守门弟子而已，也敢在爷爷面前狂吠，看来是当看门狗当多了，不会说人话了。来人啊，给我教一下他怎么说话。陆河帮为首的彪形大汉说完话，立刻身后走出来4人，上前擒拿守在城府门口的看守弟子。几人交手3、4招，这些守门弟子就败下阵来，被人轻易制服。
本来守门的弟子是需要内门弟子来做的，但霸道山庄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势力发展到现在，声名早就打了出去，长时间没有人敢来挑事，也就让外门弟子来担任这个苦差。这也就导致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城府门口的看守弟子被人这么轻松制服，陆河帮的人更加嚣张了。这个霸道山庄有些名不副实啊，守门弟子这么弱，看起来这名声多半有些夸大。哈哈，就是，这样来说，我们陆河帮的看守弟子都比这些人强，这么一群鸟人，凭什么敢来招惹我们陆河帮的大小姐？真是该死！行了，不要吵了，我们来都来了，自然要讨要一个说法。陆河帮为首的男子劝说众人，说完，他自己走上前，来到城府门口，推开城府的大门，对着城府内大声喊道：“霸道山庄，快点把你们那个叫李玉洁的叫出来！陆河帮前来讨要一个说法。哪里来的乡巴佬，敢在霸道山庄门前放肆？陆河帮是什么帮派？也敢来挑衅我们霸道山庄，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只听见城府内走出来一群人，这些人跑到城门口，怒视陆河帮的这群人，不过也没有上前动手，而是走向两边，站成两排。随后一名上了岁数的中年人慢悠悠地走出来，这人一看就是在霸道山庄内很有威势的人，刚才说话时中气十足。你是什么人，还敢说我们活得不耐烦？我看分明是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招惹谁不成？偏偏招惹到我们头上。别看你们霸道山庄的名头大，我们陆河帮也不是任谁欺凌的小帮派，识相的就把你们那个叫李玉洁的叫出来，要不然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哈哈，真是笑话！你们敢来我们霸道山庄面前找事，还想要我跟你们客气？好大的脸面！来人啊，把这些乡巴佬给我拿下！看来我们霸道山庄太久没有在外面走动，让这些卑贱的野狗都以为我们好欺负了。是时候让这些人重新认识一下霸道山庄了。不过你这个叫做陆河帮的小帮派就没有机会存在了。兄弟们，这霸道山庄居然还想灭了我们陆河帮，不用跟他们多说了，先干他们丫的再说。陆河帮为首的男子说完，陆河帮的这些人就冲向霸道山庄的这些弟子。陆河帮的这些人有用刀的，有用剑的，还有用双戟的，武器五花八门，看起来就有些杂乱，一点也不正规。霸道山庄这边就不一样了，这些从城府内走出来的弟子，一看就和刚才守门的弟子不同。守门的这些外门弟子并没有机会学习霸道山庄的功法，只有内门弟子才有机会学习功法。这些人一看就是学过铜墙铁壁这部功法，一身的横练功夫。双方的火拼一触即发，不过陆河帮的这些人实力也不弱，一时之间居然也没有陷入劣势，和霸道山庄的这些人打得有来有往。陆河帮是新组建的帮派，这个帮派里的人什么人也有，一路从南方到北方，很多人都是半路上招进帮派的，最近才来到霸道山庄周边，在这边做了一个生意，刚在这边稳定下来。而帮派内的人也大多都是江湖上的好手。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那是横练功夫，防御力强，普通的江湖客和霸道山庄的弟子对战，很难打伤霸道山庄的弟子。霸道山庄的弟子一拥而上，和陆河帮的这些人缠斗在一起。相对比来说，还是霸道山庄的这些人占据上风，因为这些人不考虑防御，只管进攻，让陆河帮的这些人招架起来很难。不过陆河帮这些顶尖高手比霸道山庄的这些弟子强一些，其中刘子涵的表现十分亮眼，像是一只花蝴蝶一样翻飞在人群中，分影剑一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满眼都是剑影，不知该如何应对，把对手打得没有招架之力。第57章紫金 BOSS。 陆河帮的人和霸道山庄的这些人还没打起来的时候，霸道山庄城府的门前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易水寒就躲在这些人中。起初易水寒还想着这些人可能实力不济，待会儿出手帮一下忙，结果这一交手，结果完全和易水寒想的不一样，陆河帮的这些人着实生猛。单看属性的话，陆河帮这些人的属性比起霸道山庄的这些内门弟子，属性上是占有劣势的。生猛就生猛在陆河帮的这些人配合，两边的配合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陆河帮的这些人一看就是那种经常厮杀的老手，每次都会攻敌必救。虽说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防御力强，但这些内门弟子修炼的也不到家，能免一点伤害，但又不可能免太多，必然是不敢在身体脆弱部分挨上一下六合帮弟子的死手。这些 NPC 可不像是玩家，死了还可以复活，残了也没关系，战斗完毕之后通过药物可以恢复，或者传送回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宗门，玩家的残缺身体花费一点钱就可以修复。 NPC 残了之后大概率会一直残废，除非是到后面高武和修仙阶段有那种断臂重生的丹药，像是现在的武侠阶段根本就不可能断臂重生，死了更是直接就消失了。这也就导致 NPC 互相打起来会谨慎一些，不像是和玩家对打，玩家只能把 NPC 打死，不会把 NPC 打成残废，即便是残废也只是当时的残废效果，打完之后那个残废效果就会消失。陆河帮这边占据了优势，作为长老的狄成化不想出手，觉得自己出手有点丢了霸道山庄的面子。要是说出去一个不知名的小帮派，随便几人就能逼得霸道山庄的长老出手，霸道山庄的威名必定受损。狄成化看到这内门弟子已经很难招架这群人了，
急忙吩咐一人去府内叫人出来。易水寒的第一分身绕开一队巡逻的内门弟子之后，刚准备继续往霸道山庄的传功室走，前院那边忽然跑来一名内门弟子，大声呼喊道：“快快快，不要巡逻了，有人来咱们城府门口闹事。刚才出去的几位师兄弟已经很难招架对方了，狄师叔让我来喊你们出去帮忙。狄师叔如果出手，怕被江湖人笑话，不方便出手，不用巡逻了。咱们霸道山庄的城府后院，谁敢来闹事？快点！”易水寒听到密密麻麻的脚步声，急忙飞扑向一旁的假山，背靠在假山之后。这些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走得匆匆忙忙，根本就没时间去注意假山后面。若是平时，易水寒肯定会被发现。等了一会儿，易水寒发现没有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之后，继续往传功室走。这一次没有了巡逻的内门弟子，让易水寒省事不少。如果不认路的人来到霸道山庄的后院找传功室，少不了绕一会儿，会耽误一些功夫。易水寒就不同了，当初给霸道山庄当过狗腿子，来过传功室，自然是轻车熟路。易水寒来到传功室门前，直接推门而入，像是平时看守传功室的弟子都被叫走了，没有人阻拦，倒是让易水寒省事不少。进入传功室，铜墙铁壁这部功法就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放在一处高台上。易水寒直接上前，站在高台前去取铜墙铁壁。易水寒把铜墙铁壁拿到手中，心中忽然有点不妙的感觉。易水寒刚感觉不妙，门外响起了一阵激烈的铃声，易水寒心知要糟，急忙把功法揣到背包中，又伸手拿了一本技能。易水寒都没来得及看是什么技能，传功室的大门就被一名老者一脚踢开。哪里来的小贼，偷东西居然偷到了我们霸道山庄，真是活得不耐烦啊！快点把我们山庄的铜墙铁壁功法交出来，爷爷看你识相，可以给你一个痛快。易水寒可不管这些，这个老头居然来了不直接开打，还有时间在这里嘴炮。易水寒伸手又拿了一本技能。易水寒可不知道这个功法被偷了之后居然还有报警装置，心中暗道失算，不过事到临头，能多拿一个技能算一个，这个分身怕是要挂，能多拿一点算一点，及时止损。同时也没忘了给这名 NPC 用一个侦查术，死总要死个明白，以后报仇也能找到正主。苍剑木紫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4阶，物理攻击力1965，物理防御力1200，魔法攻击力654，魔法防御力1055，速度145，修为20年，生命值80000，法力值6000/6000，技能铜墙铁壁、碎石掌、碎骨、分筋错骨手、连环腿、劈山掌、裂地掌、钢拳。卧槽，真看得起我，4阶的彩金 BOSS， 这次要完。苍剑木看到易水寒死到临头了，居然还伸手去拿霸道山庄的武技技能，心中的怒火再也遏制不住，直接冲向易水寒。小贼，好言相劝你不听，那就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了。分筋错骨手。易水寒一听是分筋错骨手，心下大惊，分筋错骨手挨一下可不好受，伤害高就不说了，最主要挨一下遭罪啊。这个技能可以让人遭受 50% 的痛感，忽视玩家设置的 20% 痛感。当然如果有勇士设置 100% 的痛感，那最后的滋味更爽，游戏角色都会被疼得尿裤子。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将苍剑木扫飞。因为修为压制的原因，易水寒根本就打不破对方的护盾值，造不成一点伤害。当然即便易水寒可以打破对方的护盾值，那高达1200的物理防御力，易水寒也很难破防，也就伏虎拳有机会打死对方。用伏虎拳打死对方，想想就行了，这是一个人形 BOSS， 不可能给人充足的蓄力时间。想清楚这些的同时，易水寒一个野蛮冲撞，向门外冲出去。易水寒虽然知道这次要完，但也不准备束手待毙，怎么也得挣扎一下试试，万一逃掉了呢？人总是要稍微有一点侥幸心理。易水寒想得很好，苍剑木可不给你易水寒这个机会。虽然说因为技能机制问题，苍剑木被易水寒扫飞，可控制的时间非常有限，非常快的就解除了控制，一脚断掉了易水寒的野蛮冲撞。第58章技能升级 bug。 易水寒一脚被踹飞到传功室的一角，打翻了好几个放着技能的柜子。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血条，只不过是挨了一下，血条就往下掉了 20%。 易水寒急忙把经验全都投到金钟罩这个功法里，易水寒的分身等级直接降到了10级。易水寒还说把经验值全都投进去呢，结果只能把10级以上的经验值投进去。知道了这一点，易水寒也心中有数了，这也算是个小 bug， 可以用这种机制来技能升级。这个分身的经验值投到金钟罩这个技能中，金钟罩的技能等级升到了2级。金钟罩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2， 力量加16，体质加24，经验值 647W1000W， 修为效率 0.8，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本功法后获得被动技能金钟护体，
护体真气增强10%，获得10%免伤效果，对方修为是施法者2倍多时免伤失效。易水寒伸手又想拿技能，苍剑木看到易水寒的操作，气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又是冲过来，一脚将易水寒踢开。因为易水寒刚升级完金钟罩，苍剑木踢过来的时候，易水寒的身外出现了一个虚幻的金钟，正是金钟罩功法效果显现之后的特效。金钟罩，苍剑木一脚就把易水寒的金钟踢碎了，但还是免不了惊讶。没错，就是金钟罩，北少林寺的金钟罩，真是邪了门了。有了北少林寺的金钟罩就算了，还来打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干什么？活得不耐烦了吗？金钟罩要比铜墙铁壁强一点，江湖上人尽皆知。你这小子还来打我们铜墙铁壁的主意干什么？有什么目的？和北少林寺什么关系？快点说！听到对方这么说，易水寒心下大喜，看来有救啊！对方貌似有些害怕少林寺。得知对方害怕少林寺之后，易水寒脑子飞速转动，想要看一下可不可能唬到对方。我和少林寺的关系啊，那说来可就话长了。说来话长，那你就长话短说，不要有什么小心思，让我发现什么不对，我一掌拍死你。我想你该不会是想尝一下我们霸道山庄的碎市长的滋味吧？哎，说来话长，就像那小孩没娘。哎，别，你先把手放下，我短点说，不要激动，都一大把年纪了。哎，别，我说实话实说，我是少林寺的弟子，但我师父说我尘缘未尽，让我了却这一段尘缘。我找了一个算卦的，给我算了一卦，说我与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有缘。我想，放屁，什么与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有缘？有缘你就来偷师吗？哦，我知道了，想你这种胆大包天的小贼，连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都敢来偷，做一些其他胆大包天的事，自然也不奇怪。这金钟罩肯定也是你偷的，既然让老夫遇上了，那老夫自然要为民除害。小贼，快说出你的背后之人是谁？学会了金钟罩，又哪里需要来学铜墙铁壁？真当我人老糊涂了不成？快说，你背后指使之人到底是谁？你在说什么？什么背后指使之人？我就是少林寺弟子，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那老夫就打到你说为止。苍剑木一言不合就一掌拍向易水寒，易水寒早有准备，急忙使用蛛丝发射器，正好险而又险地将这一击躲开。易水寒虽然躲开了第一掌，接下来的几下就躲不开了。易水寒被苍剑木一套连招，直接打得没有一丝还手之力，血量直接就被打到30%。易水寒陷入了虚弱状态，属性降低很多，本来就不好逃，接下来那就更加逃不掉了。索性易水寒把身上的装备全都放入背包。苍剑木一脚踩到易水寒的胸口，然后低下头和易水寒说道：现在这样总该说了吧？说了我给你一个痛快的，如果不说的话，说到底不还是要死？反正说不说都要死了。你把我打得这么惨，我为什么要说？不说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不说是吧？好小子，有种！我希望你可以一直这么有种。易水寒忽然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了，要打赶紧打呀，早死早分身，反正装备技能什么的都不会掉，只是损失200多万经验，但金钟罩功法经验赚了呀。这一来一回，经验反而还赚了。易水寒心中美滋滋，要是没这档子事，易水寒也不可能发现这个 bug， 谁闲着没事干让自己的分身去死啊？不是什么我最好一直有种，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快点打死老子！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喊是这么喊，易水寒觉得这样喊比较硬气，心中就不这么想了，心中想的是用不了18年，10分钟老子就又是一条好汉。看来你是没听懂啊，我说过，你要是说出来你的背后指使之人是谁，我给你一个痛快。现在不说，你还想要一个痛快？哪有那么多的好事？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来人啊，给我把他押入地牢，让人给他医治一番，不要死了，回头我还要好好炮制他。先医治好，易水寒这个熟啊，刚才他折磨那个不要脸的指挥就是这么来的。果然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吗？卧槽，等等，你什么意思？你这是要折磨我吗？看来还不傻，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要折磨你。苍剑木说着，就有人过来把易水寒抬起来，眼看就要被人抬走，易水寒可不想被对方折磨。虽然说易水寒可以让分身挂机，折磨也轮不到自己疼，但对方禁锢住自己一个分身也不是办法，总共也就才3个分身，现在都有大用，都得好好刷经验，然后才好给功法升级啊！停，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的背后指使者是谁了。第59章，斗智斗勇。苍剑木听到易水寒终于肯说出幕后指使者是谁了，急忙叫停几名抬着易水寒的弟子。停，你快说，幕后指使之人到底是谁？你先把我放下再说。你们这么抬着我，我很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就想不起来。易水寒肯定不会直接说出来的，这些 NPC 你得把他当成一个精明的人看待，有些 NPC 可是非常狡猾的。易水寒不知道这个苍剑木是什么性格，但一般来讲，刚才死活不说的，现在忽然就说出来，
有点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自己这个宁死不屈的形象，得跟 NPC 绕一会儿。都死到临头了，哪还那么多废话？那个，我说出来别杀我，放了我好不好？反正我也只是偷了本功法而已，并没有伤人，罪不至死。放屁！铜墙铁壁这部功法是我们霸道山庄的正派功法，想我霸道山庄可以在这个江湖创出这偌大威名，全仰仗这部功法。你说反了，伤人可能不会有事，但偷我们门派功法必须死。说来说去，我还是要死。想不起来了，我想不起来了，爱咋咋地。易水寒这话说完，苍剑木气的鼻子都要歪了。说什么想起来了？让你说出来，你又不说，现在又跟我说想不起来了，莫不是在戏耍老夫？老人家消消气，我哪敢啊！你若是说我说出幕后指使之人是谁就放我离开，我自然会说，但你就是想要我死，我都要死了，我为什么要顺遂你的心意？我想你是搞错了，不是要顺遂我的心意，而是说出来给你一个痛快。你都要死了，为什么还要帮害你的那人呢？你好好想想，我们霸道山庄名声传播在外，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人敢来找事了，为什么让你来而不是他自己来？就是要拿你当枪使。你放心，我们虽然会处死你，但你被人当枪使的这个仇，老夫自然会帮你报的。说出来吧。易水寒顺着苍剑木的说法往下想，居然还挺有道理。个屁啊，这老头还挺能绕。要不是易水寒确实是背后没人，易水寒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心中暗暗想到。果然，这些 NPC 就是难缠，逻辑比大多数玩家还要清晰。幸亏自己多想了一点，这年头出门在外，玩家要提防这一点，这些 NPC 也得提防着，尤其是这些上岁数的 NPC， 简直就是辣了心儿的老萝卜。出来混就是要讲义气，我们混江湖的，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能不讲义气。我背后没有指使之人，这都是我自己的意思。偷你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也没什么意思，就是好玩，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我来做，说出去多有面子啊！哎，我就还真好面子。冥顽不灵，抬下去，关到地牢，先抽几鞭子，看他现在这样子，嘴这么硬，不像是快要不行的样子，先折磨一下，快死的时候再医治。是伯。说着，几人又把易水寒抬起来，走到了屋外。易水寒一看这架势，这样被拉下去折磨可不行，急忙喊道：放下我！我想起来了，我真的想起来了！不要停，你们继续把他往地牢抬。老头儿，我真的想起来了，不要折磨我啊！我最害怕疼了。想起来就快说，趁现在你还没被抬到地牢。要是抬到了地牢，就算是你说出来了，你这么不配合，那我们也要让你受过皮肉之苦之后再杀掉你。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能不能不杀我啊？大不了我学了你们的功法，做你们霸道山庄的弟子也行啊！苍剑木听到易水寒的话，险些都被气乐了。饶是他混迹江湖几十年，还是头一次遇到易水寒这样的奇葩，为了活命，真的是什么也敢说啊！你偷学了少林寺的金钟罩，我们霸道山庄可不想收留你。还有，像你这样为了活命没有下线的人，我们霸道山庄可不会收。易水寒一听对方说自己没下线，那还不是他们搞的，本来就没有幕后指使者，非要脑补一个出来，不说就要把人拉到地牢里折磨，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易水寒心中想着，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是不能露出马脚，就是要遮遮掩掩，真真假假，让对方以为是真的，要不然以为是假的，拉下去折磨就坏事了。怎么就是为了活命没有下线？我就算再没下线，现在那不是也没把我身后的人说出来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不说了，不说了好啊！拉下去地牢，等会儿老夫亲自出手。饶是易水寒感觉自己就挺能搞人心态的了，和这个霸道山庄的不要脸老头比起来，易水寒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空间。我只求一个痛快，你这个该死的老头，我记住你了，死活不给我一条活路，我一定还会回来找你的。还有，你不是问我背后的人是谁吗？说出来，你可不要害怕。废话少说，还说什么我害怕？笑死我了！想我苍某何时怕过？像是什么说出无名吓汝一跳的这种话，就不要说了，尽是一些沽名钓誉之辈。快点说吧，说完我送你上路，早死早超生，下辈子不要再来招惹我们霸道山庄了。易水寒此时疯狂的飙演技，表现出一副特别狂热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精神不正常。你听好了，我的主人乃是刘氏集团的刘少，名叫刘心远。我们刘少说了，秃驴的功法不好，害怕学了影响他把妹。你们霸道山庄的功法倒还有点意思，搞不好可以增强持久力。放肆！易水寒的这副模样倒是让苍剑木相信易水寒说的是真的，因为霸道山庄培养的许多死士就会表现出这样的狂热模样，实在是太像死士了。苍剑木心中一想，学会了金钟罩还来偷铜墙铁壁，那脑子怕不是被门夹了？正常人谁能干出这种事儿啊？这就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正想着呢，忽然易水寒把铜墙铁壁功法的效果说到床上的事上，让他火冒三丈。第60章被围攻的刘子涵。看到苍剑木火冒三丈的样子，易水寒心下大喜，这就是他要的效果。易水寒经过这么一会儿和这名 NPC 老头对话，易水寒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对方的阴险和不要脸，
像是这种人的话，易水寒是不信的。易水寒十分的信不过眼前的这名 NPC， 虽说易水寒现在也没什么价值，但谁能说准呢？万一对方想要折磨人耍耍呢？所以易水寒就只能比对方愤怒，愤怒之后就会冲昏头脑，然后自己就可以被挂掉了。易水寒想得很好，而事实也确实是往这方面发展的。苍剑木怒火攻心，本来就看易水寒不顺眼，现在那就更不顺眼了，直接来到易水寒身前，一掌将易水寒击毙当场。苍剑木把易水寒击毙之后，就上前搜寻易水寒的尸体，翻找了片刻，并没有找到铜墙铁壁这部功法，当即更加愤怒了。刘氏集团留心远视吧，好得很，居然敢打我们霸道山庄的主意，老夫定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而另一边，在易水寒的第一分身被击毙的时候，霸道山庄城府门口，陆河帮和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打得不可开交。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内门弟子赶到门口帮忙，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陆河帮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易水寒在人群中观察战况，霸道山庄只要不让精英弟子出战，目前的这种战况还能保持一会儿，也就安心下来，准备先把分身修炼出来。同时，易水寒让第二分身掏出来从霸道山庄传功室偷来的功法和技能。铜墙铁壁，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1， 力量+6，体质+10，经验值0-100W， 修为效率 0.8，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本功法后获得技能铜墙铁壁，可在身前形成一堵灵气墙，灵气墙耐久度和防御力为玩家属性的 10%， 冷却时间30秒。碎骨，品质 F， 等级 LV1， 威力 3.0， 冷却时间15秒，消耗10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体质或力量主属性职业。效果，忽视目标 20% 防御，用脚踢伤目标，对目标造成碎骨效果，踢在腿上对目标减速，踢在胳膊上使目标攻速降低，踢在胸口造成持续伤害，踢在头上造成眩晕效果，所有效果随时间减弱，持续1秒，防御越高效果越弱，最弱没有特殊效果。碎石掌，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5.0， 冷却时间30秒，消耗30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体质或力量主属性职业。效果，碎石掌的掌力劲刚猛，具有开碑裂石的威力，击中敌人后劲道分散，可对敌人身后扇形3米范围内敌人造成同等伤害。易水寒本来就缺技能，这2个技能直接学习，这个碎石掌还是个范围伤害技能。随后易水寒就让自己的第二分身学习铜墙铁壁这本功法，铜墙铁壁需要引导15分钟才能学会。过了10分钟，易水寒成功的修炼出来分身，本体等级降了1级，到了11级 90% 多经验值，分身则是12级0经验值。修炼出来分身之后，易水寒急忙从自己藏身的小胡同里走出去，同时观察陆河帮那边的局势。只不过是10分钟的时间，陆河帮那边就已经被打得节节败退。本来陆河帮这一行人有30几人，现在还能站着战斗的就只剩下10几人了。易水寒看到有5人围攻刘子涵，刘子涵被霸道山庄的几人抢攻，根本就不管自身受不受伤，使得刘子涵只能连连招架，被压制的不能还手。易水寒挤到人群中，就听到这些人的小声议论声，十分真实，就像是现实中人们看热闹一样，一边看着还一边闲聊。这一帮乡下人还挺厉害，居然这么能打。那是你来的有点晚，最开始的时候你没看到，这一帮乡下人可真厉害啊，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根本就打不过，被这些乡下人压着打。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嫡长老的脸色都变得难看极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敢来霸道山庄的城府门前闹事。嘘，你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去了。若是有人去霸道山庄去告状，你我2人就惨了，管他们怎么样，我们安心的看热闹就行。这样的热闹可不多见。不过说真的，这闹事的那些人中，那名女子真是漂亮啊，这模样堪比醉仙楼的头牌灵儿姑娘了。谁说不是呢？多好一个姑娘，可惜了，多半是要遭。不过这姑娘的身手还挺好的，霸道山庄这么多内门弟子才能压制住她。几人正聊着呢，刘子涵那边忽然出了意外。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刘子涵被几人逼得只能防守不能进攻，刚开始还好，一直防守下来难免出现意外。这一次就是刘子涵一剑劈开一名弟子的一拳，谁知那名弟子的这一拳并不是实招，而是虚招，根本就没怎么用力。刘子涵用力劈开对方的拳头，自己用力过猛，看到对方轻而易举的就改变了招数，心知这次要遭。霸道山庄的这名弟子可以变招，刘子涵根本就没有变招的机会，就力已去心力未生，刘子涵也只能是急中生智，急忙将剑横向身前。刘子涵的匆忙应对，将可以格挡住对方势大力沉的一拳，
被打得连连后退。围攻刘子涵的几名弟子见到如此好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啊！刘子涵挨了一名弟子的一脚，痛呼一声。陆河帮的几人看到刘子涵要支撑不住了，急切地喊道：“子涵！”刘子涵被人踢了一脚，正好借着那强劲的冲击力退向易水寒这边。看到几人还要乘胜追击，刘子涵脸色苍白。第61章，英雄救美。看到眼前这一幕，易水寒知道该自己出场了。易水寒挤开人群，冲上去搭手扶住刘子涵的后背，让刘子涵站稳的同时，易水寒释放碎骨技能，一脚踢到冲上去的弟子身上，直接将整个人都踹飞了出去。被踹飞的霸道山庄内门弟子砸到身后跟上来的弟子身上，直接砸倒了2人。真是好胆，我霸道山庄的事也敢有人插手，活得不耐烦了不成？哼，霸道山庄果然不要脸，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姑娘，我只不过是看不顺眼罢了。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多谢少侠相助，事后我陆河帮必有重谢。惹了我们霸道山庄，还想有事后，想得挺美。你们所有人都得死，陆河帮也会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而被我们霸道山庄灭门。那个多管闲事的小子，报上你的名来。那边霸道山庄的狄成化和陆河帮的这些人对话，同时也没忘了让这些内门弟子围攻几人，让易水寒觉得他们很不要脸。打架以多欺少也就算了，居然还说话干扰，哪来的那么多废话？你管老子叫什么？说出来不怕吓到你们？老子的身后乃是刘氏集团刘心远，识相的快点闪开，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易水寒一伸手挡住想要继续冲上前的刘子涵。现在这个时候，刘子涵受了伤，正是虚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刷好感度，那叫一个事半功倍。易水寒掏出来自己都还没用过的金疮药和补气丹，这些药都是之前易水寒在霸道山城闲逛的时候看到街道旁的医馆，然后在医馆中买的。这些药还挺贵，回蓝和回血的药，易水寒各买了100份，花了易水寒3枚金币，平常玩家根本就用不起。易水寒也是难得大方一回，这些药易水寒也是准备在危急时刻用，平时没有大碍的时候，只需要吃一点烹饪，然后等着慢慢恢复就好。刘子涵可不知道易水寒心中的弯弯绕，只感觉眼前这人好体贴，救了自己不说，还贴心的为自己准备了疗伤的药物，现在还将自己护在身后，一时之间小鹿乱撞，脸色也变得不再那么煞白，隐隐看到还有一点淡红色。易水寒掏出乌金枪，上前一个横扫八荒，将身前的几名霸道山庄内门弟子扫飞。同时易水寒也没停下脚步，上前朝着一人使出碎石掌，一掌直接击毙了一名霸道山庄内门弟子。韩师弟，可恶！你们欺人太甚，居然杀了韩师弟！小贼，拿命来！只见有一名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一个飞踢冲来。打架时被愤怒冲昏头脑是很不理智的，这时候也许可以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实力，但同时也会让自己破绽百出。想要去做一名优秀的职业玩家，那就要具有冷静的思考、出色的身手、强大的实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上一世的易水寒除了没有强大的实力，其他的那些他都具备，也正是这样，他才可以在一众玩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打手，并且还结下了许多仇家。想要拥有实力强大的仇家，那也是需要自身实力的，如果实力不堪，早就被那些仇家压得抬不起头了，只会被人碾压。这就好比富翁，不用管是富翁还是富翁，人家都是有本事的，能借出来的钱也是钱，没有实力连钱也借不出来。易水寒在对方飞踢上来的时候，一枪将对方从空中打倒在地上，上前就是一个当头一棒，将人当场斩杀。同时易水寒抬腿蓄力释放罡并飞刺，易水寒这样的动作让霸道山庄的那些内门弟子不敢轻易上前。这也不怪这些弟子，实在是易水寒一上来就打死了2名弟子，实在是太有误导性了。易水寒的伤害其实并没有高到可以随意斩杀霸道山庄内门弟子，而是霸道山庄的这些内门弟子已经跟陆河帮的这些 NPC 打了半天，状态本来就不满，甚至有些弟子都已经很残了，刚好就造成了易水寒很能打的假象。霸道山庄的这些人不敢冲上来，正好合了易水寒的心意，安心的蓄力，没有人上来打扰。蓄力3秒之后，罡并飞刺成一条直线射向霸道山庄的这些内门弟子，高达2500点的真实伤害，又杀死了1名弟子。真是卑鄙，居然放暗器！师兄弟们，对这种卑鄙小人没什么好说的，打死他！易水寒怎么想也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就是放了一个装备自带的技能，居然被人当成了在释放暗器。一眼看去，有7、8名弟子冲上来，易水寒被这些人的架势给吓到了。不过易水寒也不怂，刷好感嘛，是时候在这些 NPC 的面前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技术了。易水寒直接顶起防爆盾，对着这些人释放野蛮冲撞。易水寒在顶着3人往后退了几步之后，其他的那些弟子帮忙顶住这几人，让易水寒停在原地顶不动。看到自己顶不动了，易水寒收起来防爆盾，对着身前这名弟子就是一个撩阴腿，随后横扫八荒，将身前的6人扫飞出去。一名内门弟子踢向易水寒，易水寒一个后弯腰躲开，
然后一个侧身站起来，释放浮空凌云脚，将一名弟子踢飞到空中4米多高的位置，然后飞到空中连踹12脚，将那名弟子在空中活生生踢死。易水寒在空中3秒钟，下面的那些弟子早已经就位，就等着易水寒落下来，然后乱拳把易水寒打死。易水寒在浮空凌云脚结束的第一时间，伸手一甩，一根蛛丝飞射出去，抓住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然后在那些弟子惊讶的目光下，直接飞向不远处的那棵树上。看到易水寒这么猖狂，霸道山庄的那些内门弟子围上来，冲上来的人实在是有点多，并且还不怕易水寒的攻击，就是要和易水寒以伤换伤。这种打法让易水寒压力巨大，毕竟易水寒的技能有技能真空期，控制不了这些人的时候，哪怕操作再好，贴身战斗总是要受伤的，只是片刻的功法，易水寒的血量就下降了 40%。 第62章护送刘子涵。易水寒这一次是真的感觉到危险了，有一种自己要玩脱了的既视感。这时易水寒的第2分身终于把铜墙铁壁这部功法学会，知道身后肯定有人打自己，也没多想，直接释放了铜墙铁壁，将几人的攻击全部挡住。铜墙铁壁？为这么这个小贼会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什么？他居然会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几名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这样一说，在一旁观战的狄成化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小贼，你怎么会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易水寒看到一直坐在一边的狄成化忽然出手，知道这一下可不能挨到，这一下要是挨到，就算是不死，那血条肯定也到 30% 以下了。易水寒急忙使用蛛丝发射器，让自己强制位移到一边。陆河帮的兄弟们，霸道山庄的长老出手了，我们快点走吧，再不走就要来不及了，不要再恋战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方长。少侠，我们先帮你挡一下，你带着我们的小姐先走，去我们的陆河帮，我们陆河帮内有高手坐镇，不怕霸道山庄的这些人。听到这些人要留下断后，易水寒心中高喊好兄弟，但话不能这样说，必须要说出体面一点的话，这样才好刷好感度。那你们怎么办？霸道山庄人多势众，你们逃不掉的。少侠不必担心，我们自有办法，你只需要保证小姐的安全就行，此地不宜久留，少侠快点带小姐离开。系统提示：护送刘子涵，难度 A， 是否接受？这时候易水寒都断了触发任务的心思了，因为之前那样都没有触发任务，现在这忽然触发的任务倒是让易水寒心下大喜，没多想直接选择了接受。护送刘子涵，任务难度 A， 任务要求：护送刘子涵，保护其安全。任务奖励600W 经验，刘子涵好感度。任务简介：霸道山城内霸道山庄的弟子众多，帮助刘子涵回到陆河帮，护其周全。既然对方都这样说了，并且任务也接下了，易水寒也不客气，拉住一旁的刘子涵，撞开人群就往外逃。小贼，偷学了我们霸道山庄的铜墙铁壁，还想逃？小贼，给老夫死来！挤开看热闹的人群之后，易水寒对着刘子涵说道：抓紧我们要抓紧时间逃了，要不然待会儿城内的其他弟子过来围堵我们，那样我们就不好逃了。易水寒这样说，刘子涵没有明白易水寒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抓紧时间逃？现在不就是在逃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抓紧时间逃？现在我们不就在逃吗？易水寒伸手抓住刘子涵的肩膀，按着他的肩膀搂入怀中。你抓紧了，不要掉下去。易水寒说完，一抬手射出去一根蛛丝，蛛丝抓住一旁高楼的屋檐，两人就在这些人惊讶的目光中直接起飞。刘子涵没想到是这样的画面，在空中的时候，易水寒换了一下手，用另一只手射出蛛丝，就像是蜘蛛侠那样，在霸道山城中快速的往城外赶去。而刘子涵也不得不像是树袋熊一样，搂着易水寒的脖子挂在易水寒的身上。两人的速度飞快，迅速将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甩在身后，可狄成化却并没有被易水寒甩开，只看到狄成化飞檐走壁，整个人十分轻盈，远远的掉在易水寒的身后，让易水寒甩不开。易水寒都没敢让自己的分身去吸引火力，实在是因为这些霸道山庄的长老根本就不是他当前可以应付的。现在易水寒偷功法的目标已经达到，让分身悄悄地离开霸道山城，留在这里会有隐患，运气不好被那个苍剑木出来撞到，那就会再死一次，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可以离开，何必留下作死？小贼，快点说出来，你到底是怎么学到的铜墙铁壁？还有谁偷学了我们的功法？如实招来，不然我们霸道山庄必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你在我身后犬吠什么？莫不是我现在正在遛狗？易水寒这样一说，挂在易水寒身上的刘子涵憋不住了，直接笑出了声，实在是易水寒太损了，把狄成化在身后紧追不舍的样子当成了遛狗，十分形象。你当真是气死我也！别让老夫抓到你，若是让老夫抓到你，必然将你碎尸万段，剁碎了扔出去喂狗。狄成化一路跟着易水寒，一直跟到霸道山城所在山峰石林山的山脚下，最后因为耐力不足停下了脚步。易水寒看到对方不追了，临走也没忘了
嘴贱一下。狄长老，这就不送了吗？再多送一会儿啊！你们霸道山庄的待客之道不行啊！送人都送到一半了，还不把人送到家？听到易水寒居然把狄成化的追击说成送，有点忍俊不禁，挂在易水寒的身上偷笑。易水寒感觉到刘子涵挂在身上乱抖，心想自己也没做什么呀，在自己身上抖什么？低头一看，原来刘子涵想笑又不敢笑出声，只好拼命的憋笑，然后又忍不住笑了出来，结果就变成了在易水寒身上乱抖。易水寒忽然发现刘子涵俏脸微红，一双眼眸微眯。刘子涵一抬头，忽然看到易水寒正在低头看向自己，当即芳心大乱，急忙低下头，也不再笑了，让易水寒觉得他还挺可爱。你气煞老夫！老人家，你快看一下，你都喘成什么样了？都喘成这样，就不要随便出门了，死在路上可不好。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尊老，请你快点去死吧，我们就先走了，拜拜。你……狄成化真的要被易水寒气疯了，一口气喘不顺，一口血喷了出来。易水寒不放心，害怕狄成化没有死心，又背着刘子涵跑了一段距离。好了好了，你放下我吧，霸道山庄的那个狄长老应该没有再追了，刚才你那样气他，要是还在追的话，肯定已经追上了。听到刘子涵这样说，心想也对，就蹲下去把刘子涵从背上放下。第63章隐情。在易水寒将刘子涵放下之后，刘子涵先是整理了一下衣衫，将衣衫上的褶皱整理平整之后，看向易水寒，虽然心中还是难掩小女儿害羞姿态，但江湖儿女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枝节末梢，想清楚这些之后，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多谢恩公搭救，这次若不是恩公出手相救，子涵这次怕是要糟了。姑娘无需多言，霸道山庄势大，在北方这边的各个势力中也算是比较难缠的，为何要来寻霸道山庄的麻烦？刘子涵听到易水寒这样问，想要说，但又有些顾忌，有点欲言又止的意思。易水寒看到了刘子涵的顾虑，似乎是另有隐情啊，搞不好有任务，连忙追问道：若是姑娘信得过在下，姑娘但说无妨。恩公对子涵有救命之恩，自然是信得过的，不过此事兹事体大，还请公子不要向外多言语，以免引来杀身之祸。易水寒一听刘子涵这样说，心中隐隐有了一点猜想，这刘子涵后面该不会是改名叫做木子月了吧？心中一点有了这种刺激的想法，心中那激动的心再也抑制不住。这要是把第一版本武侠阶段的女主角好感刷满，然后搞到自己的小世界，想想就刺激。上一世好像没有发生过有玩家把版本女主角搞到手的案例。易水寒想了一下，蓝星区游戏第一版本的男主角叫做独孤行，男主角的父亲名叫独孤风，人称清风剑侠，这俩人马上就要出现在玩家眼前了。易水寒急忙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强装淡定地问道：子涵姑娘，但说无妨，我向来独行，口风很严，自然不会对别人多说。我们陆河帮其实是刚组建的帮派，之后名字应该还会变，这个名字也只不过是随便取的。刘子涵的话让易水寒有些无语，这么随便的吗？这可是帮派的名字啊，可以提高大家凝聚力的，这么一直换名字，很容易让大家没有归属感。贵帮派还真是特立独行，常换帮主的帮派我见过，像贵帮派这种常换名字的，我倒是没见过。易水寒这样一说，让刘子涵有些尴尬，俏脸微红。他自然也知道现在陆河帮的特殊性，这样一直换名字的帮派有点不符合世人的看法，不过也没办法。陆河帮为啥叫做陆河帮呢？因为现在的陆河帮就是6个帮派合起来的帮派。恩公莫要取笑了，我们陆河帮有些特殊，陆河帮其实是最近才改为这个名字的，原因则是我们现在这个帮派是由6个帮派合并起来的，帮内大多都是粗鄙之人，懒得想名字，就直接用了陆河帮这个名称，简单明了，就是6个帮的帮派。哦，原来是这样，那就解释得通了。这时候易水寒也不用多说话，只需要做个合格的捧哏就行，刘子涵自然会把缘由说出来。易水寒听到现在，感觉自己搞不好可以参加主线起始部分。我们陆河帮内大部分人都是南方人，并且大多都是游侠，并没有自己的势力。之前我们这些人过得都不怎么好，很清苦，但这一切在几年前忽然变了。怎么，是你们聚到了一起，抱团取暖，然后日子过得好多了？恩公不要打断我，耐心往下听便是。我们这些人游侠过得清苦，自然是因为那些大势力和大家族，他们那些人高高在上，剥削农夫商贩，将资源牢牢握在手中。像我们这些人没有背景，没有势力，即便再有实力，那些大家族大势力也敢对我们这些人任意打压，只要有一丝反抗，就会被追杀的仓皇鼠窜，连温饱都成问题。易水寒知道重点要来了，这就是第一版本的背景，大势力不将下面的这些游侠当人看，肆意欺辱。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版本的主线就是游侠散人和那些大势力大家族的对抗。易水寒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示意刘子涵接着往下说。恩公在北方可能不知道清风剑侠独孤风，我们南方的很多小势力帮派和游侠散人都知道这位清风剑侠。清风剑侠本为山上的道士，一直在跟随一名老神仙修行，在那位老神仙仙逝之后，
清风剑侠走出了一直生活的道观，开始游历世俗。清风剑侠看到了世人生活的疾苦，也看到了大家族大势力的蛮横霸道，想要改变这个世道。说到这里，刘子涵停下了说话，转头看向易水寒，仔细观察易水寒的面部表情。易水寒是知道这些的，不过现在真的通过 NPC 角色告诉自己，易水寒还是很惊讶，没想到居然真的是自己猜想的这样。这个陆河帮真的就是清风剑侠现在组织起来势力。那这位清风剑侠确实令人钦佩，想要改变现在这个世道，只有想法可不行。我也看不过这个世道，奈何实力不足，也就只能勉强自保，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想要再做其他的事情，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不知这位清风剑侠实力如何？清风剑侠自幼跟随老神仙，实力自然不必多说，如今实力已是当今顶尖实力。若不是如此，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追随。现在我们只是在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让世人看清这些大势力大家族真面目的时机。而霸道山庄行事霸道，而这就是我们可以让世人看清这些大势力对待我们散人的好机会。到时只需振臂一呼，自然有对这些大家族大势力不满的同道中人响应，到时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来对付这些大家族大势力。易水寒听刘子涵这么说，一下把自己搞懵了。他可不记得侠义盟是因为霸道山庄而开始的，这不禁让易水寒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时间太长记错了。看到易水寒一脸茫然的样子，刘子涵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恩公现在得罪了霸道山庄，还有你在的那个什么刘氏集团，你是准备回去你的势力吗？第64章江田镇。听到刘子涵问自己要不要回去刘氏集团，易水寒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想了一下，自己去刘氏集团，然后看到霸道山庄的人听到刘氏集团这几个字眼，对着这些玩家一路追杀，易水寒就感觉有些好笑。恩公，你在想什么呢？为何你的表情如此？刘子涵说着，下面的话有些说不出口，毕竟不是什么好词，对自己的恩公这样说有些冒犯。无需顾虑，有什么说什么就好。就是你刚才的表情有些猥琐，不像是在想好事。啊，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易水寒有些惊愕地问完，刘子涵若有其事的点头，那认真的样子一下就把易水寒给逗笑了。你想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在想什么？刘子涵现在的样子像极了好奇的猫。我跟你讲，我根本就不是刘氏集团的人，我也只是一名游历江湖的游侠，并无可惧之处。相反的是，刘氏集团算是我的仇家，所以我招惹了霸道山庄之后，报名的时候直接把我仇家说了出去。反正霸道山庄也得罪了，也算是我的仇家，两个都是我的仇家，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听到易水寒这样说，直接就让刘子涵听得合不住嘴，有点三观被颠覆的感觉。像是江湖上大家都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敢做敢当，从来就没见过有人招惹敌人报名实报自己仇家势力名字。恩公，你这种做法不像是英雄所为，男子汉大丈夫，行得端立的正。哎呀，迂腐了不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不是英雄所为就不是英雄所为。你一女孩子家的，管他什么英雄不英雄的，只要自己舒服就行。我看到我的仇家鹬蚌相争，然后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快哉？这叫做计谋。易水寒一边说着，一边还得意地对着刘子涵做了一个动作，用手指着自己的脑子，然后对着刘子涵说道：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脑子是个好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动了一下嘴，就可以让那些大势力互相看不对眼，让他们交兵相向，这样的事，你会因为那些虚无缥缈的虚名而放弃吗？易水寒的话对于刘子涵来说可谓是震耳发聩，无异于颠覆三观。但世道就是这样一个世道，大家族大势力根深蒂固，散人的实力水平也相对较低，想要对这些大家族大势力产生威胁，那真的是非常艰难。受教了，是子涵迂腐了，恩公的话十分有道理。子涵细思之后，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既然恩公无处可去，来我陆河帮做客可好？我想将恩公引荐给陆河帮的众人，不知恩公意下如何？接下来陆河帮肯定要和霸道山庄开战，搞不好有很多任务可以接，易水寒自然是连连答应了下来。陆河帮的据点距离霸道山城的距离并不远，易水寒跟着刘子涵进入一个小镇，买了2匹代步的马之后，两人用了半天的时间来到了陆河帮的据点江田镇。江田镇是一个小镇，背靠江田山，以此而得名。江田镇盛产玉石，也算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小镇，这里的房屋修建的比易水寒一路走来看到的那些房屋都要高大结实许多，并且小镇上 NPC 的服饰也要比其他地方的服饰好上一些，从这些上就足以看出江田镇的富饶。而江田镇的富饶也是让陆河帮选择这里作为据点的原因。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广积粮缓称王，想要成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总不能就因为一句话或者理想就忽悠别人为自己卖命。想要让别人为自己卖命，当然要有共同的利益，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共同的利益也不能让一些人死心塌地跟随，还需要伴有眼前的利益。而江田镇正好可以提供钱财，
为之后招揽天下散人打下深厚的基础。正所谓站在什么位置上，想什么位置的事，易水寒一直都是散人一个，并没有管理过什么。若是让慕容雪来到这里，自然可以一眼看出陆河帮的深意。易水寒虽然不知道陆河帮来这里的深意，可单从地理位置上，易水寒也看出了这一处的重要性。江田镇依靠江田山而建，上可以一路向北，下可向南150多公里，一路平川，然后可以遇到一条从北向南的上水河，可顺河一路向南，一直到南海。江田镇如此好，盯上这里的帮派势力自然不少。霸道山庄就想过把手伸向这里，不过这里实在是太乱了，各个帮派在这里混战，霸道山庄在霸道，同时惹上这么多的帮派也吃不消，最终只能是放弃了这里。陆河帮也不过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在其他帮派最终在这里只能是谈判，各自占领江田镇一部分地盘。陆河帮是强龙过江，可不管这些，你们畏首畏尾的不敢出手争夺霸占，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一窝蜂的冲上来，把这些帮派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刘子涵这一行人也不过就是一个由头，想要给霸道山庄一个不得不出手的理由。刘子涵回到江田镇，自有陆河帮的帮众传报，随后便有人过来，带着刘子涵和易水寒两人进入了陆河帮的临时帮派大堂。哈哈，子涵回来了，快点坐。这次去霸道山庄闹事怎么样？这个霸道山庄的实力怎么样？陈伯伯，霸道山庄的实力确实强横，他们的铜墙铁壁是横练功法，十分强横。我们是和他们的内门弟子交手，实力比起我来逊色一些，但我也极难伤到这些人。哦，那看来这个霸道山庄确实是有两把刷子，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有两下子就好，就怕他没这两下子叫这个名字干什么？霸道山庄就怕他不够霸气。我们等他2日，应该也能查到我们这里，过几日应该会有一场战斗要打。第65章，开启副本。易水寒就静静地听这些 NPC 说话，想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多得到一些消息，最好可以听到一些主线的关键消息。易水寒听了一阵，一直都是在说过几天应对霸道山庄的事，并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让易水寒有些失望。易水寒这时也完成了护送刘子涵的任务，获得了800W 经验，让易水寒的本体角色直接升级到了14级，并且和刘子涵的好感度达到了交心的程度。霸道山庄的这些事完毕，易水寒也开启了陆河帮阵容界面，然后就看到陆河帮的阵容界面上显示出一个阵容任务，上面显示着倒计时。陆河帮这边是这样，加入霸道山庄的玩家就也在霸道山庄的阵容界面看到了一个阵容活动倒计时，倒计时上显示着2天11小时52分钟。易水寒看到陆河帮和霸道山庄的交战要到2天之后了，也不想再在这边耽误时间了。这个阵容活动的奖励是要看阵容贡献度的，阵容贡献度越高，最终得到的奖励也就越高，而奖励则包括了经验装备和修为。易水寒猜测这一次的阵容活动应该会很精彩，毕竟是蓝星区的第一个阵容活动。易水寒不记得有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想了想，自己当初一直没玩明白这个游戏，导致升级升得慢，一步赶不上，后面则是步步赶不上。第一次进入主世界还是游戏开服20天以后了，那时自然也是错过这样的活动了，没有印象很正常。易水寒没有再纠结这个阵容活动，把位置坐标发给了顾倾城，并且还附带上了活动内容。易水寒没告诉慕容雪，那是因为慕容雪是科技侧的职业，进入的主世界也是科技侧的，现在修真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并不会遇到一起，发了也白发。易水寒接下来需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现在功法也搞得差不多了，还差一个钢筋铁骨。不过钢筋铁骨这个功法有些特殊，并不是说这本功法多么厉害多么特殊，而是这部功法在大陆上并没有，而是在南海的一座岛上。那个海岛挺大的，叫做镇妖岛，面积有8万多平方千米。那个海岛距离大陆有点远，目前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海岛，需要到第1版本后期才能抵达。那个海岛上有一个势力叫做镇妖殿，世代守护镇妖岛，并且整个镇妖岛上人们的通用功法是钢筋铁骨，可以说只要到了那座小岛上就可以学习到钢筋铁骨，所以易水寒也不用着急。易水寒的第2分身一直在南方，那是有原因的。主世界位面也可以传送小世界，不过这样的传送和在自己的小世界传送其他小世界不同，与其说是传送小世界，倒不如说是下副本。从主世界传送到其他小世界会带有任务，只有任务完成才可以退出那个副本，或者在副本中死亡，死亡后也可以退出副本。易水寒的第2分身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赶路，已经在那个进入副本的传送阵前半天多的时间了，现在铜墙铁壁功法已经得到，是时候安心刷经验刷修为了。想要带弟子进入主世界，那是需要令牌的，易水寒目前还没有报到，要不然带着4阶的水轻柔去刷副本，那效率会快很多。没有令牌，易水寒也不想和别人组队刷副本，在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回事的时候，就易水寒一个人知道。易水寒没办法解释这回事，索性就一个人刷副本，虽然会慢上许多，但奖励也会比组队一起丰厚许多，都是双向的，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不再多想，易水寒选择进入副本。随后
易水寒的3名角色出现在一个村庄的小路上，周围鸟语花香，一片和谐的景象，并且还有行人路过。易水寒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些人的打扮像是19世纪那时华夏人的打扮，非常的朴素。易水寒虽然还没有看任务，但心里确实感觉有些不妙，这样的环境怎么看都像是灵异世界啊。易水寒迅速的看了一下任务，斩除尸王。任务难度 B。 任务要求斩杀太平县内的僵尸，并且斩杀尸王。任务奖励 800W 经验，1年修为，是完成程度结算奖励， 90% 以上获得全部奖励。任务简介：太平县的郊外最近苏醒了一个尸王，尸王会汲取活人血液，实力正在渐渐恢复，请玩家尽快斩杀尸王，否则任务难度将会升级，斩杀尸王即可完成任务。看到这个任务之后，确实证实了易水寒的想法，让易水寒有些难受，不过也还好，让易水寒还可以接受，是僵尸世界，幸好不是那些具有特殊能力的鬼怪灵异世界。僵尸的最大特点就是昼伏夜出，并且具有铁甲被动，物理防御力奇高，需要借助一些道具才可以破防。易水寒观察了一下天色，这时应该是这个副本里的下午，再过一会儿就该晚上了，时间紧急，需要快点赶到县城内，看看有没有道士可以帮助道士 NPC， 然后从道士这里获得道具或者技能。易水寒的3个分身开启力大飞砖的特效，在土路上一路飞奔，留下漫天的灰尘。怎么回事？最近越来越不太平了，这谁家的拖拉机啊，搞得漫天灰尘。行了行了，快别抱怨了，快点回家吧。你听说了没？赵地主家里昨天晚上出事了，死了2名下人。听说了，据说死得可惨了，身上的血都被吸干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干的。据说赵地主请来了山上的道士，怕不是有妖怪。哎呀，真是吓死个人，快点回家吧，晚上不要出门了。2人越说越害怕，此时易水寒正好要经过2人，在2人身后听到2人的对话，想要向2人打听一下赵地主的家怎么走。2位兄弟，我听到你们说昨天晚上赵地主家出事了，那你们知道今天赵地主家里请来了道士吗？2人一回头就发现了身后的易水寒，还有那漫天的灰尘。第66章斩杀白江。2人完全没有想到过，这身后不声不响的忽然出现了一人，2人都被吓到了，尤其是易水寒的身后还有这漫天灰尘，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你们到底是人是鬼？易水寒看到2人被吓得连连后退，也不再继续向2人靠近了，站在原地说道：“2位大哥，你们不必害怕，我们当然是人了。你们要是人的话，你们背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灰尘？拖拉机跑起来都没你这么多的灰尘。你们不要慌，我们真的是人啊，只不过我们是修行之人，我们身后有这么多灰尘，是因为我修炼功法的缘故，不信你们看。”易水寒的本体说着，从背包中掏出来一把刀，在自己的手上划了一刀，流出鲜红色的血液，走上前让2人观看。看到易水寒流出红色的血液，2人这才放下心来，原来真的是人啊！听你的话，你们是修行之人，也是道士吗？怎么看起来不太像啊？我们确实和其他那些道士不一样，不过我也是道士，2位大哥不必害怕，我们只是想要问一下路，赵地主家怎么走啊？2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交流了一下，然后其中一人看向易水寒说道：“原来你们问赵地主家啊，平安县有点大，我们说也说不清。这样吧，我们2人的住处距离赵地主家不远，你将我们2人送回家之后，我们再为你们指路。”听到2人的话，让易水寒有点难受，这2名 NPC 真是狗啊！易水寒也没有神妖办法，这2名 NPC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易水寒也只能护送2人，因为现在的天色已经到傍晚了，到达平安县之后，街道上也不一定有人。易水寒护送2人回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些声音。道长，你们听到没有？好像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易水寒听了一下，确实是有声音，像是人走路的声音，不过这个频率有些怪，一个脚步声和另一个脚步声时间间隔有些短，之后再次迈步的话，时间间隔又有些长，就很怪，像是一个瘸子在走路，但瘸子走路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动静？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用管他什么动静，我们继续走吧，有我保护你们的安全，不用害怕。哦，好，那咱们快点走吧，怪吓人的。说完，继续赶路。几人又走了一会儿，听到这动静越来越大，这不像是走路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跳。易水寒知道这是僵尸过来了。道长，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动静越来越大了？2人说话都要说不利索了，说话时一个劲儿的抖。不用害怕，只不过是僵尸而已，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来了，你们靠边一下。2人顺着易水寒的目光看去，看到2具僵尸正在往这边跳，吓得2人直接瘫倒在地，紧接着就有液体出现在2人的身下。白江精英怪，种类亡灵，等阶2阶，物理攻击力480，物理防御力920，魔法攻击力820，魔法防御力760，速度106，
修为3年，生命值32000，法力值800，技能吸血、尸毒、被动、铁爪、低级铁甲、被动。过来的是2具白浆，稍微有些难缠，这防御力着实是有点高。易水寒现在的攻击力，在目前这些玩家中，那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了。但处理起这2具僵尸，依然需要下很大一番功夫。易水寒的3名分身冲向2具僵尸，2个分身因为等级才到12级，并且也没有装备，伤害要差一些。易水寒操控2个分身对付1具僵尸，操控本体对付1具丧尸。易水寒上前就是一个当头一棒，结果这具僵尸并没有被晕到，反手使用了铁爪技能。易水寒忘了，亡灵类的怪是免疫眩晕的，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死物。易水寒一个退步，险而又险地躲开僵尸的铁爪。易水寒这一次使用了横扫八荒，将僵尸击飞。在僵尸被击飞之后，易水寒急忙上前刺了2枪之后，立刻发动了浮空凌云脚。等浮空凌云脚落地之后，易水寒又立刻接上碎骨，碎骨打完之后又接上碎石掌。本来易水寒还想着要用辽阴腿的，但想了一下，僵尸这东西的那玩意儿应该烂了吧，这一脚踢上去，万一爆了，尸毒不尸毒的先不说，膈应都能把人膈应死。这一套的攻击也不过是打了这具僵尸40%的血量，再次跟这具僵尸打斗了片刻，等到技能冷却好，又打了1分多钟，这才把2具僵尸杀死。易水寒来到2名瘫倒在地上的 NPC 身前，开口说道：没事了，这2具僵尸已经被我斩杀，不要害怕，回家之后不要出门了，最近我会在平安县停留一段时间，等到这边僵尸处理完毕我才会离开，要是你们发现僵尸的踪迹，可以来跟我说。2人看到僵尸被杀死了，互相扶起来对方，颤颤巍巍地对着易水寒拜了一下。随后易水寒护送2人回家，等到2人到家之后，又是对着易水寒一阵的哭诉，想要易水寒留下来保护他们。易水寒还想要快点打完尸王结束这个副本呢，怎么可能留下保护他们？易水寒恐吓了一下他们俩，让他们俩乖乖的说了赵地主家怎么走。问好路之后，易水寒快速的往赵地主家赶去。易水寒十分的心急，要杀死平安县内所有的僵尸，这可不容易，与其花那么大的精力到处找僵尸杀，还不如快点杀死尸王，快点结束副本，然后快点开始下一个副本。这2名 NPC 的家到赵地主家，易水寒用了5分钟，什么距离很近，简直就是骗人。当易水寒赶到赵地主家的时候，发现赵地主家里的正院摆放着做法事的案台，满地的黄符，院内还有几具僵尸正在围攻做法事的道士师徒。第67章描画镇尸符。易水寒看了一眼，发现这几具僵尸都是白浆精英怪，并没有发现尸王的踪迹，感觉有些棘手。这尸王要是抑制不出来，躲在小角落里慢慢恢复实力，那可就真的麻烦了。目前尸王的实力还没有怎么恢复，斩杀起来还容易一些，要是真的等到任务升级，要是搞出来一只毛浆 BOSS 就搞笑了。虽然说目前这个阶段应该不能碰到毛浆，但游戏系统这尿性谁也说不准，一切皆有可能。易水寒猜测，目前这尸王应该是一具绿浆。绿浆散发出的湿气和尸体为绿色，跳跃速度极快，不再像是白浆那样，白浆怕狗怕鸡怕光怕火怕水，绿浆只害怕阳光，弱点明显减少，可以对付的手段也相应减少。绿浆其实还好，还可以利用一些道具应付，比如黑狗血、鸡血、糯米、童子尿，这些道具都可以让玩家破开绿浆的防御。绿浆之后的毛浆就不一样了，毛浆的特征是尸体上长出了毛发，身体进一步的强化，防御力变得极为强悍，并且修为越高，身体的防御力越高。毛浆还行动敏捷，跃屋上树，纵跳如飞，开始不畏惧反火，修为高的甚至不怕阳光。这时候黑狗血这些道具虽然还对毛浆有点作用，但破掉的防御已经远远不够。毛浆这玩意儿最起码也得等到高武或者修仙阶段才能对付，现在遇上了死路一条。易水寒站在赵地主家的家门口，那些僵尸围攻那2位道士师徒，久攻不下之际，转头向易水寒这边跳来。师傅，门口有人。道士徒弟对着那名穿着黄色道袍的道士说完，就看到那位道士伸手从案台上抓起来一把糯米，直接甩在这些僵尸的身上。糯米接触到这些僵尸之后，立刻冒出火花，并且发出爆炸声，对这些僵尸造成了一些真实伤害。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个道士一把糯米甩出去，炸一下造成20点真实伤害，应该就是普通的糯米。易水寒立刻就打消了对这些糯米的想法。尸王的血量最起码也得在8万以上，一把糯米造成10次伤害，也就才200点伤害，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实在太鸡肋了。要是品质高一点的糯米还行，精致糯米一次造成100点真实伤害，这样的易水寒才会感兴趣。易水寒取出乌金枪，一个横扫八荒，将跳上来的僵尸扫飞。道友，你也是道士吗？师承何派啊？听到这一句道友，让易水寒有点恍惚。到了修仙版本以后， NPC 称呼玩家就会称呼为道友。无门无派，我并不算是道士，不过我也是来斩除僵尸的。哦，
无门无派，那你一般都是用什么手段斩除僵尸啊？没什么手段，要不你教我两手，我平时都是物理驱魔。同志，什么叫做物理驱魔啊？易水寒的3名分身一拥而上，抓住一名僵尸就是一套技能，3名角色的输出全集火到一具僵尸的身上，直接就斩杀一具僵尸。哦，你问什么叫物理驱魔呀？这就叫物理驱魔。道士师徒2人看到易水寒的3名分身就这么上前，凭借着武器和拳脚就把僵尸给斩杀了，看得目瞪口呆。师傅，这僵尸就这么被打死了？道士徒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易水寒，然后转头问自己的师傅，僵尸的身体有多么坚硬，他自然是知道的，说是刀枪不入也不为过。现在在自己的眼前，居然有人活生生地打死了一具僵尸。道士自己也是一副活见鬼的样子，看向易水寒时有些害怕。同志这物理驱魔确实与众不同，寻常人学不来，不如你往你的长枪上抹一点黑狗血，这样你的物理驱魔应该会变得更厉害。易水寒逼退这几具僵尸之后，来到道士的身前，伸手接过道士手中的黑狗血。黑狗血，类型消耗品，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5， 效果将黑狗血涂抹在武器上，可以忽视僵尸500点防御力，效果维持90秒。让2个分身站到一边，现在有了黑狗血，没必要让2名分身上去刮痧了，毕竟同时操控3个角色还是挺累的。有了黑狗血的加持，每次攻击都会多出来500点伤害，杀怪速度明显提升。在道士师徒的配合下，易水寒用了10几分钟将这几具僵尸全部斩杀。同志，你这么好的身手，只是这样的物理驱魔实在是太可惜了，又没人教过我这些。这样吧，要不然您教我一下，我拜你为师怎么样？道士听到易水寒要拜自己为师，其实心中是有些心动的，但一想到易水寒的身手，立刻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不管手段如何，就单说斩杀僵尸的实力，他自认不如。嘿嘿，拜我为师就不必了，现在世道混乱，能多出来一人斩除僵尸，对这个世道来说那也是好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师门传承，不可以随便交给别人，但这个镇尸符的制作方法我可以传授给你。系统提示，检测到 NPC 要传授给玩家镇尸符，是否接受？见到是要传授给自己镇尸符，易水寒自然不会拒绝，直接选择接受。然后易水寒就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列表，在自己的技能列表里看到了一个生产技能，描画镇尸符，类型生产技能，品质 EX， 等级引导时间10秒，消耗黄纸、朱砂、黑狗血、鸡血，学习要求修仙体系职业。备注：生产出来的镇尸符品质与消耗的材料品质有关。这个技能要的消耗品现场就有，直接从道士的案台上拿来几张黄纸和一盒朱砂，直接开始引导技能。10秒之后，易水寒的手上出现了一张镇尸符。镇尸符，类型消耗品，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10， 效果将镇尸符贴到僵尸身上，可将僵尸禁锢3秒钟，只可禁锢修为3年以下的僵尸3秒，修为越高效果越弱，对10年以上修为的僵尸无效。第68章找到尸王。现在技能也学会了，易水寒立刻向道士问道：道长，你是平安县本地人士吗？我不是本地人士，只不过最近带着徒弟从平安县路过，发现此地湿气十分的重，怕是有尸王出事，所以我们师徒2人才留在此地，准备将尸王消灭之后再离开。易水寒也就是随便问一下而已，并没有抱什么希望。这次遇到的是一名真道士，就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并没有想到能在道士这里打听到尸王的消息。尸王？什么尸王啊？易水寒都已经说自己是物理驱魔了，自然不能说自己知道尸王的消息，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要不然和前面的消息对应不上。消息对应不上，就有可能让道士 NPC 怀疑，一怀疑就有可能不告诉自己尸王的消息。这游戏就得沉浸进去，把自己当成游戏中的真实人物，把所有东西都考虑到。道士听到易水寒的发问，对着易水寒说道：对，就是尸王，从尸气上来看，应该是一具绿浆，现在也只不过是在偷偷的吸血，还没有成气候，要是放任不管，任凭其吸取人血，此地怕是要生灵涂炭。那赶紧找出来尸王啊！道长，你帮忙将这个尸王找出来，我们一起将这个尸王斩杀，可不能让他继续害人了。易水寒说着，就表现出一种十分着急的样子。同志，你不要着急。不着急？怎么可能不着急？这个尸王现在一定正在哪里害人，并且还会越来越强，必须要快点找出来。易水寒这么着急，倒是有些无奈，不过也觉得易水寒说的有道理。尸王也确实是会越来越强，原先是没有办法斩杀这些白浆就已经很费力了，再去斩杀尸王那是完全力不从心。但现在不同了，有易水寒这个强力外援加入，给了道士 NPC 很大的信心。想想也是，
这可是能物理驱魔的猛男，祖师爷在上，他活了这么长时间就没见过这种人。同志说的也很有道理，既然这样，那我就做法找一下这个尸王。不过我并不能保证找到，只能保证尸王活动的大概位置。大概位置就大概位置，能确定尸王的活动范围就好。确定尸王的活动范围之后，我们就可以重点寻找了。道士表示没问题，走到案台上就开始做法。道士做法的时候，易水寒也没意思，让3个角色一起描画镇尸符。道士做法用了3分钟，易水寒因为消耗材料的原因，只制作出来20张镇尸符。看着背包中的20张镇尸符，易水寒觉得也够了。这镇尸符也不过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而已，关键时刻打断一下尸王就好，完全足够。找到了，尸王就在我们的西边，距离我们不是很远。不过看天色，我们要是赶过去的话，天也差不多就该亮了。天亮了之后，太阳一照，尸王散发出的尸气就会消失。要是在天亮之前找不到尸王的话，那就只能明天晚上再说了。今天晚上还没有过，说什么明天晚上，我们快点赶过去，说不好今天就能找到。这些僵尸害怕阳光，战斗力也会下降很多。今天晚上找到，白天斩杀尸王，正好。易水寒说完，拉着道士就往外跑。同志，你不要着急啊，小伟，把案台底下的那些东西都带上，说不好能用得上。当易水寒带着道士来到尸王的活动范围，距离副本内的天亮还有2个小时，换算成现实中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道长，我们到地方了，这里这么大，我又看不到尸王散发出来的尸气，怎么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也可以看到尸气啊？我看那些志怪小说，什么阴阳眼和天眼，能不能给我也搞一个？道士 NPC 听到易水寒这样问，微微一笑，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诺，你把这个抹在上眼皮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尸气了。易水寒看到道士递来的一个小瓶，拿到手中。符水，类型消耗品，品质 F， 使用次数10%，要求使用等级 LV10， 效果将符水涂抹到上眼皮上，可以看到尸气和鬼魂，持续180秒。易水寒导出来一些符水，涂抹到上眼皮上，然后就看到空气中弥漫的淡绿色尸气。易水寒不知道在这些 NPC 的眼里是什么效果，但在玩家的眼中，这些尸气是可以明显的看清哪里尸气浓，哪里尸气薄弱的，而且还能跟随尸气的轨迹，知道当初尸王是从哪里路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易水寒才有把握在天亮之前把尸王找到。易水寒先看哪边尸气比较重，尸气重的地方，尸气都已经不再是浅绿色了，都快成深绿色了。道长，这边应该是在这边，快点来。说着，易水寒往尸气比较重的地方赶过去。当易水寒赶过去的时候，并没有找到尸王，反而发现了3具尸体。这3具尸体是一家3口，都已经被吸干了血液。这是尸王害死的3人，看样子死的时间很短，尸王应该还没有走远。就在易水寒继续抹符水的时候，道士蹲在地上摸了一下这一家3口的尸体，发现还没有凉透，对着易水寒说道：还没有走远，那我们快点找吧，要不然也不知道会害多少人，说不好会有很多像这一家3口一样，太惨了。易水寒一边顺着尸王的移动轨迹迅速追踪，一边对着道长 NPC 说着。易水寒又抹了2次符水之后，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庙里找到了尸王。这个庙是土地庙，已经被荒废了很久的样子，庙门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就这么横躺在庙门口。易水寒想要直接上前打尸王，却被道士给拦住了。同志，你不要着急，既然都已经找到尸王了，在这个破庙里，他也不可能出去害人，没必要这么着急。等一会儿我的徒弟小伟，我们白天了再杀这具尸王。第69章，绿江黄金。易水寒想了一下，现在开打确实有点不理智，尸王肯定达不到飞江的地步，飞江不害怕阳光，等不等天亮无所谓，飞江之下的那些僵尸，等一下白天还是很有必要的，白天僵尸的属性会减弱 20%。 虽然易水寒很想快点杀完尸王，然后快速开始下一个副本，但再等几分钟也不耽误什么事。大概等了10几分钟，副本内的天亮了，而道士的徒弟小伟也带着一些道具来到这间破庙。师傅，尸王就在这间破庙里吗？对，你拿着这些童子尿，等会儿找机会泼到尸王身上。道士一边对自己的徒弟说着话，一边抽出来2把桃木剑，交给易水寒的2名分身。这2位是你的兄弟吗？长得真像啊，双胞胎见得多，但3胞胎还真没见过，实在是太像了。这2把桃木剑拿着，僵尸怕这个，等会儿用桃木剑对付尸王。谢谢。易水寒也没想到副本里的道士 NPC 把自己的分身当成了自己的兄弟，急忙操控分身感谢。易水寒看了一下手中的桃木剑，桃木剑的属性出现在眼前。桃木剑，类型道具，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10， 使用次数100-100，效果可以对僵尸造成 50% 破甲效果，只对僵尸生效，对其他目标使用无效，并且会损毁。有了桃木剑，易水寒更加有信心了，
再次向道士索要了一些黑狗血之后，走向破庙的正门。破庙的门半倚在门口，挡住了进去的路。道士刚弯下腰，准备把半倚在门口的破门搬开，易水寒上去就是一脚，直接把破门踹到一边，发出巨大的声响，吓得小伟跳到了一边。道士也被吓得心惊肉跳。你干什么？你动作轻一点。怎么，这里是你家吗？道士被易水寒的话给噎到了，但还是有点气不过。你动静小一点，吵到尸王了怎么办？怎么办？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物理驱魔，强行把他给办了。你真的是气死我了！莽夫，满脑子都是肌肉的莽夫。莽夫不莽夫的易水寒可不在乎，现在杀死尸王才是第一位的，立刻操控自己的3个角色冲进破庙内。易水寒看向一个角落，尸王正在墙角靠着。绿江黄金 BOSS 虚弱，种类亡灵，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980，物理防御力1620，魔法攻击力1460，魔法防御力960，速度132，修为5年，生命值72000，法力值3800，技能吸血、尸毒、被动、铁爪、敏捷、突袭、终极铁甲、被动。易水寒知道僵尸这东西一到了白天就会进入沉睡，一般的动静根本就不会醒，除非被什么东西接触到，所以易水寒才会那么胆大，一脚直接把破门踹开。易水寒先把道士的徒弟小伟叫过来，让他先把童子尿泼到尸王的身上。小伟看到尸王时浑身都在发抖，有些害怕，不过还是颤颤巍巍地把童子尿泼到尸王身上。童子尿泼到尸王身上，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火星，跟放鞭炮一样，对尸王造成5000点伤害的同时，让尸王的防御削减 20%， 持续5分钟的时间。易水寒这时已经把黑狗血涂抹到武器上了，见到尸王朝自己扑袭过来，当即就是一个横扫八荒，将尸王扫飞出去。易水寒的2个分身立刻冲上前，都使用桃木剑劈砍尸王。道士这时也拿着黄符冲上来，将黄符甩到尸王身上。易水寒虽然使用了道具，但打在尸王身上的伤害依然很低。易水寒的3名角色交叉着控制尸王，旁边还有道士帮忙，打起来十分的舒服。尸王虽然属性高，但根本就还不了手，翻不起一点风浪。易水寒其实是想使用伏虎拳的，但一看到这发绿的僵尸，还有那一身的童子尿，易水寒有点恶心，放弃了这个有点膈应人的想法。当童子尿削减尸王防御的效果失效，易水寒和道士师徒才打掉尸王 60% 的血量。易水寒本来打尸王的伤害就很刮痧了，现在更刮痧了。有没有别的什么手段了呀？打不动呀。正说着，被道士黄符压制的尸王忽然挣脱开黄符，发动了扑袭技能。尸王一个飞跃，直接将易水寒扑倒，紧接着就要咬易水寒。易水寒急忙用手抓住尸王的头发，不让尸王咬下来。易水寒的分身上前，一个横扫八荒，将尸王扫飞出去。道士又急忙上前，在僵尸的身上贴上镇尸符。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上都是一股臭味，手上还有发绿的腐肉，把易水寒恶心的只想吐。看了一下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易水寒索性破罐子破摔，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将尸王扫飞，紧接着就扑向尸王，骑在尸王的身上，伸手握拳，开始蓄力伏虎拳。一旁的道士完全没想到，易水寒居然还敢扑向尸王，看的那叫一个心惊肉跳。你干什么啊？没必要这样，小心尸王咬你。少废话了，速战速决，有什么东西都掏出来吧，不要留着了，这次一下解决了。看到易水寒这一脸坚定的样子，道士也有些拿易水寒没办法，不管易水寒又做不到，只好又从怀中掏出来几张黄符。莽夫，真是莽夫啊，也不知道怎么就让我遇到了你。算了，就当我欠你的，这是我师傅留下来的镇尸符，之前一直没舍得用，现在什么现在？尸王的力气太大，我们3个快要压不住了，你快点啊，要用就赶紧用，不用就换个，等会儿我被僵尸咬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就在尸王快要掀开易水寒的时候，道士将手中的镇尸符贴到尸王的身上，尸王一下就安静了下来。亏了，亏大了，这可是可以镇压毛将的镇尸符，我师傅就留下来2张。哎呀，第70章慕容雪的请求。易水寒看到道士这样的表现，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再在他那里搞点好东西，这一下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这个道士已经把他压箱底的东西掏出来了，最珍贵的估计也就是那另一张镇尸符，要是肯定要不过来的。能搞过来的方法只有强抢，但这个方式会有后遗症。做这种事情，游戏系统会记录下来，给玩家记录上罪恶值，罪恶值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给玩家匹配到混乱的副本里，难度也会大大提高。不要以为难度提高了，奖励就会提高，因为玩家拿了太多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这样的副本是用来还债的，奖励会很低，甚至是没有奖励，还必须得完成，从副本里死出来之后再进入副本，进入的还会是这个副本。现在都等级太低，
这样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还好，到后面了就是鸡肋。为了这样的东西积攒罪恶值，易水寒觉得不划算，最起码也得是有山精妖怪的副本，像是聊斋里的那样副本才划算。这个镇尸符将尸王定住，易水寒发现尸王的异常属性里，尸王会被压制10分钟，心里也在暗叹，这倒是真的是下血本了，可以定住毛将的镇尸符，最起码也得是个 C 级品质。同时易水寒也在感叹自己运气好，遇到一个这样给力的 NPC， 要不然杀这个尸王还真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劲儿。现在好了，尸王被定住10分钟，易水寒一直蓄力，一直等到50倍伤害的时候一拳打下，77000。道士，你早点掏出来这个镇尸符不就好了，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儿？你真是气死我了，还早点拿出来，我就不应该管你。小伟，我们走了。哎呀，这一次真是亏大发了。看到道士指着自己直发哆嗦，易水寒心中稍微为这个 NPC 难过了一下，紧接着就急忙结算任务，准备结束这个副本。易水寒看了一下，现在的任务进度是 72%， 可以拿到 72% 的奖励，易水寒也很知足了。唯一让易水寒感觉有点可惜的是这个 BOSS 没有爆装备和技能。易水寒结束副本，刚从副本里出来，就看到自己的私聊界面亮了。易水寒看了一下，居然是慕容雪发来的消息。易水寒玩了1天多的游戏，现在已经感觉很累了，不过还是强行打起精神，看了一下慕容雪发来的消息。慕容雪发来的是一个任务，并且还说了时间，让易水寒下午1点半在自己的小世界等着，他会邀请易水寒组队解救 M127 号实验室。任务难度 B。 任务要求解救 M127 号实验室里所有成员。任务奖励空间胶囊技术。任务简介，为了改变这个世界里异兽强大的局面，据点外建设入大量的实验室，用来研究异能觉醒。M127 号实验室进度比其他实验室快，已有初步成果，但意外被异兽袭击，解救 M127 号实验室内所有人员，带回实验室内所有资料。本任务为单人任务，任务完成 80% 以上才会奖励空间胶囊技术。易水寒一看这个任务就知道这个任务很坑。首先就是这个任务是单人任务，并不是说这个任务只能一个人做，而是这个任务最后就只能一个人领奖励。其次才是这个任务难度 B， 这个任务看起来任务难度才是 B， 好像难度不高，但要真一个人去做，那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任务难度 B 是游戏系统考虑到玩家可能找帮手，所以才给的综合难度，真要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任务难度可能达不到 S， 但达到 A 却是绰绰有余。虽然看得明白，但易水寒还是要装糊涂，这个任务对他自己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纯粹就是打工。正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喝，易水寒可不想给慕容雪白打工，上次就给了他一把白银气步枪，这一次怎么也得讨回来一点什么。双手插兜，慕容雪，你什么意思啊？单人任务，你一个职业选手，任务难度才是 B， 你自己做呗。易水寒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让自己的2个分身挂机升级去。这时慕容雪回了一条信息给易水寒，故事战队慕容雪，这个任务简直就是一个坑，今天我们都去 M127 号实验室周围看过了，那个实验室也不知道干了什么，把很多异兽都吸引了过去，最起码好几百只异兽，黄金 BOSS 都不知道有几个，其他人我无所谓，你明天必须到。易水寒看了一下，立刻回复道，双手插兜，什么就我必须到，我明天还有事呢。我加入故事青训之后，你给我塞了3个拖油瓶，其中2个是你的亲弟弟吧，我帮你带弟弟就算了，现在你还要我帮你打白工，单人任务也得我去帮忙，你说我参加一个青训，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捞到，完了还一直打白工。易水寒说的那叫一个可怜，简直就是声泪俱下，好像慕容雪怎么了易水寒了一样。慕容雪听完易水寒的语音，看了一下手中的白银气步枪，俏脸一红。易水寒还少说了一把白银气，但慕容雪也没办法，顾倾城不松口，他也没办法把易水寒拉到替补队伍中。故事战队慕容雪，哎呀，好哥哥，你最好了，帮一次嘛，马上就要比赛了，这个技能真的非常重要，你的付出我都知道，倾城就是没看出来你的优秀，这样吧，你先帮我这一次，我记下你的好，以后我好好弥补你，我多在倾城面前夸你，让你快点加入替补，你进入替补我就想办法让你上场。易水寒一听，差一点就被慕容雪的这些话给迷惑了，也幸亏易水寒定力高，要不然谁能顶住这嗲嗲的语气。双手插兜，说来说去还不都是些虚的，也不知道整点实在的，好哥哥的喊着有什么用，这样吧，我脸有点干。第71章慕容雪亲亲。慕容雪看完易水寒发来的消息，脸一下就红了，她可是看过莫小莫的直播，自然知道脸干是什么意思，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慕容雪从小到大都被家里保护得很好，就没有被人调戏过，周围的人都知道慕容家的实力，也都不敢随便招惹，现在忽然被易水寒这么一说，还感觉挺新奇的，就感觉很刺激，心跳也微微加速。慕容雪想了一下， M127 号实验室周围的异兽，就之前看到的黄金 BOSS 就不下10个，真要是组织人去打，也不知道要动用多少人，还不如组一个高玩队伍，可以获得高额经验，
甚至还能获得装备，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搞不好还会有暗金级的 BOSS。斟酌了一下，慕容雪也不反感易水寒，甚至还有一点好感。想了一下，明天的比赛还是挺重要的，毕竟是顾氏战队的第一场比赛，来个开门红还是很重要的，可以让外界认识到顾氏战队，也可以让顾氏战队内的成员更具有凝聚力。顾氏战队慕容雪 ，Mu 啊！慕容雪发完语音之后，感觉脸更加的烫了，感觉很羞耻，急忙用手往自己脸上扇风。雪儿，你怎么了？脸这么红？慕容雪刚才正在杀怪，没有注意到慕容雪在一旁的动静，现在看到慕容雪的样子，感觉有些怪，这莫名其妙的，怎么就忽然脸红了？没什么，今天玩了一天游戏了，从早上8点一直玩到现在，都凌晨1点多了，可能是累了吧。倾城，咱们下线休息吧。女人睡眠不足老得快，我可不想年纪轻轻的就满脸皱纹。慕容雪的急中生智，成功的吸引到顾倾城的注意力。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忽视自己的容貌。顾倾城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看了一下时间，感觉今天确实已经玩了很久了，准备下线。慕容雪看到顾倾城并没有发现什么，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这种灯下黑的感觉让她感觉很刺激。易水寒听到慕容雪发来的轻轻声，感觉很销魂。宗主哥哥，你在干什么？笑起来的样子好猥琐，不像是在干好事。忽然听到身旁传来水清柔的声音，吓了易水寒一个机灵，急忙解释了几句，毕竟还要在水清柔的面前保持一个正直的形象。易水寒安慰了一会儿水清柔，因为易水寒一直不带她出去的原因，水清柔这几天有点不开心。易水寒想到明天要去帮慕容雪带上水清柔也好，主世界不能带水清柔，去那个空间科技半秩序小世界带上水清柔还是没问题的。易水寒还去小世界内的村庄里转了一圈，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人才，结果并没有发现，只能作罢。这个也急不得，只能是慢慢等了，多等几天，总能刷新出自己想要的人才。到时候再来一个带有植物亲和类的弟子，可以种植灵草灵药，到时候有丹方了，就可以炼制丹药了，可以更快速的培养弟子。处理完这些，易水寒再也顶不住困意，急忙退出游戏。易水寒先去洗了一个澡，然后稍微吃了一点东西，垫了一下肚子就睡了。易水寒睡觉时都快要凌晨2点了，不过易水寒还是在凌晨5点半起床。易水寒知道，既然已经选择了职业这一条道路，就是要保持锻炼，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状态，要有很好的身体柔韧性，可以做出一些有难度的动作，必要时刻可以躲开对手的攻击，要有出色的反应速度，可以跟上对手的出招速度，甚至是压制对手。易水寒先锻炼了半个小时，然后打了一套五禽戏，然后易水寒才回到自己楼下，吃完早饭之后回去洗了一个澡后睡一个回笼觉。易水寒一觉睡到了10点钟，感觉睡好之后，易水寒这才钻入游戏舱。易水寒一进入游戏，就看到自己的私聊界面再闪，就看到莫小莫给自己发来的消息。易水寒看了一下，这是莫小莫发来催自己打须弥界求生的消息。不过莫小莫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地位，不敢跟易水寒明讲，只敢拐弯的表示自己的意思，让易水寒看得很想笑，立刻就给莫小莫发了一条消息，让他组队邀请自己。易水寒想要快点打完须弥界求生，因为快点打完还能剩出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还可以去打一下副本，再提升一下。易水寒这一次并没有让分身一起参加须弥界求生，只选择本体进入游戏，因为易水寒现在的修为已经是3.7年了，普通玩家的修为大多都是2年，现在根本就打不动易水寒。这一次易水寒也没有乱来，带着莫小莫他们好好的打了3局比赛，让慕容复和顾一寒两人很开心，终于体会到了虐人的快乐。跟在易水寒的后面，一副狗腿子的形象，要是慕容雪和顾倾城看到，一定会气得想打人。打3局须弥界求生，易水寒这个小队用了1个小时40分钟，距离1点半还剩下1个小时40多分钟。易水寒离开队伍，看了一下自己的2个分身，2个分身的经验都差不多，一个分身的经验直到了12级 93%， 另一个12级 82%， 都快升级了。易水寒让一个分身装备上狼牙枪，另一个分身装备上一把刀，其他装备易水寒也没有，市面上也还没有卖的，十分短缺。这游戏的爆率就是这样，有些玩家到了20多级可能多没几件装备，易水寒现在游戏的本体最起码装备已经很全了，分身也就不奢求了，最起码都有武器，也很知足，只能是多刷副本，争取爆2件装备。相对比起来，副本的爆率还是要比其他的小世界爆率高一些，主世界爆率虽然更高，但目前还没有太多可以打的 BOSS， 需要等到后面主线剧情开始之后，可以找阵营领任务，然后一边刷阵营积分，一边打 BOSS， 这样才比较划算，目前还是刷副本最划算。第72章碎石猛虎暗金 BOSS。 易水寒这一次进入的是一个武侠世界，副本的任务是铲除当地的一个地主，任务难度 C。 任务难度 C 对于易水寒来说并不算高，甚至还有点简单，易水寒都没有想什么计策，直接就莽过去了。到了那家地主家里，见人就打，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解决了。这个副本给易水寒提供了300W 经验，还爆出来1件装备，倒是让易水寒有些开心。地主的锦帽，类型防具，品质
玄铁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力8，魔法防御力8，特殊效果杀怪金钱掉落额外增加 10%， 重量 0.3千克。看完这件装备的属性，易水寒更开心了，这件装备简直就是挂机神器，到时候让分身带着这件装备挂机，额外多刷 10% 的钱，美滋滋。易水寒把这 300W 经验分配给本体，让本体升级到了16级，距离20级更近了一步。易水寒想的很简单，那就是快点把游戏本体升到20级，到了20级就可以再分一个分身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易水寒就能收获一个一直挂机刷怪的分身了。等有了挂机分身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开始挂机模式。其他玩家在刷怪的时候，自己的分身在刷怪；其他玩家休息的时候，自己的分身还在刷怪，可以比其他玩家多出来大量的经验，而且还能刷游戏币。这种随时随刻都有分身给自己赚钱，易水寒感觉非常爽。易水寒还想要让这个一直挂机的分身不升级，先一直保持在20级，把刷到的经验全部都投到功法里，因为功法升级提升的属性，所有的角色都能分享，而升级的话，只能是升级的那个分身可以增加属性，相比较的话，给功法升级的性价比比较高，并且卡在20级，去的那些小世界遇到最高阶位的怪是4阶，而升级到21级之后，就有可能遇到5阶怪了。虽然遇到5阶怪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架不住一直在挂机刷怪啊。4阶还算是低阶怪，5阶就要比4阶怪厉害很多。5阶的普通怪物属性堪比4阶白银 BOSS 的属性，差距非常的大。在现在易水寒给分身配备不起来装备的情况下，刷怪遇到5阶怪，非常有可能挂掉。毕竟是游戏系统在操控，只能算是普通玩家的水平，到时候分身挂掉还得浪费易水寒的经验，十分不划算。就算是给这些分身挂机，那也得有一定的装备之后，或者等到后面开放可以刷怪的小世界，否则易水寒就打算让分身卡在20级不升级。易水寒将这件地主的锦帽给装备上，等会儿去帮慕容雪完任务就可以用上了。易水寒看了一下时间，发现距离1点半还有将近50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就让易水寒有点尴尬。刷副本怕遇到稍微有点难度的，这点时间肯定不够，就更不必说那些高难度的副本了。可要是不刷副本的话，这50分钟也不够干点啥，让易水寒有些尴尬。干等着易水寒又觉得浪费时间，然后易水寒就准备在附近聊天频道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短时间完成的团队任务，或者看看有没有玩家想要组人打 BOSS。 附近聊天频道就是主位面世界特有的聊天频道，在这个聊天频道里看到的玩家，那都是在同一个城镇的玩家，10分钟内就可以赶到的范围。一个人的依赖，附近有人吗？有没有一起刷怪的？主位面世界的怪实在是太难打了，求带啊！有没有大佬带带我？咖啡加糖，附近有没有大佬啊？我发现了一个 BOSS， 有没有大佬组队一起打？我很菜，但我可以给大佬加血。很狂很潇洒，咖啡加糖小姐姐，什么 BOSS 啊？你先发出来属性看看，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打。剑舞苍穹，把 BOSS 属性发出来瞧一瞧，如果可以的话，算我一个。我是敏捷剑士，学习了1级功法，我输出还可以。如果有个会玩的前排，那就会好打很多。背后的谎言，真羡慕你们，居然还想着去打 BOSS。现在我连功法还没学到，装备也就只有1件，打个小怪都费劲，哎，头疼。等我刷够帮派积分，都得3天以后了，要不然我肯定也去打 BOSS。坐等 BOSS 属性，打不了 BOSS， 看一下 BOSS 属性过一下眼瘾。易水寒看到有人组队打 BOSS， 觉得这个倒是可以，现成的 BOSS 直接打就好，省时间，40几分钟应该够。想到这里，易水寒觉得可行，立刻在附近聊天频道说话。双手插兜 BOSS 什么属性？发出来看看。太渣的 BOSS 我看不上。一个人的依赖，卧槽，这要牛皮的吗？剑舞苍穹，哇，双手插兜大佬，膜拜大佬，没想到我居然跟你距离这么近。什么 BOSS 啊？快点发，趁大佬在，这下稳了。背后的谎言，怎么就大佬了？这个双手插兜是大佬吗？很厉害吗？有没有人给说一下？很狂很潇洒，双手插兜怎么就是大佬了？说起来有点多，我刚才看了一下，双手插兜大佬又到等级排行榜第1了，之前一直是第1，中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升级，现在又到等级排行榜第1了，就问你，这还不算是大佬吗？咖啡加糖，哇，真的是等级排行榜第1的大佬呀！这是一个3阶暗金 BOSS 碎石猛虎。易水寒看到对方说是暗金级的 BOSS， 感觉有点棘手，不过好在不是人类 BOSS， 要不然易水寒感觉就要打脸了。人类的暗金 BOSS 现在还真的打不了，低阶的兽类 BOSS 要比人类 BOSS 好打，易水寒感觉可以搞一下。碎石猛虎暗金 BOSS， 种类猛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1465，物理防御力653，魔法攻击力562，魔法防御力433，速度160，修为4年，生命值100万，法力值8000，技能碎石爪、虎啸山林、扑袭、撕咬、皮糙肉厚、被动。第73章清奇的画风。
易水寒看完属性，觉得这个暗金 BOSS 并不算多强，完全可以操作，便在附近聊天频道发消息。双手插兜，可以发位置，我赶时间。易水寒把高冷风运用到极致，一点废话也没有多说。咖啡加糖快速的把位置发出来，易水寒看了一下，发现距离自己并不远，大概4分钟就能赶过去，便立刻操控自己的游戏本体和第一分身往那边赶。当易水寒赶过去的时候，发现有2人正在一棵巨树下面等自己。这边是一片山林，易水寒四处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 BOSS 的踪迹，倒是树下的2人，一男一女，2人聊得还挺开心。易水寒猜测这个女生是咖啡加糖，那个男的大概率是剑舞苍穹。这边的环境还挺好，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清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河里的鱼。就你们2个人吗？如果没有别的人了，那我们就快点去打 BOSS 吧。大佬，你来了，既然你赶时间，那我们就开怪吧。我可能没那么大的作用，大佬，你可以吗？易水寒听到剑舞苍穹这样说，立刻斜着瞥了他一眼。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必须行。男人不能说不行，不行也得行。剑舞苍穹知道易水寒有时候很不要脸，这一接触下来，忽然发现易水寒还挺逗逼。大佬牛皮，那必须行。2人的对话把一旁的咖啡加糖给逗笑了，俏脸微红。咖啡加糖看完易水寒回复的那一句话，还以为易水寒是一个高冷的高手呢，以为他很不好说话，还担心了半天，怕到时候没打好会被骂，没想到这么有意思。美女，这还没到吗？咱们这都走了2分钟了，我赶过来也就才3分钟。那个，我害怕自己被 BOSS 打死，所以我走的稍微远了一点。你叫这是稍微远一点吗？这可真是太远了。这游戏不是说真实吗？那么大一只老虎，我怕它等会儿想运动一下，万一运动到我旁边怎么办？所以我要走远一点。易水寒听完这妹子的话，给她竖了一个大拇指。这话说的没毛病，让易水寒无话可说。又走了2分钟，易水寒终于看到了那头碎石猛虎。行了，你们俩先等会儿，先不要上。等会儿我吸引到 BOSS 的注意力之后，我让你们上，你们再上。到时候注意自己的站位，死了我不负责。易水寒说完，掏出来乌金枪就冲向了 BOSS， 同时让第一分身向碎石猛虎的侧面绕去。当易水寒冲向碎石猛虎的时候，碎石猛虎也看到了易水寒，爬起来就是一声虎啸。在一旁观战的咖啡加糖听到虎啸声的时候，就害怕的打了一个激灵，有点为易水寒担心。剑舞苍穹，这个双手插兜真的可以吗？这可是暗金级 BOSS 啊！妹子，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子里，你是没有见到过。等会儿你去游戏论坛搜一下，有一个视频，也是打一个暗金级 BOSS， 虽然同样都是暗金级 BOSS， 那个 BOSS 可比这个 BOSS 厉害多了。那个 BOSS 叫人面猪母，几十号人也没有打死，非常变态。最后双手插兜大佬，一拳就只用了一拳就把那个 BOSS 打死了。咖啡加糖听剑舞苍穹说的眉飞色舞，心里也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那一拳到底有多么震撼，仍然有点担心。碎石猛虎起身冲向易水寒，迎面直接发动扑袭技能。碎石猛虎张着巨口扑过来，易水寒都闻到扑面迎来的口臭味。易水寒看到碎石猛虎扑过来，心中一点也不慌，不慌不忙的在虎头上刺了一枪，然后接着碎石猛虎的冲击力，急忙一个后仰，刚好躲过碎石猛虎的这一记扑袭。易水寒在躺在地上的同时，易水寒还在碎石猛虎的腹部刺了2枪，让他吃痛的怒吼了一声。刚才易水寒的那2枪打掉碎石猛虎1000多的生命值，易水寒觉得这伤害还行，不算刮痧。易水寒的分身这时候从侧面冲出来，一个横扫八荒，将碎石猛虎扫飞。易水寒的本体也急忙冲上去输出。在碎石猛虎快要爬起来的时候，易水寒操控第一分身发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碎石猛虎踢飞起来，然后在空中连踢12脚。易水寒的本体也没有闲着，因为碎石猛虎有点重，易水寒踢起来的高度也就才1米左右。易水寒的本体在这3秒的时间里连刺了9枪。咖啡加糖看到易水寒把暗金级的 BOSS 压着打，眼中直冒小星星。哇，好厉害啊！看吧，我说过的，双手插兜大佬很厉害的。刚才你还担心他，你应该担心那个 BOSS 够不够他打。我说的是人家厉害，又不是说你厉害，你激动的什么劲儿？剑舞苍穹听到咖啡加糖这样说，尴尬的摸了一下鼻子，不再说话了。易水寒不敢让2人轻易的过来，因为这个游戏的怪并没有仇恨值，让怪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大有学问的。一个合格的前排，伤害可以没有多少，但必须能打疼怪。打了3分钟之后，感觉自己已经打疼这个碎石猛虎了，喊话让2人过来一起输出。毕竟这个 BOSS 100万的血量，真的光让易水寒打爬着不动，易水寒也得打很长时间，现在多一点输出算一点。易水寒想让自己的游戏本体彻底打疼这个 BOSS， 让他的仇恨直接锁死在本体上，等到他血量到1半以下的时候，易水寒就可以让自己的分身骑到碎石猛虎的背上蓄力伏虎拳。易水寒一直操控自己的本体往碎石猛虎的弱点上攻击，当头一棒和撩阴腿，只要冷却好了，
易水寒就立刻释放，就算是碎石掌和碎骨，易水寒也是往碎石猛虎的裆部招呼。易水寒的这些骚操作让一旁的咖啡加糖都看到了，直叫他脸红不已，感觉这个大佬的画风有点不对，多少有点不要脸，哪有只往那个羞人的部位招呼的。第74章，杀死碎石猛虎。易水寒可没时间管咖啡加糖怎么想自己，就算知道了他也不在乎，只不过是刚认识的人而已，以后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咖啡加糖有些害怕这头碎石猛虎，并没有冲上来输出，只敢躲在后面等技能冷却，等几秒才输出一次。易水寒看到他这样，皱了一下眉，不过也没有去管他。就这样玩游戏，那真的是狗看了都摇头。两人的伤害虽然不高，但有总比没有好。易水寒也不嫌弃他们俩，并没有多说什么。碎石猛虎把压力全给了易水寒，剑舞苍穹输出的很舒服，就是他感觉有些苦恼。输出虽然很爽，但这打出来的伤害让他爽不起来，实在是太挂了。他现在感觉去上班刮痧一定可以挣不少钱。易水寒和那两人一起打了30几分钟，终于把碎石猛虎的血量打到 50% 以下。易水寒这时注意了一下时间，发现时间并没有多长时间了，马上就要到1点半了。易水寒操控第一分身，悄悄来到碎石猛虎的身后，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将碎石猛虎扫飞，然后操控分身骑到碎石猛虎。易水寒的分身骑到碎石猛虎的身上之后，立刻就开始蓄力伏虎拳。碎石猛虎被人骑上之后，甩了一下后背，想把易水寒甩到地上。易水寒的分身死死抓住碎石猛虎的毛，不让自己被甩下去。易水寒的分身即便是抓得再牢，被这么多甩几次，总也会被甩下来的，所以易水寒要阻止碎石猛虎，不让他继续甩。易水寒上前就是一个当头一棒，将碎石猛虎打晕在原地，然后连续刺出几枪之后，等到碎石猛虎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之后，又立刻给碎石猛虎来了一记撩阴腿。易水寒这一次让碎石猛虎吃痛，立刻看向易水寒，朝着易水寒就扑了过来。易水寒早就在提防着碎石猛虎，自然不可能被碎石猛虎扑到，急忙一个侧身躲开。易水寒躲开之后，然后发现咖啡加糖居然就站在自己的身后，感觉要糟。你快点躲开啊！易水寒虽然已经及时提醒了，可咖啡加糖还是被碎石猛虎给吓到了，没有移动位置就算了，居然还被吓得蹲在地上尖叫。好在是咖啡加糖不是他的第一目标，并没有去攻击他，只是被撞了一下之后就没事了。易水寒看了这个妹子一眼，发现她的生命值都见底了，易水寒有些无语，这也真是够菜的，简直就是辣眼睛。看到咖啡加糖被吓得都哭出来了，易水寒好心的给了他一发祝福。随着一道白光降落到咖啡加糖的身上，咖啡加糖的血量直接就被加满了。咖啡加糖只感觉身上忽然好舒服，舒服的他都要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哆嗦了一下。啊！咖啡加糖忽然发出来舒服的呻吟声，让易水寒听得满头黑线。不过碎石猛虎这时又扑了过来，易水寒只能是快速躲开。剑舞苍穹听到这动静，立刻看向了咖啡加糖，就看到他面色潮红。不是，你们俩在搞什么？现在正在打 boss 呢。没什么，刚才我被 boss 打到了，空血了，大佬奶了我一口。卧槽，大佬，你还能奶人啊？少废话，快点抓紧时间输出。你看看你的输出都刮成啥样了，就这还不抓紧输出，100万的血量让你打，你得打到猴年马月去，快点抓紧时间输出，我时间不多了。易水寒现在因为分身骑在碎石猛虎背上的原因，并不能使用横扫八荒，也不能使用浮空凌云脚，让易水寒打起来非常困难，有种险境丛生的感觉，让咖啡加糖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易水寒在实在躲不开的时候，只能是硬抗碎石猛虎的攻击，在连续硬抗了碎石猛虎的几次攻击之后，即便易水寒可以自己奶自己，血量依然被打到了 40% 以下。这时候易水寒的属性变低，应付碎石猛虎更加的困难。在硬撑了5分钟之后，易水寒再也撑不住，被碎石猛虎扑倒在地。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分身，发现伤害还差一点，但这时候自己的本体已经危在旦夕了，被碎石猛虎咬住，那持续的伤害真的会被挂掉的。快帮个忙啊，快点把他弄开！易水寒大喊了一声，想让两人帮忙，但易水寒显然是想多了，这俩人一个是主敏捷的，一个是主智力的，根本就挪不动碎石猛虎。碎石猛虎根本就不管这俩人，就是压着易水寒不放。易水寒连续躲开2次碎石猛虎的撕咬之后，最后一次实在躲不开了，让易水寒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应该把仇恨吸引得这么牢，该少用几次撩阴腿的。眼看这一口咬下来，易水寒急忙操控分身将伏虎拳打出来，444000，这一拳把碎石猛虎打得还剩5000血，让易水寒有些难受。这一拳没有把碎石猛虎打死，碎石猛虎即便是被伏虎拳打到，这一口依然咬向易水寒的本体。快给口奶！易水寒说得非常急，咖啡加糖不敢有丝毫犹豫，赶紧给易水寒奶了一口。加6430，易水寒不敢有丝毫耽误，
急忙让分身给本体来了一发祝福。加4960，2次治疗让易水寒的血量往上抬高了一些，硬抗碎石猛虎的这一口。11180，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血量，就只剩下2840点。易水寒这时发现自己的技能栏里一直是灰色的绝命枪技能变亮了，立刻发动绝命枪技能，一枪刺在碎石猛虎的腹部。13483，碎石猛虎被易水寒打死的一瞬间，易水寒立刻从背包中掏出来金疮药，将血量往上抬高了一截，让自己不至于马上被流血流死。易水寒将碎石猛虎的尸体推开，从地上爬起来。咖啡加糖看到碎石猛虎被打死了，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着地上爆出来的东西，眼睛闪闪发光。第75章虎头盔。剑舞苍穹则看向易水寒，发现易水寒陷入流血状态，血量一直在往下降，有些担心的说道：大佬，你这不是要挂吧？这流血速度有点快啊，感觉你这个分身要撑不下去了。易水寒听到剑舞苍穹这样问，立刻回答道：应该没事，应该可以撑过去。易水寒正说着，看到本体的祝福技能冷却好了，立刻抬手给自己来了一发治疗。啊，这感觉舒服。易水寒这时候终于有时间感受祝福的感受了，舒服的呻吟了一声，让剑舞苍穹听得一阵恶寒。卧槽，大佬，你注意一点，旁边还有妹子呢。听到剑舞苍穹这样说，咖啡加糖看到易水寒的反应也没多想，随口说道：那个祝福确实是很舒服的，很正常。易水寒和剑舞苍穹听到咖啡加糖这样说，两人立刻看向他，让咖啡加糖直接羞得满脸通红，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易水寒这时候低头捡装备，同时用了一个金疮药。妹子，你治疗好了，记得给我来一发，爱你么么哒。说着，易水寒操控自己的分身，给自己来了一发祝福。碎石掌，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5.0， 冷却时间30秒，消耗30法力值，经验值0100W。学习要求：体质或力量主属性职业。效果：碎石掌的掌力劲刚猛，具有开碑裂石的威力，击中敌人后劲道分散，可对敌人身后扇形3米范围内敌人造成同等伤害。虎皮裙，类型防具，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力232，魔法防御力154，敏捷加4，体质加8，智力加18，能量增幅24，重量2000克。特性：低级快速施法。虎头盔，类型防具，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 物理防御力182，魔法防御力144，力量加16，敏捷加8，体质加8，能量增幅16，重量2000克。特性：低级固防，防御力增加 10%。易水寒看了一下两人，开口说道：2件装备和一本技能书，这样吧，碎石掌这个技能我已经有了，这个技能我不需要。虎皮裙是女性装备，虽然这个 BOSS 基本都是我的输出，但按照我们玩游戏的规矩，爆出来的装备和技能首先分配给可以用的，我也不欺负你们，我就要这个虎头盔、碎石掌和虎皮裙给你们俩，这个 BOSS 的尸体我要了，没问题吧？易水寒一边说着，一边让自己的分身捡地上的钱。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俩没问题。虎皮裙给他，这个碎石掌我拿着也能用，挺好的，这次赚大了，大佬讲究。剑舞苍穹一边说着，一边竖起大拇指，对着易水寒比划了一下。我也没意见，我也就只是提供了一下 BOSS 的位置而已，并没有帮上什么忙。那个大佬，我能加你好友吗？我再遇到 BOSS 还叫你。行，可以。大佬，我也要一个好友位置，不要重色轻友啊。哪儿都有你，输出跟刮痧一样，等什么时候你不再这么坑了再说吧，差点因为你俩挂了。别啊，我伤害后面就起来了，加一个吧。人家是妹子，你是吗？没有。大佬，你加上我，下线了我就去变性，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胸大腿长的，怎么样？滚蛋！易水寒笑骂了一句，剑舞苍穹也跟着笑了起来。那好吧，这次就算了，下次一定要加我好友。易水寒比划了一个可以的手势，让剑舞苍穹有些开心。易水寒和剑舞苍穹的对话让咖啡加糖听得咯咯直笑。这时易水寒看到自己的流血状态也已经结束了，立刻掏出来烹饪吃，脱离战斗状态之后就可以缓慢的恢复生命值，大概10分钟就可以满血。易水寒的老友列表忽然闪了起来，易水寒都不用想，知道是慕容雪发来的消息，因为现在已经1点32分了，超了2分钟了，立刻点开看慕容雪在说什么。故事战队慕容雪，让你1点半在你的小世界等着，你干什么呢？快点来！易水寒看到慕容雪的消息，立刻回复：双手插兜，马上就到，我刚打了一个 BOSS， 已经打完了，不要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易水寒发完消息之后，加上咖啡加糖的好友之后，对两人说道：“行了，我有急事，先不说了，我走了。”说完，易水寒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刚到自己的小世界，易水寒就同意了慕容雪的组队请求，然后就出现了传送界面，选择带上水清柔。当易水寒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一个钢铁城市之中，慕容雪就在易水寒的身边，顾倾城也在。慕容雪看到易水寒的血量现在连20%都没有，立刻开口说道：“有没有搞错？让你过来帮忙，你怎么只有这么一点血量了？还有，你的分身呢？让你分身一起啊？”“没必要，我这不是带着柔儿来了吗？没有那个必要了，我让我的分身去干别的事了，放心吧。”水清柔看到慕容雪这个大胸女人抓住易水寒，立刻就不开心了，撅了一下小嘴之后，立刻挤到两人的中间，强行把易水寒拉到一边。“宗主哥哥，这个女人这么凶，以后我们不要理她了好不好？一看就不是一个好女人。”水清柔一边说着，还一边看了一眼慕容雪的胸脯，互相比了一下，心中有些委屈。“哟，没看出来啊，这关系不一般啊，看来没少攻略。”慕容雪看到水清柔这种紧张的样子，感觉很有意思，倒是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顾倾城在易水寒和水清柔的身上来回看，皱了一下眉，有些不开心，不过也没有表现出来。“你说什么呢？什么攻略？什么乱糟糟的？宗主哥哥，咱们走吧，不要理他了。”第76章黑科技越野车。看到水清柔这样，易水寒摸了一下额头，有些无奈的同时，感觉水清柔还挺可爱的，像是小孩一样。“柔儿，我们这次来这里就是为了帮这位姐姐，不要闹。”易水寒说着，揉了一下柔儿的头，然后把水清柔拉到身边。水清柔让易水寒这么一个摸头杀，立刻不吭声了，乖乖的被易水寒拉到身边。慕容雪看着水清柔这个样子，感觉还挺有趣，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水清柔抬起头看向慕容雪，然后就看到这个大胸女人正在看自己，然后还对自己眨了一下眼，感觉是在向自己挑衅。水清柔看向慕容雪，拉住易水寒的胳膊，抱到自己的怀中，微微仰着头对慕容雪示威。慕容雪就盯着水清柔的胸部看，水清柔顺着慕容雪的目光看过来，然后就看到了自己扁扁的胸部，差点哭出来，立刻松开易水寒的胳膊，扁了扁嘴。易水寒忽然发现慕容雪像是一只小狐狸一样，忽然乐了起来，然后回头一看水清柔，就看到水清柔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抬头瞪了慕容雪一眼。“行了，位置在哪呀？我们怎么过去？”“跟我来吧，我们有车，速度很快的，5分钟之内到达目的地。”慕容雪说完，便走向路旁的一个房间，从背包中掏出来一个遥控器，轻轻地按了一下遥控器之后，这个房间的大门缓缓打开。易水寒看向正在缓缓打开的大门，就看到一个钢铁巨兽出现在眼前。出现在眼前的是一辆越野车，只不过这辆越野车的表面都是尖刺，看起来非常的血腥狰狞。慕容雪走向这一辆钢铁巨兽，半倚靠在车身上，对着易水寒介绍道：“这是我精心准备的车，外表全部由特种 ZR 合金打造，坚硬的同时还具有非常强坚韧，即便是从10层楼开下来，这辆车的外表也就是有个坑，并且我还装上了非常强的动力装置，全速冲起来3阶的精英怪可以一下撞死。”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也怪不得慕容雪这么嘚瑟，就这一辆车100万联盟币也搞不下来，心中暗自骂慕容雪败家。易水寒必然是不想让慕容雪嘚瑟的，也不去夸她，只是以一种非常敷衍的语气开口说道：“行了行了，厉害厉害，快点吧，帮你做完这个任务，我还有别的事情呢。”易水寒这样的表现让慕容雪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很是郁闷，于是闷闷不乐的开门上车，然后对着易水寒大声喊道：“还看着干什么？上车！”慕容雪的这个样子让顾倾城感觉很好笑，在坐到副驾驶位上的时候，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微微弯了一下嘴，悄悄地笑了一下。“上车就上车，那么大声干什么？是吧，宗主哥哥？”“对，果然还是柔儿最乖了。”易水寒笑着摸了一下水清柔的头，让水清柔开心地眯起了双眼，看向慕容雪的时候还哼了一声。易水寒和水清柔这一副和谐的样子，让慕容雪看着就来气，没好气道：“坐好了，我要开车了。”易水寒刚坐进车里，关上门，立刻就感受到了后背那强大的推背力，有一种飞机要起飞的感觉。“慕容雪，你干嘛？会开车就好好开，知道的知道你在开汽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开飞机呢。我是女司机，方圆10米，寸草不生。”易水寒听到慕容雪这样说，伸手指着慕容雪，指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看到易水寒终于被自己气到没话说，慕容雪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谁告诉你这只是汽车了？抓稳扶好，要起飞了。”慕容雪说完，在驾驶位上往上拨了一个小推杆，然后从这辆车的侧面伸出来机翼，然后把方向盘折叠一下，推向一旁，从旁边拽起来一个操作杆。易水寒本来以为这就是一辆汽车而已，万万没想到，易水寒还是低估了慕容雪的败家程度。这么搞下来，光这一辆车300万联盟币也打不住，看得易水寒一阵牙疼。
慕容雪说是要5分钟，当慕容雪按下一个按钮之后，这辆车的车尾部又伸出来2个火箭喷射装置，让速度又进一步加快，3分钟就赶到了目的地。赶到位置之后，已经有几人在这里等着了。易水寒看到其中2人是顾氏战队的首发成员，易水寒看着点了点头，这阵容还是很豪华的，4位职业玩家，一般人做任务谁能凑齐这样的阵容？当慕容雪带着易水寒从车内出来，没错，在落地之前，这辆车在空中就收起了翅膀，直接就生猛的来了一个硬着陆，那动静比易水寒的力大飞砖可大多了，漫天灰尘。慕容雪走向众人，这些人立刻向慕容雪和顾倾城打招呼：“慕容管理好，顾队长好。”易水寒站在2人的身后，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点头哈腰，忽然有了一种狐假虎威的感觉。而前面的慕容雪和顾倾城就像是混社会的大姐大。行了，人到齐了，那我们开始打吧，都注意一点，不要同时打太多怪了。好。慕容雪说完，那些本来在原地等着的这些人忽然就冲向围在 M127 实验室周围的变异兽。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些人都以4人一个小队的模式作战，配合的有模有样，队伍的配置很合理，有近战坦克，有远程魔法输出，一个物理输出和一个辅助。易水寒猜测这些人都是顾氏青训队的队员。易水寒忽然在这些人中看到了老熟人，是跟自己一个队伍过的队友，不过也没在意，之前的事情都是小插曲。慕容雪忽然看向易水寒，开口问道：“易水寒，你怎么办？你的那些队友水平不行，我没有叫过来，你是要跟我们一起还是怎么办？”易水寒听到慕容雪这样说，翻了一个白眼，合着你也知道我的那几个队友菜啊，亏你好意思说出来。第77章4阶的水轻柔。易水寒对着慕容雪摆了摆手，一副不用的样子。算了吧，你们自己玩吧，我带着柔儿就行。易水寒这样说，慕容雪也不多做要求，不过还是和易水寒组上队，因为组队也不会让经验变少，杀死怪的经验是固定的，这样其他人打的经验也会分给自己，算是互惠互利。组完队之后，慕容雪就跟顾氏战队的首发队员一起离开了。易水寒看了一下，发现队伍里居然还有其他人。易水寒看了一下，居然是自己这个小队的队员顾一涵和慕容峰，包括莫小莫也在，只不过这些人并不在 M127 实验室这边，从队伍界面上看，这3人应该是在这个世界的据点那边。易水寒倒是没什么意见，顾一涵和慕容峰在这个队伍里可以理解，莫小莫也在这个队伍里，倒是让易水寒觉得慕容雪还算厚道。等到这些人都离开之后，就只剩下易水寒和水清柔站在原地了。自从水清柔进阶4阶之后，易水寒还没怎么看过水清柔的属性，准备看一下，这样心里才能有点底。水清柔，职业灵修，职位弟子，境界4阶，资质高阶仙资，特殊资质阵法，性格外柔内刚，温柔坚定，物理攻击力880，物理防御力152，魔法攻击力2756，魔法防御力212，速度304，修为8年，生命值23500，法力值3460，力量88，敏捷152，体力235，智力346。修炼功法：百花春水诀、阵法精要、春花百露、青木缠绕、青木遁、水之祈福。易水寒看到水清柔的这个属性，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可是还没有培养过的弟子啊，属性就已经这样变态了。要是再学习一些功法和技能，再带上装备，这不得直接起飞？不，现在就已经起飞了。柔儿可是会阵法的，比普通的灵修弟子可厉害多了。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自己没有带武器的属性出现在眼前。玩家编号775851，玩家昵称双手插兜，职业东方武者，限定唯一职业，等级 LV16， 2阶，物理攻击力1700，物理防御力763，魔法攻击力1088，魔法防御力535，速度322，修为3.7年，生命值22300，法力值1360，力量170，敏捷161，体力223，智力136，魅力4，幸运2，神通万千化身，功法金钟罩、龙象般若功、铜墙铁壁、铁布衫，技能伏虎拳、横扫八荒、碎石掌、碎骨、当头鹤棒、当头一棒、浮空连环脚、撩阴腿、绝命枪、野蛮冲撞、祝福、力大飞砖、被动描画镇尸符。生产技能钢镚飞刺、钢镚护腿。技巧基础枪棒精通。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些变异兽，大都是2阶的变异兽，攻击力最高的也就才1000多一点，并不能造成太多的伤害。易水寒对着水清柔吩咐了一声，让他不要把这些变异兽打死，
打残了就行。水清柔对于易水寒的吩咐，自然是急忙答应下来。易水寒冲向 M127 西边的变异兽，和故事战队其他的那些人没走在同一边，因为易水寒准备来一个效率刷怪，动静可能会有点大。要是和那些人一起的话，那些青训玩家有可能抢自己的人头，而且易水寒动静一大，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个搞不好都有可能让故事战队的那一些青训玩家挂掉，没有必要非去惹这个麻烦，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挺好。易水寒冲上去，直接吸引来8只变异兽，8只变异兽都是变异狗。柔儿，先打这8只。这8只变异狗的魔法防御力非常低，才100多，血量也是才16000。对于水清柔来说，就这8只变异狗，水清柔都没打算动用阵法。青木缠绕，水清柔娇喝一声，水清柔的双手往前一甩，从掌心往外伸出8根藤蔓，藤蔓上都是倒刺，将这8只变异犬都缠绕住。随后易水寒就看到这8只变异犬都在掉血，掉血速度是每秒100点。哼，一群畜生，让你们凶我宗主哥哥，打死你们这些坏东西！水清柔皱了一下鼻子，然后先手轻轻一握，距离易水寒最近的那一只变异狗捆着那只变异犬的青藤忽然收缩，血量下降速度骤然加速，那下降速度就像是流水一样，每秒打2500多的血量。易水寒一看，眼前的这只变异狗还剩400多的血量，随便刺一枪就能杀死。因为这些变异狗连动都动不了，让易水寒有一种有人往自己嘴里送饭的感觉。将这8只变异狗杀死之后，易水寒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谨慎，应该大胆一点。随后易水寒又冲向兽群，这一次易水寒本来是想吸引过来20几只变异兽的，结果易水寒冲过去，一下就有30几只变异兽冲向易水寒。而且因为这些变异兽的动静很大，很有可能让其他的那些变异兽一起。这些变异兽中有变异狗，有变异猪，还有几只变异蜥蜴。变异猪的血量比较厚，防御也要高一点，但攻击力弱，这种怪速度缓慢，易水寒倒是不怎么担心。倒是那几只变异蜥蜴让易水寒感觉有些难搞。这几只变异蜥蜴都是3阶的变异兽，防御力比变异猪要弱，但攻击力都2000出头了，速度也是出奇的快，速度都快要500了，典型的高敏高攻血薄的难缠变异兽。易水寒的速度300多，加上被动力大飞砖的加持效果，也就才400出头，跟变异蜥蜴的速度要差一截。易水寒在往水清柔那边跑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变异蜥蜴在迅速靠近自己。易水寒因为力大飞砖被动的技能效果，灰尘漫天，把视线都给遮挡住了，并没能看清到底是几只变异蜥蜴。易水寒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属性，撑死了同时应付6只变异蜥蜴，要是再多，那就不好对付了，血量可能会下降的非常快。第78章五行木之阵，万竹阵。易水寒听着身后已将快要接近自己的动静，虽然看不到，但可以清楚的感觉到，最起码有8只变异兽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自己。柔儿，帮我一下。宗主哥哥，你身后怎么这么大的灰尘？柔儿看不清啊，你先稍等一下。水清柔说完，左边胳膊横在胸前，手掌微张，右手掐动手诀，随后将掐动手诀的右手在自己的身前轻轻向上一挥，右手大拇指掐住食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指节，掌心朝向他自己的脸。春花百露诀，春雨术。随后一股淡蓝色的灵力波动在水清柔的身旁散开，易水寒的身后忽然下起了蒙蒙小雨，空气中的灰尘被雨水冲刷，易水寒也终于看到了身后的变异蜥蜴。易水寒数了一下，居然足足有11只变异蜥蜴。11只变异蜥蜴，每只都打中易水寒一下，甚至都不用每只，只要易水寒吃到变异蜥蜴的5个技能，易水寒就要被挂掉。这些雨水落到地上，地上长出来翠绿色的青草，非常神奇。一只变异蜥蜴忽然张嘴，伸出来舌头，朝着易水寒的头刺过来。宗主哥哥，小心后面！易水寒听到水清柔的提醒，微微侧身向身后看去，就看到一条舌头在眼前迅速放大，易水寒的瞳孔迅速收缩，然后迅速侧头向着旁边滚过去。水清柔看到易水寒这样，心中十分着急。只见他忽然咬破大拇指，随后蹲下，将手按在地上。青木缠绕。水清柔娇喝一声，翠绿色的草地上忽然伸出来大量的青木藤蔓，将那些变异蜥蜴缠绕住。易水寒看到这些变异蜥蜴忽然被青木藤缠绕住，大松一口气，然后开心地对着水清柔大声喊道：柔儿，太及时了，我真是爱死你了。水清柔蹲在地上，忽然听到易水寒这么明目张胆的乱喊，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哎呀，宗主哥哥，你不要乱喊！水清柔娇嗔了一声，芳心大乱。被缠绕的变异蜥蜴也因为水清柔的一瞬间失神，挣脱了一下青木藤蔓，有一种快要挣脱出来的感觉。柔儿，你快困住他们！水清柔白了易水寒一眼，然后蹲在地上，将双手在胸前缓缓握住，捆住这些变异蜥蜴的青木藤忽然收紧，并且对这些变异蜥蜴造成大量伤害。因为这些变异蜥蜴差一点就伤害到易水寒，水清柔这一次没有松手，直接准备下死手。柔儿，可以了可以了，
即便是易水寒这样说，一向非常乖巧听话的水清柔也没有再听易水寒的话，想要直接将这是一只变异蜥蜴都直接绞死。易水寒发现自己让水清柔停手，水清柔却不停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易水寒急忙发动碎石掌，易水寒这一掌直接拍死一只，这一掌的范围伤害杀死了5只变异蜥蜴。看到另外几只也快要死了，易水寒急忙掏出来乌金枪，用出横扫八荒，又扫死了2只，总共杀死了8只变异蜥蜴，有3只没有杀到，让易水寒感觉有些可惜。不过易水寒也不可能去怪水清柔，只能是安慰一下水清柔了。柔儿，你不要生气了，接下来还有呢。柔儿乖，不要打死了，我杀死这些变异兽有大用。哦，水清柔有些闷闷不乐，不过还是应了下来。杀死这是一只变异蜥蜴之后，后面的那些变异兽也冲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易水寒大概数了一下，这些变异兽能有80只，并且其中还有3阶的变异兽。这一次变异兽这么多，动静这么大，连在 M217 东边刷怪的慕容雪他们都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这些变异兽跑起来就像是地震了一样，想不注意到都难。倾城，刚才忽然涨了好多经验啊，连续涨了8次经验，这是杀死3阶变异兽的经验。易水寒那边到底在搞什么？怎么感觉比我们杀的效率要高一点啊？要不要去看一下？顾倾城其实也想去看一下的，但他不想表现出来，想要拒绝一下。他知道慕容雪一定会跟自己撒娇，他的那个弟子会阵法，杀得快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继续杀我们的，管其他的干嘛？哎呀，人家好奇嘛，好不好嘛？倾城，那么大的动静，我实在是太好奇了，这怕不是受潮的动静，咱们过去看一下，就看一眼。倾城，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好不好吗？慕容雪拉着顾倾城的胳膊来回摇晃，一副小女孩想要吃糖时撒娇的模样，让顾氏战队的另外2名主力队员急忙看向一边。画面太美，不敢多看，这画面实在是太考验人了，看多了容易睡不着觉。顾倾城这时做出一种拿慕容雪没办法的样子，勉强点头答应，其实心中也是跟有猫爪子在挠一样，已经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水清柔这时候双手掐动法诀，奇异的符文围绕在水清柔的身旁缓缓旋转。大概过了90秒的时间，眼睛微闭的水清柔忽然睁开双眼，娇喝一声：五行木之阵，万竹阵。易水寒睁大双眼，就看到在自己的身旁大量翠绿色的竹子疯狂生长，只不过是眨眼的时间，易水寒的面前就出现了一片竹林，易水寒就站在这一片竹林中。这一片竹林的范围很大，以水清柔为圆心，形成一个半径300米的圆形竹林。慕容雪和顾倾城正在往易水寒这边赶，忽然就看到一片竹海出现在眼前，非常的壮观，看得慕容雪微微张开小嘴，满是震惊的样子。顾倾城虽然极力保持镇定，但他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表情。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瞳孔微微震动，内心翻起了惊天骇浪。倾城，这实在是太壮观了，在地面上看得不清楚，咱们到天上去看吧。慕容雪说着，跑到自己的宝车跟前，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掏出来2个飞行器，然后他自己穿上一个，将另一个递给顾倾城。第79章，男人何苦为难男人。顾氏战队主力队的姚自强和宋雨欣俩人看到慕容雪和顾倾城俩人一人一个飞行器，自己俩人眼巴巴的看着，就是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郁闷极了。两人在心中大声的呼喊：大姐，这里还有俩活人呢，你看看我们啊，我们也想要飞行器，我们也想飞到天上去看，给我们个飞行器吧。慕容雪穿戴好飞行器，因为飞行器穿在身上有些紧，把慕容雪那傲人的身体曲线给衬托得更加霸道了。要是其他那些男人看到慕容雪的这副模样，怕不是鼻血都要喷出来。不过好在是姚自强和宋雨欣知道慕容雪的可怕之处，并不敢乱想，最起码明面上不敢乱想的。慕容雪穿好飞行器之后，然后转头看向姚自强和宋雨欣两人。姚自强和宋雨欣看到慕容雪终于看向自己两人了，心中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太不容易了，慕容雪居然还记得他们俩人，他们还以为慕容雪就这么要和顾倾城离他们而去了呢。两人心中立刻充满了希望，觉得慕容雪可能要给自己两人飞行器。两人眼巴巴的看着慕容雪，慕容雪对两人说道：行了，你们俩去刷怪去吧，别看了，我只有2个飞行器，我跟倾城是女人，女人喜欢凑热闹，你们俩大男人就不要瞎掺和了，安心干活，战队不会亏待你们的。行了，别傻站着了，我跟倾城过去看看。慕容雪对两人说完，顾倾城看向下面的两人时稍微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平日里的管理都是慕容雪，他也不会多话，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看到慕容雪示意自己一起过去，随后发动飞行器，两人一起朝着水清柔那边飞过去。看着渐渐离去的姚自强和宋雨欣两人，感觉犹如被雷劈了，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看到两人确实已经飞远了，确定已经听不到自己说什么之后，姚自强有些不忿地对宋雨欣说道：太可气了，说什么没有飞行器了，当初买材料的时候我就见过，是为我们战队4人准备的，还说到时候比赛遇到特殊地形可能能用到，现在倒好，想要去看一下热闹，就把我们俩丢下，我们真是难兄难弟啊！慕容雪压榨人，简直天理难容，平常还总是欺负我们，
只是我们干着干的，有好事就把我们撇开。亏他长得这么好看，身材这么好，果然女人都是大猪蹄子。宋雨欣听着姚自强的抱怨，非常的认可姚自强的这些看法，连连点头。等姚自强说到女人都是大猪蹄子的时候，宋雨欣忽然开口说道：其他女人是大猪蹄子，顾队长不是，你小心一点，不要乱说，小心我把你说的话告诉顾队长。听到宋雨欣这样说，姚自强忽然想到宋雨欣是顾倾城的忠实舔狗，不能听到别人说一句顾倾城的不是。想到这一茬，姚自强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感觉自己实在是太难了。兄弟，别，你别这样，我没说顾队长，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这样。男人何苦难为男人呢？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管，但跟顾队长有关的那不行。行，不说了，咱们难兄难弟一起刷怪吧。哎，造孽啊！水清柔将阵法释放出来之后，变异兽的兽群也冲到了阵法边上。水清柔感知着阵法，感知到这些变异兽之后，双手在自己面前做出开门一样的动作。竹林的竹林非常密集，每根竹子和每根竹子只有非常小的缝隙，想要从这片竹林穿过肯定是不行的。这群变异兽都已经准备要改变方向，想要绕开这一片竹林了。结果水清柔这么一操作，这一边竹林为这些变异兽开出一个口子。这群变异兽看到面前突然出现一条通道，立刻一股脑的挤进去。水清柔为这些变异兽打开的通道像是一个漏斗的形状，外面的通道宽敞，越往前通道越窄。水清柔等到一部分变异兽冲进去之后，一挥手为这一部分先进入阵法的变异兽开出一条通道，让这些变异兽顺着这一条开辟出来的通道跑，而后将这一条通道的入口堵住，为后面的这一批变异兽开辟出一条新通道。易水寒的面前也出现一条通道，易水寒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水清柔非常贴心的在一旁给了易水寒一个提示，一堆竹叶在地上摆出一个箭头的标识，让易水寒顺着箭头往前走。慕容雪和顾倾城这时来到这一片竹海的正上方，就看到大量的变异兽进入这片竹海，随后竹海将这一批变异兽分化成两批，让两批变异兽都围着这个阵法的边缘跑，最后这两条通道汇合在一起。如果这些变异兽就这么冲下去，最后这两批变异兽就会撞在一起，让慕容雪看得眼睛闪闪发亮，非常想看到接下来这群变异兽撞在一起的画面。倾城，这个阵法好啊，好像可以随便改变啊，都可以在里面搞一个迷宫。要是比赛时我们有这样的阵法就好了，可以让敌人顺着我们的想法走，我在路上给他们来点地雷，想想就感觉画面美。这是易水寒的那个弟子释放出来的阵法，比赛时我们又不可能带着弟子去比赛，想什么呢？这么多异兽，如果只是困住的话，到最后也得处理这些变异兽，我们再看看，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过了10几秒，这两波变异兽撞在一起，让最前面的这些变异兽直接就从满血变成了残血，后面的那些变异兽也跟着装上去，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哇，撞上了，画面好壮观，好血腥啊！慕容雪刚说完，水清柔再次挥手为这些变异兽开出一条新通道，而这些变异兽见到了血液，变得更加嗜血凶残。这些变异兽都已经失去理智了，看到有一条通道打开，立刻就红着眼往这条通道里冲。第80章变异牛黄金 BOSS。 易水寒顺着水清柔的指引往前走，走到这条通道的尽头就什么也没有了，让易水寒有些郁闷，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水清柔在这些变异兽冲过去的通道，一直到易水寒的周围那边，在靠近易水寒的位置空出来一大片空地。慕容雪看到眼前的画面，不知道这把变异兽汇聚到一起要干什么。倾城，这是要做什么啊？把这些变异兽汇聚到一起干什么？不应该将这些变异兽分开，然后逐点击破吗？不知道。慕容雪看了一下顾倾城，发现顾倾城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有些郁闷。他现在真的有些搞不懂，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但接下来的画面让慕容雪看得目瞪口呆。水清柔连连掐动指诀，额头都开始冒汗，似乎并不轻松的样子。大概过了20几秒，水清柔一挥手，竹林里大量的竹叶开始向天空中飘去，随后水清柔又一挥手，这些竹叶汇聚到一起，随后朝着那群变异兽飞过去。这每一片竹叶就像是一把小刀，从这些变异兽的皮肤上划过，留下一道道血淋淋的刀痕，让这群变异兽在短短5秒的时间内就变成了残血，场面非常的壮观，真的是让飞在空中的慕容雪和顾倾城大开眼界。没想到这个阵法居然还有攻击性！哇，我滴个乖乖，这个阵法也太凶残了吧！就这么一下，我这么一眼扫过去，只要是看到属性的变异兽，那血量就没有在1000点以上的，太变态了！范围这么大，还这么强，这也太犯规了！倾城，要不你去学阵法吧，到时候我用无人机帮你确定敌人位置，然后你用阵法杀敌，咱们这配合到时候直接无敌。现在是我们进入的主位面，世界是武侠世界阶段，功法都还找不到好一点的呢，还想阵法？你在想屁吃吗？慕容雪有些无语，这不是就这样的打算吗？每次都要这样打击自己。随后易水寒面前的竹子消失，看到了20几米外的那些变异兽。易水寒看到这些变异兽的身上都血淋淋的样子，
一副被人千刀万剐过的样子。易水寒这时候冲上前去，害怕待会儿如果自己不上，水清柔再把这些全部杀死的话，自己上前引怪就没有意义了，直接拉着水清柔上前，摆个阵法把那些变异兽全部杀死更省事。易水寒先发动野蛮冲撞，朝着这些变异兽冲过去。这些变异兽看到易水寒的时候，眼红着想要爬起来，但水清柔刚才把这些变异兽伤得太重了，这些变异兽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也就只有寥寥几只变异兽爬起来，其他的那些变异兽继续瘫倒在地上挣扎。易水寒冲上去，这些变异兽连反抗都做不了，让易水寒杀得十分欢乐。行了，看也看了，我们回去继续吧。顾倾城看到易水寒在下面杀怪，对着慕容雪说道：这杀怪也太轻松了吧，我都有点嫉妒了，嫉妒使我面目全非。行了行了，他杀了经验不也分你了，我们快点回去了。不行不行，反正经验也是一起共享，我帮他一下。说着，慕容雪往下方投放了2枚炮弹，随后慕容雪就看到自己的消息界面内一排的击杀消息。哈哈，这感觉真好，2枚炮弹杀死10几只变异兽，爽。行了行了，不要丢人现眼了，等你等级和伤害起来，这种机会多的是。顾倾城说着，一把拉住慕容雪，强行将他给拉走了。易水寒发现忽然有2发炮弹在自己的前方爆炸，往天空中看去，正好看到顾倾城拉着慕容雪离开的画面，小声的自言自语道：哼，大奶妞不在另一边安心杀怪，还跑过来抢人头，真是闲的。我们是组队状态，我杀死这些变异兽，你不也能分到经验？易水寒说完，继续杀剩下的这些变异兽。易水寒用了3分钟，这才将这些变异兽全部杀死。在这些变异兽全部被杀死之后，水清柔这才解除阵法。易水寒看了一下水清柔的状态，发现水清柔的蓝量还剩1800点，蓝量用了快一半了。易水寒觉得应该缓一缓。M127 实验室西边的变异兽已经变少了许多。易水寒发现了一个体型稍大的变异兽，变异牛，黄金 BOSS， 种类变异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2542，物理防御力1024，魔法攻击力670，魔法防御力893，速度187，修为5年，生命值40万，法力值4800，技能野牛冲撞，野牛绝力，野蛮践踏，后踢腿，缓慢自愈，皮糙肉厚，被动。这只变异牛的属性看起来比较笨重，感觉就很容易对付。易水寒准备先把这头变异牛黄金 BOSS 杀掉。柔儿，你先休息一下吧，待会儿我让你出手再出手。好的，宗主哥哥。走，咱们往那边走一点吧，没有危险了。易水寒说着，往 M127 实验室那边指了一下，随后便拉着水清柔过去。水清柔任由易水寒拉着，乖乖的在易水寒身后跟着。易水寒慢慢靠近 M127 实验室，来到躺在地上的变异牛身边，对着牛背刺了一枪。哞！变异牛立刻从地上爬起来，瞪大牛眼看向易水寒，随后从鼻孔喷出2股白气，用前蹄刨了几下土之后，直接发动野牛冲撞。易水寒早有准备，向侧面一个翻滚躲开。易水寒躲开野牛冲撞之后，变异牛也停了下来，回头看向易水寒。柔儿，这头笨牛的力气还是挺大的，你那个青藤缠绕能把它给困住吗？应该可以，柔儿试一下吧，要用阵法控制住它吗？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不过因为体型上的差距，易水寒这一下并没能将变异牛先倒在地，只是让变异牛后退了几步。第81章水之祈福。听到水清柔问要不要用阵法，易水寒连忙摆了摆手，水清柔的蓝量已经没有多少了，要节省一点，阵法的耗蓝量太大。易水寒倒是觉得现在还用不上阵法，要省一点蓝，等到关键时候再用阵法。青木缠绕。水清柔将手按在地上，随后在变异牛的身下生长出大量的青木藤蔓，将变异牛给困住。易水寒看到变异牛被困住之后，挣扎了一下，并没能挣扎开，感觉有戏，立刻抓紧时间输出，因为水清柔维持这个技能也要消耗蓝的，能快一点算一点。水清柔也一起出力，将青木藤蔓收紧，疯狂地绞杀变异牛，对变异牛每秒造成2000多的伤害。易水寒抓紧时间输出，在2人一起打了变异牛15万多的血量之后，变异牛发动了野牛绝力这个技能，居然硬生生的将青木藤蔓给挣脱开了。宗主哥哥，这头大笨牛的力气好大，柔儿的青木藤蔓被挣脱断了，宗主哥哥小心啊。知道了，柔儿，等会儿我骑到这头大笨牛的后背上，放心吧。易水寒说着，使用致死发射器用蛛丝缠住变异牛，然后快速的被蛛丝拉过去。易水寒顺势骑到变异牛的后背上。水之祈福。水清柔先手一挥，一道淡蓝色的光笼罩住易水寒。易水寒忽然感觉到一股冰冰凉凉，非常的舒服。看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发现自己居然多了一个叫做水之祈福的状态，每次攻击时都会附带水属性魔法伤害，
易水寒对着身下的变异牛用了一个碎石掌，然后就发现了2段伤害，4501、2086。易水寒算了一下，下面附带的魔法伤害居然是水轻柔的魔法伤害，也就是说，现在自己打的伤害附带上水轻柔的伤害了。易水寒就没见过这种辅助技能，现在发现这个辅助技能这么给力，急忙抓紧时间输出。这个辅助技能加持时间300秒的时间，易水寒骑在变异牛的牛背上，抓紧时间输出。易水寒骑在变异牛的背上，变异牛疯狂地上蹿下跳，想要将易水寒从背上甩下去。易水寒一只手抓着变异牛后背上的皮毛，死死抓着不放手。易水寒现在的力量，变异牛的这点颠簸根本不算什么，换成猫科类的变异兽可能会稍微麻烦点，像是这头变异牛，对于易水寒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易水寒在300秒内，每次攻击都会造成额外的2000多点伤害，而易水寒平均每秒可以单手握着绝命枪刺一枪，2分多钟的时间就把变异牛杀死了。即便变异牛释放了缓慢愈合，也没有撑住，也就多撑了10几秒。这头变异牛 BOSS 被杀死之后，易水寒惊奇地发现，这头变异牛居然非常给力的出货了。易水寒急忙将装备捡起来。牛皮鞋，类型防具，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0，物理防御力124，魔法防御力92，速度88，敏捷加12，能量增幅18，重量1000克。易水寒急忙将身上穿戴的白板鞋子换下来，这一下速度直接加了112点速度。易水寒又继续去拉 BOSS， 这一次易水寒拉过来的是一条4阶的变异蛇。易水寒看着感觉还好，倒是一旁还有一只3阶的百足蜈蚣 BOSS， 那密密麻麻的腿看得易水寒头皮发麻，强不强的先不说，就这种腿多的怪看着就瘆得慌。当易水寒把这条4阶变异兽引过来的时候，水清柔那边出了一点状况，他居然有点怕蛇。宗主哥哥，我们可不可以不打这条蛇啊？柔柔怕蛇，要不咱们打那边的那只蜈蚣吧。易水寒一边跑着，听到水清柔的话，猛地一拍脑门。易水寒想起了一种说法，说女生大概率都会害怕这些蠕动的东西，比如说毛毛虫和蛇，而男生大概率就是害怕这些腿多的，就像是蜈蚣。易水寒倒是不害怕，但看到了就是头皮发麻，真要是去打，易水寒也能硬着头皮上，只不过心里特别别扭罢了。那柔儿，他一直追着我，得打死他。要不这样吧，柔儿你用阵法吧。易水寒刚说完，水清柔将4个刻有符文的虎骨扔向易水寒，然后便有一个阵法生成，将追着易水寒的变异蛇 BOSS 困住。这个阵法内，地面忽然变成了冰面。变异蛇 BOSS 虽然是变异蛇，它终究是一条蛇，是冷血动物，地面忽然变成冰面，让它极不适应，有些昏昏欲睡。这忽然的变故，易水寒还没搞清楚呢，水清柔忽然发动阵法，阵法内生成冰锥，噼噼啪啪的打在变异蛇的身上，攻击频率特别高，变异蛇的血量就像是水库拉闸放水了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往下降，看得易水寒心惊肉跳。易水寒看向水清柔，就见到他现在闭着眼，手上掐着指诀，一个劲儿的挥舞。眼看变异蛇 BOSS 的血量已经快要到斩杀线了，易水寒急忙喊停水清柔，可现在水清柔心中十分紧张害怕，只注意感知那条变异 BOSS 蛇还活着，想要快速把这条变异蛇 BOSS 打死，哪里注意到易水寒的提醒。易水寒发现水清柔并没有停手，只能是快速冲进阵法内，快速的一枪刺向变异蛇。当易水寒出现在阵法内的时候，水清柔可睁开了双眼，操控阵法内的冰锥绕开易水寒，好在是没有将易水寒杀死在阵法内。易水寒就在阵法内被那些冰锥的攻击打了不到1秒，就挨了4个冰锥，血量直接就降到了6000多点。易水寒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水清柔的厉害，这输出简直就是恐怖。易水寒一边感觉到有些后怕，一边又感觉到有点庆幸。后怕的是没想到这个阵法的伤害这么高，庆幸的则是自己的防御和血量足够高，现阶段的玩家里但凡是换一个也不可能扛得住这样的伤害，也幸好水清柔反应够快，要不然这一次可能真的就亏大了。第82章雷霆蛮熊暗金 BOSS。 这一条4阶变异蛇 BOSS 被杀死，爆出来2件东西，易水寒急忙将装备捡起来。灵蛇出动，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6.0， 冷却时间25秒，消耗20法力值，经验值0100W， 学习要求体质或力量主属性职业。效果将长枪迅速刺出，犹如灵蛇出动，角度刁钻，令人防不胜防。灵蛇出动具有锋锐效果，额外造成 20% 伤害，并且带有枪芒，枪芒可飞出2米远。碧蛇剑，类型武器，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20， 物理伤害276，力量加6，敏捷加22，体质加2，能量增幅26，重量4000克。易水寒急忙学习了这一招灵蛇出动，
易水寒的技能里有一招专门的枪法，可那一招绝命枪有些鸡肋，只有生命值低了才有可能。现在这一招灵蛇出洞，一定意义上算是易水寒真正可以用上的长枪技能。这把20级的黄金器倒是一个好东西，易水寒现在已经16级多，再杀2天副本，肯定可以20级。到时候分出来第4个分身，正好可以先让分身先带着这把武器，挂机效率更高，并且见这种武器用的人数最多，到时候可以更好的出手，卖的价钱也更高。易水寒看了一眼水清柔的状态，发现水清柔只有800多点蓝了。易水寒准备先稳一手，现在自己这边虽然是一个人，可他的效率却是最高的，他现在都已经在引 BOSS 杀了，另一边连那些普通的变异兽都还没有处理掉。水清柔本来想要用春花白露帮易水寒治疗一下，易水寒当即就拒绝了，他可以吃烹饪缓慢恢复血量，水清柔的蓝量可不能吃烹饪恢复，要是想要快速恢复，需要吃丹药，易水寒现在根本就没有。水清柔现在要恢复蓝，那就只能通过修炼打坐了。易水寒一直休息了半个多小时 ，M127 实验室东边的那些人终于把实验室周围的那些小怪清理干净了，还剩下几个 BOSS。现在没有了小怪，易水寒看向这些 BOSS， 随后眼睛锁定在一头变异熊身上。这只变异熊的体型非常大，目测体长可以达到12米。之前是因为变异兽太多，这头变异熊 BOSS 趴在一边睡觉，正好被遮挡住了视线，没有发现。雷霆蛮熊，暗金 BOSS， 种类变异兽，等阶4阶，物理攻击力3502，物理防御力1806，魔法攻击力4670，魔法防御力2293，速度236，修为6年，生命值40000000，40000000，法力值12000，12000，技能雷霆巨爪、雷霆咆哮、雷霆铠甲、暴熊之怒、雷击术、雷霆践踏、蛮熊之力，被动嗜睡，被动。此时不光是易水寒看到了这个暗金 BOSS， 是现场所有的玩家都看到了这个暗金 BOSS。当看完这个暗金 BOSS 的属性之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 BOSS 怎么打？6年的修为，我修为才3年，完全破不了防啊！说的就好像你如果修为够，你就能破了这个 BOSS 的防御一样。1806点物理防御力，我走的敏捷剑修，我攻击力800多，就算我放个 F 级的技能，也就才可以破防。我的普通攻击连防御都破不了，这怎么打？物理防御算什么？你看看这 BOSS 的魔法防御2293点，这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法系职业了吧？我们法系的伤害本来就没有物理系那么容易堆，我法系伤害才700多，我技能还都是那种冷却快和范围伤害的技能，伤害威力并不高，我放技能连破防都破不了。然而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也就是说现在面对这个暗金 BOSS 来再多的人也没有用，因为目前这个阶段的大部分玩家根本就破不了这个 BOSS 的防。姚自强看着这个 BOSS 的属性，咽了一口口水，感觉有些口干舌燥。慕容管理，你那个任务显示的是任务难度 B， 这真的是任务难度 B 吗？慕容雪这时也觉得有些离谱，这样的 BOSS 比上一次的那只暗金蜘蛛 BOSS 还要变态，那只蜘蛛最起码防御力也没有这么变态啊，尤其是那些技能，这 BOSS 的技能里可是还有雷霆铠甲技能呢，这要是再加上那个技能，这防御属性也不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慕容雪正想着呢，然后看向易水寒身边的水清柔，探查了一下，发现什么也探查不到。易水寒深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在召唤出来水清柔的第一时间，易水寒就把水清柔的全部信息屏蔽了，包括其他玩家的探查全都给屏蔽了。水清柔还在一边打坐调息，易水寒看了一下水清柔的状态，发现水清柔的蓝量已经2300多点了，按照这个速度，大概再有个40多分钟就可以把蓝量恢复满。慕容雪走向易水寒，开口问道：易水寒，你的这名弟子能对付得了这个暗金 BOSS 吗？什么属性啊？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易水寒斜视了一眼慕容雪，心中在说，你在想屁吃，我屏蔽了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之后可以让你知道，但目前这个阶段，易水寒还没有膨胀到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对抗这些大家族和大财团，所以易水寒现在除了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水清柔的属性和资质。不可以，现在对付不了这个 BOSS。 慕容雪听完易水寒的话后，眼睛滴溜溜的转，然后抓住易水寒话里的重点，是现在对付不了，并不是说对付不了。你说现在对付不了，也就是说你能对付，对吧？你的弟子在打坐，应该是没蓝了，也对，刚才那个阵法阵势那么大，一看就是非常耗蓝，那等你的弟子蓝满了，是不是就可以对付了？第83章 M127 实验室。易水寒听到慕容雪说的条理这么清晰，并且还能清楚地抓住自己话里的重点，易水寒有些感叹造物主的不公，明明大家都说胸大无脑，为啥慕容雪这个大奶妞就可以例外，跟个狐狸似的？你管这么多干嘛？打不了，你那个任务不是任务难度 B 吗？这个难度的任务绝对不可能安排一个这么变态的 BOSS 让我们打。这个 BOSS 的技能里有嗜睡这个被动技能，等会儿咱们绕开这个暗金 BOSS 进入 M127 实验室不就行了？
听到易水寒这样说，慕容雪觉得自己的猜想应该8、9不离十，他的那个弟子应该可以搞定这个 boss。不过慕容雪想了一下，觉得易水寒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任务难度才 B， 打这么多的怪和黄金 boss 就已经够离谱了，没道理还有一个属性这么高的暗金 boss。想通这一点之后，慕容雪也不纠结这个暗金 boss 了，只要先把这些黄金 boss 处理完就好了。随后就开口让青训队这些人先打这些黄金 boss， 这些人打黄金 boss 还是可以的。易水寒就看着这些人打 boss， 易水寒一直在想一件事，易水寒感觉很奇怪，这些怪之间也不是和谐相处的，在野外这些不同种类的变异兽是会经常发生战斗的，反观 M127 实验室周围的怪，即便是天敌也相处得非常融洽，这就很不正常。易水寒思来想去，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索性也就不管了。易水寒准备自己单刷这个暗金 boss， 等慕容雪完成任务之后，故事战队的这些人全部走了之后，他就准备打这个 boss。 过了1个多小时，故事战队的这些青训玩家将这些黄金 boss 清理干净，有几个报到自己可以用的装备和技能的玩家笑得合不拢嘴，其他那些没有分配到装备和技能的玩家则有些闷闷不乐。不过这也没有办法，根据组队刷怪的规矩，队伍中报到队伍中玩家可以用的装备和技能优先分配给可以用的那位玩家，这样分配大家也服气，撑死了就是感觉自己运气不好，倒是不会出现什么矛盾。易水寒叫上水清柔，准备跟着慕容雪一起进入 M127 号实验室。M127 号实验室的大门并没有在地面上，而是建立在半空中，距离地面大概20米左右的高度，想要上去就需要乘坐一个类似电梯一样的装置。不过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坏掉了，想要上去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慕容雪有飞行器，不过现在人这么多也不够分，就开口让这些人先离开，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该干嘛干嘛，抓紧时间练级。慕容雪说完，这些青训玩家立刻就离开了。本来过来帮慕容雪完成任务就不是他们的计划。姚自强和宋雨欣看向慕容雪，眼巴巴地等着他发飞行器呢。结果慕容雪一回头，看到两人之后，惊诧地说道：“你们俩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该干嘛干嘛去吧，我这个任务是个人任务，完成之后又不会给你们什么奖励，赶紧走吧。”慕容雪一边说着一边摆手，一副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让两人快点离开。两人忽视一眼，忽然感觉这个故事战队的主力队，自己两人就是个工具人，只能是听话的先行离开。慕容雪看向易水寒，问道：“你跟过来干什么呀？该干嘛干嘛去吧。我就是对这个任务有点好奇，我想看一下这个实验室到底在研究什么。那你们俩怎么上来啊？我就2个飞行器哦。”慕容雪一边说着，还一边有点挑衅，就这么飞在空中，低头看着易水寒。易水寒只觉得慕容雪很好笑，侧头对着水清柔说了一句让他抱紧自己。水清柔的俏脸一下就变得通红，心中虽然很是害羞，不过还是上前抱住易水寒。柔儿，抓好了，我们飞喽！易水寒说完，使用蛛丝发射器抓住实验室大门门前平台上方的一根横梁，随后就在慕容雪惊讶的眼光中飞速地冲向实验室的大门。哎呀，真是气死我了，我还想着让这小子求我一下呢，这样我就可以要求他等会儿打暗金 boss 的时候带上我们了，忘了这小子还有这种手段，失算了，我们也赶紧过去吧，快点完成任务，然后我要抓紧时间找材料做空间胶囊，这样的话明天的比赛里我们就可以开上我这辆宝车了。顾倾城也觉得应该快点，他现在也正在做一个任务，做完那个任务就可以换一个技能了，如果快点做完那个任务，明天就可以用上了。易水寒站在实验室的门口，有点郁闷，也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易水寒拿着乌金枪撬了半天也没有撬开，鉴定也鉴定不出来。慕容雪和顾倾城一上来就看到易水寒拿着乌金枪，又是撬门又是戳门的，感觉很好笑。易水寒，你在干什么？闪开！慕容雪说着，强行挤开易水寒，从背包中掏出来一张卡，在门上刷了一下，实验室的这扇门缓缓打开。嚯，高科技啊！易水寒感叹了一声，随后跟在慕容雪的身后往实验室内走。4人全部进入实验室后，实验室的大门缓缓关上。进入实验室，先是一条笔直的通道，这条通道非常干净，泛着一种金属的光泽，给人一种非常坚硬的感觉。走完这条金属通道，随后就进入到一个消毒间内。4人全都进入之后，消毒间开始喷洒消毒水，给4人消毒。消毒的过程大概用了5分钟，随后便是纯净水从屋顶喷洒下来，又冲洗了3分钟，将消毒液全都冲洗完后，消毒间内吹起热风，将几人身上的水迅速吹干。等到几人身上的水分被吹干，消毒室的门这才打开，几人快速走出消毒室。第84章，奇怪的实验室。几人走出消毒室之后，来到实验室的大厅，易水寒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到了。在实验室的大厅中，摆放着一个个充斥着绿色液体的玻璃罐，每一个玻璃罐中都泡着一个个古怪的生物，并且有几个看着还有点像是人类。这些罐子中大部分是一些动物，不过大多易水寒都认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了，鉴定一下也只是显示变异兽未成品，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易水寒着重地来到那几个看着像是人类的罐子前，这些人头虎身或者人头蛇身的实验标本让易水寒看得一阵恶寒。随后就看到很多电脑正在计算着什么，但有些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些电脑都开着，并且都还在运算，却没有人操作。倾城，这个实验室好吓人啊！这是在干什么？在研究变异兽吗？还是说正在研究怎么改造人类？感觉这个研究室有点不对劲啊。顾倾城倒是没太大的反应，不过听到慕容雪这样说，有些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感觉这个实验室有些不对劲，为什么我们进来了却没有人过来呢？不是说让我们来救人吗？那人在哪呢？这些机器和电脑还在运行，即便是这里灯光这么明亮，怎么看都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顾倾城这样一说，慕容雪立刻就感觉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倾城，这该不会是有鬼吧？听到这俩小妞越说越离谱，易水寒急忙提醒了一下：“咱们这是在科技侧的小世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什么鬼啊？什么妖怪啊？不会出现在这种世界，亏你还是机械师，你要相信科学。”慕容雪听完易水寒的话，倒是放心了不少，只要不是鬼就好。不过慕容雪总感觉怪怪的，明明自己是机械师才对，怎么易水寒这个注定要修仙的职业劝自己要相信科学？随后慕容雪便看到易水寒在这些罐子前面晃悠，开口问道：“你这在看什么呢？看出来什么没有？你管我干什么？你不是要完成任务吗？现在都到地方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任务给你提示没有？任务说是让把实验室内的资料和研究员安全带回据点，现在我们没有发现研究员，那我们把这里的资料带回去算了，应该也能完成任务，大不了再回来跑一趟。反正这边的这些变异兽已经清理完了，只要小心一点，在那个暗金 BOSS 睡觉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随意出入。”易水寒立刻注意到，这个任务可是说有人的，那就证明这里应该是有人的。有人的话，这些电脑和机器在运行才会合理。立刻伸手示意自己要说话。既然人物介绍说有研究员，那应该就是有研究员，我们不要只在这个大厅了，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找一下，说不准那个研究员就在这个实验室的哪个角落。易水寒说完，慕容雪和顾倾城也没有什么意见，就一起往实验室内部走。走过大厅之后，又进入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两边同样摆放着玻璃罐，不过从这里开始，这些玻璃罐内的生物就变成了人，赤身裸体的泡在玻璃罐内，还打着马赛克。哎，还打马赛克？是黄色就不要放出来，是艺术就不要打马赛克，连君子也放。易水寒的这句话一下就让在场的3位女性脸色变红。水清柔伸手拉住易水寒的衣角，用力的拉了2下，示意易水寒不要说了，似乎易水寒这样说话让他很丢人。顾倾城则是眼神愈发的冰冷，斜瞥了易水寒一眼，没有说话。慕容雪则恰恰相反，似乎也颇为认同，看着玻璃罐内这些精壮的腹肌，连连点头。在走完这一条通道之后，再一次进入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倒是没有那些大玻璃罐了，只不过有点让人感觉反常的是，这个实验室大厅依然没有人，只有一些电脑正在运行。这个大厅边上有8个门，应该是8个房间。易水寒和慕容雪他们分开寻找，进入一个房间，易水寒终于见到了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那些动物的实验都成功了，为什么人就不行呢？明明人也是动物，不对，肯定是哪里不对，我要重新看一下数据。这名穿着白色大褂的研究员忽然回头，易水寒也看清了他的模样。这个研究员看起来有40多岁，胡子拉碴的样子，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打理过。咦，你是谁？算了，不管你是谁了，你不要待在这里，先跟我出来，不要把我的研究资料给弄乱了。说着，这名研究员抓着易水寒的胳膊往大厅走。这时慕容雪也从一个房间出来，脸上有点郁闷，显然是没有发现研究员。忽然发现易水寒被一个白色大褂男人拉着从房间内出来。这就是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吗？慕容雪问完，易水寒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白色大褂研究员倒是先开口了。咦，怎么还有女人啊？你们是据点新送来的实验体吗？易水寒可是知道，有一些东西可是可以获得好处的，就像是这样的实验，运气好点就有可能获得什么特殊体质，运气差就是可能会挂掉，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易水寒想要试一下。慕容雪刚想开口，易水寒立刻上前抓住慕容雪的胳膊，伸手将她的嘴捂住，不让她继续往下讲，同时在她的耳边轻轻说道：“你先不要说，我现在非常好奇她能做什么实验，我就先试一下。等会儿我要是当实验体挂了，那你就直接拷贝了这个实验室的研究资料，然后带着这个 NPC 完成任务。”顾倾城这时也从房间内走出来，这个研究员看到顾倾城，眼光一亮，没想到据点居然安排了4个人，据点现在已经这么奢侈了吗？3名这么漂亮的女人做实验体，有些可惜啊。算了，为了伟大的进化，女人什么的都是虚无。来吧，你们谁先来？第85章神秘的基因结晶。听到这个研究员这样说，易水寒立刻低头在水清柔耳边说道：“柔儿，等会儿你记得看着我，要是我说让你奶我，你就用百花春露，知道了吗？”水清柔感觉到易水寒呼出来的热气，耳朵微微泛红，轻轻点头。
说完之后，易水寒径直走向这名研究员。行吧，这里就你一个男人，有些碍眼，这几名女人还挺漂亮，要不是实在没人，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行了，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随后这名研究员便走向一个房间，顾倾城这时才悄悄问慕容雪，想搞明白这到底要做什么。慕容雪在顾倾城耳边悄悄说话，将易水寒要做什么告诉给了顾倾城。这俩人一副激情无限的样子，让易水寒看得有些激动。水清柔看到易水寒的样子有些不正经，拉了拉易水寒的衣服。宗主哥哥，你不要这样，很丢脸啊。别乱说，我怎么样了？别瞎说，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说着，易水寒还伸手用指头点了一下水清柔的脑门。易水寒正跟水清柔打闹着，白色大褂研究员从小房间内走出来，手中拿着一个玻璃容器，容器内也不知道放着什么东西，闪闪发光的样子非常刺眼。易水寒正看着这个玻璃容器，那个白色大褂研究员对着易水寒说道：诺，你把这个吃下。易水寒本来以为这样的实验应该是注射或者其他光线那样的实验呢，没想到这个实验居然这么简单暴力。这东西要是在现实中，易水寒那是连靠近都不敢靠近的。这东西冒着蓝紫色的光，看着辐射就挺高的样子，搞不好靠近就会让人变异。易水寒直接捏碎这个玻璃容器，让一旁的研究员看得瞪大了双眼，紧接着脸上就露出开心的笑容。好啊，好啊，没想到你这个实验体居然这么强壮，比那些整天只知道计算研究的废物们强多了。快，你快点把这个基因结晶服下，快！易水寒听到这个研究员这样说，立刻抓住了他话中的重点信息。那些整天只知道计算研究的废物，这应该是说那些其他的研究员。这家伙怕不是把其他的那些研究员全部当成实验体了吧？要是这样的话，那这名研究员可就有些危险了，应该注意一下。毕竟上一世，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文明最后消失了，现在看起来非常可能和现在的这个研究有关系，回头应该提醒一下慕容雪。易水寒看了一下手中的结晶，结果显示出信息，让易水寒看得心惊肉跳。神秘的基因结晶，类型消耗品，品质 EX， 效果神秘的基因结晶，其内部有恐怖的雷霆力量，吞噬后会向未知方向进化，因为其内部力量极其狂暴，有 70% 几率直接致死，成功几率与玩家意志有关。注意，本次疼痛无法削减，玩家将承受此次实验正常的疼痛，请谨慎对待，超出极限非常有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有小概率使玩家脑死亡。卧槽，这群人到底做的是什么实验？修仙界那些邪恶的献祭祭坛都没有脑死亡几率，这个怎么还有脑死亡几率？易水寒，太危险了，有几率脑死亡的，要不然算了吧。危险？你们作为职业队员，难道一点觉悟也没有吗？你们想一下，从这个游戏出现开始，整个宇宙的格局都会跟着改变，以后我们蓝星的资源都会跟我们这些职业玩家的成绩挂钩，到时候如果我们打得不好，我们会遭遇什么？你们想过没有？弱就是原罪，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变强的机会，我可不想说我想赢，我要一直赢下去，我不想再体会那种弱小无助的感觉了，我要变强。易水寒这样说完，没有多做犹豫，一口将这个神秘的基因结晶服下。对，你们几个不要靠近他，实验体刚吞服下基因结晶，会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可能会失去理智，然后会对周围的事物造成破坏。研究员正说着，易水寒就感觉身上忽然有高压电从体内往外冒，眼前有些发黑，就像是有人拿着大锤子在敲自己的头，浑身开始抽搐起来。这一阵高压电来得快，去得也快，紧接着就是一股弱一点的电流，让易水寒浑身撕裂一般的疼痛，却又不至于让易水寒直接昏死过去。易水寒的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让慕容雪和顾倾城看得担心不已。易水寒现在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现在好在是意识还清醒着，看着自己的血量飞快的下降，有些艰难地对着水清柔说道：奶我。水清柔看到易水寒这时的样子，早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要不是慕容雪和顾倾城拦住他，他就一把扑到易水寒身上了。春花白露，水清柔奶了易水寒一下，让易水寒感觉到一股冰凉从脚底一直往头顶蔓延，让易水寒短暂的舒服了一下。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易水寒给自己来了一发祝福，祝福给易水寒带来的舒适感，让易水寒短暂的摆脱了一下痛苦的感觉，让易水寒缓了一下。易水寒刚缓了一下，紧接着又来了一股高压电，让易水寒眼前一黑。再过了几分钟之后，易水寒也感觉到了这个基因结晶到来的电流是有规律的。易水寒经过2次循环之后，就总结出了规律。在死亡的面前，人们总是会压榨出巨大的潜力。易水寒此刻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已经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了，有好几次高压电的痛苦，差点没扛过去，不过好在是抗住了。只不过是短短20分钟的时间，易水寒感觉过了1个世纪一样，他从来都没有感觉时间可以过得这么慢。20分钟一过，易水寒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痛苦开始减弱。
等到痛苦易水寒可以承受之后，操控着角色从地上爬起来，地上有一滩水，易水寒看了一下，系统显示是汗和尿的混合液体。第86章雷霆战体。易水寒其实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游戏中受到过度惊吓或者过于疼痛，其实是会让人大小便失禁的，只不过大便被游戏系统给屏蔽了，所以就只是小便失禁。丢人虽然有一点丢人，但这么大的罪都承受下来了，总要看看自己最后现在承受完这么大的痛苦之后获得了什么。易水寒这才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体质，雷霆战体，可进阶。类型：体质。品质 A。 进阶经验0，10000，吸收雷霆能量，可增加进阶经验。效果：雷霆战体可用雷霆刺激人体，可小幅度提升玩家的攻击速度和出手速度，对雷系技能法术亲和，雷系技能法术加成 80% 伤害效果，并且具备高额雷系抗性，免疫 60% 雷系伤害，携带体质专属技能雷灵附体。看到是雷霆战体，易水寒倒是感觉这一次的苦没有白吃，雷霆战体还不错，现在是 A 品质体质。如果是普通玩家， A 品质的体质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对于打职业的玩家就有点不够了。如果易水寒没有记错的话，就在现在职业比赛的第一天，职业玩家中就有一名玩家抽到的是血魔体质 SS 品质，转职的是血法师。今天这个血法师将会让所有的玩家都认识到血法师的强大。不过易水寒也感觉到有些庆幸，这个雷霆战体虽然是 A 品质，好在是后面成长空间大，雷霆战体进阶之后是 S 品质的雷霆圣体，之后还能进阶，只是进阶难度有点难，一直到最后易水寒也没有知道雷霆圣体后面进阶会是什么体质，但想想也知道雷霆圣体都已经是 S 品质的体质了，进阶之后再次那也起码是 SS 品质的体质。看到易水寒撑过了基因晶体的改造，白色大褂研究员立刻走到易水寒身旁，上下打量易水寒，嘴上还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但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易水寒听不清。易水寒，你还好吧？你现在有什么变化吗？看到慕容雪一脸好奇的样子，易水寒回道：还行，改造完了之后获得了一个体质 A 品质的体质，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听到易水寒这样说，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立刻看向地上的那一滩汗尿混合液，急忙摇头，坚决不同意。白色大褂研究员想要伸手去摸易水寒，易水寒急忙躲开他的手，然后对慕容雪说道：行了，你不是说要完成任务吗？你们又不要基因改造，那就抓紧带人走吧，记得拷贝上资料。易水寒虽然很相信顾倾城和慕容雪俩人的人品，但易水寒也不会在两人的眼前就出去打那个暗金 BOSS。 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在没有经过一些事情，没有过命的绝对交情，易水寒不会轻易的拿一些东西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很多觉得可以相信的兄弟被人背叛，易水寒见过太多的例子了，就连亲兄弟，因为一个采精器都能兄弟反目，那可是亲兄弟啊。易水寒一直等到慕容雪和顾倾城离开，在这个实验室另外拷贝了一份资料之后，翻找了一下这个实验室，又找到了3个神秘的基因结晶，带上这3个基因结晶之后，易水寒就将这个实验室毁掉了。易水寒听到那个 NPC 把其他的研究员都给当成实验体的时候，就猜测这个实验室留着可能会造成大麻烦，所以就先毁掉这个实验室，就算那个被带走的 NPC 研究员有大问题，没有了这个实验室内的这些设备，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易水寒虽然知道雷霆战体这个体质，也知道这个体质会有雷灵附体这个技能，但这个雷灵附体技能到底是什么效果，易水寒还真不知道，因为上一世拥有这个体质的是刘氏战队的一个队员。易水寒想要先试一下这个雷灵附体技能，顺便再试一下暗金 BOSS， 看看这个雷霆蛮熊的雷霆能不能给体质增加进阶经验。易水寒虽然想试一下，却也没想要找死，让水清柔在一旁略阵，看到局势不行就出手帮忙。易水寒冲向雷霆蛮熊，在距离足够的时候使用蛛丝发射器，成功的来到雷霆蛮熊的身上。易水寒看到这个雷霆蛮熊居然还在睡觉，一点都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立刻就有了一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易水寒都要抑制不住了。这个雷霆蛮熊这么嗜睡，都有人爬到他的身上了，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易水寒立刻跑向雷霆蛮熊的头顶。易水寒准备现在在雷霆蛮熊的身上弄一点动静，易水寒的修为和伤害打在雷霆蛮熊的身上都破不了防，搞不好这雷霆蛮熊都会觉得舒服，睡个觉都有技师上门按摩捶背。易水寒折腾了一下，发现这个雷霆蛮熊完全没有醒过来的迹象，立刻就骑到雷霆蛮熊的头顶，开始蓄力伏虎拳，只要时间足够，就算是仙兽级别的 BOSS 易水寒也有把握一拳打死。而与此同时，和易水寒知道的一样，这是开放了特意用来比赛的小世界，之后蓝星所有的比赛都将会在这个小世界举行，现在是第一次开放，并且是第一场职业比赛，今天看比赛的人会非常多，而血法师江远洲也将会在今天大放异彩，让蓝星的所有玩家都认识到血法师的强大。这时的比赛是须弥界求生模式，
之后还会开放其他比赛模式。而之所以现在用的是须弥界求生模式，是因为这样参与的队伍比较多，4人一个小队的职业战队，须弥界求生一次进入100人，也就是25个队伍，可以快速的淘汰队伍，选择出强队。血法师江远洲是南方分区官方职业战队的队员，这个官方战队的名称叫做丹顶鹤战队，所以这个战队的整体实力都要比寻常这些大势力大财团的战队水平要高一点，毕竟是官方战队的队员。第87章血法师江远洲。这第一场职业战队的比赛，参赛的战队都很重视这第一场比赛，因为开门打一个开门红，对于战队来说那是可以激愤人心的，关注这场比赛的人也很多。也正因为这一次是第一场比赛，所以这些战队的职业玩家打得比较谨慎，虽然知道周围有其他战队的玩家，但为了保存队伍的完整性，火拼的并不算多，当然也包括丹顶鹤战队。随着时间的进行，这第一局比赛也到了最后的尾声，生存区到了最后一个范围。看到这局比赛终于刷新了最后一个生存范围，江远洲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些抱怨的对周围的队友说道：“你们也真是的，不就是一局职业比赛而已，直接干就完了，你们不要怕，哥哥我包赢。不要说了，让你听指挥就听指挥，职业比赛就要有职业比赛的打法，你不要觉得你有个 SS 品质的体质就嚣张。隔壁北极熊战队里就有一名玩家抽到了 SSS 极神通，法天象地，你怕不怕？什么效果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据说北极熊战队把那个信息封锁得很死，不想让外界知道，也就是咱们都属于华夏的官方职业战队，咱们战队的管理才听到一点风声，你这才哪到哪？法天象地啊，神话故事中孙悟空和二郎神的神通，你怕不怕？怕他个鸟，他不就一个神通吗？有什么了不起？我这可是隐藏职业加 SS 品质血统，血法师知道不知道？我这可是血法师，生存和输出全部拉满的职业，管他什么，干就完了。等会儿你们就看着，不要上来帮我就是瞧不起我。等会儿我直接带飞，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强大。遇到强队有强队的打法，遇到弱队直接碾压就行。不知道你们怎么这么多的顾忌，事儿真多。嘿，你小子！江远洲说完，丹顶鹤战队的队长就想要说江远洲几句。江远洲早就知道自己队长的这个尿性了，看到其他队伍也出来准备往安全区那边赶，江远洲急忙抓住这个机会，冲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支队伍。正在观战的观众看到之前一直躲在一处不敢出来的众多职业战队，感觉很没有意思，直到这个生存区的范围刷新，知道接下来有好戏要看了。这么小的范围里同时有这么多职业战队，那打起来一定很精彩，都非常的期盼。而江远洲这时忽然就孤零零的一人就冲向别人的满编队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眼看这边要打起来，立刻把注意力放到江远洲的身上。怎么回事？刚才还藏着窝着，现在怎么这么冲动？搞什么啊？这应该是我们这边的省队丹顶鹤战队吧？对，就是我们的省队丹顶鹤战队。这个小子干什么？这是去找死吗？而与此同时，有几人听到身后几人的话，立刻回头说道：“原来那个蠢蠢的职业玩家是你们华夏的吗？你们华夏？NO， 不行，还得看我们国家的战队，一个人就敢冲我们的国家队，自寻死路！”哈哈哈！刚才还在聊天的2名玩家听到有人嘲讽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省的队伍，心中一下子就怒了起来。其中一名玩家转头问小伙伴：“这几人是哪的人？能看出来吗？”这一看也不是欧洲和非洲那边的人，美洲感觉也不像是中亚那边的，估计是什么小国的人吧，不清楚。2人这么一说，那几名中亚小国的玩家立刻就生气了，激动的开始用家乡话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玩家，并且大骂2人。但这2名华夏玩家哪能听懂这些话？听不懂说什么？现在咱们汉语才是蓝星的通用语，这些人说的啥呀？感觉是那些什么斯坦的小国吧，8、9不离10。哼，走着瞧，一个人还想打我们一个国家队，待会儿看你们支持的职业玩家被我们虐得多惨吧。哼，谁虐谁还不一定呢，走着瞧。江远洲还不知道，就因为自己的这个举动，让2个国家的玩家较起了劲。而这些人不知道，江远洲可不是只想杀这一支职业战队，他想的要比这些人想的疯狂得多。他想要把现在还存活的队伍都给包圆了，一起清掉，甚至他都想把队友也清掉，尤其是自己的队长，天天在自己耳边念经，真以为自己是唐僧了。你们几个迎接小爷的灵性吧！江远洲喊得非常大声，这些人也都听懂了，毕竟汉语是蓝星通用语言。MD 这个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我们可是满编的职业战队，对方一个人就敢冲我们，今天不让这小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后我们战队还怎么出去混？说话的是中亚那边的一个小国的战队，队长这样一说，其他人立刻应和，必须干碎这个小子，今天上帝来了都救不了他，我说的。几人说着，队伍中的法师立刻搓出来一个小火球扔向江远洲，江远洲连躲都没躲，应接下来这一发低阶火球术。江远洲并不是说躲不开，而是想要尝一下这个火球术的伤害，以此来估算一下对方的伤害。江远洲的血魔体质不怎么害怕物理攻击，释放血魔体质携带的技能可以变为血灵状态，免疫自身承受的 80% 物理伤害，
但同时额外承受魔法伤害，尤其是火法、雷法和神圣系的光法，这3系的法术会对血灵造成3倍伤害，必须要估算出对方大概的魔法伤害，要不然被对方秒掉，阴沟里翻船就不好了。这一发低阶火球术只打掉江远洲568点伤害。江远洲的血法师主属性是体质，伤害和自身血量有关，这点伤害对于他将近4万的生命值来说不痛不痒。才这么一点伤害，行了，我还以为你们能有多厉害呢，品尝一下鲜血盛宴吧。江远洲说完，释放血雾技能，一滩血气朝着4人弥漫过去。这什么玩意儿？没见过呀！管他什么，连低阶火球术都躲不开，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菜鸟，不会其他的那些职业战队都是这种水平吧？快点冲上解决了他！第88章中二少年。这4人一股脑的冲进血雾里，然后就发现自己几人每秒承受268点魔法伤害。江远洲也冲向血雾，这个血雾算是血法师的一个控场技能，在血雾内，江远洲的速度会大幅度提升，轻易的就躲开了这几人的关键技能，像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技能，连躲都不躲。在血量稍微下降一点的时候，江远洲就释放鲜血品尝。鲜血品尝这个技能消耗自己少量的血量，吸取敌人血量，对敌人造成法术伤害，恢复对敌方伤害1半的血量。并且血法师没有蓝条，所有技能都是消耗自身的血量，但血法师可以积攒血气值，血气值满了之后，下一次的技能造成双倍伤害，并且也会恢复对敌人造成伤害的1半血量。与此同时，解说台上的解说很尴尬，血法师是一个隐藏职业，只有拥有血魔体质的玩家才可以选择这个职业，甚至有血魔体质的玩家也不一定要选择血法师，还有另外几个隐藏职业选，这就导致他们的手中根本就没有血法师的技能资料，根本就不知道这该怎么解说。番茄以前是一名主持人，有多年的主持经验，现在上了岁数了，玩游戏感觉有点吃力，跟不上操作，就选择了应聘游戏解说，最终也理所当然的应聘上了游戏解说。这一次番茄的搭档是最近很火的游戏主播莫小莫，想要给这局比赛加一点热度，让2人一起来解说这局比赛。莫小莫在慕容雪让青训队玩家散开的时候就离开了，正好赶上了这场解说，没有迟到。莫小莫实力和水平还是有一点的，在自己知道的地方说起来头头是道，比番茄还要专业，看到江远洲就有些抓瞎了。莫小莫之前看到那些人的技能，多少资料里也有介绍，能从容的面对这血法师，完全就是2眼一抹黑了，根本就没有这个职业和技能的介绍，有些不知所措。番茄自己虽然也有些头疼，毕竟以前也是做主持人的，对于突发状况还是有些经验的，看到旁边紧张的莫小莫，知道这个时候该自己来救场了，急忙开口说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丹顶鹤战队的江远洲硬吃了一个低阶火球术，只掉了568点血量，无伤大雅，同时还放了一个血雾，血雾在向对方4人蔓延。这时候没有来现场观看的玩家在直播间内疯狂的扣问号：我们没有长眼睛吗？这是一团血雾，我们看到了，这是什么技能啊？这是什么职业？你倒是说一下啊。番茄看了一眼弹幕，心中丝毫不慌，继续不慌不忙的说道：进入血雾内，对敌人持续造成伤害。哇，江远洲进入血雾内好像是速度变快了，躲开了好几个控制技能，漂亮。我看到了什么？江远洲居然可以吸血，他的血量居然又满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的没错，江远洲一个人打4位职业玩家，打到最后居然还是满血状态。番茄这一次解说说到最后都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了，惊讶的喊出来，让人听了就感觉很热血。弹幕这时候也忘记了问江远洲的职业，疯狂地滚动起来，大部分玩家都在刷666。卧槽，这是什么？这两边真的都是职业玩家吗？怎么可以一个人按着4个人打？社会我周哥，人狠话不多。什么叫大佬？这才是真大佬，天神下凡一锤4，以后我就是周哥的忠实小迷弟了。这4人打了半天，忽然发现江远洲的血量居然还是满血，感觉很崩溃。行了，还以为你们水平会高一点呢，没想到实力也这么弱。算了，就这样吧，我玩够了。江远洲说完，立刻开始引导血爆术。江远洲的血量一下下降了 20%， 并且有血液从江远洲的身体内流出来，在他自身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血球，将他包裹在血球内。4人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看到对方变成一个大血球，在原地一动不动，急忙把伤害技能往血球上招呼。在短暂的3秒之后，这个血球忽然爆炸，对这些被血爆术炸到的玩家造成固定的百分比伤害，强制掉本身生命值最大值 20% 的血量。这几人本来就已经在血雾中待了一会儿了，又跟江远洲打了一会儿，血量已经降到 50% 以下，被血爆术这么一炸，血量立刻到 30% 以下，进入虚弱状态。江远洲从血球中出来，露出残忍的笑容。哈哈，小伙子们，尝一下鲜血的滋味吧。江远洲这非常中二的画面，通过直播出现在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玩家面前。丹顶鹤战队的管理看到江远洲这样，又看到和自己有点不对付的北极熊战队管理，对方那眼看就快呀憋不住的笑容，
让丹顶鹤战队的管理捂住脑门，有种没脸见人的感觉。哟，老孟，你们丹顶鹤战队的战队文化有点特别啊！想笑就笑，说个屁！你个老梆子，小孩子爱瞎闹腾怎么了？你忘了你小时候还武林威力变身？别，行了，行了，别说了，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不要提了。两位战队的管理吵闹着，江远洲使用鲜血之矛技能，用鲜血凝聚成一根长矛，轻易地将4人斩杀。随后江远洲仍然感觉不过瘾，大声喊道：在座的各位有强一点的吗？来个能打的陪我耍耍，不会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吧？江远洲这话说得极其嚣张，这些职业玩家有都是年轻人，哪能忍受这种气，立刻就准备拿江远洲开刀。江远洲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这样才能将血法师的强大之处展现出来。一群卑微的蝼蚁居然也敢亵渎伟大的血之领主江远洲，鲜血不容亵渎，蝼蚁们准备承受血之领主的怒火吧。解说台上，江远洲刚才那中二的表现，番茄想着这毕竟是自己国家战队的队员，感觉有些丢脸的同时急忙往回圆，结果江远洲又来了这么一出，直接把番茄给整不会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一个劲儿对身旁的莫小莫使眼色，想让他帮着说2句。第89章直播连线易水寒。镜头忽然对到莫小莫的脸上，莫小莫这时候还在偷笑呢，一副憨憨的模样。嗨嗨，妹子，你来评价一下江远洲啊？江远洲挺好的呀，就是感觉有点中二。莫小莫这话说完，弹幕上更加欢乐了。番茄有些尴尬，感觉自己好像问出事了，急忙转移话题。嗨，妹子，你好像也参加职业战队了吧？好像是在职业战队青训。对，在故事战队的青训队。明天就有你们故事战队的比赛，你觉得你们故事战队的实力怎么样？那个我比较菜，只跟我们小队的队长一起组过队，其他的那些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莫小莫说着，感觉有点害羞，看镜头时也一副躲躲闪闪的样子。莫小莫本来就长相可爱，这样的模样让直播间内的玩家更加兴奋了，也不再谈江远洲中二的事了。番茄看了眼直播间，感觉转移话题有戏，急忙接着往下问。哦，既然你不知道故事战队主队的实力，那你觉得你们小队的实力怎么样？还好吧，总之就是打须弥界求生我们没输过，具体什么实力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很轻松。莫小莫这不说还好，这一说，直播间中看过莫小莫直播的玩家都知道，莫小莫他们3人就是凑数的，基本上啥也不用干，易水寒一个人就直接带飞全队了，那可不就是轻松吗？废话，我要是有双手插兜这样的大佬带我也能须弥界求生没输过，我也能赢得非常轻松，躺赢谁不会啊？就是双手插兜，虽然人不要脸了一点，但这实力还是没得说的，一个人当3人使。找队友要双手插兜这样的队友，最好可以让我躺得舒服一点的，动不动就要干死我的不要。都快闪开，能组队到双手插兜这样可以带飞的大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敢挑3拣4，都起开，我尿黄，让我来咨询他，后面的兄弟排队。哈哈，双手插兜的队友也不好当，有时候会被祭天。番茄抽空看了一眼弹幕，发现弹幕上居然都是在说易水寒的，他这些天没有去注意游戏论坛，一直在看这些职业选手们的资料，所以看到弹幕上这么说易水寒，立刻就好奇了。小莫，我看到弹幕上都在说你的青训队队长叫双手插兜，还说他很厉害，真的吗？对，我们小队的队长非常厉害，我们3个基本就是在旁边看着不添乱就行，队长一个人就能让我们稳赢。番茄看了一眼比赛，发现江远洲站在原地，其他的那些职业玩家正在往江远洲这边汇集，急忙接着问易水寒的事。哦，这么厉害吗？那你能不能具体举一个实际的战例？一拳打死20W 血的暗金 BOSS 和须弥界内一个人单挑12个小队。嚯，那可真是够厉害的，目前好像没见过这么高伤害的玩家。好了，闲话不多说了，江远洲被其他战队的玩家包围起来了，感觉江远洲的处境不妙啊，就是再强，一个人打这么多职业玩家，感觉有点痴人说梦啊。这时江远洲忽然打了一个喷嚏，感觉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不过这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江远洲在这些玩家冲上来之前先释放血雾，随后又释放了一个辅助法术血雾弥漫，把原先范围只有5平方米范围的血雾弥漫到30平方米。远处法系职业的魔法攻击，江远洲轻松的躲开，让这些法系职业不得不靠近一点，要不然这么远的距离，江远洲有充足的反应时间，根本就打不到他。江远洲在这些近战玩家冲上来之后，就变成血灵状态，这些玩家的伤害打到身上不痛不痒，让那些法师职业很是着急，只能进入血雾。江远洲看到这些法系职业进入血雾里面，立刻露出一种奸计得逞的笑容，快速的发动废血术。接触到血雾的玩家都会承受废血术的伤害，而废血术就是江远洲目前最强的技能，这些进入血雾的法系小脆皮根本就承受不住废血术的高额伤害。江远洲释放完废血术之后，血量直接下降了 30%，
那些法系职业也在3秒之内被江远洲全部清场。法系职业被清场，接下来的这些人就对江远洲没有一点威胁了，完全就是垃圾时间，只能被江远洲戏弄于股掌之间，捏扁搓圆，想要什么形状就要什么形状，予取予求。这一场比赛直接让血法师江远洲的名字响彻全球，几乎全都在聊血法师多么厉害。而易水寒呢，自然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只不过现在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并没有去现场观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结束，激动地解说完江远洲的壮举，番茄感觉自己都有一种热血上头，想要去打个 boss 的冲动。忽然想起来之前跟莫小莫说到的易水寒，现在正好是空档期，解说要说一点其他的事，让看直播的玩家不至于觉得没意思，只好接着向莫小莫问易水寒的事。小莫啊，刚才我们聊到了你们小队的队长，你说他可以一个人单挑12支队伍，那跟刚才的这场比赛有点像啊。江远洲一个人单挑了6支队伍，当然你队长打的那些玩家肯定没有职业战队的主力成员强，不过我还是十分好奇，你能不能现场联系一下你们的队长，我真的很好奇啊。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你这么一名萌妹子，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放心，不要怕，男人最懂男人了。番茄这样说完，直播间内知道易水寒是什么样子的玩家立刻就在直播间内发问号，这位男解说明显在骗莫小莫。是这样的吗？好吧，我联系一下他。莫小莫说完就打开好友列表，给易水寒打了一个视频。易水寒现在正在雷霆蛮雄的头顶上蓄力伏虎拳呢，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忽然接收到莫小莫的视频，急忙就点开了。第90章，一拳200多万。平时莫小莫也没怎么主动联系过自己，现在忽然联系自己，易水寒还以为他遇到什么事了呢。视频刚接通，易水寒还没有看到莫小莫的画面呢，直接就开口问道：妹子，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画面一接通，莫小莫就看到易水寒骑在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上面，举着个拳头，这劈叉的姿势还挺帅。队长，你这是在干嘛呢？哦，打 boss 呢。你平时也没跟我视频过呀，现在干嘛呢？易水寒话刚说完，番茄立刻挤到画面中，对着易水寒说道：是莫小莫小队的队长双手插兜是吗？现在我们刚解说完第1场职业比赛，听莫小莫说你比较厉害，一个人打12支小队，正好刚才我们解说的这局比赛，有一名职业玩家一个人同时单挑了6支队伍，所以就对你比较好奇。哦，这样啊，一个人打6支队伍，还行吧？易水寒这话一说，直接就把番茄给噎住了，立刻惊讶地说道：这可是一个人打6支职业队伍，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就说还行，你有人家江远洲厉害吗？血法师江远洲，我知道啊，他要是能承受我一拳，我就承认他厉害，要是承受不住，那还说啥？承受你一拳，你一拳说的就好像。等会儿 boss 醒了。就在易水寒的伏虎拳蓄力时间达到1500秒的时候，雷霆蛮雄终于感觉到了危险。在睡梦中，雷霆蛮雄感觉自己再睡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再也醒不过来，全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雷霆蛮雄刚睁开眼，就要从地上爬起来，吓了易水寒一跳。看到雷霆蛮雄想要挠头，易水寒知道自己这一下要打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2635000。同时，易水寒也把这一拳的伤害发给了莫小莫，接下来就要打 boss 了。易水寒要专心打 boss， 没那么多时间聊天，发完就把视频给挂了。番茄看到视频被挂了，看向莫小莫，怎么回事？怎么忽然把视频挂了？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吼叫声，打的是什么 boss 也没看清。莫小莫看向易水寒发过来的消息，点开一看，就看到易水寒这一拳2635000的伤害，整个人看的嘴都合不拢了。小莫，不行你就换个队伍吧，你们这个队伍的队长有点不靠谱啊，你们就一个青训队，哪里有青训队说可以在职业比赛中力压全场的玩家还行的，还说什么一拳能打多少伤害，好像一拳可以打很高伤害似的。莫小莫听到这里，急忙打断番茄的话，那个我们的队长一拳伤害还真的挺高的，要不你看一下再说。看一下就看一下，一拳能打多少伤害？真以为我看到了什么个10百千万200多万的伤害，这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番茄说着，看到易水寒这离谱的伤害，声音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好几十分贝，一副活见鬼的样子。弹幕上也看到了易水寒这离谱的伤害，纷纷在直播间发弹幕。我操，这伤害是认真的吗？200多万的伤害，我滴个龟龟，这也太离谱了吧！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双手插兜大佬牛逼，破1。本来我以为江远洲在职业赛场上一个人同时打6支队伍就已经够离谱的了，没想到双手插兜大佬总能在我以为这是天花板的时候打破我的认知，太强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双手插兜大佬到底在打什么 boss 啊？200多万的伤害都没打死，还能发出怒吼，这得多少血量啊？我只想说，要论整活还得是双手插兜大佬啊！想要抗住这样的伤害，血法师多少血量来着？好像是4万出头吧，算他4万1的血量，我算一下，这一拳可以打死64个血法师。
这一拳让雷霆蛮熊感觉自己的头都要被人打炸了，抱着头在地上翻滚。易水寒看着这头雷霆蛮熊痛苦的样子，感觉有些可惜，自己这一次的运气有点差，这一拳打在头上居然都没有暴击，这一拳要是触发暴击的话，那这一下就能打死这头雷霆蛮熊。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安全的从雷霆蛮熊的身上下来，顺势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将落地后的冲击力全部卸掉。同时易水寒也没忘了让水清柔帮忙。柔儿，你有没有办法可以限制住这头雷霆蛮熊？哦，知道了，青木缠绕。水清柔蹲到地上，将手按在地上。易水寒听到雷霆蛮熊忽然怒吼一声，回头一看，原来雷霆蛮熊发动了雷霆咆哮这个技能。只见到天空中忽然多了一大片乌云，乌云中蓝色的雷电在乌云中闪烁。看到这样的画面，易水寒感觉要糟。雷霆咆哮这个技能易水寒没见过，但一看这样的场景就能猜到，这个技能是一个控场技能。随后易水寒就看到雷霆蛮熊释放雷击术，乌云中的雷电像是要毁天灭地一样疯狂地往下劈。易水寒可不敢就这么硬抗雷霆蛮熊的雷击术，急忙释放雷灵附体。易水寒一脸忐忑地看到雷电劈到自己身上，本来以为会很疼，没想到挨了这一下雷劈，血量只下降了1000多点，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相反的，酥酥麻麻的感觉还挺舒服。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雷霆战体的进阶经验，发现挨了这一下雷劈，进阶经验居然涨了一点。易水寒的眼睛一下就亮了，冲向那些劈在周围的雷电。水清柔一直引导了30秒，地面下忽然长出来3根巨大的青木藤蔓，将雷霆蛮熊捆绑住。同时水清柔掐动指诀，开始布阵。易水寒进入雷灵状态后，发现攻击时会额外带雷系伤害，但自己的这点智力魔法伤害根本就破不了雷霆蛮熊的防，也就不抱什么期望了。只有几个威力高的技能可以对雷霆蛮熊造成伤害，还有护腿携带的钢鬓飞刺的真实伤害，可以对雷霆蛮熊造成2500点的真实伤害。第91章收获。雷霆蛮熊虽然被青木藤蔓缠住，但也就只能限制住它一点行动，不能完全限制住。雷霆蛮熊发动雷霆巨爪，一个巨大的雷霆爪子拍下来，易水寒没敢接下来这一个技能，因为雷霆巨爪后面紧跟着还有雷霆蛮熊的爪子，这一爪子要是挨到了，起码丢半条命。易水寒急忙使用蛛丝发射器，迅速的离开原地，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在雷霆蛮熊的肩上了。雷霆蛮熊感觉到易水寒在自己的肩膀上，立刻一爪子拍向自己的肩膀。易水寒刚站稳，就见一个巨大的熊掌拍向自己，易水寒没敢多想，急忙往后翻，顺着雷霆蛮熊的后背往下滚。滚了一段距离之后，易水寒伸手抓住雷霆蛮熊的皮毛，画了1米多点的距离后，停在雷霆蛮熊的背上。雷霆蛮熊就感觉身上有虱子一样，想要去背后抓易水寒。易水寒非常谨慎，每一次都可以用蛛丝发射器躲开他的攻击，不给他丝毫机会，并且还会在技能冷却好的时候用技能打雷霆蛮熊，让雷霆蛮熊越来越暴躁。雷霆蛮熊见到自己怎么也抓不到易水寒，就使用了暴熊之怒，体型再一次提升，由原来的10米长的体长变成50米长，体型足足翻了5倍。同时雷霆蛮熊释放雷霆铠甲，在自己的体表形成一层雷电，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防御力。本来雷霆铠甲是可以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可易水寒现在是雷灵状态，只受到少量的伤害，完全可以顶得住，血量降下去，一个祝福就能奶回来。并且易水寒发现这样被电居然还会增长进阶经验，易水寒心下大喜，这要是能一直增长进阶经验，易水寒都不舍得杀这个暗金 BOSS 了。这哪里是 BOSS 啊，分明是充电宝。易水寒现在感觉自己如鱼得水，看着自己的体质进阶经验几十秒增长一点，感觉很开心。水清柔的阵法布完，立刻就有一股寒冷的气息包围住，然后就有深蓝色的寒冰将雷霆蛮熊双腿给冻住。随后易水寒就看到雷霆蛮熊的头顶之上凝结出一个冰锥，并且这个冰锥还在持续的变大，变得越来越大。易水寒在雷霆蛮熊的雷霆铠甲上又过了1分钟，看到自己体质的进阶经验不涨了，心中稍微有些失落。这雷霆蛮熊的雷也就只让易水寒的体质进阶点数增加了40点，对于1万点的进阶经验来说，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看到体质的进阶经验不涨了，雷霆蛮熊挣扎着撕扯青木藤，没有再去管易水寒。易水寒看到雷霆蛮熊无暇他顾，立刻又想蓄力伏虎拳，因为易水寒现在也就伏虎拳可以打出高额伤害，能从水清柔的手上抢到 BOSS 的头。雷霆蛮熊看着头顶冰锥，感觉有些危险，越发的暴躁。空中的冰锥凝结成30多米长的大冰锥时，雷霆蛮熊一个雷霆巨爪拍向空中的巨型冰锥，拍碎了一块，却没能完全拍碎。水清柔操控着阵法，冰锥被雷霆蛮熊这么一拍，冰锥没能保住，水清柔遭受到阵法的反噬，一口鲜血吐出来。即便是这样，水清柔也没有停下控制阵法，在阵法中的巨型冰锥再次凝结出冰锥尖，再也撑不住了，巨型冰锥从空中落下，将雷霆蛮熊钉死在地面上。
这一根冰锥虽然只对雷霆蛮熊造成30几万的伤害，但将雷霆蛮熊牢牢地定在地上，把雷霆蛮熊的暴熊之怒状态打没了，从50米的体型变回10米的体型。易水寒不知道这根冰锥能困住雷霆蛮熊，只能是抓紧时间蓄力伏虎拳。就在易水寒蓄力的时候，这根冰锥还在对雷霆蛮熊造成持续伤害，每秒造成3000点伤害。在5分钟之后，雷霆蛮熊终于将这一根巨型冰锥拍碎，从地上爬起来。而这时易水寒看了一下雷霆蛮熊的血量，还剩下40几万的血量。这时易水寒也懒得算了，感觉自己的伤害也够了，一拳打出516800。雷霆蛮熊的血条瞬间清空，瘫倒在地上，并且爆出一地的钱。易水寒掏出一个空间胶囊，这是易水寒从据点内购买的，专门用来收取这些凶兽和变异兽的尸体，可以带回去给自己小世界村庄里的村民吃。这些凶兽和变异兽的血肉可以改善村民的体质和资质，从现在就开始改善，等到之后第2版本开放资源界面，到时候村庄里的村民体质也被改善的差不多了，很容易出现高资质的村民，玩家就可以收这样的村民成为自己的弟子，玩家就可以带领弟子征战资源位面，并且玩家这样做也可以增加小世界内村庄里的村民对于玩家的拥护。易水寒将雷霆蛮熊的尸体收起来，随后就看到雷霆蛮熊爆出来的东西，急忙捡起来查看。雷霆半月斩，类型技能，品质 C， 等级 LV1， 威力 8.0， 冷却时间45秒，消耗100法力值，经验值0500W， 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将雷霆凝聚于武器之上，身体在半空中斜着旋转360度，劈在敌人身上，对敌人造成8倍物理和8倍雷系魔法伤害。雷霆战戟，类型技能，品质 B， 等级 LV1， 威力 8.0， 冷却时间300秒，消耗200法力值，经验值01000W， 学习要求500点智力，雷系属性体质或者 40% 雷系抗性。效果将雷霆凝聚于手间，雷霆包裹手中长兵器，形成雷霆战戟，攻击时额外携带本身魔法攻击力 20% 的雷系魔法伤害，状态维持时间600秒。雷霆守卫，类型技能，品质 C， 等级 LV1， 威力 5.0， 冷却时间30秒，消耗45法力值，经验值0500W， 学习要求400点智力，雷系属性体质或者 40% 雷系抗性。效果在原地树立一个雷霆守卫，以守卫为圆心，对半径1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雷系魔法伤害，每秒造成角色魔法伤害 50% 的雷系魔法伤害，雷霆守卫维持10秒。第92章雷霆之心。易水寒看完是3本技能书，并且加状态和控场的技能都有了，回头再搞一点雷系法术技能，易水寒感觉自己都可以当雷电法王了。易水寒联想了一下，自己先化身雷电法王，远程各种雷系法术，给对方来个电疗感恩中心。随后对方好不容易冲到近前，忽然发现眼前这人不是一个雷电法王，居然是一个近战肌肉猛男。想想对方那绝望的眼神，易水寒感觉很爽。第1个版本完了之后，雷系的功法也要安排上。雷霆之心，类型消耗品，品质 A， 要求使用等级 LV30。 效果雷霆之心中蕴含狂暴的雷霆之力，吞噬之后对玩家造成大量雷系伤害，可随机让玩家获得雷系体质或技能。看到这个消耗品，易水寒倒是感觉挺惊喜的。这个消耗品现在对于易水寒来说，虽然还用不上，这个雷霆之心到底多么强悍，易水寒还是心中有数的。雷系的法术技能在所有法术中算是最强势的技能，比伤害、火系和雷系的法术伤害算是最高那一档的。并且玩家们最头疼的怪就是邪祟怪，那身鬼啊灵魂啊，物理系打不到，而雷系对邪祟的怪物有克制效果，可额外造成大量伤害，这是火系法术所不具备的，所以雷法比较受欢迎。易水寒随后来到水清柔身边，看到水清柔陷入虚弱状态，将水清柔扶起来，抬手给他一个祝福。宗主哥哥，柔儿太没用了，不要这样说，是我太弱了而已。所以说啊，柔儿你要好好修炼，我找算命的看了，人家说我这一辈子都肠胃不好。啊，肠胃不好是有什么顽疾吗？不是，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吃软饭了，所以说啊，柔儿你要变得更强，你这碗软饭我可以吃一辈子。易水寒这么一说，直接就把水清柔说的俏脸通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只能低下头装作鸵鸟的模样，不让易水寒看到他的脸。易水寒逗了一会儿水清柔，把他哄得开开心心，并且还一直说着让他安心修炼，回头好让自己吃软饭。随后易水寒就看到水清柔一副认真的模样，好像真的要努力修炼，然后好让自己吃一辈子软饭。易水寒看的是又好笑又觉得有些感动。易水寒没有去看比赛，
因为易水寒已经知道比赛的结果了，没必要去看。今天最大的赢家注定是江远洲，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江远洲都会十分强势。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的技能还不全，而江远洲的血法师不像是其他的那些职业，他的这个职业有一个完整的传承，所以技能相对来说就要完整许多。能对江远洲这个血法师产生威胁的，还真没几名玩家。第二天将会开始举办第2档的职业比赛，这个比赛叫做青苗职业比赛。易水寒知道自己参加不了，因为青苗职业比赛的水很深，是那些大战队培养的第2梯队或者够不着全球职业比赛的那些势力，这些人才能参加青苗职业比赛，没有一定的背景根本就参加不了，就连故事都没有这个资格。易水寒就更不用想了。第3天紧接着就会开放第3档职业比赛，这个比赛叫做种子职业比赛。这个比赛虽然官方上说是比前面提到的2个职业比赛弱2档，但这个种子职业比赛面对的广大玩家，影响力比起全球职业比赛可能稍有不如，可这影响力绝对碾压青苗职业比赛。易水寒就准备去打种子职业比赛。种子职业比赛谁都能参加，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水更深，玩家基数这么大，总有一些幸运儿能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奇怪的能力。正应了那一句老话，谁捡王八多，遍地是大哥。相比较起来，种子职业比赛的难打程度要远远高于青苗职业比赛。这就好比 LOL 中的青铜白银局，里面有好大一部分千场万场的玩家，这里自有一套青铜白银玩家的打法，猛然一个王者玩家来炸鱼，还真不一定能搞得定。就像一个主播，王者局常常在下路 carry 一局杀10几20多个，到了白银局连跪3局，喜提称号局3跪，并且之后的很多职业玩家都是在种子职业比赛中崭露头角，被大战队看上，从而开始职业生涯。易水寒现在就是想要加快自己加入职业战队主队的进度，其他那些大战队现在不缺人，组成比较合理，不太容易换人，就算要换，也得等到半年之后打不出成绩才会换，不像是故事战队，走了孙天狼，队伍算是临时组建的，比较容易换人。易水寒就是要在种子职业比赛中大放光彩，紧接着就会被其他那些战队找上门，这时候故事战队就会比较急了，到时候易水寒就有非常大的把握加入故事战队的主队了。现在的故事战队算是所有战队中比较弱的那一个梯次的战队，若是孙天狼不走，故事战队可以算得上中上档次的战队。易水寒带着水轻柔到自己小世界内的村庄里，把变异牛和雷霆蛮熊的尸体送给村民，让村民们感恩戴德。之后易水寒就自己去刷副本。接下来的一天，易水寒没有什么事情，带着队伍打完须弥界求生之后，和莫小莫他们3人说了一下参加种子职业比赛的事情。易水寒想要带着他们去参加比赛。易水寒想的很简单，那就是要在种子职业比赛上带着这3个累赘负重前行，这样都可以大放异彩，必定会非常引人注意，并且还可以让这3人见识一下职业比赛。这个小队对于易水寒来说注定只是一个跳板而已，易水寒想要教他们一点东西，也不枉队友一场。随后易水寒刷了1天的副本，不过可惜的是，易水寒的运气有些差，并没有再遇到比较高级的副本，都是一些比较弱或者费脑子的副本，任务难度最高的财地，导致易水寒刷了1天的副本，易水寒的游戏本体才升了1级，修为那是一点也没有增长，只有任务难度 B 以上的才会有概率出现修为奖励。易水寒抽空看了一下故事战队的比赛，和易水寒印象中的差不多，因为慕容雪学会了空间胶囊，故事战队要比易水寒记忆中打得要好一点。即便是这样，20支战队的比赛积分才排到第8名，积分前 50% 的队伍晋级，好在是晋级了。易水寒这一次并没有玩到很晚，感觉差不多就去睡觉了，因为第2天会开始陆河帮和霸道山庄的活动，易水寒准备等活动打完以后再去参加种子职业比赛。第93章，倒霉的流星远。易水寒醒来之后，迅速登录上游戏，看到莫小莫他们都在线，就邀请他们组队打须弥界求生。因为易水寒的实力有提升了，即便面对的玩家越来越强，易水寒也没有感觉到吃力，先放一个雷霆守卫，对方过来会承受雷霆守卫的伤害，然后释放雷霆战戟技能，让自己的长枪变成雷霆战戟的模样，一个雷霆半月斩几乎就快要把对方队伍的前排玩家打死了，再配合上雷霆守卫的伤害，基本没有什么对手，比之前打得更加轻松，用时也更短，3场比赛只用了1个小时20分钟。3局须弥界求生打完，易水寒的2个分身也升到了15级。易水寒看了一下时间，距离12点活动开始还有一会儿，便又去下了一个副本。等到从副本里出来，易水寒便发现这个副本传送阵居然有人找到了，并且还聚集了很多玩家。那些玩家一看到易水寒的第2分身，立刻就上来搭话，想要让易水寒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一起刷副本。易水寒没有搭理他们，马上活动就要开始了。这些玩家在南方参加不了活动，易水寒和他们不一样啊，到时候活动开始，易水寒就没那么大的精力操控第2分身了。和这些玩家一起去刷副本，难度低还好一点，要是难度高肯定会被坑，易水寒不想去赌这个概率，没有这个必要，现在稳字当先。易水寒让自己的第2分身去挂机刷怪，
操控自己的游戏角色本体和第一分身来到江田镇。可能是活动马上就要开始的原因，现在江田镇内有许多名玩家。易水寒在江田镇内转悠，然后就发现了刘心远。这小子一副骂骂咧咧的模样，易水寒躲在一边，偷偷听他到底在说什么。MD， 这个霸道山庄真是混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杀一些霸道山庄的 NPC。什么玩意儿啊！我们就在霸道山庄说了一下我们是刘氏集团的，那么多的 NPC 直接就把我们这么多玩家一起给挂了。越想我真是越憋屈，害得我们一天进不了主位面世界。这游戏也真是的，在主位面世界挂了，居然要等1天以后才能进入主位面世界，害得我们发现的副本传送阵都没法用。打完这个活动，我们就去刷副本，把那个传送阵控制起来，不要让其他玩家靠近，只允许我们的玩家进入。刘少，这个好像不好控制，其他的那些职业战队呢？咱们可控制不住啊！真是笨死了，让你们控制住，是不让那些普通玩家进副本。那么多职业战队的势力，你能打得过还是我能打得过？我们刘氏集团都不敢这么搞，他们进就让他们进，普通玩家要是想进，让他们交入场费。问那些玩家要进场费，这样不好吧？怎么就不好了？我被家里的那群老头说的一无是处，我的零花钱都给我克扣了，我哪还有那么多钱给你们啊？你们要钱不要，不要钱可以不要他们的入场费，就算你不要钱了，你不要钱，其他那些人不要吗？说白了，你们这些人跟着我就是图我的钱，我又不是傻，我看得清楚，要是我不给他们钱了，转眼这伙人就去别人那边了。好吧，那等会儿刘少你安排一下，我怕我指挥不动那些人。行，知道了，真是废物，要好好跟着我混，我一定亏待不了你们。你看我就算自己没钱了，还想办法给你们搞钱，你们去哪找这样的老大？等会儿记得帮我多杀一点霸道山庄的 NPC， 不搞死这个霸道山庄，难消我心头之恨。刘少，咱们还是先别想着搞死霸道山庄了。上次杀我们的 NPC 里，我看到了一个彩金 NPC， 咱们这一伙人还不够人家杀的，我觉得还是在活动中多拿一点活动积分，活动积分能换好东西。刘心远听到自己小弟这么说，气顿时不打一处来，伸手在小弟头上扇了一巴掌。废话，还要你说？我 TMD 就是被那个彩金 NPC 打死的，我不知道吗？这样说显得你智商很高，说我傻是不是？信不信我削死你？易水寒听了一会儿刘心远和他小弟的对话，乐得合不拢嘴。当刘心远说到自己一提刘氏集团，然后就被霸道山庄的 NPC 给挂了，当时易水寒就憋不住了，差点笑出声。易水寒作为罪魁祸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心中默念着都怪你们刘氏集团蛮横霸道，偷人家功法，现在遭罪了吧？一边想着，一边还偷偷捂着嘴偷笑。随后听了一会儿，都是刘心远在训自己小弟的话，易水寒听着感觉没意思，随后也就不想听了。易水寒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只能大概的猜测出这场活动应该是陆河帮和霸道山庄的火拼，但具体玩家要干什么，没有什么概念。易水寒忽然想问一下刘子涵，毕竟自己这救命恩人的身份还是挺好说话的。想到这里，易水寒越想越觉得有搞头，立刻就去找刘子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陆河帮的重要人物应该都在帮派大堂，易水寒准备去陆河帮的帮派大堂找一下，搞不好还能接到特殊任务。易水寒想要去陆河帮的帮派大厅，在距离帮派大厅还有500多米的时候，被陆河帮的 NPC 拦住了。站住！此地乃是我陆河帮的帮派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两位大哥，我之前来过的，上一次和刘子涵一起来过，我有事情想要找刘子涵，可不可以帮忙通报一下？两名 NPC 看着易水寒有些狐疑，不过想了一下，觉得还是通报一声为好。老欧，你看着他，不要让他乱跑，还有你，安生着待着，我去通报一下，要是敢乱跑，老欧你就打死他。放心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我真的是来找刘子涵的，快点通报吧，我就在这等着。第94章陆河帮的计划。易水寒在原地等着 NPC 的通报，随后好友界面闪了起来。易水寒看了一下，是顾倾城发来的消息，问易水寒要不要一起，因为慕容雪是机械师，他所在的地方是科技侧的，他们这个小队就缺少一人。易水寒当场就拒绝了，顾氏战队的主队注定是要一起行动的，易水寒不想跟这么多人一起，要是单独跟顾倾城一起，易水寒还可以考虑一下。人一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益，考虑的事情就会变多，易水寒不想费那个劲儿，索性就自己一个人，干什么都只需要考虑自己一个人。易水寒等了大概5分钟，等到的是刘子涵，刚才那名 NPC 居然把刘子涵都给带来了。刘子涵远远的看到易水寒，就朝着易水寒跑过来。恩公，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听到消息，霸道山庄想要对你们陆河帮开战，我想着我也得罪霸道山庄了，所以就过来帮你们一下，虽然我的实力并不强，但也想帮你们应付一下霸道山庄。易水寒这样说着，刘子涵的俏脸忽然变得越来越红。刘子涵的脑海中都已经补充好完整的剧情了，年轻的侠客救下了貌美的侠女，然后一见倾心，现在侠女所在的帮派可能会遭遇袭击，年轻的侠客心系侠女，所以就过来帮忙，想要助侠女一臂之力。易水寒看到刘子涵就这么红着脸发呆，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伸手在他的面前晃了一下。喂，想什么呢？脸怎么这么红？刘子涵的思绪被易水寒打断，脸色更加的红了，连忙支支吾吾的说道：没什么。那什么，既然恩公来了，那就跟着我一起进去吧。霸道山庄的那些内门弟子都快要过来了，我们有新的安排，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好，那我们赶紧进去吧。如果能够帮上什么忙，那就更好了。易水寒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能够接到特殊任务，然后就可以得到特殊的奖励了。但一旁的刘子涵一下就想歪了，以为易水寒想要帮到自己。刘子涵在前面带路，时不时的斜瞥一眼易水寒。易水寒现在想着怎么可以接触到 NPC 的内部消息，如何可以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丝毫没有发现自己攻略刘子涵的进度悄无声息的又增加了。跟着刘子涵来到陆河帮的帮派大厅，一路上没有人阻拦。霸道山庄的小崽子们已经在江田镇外了，应该很快就会打过来。霸道山庄的功法确实霸道，我们的普通弟子应该撑不住。我们现在需要有人在正面镇住局面，在座的各位，有谁想要留下镇守局面啊？陆河帮的帮主说完，易水寒就看到陆河帮的这些人没有一人出声，一时之间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们这么多 NPC， 连一个镇得住场面的人也没有吗？胡闹，都什么时候了，用到你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声儿，什么事情重要不知道吗？易水寒看到气氛这么凝重，也是大声不敢出，静观其变，先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再说。行了，我不问你们谁留下了，我直接指定谁留下了。这样吧，老赵和周强，你们两人留下，其他人跟我一起去霸道山庄。帮主，别啊，我老赵就想着会一会霸道山庄，你留下我对付这些小崽子，欺负这些晚辈有什么意思？就是我周强在咱们这些人中，我的身手，帮主你还不知道吗？留下来也太大材小用了，杀鸡焉用牛刀。行了，别说了，我意已决，我留下你们俩，就是相信你们俩的实力，也相信你们的能力，要守好我们的大本营。既然让我当了这个陆河帮的帮主，我说什么你们就听着，要是不想听，这次事情过后，你们愿意让谁当就选谁。没，帮主你别这样，我们还是非常信服你的。要是别人来当，我周强第一个不同意，留下就留下。不过说好了，以后再有这种好事不能把我落下。易水寒听到这里，眼睛一亮，终于知道这些人为啥不愿意留下了。原来是一伙人要求偷家啊，要留下人守家。想对比起来，当然是偷家更爽一点了。偷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只用管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杀敌就好。也怪不得没人愿意留下守家。搞清楚这些，易水寒的心在疯狂地跳动，跟着这一伙人一定要跟着。这些人杀那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强的 NPC 时，只要自己能够补刀，那到时候的收益就非常可观了。随后活动开始，易水寒跟随刘子涵一起去霸道山庄。易水寒看着陆河帮的这一群核心成员，先一步的往霸道山庄赶去，有些担心这群人太生猛。子涵，我们能快一点吗？你看帮派内的那些高手不先一步走了，咱们也跟上吧。恩公不要慌，那边一时半会儿不会动手，要等到江田镇这边先打一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易水寒一听居然要去做别的事情，心中就有些急了。那咱们还去霸道山庄吗？会不会到时候我们到霸道山庄的时候，那边就已经打完了？恩公，你不要着急，不会的，我爹他们是去偷袭霸道山庄的一个据点，毕竟霸道山庄的实力摆在这里，硬拼有些不理智，需要把霸道山庄的那些人引出来一部分，我们再去另一个霸道山庄控制力比较弱的那个据点偷袭，再让霸道山庄分派人手来这边，到时候我们就会到霸道山城集合，一举打入霸道山庄的城府内部。易水寒还以为就只是简单的火拼呢，没想到这一伙人还用计谋，要把霸道山庄的这些人分开，然后再逐一击破。易水寒觉得这个计谋很可行，忽然易水寒想起来了，霸道山庄没有这么早被灭，心下一突，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变数。到底什么变数？易水寒想不清楚，干脆也就不想了，跟在这一群 NPC 后面捡人头就好。要是运气好，搞死几个彩金 BOSS， 那才叫真的爽。易水寒忽然对这一次的行动期待起来。第95章金矿据点。易水寒跟着刘子涵这些陆河帮的 NPC 一直骑马狂奔了1个多小时，这才赶到霸道山庄的一个据点。易水寒一开始还有点怀疑，这么一个据点可能让霸道山庄派人来吗？现在看到这个据点竟然是一个金矿，易水寒当下就不怀疑了。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霸道山庄分派人手来夺回这个金矿，易水寒一点也不怀疑。就在陆河帮的这些 NPC 冲上去的时候，霸道山庄的那些弟子放飞信鸽，给霸道山庄的长老送消息。这一次的主力不是易水寒，是那些陆河帮的 NPC。 易水寒跟着刘子涵一起冲上去，看着这些陆河帮的 NPC 跟霸道山庄的那些内门弟子打起来。易水寒自己只操控自己的分身冲上去，本体则游离在这些陆河帮的 NPC 身边，看到可以补的人头，冲上去就是一个雷霆半月斩或者当头一棒，因为这两个技能发动快，伤害也高，能很轻松的把人头给抢下来。就这样，这些陆河帮的 NPC 还对易水寒感谢，让易水寒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瞬间就感觉这些 NPC 好可爱，
比玩家们可爱多了。易水寒虽然已经很卖力的在杀敌了，不是抢人头，也就从这些 NPC 的手上抢到17个人头，为易水寒提供了将近200万的经验。经验收获不错，让易水寒感觉有些可惜的是，并没有爆出来装备和技能。将这个金矿打下来之后，陆河帮的 NPC 看守据点并不进入，易水寒就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了，在这个金矿内四处乱转，想要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用的道具或者金子，毕竟机会难得，像是这样的机会可不多。易水寒找了一下，紧接着就找到了霸道山庄的库房，左右也没人看守，正好便宜了易水寒。走进去一看，库房空荡荡的，想象中的满库房金子并没有出现。库房里面空荡荡的，别说金子了，连粮食都没有，耗子进来都得抹眼泪。易水寒有些失望，觉得自己的运气有点差。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库房里的金子刚被运走了，把金子运走回到霸道山城，再回来时应该就是装满着粮食回来。也怪不得这里的守备力量这么差，这运金子就很可能派出了一大半的人手。猛然一看是找不到东西了，易水寒不死心，在库房内好一阵的翻找。易水寒也没指望能找到什么兵器，霸道山庄的这些 NPC 都擅长拳脚功夫，不用兵器。易水寒就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装备、衣服、裤子什么的。这一番找，还真倒是让易水寒找到2个护腿。霸道山庄的制式护腿，类型防具，品质玄铁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5， 物理防御力118，魔法防御力92，力量+8，体质+8，敏捷6，能量增幅10，重量7000克。易水寒当即便让自己的分身换上这个护腿，又翻找了一下，确实找不到东西了。易水寒这才作罢。随后易水寒就听到外面有陆河帮 NPC 跟霸道山庄弟子打起来的动静。易水寒看了一下，这前后时间都已经1个多小时了，霸道山庄的人也该来了。易水寒出去之后，就看到刘子涵带着陆河帮的帮众正在应付霸道山庄刚赶来的那些内门弟子。陆河帮的这些帮众顶着霸道山庄内门弟子的攻击，被打得连连后退。明明之前还那么猛，现在怎么可能这么弱？再不济也不会这样被压着打，这演得多少有点不走心。易水寒一下就断了上前帮忙的心思，这样子一看就是有问题，搞不好是在诱敌深入，想要关起门来打狗。易水寒并不知道陆河帮的这些 NPC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尽量不给这些人添乱，只需要等着到时候安心的抢人头就行。易水寒抽空看了一下积分排行榜，发现自己的积分排在第9名，易水寒觉得自己该抓把劲了。这一次易水寒干脆也不让分身上了，就专门控制2个角色抢人头。双方 NPC 打到金矿内部，就在矿洞外狭小的院子里打起来。易水寒直接就在院子正中心放下2个雷霆守卫，2个雷霆守卫的伤害就已经非常可观了。这次的弟子水平明显就比看守金矿的那些弟子要强上一些，陆河帮的这些 NPC 打起来没上次那么快。易水寒看到一名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残血了，直接就发动野蛮冲撞顶过去，随后横扫八荒，将对方扫飞，达到控制的同时，也防止陆河帮的 NPC 再上前补刀。易水寒则提着乌金枪冲上去，霸道山庄侧面的弟子一拳打向易水寒，易水寒急忙横枪格挡，同时借着一股力量在空中转了360度之后，一个雷霆半月斩将刚才残血的弟子收掉。这一名弟子就为易水寒提供了18万的经验，并且还报了一件装备，因为实在是太乱了，易水寒也没办法去捡，只能等会儿打完之后再去捡了。易水寒也不恋战，杀死那名霸道山庄的弟子之后，在原地放下一个雷霆守卫就往回跑。易水寒看了一下，居然有4人在围攻刘子涵，刘子涵把其中2名弟子的血量打到 40% 以下，看到他应付得非常吃力，而其他的那些陆河帮弟子也都有自己的对手要对付，易水寒只好上去帮刘子涵。子涵，我来帮你。说着，易水寒就上去把血量 40% 以下的那2名弟子接手。恩公，我们要快点解决这些人，解决完这些霸道山庄的弟子之后，我们就要去霸道山城那边了。之前约定的时间是5个小时之后，现在都已经3个多小时了，要是我们不快点的话，就要赶不上了。易水寒一听刘子涵这样说，心中就有些着急了，怎么不早说？早说不就不等着补人头了，赶紧打完这些内门弟子，然后等着抢紫金 BOSS 多好。第96章重回霸道山庄传功室。想明白之后，这些也不过就是一些内门弟子爆出来的装备，最好也不过是玄铁器，跟采金 BOSS 可差远了。易水寒这一次也不划水了，直接释放雷霆战戟，对着这些霸道山庄的弟子疯狂输出。易水寒也不怕状态不够，等会儿要在路上起码都要跑1个多小时，这么长时间足够易水寒把状态恢复满。易水寒只要雷霆守卫的冷却一吼，立刻就用出来，这是易水寒目前唯一的一个大范围伤害技能，基本上整个院子都能覆盖到。虽然打到每个霸道山庄内门弟子的伤害不高，可这些伤害要是加起来，那也是非常可观。有了易水寒的加入，本来有些僵持的局面被打破。易水寒当头一棒，
将眼前的这个内门弟子打晕，随后一个浮空凌云脚将这名内门弟子踹飞，落地的时候正好落到院子正中央，抬手将雷霆守卫放下，同时释放铜墙铁壁的灵气墙将身前的攻击挡住，随后一个横扫八荒将身前的几名弟子扫飞。易水寒一回头就看到刘子涵将一名霸道山庄的弟子打成残血了，易水寒急忙释放灵蛇出动，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刺出一枪，这一枪从2名霸道山庄的弟子腋下穿过，一枪刺到那名残血弟子的喉咙上，一枪毙命。在杀死那名弟子的同时，易水寒发现这名弟子居然也爆装备了，觉得这一批弟子的爆率还挺高，没能等着慢慢抢人头，有些可惜。易水寒现在站在霸道山庄内门弟子的包围中，紧接着就遭到这些内门弟子的围攻。易水寒躲开一名弟子的拳头，但周围的人实在是太密集了，紧接着就中了3拳。这3拳对易水寒造成的伤害还好，就是这推力让易水寒的角色不受控制的往前一个踉跄。就这一个踉跄的功夫，其他那些内门弟子的攻击就又打在易水寒的身上。恩公，子涵来帮你。嘿！刘子涵一剑劈开身前的一名弟子，紧接着就冲向易水寒，一招分影剑将易水寒身后的弟子劈开，随后就被贴背的和易水寒靠在一起，帮易水寒挡住身后的弟子。因为有了易水寒和刘子涵的牵制，让陆河帮其他那些帮众的压力骤减。经过20分钟的激战，易水寒杀了12名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算上之前爆的2件装备，总共爆了4件装备，2件衣服，2件护手。霸道山庄的制式外衣，类型防具，品质玄铁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5， 物理防御力131，魔法防御力92，力量加6，体质加5，敏捷加3，能量增幅13，重量3000克。霸道山庄的制式护手，类型防具，品质玄铁器，要求装备等级 LV15， 物理防御力123，魔法防御力86，力量加12，体质加3，敏捷3，能量增幅14，重量5000克。这几件装备正好可以给分身装备上，等回头有好装备再更换。这些装备还可以卖钱，易水寒也不嫌这些装备差。随后，刘子涵让一些帮众带着伤员和战死帮众的尸体先回江田镇，只带着5名帮众赶往霸道山城。易水寒趁着骑马的时间吃烹饪，恢复自己状态。与此同时，江田镇那边打得不可开交，形成了2个战场，一边是 NPC 的战场，这边大多都是两边的 NPC， 霸道山庄那边占据上风，陆河帮这边在苦苦支撑，而另一边则是玩家们的战场，因为 NPC 实在太难打了，属性那么高，一个4人小队打一个敌方 NPC 得打个10几分钟才能杀死一个，积分获得太慢，不如和玩家对战。玩家的属性就弱多了，4个人同时集火1人，半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1人，如果装备和技能好一点，杀起来更轻松。顾倾城的属性和技能就比普通玩家强很多，再加上他本就出色的操作，在这个活动中那叫一个如鱼得水，杀那些普通玩家就跟杀鸡一样。而加入霸道山庄那边的高手看到顾倾城这边的队伍，也非常理智的选择避开，大家水平差不了多少，打起来有些浪费时间，还不如抓紧时间杀普通玩家，可以积分最大化。当易水寒跟随着刘子涵赶到霸道山城的时候，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0几分钟，就这10几分钟让易水寒心中十分忐忑。易水寒就害怕陆河帮的这些精英太生猛，要是在自己还没赶到的这10几分钟里把紫金长老给杀死了，易水寒能把肠子都悔青了。现在人都已经走了，我们该怎么办？易水寒转头问向刘子涵，刘子涵丝毫不慌，放心吧，我们猜想过这种情况，本来我们也不是霸道山庄那些精英的对手，我们只需要潜入霸道山庄的城府，给霸道山庄捣乱就行。易水寒一听刘子涵说只是到霸道山庄的城府里捣乱，心中就有些着急，不过现在还是要跟着刘子涵行动，到时候趁机溜到陆河帮精英那边就好。随后易水寒跟着刘子涵几人一起赶往霸道山庄的城府，因为霸道山庄的城府门口正打作一团，刘子涵他们几人带着易水寒从侧面直接翻入后院。正门口那边的动静很大，几乎所有人都去正门口对付陆河帮的那些人了，城府内并没有什么人。刘子涵跟着陆河帮的几人进入各个屋子中找东西，易水寒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帮不上忙。忽然想起来霸道山庄的传功室，上一次自己在传功室拿了一部功法和2个技能，可以看一下传功室还有什么技能。易水寒轻车熟路地来到传功室，一脚将传功室的大门踹开。易水寒先看向放铜墙铁壁功法的那个位置，本来还想着再拿一本铜墙铁壁功法去换技能装备，结果那个位置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易水寒再往放着技能的书架上看，书架上也都是空的，让易水寒很难受。上一次易水寒来到这个传功室，发现放着满满的技能，还以为目前阶段
霸道山庄的传功室会一直是放满技能书的样子呢？结果这一次过来，居然就只剩下地上的一本技能书了，让易水寒有些难受。早知道是这样，上一次就该多拿几本技能书。第97章，击毙紫金 BOSS。上一世有玩家做过霸道山庄的攻略，霸道山庄的传功室隔一段时间会随机刷新技能，偶尔会有功法，让很多玩家热衷于到霸道山庄来偷技能。但就有人很好奇，这是一个真实的游戏，为什么会随机刷新技能书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让很多玩家很感兴趣。如果搞明白了这个，抓到了其中的规律，拿一本好技能或者拿到铜墙铁壁功法，在市面上可以卖不少钱。直到有一次，有一名玩家闯入传功室，结果在传功室内看到了霸道山庄的弟子，那名弟子正在学习技能，那名玩家杀死那名弟子之后，只获得了那一个技能书。自此之后，大家就都知道了，原来霸道山庄的传功室并不是随机刷新技能，而是那些弟子学会技能之后，那本书对于这些弟子来说没有用了，所以才会被放在传功室。易水寒看到被扔在地上的技能书，都没有对这个技能书抱什么想法了。这些弟子的技能书最高也不过就是一个一品质的技能。本着来都来了的想法，有总比没有强的态度，易水寒将地上的技能书捡起来。顺踢，类型技巧，品质 C， 等级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增加 100% 的出腿速度，并且可以在任何姿势下完成踢腿动作。看清楚是顺踢这个技巧之后，易水寒眼睛都瞪大了。技巧是非常难得的，一些玩家可能都有几十个技能了，技巧可能都没有2个。就像所有玩家都眼馋的凌波微步，那就是一个技巧。学会凌波微步之后，玩家可以做很多动作，像是脚尖点地，身体和地面呈30度角的姿势。学会凌波微步之后，就能做出这样的动作。而这个顺踢也同样十分强力，出腿速度自不必多说，可以后发先至，在对方和自己同样拥有前踢技能时，拥有顺踢技巧就可以提前踢中对方，将对方踢飞。而这个出腿速度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可以在任何姿势下踢出腿。被敌人击飞在空中的时候，没有地方借力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一般这个时候接下来就会遭受一顿毒打。而拥有顺踢这个技巧之后，就可以在空中反击。易水寒其实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做到这样的反击，那就是灵蛇出洞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出枪刁钻，也是可以在被敌人击飞时使用的。但灵蛇出洞毕竟是技能，有冷却时间，万一在冷却时间里被人击飞，接下来就会被打一套。现在易水寒就不太怕了，有了顺踢这个技巧，操作空间大了很多。易水寒又翻找了一下传功室，发现真的没有其他的技能书之后，这才准备离开。就在易水寒准备离开的时候，传功室外忽然有一人闯了进来。易水寒看到出现在眼前的 NPC， 用力地擦了一下自己的眼睛，有些难以相信。苍剑木紫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4阶，物理攻击力1965，物理防御力1200，魔法攻击力654，魔法防御力1055，速度145，修为20年，生命值130800000，法力值66000，技能铜墙铁壁、碎石掌、碎骨、分筋错骨手、连环腿、劈山掌、裂地掌、钢拳。只见此时的苍剑木脸色苍白，嘴唇下方还挂着一道血痕，双手无力地耷拉着，并且还在往地上滴血。看到易水寒之后，苍剑木大惊失色：“你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管我怎么在这里？反正我就是在这里了，受死吧！”易水寒说完，从背包中拿出来乌金枪，一个横扫八荒，将苍剑木扫飞。易水寒虽然攻击力可以破苍剑木的防御力，可对方的修为远远超过易水寒，导致易水寒的这一下根本就没有打出来伤害。苍剑木躺在地上，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伤害，顿时大笑起来：“哈哈，你个小娃娃，修为太浅，连老夫的内功护体都破不掉，看你能拿老夫有什么办法？现在老夫就要调息了，待会儿等老夫恢复一下伤势，看老夫怎么炮制你！”易水寒冲上去，又是一个碎骨，结果苍剑木连动也没动，就这么盘着腿坐下，真的就这样忽视易水寒，开始调息。易水寒不死心的打了一阵，确定对方真的是在调息，不会反抗之后，易水寒这才直接骑到苍剑木的脖子上，开始蓄力伏虎拳。哈哈，小子，怎么样？不要白费力气了，趁现在我还没有恢复实力，老夫劝你一句，快点离开。易水寒听了苍剑木的话，感觉有些好笑，都死到临头了，还想让自己快点离开，怎么可能？因为易水寒刚才墨迹了一会儿，苍剑木的血量往上升了一些，易水寒蓄力3秒之后，又蓄力了2秒，一拳打下，直接打在苍剑木的脑袋上，24500。这一拳直接触发了暴击，让苍剑木死的不能再死了，伤害溢出1万多。杀死苍剑木这个紫金 BOSS， 让易水寒获得800万经验，等级直接提升到18级。易水寒看着地上爆了3件东西，
立刻捡起来查看。逍遥扇，类型武器，品质紫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30，物理伤害879，魔法伤害1046，智力加35，敏捷加24，能量增幅32，重量12千克，特性简易，可低10级装备该武器。连环腿，类型技能，品质 C， 等级 LV1，威力 10.0， 冷却时间35秒，消耗50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300W，学习要求主属性为力量的职业，效果连续踢出5脚，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最后一脚将敌人击飞。白玉锦带，类型防具，品质暗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25，物理防御力457，魔法防御力533，力量加24，敏捷加8，能量增幅18，重量 0.5千克，特性低级火属性抗性，火系技能伤害削减 10%。 第98章活动积分榜第一。易水寒看完这几件装备和技能，非常知足。能不知足吗？这一次居然人品大爆发，爆到一把紫金武器。不过让易水寒稍微感觉有点可惜的是，这个武器是一把扇子，不能让他发挥出全部实力。灵蛇出洞和雷霆战戟这2个技能必须要长武器才能用，装备上扇子之后，这俩技能就不能用了。本来易水寒稍微感觉有点郁闷呢，忽然易水寒眼前一亮，想到了什么。这扇子武器能干嘛啊？扇子这种武器就是用来装逼用的。这一瞬间，易水寒想到了很多个拿扇子的人物，无一不是风度翩翩，打架时都显得异常风骚。易水寒越想越觉得可行，只要等到自己升到20级，装备上扇子之后，就可以去种子职业比赛上装逼了。同一时间，易水寒的活动积分忽然暴涨1000点，让许多玩家非常震惊，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辛辛苦苦地跟玩家对战，杀死1名玩家也就才2点积分，这1000积分相当于一下杀死500名玩家了。一时之间，主世界位面江田镇的区域频道里，玩家们吵翻了天。就这样风情借爱，我靠，这双手插兜又干嘛了？有毒吧？怎么每次他都能给大家整个活看看？我是真好奇啊！断送半度微凉，1000点积分，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啊？我都被人杀了4次了，各位大哥，能不能别杀我了？行行好吧，我一个人还没杀呢，再杀我一次，这个活动就彻底跟我无缘了。征服二哥做二嫂子，哈哈，上面的兄弟，你是真惨啊！不行了，我要笑一会儿。无尘尊者，你们的名字怎么都是情情爱爱的，真没意思。双手插兜又干啥了？怎么一下就涨了1000分？有没有兄弟们一起去莫小莫直播间看看？地狱修罗，你是不是傻？莫小莫是法师，跟我们不在一起，参加不了这个活动。你看他直播有什么用？无尘尊者，你才傻！双手插兜这个贱人，他总是在莫小莫面前脸干。你要是说他俩人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关心，狗都不信。是兄弟就跟我一起去冲莫小莫的直播间，让莫小莫问一下，肯定能问出来。地狱修罗，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兄弟们，一起冲莫小莫直播间啊！韩唐杜鹤影，兄弟们，我也来，大家一起啊！莫小莫正在做任务呢，他所在的主位面世界是斗气魔法的世界，他今天运气有点好，在一个小镇里接到一个任务，是进森林里寻找猎户的儿子。前几天猎户的儿子贪玩，跑进了小镇旁边的圣赫利尔森林，猎户想要找玩家帮忙去寻找自己的儿子，找到之后他会把自己之前捡到的一个包裹交给玩家。莫小莫开着直播在森林里寻找猎户的儿子，观看的玩家有点少。忽然直播间内涌入很多玩家，主播快点别玩了，快问一问你们家的双手插兜又干啥了？我是真的服了双手插兜这个老六，整个活动我光看到的职业玩家就有3队了，他是怎么搞到的1000点活动积分啊？就是，快点问一下，要不然我们就退订。莫小莫抽空看了一下弹幕，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弹幕，而且还都在让自己问易水寒问题，有点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看了一会儿弹幕之后，这才搞明白是为什么，原来是因为易水寒忽然涨了1000点活动积分，积分排名从第18名一下就跳到了积分排行第1名。莫小莫有点懵，搞不明白易水寒这么总是能搞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无奈于弹幕上玩家的节奏，莫小莫也只好去问易水寒。易水寒操控自己的分身去城府门口，易水寒操控自己的本体去找刘子涵。城府门口聚集了这么多的陆河帮高手，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让刘子涵找的东西可能很关键，很可能会左右主线的走向。易水寒想要看一下，如果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一些细节，就能够拿到更多的好处，就是要跟其他人打一个信息差。易水寒刚从传公室出来，就看到有人给自己发消息，点开一眼就看到莫小莫的头像在闪烁。纯真小可耐，队长，你又干什么了？易水寒很纳闷，
自己就打个活动，也没干什么呀，怎么总有一种出门干坏事，然后被人抓住的感觉？双手插兜，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打个活动。你为什么这么问？让我有一种对你始乱终弃的感觉。莫小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就是这么正常的问了一句，易水寒就开始不正经起来，没有敢给直播间的玩家们看。正在直播间观看的玩家看到莫小莫看了一下易水寒的消息之后，俏脸就变成桃红色，顿时变得更加激动了。莫小莫，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让我们看一下。莫小莫，你这个坏女人，你背叛了我们，居然偷偷摸摸的跟其他男人勾勾搭搭，不要遮遮掩掩，快点让我们看一下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不要调情了，快点问一下。莫小莫看到直播间的观众说的越来越色情，急忙打断大家，不让大家继续把这车开下去。要是再这么说下去，这车非得翻车不可。好说歹说，说一定问清楚易水寒怎么回事之后，直播间这才安生下来。纯真小可耐，队长，你快别说笑了，就是你打活动的事，你的活动积分忽然涨了1000点，一下就空降到积分榜第1名，大家都在问我怎么回事呢。易水寒一看莫小莫问自己这件事情，想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杀了紫金 BOSS 的事情告诉他。这时候易水寒的分身也到城府门口了，就在一处高楼的楼顶看着下面的场景。此时陆河帮跟霸道山庄的人正在对峙，并没有在动手。第99章，疯掉的直播间观众。易水寒观望了一下，感觉这些 NPC 应该不会再打了，并且这件事也藏不住，毕竟1000点积分呢，总不可能就凭空多出来的，还不如大胆的说出来，还可以打消大家的注意力。只要不把爆的装备说出去就行。这个游戏爆率这么低，紫金 BOSS 只爆一个技能，搞不好还会让大家同情自己点背，并且那些玩家也不可能再赶过来了。玩家们起码来到霸道山庄，最起码也得1个多小时，而这边的形势怎么看也不像能再打1个小时的样子，搞不好马上就要撤了。双手插兜，哦，你说这个呀？我在 NPC 那里接到一个任务，跟 NPC 一起来霸道山庄，现在我就在霸道山庄的城府后院。NPC 们打起来之后，一个紫金 BOSS 被打成了残血，只有100多点血量了，我就捡了1个人头。易水寒说着，还把自己当时看到苍剑木时的图片发了过去，还把当时苍剑木的属性发给莫小莫，让大家都以为自己就是运气好。随后易水寒又说了一些气愤的话，说自己运气差，只报到1个技能，把连环脚的技能发给莫小莫。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发给莫小莫的消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暗自为自己的机智点一个赞。莫小莫这一次没有再遮遮掩掩，把自己跟易水寒有些暧昧的消息隐藏之后，让直播间的观众看自己跟易水寒的聊天记录。当看到易水寒说到自己遇到一个残血紫金 BOSS， 直播间的众人感觉自己的高血压都要犯了。一群人打个黄金 BOSS 都费劲，你居然遇到一个残血紫金 BOSS？ 呵呵，说什么残血紫金 BOSS？ 我连满血的紫金 BOSS 都没有见到过，你跟我说残血的，我不信，肯定是双手插兜在骗人。对，双手插兜就是一个芳草天，骗人对他来说那叫一个轻车熟路，还天天的嚷嚷自己脸干，脸干什么呀？就是想让莫小莫这个傻妞亲亲。快不要说亲亲的事了，我总有一种自己被绿了的感觉，你们说点别的吧。直播间里的众人还正吵着呢，易水寒那边就发过来一个图片，而这个图片正是苍剑木双手低垂，指尖正在往地上滴血。不过就是一张图片，谁能证明这是紫金 BOSS 的照片？不过就是一个小老头而已，有什么啊？这样的照片你给我1个小时，我可以给你弄出来好几张。就是，敷衍谁呢？光照片有什么用？属性呢？没属性说什么？我还说我遇到残血彩金 BOSS 呢。这边的弹幕刚说完，易水寒紧接着就把苍剑木的属性图片发给了莫小莫。当苍剑木这个紫金 BOSS 的图片出现在莫小莫的直播间，直播间瞬间清静了一下，紧接着过了3秒钟之后，直播间直接炸了。卧槽，这是什么？我眼瞎了，居然真的是紫金 BOSS， 还是残血，才150点血，双手插兜何德何能？他凭什么遇到这么残血的 BOSS？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没有疯，疯的一定是大家，不是我的错，是世界的错。哈哈，疯了一位，我不服！双手插兜这个芳草天，凭什么可以运气这么好的遇到残血紫金 BOSS？ 不公平！这个 BOSS 有20年的修为，现在修为排行榜上，修为最高的也就才4年多，根本就打不出来伤害。残血 BOSS 怎么了？破不了 BOSS 的护体真气。就是，20年的修为打个屁啊！10年修为都没得打。这边说着，正在互相安慰呢。易水寒又把自己护腿携带的技能罡并飞刺发过来，莫小莫点开一看，居然是真实伤害。这一次大家顿时鬼哭狼嚎起来。想想自己累死累活的打活动，杀1名玩家都费劲，双手插兜居然有残血紫金 BOSS 送上门来让他杀，怎么想怎么不舒服，怎么想怎么不服气。哎呀，气死我了，我感觉我要疯了。早该想到的呀，人家的积分都涨了，也不该是空穴来风。想归这么想，但是我看到这个紫金 BOSS， 我就是感觉心在滴血，怎么这种好事就没让我遇到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些我都明白，但我就是想不开。老夫修道多年，
没想到因为一个残血紫金 buff 而道心崩坏，双手插兜，我的一生之敌。紧接着，直播间的众人又看到易水寒的诉苦，说自己居然没有报到装备，只报到一个技能。看清楚这些之后，直播间内的众人一改之前痛苦的样子，纷纷幸灾乐祸起来。哈哈，杀死一个紫金 boss 你才报一个技能，这脸得多黑啊，笑死爷了！真是可恶啊，紫金 boss 你就报一个技能，你是真该死啊，太浪费了。我感觉双手插兜，你还是去非洲吧，那里比较适合你，以你这个肤色，过去就能当酋长。行了，现在我终于舒服多了，我这口气可算是喘匀了。你们真是够了，夺笋啊，山上的笋都要被你们夺完了。不要幸灾乐祸了，你们再怎么笑，人家双手插兜也杀死一个紫金 boss， 积分涨了1000点，而且还报了一个 C 品质的技能，这可是 C 品质的技能，太眼馋了。我不听，双手插兜就是一个大没逼，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易水寒自然不知道，就因为自己这一点谨慎的想法，直播间的众人让自己都快给搞疯了。不过这些易水寒已经顾不上了，因为易水寒看到一个目前阶段不应该出现的 NPC， 文博老妖采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7阶，物理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速度，修为45年，生命值，法力值，技能。第100章黄雀在后。易水寒还真认识这名 NPC， 这是霸道山庄的太上长老，一直到后面版本中期的时候才会出现，没想到现在就出现了。陆河帮的这些人，等阶最高的也不过就是5阶，面对7阶有些不妙啊。易水寒操控自己的游戏本体找到刘子涵时，发现情况好像并不乐观啊。这时的刘子涵满头细汗，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显然是他想要找的东西没有找到。忽然，一间房间里忽然传来喜悦的喊声：“找到了，找到了！”刘子涵一听说找到了，急忙释放信号弹，一个白色的烟花打向天空，在天空炸开。行了，拿上东西快点撤，不要让霸道山庄的人追上我们了。说着，刘子涵就招呼这些陆河帮的 NPC 快速离开。子涵，怎么回事啊？易水寒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怎么忽然要撤了啊？不就是找到一个东西吗？是什么东西啊？给看一下啊。恩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些离开吧。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太平了，我们先回去吧，回去了再细说。刘子涵说完，便先一步翻上城府的围墙，易水寒自然也不敢多留。刘子涵他们这么着急，一看拿走的东西就了不得，36计，走为上计，赶紧撤。在临走前，易水寒从背包里拿出来一罐汽油，在后院的各个房屋建筑撒了点汽油，将汽油点着之后，易水寒才急忙跟上刘子涵。刘子涵看向易水寒，又看了一眼后方着火的后院，不都说好了是给霸道山庄捣乱吗？索性就给他点一把火，让霸道山庄以后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在信号弹在天空中炸开的时候，霸道山庄城府门口，陆河帮的众人看到信号弹，脸色露出喜悦的神色。霸道山庄的庄主看到城府后院处的信号弹，脸色忽然一变，不好，后院居然还有人，快看看我们府内丢了什么。哈哈，看来你们霸道山庄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我们就不多做打扰了，兄弟们，我们走。陆河帮的帮主看到霸道山庄那边乱了起来，笑了2声就要带兄弟们走。都打到我们霸道山庄的门口来了，还想要走，以为我们霸道山庄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嘛。今天谁也不能走，真是欺人太甚。来人啊，随老夫一起将这一伙儿胆大包天的混账拿下。文博老妖说完，便带着霸道山庄的长老和弟子一起冲上去，阻止陆河帮的这些人离开。文博老妖看起来都有70多岁了，动作却是十分迅捷，一点也不像是一名老年人，飞快地冲向一名陆河帮的长老。那名陆河帮的长老看到文博老妖冲向自己，并且还一掌朝自己拍过来，立刻回身一掌和文博老妖对轰一掌。易水寒只见2掌对拍，陆河帮的那名长老当即一口鲜血吐出，整个人倒飞出去。而属性面板上显示的则是这一掌，陆河帮的这名长老血量直接掉了 60%， 简直就是恐怖。吴老六，对面这位是文博老妖，修炼了几十年的老妖怪了，我们都不是对手。这样吧，你们带上吴老六快走，我来对付他。帮主，那你怎么办？别废话了，现在不是婆婆妈妈的时候，快点走。说着，陆河帮的帮主冲向文博老妖。小娃娃，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来我们霸道山庄放肆，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大的火气，小心气大伤身。2人正说着，便交手到一起。陆河帮的帮主知道文博老妖老怪的内力深厚，自己不是对手，所以不敢跟他拼内力，只敢跟他拼招式，招式并不打实，双方只要一交手，陆河帮的帮主就变招。陆河帮帮主这样对付文博老妖，让文博老妖感觉很难受。他一身的实力基本上全在内力上，因为内功心法的缘故，身体强悍，所以并没有再去怎么钻研拳脚技艺，
这么多年下来，都是凭借强悍的身体和深厚的功力取胜。最头疼的就是陆河帮帮主这样技巧型人物，交起手来就像是一条泥鳅一样，滑不溜秋，根本就抓不种。小娃娃，有种跟我硬拼一记！你这老贼，说起话来真是不要脸，有种你少活几年。你要是跟我一样的岁数，你看我把不把你屎给你打出来，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出来干什么？安度一个晚年，好好活着不好吗？放肆！就凭你，也想杀死老夫？再练几年吧。随后两人继续交战在一起。易水寒看了一下，陆河帮的帮主也就才5阶而已，面对7阶的对手，居然也可以打得有来有回。不好了，我们的后院着火了！先不要管火，先看一下那些人在我们的后院偷了什么东西。霸道山庄的庄主将陆河帮的一名精英逼开之后，开口问道：庄主，我们的许多房间都被翻动过，最后发现那些人只是把我们和其他那些帮派大族的通信信件给拿走了。什么？快点给我追上他们，不要让他们跑了！说着，霸道山庄的庄主也不管逃跑的陆河帮这些人了，带着门下弟子就去追击刘子涵。易水寒的本体跟着刘子涵这时都快要到霸道山庄的城门口了，不过这时城门口已经戒严了，想要闯出去并不容易。易水寒在远处观察了一下，居然城门口守着26名霸道山庄的内门弟子，精英弟子也有6名。这要是一头撞上去，就凭刘子涵带的这几名3阶陆河帮弟子，那肯定是有死无生。城门口不能走了，我们先离开城门口，不要在这里待着了，我们从别处离开。而另一边，易水寒的分身携带着蛛丝发射器，所以并不怕逃不走，就这么趴在霸道山庄的城府门口旁边的一个屋顶上，就这么看着下面交手的两人。第101章，救下6河帮帮主。易水寒这一次倒不是想要补人头，而是想要看一下可不可以把陆河帮的帮主救下来。易水寒一直等了大概40分钟，陆河帮的帮主眼看都快要体力不支了。你个小娃娃，说你修为不行，你还不信？现在你已经是强弩之末，就不要再抵抗了，乖乖的低头给我认个错，老夫给你一个痛快。哈哈，文博老妖不过如此，跟我一个小辈打，这都快要半个时辰了，你还没有将我拿下，你这70多年怕不是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易水寒一听下面的对话，感觉有点不对劲，这怎么听怎么像是要激怒对方，然后要跟对方拼命的样子。易水寒虽然看陆河帮帮主资料的时候都是问号，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技能，但这些都不妨碍易水寒的猜测。易水寒可是知道有一个拼命技能叫做生命透支，透支生命力，爆发强大的攻击力。易水寒知道文博老妖这一次肯定不会死，所以并不想让陆河帮的帮主拼命，忽然从房顶站起，使用蛛丝发射器将陆河帮的帮主拉到身旁。陆河帮的帮主本来都准备拼命了，忽然感觉有人用绳子将自己拉住，就要往上飞，也没有反抗。如果能活着，没有人会轻易的就选择去送死，陆河帮的帮主自然也逃不过可以活下去的诱惑。文博老妖有点懵逼，不明白刚才还在眼前的人怎么眨眼的功夫就没了。文博老妖抬头一看，就看到易水寒贱兮兮的在招手。老头儿，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如就此罢手吧。没想到你们居然还有同伙，安心躲着多好，说不好还可以躲过一劫，现在跑出来送死，那就不要怪我送你们两人一起上路了。易水寒可没有闲工夫跟文博老妖说话，把陆河帮的帮主拉到身边之后背起来就跑。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在霸道山城内的速度非常快，易水寒还以为这一次稳了呢，结果一回头就看到文博老妖红着脸在后面紧追不舍，这一下就把易水寒吓到了，这要是追上来，一下就能把自己拍死。小友，你把我放下吧，这个老怪修炼多年，有很多手段我们都不知道，我留下拖他一会儿，你还可以安全离开。别废话了，他还没有追上我们，那我们还有机会就都救了，哪有救人救一半的道理。易水寒很快的就离开霸道山城，从山涧往山下赶路，觉得这样应该可以把文博老妖甩开。就在易水寒感觉稳了的时候，文博老妖就好像不要命了一样，从山上一跃而下，一掌朝着易水寒拍过来。易水寒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人越来越近，急忙在空中踢出一脚，让自己跟文博老妖错开。易水寒是跟文博老妖错开了，可他忘了算自己背后还背着一个人呢。陆河帮的帮主被文博老妖一掌拍在胳膊上，血量一下就降到 20%， 身受重伤。易水寒抬手给了陆河帮帮主一个祝福，给他血量往上抬了一下，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当易水寒的本体跟着刘子涵成功躲开霸道山庄的追击之后，游戏系统忽然显示活动结束。而易水寒因为参加了潜入霸道山城的任务，并且成功完成任务，活动积分又增加了600多点，稳稳地占据活动积分榜第1名的位置。易水寒看着自己的积分，有些闷闷不乐，不知道自己救了陆河帮帮主，为什么没有增加活动积分，瞬间感觉有些亏。不过这人就都救了，也没有办法，只等一下了。等陆河帮的帮主醒过来之后，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这个 NPC 手里榨出来一点好处。而与此同时，
易水寒打死一名紫金 BOSS 的事情也在玩家群体中发酵了，都知道易水寒打死了一个紫金 BOSS， 并且还只爆出来一个技能。对于易水寒这种脸黑的行为，让大家纠结了，一时之间不知道称呼易水寒脸黑好，还是称呼易水寒不要脸好。易水寒看着自己的活动积分，觉得这一次应该可以换一个好东西，便心中开始期待起来。经过1个多小时的赶路，易水寒的分身先本体一步赶到江田镇。易水寒本体那边因为要躲避霸道山庄的追击，所以绕了一段远路，往江田镇相反的方向跑了一段距离。当易水寒的本体跟着刘子涵一起回到江田镇的时候，陆河帮的帮主也清醒了过来，只不过是胳膊断了，倒是问题不大。而等到霸道山庄的通信信件被陆河帮的帮主拿到手里，这时候才开始活动积分的兑换。这位小友，你先不要离开。易水寒看着活动积分兑换处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玩家，想要快点挤过去把积分给兑换了，结果刚想离开，却被霸道山庄的帮主给喊住。帮主，还有什么事情吗？各位，这一次多亏了这位小友，要不是这位小友，我这一条命就要交代在霸道山城了。我们陆河帮一向是赏罚分明，我觉得应该重重有赏。陆河帮的这些 NPC 一听到易水寒救了帮主，纷纷附和，表示没有问题。易水寒观看周围的这些 NPC， 大多都是十分感激的表情，尤其是那名吴老六，看着易水寒十分感激，就那样子，实在是一个男性 NPC， 要是女性 NPC， 怕不是就要以身相许了，看得易水寒一阵恶寒。在经过这些 NPC 的同意之后，易水寒的面前忽然弹出来一个奖励界面，易水寒哪里还能忍住，急忙点开这个奖励界面。点开之后，这个奖励界面出现在易水寒的面前，只见这个建立界面里一个个 NPC 的形象出现在眼前。易水寒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随手点开一名 NPC 的形象，然后就看到这个 NPC 的很多技能，这些技能自己都可以选择领取。易水寒数了一下，这里有14个 NPC 的形象，也就是说可以在这14名 NPC 的技能里选择一个学习，这个奖励可不一般，急忙开始挨个点看，看一下有没有特别厉害的技能或者功法。第102章凌波微步。易水寒挨个往前翻，一个 NPC 一个 NPC 的点开查看，即便是知道越靠前的 NPC 越厉害，携带的技能和功法可能也更厉害，所以一个也不放过，想要看一下这些人里有没有谁掌握着特殊的功法。易水寒想要捡漏，但漏哪里是那么好捡的，挨个看下来之后，就发现在陆河帮帮主的前面居然还有一名 NPC 的形象，而这个 NPC 正是清风剑侠独孤风。清风剑侠作为游戏第1版本的 NPC 主角之一，他的技能里可是有很多强力技能的，包括他的功法清风剑诀，当初被人拍卖的时候更是拍出10几亿的高价。但易水寒不太想去学习清风剑诀，清风剑诀虽然是 B 品质的功法，在游戏前2个版本里，这个功法可以说是独一档的，比其他的那些功法都要强一大截。但易水寒并不打算学习这个功法，因为清风剑诀只能在使用剑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易水寒并不想专精剑，剑相对来说还是要灵敏一点才好，重剑太费材料了，到后面的版本怪物不爆装备，所有的材料都需要玩家搜集，打造一把重剑的材料足够打造同等长武器2把还要多，普通的剑和刀足够打造5、6把。易水寒的千变万化，到后面分身越来越多，要是都拿重剑，材料不知道要用多少，根本就不合适。而普通的剑，不管是轻剑还是软剑，主要加的属性是智力和敏捷，也不是太适合易水寒。东方武者这个职业注定了要堆力量属性，而力量属性加的多的武器一般都是长手武器，比如大锤、长枪、长刀或者战戟等。大锤同样太费材料，易水寒想用的理想武器是长枪或者战戟这种长手武器。长刀虽然也同样合适，易水寒却不太会用。易水寒点开清风剑侠的界面，首先看到的就是清风剑诀。虽然易水寒已经知道清风剑诀不适合自己了，但在现在这个阶段，真的见到这个价值10几亿的功法时，易水寒还是不争气的心跳加速，眼睛控制不住的往清风剑诀上看。清风剑诀对我没用，金钱都是浮云，不要被利益遮蔽了双眼。易水寒默念了一会儿，把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接着往下看。在下面的这些功法和技能里，居然看到了凌波微步这个技巧。算上这个技巧，易水寒看上了一部功法和一个技能。五雷咒，种类功法，品质 C， 等级 LV1， 智力加20，经验值 0800W， 修为效率 1.8，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雷系体质或者雷系灵根。功法效果，学习功法后获得雷法五雷咒，五雷咒没有冷却时间，需要引导3秒，功法等级越高，引导时间越短。流风诀，种类技能，品质 A， 等级 LV1， 威力无，冷却时间180秒，消耗150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01000W， 学习要求敏捷300点。效果，释放流云诀，
使身边周围10米内的队友速度增加 30%。凌波微步。类型：技巧。品质 A。等级：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可改变身体的重心，做出各种动作不失去重心。易水寒纠结了一下，首先把流云诀这个技能给排除了。像是这种增益技能，之后还有很多机会遇到，虽然不一定有这个流云诀这么强力，但总还是有机会的。雷法现在易水寒真的是特别想要，要是这一次不选这个五雷咒功法，下次再遇到雷系功法，大概率要到第2版本了。而凌波微步这个技能更是难得，易水寒最终还是选择了凌波微步。这个技巧虽然没有提升面板上的属性，但在实际战斗时能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躲开很多攻击。选择完之后，易水寒转头看向陆河帮的帮主，神情复杂，恨不得现在让这个帮主再遇一次危险，然后救了他就可以再选一次，把那个五雷咒拿到手。公子，现在可是还有什么事情？陆河帮的帮主开口说话，把易水寒从遐想中喊醒。没事了，多谢帮主关心。易水寒伸手作揖，对着帮主拜了一下之后就转身离开。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活动积分，总共2120的活动积分，也不知道能换什么，兴冲冲地朝着积分兑换的地方赶去。积分兑换的那名 NPC 被玩家包围着，也幸好易水寒的主属性是力量属性，可以把身前的玩家挤开。易水寒来到积分兑换 NPC 的面前，开始查看积分兑换界面。易水寒看到积分兑换最上面的是清风剑诀，需要10万积分才可以兑换，紧跟着下面的就是流云诀，需要1万积分才可以兑换。像是这些大几千上万的，根本就没有人能兑换，就是让玩家看了眼馋的，易水寒直接把这些兑换不了的忽略，直接从2000点积分开始看。而2000点积分可以兑换的这些技能和装备里，易水寒看到一个雷系的技能掌心雷，算是一个近程的雷系技能，需要近身才能打中敌人，让远程法系职业感觉有些鸡肋。掌心雷的伤害系数很高，但法系小脆皮近身太容易被打，容错率太低，有很多法系玩家在近身释放掌心雷的时候被人秒掉，所以在玩家的口中，掌心雷又被戏称为手捧雷。易水寒就没有这种顾虑了，远程技能更好，近战伤害系数高也不错，都适合他。易水寒当即就把掌心雷给兑换了，然后把剩下的那些积分兑换了一把长枪，准备让自己的第2分身使用。掌心雷。类型：技能。品质 D。等级 LV1。威力 12.0。冷却时间20秒。消耗100法力值。经验值0500W。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将雷霆凝聚于掌心之中，凝聚成一颗雷球，对5米内敌人造成雷系伤害。第103章。主线开始。易水寒将掌心雷学完之后就离开了江田镇，在整理了一波状态之后，继续下副本，想要快点升到20级。而就在易水寒打副本的时候，大家也终于发现，原来在主位面世界还有副本存在，一群人兴致冲冲的想要去打副本。在武侠主位面南方的玩家直接就组队下副本了，北方的玩家来到副本跟前的时候，发现副本传送阵居然被人守住了，有几名想要强闯的玩家被看守副本传送阵的20几名玩家当场秒掉，让这些普通玩家不敢过去。这个副本传送阵是我们刘氏集团先发现的，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想要打副本先交入场费，每人50硬币。这些准备来打副本的玩家大多都是普通玩家，都没有什么钱，本来打怪就困难，装备爆率低就不说了，钱也爆得不多，那些钱还要买消耗品补充状态，这就已经玩得很难了，现在想要下个副本居然还要交入场费，当即忍不住就吵了起来。有没有搞错？这个传送阵是公用的，本来就是给大家用的，你们凭什么要我们交入场费？就是这个副本让我们进去又不会影响你们什么。南边的那个传送阵就是大家都能用，怎么你们这些人这么霸道啊？霸道山庄都没有你们霸道，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真是缺德。刘心远本来也没打算管这边，就想安心的在一边看着，结果这些玩家中有人好死不死的提到霸道山庄，让他心中这无名火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就你小子提霸道山庄是吧？居然还敢说我们缺德，玩游戏就是弱肉强食，你管我怎么玩，我又不犯法，游戏系统没有制裁我们，那就是允许这样，我比你强就是要欺负你，怎么了？来人啊，给我打死他！刘心远站起来开口，这些人自然不敢怠慢，急忙放技能把那个提到霸道山庄的玩家秒掉。刘心远这一伙人这么霸道，而这些普通玩家又不是互相认识的，站在一边说说风凉话，发发牢骚还行，要他们团结一起反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刚才敢顶撞刘心远这些人的玩家已经被清理掉了，剩下的这些人里都是比较胆小的玩家，没有人再敢顶撞刘心远这伙人。这些玩家没有办法，只好把刘心远这伙人的霸道行为发到游戏论坛上，想要让大家看到刘心远这伙人的所作所为，最好能有人来帮忙出头。一时之间，论坛上对于刘心远这伙人的作为口诛笔伐，
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武侠主位面世界南边副本传送阵边上的玩家，非常同情北方的这些兄弟。而有一些高玩，当知道有副本之后，立刻就朝着副本传送阵那边赶去，根本就没把这些赶要入场费的人放在眼里。像是那些普通的高玩，刘心远根本就没给面子，一样要入场费。这些人想要闹，刘心远这些钱也不是白花的，请来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比战队普通青训队的队员强，打这些自认为高玩的玩家一点问题也没有。而刘心远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遇到那些职业战队的主队和青训队里比较强的队伍时，刘心远就不会拦这些人，把欺软怕硬这个词表现到了极致。一时之间，北方传送阵这边怨气沸腾。易水寒这一次的运气不错，遇到一个 B 难度的副本，用了将近5个小时才打完这个副本，得到700万的经验和 0.8 年修为。打完副本之后，易水寒就选择下线了，因为游戏系统已经提示主位面世界的主线剧情即将展开，将会进行维护，第二天早上9点才会再开放主位面世界。易水寒让自己的2个分身挂机，在自己小世界的村庄转了一下，发现了一名低阶资质的村民。低阶的资质还是差了一点，最高也就才能升到4阶，没有什么培养价值。易水寒并没有把这名村民收为弟子。村庄终于开始刷新出有资质的弟子，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已经说好了要参加种子职业比赛，易水寒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也就没有去转游戏论坛，还不知道刘心远已经把副本传送阵守住收钱的事。第二天，易水寒早起锻炼完，登录游戏。因为种子职业比赛10点才会开始，而且昨天也已经说好了，等比赛打完了再去打须弥界求生，所以易水寒准备先去主世界位面看一下。易水寒选择传送到主位面世界，本来该直接出现在主位面世界的，这一次却不是，眼前开始播放游戏 CG。陆河帮拿到霸道山庄的通信信件，这些信件中有霸道山庄和其他那些帮派关于分配资源的信件，而普通民众和江湖侠客居然也在这些人的分配当中，使整个天下大惊。清风剑侠这时忽然站出来，振臂一呼，各方的江湖游侠云集响应，再加上清风剑侠本来就已经说服的那些小势力，声势颇为浩大。而清风剑侠他们这一伙人谋划这件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自然要把自己摆到正义的立场。今豪门大派是我等为货物牲畜，4亿凌辱买卖，我独孤风不才，愿改变如今之现状。世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护而不避，是谓大同。这样的话说出来，使得清风剑侠这一些人更加的得人心，只不过是在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就把整个世界的格局都改变了。第104章竞速比赛。因为清风剑侠的话实在是太有杀伤力了，在这样一个可以肆意被人压榨打杀的世界，世人实在是太渴望清风剑侠所说的那种世界了。世界各地都开始反这些豪门大势力，这些大势力为了自保，没有办法，只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清风剑侠这些人。豪门大势力组成的联盟叫做秩序联盟，想要维持之前那种秩序，继续统治世人。而跟随清风剑侠一起起义的这些人则组成了侠义盟，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江湖游侠和小帮派，并且心中还有侠义，想改变世界，想让平民百姓也可以过上好日子。经过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这个游戏 CG 让易水寒知道了这次更新发生了什么。剧情发生变化了呀，印象中剧情不是这样开始的啊，糟了呀，跟记忆中的不一样了，算了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易水寒感叹了一句，现在秩序联盟和侠义盟南北对峙，秩序联盟在北，侠义盟在南，易水寒准备现在操控本体角色和第一分身赶往南方。易水寒知道短时间内可能都需要赶路了，这时候正好可以练一下第二分身。10点钟一到，易水寒操控角色回到自己的小世界，组上莫小莫他们3人传送到比赛小世界。这时候比赛还没开始，玩家们前往比赛地点，解说站在解说台上解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番茄。番茄面带微笑的说完，身边的女解说立刻开口说道：大家好，我叫茉莉，是一名解说新人，跟番茄老师比起来，我肯定有很多的不足，如果有什么地方表现的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在直播间的玩家看到茉莉这精致的脸，立刻就开始夸赞起来，并且表示不会介意，就算是不说话，在一边当个花瓶，大家也不会有意见。番茄看了一眼弹幕，发现大部分都是夸茉莉的话，立刻笑道：哈哈，看来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茉莉是真的漂亮。说实话，站在茉莉的身边，我感觉压力山大。番茄前辈，你就不要取笑我了。茉莉说着，做出一个害羞的表情。
番茄也非常配合的做出一个中枪的动作和表情，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好了好了，我们看到选手们都已经入场准备了，现在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是的，那么首先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如果有哪里说的不对或者不全，那就由番茄前辈来补充一下。茉莉说着，还非常调皮的对着直播间做出一个伸舌头眨眼的表情。啊，我受不了了，茉莉怎么可以这么漂亮？我宣布，茉莉以后就是我的老婆了。混蛋，那分明是我老婆，还有谁敢跟我抢老婆？拔剑吧诸位！啊，我老婆太漂亮了，这个眨眼的表情啊，我死了。好了，已经死了一位，竞争者少了一个。茉莉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认真的开始介绍比赛。本次是种子比赛第一场比赛，本来昨天就应该开始的，但报名的玩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游戏官方临时改变了比赛规则，变成了今天开始比赛。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介绍比赛规则了，大家要认真听哦。易水寒在直播间看着直播间的玩家争吵，感觉很有意思。当初他就是其中的一员，疯狂为顾倾城打 call。莫小莫看到这些玩家的表现，感觉酸酸的。当时解说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夸他。有什么嘛，长得也就那样，搔首弄姿。易水寒听到莫小莫这样说，回头看了一眼莫小莫，让莫小莫有些心虚。干什么？没事儿，你说的挺对。这时候慕容峰忽然提了一嘴，我觉得队长你说的不对，不要看在莫姐是我们的队友就骗她，莫姐单纯，太容易被骗了。我觉得我应该说个实话，明明是茉莉更漂亮一点，而且也更有女人味。易水寒看着慕容峰那一副心动的模样，是真没想到，原来慕容峰好这一口，这个茉莉比起慕容雪分明差了一大截。易水寒不动声色的在莫小莫看不到的地方给慕容峰竖了一个大拇指。只见这时莫小莫气的血气上涌，直接表现就是脸色通红，双手紧紧攥在一起，看那样子恨不得给慕容峰来一个大力开颅手，一把将慕容峰的脑仁都给他掏出来。两人之间立刻就上演了一场追逐打闹。易水寒没有管他们俩，接着去听比赛规则。因为参赛人数众多，要是像全球联赛那样比赛，25个队伍一场比赛这样的打，可能一年都打不完，所以我们在人数多的时候，比赛模式将会是竞速模式。茉莉说完顿了一下，似乎是在让大家消化一下。那么什么是竞速模式呢？竞速模式将会让1000支队伍同时比赛，也就是4000人同时比赛。茉莉说到这里，番茄及时开口说道，没错，4000人一起比赛，那画面光想一下就觉得壮观，真希望快点开始啊。不要着急，规则还没有介绍完呢。茉莉说着白了番茄一眼，然后继续说道，什么叫做竞速模式呢？顾名思义，就是比赛谁先到达终点。没错，大家没有听错，这一次的比赛不是战斗，而是比各个小队的速度。当然并不是说需要整个小队都到达终点，只需要队内有人先到达终点就行，届时前50名晋级。茉莉说完，番茄接着开口补充道，还有我们这个比赛里不能用交通工具，机械式的车还有飞行器这些都不能用，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玩家们只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好，不管是战斗淘汰对手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比别人都先到达终点。听完之后是不是非常期待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一场刺激的比赛吧。第105章小菜鸡茉莉。系统提示玩家们入场，莫小莫他们仨人就想着往前挤。易水寒上前拉住莫小莫，你们仨干啥呀？顾一寒有点急，抓住易水寒就准备把他往前拽。比赛啊，还能干啥？没见大家都在往前挤吗？刚才介绍上不是说了，这一次是比赛谁速度快的，我们得挑一个好位置啊，最好挤到前面，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能占据优势。易水寒非常淡定地看了顾一寒两眼，上下打量了一下他。这一次你想表现是吗？要不这一次就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吧。顾一寒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局比赛要真是要靠自己，那指定没希望了。然后看着易水寒，有些讪讪地笑道，队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平时虐个菜还行，这一次可是1000支队伍，4000多号人呢，我这小胳膊小腿的可不行，这要还是看队长你啊。知道这局比赛是靠我，你急什么？我都不着急，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行了，咱们就慢慢入场就行，等会儿比赛开始了，前面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跑得开，肯定乱成一团，谁在最前面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必要打破脑门往上凑。易水寒说着看向顾一寒，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说道，玩游戏也是需要用脑子的，脑子可是一个好东西，多用一下，你这脑子再不用就该生锈了。易水寒这样一说，另外3人也就不急了，想想也是，自己3人就是来抱大腿的，大腿让干嘛就干嘛，其他的不用考虑，大腿都解决不了，自己3人上去也是白搭。然后比赛直播间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比赛入场的传送阵边上，一群玩家拼命的挤，就害怕自己一上来就落后了。而这些玩家的身后淡定的站着4人，就这么环抱着胳膊看着这些人，就好像不是来比赛的，
像是来围观吃瓜的。直播的导播看到这边的情况，给了易水寒他们这个小队一个特写。这4名玩家什么情况？其他玩家都已经挤得这么激烈了，他们4人不急吗？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先一步进入赛场的玩家已经选择好对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位置了，后面再入场的队伍就只能占据越来越差的位置。这4名玩家好奇怪啊！直播间内听到茉莉这样说，看到直播的画面中出现的居然是易水寒之后，弹幕忽然疯狂地滚动起来。茉莉小姐姐的功课做得不够到位啊，连莫小莫的这个小队都不认识。卧槽，双手插兜大佬，有双手插兜大佬在，放我上去比赛我也行。看过莫小莫须弥界求生的都知道，这是一个小队嘛，这分明是一根大腿带着3根腿毛。莫小莫何德何能拥有双手插兜这样的大腿？他不就是会在双手插兜大佬脸干的时候亲亲吗？我也能，而且我能做得更优秀。25年究极舔狗申请出战，保证360度无死角的甜爽。卧槽，在你说这些的时候，先把你头像换了，就算是想要骗炮，也要有点专业素质，不要这么敷衍好不好？你看看你这头像，这一脸的络腮胡，着实给我看恶心了哦！哈哈，每次看到双手插兜大佬，他都会给大家整活儿。这比赛还没开始呢，这就已经跟别人不同了，真期待这场比赛啊！茉莉看到直播间的观众居然讨论的这么激烈，不认识易水寒的她有些迷茫，不知道怎么了。番茄看到茉莉的这一副模样，轻轻笑问道：“茉莉，你最近一直都在练习培训，没有玩游戏吗？”茉莉听到番茄这样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也不是没有玩。”就是我太菜了，刚传送到小世界，那些丧尸长得好可怕，还有一身臭味。茉莉说的慢吞吞的，说到一身臭味的时候，忽然顿住不说了。番茄听着正好奇呢，赶紧开口问道：“然后呢？这丧尸其实挺弱的，后面怎么样了？”哎呀，你不要问了，没事，说一下，你看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好奇呢。好吧，我说出来，你们可不许笑我。当时我被吓坏了，就不敢动了，好几只丧尸扑上来，然后就被咬死了，吓得我做了好几天噩梦。茉莉说完，番茄当场就憋不住了，直接就笑出了声。直播间的玩家听到茉莉这样说，都笑疯了。这游戏虽然说比较难，但刚开始遇到的丧尸还是挺弱的，只要忍住恶心，以伤换伤也能打得过。哈哈，笑死我了！茉莉小姐姐真是太可爱了。我现在就想知道茉莉小姐姐住在哪，我长得也吓人，最好看到我也不敢动。哈哈，终于遇到比我还菜的人了。茉莉看到直播间在取笑自己，番茄也在笑自己，当即就撒娇道：“哎呀，说好了不要笑我的，别笑了，你还笑？”噗，好了，我不笑了。噗，番茄实在憋不住，急忙捂住嘴，稍微等了一下，平复了一下情绪之后，然后接着解说道：“好了，茉莉，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双手插兜也算是游戏论坛上的大红人了。你看到他旁边那个妹子没有？看到了，长得挺好看的。她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游戏主播，上一次的全球联赛就是我跟她一起解说的，也算是老熟人了。他们那个队长带着他们那个小队打须弥界求生，从来都没有输过。”番茄这么一说，茉莉立刻跟着附和：“须弥界求生一直没有输过，那确实非常厉害了。我找了2名职业战队的替补，都有时候会翻车。好了，我们看比赛吧。现在队伍都入场的差不多了，双手插兜这一队也终于动了，这要是再不动，我都要以为他们是来观战的了。好了，现在我们的比赛选手都已经入场，来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地图，这一次的地图还是挺有意思的。”第106章，比赛开始。番茄说着，然后游戏系统把地图放出来。紧接着，这一次的比赛地图就出现在玩家的面前。起先是一个大概5公里的平路，随后有一条河，在河上有几个独木桥，距离独木桥有段距离的地方还有大石墩，只不过这个大石墩之间的距离有点远，像法师和近战体质系的玩家，基本上就不用考虑大石墩这一条路线了。如果没有什么辅助用的技能，根本就跳不了那么远。而穿过这一条河之后，玩家们面前就是一片长度大概2公里的淤泥地，淤泥地这里将会大大的限制住玩家们的速度。易水寒看着这个淤泥地，知道这个淤泥地设计的非常有意思，前面不管你跑得多快，到了这一片淤泥地，速度都会慢下来，甚至会出现扎堆的现象。而人一多就免不了出现混战的现象，就观赏性而言，淤泥地在这里打起来会很好看。而过了淤泥地之后，又是一段平坦的路，这一段路有10公里的距离，这一段平路过后就是一个悬崖峭壁，需要玩家们爬上去。爬到山顶之后，这一座山和远处的一座山连着一根钢丝，玩家们需要靠这根钢丝到另一座山上。之后，玩家们需要从山上跳到下方的水池里，水池从山上看只有很小的一块，如果跳歪的话，那将会直接出局。从水池爬上来之后，再穿过一个3公里的沙漠，就可以抵达绿洲，而这个绿洲就是终点站。玩家们参加比赛当然不会是白来参加的，参加比赛虽然不奖励装备，但经验肯定还是会有的，要不然浪费这么长时间，结果什么也没有获得，那就太伤了。在这一点上，这个游戏还是非常为打比赛的玩家考虑的，
就像是那些职业玩家打比赛给的经验，肯定是要比他们刷经验来得快的。第一名抵达终点站的将会奖励2000万经验，第二名1800万经验，第三名1500万经验，第4到第10名1200万经验，第11名到第20名奖励1000万经验，第21名到第50名奖励800万经验，其余那些玩家就只能拿到参与奖了，参与奖500万经验。这2000万的经验奖励，易水寒势在必得，只要拿到这2000万经验，游戏本体可以顺利的升到20级，并且还可以赋予很多经验，再稍微刷一点经验，就可以花费20级1半的经验召唤出来第4个分身，届时就可以装备上那一把逍遥扇。光是想一想，易水寒就觉得十分激动。游戏地图介绍完，让很多玩家惊讶的合不拢嘴，这个地图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刚开始，也就是现在的起点的这一段平路，森林茂盛，让人穿行在其中就会感觉心旷神怡。紧接着出现的那一条大河，水流湍急，如果掉到河中，那基本上这一场比赛也就被淘汰了。过了河之后的污泥地，让人看了又感觉有些恶心，而且都说了是淤泥，那肯定也会很臭。淤泥地之后的平路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有野生动物，并且还有凶兽，如果运气不好被凶兽缠上，那也是会让人十分头疼。之后悬崖峭壁需要抓着绳子往上爬，每根绳子的距离还十分靠近，一看就是要玩家在往上爬的时候也要互相使坏，尽可能的淘汰对手。之后的走钢绳，钢绳穿梭于云雾之间，根本就不能让人看真切，下面又是万丈深渊，再加上竞争对手，将会非常的考验人。如果是有恐高的玩家，基本上就不用比赛了。之后需要从山顶跳到山下的小池塘，更加的考验人的判断力和决心，这两点缺一不可，缺少判断力就会跳到池子外面，缺少决心，即便是知道该怎么跳，也会被内心的恐惧打败。最后的沙漠地形就是来限制那些在平路上跑得快的玩家，给其他那些有特殊手段玩家一些机会的，毕竟前面已经有2段平长路了。易水寒他们4人进入赛场已经是在最后了，看到前面乌泱泱的挤着那么多人，就慢悠悠的在后面走。就在这时，游戏系统忽然提示大家比赛开始。比赛刚一开始，在最前面有一名玩家有辅助技能，可以使自己速度快 20%， 刚一开始就把其他人都甩在身后。这名玩家把其他人甩在身后，但又距离不远，这一下就遭受到很多玩家的围攻，低阶冰锥术和低阶火球术，还有花瓣石块和水箭，各种技能都往最前面的这名玩家身上招呼，领先时间还不超过5秒，直接就被淘汰出去了。当然也不只是在最前面的玩家打，后面的玩家也有打的，只不过因为都还没在最前面，只是使坏，让其他人速度放慢，并没有像前面那样集火淘汰人的现象。比赛开始，易水寒想要稍微等了一下，因为人太多，得等这些人跑开一点，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隙，才好跑超越这些人。比赛开始了，我们大家看到这4000人一眼看去颇为壮观。咦，跑在最前面的玩家遭到了其他玩家的针对，你跑在最前面就要跟其他人拉开距离啊，要不然肯定要枪打出头鸟。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些玩家，后面这些玩家倒是打得没有这么激烈，只不过是在互相使坏。也对，这还在后面呢，互相打起来也不可能排到前面去。看到大家还都是挺明白这些道理的。等等，这最后面的4人在看什么？这是比赛，你们不要晃晃悠悠的往前走了，麻烦你们尊重一下这个比赛好不好？可嗨嗨，番茄前辈，你先不要激动，既然都来参加比赛了，可能他们有什么想法吧。茉莉刚说完，易水寒开始动身往前跑，莫小莫他们3人也想明白了，这一次就全指望易水寒就好。索性他们就一边看着比赛直播，一边在赛场上慢慢走，并且还在直播间内发弹幕给易水寒加油。易水寒跑起来，力大飞砖被动起效，身后立刻出现大量的尘土，远远看去颇为壮观。第107章尾气超标。易水寒一跑起来，这边的动静就立刻被导播发现，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只见画面中易水寒跑起来的速度飞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与前面的比赛选手接近。茉莉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光易水寒跑起来的这种动静就够他惊讶了。这位选手跑起来的动静好大，这背后的灰尘，交警见了肯定要拦下来，这尾气排放量明显超标啊！茉莉的话一说出口，直播间内欢乐一片。哈哈，我是交警，双手插兜，你违规上路，跟我走一趟吧。茉莉小姐姐太可爱了，连尾气超标都来了。不过有一说一，这样一说还真是挺形象的。双手插兜大佬跑得好快啊，这就要追上了。易水寒让这些玩家先跑了30秒，而追上这些玩家最后面这一批的玩家，易水寒前后也就才用了10几秒钟，速度眼看都要是这些玩家的2倍了。易水寒追上去之后，这些玩家之间虽然有些拥挤，但已经有空间可以穿插过去了。易水寒从几人之间的缝隙挤入人群，易水寒刚钻入人群，身后的灰尘立刻把身后的人淹没。同时有人看到易水寒来到身边，掏出来武器就要打易水寒。易水寒一个侧身躲开身旁劈来的这一剑，随后一个碎骨踢向身旁，直接踢在那人腿上，
给他一个减速状态。这一脚也就只是让易水寒稍微顿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刚才想要偷袭易水寒的玩家被身后的玩家追上，因为刚才他打过身后的几人，被几人一拥而上的围殴致死。本来导播就在给易水寒镜头，身旁有人挑衅易水寒，也都让大家看在眼中，而后面几名玩家一起围殴这名玩家的画面被大家看了一个清楚。这名玩家有点皮啊，应该不是第一次对玩家出手，后面一起打他的这些玩家也都不是同一支队伍的，看这样子这几人都被偷袭过。番茄话刚说完，易水寒的身前忽然有人打起来，紧接着其他人被波及到，也跟着打起来，场面一下就变得极其混乱。哦，前面这些人打起来了，首先打起来的是2支满编小队，这样子是感觉争前5时无望，然后互相打起来了吗？茉莉的话刚说完，番茄也紧跟着开口说道：双手插兜的运气有点不好啊，要是没有这回事，应该几秒钟就能甩开前面这些人了，现在这些人打起来了，这么混乱的局面短时间可结束不了，这怎么也得打个几分钟才能平定下来，双手插兜要怎么办呢？易水寒看着这打作一团的众人，想要绕开也不太现实，因为身边的人也打起来了，没有办法，易水寒冲上前对着一人使用浮空凌云脚。易水寒一脚将身前的人踢到空中，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踢着这个人在空中跨越这些正混战在一起的玩家，落地之后，易水寒从背包中掏出来乌金枪，一个横扫八荒，将身前的玩家扫飞出去。易水寒立刻冲出去，将这一伙人甩在身后。易水寒的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把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茉莉看着易水寒这帅气的操作，微微张开樱桃小嘴，不自觉地感叹道：好帅啊！本来直播间内的众人也感觉易水寒的这一套操作挺帅，但一看到茉莉这一副花痴的模样，立刻就来气了。帅什么帅？茉莉小姐姐，请你睁开你的双眼，不要这样花痴，只是基本操作而已，争点气。可恶啊，又被双手插兜给装到了，快来人啊，就没有人能收拾一下双手插兜吗？花里胡哨，就算冲过来了又怎么样？前面还有那么多人呢，最前面的玩家甩双手插都1000多米。易水寒自然不知道，因为自己的一波操作让解说茉莉看得双眼放光。接下来倒是风平浪静，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往前赶，易水寒时刻注意身旁，身后倒是不需要注意，因为易水寒跑的速度很快，一晃眼就能甩开1、2人，想要打他也打不了，因为易水寒已经过去了，背后有人挡住易水寒。易水寒飞快地追前面的玩家，但这些人还是对易水寒有些影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当最前面的玩家来到河边的时候，易水寒距离他们还有400多米。这时比赛导播将镜头给到独木桥这边，总共有3个独木桥，最前面的几人都冲向独木桥。最先冲上独木桥的玩家立刻就遭受到身后玩家的攻击，后面一名被风元素包裹的玩家一个风刃打过去，打在独木桥上的玩家，让那名玩家站立不稳，掉到河水中，直接被淘汰出局。看到这样的局面，这些玩家有些不敢上独木桥了，立刻就有人开口喊道：兄弟们，咱们在这个桥上不打好不好？只要一下就能把人淘汰出局，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大家都有机会排到前50名，过了这个河后面还远呢，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人开口这样提议，立刻就有人附和，因为现在他们这个小队就只有他还存活着，其他3人都已经被淘汰了，他想要拿到名次，最起码要先让自己存活下来。我觉得这位兄弟说的很对，等会人越来越多，我觉得咱们既然占据了先机，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然后让后面那些玩家得利。同意的快点说，不同意咱们就在岸上打上一场。我没意见，我也没意见。很快的，这些人都表示没有意见，飞快地达成共识，快速渡过独木桥。这些人快速地过桥，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样排队过桥太慢，从一旁的大石墩过河。前面一些人过了河，后面的这些人过来了，眼看着要落后别人，就想要快点过河，这要是排队过去太慢，当即就开始捣乱，直接冲上独木桥，伸手就把前面的人给打到河里。第108章，难道这就是真爱？有人破坏现有的规则，立刻遭到大家的围攻，当场被人集火，10几个技能甩到这人身上，当场就被秒掉。在这之后，身后的玩家看到破坏现在大家默认的规则这么惨，也不敢再造次了，一时之间倒是显得有些风平浪静。就在这时，易水寒来到河边，看到大家居然都在排队，有点搞不懂。这样的画面跟易水寒的猜想有些不一样，就算你们不互相打起来，那争抢着过河是应该的啊，这么大家都礼让起来了，这可是比赛。易水寒可不管这些，立刻冲过人群，一下跳到独木桥旁边的大石墩上。易水寒不守规矩，立刻就有人放技能打他。这时石墩上还有别人，这人也转身一拳朝着易水寒的肚子砸过来。易水寒一个躬身躲开这一拳，身后又有火球和冰锥，当即身子向侧面一斜，躲开这几个技能。大家看到易水寒向一边倒过去，还以为他会掉到水里，结果易水寒竟然就这么斜着不倒，甚至还把站在石墩上的玩家给推到河里。解说席上，茉莉看着易水寒这样也没有掉到河里，微微张开嘴，
非常惊讶。番茄也很惊讶，不过要比茉莉好很多，当即就开口说道：“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双手插兜被这些玩家围攻，向一旁倒去，身体这样的角度，按理来说都已经失去重心了，不应该还可以再站回去了。不过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应该是掌握了一个技巧。我记得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忽然有些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叫凌波微步，特点是可以改变重心，可以做出很多本来做不到的动作，是一个 A 品质的技巧。”当茉莉说到凌波微步的时候，直播间内正在观看的玩家疯狂发问号。凌波微步这个名字可是非常出名的。易水寒在石墩上将另一名玩家推下石墩之后，立刻往下一个石墩跳过去。易水寒刚跳起来，身后立刻就有几个技能和易水寒擦身而过，其中有一发低阶火球术，明显是预判了易水寒的动作，在易水寒还在空中的时候打在易水寒的身上。易水寒在空中被击中，眼看就到掉入河中，急忙在空中使用蛛丝发射器将自己拉到石墩上。其他那些玩家怎么也没有想到，都已经这样了，易水寒居然还是没有掉到水里。易水寒刚落到石墩上，石墩上没有别的玩家，独木桥那边居然还有人多管闲事的往这边扔火球。哟呵，你在独木桥上就好好的过桥，我都没去独木桥那边找你们的事，你们反倒还先来招惹我，真是该死啊！易水寒一个侧身躲开，随后用蛛丝发射器抓住那名多管闲事的玩家，轻轻一拉，把这名玩家拉到水中。易水寒也没耽误过河，轻轻一跃跳到下一个石墩。这时后面的玩家看到奈何不了易水寒，也就不再攻击易水寒，抓紧时间过河。易水寒用了30几秒钟成功渡过这条河。易水寒刚一上岸，就看到面前的淤泥地黑乎乎的一片，紧接着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臭味，让易水寒闻着直皱眉。虽然这个淤泥地很膈应人，易水寒还是要跳到这片淤泥地里。易水寒看着下面几名还没有跑远的几名玩家，心中忽然有了一条计策。这些淤泥地里的玩家是什么？这是玩家吗？也不能说不是玩家，只是这些玩家此刻在易水寒的眼中，那就是一个个的人头桩。易水寒准备踩着这几名玩家的头跑到前面去，想到就去做。易水寒当即跳向一名玩家。我们大家看到双手插兜真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这才到第3个地形，就已经快要追上第1梯队的人了。不过这个淤泥地里可跑不快，来让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应付这个淤泥地吧。难道他还能有其他可以快速过淤泥地的装备或技能吗？番茄说着，就看到易水寒以飞龙起脸的样子跳向一名玩家。茉莉这时候急忙说道：“哦，双手插兜要干什么？他跳向了一名玩家，这才刚进淤泥地就要解决掉竞争对手吗？”随后易水寒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一脚踩在那名玩家的头顶，随后又行云流水的跳向前面的另一名玩家。而易水寒一脚踩中的这名玩家，因为易水寒的这一脚，一屁股坐到淤泥地里。那个混蛋！哦，易水寒的这波操作真的是亮瞎众人的双眼，大家是万万没想到，这居然还有人敢踩着别人上位的。真踩着别人上位，666，我算是开了眼了，这个双手插兜玩的就是花啊，踩着别人过淤泥地，亏你也想得出来，正常人谁敢这么干啊？哈哈，这个哥们儿一脚被踩到淤泥地里，光看着都恶心，这不得膈应死。我就知道，每次看双手插兜大佬的操作，都能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踩人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到，你是真的敢踩啊！每当易水寒踩住一人，就会引来一阵的臭骂。不过易水寒已经不在乎了，毕竟人都踩了，骂2句也没什么。易水寒想的是，直接就踩着这些人跑到最前面，一步到位。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中的许多事跟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就在易水寒跳向一名光头壮汉的时候，那名大汉回头看向易水寒。这时候易水寒就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妙了，随后就看到这名光头壮汉身体往后一仰，易水寒这一脚本来该踩到他身上的，结果他躲开了。直播间中的画面就是易水寒直接就骑在这名光头壮汉的身上。哇，这画面，我的妈耶，这难道就是真爱？这就是爱情吗？我靠，这画面辣眼睛，不行了，我要去洗洗眼。哇，没看出来啊，原来双手插兜大佬好这一口嘛，你抽空带带我啊，那哥们儿我闭一下眼，忍耐一下也能满足你。我靠，哥们儿你可真是个狠人，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为了让大佬带不择手段，真看不起你们。大佬，你看看我比他们都猛。第109章，嫉妒的玩家们。易水寒此刻的表情极为精彩，让直播间的玩家看得哈哈大笑。易水寒直接就把这人骑到淤泥地里，落地之后哪里还顾什么淤泥恶心不恶心，这再恶心也没有身下骑一个光头猛汉恶心，立刻翻身从这名壮汉身上下来。易水寒回头看向这名壮汉，只见他此刻挣扎着要从淤泥地里爬起来，真是越看越犯恶心。易水寒干呕了一声之后，真是恨死这名光头壮汉了。不用想，易水寒都知道自己这飞龙奇男，难上加难的名声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逃不掉了。越想越气，当即掏出来乌金枪，一个当头一棒，
将这名光头壮汉眩晕在原地，随后一个灵蛇出动，一枪刺在他的脑门上。这一下直接触发了暴击，把这名光头壮汉干脆利落的淘汰出场。在这片淤泥地里，移动速度降低60%，不要说跑了，连走起来都费劲。不过也好在易水寒的速度本来就挺高，这一段距离也就只是会跟那些敏捷系玩家拉开一点差距，其他的那些玩家不足为虑。就这一段淤泥地，让易水寒走了大概10分钟，这才从淤泥地里走出来。终于从淤泥地里走出来，看着前面的那些玩家，远远的就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易水寒知道这时间可不能瞎耽误了，得赶紧追上去。易水寒跑动起来，力大飞砖被动起效，这一条平路上立刻又出现灰尘漫天的现象。这谁啊？跑起来这动静，弄这么大的灰尘，路都看不清了，缺德不缺德呀？易水寒一阵的穷追猛赶，在超越其他玩家的时候，这些玩家倒是没有再使坏，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名次根本就排不到前20名，第21名和第50名一样，反正现在这个排名肯定在前50名，也就佛系了起来。正在比赛的这些玩家不清楚，但是看比赛的这些玩家可是通过比赛画面看得清清楚楚。易水寒刚从淤泥地里出来的时候，排在第37名，这才经过短短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路追到第13名的排名。有一说一，虽然双手插兜大佬这个人比较贱，比较不要脸，但这实力是真的没话说啊！这可是从最后面一路追上来的，太强了！我真是羡慕死双手插兜的那些队员了。刚才导播还给了莫小莫他们几人一个镜头，他们仨还在后面晃呢，连河都还没有过，极度使我面目全非。666，我现在非常期待双手插兜大佬接下来还能有什么骚操作。要是最后得到第1名，那这可是真的实至名归了。要是这次双手插兜能得第1，我宣布，我以后就是双手插兜的忠实粉丝了。当易水寒来到悬崖下面，抬头看去，最快的那名玩家都已经爬了一大半的距离了，眼看就要到山顶了。易水寒可不想跟他们一样抓着绳子往上爬，虽然说这个爬绳索力量系的玩家速度更快一点，可易水寒有蛛丝发射器啊，可以速度更快的到山顶。易水寒站在原地，伸手往上一指，蛛丝立刻飞射出去，抓住悬崖峭壁上的岩石。易水寒立刻就飞速的向悬崖上方飞去。其他那些抓着绳索慢慢往上爬的玩家，忽然感觉身后有一阵风吹过，回头想要往后看，就发现上方有一人在飞速上升。我靠，比赛里还有人开挂，他怎么这么快？这名玩家自然也知道比赛中不可能有人开挂的，并且这个游戏是全宇宙的势力开发的，凭蓝星的这点科技水平，想要在这个游戏中开挂，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他的抱怨声自然也就没有人回答，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表示心中震惊的一个说辞而已。易水寒借用蛛丝发射器，也就往上飞了90几米的距离，对于整座山的高度连1/10的高度都没有。易水寒这样扒着悬崖上的岩石，用蛛丝发射器也没有角度，只好向身后轻轻一跃之后，快速的利用蛛丝发射器抓住悬崖上的岩石。这个操作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非常有难度，需要快速的发现可以抓住的目标，要不然下落的距离可能比上升的距离都要远，而且要快速的估算出是否可以抓取到，只要一个失误，那接下来面临的就是摔下悬崖，直接淘汰出场。易水寒每一次操作都要稍微缓一下，实在是这个操作非常耗费心神，必须要非常的专注才行。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真正看得懂的非常佩服易水寒，反而是那些看不懂的玩家一个劲儿的嚷嚷易水寒肾虚，开挂都爬得这么慢。易水寒爬到山顶的时候，其他那些玩家还没有上来，距离山顶最近的玩家也还有100多米的距离。这时候易水寒顺利的排到比赛第1名，一时之间直播间内的弹幕直接炸裂，密密麻麻的都让人看不了比赛了。要说最激动的，那当然还是莫小莫他们3人，看着易水寒已经到第1名了，开心的当场跳起来。而慕容峰忘记了，现在他正在独木桥上呢。本来看着直播过桥就已经非常不专心了，现在居然还敢在独木桥上跳，这一跳直接就滑到河里，当场淘汰。这样的画面，导播当然没有放过。这一前一后的对比，让直播间的玩家们更加难受了。哇，这是什么废物队友？双手插兜大佬在前面一路过关斩将，历尽艰辛的来到第1名，再看看这几名队友，我的妈呀，没有人干扰都能自己从独木桥上掉下去，我把我家的狗牵过来都比他优秀，凭什么有双手插兜大佬带？你这个千只狗都比他优秀，看得我属实是破防了，我好酸啊，极度使我面目全非。2000万的经验啊，这可是2000万的经验，就给了这么一个废物啊，感觉比杀了我都难受。你们快不要说了，你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难受，什么时候我能遇到一个双手插兜这样的大佬啊？第110章高空秀操作，现在也还只是暂时的第1名，只能让易水寒稍微松一口气，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绝对不能放松。易水寒一点也没有停留，看着面前的这根钢绳，易水寒深深的呼了口气。只见这根钢绳穿梭于云层之间，穿梭于1000多米的高空，往下一看都觉得眼晕。
随后易水寒踏上钢绳，感受了一下是否可以在钢绳上站稳，因为易水寒以前也没有凌波微步这个技巧，不清楚能不能在钢绳上如履平地。易水寒刚走上钢绳，因为重心的原因晃了一下，差一点掉下去，把那些在直播间观看易水寒操作的玩家吓了一跳。这要是刚到第1名，然后就从钢绳上掉下去了，这笑话就闹大了。易水寒也是刚上去忘记了控制重心，走了2步，熟悉了凌波微步如何在钢绳上控制重心之后，易水寒这才缓缓地在钢绳上往前走。就在易水寒熟悉重心的时候，排在第2名的玩家也爬到了山顶，在看到易水寒还没有走远，在自己的技能攻击范围之内，伸手向前，一个低阶锋刃发射出去。易水寒是没怎么注意后方的，因为现在的比赛是竞速比赛，这么远的距离也就只有远程职业可以打到。科技侧的职业目前阶段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可能和修仙体系和魔法斗气体系比，所以易水寒下意识中就没有考虑过科技侧的职业。修仙体系的灵修攻击距离没有这么远，法师倒是可以打这么远，但法师身体素质差，易水寒也潜意识中忽略了，忘了还有风法师这个职业。一记低级锋刃打中易水寒的后背，把易水寒打了一个踉跄，整个身体向前扑去。排在第2名的风法师看到易水寒整个人扑向前方，露出得意的笑容。不要得意的太早，没到最后不能有半点懈怠。算了，这一次就当我好心给你上一课了，江湖险恶，人心难测。说着给自己施加风翼状态，风翼可以滑翔，可以减轻自身重量，现在走这个钢绳也可以帮忙保持重心。番茄看着易水寒被偷袭，立刻开口说道：我们都看到了，就在双手插兜适应走钢绳的时候，排在第2名的逢场作戏已经追上来了。逢场作戏是一名风法师，这点距离应该在他的技能攻击范围之内，他会偷袭双手插兜吗？番茄说完，茉莉紧接着开口：逢场作戏释放了一个锋刃，双手插兜可以躲开吗？糟了呀，双手插兜好像并没有意识到，糟了，被打中了，这样子是要被打下去了。反观逢场作戏那边，他释放了风翼这个技能，在钢绳上飞快地跑起来，超过去了。易水寒在发现自己再向下落，也没有太过着急，还有心思反思一下自己的失误，不应该这么大意。随后在感觉距离差不多的时候，易水寒伸手使用蛛丝发射器，让蛛丝缠住钢绳。易水寒借助着这下落的重力和本身的速度，快速地向前方荡过去。在荡到高度差不多的时候，易水寒再一次使用蛛丝发射器缠住钢绳，把另一根蛛丝断掉。随后快速地收回刚射出的这根蛛丝，易水寒整个人就像一根离弦的箭，飞速地朝着逢场作戏飞射过去。双手插兜并没有掉下去，而是用了他的那件特殊装备。快看，他飞速地朝着逢场作戏飞过去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呢？逢场作戏注意到了吗？逢场作戏还在往前跑，并没发现双手插兜已经朝着他飞过来了。双手插兜一脚将他踢在空中。番茄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反转，解说时大声的嘶喊。易水寒一脚将逢场作戏踹飞的同时，双手抓住钢绳，不让自己飞出去，就像是体操运动员一下，抓着钢绳转了2圈之后，在到达钢绳上方的时候，松手飞向空中，在空中空翻了2圈之后，稳稳地落在钢绳之上。在逢场作戏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易水寒使用浮空凌云脚，又是一脚将逢场作戏踢到空中。紧接着，易水寒跳到空中，对着逢场作戏连踢12脚。踢完之后，逢场作戏落向下方，易水寒落到钢绳之上，在钢绳上向前一个翻滚，起身之后快速向前方冲过去。易水寒不知道这样的画面到底对直播间的玩家造成多么大的震撼。在1000多米的高空，走在钢绳上，居然还能上演这么激烈的打斗。两人在云雾缭绕之中，脚下是1指粗的钢绳，下方是翠绿色的山涧。易水寒浮空凌云脚的画面，让观看比赛直播的观众牢牢地刻在脑海中，久久消散不去。这样的画面简直美如画，并且这已经不是美不美的问题了。易水寒这超高的心理素质，让大家也非常钦佩。在这么高的高空，光是看一眼就让很多玩家受不了了，更别提在这上面战斗。对于易水寒而言，就好像这不是在钢绳之上，而是在平地上。莫小莫看着易水寒的操作，小嘴微微张开，眼睛睁大，似乎有小星星在闪烁。哇，没这也太帅了！而这也不是莫小莫一个人的感慨。茉莉看到易水寒的操作，结巴的都要说不出话了，面带粉红，眼中尽是对于易水寒的崇拜。越是弱鸡的玩家，对于易水寒也就越发的崇拜。逢场作戏的风之翼都被易水寒打散了，在空中急忙释放风之翼，稳住身体之后，吃了一粒恢复法力值的药品，释放强风领域，让自己向上方飞去。逢场作戏再次飞到钢绳上时，易水寒已经跑出去很远了，想要再打回来已经不可能，只好赶紧追赶。易水寒用了1分多钟，跑到对面的山顶，看着下面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池，易水寒倒吸了一口凉气。从1000米的高空跳到水池中，还真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易水寒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不过都将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也不能多犹豫，多想多错，就该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这就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可信度非常高。第111章，显得第一。易水寒不再多想，纵身向下一跃。在山顶的时候，因为距离太远还没有发现，在落到一半的时候，易水寒就发现自己跳偏了，就这样落下去，肯定要跳到水池外面。糟糕了，双手叉都跳偏了啊！按照这样的轨迹落下去，肯定要掉到水池外面。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大家从山顶上往下看，这个水池才一个拳头这么大，从山顶上往下看，你在山顶上可能就只是歪了一点，但这可是1000多米啊，只要稍微歪一点，到下面就会歪很多。番茄说话时，语气中满满的都是可惜，似乎已经认定易水寒要被淘汰出局了。易水寒急中生智，在空中一个踢腿，让整个人在空中旋转起来，下落的轨迹也被改变，朝着水池那边落去。易水寒在空中高速旋转，人都被转晕了，也看不清自己到底能不能落到水池中，只能是尽力改变现在落到外面的这个局面。哦，我看到了什么？双手叉都在空中踢出一脚，让自己在高空中快速旋转，整个人居然朝着水池那边落下去了，真是没想到，居然还可以这样。双手插兜的极致实在是让人佩服，这份临危不乱气魄实在是让人感觉钦佩啊，真是一位值得钦佩的选手啊！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局面居然也可以扳回来。双手插兜大佬666，这样也可以，长见识了。双手插兜大佬牛皮，走钢绳和这个跳水池，我往下看一眼都晕。双手插兜大佬总能化险为夷，没说的，我真是服了。这样你都能活下来，我是真的服气，以后我就是双手插兜大佬的粉丝了。不要跟我说双手插都不要脸。易水寒掉到水池里的时候，脑子还是猛的。这冰凉的池水倒是让易水寒清醒了一点，快速爬上岸。易水寒站在池水边上，感觉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稍微缓了一下，情况才好了许多。在稍微好了一点之后，认清终点的方向，快速的朝着终点跑去。同一时间，逢场作戏也已经来到水池上方的山顶，看着下面正在拼命往终点跑的易水寒，露出一抹微笑。还没到终点，谁是第一名可不一定。说完，从山顶纵身一跃，朝着终点方向滑翔。易水寒即便是拥有力大飞砖这个被动，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比起逢场作戏在空中滑翔，速度还是要慢上一些。易水寒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头顶上还有一名竞争对手，只以为对方已经被自己踹到山下，已经被淘汰了。易水寒看到终点近在眼前，忽然头顶一个黑影出现。易水寒抬头一看，就发现逢场作戏在自己头顶，并且也已经飞到自己前面了。按照这样的速度，肯定得不到第一名。易水寒当即发动野蛮冲撞，以3倍的速度向前方冲去，而这样也只不过是稍微缓解一下劣势，并不能改变什么。糟了呀，双手叉都在沙漠中跑，速度本来就没有平地上速度快，逢场作戏在空中滑翔，速度占据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可惜了，双手叉都的表现已经非常优秀了，可是最终还是技差一筹啊。番茄话刚说完，易水寒纵身一跃，使用蛛丝发射器捆绑住空中的逢场作戏。易水寒落地之后，拉着蛛丝不让逢场作戏再继续往前飞。这样的画面让大家看了感觉很滑稽，因为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像放风筝的画面了，而逢场作戏就是空中的风筝。易水寒将逢场作戏往下一拉，立刻从天空中落下来。易水寒抓住这个机会，快速的往终点跑过去。本来距离终点就不远了，100米的高空完全足够逢场作戏滑翔到终点，现在被易水寒这么一拉，从高空落下来，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释放风翼继续滑翔，已经距离地面只有20几米了，这点高度根本就不足以让他滑翔到终点。如果通过强风领域和风翼的配合往上方飞，易水寒已经快要到终点了，根本就来不及，只能是暗自咬牙，放弃了飞到空中然后再滑翔到终点的这个想法。强风领域极其耗法力值，而恢复法力值的药品又有些贵，明知道得不了第一，还浪费药品，没这个必要。易水寒顺利的第一个冲到终点，过了30几秒之后，逢场作戏才来到终点。他这样的速度让易水寒看了直摇头，也就是风法师拥有风翼这个技能，要不然绝对不可能把自己逼到这种程度。抵达终点，易水寒不去想其他人多么震惊，只想快点比赛结束，然后得到自己应得的2000万经验。这局比赛易水寒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结束，最终抵达终点的玩家也没有凑够50名，实在是往池水里跳实在是太难了。钢绳可以双手吊着慢慢过去，可能速度会慢一点，但这里只要不恐高，没有人使坏攻击也不会掉下去。往池水里跳，只要没跳好就会淘汰出局。因为易水寒得到比赛第一名，被解说台那边请了过去。易水寒其实是很不想去的，无奈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采访完之后比赛奖励才会给过来。易水寒来到解说台，茉莉立刻凑过来，满眼小星星的看着易水寒。双手插兜大佬，刚才你的发挥非常出色，
你怎么看你这场比赛的表现呢？还行吧。易水寒一副非常敷衍的样子，让茉莉呆了一下。没想到易水寒居然这样回答，搞得他有点措手不及，尴尬的笑了一下，然后接着问道：不要紧张，你这个回答也太谦虚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入场的时候你排在最后面，比赛完却是第1名，真的非常优秀。如果给这局比赛打分的话，你打多少分？没发挥好，及格吧。易水寒这话说完，弹幕上直接炸裂了。你们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卧槽，这个逼装的我给满分。你们快看茉莉小姐姐，哈哈，笑死我了，双手插兜，你可做个人吧，你都把茉莉小姐姐给整不会了。你都得了第1了，你管这个叫及格？快拦住我，我快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好想要打死双手插兜啊！你们一定要拦住我呀，我打不过双手插兜大佬，手动滑稽。第112章魔鬼采访对象。茉莉现在可谓是十分的尴尬，采访易水寒，结果易水寒一点也不配合，要不就不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噎的话没有办法往下说。哈哈，我们的双手插兜大佬看起来有点高冷啊。易水寒适时的斜看了茉莉一眼，然后问道：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就快点结束吧。听到易水寒居然也可以说这么长的话，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种高冷，气得银牙轻咬，紧紧攥住拳头，心中默默想着：臭男人，你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如果搞定不了你，我就不叫茉莉，从此改名百合。这一局比赛在纲省那一段你表现得非常出色，你怎么看呢？哦，回头我坐着看回放。易水寒说完，气得茉莉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直播间的玩家们则是乐坏了，即便是平时不发弹幕的都忍不住互动起来。回头坐着看回放真是太秀了。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好像也没问题，就是苦了茉莉小姐姐，这是什么魔鬼采访对象？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折磨，心疼茉莉小姐姐1秒钟，可是我真的好像笑啊，双手插兜，你这个魔鬼，我只能说干得漂亮。茉莉这时已经感觉有些崩溃了，赶紧客套的说了几句，迅速的结束了这次的采访。茉莉感觉自己真是丢人丢大了，殊不知这一次的采访直接让她人气暴涨，因为易水寒的整活儿，这次采访的视频直接被顶到了游戏论坛的第1热度。采访结束，经验值给过来之后，易水寒直接给到自己的游戏本体，让游戏本体升到20级。易水寒急忙把意识切换到游戏本体这边，操控着正在主世界位面赶路的游戏本体，让游戏本体停下赶路，同时也让第1分身停下赶路，守在本体身边，防止其他人过来打扰，让游戏本体使用1000万化身技能。就在易水寒使用千变万化的时候，刘星远带着一些人正在拥有空间胶囊科技的小世界做任务，而发布给他们任务的正是上一次慕容雪领取任务救出来的那名研究员 NPC。 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刘星远手下的一名小弟在据点内打死了一名平民，被抓到监狱里，在监狱里见到了这名被关押起来的研究员 NPC， 通过和 NPC 的聊天，触发了救这名 NPC 从监狱里逃出去的任务，而任务的奖励则是一枚稳定的基因结晶。看到稳定基因结晶的属性之后，当即选择了联系刘星远。刘星远虽然为人处事喜欢欺负人，但对于跟随自己的这些人还是不错的，知道这些人跟着自己就是图自己的钱，虽然有时候动辄打骂，在金钱上很不吝啬，小弟做得好了，刘星远奖励起来也从不手软，所以心中对于刘星远还是非常幸福的。刘少，有好消息告诉你啊！这边话刚说完，刘星远的声音立刻就传了过来。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烦，最好你现在真的有什么好事告诉我。真的是好事情啊！我触发了一个任务，任务奖励你一定非常感兴趣，要不是我完成不了，我肯定也不会告诉你。说完之后，当即就把稳定基因结晶的属性发给刘星远。稳定的基因结晶是这名 NPC 在看完易水寒的变异之后，想通了许多自己之前没想通的事，回到据点之内偷偷做出来的，还没有找人实验过。在做完这个基因结晶之后，据点知道他把自己的同僚都给当作实验体，全部都给做了实验，情况特别恶劣，据点内的管理就把他先关到监狱里，准备进一步讨论该如何处理他。稳定的基因结晶大大的减少了痛苦，并且可以让玩家抽取一个体质，这样的物品属性发过来，刘星远当即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样的物品极其稀有，市面上根本就没见到过，这样的好东西刘星远当然想要搞到手。当即刘星远联系自己的小弟，所有人都注意了，都去之前我们打暗金蜘蛛的那个小世界，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下，先帮我做完这个任务，任务完成之后，所有人3000联盟币。3000联盟币可不算是小数目了，可以购买的营养液足够大家在游戏中玩上1个月。刘星远按照任务的指示，召集一群小弟，想要帮助这名 NPC 从监狱里逃出来。只有手中的这几十名玩家，刘星远感觉有些不保险，又找来其他的散人玩家来帮忙。这一次，刘星远直接召集了300多名玩家，这些玩家全部都13级往上，在普通玩家中都算是高玩了。而聚集了这么多人，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由此可见刘星远对于这个任务的看重。都听好了，
我刘心远人虽然混蛋了一点，这一点我知道，但我对自己人从来都不错。这次任务只要完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到我这里领3000联盟币，不要害怕死。被 NPC 挂掉的玩家，我会给你们补偿，到时候把被挂掉的记录发给我，我给你们补偿。刘心远说着，顿了一下，发现大家都在听自己说话，并没有分神之后，满意的点了一下头，接着继续说道：待会儿一部分我让胖子带着你们藏起来，一定要藏到监狱旁边，他就是胖子，到时候他叫到你们，你们跟着他走就行了。我接着说内开门要干什么，待会儿我们要去劫狱，你们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拦住据点的援兵，帮我们挡住30分钟，不要怕挂，一定要帮我挡住。同时我还需要几人帮我一起去闯监狱，谁比较猛，等会儿跟着我走，我只要50人。刘心远安排之后，便带着50人离开，胖子则安排这些人藏到监狱周边。远程玩家藏到监狱周围的楼里，近战玩家就在边上围墙或者周围楼的1楼藏着，只要刘心远那边一发信号，这些人就会冲出去阻挡 NPC 援兵。第113章，得意的刘心远。刘心远带着几人走向监狱，看守监狱的 NPC 走向刘心远，伸手拦住他说道：监狱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快点离开，要不然我们将会武力驱逐。刘心远听到这名 NPC 士兵的话后，轻蔑地笑了一声：武力驱逐，行了，动手吧。刘心远话刚说完，看守监狱的2名 NPC 还没来得及动手，刘心远身后的小弟就冲上来将2名 NPC 控制住，随后身后的几名玩家立刻集火这2名 NPC。这2名看守监狱的 NPC 也不过是2阶人类，人类本就血薄，被几人集火都没用第2轮技能，直接被打死。以有心算无心，这个世界的 NPC 最强的也不过就是4阶 NPC， 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跟异兽对抗，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发达的科技。而如今这些玩家直接在据点内暴动，大型杀伤武器不能动用，处理起这些玩家非常困难。玩家们的手段千奇百怪，普通士兵应付不了，监狱门口的玩家只需要拖住 NPC 30分钟，这30分钟完全足够刘心远带着任务 NPC 离开。刘心远这伙人闯进监狱非常轻松，因为很多年都已经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了，所以监狱的看守力量并不算强。刘心远先找到给自己报信的小弟，然后大肆夸奖了一番，并且当着大家的面说道：干得不错，我刘心远有功必赏，等会儿任务结束之后，从我这里领15万联盟币，不要嫌少，最近我手头也紧，只能先给你这些了，以后我手头富裕了再给你补点儿。没，15万就已经很多了。这名小弟说着，看向刘心远的眼神愈发的坚定，其他那些人也愈发的火热。随后刘心远让这名小弟和任务 NPC 交涉，随后对着身后的一名玩家说道：行了，你快点用传送技能，你这个技能真是麻烦，读条的20分钟，要是时间短点也不用找这么多人。行了，其他人戒备，不要让人打扰到他。刘心远这边很顺利，监狱门口的玩家们因为金钱的激励，也都是不怕死，奋力阻挡 NPC 援兵。打死这些 NPC 之后，大家发现爆装备的几率比平常要高很多，打起来更加的卖命。20几分钟之后，刘心远这几十人被顺利的传送走。刘心远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个把 NPC 救出来的任务而已，没想到拿到稳定的基因结晶之后，居然还有后续任务。我还需要一个安身之所，如果你们帮助我找到一个实验室，让我可以继续试验，我可以制作出完美基因结晶，到时候我可以让你们先使用。完美基因结晶，这个稳定基因结晶就已经这么强了，完美基因结晶岂不是更加强？这个任务接了，不管如何，我们一定要得到完美基因结晶。天天说我不务正业，这一次我拿出来完美基因结晶，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零花钱一定要给我恢复了。刘心远说着，越说脸上的笑容越狰狞，让手下的那些人看着非常害怕。没再多想，刘心远当即接下这个任务。研究员 NPC 记得几处实验室的位置，把这几处位置都告诉了刘心远。刘心远一看，居然还有现成的，当即就派遣自己的小弟去找这些实验室。刘心远在据点内的大闹，让慕容雪收到了消息。因为这个小世界的科技非常发达，对于慕容雪这个机械师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很多科技技能可以学习。知道这边出事了，主世界的任务也不做了，当即就传送到这个小世界。刚传送到据点，就发现整个据点都戒严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据点的守卫士兵。慕容雪走到街上，看到迎面走来的士兵 NPC， 开口问道：这么大的动静，什么事情了？慕容雪还以为这是平常时期呢，完全不知道，因为之前玩家们在据点内大闹，据点内已经进入1级戒备，任何出现在据点内的玩家都会被控制起来。这些士兵 NPC 自然不会回答慕容雪的问题，当即就要把慕容雪铐起来。慕容雪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没想着反抗，任凭这些 NPC 把他带到监狱。来到据点的监狱，慕容雪看到大量的玩家都被关起来了，随后便找到一名玩家问道：这里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些 NPC 要把我们抓起来？慕容雪本就长得好看，这么娇滴滴的问其他男性玩家，谁能受得了这个？当即就把自己等人帮助刘心远劫狱的事情说出来，
慕容雪听完这些玩家的话，笑着感谢了一声。这几名玩家瞬间感觉骨头都酥了。慕容雪走后，这几名玩家看着慕容雪的背影，小声说道：“我滴个乖乖，这脸这身材，这也太霸道了吧！我要是能娶到这样的老婆，少活几年我也愿意。”慕容雪从这些玩家的口中掏出来消息之后，还是没有太明白刘心远为什么要劫狱，除非监狱里有什么比较重要的 NPC。刘心远这小子虽然比较混了一点，一向是无利不起早，肯定是有什么东西让他动心了。这个小世界什么能让他动心呢？慕容雪想着，然后就想到了自己的空间胶囊技术，随后便想到自己的空间胶囊技术是从据点官方 NPC 那里学到的，这些人跟 NPC 对着干，明显不可能当即排除掉。到底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劫狱呢？随后，慕容雪忽然想到易水寒获得体质的那个神秘的基因结晶，眼睛一亮。难道是因为那个神秘的基因结晶？不对啊，那东西的介绍上可是写着有可能脑死亡的。易水寒那家伙当时那么痛苦，他们能看上这种东西？忽然，慕容雪眼睛一亮，想到一种可能，那名研究员 NPC 可能改良了神秘的基因结晶，非常有这种可能。第114章，准备阻止刘心远。想到这里，慕容雪立刻联系顾倾城，并且把自己的猜想全部都告诉顾倾城。慕容雪想了一下，把这个消息告诉易水寒，随后急忙召集战队人员，让这些人都去寻找刘心远那些人。当初孙天狼可是顾氏战队的主队队员，刘氏集团在游戏开服前挖墙脚的行为，可以说是跟顾氏战队彻底撕破了脸。如果可以从刘氏集团那边找回来一点场子，慕容雪是非常愿意的。更何况这一次极有可能是改善过，可以更加安全获得体质的消耗品。易水寒忽然接收到消息，发现是慕容雪发来的，还以为他又有什么事情要麻烦自己，暗自叹了一口气。哎，女儿啊，真是麻烦，我这刚帮你们带完孩子，你还要我干嘛？你这个大奶妞真是磨人啊！易水寒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点开慕容雪的聊天界面，看到慕容雪发来的消息，易水寒表情凝重起来。现在这些玩家们还不知道，易水寒可是很清楚的，上一世就没有拥有空间技术的小世界。易水寒想了一下，上一次杀死的雷霆蛮熊就已经非常强了，那个 BOSS 就是那个研究员 NPC 造出来的，之前就能造出这样的变异兽，之后继续研究下去，还真不一定能搞出来什么样的变异兽。忽然，易水寒想起来了，变异猪母的那个世界就是拥有空间技术的小世界，而那个世界最强的 BOSS 是一条5阶的巨蟒，那条巨蟒是火属性的变异兽。孙天狼拥有的体质是 S 品质的烈焰圣体，而前几天的比赛中，孙天狼并没有体质，这么一联想起来，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孙天狼的体质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小世界得到的，而那个 NPC 极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小世界毁灭的祸根。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易水寒觉得应该去那个小世界转一圈，尽量阻止这个小世界被毁掉。具体能不能阻止，易水寒也不知道，这个 NPC 都已经被刘心远他们就走了，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在等了7分钟之后，易水寒把第3具分身做出来之后，让给分身装备上几件白板装备，让第3分身去挂机，让第1分身继续在主世界往南边赶路。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本来准备等会儿带莫小莫他们去须弥界求生，现在看来可能顾不上去打须弥界求生了。易水寒回到自己的小世界，想了一下，放弃了把水清柔一起带着去那个小世界的想法。弟子在其他小世界死亡，有一定几率掉资质，资质越高，可能性越大。易水寒先跟莫小莫他们几个说明了一下情况，今天可能打不了须弥界求生，有其他事情要忙。易水寒看了一下目前的状态，第2分身和第3分身都在挂机刷经验，把身上的药品补充完之后，从传送阵选择拥有空间科技的小世界。易水寒出现的位置还是之前打死雷霆蛮熊后离开的位置，随后急忙联系慕容雪，想要知道他那边有没有找到刘心远那伙人。这一次因为事情紧急，易水寒选择跟慕容雪视频对话。易水寒刚把视频电话打过去，慕容雪几乎是秒接，慕容雪那精致的脸和夸张的胸脯出现在视频中。易水寒暗自咽了一口口水，开口问道：情况怎么样了？找到刘心远那一伙人了吗？还没有找到，你那么关心干什么？不像是你的性格啊。听到慕容雪这样说，易水寒心中紧张的一突，非常害怕慕容雪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一些什么，有些东西真到要解释起来根本就解释不清，也没有办法解释，急忙思考该怎么回答。也没有多么关心，只是看刘心远不爽，刘氏集团不是挖了我们职业战队的主力队员吗？我也算是顾氏战队一份子，能坏刘氏集团的好事，我肯定愿意来。行了行了，你解释什么？该不会是之前你得到体质遭受了那么大的痛苦，结果猜测可能还有改良的基因结晶，心里不平衡吧？慕容雪一边说着，想起了易水寒疼的都尿了，捂嘴娇笑起来。易水寒一听就知道慕容雪什么意思，虽然心中对于这样的事情不太在意，但为了接下来减少点麻烦，还是要拼一波演技。易水寒装作黑着脸的样子，不再说话，
一副被气到的样子。行了，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有其他人找我先挂了。挂掉视频通话之后，易水寒决定先去据点那边。易水寒现在的赶路速度还是有点慢，要是在外面找刘星远他们，结果发现找错了方向，再反过头去找刘星远就会很慢了，还不如去找慕容雪。慕容雪有改装车。易水寒往据点那边赶路用掉半个多小时，问清慕容雪在哪里之后，找到慕容雪。见到慕容雪的时候，发现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都在，两人现在都在据点外面蹲在一个小火堆的旁边，烤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倒是闻起来挺香。两位美女，今天怎么了？这是不在据点内待着，怎么有闲情雅致在野外烧烤啊？顾倾城听到易水寒的声音后，迅速的抬头看向易水寒，看到易水寒这贱兮兮的模样，抿了抿嘴，有些开心，随后紧接着把头低下去，继续烤着手中的肉，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的异样。慕容雪回过头看向易水寒，白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傻？我都跟你说过了，据点内现在是1级戒备状态，所有出现的玩家都会被据点内的 NPC 控制起来，不在据点外待着，难道去据点内蹲大牢吗？易水寒发觉自己问了一个傻问题，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行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在哪不是待，只要有2名美女在哪都是天堂。慕容雪听到易水寒这不要脸的拍马屁，一点也不走心，但不可避免的是，听完这些话就是开心。第115章，找到头绪。易水寒走到两人身边，蹲到火堆旁，从慕容雪的手中抢过来他正在烤的烤肉，也不管有没有烤好，抢过来就往嘴里塞，一边吃着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现在还没有找到刘星远那一伙人吗？慕容雪看着易水寒吃着自己的烤串，没好气地说道：还没有，这么着急干什么？易水寒听到还没有刘星远他们的消息，心中暗自思索，刘星远他们并不是首要目标，主要的是那名研究员 NPC， 易水寒就是从上一次 M127 实验室那边过来的，那边并没有发现刘星远那些人的身影，并且那个实验室已经被摧毁，可以被排除掉。那名研究员 NPC 要是出来，他要干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肯定是要继续做实验。根据上一次 M127 实验室的位置，这些实验室的距离应该距离据点都不会很远，要不然野外变异兽横行，不能保证可以供应上物资，那就证明这些实验室肯定不可能距离据点太远。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些实验室都在 M127 那个实验室大概的距离。想通之后，易水寒立刻拉着慕容雪站起来。慕容雪有些不明所以，不知道易水寒为什么要抓着自己的手腕。顾倾城则皱着眉头看着易水寒的手，具体来说是看着易水寒抓着慕容雪手腕的那只手。易水寒一回头看到顾倾城的目光，急忙松开慕容雪，有些尴尬的开口说道：嗨，慕容雪，我想我可能知道该怎么找刘星远他们了。你的那辆越野车呢？咱们飞到天上，不要飞太高，也不要飞太远，大概就是上次 M127 实验室那个距离，咱们绕着据点转一圈，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肯定可以找到刘星远他们。易水寒这样一说，慕容雪想了一下，觉得非常有可能找到刘星远他们，可以找到的几率在40%以上。慕容雪越分析越觉得可行，眼睛越来越亮，伸手从背包中掏出来一枚空间胶囊，往地上随手一扔，一辆霸道狂野的越野车出现在面前。慕容雪打开主驾驶位的车门，挥手说道：行了，既然已经知道该怎么找刘星远他们了，那咱们就快点吧。易水寒打开副驾驶位就想坐上去，忽然感觉背后有些不对劲，一回头就看到顾倾城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易水寒急忙顺势做出绅士请女士上车的动作。美丽的顾倾城女士，请上车。慕容雪看到易水寒这一副狗腿模样，哈哈大笑。等到顾倾城上车之后，易水寒急忙打开后车门，钻入车中。站稳扶好，我们出发了，芜湖，起飞。就在易水寒和慕容雪几人找刘星远他们的时候，刘星远已经带着自己的小弟们攻打下来一座实验室。刘星远很早之前就想要收买一位自己家族刘氏战队主力的一名职业选手了，而他的目标则是刚来到刘氏战队的孙天狼。孙天狼刚到刘氏战队，不像是其他那些队员都是家族培养的队员，比较听家族的话，而现在家族内对于自己比较不待见，连零花钱都给断了，其他那些职业队员也不敢公然与自己走得太近。孙天狼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他只需要让自己实力变强就行，实力够强就能在战队内站稳。刘星远想明白这些之后，当场联系孙天狼，并且把稳定基因结晶的属性发给孙天狼。刘星远不知道孙天狼会不会回复自己，心中有点忐忑。孙天狼正在主世界位面做帮派积分任务，想要得到帮派的功法，忽然发现私聊界面有人私聊自己，有些心烦。做个任务也不让人安心，真是的，烦死了。暗骂了一句，看到居然是刘氏集团内的败家子刘星远，心中当下就更加心烦了。怎么是这个刘星远？一个整天不干正事的花花公子，联系我干嘛？心中虽然很不耐烦，但也清楚刘星远不管怎么说也是刘氏集团的嫡系子弟，不管怎么说也不应该得罪。把这样整天不干正事的花花公子得罪了，
以后就算没什么事，肯定也会让人十分心烦。有些无奈地点开刘心远的聊天界面，看到稳定基因结晶之后，整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可以抽到体质的道具，瞬间心动起来，当即和刘心远视频通话。视频通话接通之后，孙天狼想要从刘心远的手中得到稳定基因结晶，刘心远想要拉拢孙天狼，两人当即一拍即合。刘少，有什么指示啊？天狼大哥说笑了，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这不是小弟身边没有高手坐镇，身边这些人对付一些普通玩家还行，遇到高手就没有办法了。我也没其他的意思，就是想要跟老哥结个善缘，以后我惹到对付不了的敌人，希望老哥可以帮忙出头。老哥你放心，对于那些咱对付不了，也不会强行要求你什么，能对付的你帮我对付一下就好。刘心远说的非常真诚，孙天狼听了一下，就是想要找个高手坐镇，平时也不用管他，惹到高手的时候自己才会出手，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并且刘心远也是刘氏集团的人，若是刘氏集团的嫡系在外面被欺负，刘氏集团的脸面也不会好看，对于自己来说，还可以在战队内更好的站稳主力的位置。想明白之后，当即回复道：刘少说笑了，谁敢不长眼的骑到咱们刘少的头上？你放心，如果有用得到的地方，那肯定是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好说，老哥够意思。说着，刘心远让孙天狼来找自己，并且还把自己的位置坐标发过去。孙天狼得到刘心远的位置坐标之后，也不做帮派积分任务了，立刻赶过去。孙天狼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小世界，随机出现在这个小世界，运气非常的不错，出现的位置距离刘心远只有6公里的距离。第116章痛苦的孙天狼。孙天狼只用了10几分钟，就来到刘心远所在的那个实验室。来到实验室门口，孙天狼想要直接冲进去，旁边看守实验室的玩家拦住他说道：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不让进，识相一点的快点离开，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孙天狼有些无语，合着刘心远那边都没跟手下这些人交代。虽然心中十分着急，为了给刘心远留下一个好印象，还是平复下心情后，跟看守在实验室门口的玩家说道：我是你们刘少叫来的，快点放我进去吧，我是刘氏战队主队的孙天狼，认识吗？看守门口的玩家看了2眼孙天狼，然后摇头道：不认识，职业玩家那么多，我怎么可能都知道？你又不是顾氏战队的慕容雪，慕容雪辨识度高，男职业玩家我不认识，算了吧，我还是问一下刘少吧。看守实验室的玩家这样说完，孙天狼感觉自己都快要被气吐血了。他可是职业玩家，平常遇到其他那些玩家，那通常都是被众星拱月对待的，哪像在这里居然还被嘲讽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刘少，门口有一个人说是刘氏战队的孙天狼，想要进去，我给拦下了，要放他进去吗？刘心远正一脸好奇地看着研究员 NPC 操作着实验室内的这些高科技仪器，忽然接到小弟的通话，急忙让他把孙天狼放进来。刘心远挂断电话之后，得意地笑了一下。既然邀请了孙天狼过来，自然知道应该让门口放行，但为了测试一下孙天狼的诚意，最终还是决定看一下他的态度。要是孙天狼表现得目中无人，那就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孙天狼值不值得拉拢。好在现在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开心地哼起小调。看到对方放行，孙天狼便迫不及待地冲进实验室。两人一见面便是一阵的嘘寒问暖，两人互相说了一会儿话，刘心远就是不提稳定基因结晶的事情。两人都知道现在就是在考验耐心，只要谁先开口了，那谁在接下来谈条件时就会占据下风。刘心远就这样一直顾左右而言其他，让孙天狼有些难受，又说了一会儿话，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只好先开口问道：刘少，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谈一下吧，那个稳定基因结晶你看可不可以？孙天狼自己也是要脸面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刘心远忽然一拍脑门，然后笑道：哎呀，你说说我，刚才光顾着聊天了，居然把正事给忘了，实在是一看到天狼大哥，我就感觉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像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行了，既然说到稳定基因结晶，咱们都是爽快人，我就直话直说了，只要以后我有困难找你帮忙，你能帮的时候一定要帮我，咱们金口玉言，丑话我先说到前面，你先想好，我这个人比较直也比较混，你说出来的话我可就当真了，要是到时候你说话不算话，到时候你就别怪兄弟我给你找事了。孙天狼听着刘心远的话直搓牙花子，虽然知道这个刘心远有点不好接触，没想到居然这么难搞。这个稳定基因结晶让孙天狼太心动了，也不过就是在刘心远惹了对付不了的对手时帮他一下，自己这都已经是打职业的职业队员了，没必要怂什么，撑死也是打职业的玩家。想明白之后便不再犹豫，只要实力变强了，谁都能打过，也不用怂什么，先提升实力最重要。乔刘少说的，只要是我办得了的，刀山火海，义不容辞。哈哈，好，我就喜欢天狼大哥这样好说话的人。说着，刘心远便把稳定基因结晶从背包中掏出来，交给孙天狼。孙天狼看到这个稳定基因结晶之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其实也不怪孙天狼激动，
实在是因为孙天狼开局抽到的是一个天赋 SS 品质的天赋，效果是使获得的体质效果增强一个品级，并且使体质的加成属性增强 50%。之前孙天狼一直在苦恼没有体质，现在终于有机会获得体质，自然心情激动。看到稳定基因结晶的介绍中说道，吃下后会非常痛苦，会突破玩家设置的体感上限。孙天狼想了一下，也没有多犹豫，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不过是吃点痛苦而已，稍微忍耐一下就过去了。眼睛一闭，直接把稳定基因结晶吞服下去。孙天狼刚把稳定基因结晶吞服下去，便感觉像是开水从自己的喉咙咽下去，当即就忍不住的捂住自己喉咙。啊，好疼！孙天狼显然是低估了吃掉稳定基因结晶之后的痛苦程度，没想到会这么疼，要是真知道这么痛苦，他还真要在心里犹豫一下。随后孙天狼便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痛苦的躺在地上打滚，让一旁观看的刘星远直冒冷汗。这该不会搞出人命吧？放心吧，这是改进过的基因结晶，不会出人命的，只不过是要遭受一点小痛苦而已，相比于获得的强大力量，这些都只是小代价了。这也是多亏了上一次的那个实验体，那个实验体的意志是真的强，那些普通的变异兽都承受不了那么暴躁的基因改造，我实验了上百次的实验，人类基本上全都是失败，变异兽也就一头熊扛了过来。可惜变异兽跟人的区别有点大，不具备太高的参考价值。上次的那个实验体让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我改进了一下。听到这名研究员 NPC 这样说，刘星远倒是放心多了，好不容易拉来的高手，这要是挂了就可惜了。同时刘星远看着孙天狼在地上痛苦的大喊大叫，满地翻滚，暗自给自己捏了一把汗。没想到居然这么痛苦，幸好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指望自己能成为高手，要不然我要是这样，我还是使用我的超能力吧。第117章怒焰圣体。孙天狼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疼痛，这样的疼痛一直承受了25分钟，整个人都被疼得虚脱了。而这样的疼痛跟易水寒当初承受的疼痛比起来，其实还要差上不少。单就疼痛感而言，易水寒承受的痛苦最起码也比孙天狼承受的痛苦强上1倍。孙天狼不管如何的疼痛，他意识都是清醒的，易水寒则不同，得拼命的保持自己的清醒，就害怕一不留神昏过去，昏过去就有可能脑死亡。孙天狼是恨不得昏过去，昏过去就感受不到痛苦了，可惜他承受的痛感根本就达不到可以让他昏过去的程度。可算是结束了，真的是太煎熬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遭过这种罪。刘星远看到孙天狼没事了，急忙上前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天狼大哥，你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了，没想到获得体质居然这么痛苦，可算是挺过来了，我差点以为我就要死了。孙天狼抓着刘星远的手从地上站起来，脸色十分苍白。孙天狼急忙看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获得体质，要是遭受这样的痛苦都没有获得体质，他感觉他现在能疯。怒焰圣体。类型体质。品质 S。 效果怒火圣体大幅度提升玩家的火系抗性，免疫 70% 火系伤害，提高对火系技能法术亲和，火系技能法术加成 100% 伤害效果，并且具备高额雷系抗性，携带体质专属技能怒焰附身。孙天狼看到是 S 品质的火系体质，心中有些开心，这个体质再加上自己的天赋，这加成完全不输那些 SSS 品质的体质，心中十分知足。孙天狼忽然想到血法师江远洲一人大战一群人，从而声名鹊起，眼热无比。当初江远洲打的那些人中就有孙天狼，孙天狼走的是敏捷系，没有什么魔法输出，现在有了烈焰圣体，心思忽然活络了起来。现在有了这个体质，单纯的走敏捷系输出，明显发挥不出这个体质的强大，必须要走魔法输出才能更加完美的发挥出这个体质的强大。现在才是游戏第一版本，职业都已经选择了，到了后面的版本还有机会改变职业，毕竟总是有些玩家有奇遇，运气好了总得给个兑现的机会，之后的转职当然也可以说是觉醒，都会有很多分支供玩家们选择。孙天狼就准备之后选择一个走敏捷和智力的职业。就在刘星远跟孙天狼聊天的时候，研究员 NPC 的实验有了进展，两人在实验室中没有感觉到外面的那些变异兽都躁动起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诱惑他们，只感觉吃掉那个东西之后会变得非常强，而这个辐射范围也特别远，几乎是整个小世界。易水寒跟着慕容雪和顾倾城三人找到3座实验室都没有刘星远的踪迹，有些心烦。刘星远到底在哪？咱们都找到3座实验室了，咱们还没有找到，好烦啊！看到慕容雪越来越没有耐心，易水寒叹了一口气。不要着急，你往好处想一下，我们既然能找到3座实验室，那就证明我们的思路没错，咱们接着找，肯定能找到。易水寒正说着话呢，就从车玻璃往外看，看到地上的变异兽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赶。易水寒看了一下，有变异鼠还有变异猫，这2种生物变异之后还仍然是天敌关系，现在居然并排跑着都没有动手的意思，十分和谐。易水寒又往远处看了一眼，发现远处也有变异兽在朝着一个方向跑过去，
心中立刻便感觉要糟。行了，我们朝着这些变异兽赶过去的方向走，应该就能找到他们了。说到这里，易水寒真是恨不得直接掐死刘心远，这个动静可不小。经过8分钟之后，易水寒他们3人来到刘心远所在的这个研究所。此时这个研究所已经被变异兽团团包围住，最内层的是黄金 BOSS。易水寒数了一下，就实验室门口的黄金 BOSS 就有8只，实验室里面到底有没有还不清楚。这里发生什么了？怎么感觉跟上次我做任务那次差不多？不对，这个样子可比上次还夸张。咱们先靠远点吧，这得多少变异兽啊？慕容雪看着下面乌压压一片的变异兽，并且这些变异兽还在持续的变多。实验室内，孙天狼感觉倒霉极了，正在跟刘心远聊着天呢。外面看守门口的玩家忽然跑进实验室，说什么有变异兽朝着这边冲过来了。孙天狼作为一名职业玩家，刚获得 S 品质的体质，正感觉自己强呢，听到有变异兽跑过来了，正想着可以试一下怒焰附体的效果。慌什么慌，不就是变异兽吗？有什么可慌的？我们出去打死就好了。那名说话的小弟咽了一口唾沫，开口说道：那个可能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来的变异兽有点多。有点多是多少？10几只吗？不清楚，数不清，乌泱泱的一片，最起码也得好几百只。不就是好几百只？什么好几百只？孙天狼睁大双眼，一脸的不可置信。变异兽也没等这边的10几号玩家，一股脑的冲过来，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条暗金 BOSS 小蛇，后面还跟着几只小型的黄金 BOSS。变异兽 BOSS 的体型大，攻击力会有加成，而体型小的变异兽攻击力可能不会有那么高的加成，但往往会有一些特殊之处。而这条暗金 BOSS 小蛇，这是具有致命的剧毒，同时速度也非常快。孙天狼发现外面有动静，往实验室通往门口的楼道看去，关闭的大门居然一下就被腐蚀出一个黑色的洞，紧跟着就从这个黑洞中窜出来一抹翠绿色。一名玩家想要上去攻击，被这条暗金 BOSS 小蛇轻易躲开，随后一口咬到脚上，当场挂掉。孙天狼急忙去看这条蛇的属性，就看清这条蛇是暗金 BOSS， 并且等阶达到了4阶，下面还没看清呢，这条小蛇就冲到孙天狼的身前，口中喷出毒液。第118章返回据点。孙天狼这时候正在看属性呢，忽然被偷袭，虽然反应已经很快了，却还是被毒液喷到。13240。孙天狼心下大惊，这伤害也太恐怖了，就一下血量直接见底，并且还进入中毒状态。孙天狼急忙观看中毒状态的效果，还没看清这个中毒状态是什么效果，果断的被挂掉了。等到孙天狼在自己的小世界复活，这才急忙观看刚才的战斗信息。中毒状态，每秒承受施法者 50% 的毒系魔法伤害，持续15秒。孙天狼看了一下自己和那条小蛇刚一碰面时承受的伤害，倒吸一口冷气，就算那13000多点伤害有技能加成的倍数，那基础伤害起码也得2000点往上。易水寒看了一下实验室那边的情况，这么多的变异兽，先不说能不能打得过，就这些变异兽站在原地让易水寒他们3人打上3天3夜也不一定能进入那个实验室。行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处理不了了，只能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反映给这个世界的本土势力，毕竟是科技测世界，看看有没有大型杀伤性武器。如果能让我们发射这个大型杀伤武器，这里这么多的变异兽都杀死，这一波就能发大财，光这些变异兽给的经验，怕不是直接能让人升到30级。易水寒这么一说，慕容雪和顾倾城2人的目光齐齐看向易水寒。顾倾城听到这样的话，随后想了一下这个游戏的机制，修仙系的玩家现在用科技测的武器根本就打不出来伤害，这样的好事根本就跟自己搭不上边，转头看向身旁的慕容雪。易水寒他们3人中，可以借助这个世界武器打出伤害来的，就只有慕容雪。只见此刻的慕容雪瞪大双眼，呼吸急促，一阵的波涛汹涌。这样的话，那还说什么？我们快点回据点。慕容雪急忙上车，通过车窗呼唤2人快点。慕容雪这一次再次使用氮气加速，不要命一样的往据点赶，让他们赶回据点是时间缩短到8分钟。慕容雪带着易水寒他们直接停到据点的中心区域，刚一落地，车门还没有打开，被据点内的警卫团团围困住。什么人？双手抱头，不要反抗，快点下车。慕容雪坐在驾驶位上，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地问向3人中唯一的一名男性：易水寒，怎么办啊？据点内好像还在戒严状态。慌什么？先下车吧，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这些人不信我们的，那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的了。你在这个世界混迹了这么久，搞清楚哪里最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武器库吗？说什么混迹了这么久，太难听了，我这叫做收集情报。行了，我们先下车吧。易水寒乖乖地打开车门，下车的同时双手抱头。行了，这些人先关起来，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有人大闹据点也就算了，外面的变异兽也有异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算了，我们先看守好这些人，别让这些人继续闹事了。听完这些人的谈话，易水寒立刻见缝插针地喊道：报告长官，我们知道外面的变异兽是什么情况，
本来已经准备离开的守卫军长官听到易水寒这样说，立刻停下脚步，回头看向易水寒：“就你说什么？你说你知道外面的变异兽是什么情况？那你说出来听听。”看押易水寒的士兵立刻压着易水寒走上前。易水寒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有一点的心虚，更何况易水寒本来就知道外面的变异兽什么情况，当即和守卫军长官对视：“我可以将那些变异兽的情况说出来，不过不是这里，我需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说话有分量的人。如果把这样的消息传出去，肯定会引起据点内的混乱，到时候的情况比现在的一级戒备还要麻烦。你们确定要我现在说出来吗？”装神弄鬼，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没有，我怎么敢威胁长官呢？我只不过是害怕长官没有想到这样的局面，帮长官多考虑了一下，这不是害怕长官犯错误吗？易水寒这话说出口，既是给了对方台阶下，又是告诉了对方这件事情的厉害之处，一语双关。守卫军长官刚才本来都被易水寒架起来了，在手下面前不能丢了面子，本来以为这次要惹麻烦了，没想到易水寒忽然给了自己台阶下，这时候哪里还不知道，赶紧顺着台阶下。哦，是这样啊，那好吧，我希望你说的话都是真的，要是到时候你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你应该知道你的下场不会好。放心，我说的消息绝对有价值，不要耽误时间了。行，把那两个也带上。说着，易水寒三人被带到一辆车上。17分钟之后，易水寒被带到一个会议室内。这个会议室内坐满了人，并且房间内还正在播放变异兽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跑去的影像。一群人正在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些变异兽这样。报告，各位长官，各位领导，我们抓到一名艺人，他说他知道一些关于这些变异兽的情报，所以我把这个艺人带过来了。哦，那还等什么？快点把人带上来吧，我们的人还在探查情况。既然艺人知道怎么回事，就先听听这些艺人怎么说。易水寒在会议室外面通过门缝看到发言让自己进去的是一名军方的军官。易水寒随后被带入会议室，把易水寒带到台前。因为玩家们时常会有一些危险性的举动，这些士兵也没有出去，就这么看守着易水寒。只要易水寒有什么危险性的举动，这些士兵 NPC 就会当场射杀易水寒。行了，据点外面的变异兽到底是什么情况？快点说吧。易水寒快速的组织语言，想着该怎么样才会让这些 NPC 相信自己，最好是可以把发射大型杀伤武器的控制权交给自己。第119章大闹据点。易水寒站在台前，稍微琢磨了一下之后，便开口说道：“外面的变异兽都朝着同一方向而去，所去的地方是一座实验室。具体发生了什么，才让这些变异兽变成现在这样？因为变异兽太多，我们没能进入实验室，所以不清楚。”易水寒话没有说完，在下面听易水寒讲话的 NPC 里有一名军官是暴脾气，当即一拍桌子：“不清楚，你说个屁啊！你们怎么找的人？把人给我！”易水寒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 NPC， 自己话都还没有说完呢，这要是被拉出去那就糟了。易水寒急忙接着往下说：“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据点内的监狱里被劫走一名研究员，那名研究员曾经研究基因结晶，据说把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员都给做实验了。之前这名研究员的基因研究更进了一步，再根据这些变异兽的反应，我们也不难猜出，虽然我们没见到，大概也知道应该是那名研究员研究出来新的基因结晶了，所以才会让这些变异兽异动。行了，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猜到了，要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就拉下去吧。”易水寒想了一下，这可是科技测世界，可能都已经知道变异兽的方位了，应该说出点这些人想要知道的消息。易水寒感觉自己的大脑疯狂运转，感觉都快要烧了。易水寒心中暗自想着，这些人想要知道变异兽的具体数量，不对，普通的变异兽根本对据点产生不了威胁，这些人真正在意的应该是高阶变异兽。等一下，我还有话说，虽然我们没有进入实验室，但我们回来之前看到实验室的周围有大量的高阶变异兽。多少高阶变异兽？最强的变异兽是什么等阶？易水寒虽然没有看到最高阶的变异兽是什么等阶，也就只能大概的猜测一下，4阶可能就已经很强了，但绝对威胁不到据点，只能产生一些威胁，要把变异兽往高了说，这样才能让这些人心慌。易水寒猜测的也没错，每次据点内侦查到可以对据点产生威胁的变异兽，都会想办法铲除，以此来保证据点的安全。进实验室之前，最强的变异兽是5阶变异兽，如果真的研发出来更强的基因结晶，不排除会出现6阶甚至7阶的变异兽。5阶的变异兽对于据点来说就已经能产生威胁了，像是之前的雷霆蛮熊就能给据点带来大麻烦，而雷霆蛮熊也不过是4阶变异兽。不可能，我们只要发现4阶变异兽，就会发动人去剿灭，排除所有可以对据点产生威胁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有5阶变异兽？5阶变异兽怎么铲除？那可是需要动用终极武器才可以对付的存在，要是终极武器都消灭不了，等待我们的就只有灭亡。5阶都已经这么强了，怎么可能还有6阶的存在？根本就不可能！一派胡言！来人啊，给我把他拿下！那些士兵 NPC 立刻将枪口对准易水寒，
让易水寒有些懵。这些 NPC 怎么回事？你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咱们讲讲道理啊，不要一言不合就动手啊。NPC 士兵用枪口指着易水寒，随后就有士兵上前想要把易水寒拿下。易水寒怎么可能给他们这种机会？这个据点的 NPC 高层都在这个会议室，既然讲道理说不通，那就动用武力，只要劫持了这些高层，那就控制了这个据点。易水寒假意的让士兵靠近，就在士兵要把易水寒铐起来的时候，易水寒突然暴起发难，将乌金枪从背包中掏出来，释放雷霆战戟的同时，使用横扫八荒将身前这几名士兵扫飞出去。易水寒并没有去管这几名士兵，飞快地冲向台下一名 NPC。 这名 NPC 易水寒注意很久了，明显地可以感觉出来，他在这些 NPC 中地位最高。更加难得的是，这名 NPC 是一名普通人，属性低的可怜，只要控制住他，易水寒就觉得可以跟这些 NPC 好好说话谈条件了。易水寒不想再接着往下等了，越往下等变数越多。虽然易水寒觉得现在可能就已经无力回天了，可总得试一下才甘心。如果真的可以把这个小世界救下来，蓝星玩家中的机械师玩家就都能给来这个小世界获得空间胶囊技术。易水寒忽然抱起控制住据点首领，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包括顾倾城和慕容雪两人也没有想到易水寒居然这么果断。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呢？我在这里拼死拼活的，最后的好处是我的吗？最后的好处不还得给你这个大奶妞儿？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这时候两人才急忙挣脱身后的 NPC 士兵，顾倾城和慕容雪一同冲进会议室。由于事态紧急，关于易水寒那一句大奶妞的事，两人倒是没有时间提。易水寒真的是着急了，别看他已经控制住了这个据点的首领，其他那些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易水寒已经把据点首领控制住了一样。被扫飞的几名士兵爬起来之后，继续逼近易水寒。易水寒当即心下发狠，心中暗自想到：你们这些 NPC 是真的头铁啊！我都控制住你们的首领了，你们居然还敢靠近！正常情况，我们不应该谈判一下吗？逼我是吧？易水寒当即一枪扎在据点首领的腿上，另一只手死死地掐着据点首领的脖子，同时厉声喝道：都不许动，再动我就杀死他！哼，要杀就杀，磨磨唧唧。身为据点的首领，我时刻都做好了为据点赴死的准备，不要管我。擒住这三人，肯定是这三人搞的鬼，外面那些变异兽可能也跟着三人脱不了干系。易水寒看到两人进入会议室之后，居然还在发愣，真是气不打一处出来。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倒是多点主见能动性啊！你们俩还在等什么？把这里的 NPC 全部控制住！易水寒说完，看到自己手中的据点首领还在挣扎反抗，被刺伤一条腿，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是闷哼了一声，想要要挟他的想法看来是行不通了。想到这里，易水寒一把将据点首领推开。所有人听好了，我们并没有恶意，现在的情况是必须要用到据点内的大型杀伤武器，尽可能的杀死变异兽。现在可能还赶得上，要是待会儿那些变异兽进化了，所有人都一起死。狂妄，还一群人一起死，就凭你们几个，你们配吗？一名军装男子掏出枪来，对着易水寒就是几发点射。易水寒躲掉几发子弹，来到这名军装男子面前，一个当头一棒将这名军装 NPC 眩晕在原地，随后连刺3枪之后，发动连环腿将这名军装 NPC 活活踢死。这时慕容雪从背包中掏出来一枚炸弹，娇声喝道：所有人都给我住手，要不然咱们大家一起死！有人不怕死就有人怕死，这些 NPC 的高层中大部分都是没有修为的人类，只有少数军方 NPC。 这些 NPC 中有人看到慕容雪手中的炸弹，心中特别害怕，急忙大声喊道：不要动手了，都不要动手了，都给我住手！易水寒自然是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只要有人怕死就行，只要把这些 NPC 都控制住，带着这名怕死的 NPC 出去就行。易水寒一把抓住这个让大家都停手的 NPC， 然后开口说道：大奶妞儿，你把炸弹交给顾倾城，让他看守住这里，不要把这里的人放出去，是要是敢异动，直接引爆炸弹。大奶妞儿，你跟着我走。说完，易水寒拖着这名怕死的 NPC 出去，慕容雪急忙把炸弹交给顾倾城。易水寒带着这名怕死的 NPC 出门，让这名 NPC 指路。易水寒刚来到街上，那些在街上巡逻的士兵 NPC 围上来，用枪口对准易水寒。慕容雪则一路小跑的跟在易水寒身后，也没有士兵 NPC 敢开枪。据点内的武器库距离开会议的据点大厦很近，5分钟就来到武器库。武器库门口有一队士兵看守着，易水寒抓着这名 NPC 让他开口说话：你们都给我让开，把门打开，我们要进去。长官，这不合适吧？这是我们据点的武器库，并且地底还有大型杀伤力导弹，要进入需要政界和军方的高层才能进入。长官，您只是政界的长官，没有我们军方领导陪同，怕是不合规矩吧？少废话，把门打开，然后都给我闪到一边去。知道外面的变异兽暴动吗？到时候变异兽的兽群来冲击据点，到时候据点承受的损失你们能负责吗？对不起长官，我们还是不能放行。
易水寒松开这名 NPC， 然后对慕容雪示意，让他准备战斗。这名 NPC 看到易水寒和慕容雪掏出来武器，急忙冲向这些士兵，对这些士兵拳打脚踢。你们这些棒槌知道什么啊？知道我们的据点高层都已经被人劫持了吗？万一据点内的高层被人都给炸死了，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一边说着，这名 NPC 从这些士兵的身上找到开门的门卡，随后一把将眼前士兵推开，自顾自地将武器库的大门打开。易水寒有些纳闷，就算是人怕死，这也得有个程度，这名 NPC 配合的有点过头了吧？不过也来不及多想了，多犹豫一下就多一点变数，赶紧把正事办完才好。就在易水寒带着慕容雪要进入武器库的时候，这名 NPC 忽然伸手将易水寒和慕容雪拦住。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的对不对，可能现在大家都把我当成了一名贪生怕死的小人。哼，也对，毕竟他们那些人都不太了解基因改造计划。这名 NPC 说着，伸手把脸上的眼镜往上扶了扶。他们不了解，我可是知道的，这个计划一直是我在主持。之前他们做实验，弄出来一头4阶的蛮熊，拥有雷电的力量，让这个计划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对于人类的效果总是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想着要不要停下这个计划。这名 NPC 看向易水寒和慕容雪，然后指着慕容雪问道：上次就是你完成我颁布下去的秘密任务，我认识你，这一次动静这么大，真的是基因计划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慕容雪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转头看向易水寒，下意识里把易水寒当成了主心骨。没错，确实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野外的变异兽闹出这样的动静，据点内就没有观察的手段吗？易水寒真的非常好奇，这个小世界连空间科技都有了，连个检测设备都没有吗？就算是从空中去检测，也应该探明情况回来了。其实是有的，野外的变异兽把我们的监控设备给破坏掉了，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只是变异兽朝同一个点聚集过去了。那据点内的空中部队呢？从空中探查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之前据点派遣空军剿灭空中的变异兽，空中部队全灭了，并且还牺牲了大量的地面部队。你们没有发现已经没有空中的变异兽了吗？好吧，那我们快点进去吧。知道大型杀伤武器在哪吗？跟我来吧。这一次这些变异兽都聚集到一起，我们直接用电离子核弹，争取一次性将这些变异兽都杀死。易水寒跟着这名 NPC 经过几个需要识别身份的门后，坐上下地下室的电梯。易水寒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打破这名 NPC 的幻想。易水寒心中也在希望有奇迹发生，希望这些变异兽不要进化得太快。而同一时间，一群变异兽在争抢着完美变异基因液。研究员 NPC 这一次做了大量的基因液，本来还想这些基因液可以多做一些，然后多做一点实验，结果忘记考虑这些基因液对于变异兽的吸引力，到最后全都便宜了这些变异兽。第120章等级飙升。装有完美变异基因液的容器被打翻，完美变异基因液体在实验室内流了一地。本来可以喝到完美变异基因液只有最前排的变异兽，现在满地都是，后边喝不到完美变异基因液的变异兽也不焦躁的撕咬了，纷纷低下头舔舐。最先冲进实验室的变异蛇此刻已经喝够了完美变异基因液，整个蛇身由原先的翠绿色变为粉红色，并且蛇身上还带有一丝浅蓝色的光芒，偶尔还有电弧在蛇身上闪烁。这条蛇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偶尔的几次抽搐可以体验这条蛇还活着。相对于这条蛇的剧烈进化，其他的那些变异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条蛇本来体型就小，还是第一个冲进实验室，整条蛇都被完美变异基因液泡过，进化的跨越程度自然要更加大。其他那些变异兽则只能稍微进化一下。其中一名4阶的黄金 BOSS 变异牛只舔了一口完美变异基因液之后，地上的完美变异基因液就被其他那些变异兽喝掉了，从黄金 BOSS 进化为暗金 BOSS。 经过重重的身份验证，易水寒和慕容雪终于来到地下室。行了，就是这里了，希望这一下可以把那些变异兽全部杀死，以绝后患。等到这名 NPC 启动武器，机器转动的声音响起，电离子核弹的发射炮管从地面上升到地面。就在这名 NPC 要发射电离子核弹之前，易水寒对着慕容雪示意一个眼神。慕容雪立刻会意易水寒的意思，将这名 NPC 挤开，率先按下电离子核弹的发射按钮。电离子核弹发射的动静很大，就在发射之时，整个据点的玩家和 NPC 都能注意到。会议室内的据点高层听到电离子核弹发射的动静，也不管顾倾城手中核弹的威胁了，纷纷冲向窗户边，看向空中飞出去的核弹。电离子核弹的速度非常快，只用了30几秒就飞到实验室上空，随后就有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空，随后核弹爆炸的声音传来。巨大的声浪给人一种天崩地裂，世界将要毁灭的感觉。这一发电离子核弹正中目标，在实验室周围的变异兽绝大部分直接被电离子核弹爆炸之后的电离子反应电死，但也有一部分比较幸运的变异兽借助着电离子反应，虽然被炸得奄奄一息了，身体却是在电离子和辐射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变异。一部分血量低于80万的 BOSS 直接被炸死，其他那些血量大于80万血的 BOSS
在电离子反应和辐射的作用下也在进化。这样的进化比起那些喝过完美变异基因液后的进化，不确定性很大，进化方向有可能是反向进化。喝过完美变异基因液的变异兽本来就在进化，现在又有电离子和辐射的影响，进化的方向开始向雷系进化。一声巨响之后，组队界面中慕容雪的击杀信息疯狂刷屏。紧接着易水寒就看到自己的经验条疯涨，短短的5秒钟之内，易水寒的等级直接从20级飙升到31级。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的等级本来就比易水寒低，不过也还是升到30级。三人在等级榜上的排名牢牢地占据前3名，和其他那些10几级的玩家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易水寒看着自己的等级，待会儿还可以再多一个分身，需要消耗31级的1半经验，易水寒的游戏本体又得回到31级。慕容雪，借你那辆车用一下，这一次的收获可以了，你们等会儿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去那个实验室那边看看。慕容雪现在心情正高兴呢，能不高兴吗？之前辛辛苦苦的练级，用了10天也就才升到17级，现在只不过是按了一个按钮，等级直接升到30级，简直不要太爽。听到易水寒想要借车，下意识中就想要答应，随后忽然想到易水寒刚才好像叫自己大奶妞来着，改变了心中的想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有人叫我什么大奶妞？易水寒一愣，回忆了一下自己有喊过这样的话吗？易水寒已经思维混乱了，刚才实在是大脑运转速度太快，很多想法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易水寒意识到自己可能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了，虽然心中暗自这么想，慕容雪真这么喊出来，易水寒还是有点尴尬。更何况慕容雪真算起来还算是易水寒的领导，这就相当于在领导面前当面说领导坏话，这要是处理不好，以后被穿小鞋就不妙了。前期毕竟都已经投资这么多了。那个，我这是褒义词，我这是在夸你，是在夸你女性的优点，也就是你了。其他人让我这样叫，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不配。慕容雪听了易水寒的解释，觉得还可以接受，并且还颇为得意的用双手托了一下自己的雄伟。行吧，今天我心情好，我接受你这个解释了，谁让咱是波霸呢？哎，真是麻烦。易水寒本来在操控自己的那个20级的第3分身，操控这名分身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想要让这具分身来到这边，然后去探查研究室那边，所以对于慕容雪的话有些汗颜，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了，你借车干什么？要是过去的话，咱们一起过去不就好了吗？易水寒听完慕容学者想当然的话，白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这刚升到30级，这么快就想掉到29级了？那你就不怕掉级吗？我有说我要用我现在这个31级的角色过去吗？我那么多分身，派一个等级低的分身过去不就行了？慕容雪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呵呵笑道：哈哈，我忘了考虑你的分身了，光考虑你这个人比较不要脸了，还以为你要甩开我们，然后一个人过去独吞情报出来的物品呢。行吧，分身去也可以解释得通，不过捡到的东西要让我看一下，我们用得到的我可以从你这里购买，姐姐绝对不会亏待你的。第121章7阶变异3头蛇采金 BOSS。 易水寒直接忽略了慕容雪这略带挑逗的话，操控自己的游戏本体开始引导传送，想要等到回自己的小世界之后再使用千变万化。过了10分钟之后，易水寒的第3分身来到游戏本体身边，将慕容雪递过来的空间胶囊拿在手中，并且把游戏本体穿在身上的装备换到分身身上。之后易水寒的游戏本体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另一边又操控着第3分身开着慕容雪的车前往实验室。易水寒的这个第3分身还有几万经验值，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这些经验全都投给金钟罩。来到实验室的周边，因为电离子反应和辐射的原因，这一片地带形成了特殊地形，进入之后持续掉血。电离子反应的伤害是雷系伤害，易水寒的雷系抗性够高，直接免疫了这一部分伤害，只需要承受辐射造成的伤害，每秒承受20点伤害。来到实验室的周围，放眼望去，原本密密麻麻的变异兽消失不见，转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铜币，几乎要将这一片地铺满了，看得易水寒一阵眼热。装备和技能先不谈，就单这些铜币，最起码也得有上万金币。发财了，真的是发财了，这么多游戏币。易水寒迫不及待地上前捡装备和钱，偶尔还遇到正在进化的普通变异兽，这样的变异兽虽然没有被电离子核弹炸死，却也已经是残血状态了。易水寒一个当头一棒就可以杀死一个正在进化的残血变异兽，杀起来非常轻松。杀死变异兽的经验，易水寒当即投到金刚经里，低头一看，就发现杀死这些正在变异的变异兽，居然爆出来一个淡蓝色的晶体。低级雷系结晶，类型消耗品，品质 F， 要求使用等级 LV15， 效果蕴含雷系能量的结晶，吞服后可提升雷系技能或功法的经验值，也可微弱提升雷灵根和雷系体质的升级经验。易水寒看到这个低级雷系结晶，心跳不争气的开始加速。易水寒当下要验证的就是这个低级雷系结晶，一个到底可以给自己的体质增加多少经验。易水寒吃下低级雷系结晶，看到自己的体质经验增长了1点。虽然心中早就有了这种猜测，
可真的是只增加了一点，易水寒或多或少的还是有一点失望。易水寒也就只是稍微的失望了一下，很快就调整好心情。本来这个低级雷系结晶就是意外的收获，算是计划之外的收获。从这里放眼望去，虽然说没死的变异兽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可真要数起来也绝对不算少，少说也得有几千头变异兽。易水寒现在只期望这个低级雷系结晶的爆率高一点。易水寒在1小时50几分钟后，把这3000多头残血的普通变异兽杀死，爆出来1300多低级雷系结晶。就在易水寒准备继续靠近实验室的时候，实验室内的 BOSS 也都进化完毕。而这时的易水寒还不知道，继续再往实验室靠近。经过这2个多小时，易水寒捡起来7000多金币，并且还有134件黑石器装备、73件玄铁器装备、16件白银装备。技能则都是 F 品质的技能，只有11本。法系技能有7本，剩下的那4本技能，其中易水寒看得上的1本也没有。现在易水寒的技能也不少了，已经不像是之前缺技能的时候，没有特殊效果的低级技能不如不学，学了也用不到几次，还不如拿去卖钱。黄金装备1件也没有，这倒是让易水寒感觉有点遗憾。忽然，实验室剧烈的震动起来，本来正在进化的变异兽 BOSS 感觉到一阵危险的气息，快速的离开实验室。易水寒就看到从实验室内跑出来20几个 BOSS， 都是暗金级的 BOSS， 看得易水寒目瞪口呆。20几个暗金级 BOSS 扎堆的现象，易水寒可从来都没见过。就在易水寒呆立在原地的时候，实验室的顶部忽然被顶破，3颗巨大的舌头从实验室中伸出来。这3颗舌头分别为3种颜色，一种为赤红色，一种为紫色，还有一种为蓝色。随后实验室被蛇身掀翻，易水寒就看到这3颗舌头居然共享同一个蛇身，并且蛇身和舌头还在持续变大。易水寒当然认识这个 BOSS， 变异3头蛇，6阶紫金 BOSS， 无数玩家的噩梦。这3颗舌头，红色舌头为火系，紫色舌头为雷系，蓝色舌头为冰系。火系和雷系都是高爆发高伤害的代表，而冰系又带减速控场效果。这种 BOSS 还真就不怕人海战术，必须要高手才能打。冰系舌头将玩家们减速之后，火系舌头和雷系舌头的伤害不但够高，范围还非常大，没有操作的输出根本就站不住脚。易水寒看着这个3头变异蛇越来越大，易水寒急忙探查这个3头变异蛇的信息。本来易水寒还是很确定这个变异3头蛇的属性的，结果这体型大的超过了易水寒的认知，明显不对劲。变异3头蛇彩金 BOSS， 种类变异兽，等阶7阶，物理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速度、修为80年、生命值、法力值、技能。易水寒一眼看过去，基本上全都是问号。这些问号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居然是7阶的彩金 BOSS。 游戏第1版本，玩家们最高也就才能升级到70级，7阶就是目前可以遇到最高等级的怪了。主世界有可能会出现超越7阶的 NPC， 但绝对不多。6阶的暗金级变异3头蛇需要3对70级职业玩家才能打得过，现在这个7阶的彩金变异3头蛇，易水寒还真想不到这得多变态。就在易水寒胡思乱想的时候，红色的舌头张口吐出红色的火球，火球直径20几米，朝着易水寒砸过来。看着这么大的火球，易水寒连躲开的心思都淡了。这么大的火球炸裂开来，范围最起码是150米半径的圆，根本就不可能跑出去。易水寒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把可以用的经验全都用了，闭上眼等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技巧都是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第122章被屠戮的小镇。当易水寒的第3分身，也就是20级分出去的那个分身被变异3头蛇轻易挂掉，让易水寒眼前一黑。当易水寒再次看清眼前画面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的小世界内了。虽然死了一个分身，易水寒也不心疼，因为他这一次的收获够丰厚，并且也搞明白了，彩金变异3头蛇都出来了，那个世界不用想了，肯定就不下来，不用费那个心思。易水寒再次让自己的本体使用千变万化，把刚挂掉的分身补上，刚分出的分身和本体一样30级。易水寒看着自己现的3个角色，2个30级，一个31级。易水寒操控31级的游戏角色，把这个角色视为游戏本体，让游戏本体把装备穿上，同时操控2个分身把装备穿全。伊水尔的黑铁器装备，让自己10几级的2个分身继续挂机，随后操控自己的30级的2具分身进入主位面世界。易水寒的3名角色同时进主世界位面，因为这2个分身角色都没有进入过主位面世界，所以易水寒的这2个分身和游戏本体同时进入主位面世界时，出现在主世界位面的同一个位置。之前易水寒已经挂机赶路很长时间了，虽然说还没有到南方，却也快了。随着越来越靠近秩序联盟和侠义盟的分界线，眼前出现的场景也越来越荒凉，稍微走一段距离就能看到很多尸体，这些尸体都是游戏中被杀死的 NPC， 这些尸体极为真实，有些因为时间太长
都发臭了。易水寒对于这样的画面虽然可以适应，心中却还是非常的不舒服。易水寒看了一下地图，发现再往前走10几分钟就可以路过一个小镇，过了这个小镇就真正的到分界线了。分界线区域内是混乱区，这里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是玩家们的活跃区。侠义盟的玩家和秩序联盟的玩家将会在这一片混乱区域内打个热火朝天，因为杀死敌对势力玩家可以获得联盟积分。联盟积分可以用来兑换技能功法，也可以兑换武器装备，若是想兑换经验也可以。可以说联盟积分在这一段时间内比金币还受欢迎。金币想要买装备技能，那也得市面上有人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玩家们自己爆出来的装备和技能还不够自己用呢，哪有人往外卖？联盟积分就不同了，只要有联盟积分就不愁花不出去。易水寒走在丘陵上蜿蜒曲折的小道上，在落日余晖的黄昏中，整个天地都被金黄色笼罩，分外美丽。易水寒快速地穿梭在丘陵中，好似整个人都融入到了落日的余晖中。易水寒这一路上就已经遇到好几波劫匪了，好在这些劫匪都是普通怪，并没有花多少时间。易水寒已经是尽量避开跟劫匪遭遇了，却还是避免不了的遭遇劫匪。本来应该10几分钟就该走完的路，硬是用了40多分钟。易水寒看着近在眼前的小镇，心情很是开心，终于到小镇了。到了这里可以补充一下状态，顺便从 NPC 这里打探一下消息，说不好会触发特殊任务。易水寒迫不及待地冲向这个小镇，天色这时候也已经暗了下来。易水寒发现这个小镇内居然有火光，就很奇怪，真是奇怪，这主世界位面的小镇还有篝火晚会吗？没听说过啊。当易水寒走进小镇之后，一幕惨剧出现在眼前，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下，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境况，散碎的尸体，将息未熄的火焰，烧得焦糊的尸体散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味道，远处的房屋还在剧烈燃烧着。印象中本来应该鸡犬相闻的小镇，近800户人口似乎都死绝了一般，没有一点生命气息，整个小镇都化为了死域。易水寒走上前，看到地面上有散乱的马蹄印，非常密集，城镇街道上的地砖都被踏碎了。易水寒看到这种情况，首先排除了玩家的可能性，这应该是由一批马匪所为，不像是山贼做的。山贼有固定的地盘，以后吃饭打劫都还需要周围的小镇养活，若是周围没有了小镇，没有人从山下的路过，这山贼也没办法劫掠物资。山贼通常不会做这种竭泽而渔的事情，毕竟一顿饱和顿顿饱还是分得清的。像是这种屠灭城镇的做法，只有马匪会做，因为马匪流动性大，并不会固定在一个地点，会到处流窜，所以做起事来肆无忌惮，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血腥味还没有消散，城门口这边的火也就才刚刚变小，还没有熄灭，城镇内还被大火烧着，这一切都证明这场惨剧应该刚发生没多久，那些马匪应该还没有走远。算了，不赶路了，遇到这样的事，虽然是在游戏中，可这样的事真发生在眼前，看起来还真是挺让人难受的。既然遇上了，怎么也得管上一管，心中舒服不说，搞不好这些马匪会有好东西。易水寒轻叹一声，因为经历的多了，这样的事情见得并不少，虽说已经有一些抵抗力了，可多多少少还是会让人心中不舒服的。屠杀无辜人最是可恶，想到就去做，想要从城镇中穿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城镇中是一片火海，只能从城镇边上绕过去。打定主意，易水寒吃下2个烹饪，随后便向城镇另一边赶去。这边的马蹄印是往城镇中而去的，并没有离开的马蹄印，想要追上这些马匪，需要先知道这些马匪离去的方向。易水寒奔跑起来之后，力大飞砖特效生效，背后灰尘漫天。用了5分钟，易水寒绕到小镇另一边，果然看到了马蹄离去的方向，这群马贼径直朝着西南方向而去。易水寒也不耽误时间，知道这群马匪往那边跑了之后，当下抓紧时间追。就在易水寒追这些马匪的时候，这些马匪的首领打了一个哈欠，看了看身后的弟兄们，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皱了一下眉。第123章夜袭马匪。这样的情况每次劫掠完之后都会发生，这是纵欲过度的表现。马匪首领心中有些无奈，挥了一下手，把身边自己的副手叫过来，小声交代道：行了，我们也跑了20多里距离了，我看大家伙儿都累了，原地扎寨休息吧，注意安排人好好值夜。马匪首领说完，副手便给其他人传递马匪首领的话。一群人早就累了，听到首领说可以休息了，纷纷下马扎寨。马匪首领作为首领，自然不用自己动手，下面的人先帮马匪首领的帐篷搭好，让其先去休息。10几分钟后，副手看到帐篷已经搭好，便开口说道：行了，其他人都去休息吧，张3李4留下值夜，下半夜往5里6值夜，不要偷懒，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靠，又是我们俩，妈的，天天给我们穿小鞋，不就是运气好，被首领看上当了一个副手，有什么了不起的，迟早干死他。哎，谁让咱俩得罪过他呢？没办法的事，想想我也知道，躲不掉的。真是晦气，看着挺大一个小镇，一窝子穷鬼，好歹也是7、800户的小镇呢，结果只有800多金币。行了，现在南北对峙，这世道乱得很，
这里还存在，没有被人灭了就已经不容易了。反正一群平民，咱们也没有花什么功夫，还平白享受了一番。这靠近南方了，就是感觉不一样。都说江南水乡的女人水灵，现在这还没到呢。刚才我抓到的真是又白又嫩，随便动一下就嚷嚷大叫，真是享受啊！可惜头领不让我们留活口。哎，这次辣手摧花，我还真是挺不忍心的。你可得了吧，你就在这跟老子装，还不忍心辣手摧花？你杀的娘们儿还少吗？说什么觉得可惜，都是胡扯。这天下还有你张三下不去手的娘们儿？马匪们都钻入帐篷休息，夜幕中充满了宁静，只有噼啪作响的火堆发出声音。张三李四二人放哨，勾肩搭背的聊天打屁，丝毫没有发现此刻有危险正在靠近。易水寒一路追过来，并没有费什么劲，仅仅用了40几分钟就追上了这群马匪。看到这群马匪正在安营扎寨，易水寒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大部分马匪都钻进帐篷之后，易水寒再次悄无声息地摸进马匪的营地。易水寒都到张三李四的身后了，两人没有一丝察觉，估计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些马匪过得太顺了。既然要打这批马匪，那就要大概了解这批马匪的实力。光看这2名职业的马匪都是3阶的普通怪，属性非常一般，2个技能就能秒掉。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便做不到百战不殆，也能增加更多的把握。易水寒相信自己的实力，不惧怕挑战，但也绝对不会莽撞行事。易水寒就这么听了2个山匪聊天，听了5分钟，大概知道了这批马匪的数量。这批马匪有34人，易水寒估计这个马匪首领大概率是黄金 BOSS， 具体几阶不好猜测。这样的一小批马匪可以把一个小镇给屠尽，肯定不可能都是这种普通的3阶怪，应该还会有精英怪，不排除有白银或者玄铁 BOSS 的可能。估算好这批马匪的实力之后，易水寒觉得自己现在都30级了，这样的怪挂机都可以打。认准了这些马匪对自己造不成威胁，易水寒觉得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到张三李四身前。易水寒这大摇大摆，一点也没有遮掩的意思。张三李四放哨，自然不可能发现不了，张嘴就要说话。易水寒都走到2人身前了，怎么可能给他们这个机会？当即当头棒喝起手，随后无缝连接连环腿将2人踹飞出去。易水寒的本体和分身虽然将2名放哨的马匪秒了，可同时也把他们踹飞了。2人的尸体砸落到地上，将一个都给砸塌了，这样的动静可不小。谁？哪个王八蛋偷袭我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活得不耐烦？我看活得不耐烦的是你们这些马匪，坏事做尽，人人得而诛之。被砸塌的帐篷内快速地冲出来4名马匪，连衣服都没有穿，下体打着马赛克，手中握着单手刀，愤怒地朝着易水寒冲过来。4名马匪同时冲上来，易水寒不退反进，一枪将1名马匪劈过来的刀荡开，直刺最后面的马匪。易水寒的这招灵蛇出动非常快，这4名马匪都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呢，最后面的马匪被易水寒一枪刺在喉咙上，这一枪触发了暴击，直接秒杀。杀死1人后，易水寒抓着乌金枪的尾端往边上一荡，已经举起刀想要劈砍易水寒的马匪被荡开，同时后面的2名马匪也同样被荡开。易水寒收回长枪，连刺3枪，随后一甩乌金枪，最前面的马匪被秒掉。这时后面的2名马匪已经有些慌了，没想到自己4人同时上来，只不过是呼吸间的功夫，4人就死了2人。4人都不是对手，2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只能一边后退一边强忍着恐惧，大声喊道：嫡媳！操，不是有人起来了吗？这都解决不了，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能，他娘的，谁活腻歪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都快点起来，抄家伙，干死这个不知好歹的狗杂种！这些马匪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常常游走于生死之间，敢于这样刀口上舔血过活的一群畜生，虽然属性不怎么高，临时反应和战斗直觉还是不错的。易水寒上来就击毙2人，非但没有令这些马匪感到害怕，反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反而气血上冲。易水寒从属性面板上看到，这些马匪都有了一个临时状态，叫做热血上头，速度攻击力增加 20%， 反应能力下降 10%。 一群马匪怒不可遏，嗷嗷怪叫着冲上来，想要把易水寒团团围困住。刹那间，易水寒的周围人影闪动，已经被这些马匪团团围困住，已然是陷入重重包围中。第124章，马匪首领黄金 BOSS。 这一群马匪都长得5大3粗，反观易水寒，3个角色长得都一样，细胳膊细腿，背靠着背。被这群马匪将易水寒包围起来之后，也许是感觉到易水寒这样一副模样翻不起来什么大浪，一个虬然大汉示意其他马匪先不要动手，随后走向易水寒，同时还上上下下的打量易水寒。小子，你看起来年纪不大，下手倒还挺黑，怎么样？现在被我们包围住，跪下喊我一声爷爷，或许爷爷心情高兴，可以放你一条生路。虬然大汉这样说完，围在边上的马匪忽然哈哈大笑，这样的氛围，若真是第一次遇到，心里还真会有一点压力。易水寒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看到这样的画面，内心默默吐槽：什么鬼？这是从那本小说里套出来的剧情，强行降智，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不懂吗？都打死你们4人了，还不抓紧时间杀死敌人，居然还有闲心整这些有的没的。易水寒可不惯着这些马匪，他们既然不打，那更好。易水寒操控3个分身，同时使用横扫八荒，将身前的这几名马匪扫飞出去。废话少说，诸位屠村灭镇，一个800多户人口的小镇被杀得鸡犬不留，你们这些畜生，人人得而诛之。易水寒说着，让3个分身同时使用碎石掌，这一掌打中13名马匪，被打中这些马匪直接掉了1/4的血量。随后，易水寒立刻释放雷霆守卫，把3个雷霆守卫竖在一起，一张电网在地面铺开。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张电网的范围，但承受的伤害可是3倍的伤害，伤害非常可观。若是这些马匪把雷霆守卫的伤害吃满，血量得直接掉到半血以下。妈的，原来是多管闲事的，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兄弟们，砍死他！虬髯大汉脸色阴沉，没想到易水寒被包围了，居然还敢这么嚣张，骂骂咧咧的骂了一句。雷霆守卫的伤害打满了，这些马匪聚集在一起，全都吃到了雷霆守卫的伤害。易水寒使用雷霆战戟之后，伤害非常可观，满血的马匪，易水寒普通攻击18下就可以带走一个，而易水寒1秒钟之内刺出3枪，轻轻松松，3个角色集火同一名马匪，2秒就能杀一个。3名集火同一个马匪，在周围都是马匪的情况下肯定是行不通的，只能是互相配合着抵挡这些马匪。可即便是这样，平均下来也是2秒一个普通马匪。普通马匪都聚集在一起，吃完雷霆守卫的伤害之后，易水寒普通攻击7下就可以打死一个马匪，用技能都感觉有些浪费。虬髯大汉是这些普通马匪中的精英怪，属性是这些普通马匪的5倍。虬髯大汉本来以为易水寒刚才就是出其不意的偷袭之下才杀死4名马匪，站在一边看好戏，结果就10几秒钟的功夫，易水寒就打死了10几名马匪。有5、6名马匪扑向易水寒，面对这几名马匪的扑击，易水寒不退反进，在2名马匪劈砍过来的时候，易水寒往前一钻，直接和2名马匪贴身，2名马匪砍刀的胳膊搭到易水寒的胳膊上，同时后面的马匪冲上来，易水寒抬腿就是一击碎骨，当场秒杀这名马匪。随后易水寒肩膀一震，震得这2名马匪往后退了2步，就是退后的这2步给易水寒留出空间，同时横扫八荒这个技能的冷却也好了，一个横扫八荒甩出，将这几名马匪全部斩杀。易水寒杀的实在是太快了，当虬髯大汉想要上前对付易水寒的时候，易水寒借助这些马匪的身位，将自己和这个虬髯大汉阻隔开来。看到易水寒就是在人群中钻，让虬髯大汉奈何不得，急得哇哇大叫：一群废物，还不快点闪开！虬髯大汉暴喝一声，那些普通马匪急忙往一边退去。这个虬髯大汉还以为自己能打得过易水寒，那些普通马匪闪开之后，易水寒3个角色打一个精英怪，让易水寒的脸色古怪起来。虬髯大汉冲上来，易水寒一个当头一棒，让虬髯大汉原地罚站。易水寒的3名角色抓紧时间输出，当虬髯大汉眩晕结束之后，另外的分身无缝衔接当头一棒，硬是控制了3秒。这3秒钟内，易水寒打掉这个虬髯大汉60%的血量。易水寒跟这群马匪的打斗迟迟不见停止，马匪首领和马匪首领的2名副手从帐篷内钻出来。刚从帐篷内钻出来，易水寒的灵蛇出洞这个技能冷却好了，当即一个灵蛇出洞刺在虬髯大汉的脑门上，这一下触发了暴击，当着马匪首领的面，虬髯大汉被刺杀在当场。小子，你找死！马匪首领暴喝一声，易水寒没有注意边上有人，这忽然传来的声音把易水寒吓得打了一个激灵。易水寒转头看向马匪首领，随后马匪首领的属性出现在眼前。马匪首领黄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2980，物理防御力770，魔法防御力615，速度382，修为6年，生命值16000016000，法力值9000-9000，技能断头刀法，野战八方，幻影刀，破天刀，横天刀，背刀式，招架，真气护体，被动。马匪首领的副手玄铁 BOSS， 种类人类，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1790，物理防御力460，魔法防御力336，速度268，修为6年，生命值90000，法力值5000-5000，技能断头刀法，横天刀，背刀式，招架，真气护体，被动。2个副手1个首领，总共3个 BOSS， 这3个 BOSS 同时出现，只能是同时打3个了。这2个玄铁 BOSS 属性并不高，让2名分身处理就好。倒是这名马匪首领易水寒需要认真对待，用刀的黄金首领，一个人单挑可不太好打。
第125章剿灭马匪。马匪首领和2名副手冲过来，易水寒操控本体迎上马匪首领。马匪首领上来就是一个野战八方，易水寒没想到这个 BOSS 不讲武德，上来居然就放技能。一般情况下，这些 BOSS 都会先跟玩家打一会儿，然后才会抓住机会放技能。出其不意之下，易水寒被野战八方攻击到，被一刀砍倒在地，并且被打掉1/5的生命值。易水寒刚倒在地上，这名马匪首领立刻上前就是一招断头刀法。易水寒看着马匪首领手中的刀忽然发出红色的光芒，朝着自己的脖子砍下来。易水寒哪里还敢耽误，这一刀要是砍实了，触发一个暴击，搞不好直接就交代在这里了。易水寒急忙使用蛛丝发射器，蛛丝抓到一边的一块巨石上，拉着易水寒横移出去。这一刀擦着易水寒的头皮劈下来，砍掉易水寒一撮头发。易水寒都能感觉到这把刀贴着头皮时的冷风，差点就翻车了，好险！这个 BOSS 怎么和其他那些 BOSS 不一样？易水寒暗自嘀咕着，说话时语气还带着一丝气急败坏，就没见过这种 BOSS。这就好比怪兽和奥特曼，易水寒就是那个怪兽，这个 BOSS 就是奥特曼，哪有奥特曼上来就放大招的？你不得闪闪红灯吗？易水寒一边暗骂这个 BOSS 不要脸，一边反省自己，经验主义害死人，以后打 BOSS 可不能大意，要时刻注意这些 BOSS 的举动。幸好这一次的 BOSS 不怎么强，这一次要是4阶的黄金 BOSS， 挨一下技能最起码得掉1/3以上的血量。不过如此，就这样的毛头小子就把你们打成这样，真是一群废物饭桶。马匪首领喊完，继续朝着易水寒冲过来，一跃而起，如同鹰击长空一般，一时之间满天都是马匪首领的刀影。显然是这个马匪首领使用了幻影刀，易水寒一时之间有些无语，这个 BOSS 怎么跟其他那些 BOSS 不一样啊？有些 BOSS 被打死了可能都用不了几个技能，这个倒好，这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用了3个技能了，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易水寒原地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之后立刻使用横扫八方，将马匪首领扫飞之后，易水寒立刻使用雷霆半月斩，助跑一下后跳起来，身体斜着在空中一个360度旋转，随后乌金枪的枪尖上包裹着紫色的雷霆，劈到马匪首领身上。马匪首领及时使用了格挡技能，把易水寒的雷霆半月斩格挡住，让易水寒整个人都感觉妈了，这真是有技能就用啊！本来这一下应该打掉这个马匪头领1万多血量的，结果只打掉3000多血量，直接被格挡掉70%的伤害。格挡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非常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易水寒都快怀疑人生了。当当当，易水寒和马匪首领战斗在一起，每当易水寒使用技能的时候，这个马匪首领总能格挡住，发出打铁一样的声音，让易水寒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打铁天赋，要不然怎么只要一用技能就能被格挡下来。易水寒的本体和马匪首领战斗，这发出来金铁交鸣的声音震耳欲聋，让周遭很多马匪都有点受不了。实在是易水寒越来越不信这个邪，就不信这个马匪首领能一直格挡，导致这种声音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频繁。2名副手和易水寒的分身都到一边去打了，就更别提这些普通马匪了，纷纷退到一边。虽然马匪首领的技巧很高，易水寒多年战斗下来的经验也不差，要比马匪首领的技巧高很多，再加上凌波微步这个技巧，让易水寒可以很轻松地躲开马匪首领的攻击。本来易水寒的伤害要是打满的话，10分钟之内肯定可以解决战斗，结果因为这个格挡技能，让易水寒硬是打了40几分钟。易水寒这场战斗打下来，感觉自己可以当技师了，这刮痧手法绝了，第一感觉打怪这么费劲。易水寒处理完这些马匪，真的是身心俱疲。这个马匪首领虽然打起来比较恶心，爆出来的装备却也大方，再加上从马匪这里搜刮到的金币，这一次也算是收获颇丰，爆了一个黄金刀，2件白银防具，一个技能，还有2623枚金币。野战八方，类型技能，品质 E， 等级 LV1， 威力 3.0， 冷却时间23秒，消耗30法力值，技能升级经验值 0200W， 学习要求主属性为力量或者敏捷的职业，效果将武器在身体周围舞动，挥舞武器产生罡风，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造成击倒效果。这2件白银器防具易水寒都可以使用，让分身穿上这2件白银器防具。易水寒感觉心累，挂机让3名角色一起朝着副本传送阵那边赶路。设置好之后，看了一下时间，都已经凌晨3点多了。下游戏之后，从游戏舱走出来。虽然游戏舱内有营养液保证玩家的身体机能，营养液可不会让人拥有饱腹感。刚从游戏舱内出来，肚子咕咕直叫。易水寒走到窗户边上，往街上看去，街道上的店铺都关着门，去外面吃有点指望不上了。看了一下，床边还有半箱方便面。易水寒从冰箱里拿出来几片绿叶菜，还拿了2鸡蛋，先煮了2个荷包蛋，把荷包蛋捞出来，准备等会儿面煮好了之后再加进去，防止等会儿搅面的时候把荷包蛋搅坏了。随后先把绿叶菜放到锅里煮，烫熟了之后把面往里面一加，随后稍微煮一下后关火，
把面捞出来，放到已经放了调料的碗里，放上2个荷包蛋，用面汤往上一浇，这夜宵算是做好了。美美的吃完这一大碗面后，去洗了一个澡后，躺到床上就睡着了。从躺上去到睡着，连30秒都没有用到，入眠的速度非常迅速。也无怪易水寒的睡眠质量高，实在是今天这一天实在太累了。第126章摆摊。易水寒本来睡得就晚，醒来的时候都快要9点钟了。锻炼完之后来到早餐店，正好赶上卖早餐收摊前的最后时间。易水寒楼下的这间铺面是好几家人合租的，早上10点之前卖早餐，10点准备收摊，10点半卖早餐的收摊，换下一家人来开这个店。早上10点半之前卖早餐，10点半以后就换成小餐馆。王叔，先别收摊儿，豆腐脑还有吗？再给我来3根油条，还有鸡蛋也给我来一个。你小子怎么这么晚？昨天玩游戏玩到几点啊？还行吧，玩到2点多，没办法呀。现在游戏才开服10几天，游戏里的装备合计能正贵呢。王叔，你也玩玩吧。现在这个时代，以后虚拟游戏会非常重要。哎，我也知道啊，你看看我这个岁数，反应速度慢跟不上了，而且这个游戏也太难了。算了，现在虽然科技发达了，可人们不还得吃饭？机械做出来的都是一个味儿，哪有人做出来的地道？而且现在的人也不太愿意做厨师了，总想着吃现成的，也不会有人来跟我们这些人抢生意。维持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小韩啊，豆腐脑只有半份了。易水寒听到王叔这样说，探头往另外一个保温桶里看，这桶里的胡辣汤还有吗？王叔看到易水寒拿起来一个韭菜盒子往自己嘴里塞，说话时含糊不清的样子，感觉有些好笑。还有一个底儿，算了，要不这些都给你吧。易水寒看了一眼，这胡辣汤虽然不够1份了，却也有大半份的样子。这豆腐脑和胡辣汤这么一掺，都够1份半了，立刻喜笑颜开。哈哈，那感情好。易水寒带着早餐回到自己的住处，吃饱喝足之后，慢悠悠地钻进游戏舱内，进入游戏。易水寒进入游戏，出现在自己的小世界内。因为易水寒想让自己那3个30级的角色挂机赶路，所以操控自己的17级角色选择下线，让那3个角色挂机赶路。目前这个阶段，易水寒的3个角色走在一起，不去主动招惹 BOSS， 基本不会出现问题。就现在这个阶段的玩家，易水寒直接就把那些人忽略了。挂机状态下，易水寒的这3个角色，普通玩家来了就是送菜，高玩最起码也得是青训队伍中顶尖的队伍才能处理得了，所以易水寒也不太担心。易水寒切换到自己的游戏本体，让这个17级的分身继续去挂机。易水寒切换到自己的本体角色，经过1晚上加1早上的赶路，易水寒的3名角色都来到副本传送阵的周围区域。因为副本传送阵的原因，大部分有实力的玩家都会组队来刷副本，毕竟副本给的经验高，并且还有几率爆装备和技能，爆出来的东西肯定有自己不需要的，那就需要交易。就这样，短短的几天时间，这边就形成了一个玩家自己组织起来的交易点，并且大家都遵循在交易点内不打架的原则。毕竟谁都有机会爆出来自己不想要的装备技能，要是品质高，别人看到了就要抢，那岂不是就乱了套了？这么胡乱搞，谁还会在这里交易？为了维护这个交易点，但凡是闹事的都会遭到大家的围攻。易水寒看了一下，这边的交易点人还挺多，远远的看过去，光摆摊的最起码得有上千个玩家，逛摊位的玩家就更不必说了，得有上万人。玄铁器、玄铁器、15级的玄铁器、玄铁器护腿和玄铁器武器，绝对是非常强力的装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绝对是物美价廉。易水寒看到一个摆摊的哥们儿扯着嗓子喊，非常的卖力。嗨，哥们儿，怎么样？要不要看一下啊？看到易水寒看向自己，还以为易水寒有买装备的意向，疯狂地招呼易水寒，搞得易水寒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易水寒走上前一看，这名玩家把自己手中的这2件装备夸得天花乱坠，结果一看，好家伙，一个重甲护腿，加的属性是智力，就这种装备也就比白板装备强一点。法系玩家本来力量就没有几点，穿上这个重甲护腿还走不走了，这移动速度的降 40%， 这个护腿又加不了多少防御力，这要是灵气有什么特殊效果，装备上有负面效果就有负面效果吧，加起来的那么多属性完全可以接受。一个法系玩家本来血量就少，移动速度降下来那就是活靶子，所以不会有法系玩家用这样的装备，穷疯了也不会用，宁可不穿。而这对于力量系和体质系的玩家来说，没有加自己的主属性，也就比白板装备防御强一点，强的也非常有限，如果便宜一点还有可能卖出去，真当成玄铁器的价格卖，没有人犯傻会买，也就能糊弄一下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那些玩家。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个哥们儿标的价格，真是把别人当怨种仔呢。虽说现在这个阶段确实缺装备，这个装备还敢卖5金币，正常的玄铁器的价值也就在3金币左右，这下手也太黑了。易水寒不想评价这个人怎么样，看了一眼离开就完事了，不想要也没必要拆台，到头来会惹得一身骚，不值得。易水寒想要找个地方摆摊，刚走进交易点没几分钟，
就看到一名玩家收摊不卖了，立刻挤过去把这个摊位抢下来。我靠，有没有搞错？我都找了半个多小时了，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摊位，还被别人给抢了，真是晦气。那名玩家就是说给易水寒听的，想要让易水寒感觉不好意思，然后把摊位让出来。易水寒不搭理这位仁兄，自顾自地往摊位上摆装备。因为易水寒身上的装备和钱都很多，所以准备一边收材料一边卖装备。易水寒想了一下，把镇尸符也放到摊位上。易水寒在摊位上放的装备大部分都是黑石器，少部分玄铁器。想了一下后，又往摊位上放了一件白银器。第127章走出蛮荒。在现在这个黑石器都可能凑不够一身的阶段，一身玄铁器装备就已经算是高端玩家了，白银器更是可遇不可求。易水寒的这一件白银器摆上去，就是为了打出去名气。易水寒卖的价格相对来说就比较公道了，虽然也有一点小贵，买下来也绝对物有所值，最起码不会出现坑人的现象。易水寒的摊位上摆放了很多装备，很快就有玩家过来看易水寒摊位上的装备。哥们儿，东西挺多啊，看着倒是挺好，就是感觉有点小贵。易水寒不搭理他，操控自己的本体角色和另一个分身去单刷副本。这名玩家看着易水寒摊位上的装备，感觉有些异动。黑石装备这名玩家直接忽略了，作为一名有梦想的玩家，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只比白板装备强上这么一点点的装备？他的目标就是凑齐一身玄铁装备。而恰巧的是，易水寒特意在摊位上摆了一身玄铁器防具、上衣、护手、腰带、下衣、护腿、鞋子，一应俱全，并且加的属性还都是体质。哥们儿，你这可以啊，一身加体质的玄铁器装备，能不能便宜一点啊？易水寒看了这名玩家一眼，发现这名玩家目光炙热地看着那一套玄铁器装备。易水寒没有开口说话，现在是卖家市场，没必要那么客气，只要装备质量够好，有的是人买。易水寒分心操控角色，指了一下摊位边上摆放的牌子，随后专心操控另外2名角色。这名玩家顺着易水寒的手指看向摆放在一边的牌子，只看到牌子上写着一段话：君子不成口舌之利，价格已经一低再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个标语让人很无语，随后往这个牌子的旁边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卧槽，白银器！这名玩家在人群中把话喊出口，听到这边的摊位有白银器，其他那些玩家立刻围过来。什么白银器？哪有白银器？让我瞧瞧！白银器也拿出来卖？这什么条件啊？我连玄铁器都还没有凑够一身呢。易水寒的摊位也就才长2米宽1米，短短的10几秒钟，易水寒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易水寒摆在摊位上的是一个白银皮甲鞋子，加的属性有敏捷有力量，并且还附带一个位移技能，可以使玩家位移5米距离，敏捷系玩家和力量系玩家都能使用。兄弟，你这个白银器鞋子怎么卖啊？就是，说出来看看，你放在摊位上不标价，我们怎么买啊？你搁这儿钓鱼呢？易水寒看着眼前的这些玩家，这些人应该大部分都是来凑热闹的，指望不上他们买。白银器装备不卖，只接受等价交换，消耗品或者材料，技能要E品质以上，有特殊效果的技能 ，C 品质的技能没要求。易水寒这话说出来，周围的这些玩家立刻倒吸一口冷气。哥们儿，就你这件白银器，能换个E品质的技能就不错了，还要有特殊效果的，你这只是一个15级的白银器，一个过渡装备而已。对啊，就一个过渡装备而已，你可以不用啊。我又没说要跟你换。易水寒说完就不理这些人了，其他的那些都已经明码标价了，有实力换白银器装备的肯定也清楚，目前阶段白银器的价值不会讲这么多。看到易水寒不再搭理自己这些人，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有意思，也就都离开了，毕竟买不起，继续待下去也是浪费时间。因为有了这个白银器打广告，易水寒的这个摊位在这个交易点内算彻底的出名了，有很多玩家来慕名观看。来都来了，易水寒摊位上的装备还挺不错的，而且也全，想要的基本上都能找到。这些玄铁器装备和黑石装备卖出去的速度还挺快。易水寒来到副本传送阵前，选择进入副本。提示：玩家将会进入大型副本，请玩家做好准备，是否选择进入。易水寒看到系统的提示，眼睛一亮。大型副本就像是在小世界内传送去那些半秩序世界一样，这样的副本是持续可以选择的副本，甚至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当成另外一个主位面世界来玩。大型副本的世界非常稳定，从玩家自己小世界内的传送阵不能传送到，只能从主位面世界的副本传送阵传送，甚至一些大型副本只能从固定的一个传送阵才能进入，并且大型副本也不排除传送到的是主位面世界的某个角落，因为主位面世界实在是太大了，玩家们都探索不完。大型副本不像是普通副本那样，大型副本可以半途退出，毕竟大型副本可能几个月都完成不了副本任务，不可能让玩家不下线在游戏中待几个月。有这样的好事，易水寒当然不可能放弃，立刻选择接受。当易水寒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出现在一片空旷的荒原上，地上长着茂盛的草，这些草有膝盖这么高，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草地和蓝天相接，看起来让人心旷神怡。易水寒转过头之后，身后则都是一些简陋的房屋，这些房屋大多都是土坯房，偶尔还会有一些茅草屋。易水寒不清楚自己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想要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的世界，看自己的副本任务是最直接的方法。走出蛮荒，任务难度 B， 任务要求在蛮荒存活下去，并且帮助杨氏部族走出蛮荒。任务奖励当前等级直升3级，15年修为，是完成程度结算奖励。杨氏部族存活人数低于20人则任务失败。任务简介：本世界为天运界，为主位面世界的下级世界。杨氏部族为蛮荒的小部族，玩家需要帮助杨氏部族在蛮荒生存下去，并且带领杨氏部族走出蛮荒，加入人类势力。易水寒看完这个任务简介，大概也猜测出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这样的世界可有意思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可能比现在主位面世界开放的那一片世界都要高级，最起码这里是修仙的，并且还是蛮荒世界。这样的世界中可能存在非常强大的功法或者神通。第128章流影电光闪。易水寒知道，就现在所在的主位面世界其实是一片放逐之地。说直白点，现在主位面开放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监狱，所以这里的灵气稀薄，没有什么高手。第一版本最强的 NPC 和怪都是8阶以下的，包括第一版本的主角独孤风，最高也就是7阶，没能突破到8阶。易水寒知道，眼前这个看起来破烂的小部落，可能就是自己要守护的杨氏部族，需要尽快去了解一下这个杨氏部族的情况。其他的情况先不说，光看眼前的这些建筑，易水寒就能想到这个杨氏部族的人们生活有多么艰苦。易水寒想要进入杨氏部族的时候，被几名强壮的大汉挡住。你是什么人？来我们杨氏部族干什么？我所在的部族遭受了凶兽的围攻，我们的部族被灭了。我在蛮荒走了1个多月了，我想要加入你们的部族。一名强壮的大汉上下打量易水寒，看到易水寒这瘦弱的样子，有点瞧不上眼。就你这样的小身材，还在蛮荒走了1个多月？行了行了，就让他加入我们的杨氏部族吧。不过我们杨氏部族不养废人。大哥放心，我会打猎。易水寒说自己会打猎，这2名杨氏部族的强壮大汉明显不相信，不过也没再多说什么，带着易水寒进入杨氏部族。易水寒被带到部族内，走了几分钟，把易水寒带到部族边缘上，并且被告知一个破烂的茅草屋以后，便是自己的居所。那名带着自己过来的壮汉说完，也不看易水寒什么反应，自顾自的便离开了。易水寒看着眼前的这个茅草屋，怎么看怎么感觉像是一个狗窝。这个茅草屋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就是3根粗一点的棍子的一端绑在一起，另外一端岔开，编制好的茅草搭在这个架子上，这就是易水寒此刻的住处。当易水寒进入自己的住处之后，易水寒就发现自己的游戏界面上出现一个传送图标，可以传送回主世界位面。不过现在这个传送图标还是灰色，不能使用，需要等到4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并且还需要杨氏部族贡献积分。易水寒对于这个茅草屋并没有什么要求，反正又不会在这里住，只要有该有的功能就行。对于易水寒来说，这个茅草屋只要拥有传送这个功能就够了。易水寒刚准备从茅草屋内出来，易水寒注意到自己摆摊的那个角色边上有人在叫自己。嘿，哥们儿，我听说你这里有一个白银器鞋子换雷属性的材料，我这里有一个 B 品质的雷属性材料，要不要换？易水寒听到对方说有雷属性材料，立刻开口说道。B 品质的材料，你拿出来让我瞧瞧。易水寒说完，对方立刻拿出来一个材料，雷击石，类型材料，品质 B， 等阶3阶，效果雷击石，内部拥有浓郁的雷属性，用来打造装备，可以使装备拥有雷属性伤害或者雷属性抗性。易水寒看到这个雷击石，同时拥有一个吞噬的选择，雷霆战体那里显示可以增加200点体质进阶经验。可以，东西不错，我送你几张镇尸符，换不换？对面那名玩家没想到易水寒居然真的换，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急忙选择交换，生怕易水寒反悔。其实这名玩家感觉自己很倒霉，跟别人组队去刷副本，副本最后报了一件白银装备，一个技能书，里面还有这个雷击石，装备是法系的装备，给了队伍里唯一的一名法系输出，技能是一个格挡伤害的技能，最终给了队伍中的坦克，剩下这个雷击石是和别人摇点赢了才得到的，也不知道这个材料要拿来干什么。听到交易据点有人用白银装备换雷属性材料，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立刻就过来了，也就有了现在这一幕。这名玩家刚把白银装备兑换走，易水寒立刻又拿出来一件白银装备摆到摊位上。那名刚把白银装备兑换走的玩家回头一看，发现摊位上居然又摆了一个白银器装备，愣在原地，傻傻的看着易水寒。大哥，你还有白银器装备啊？易水寒纳闷的看了这名玩家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对啊，摆摊嘛，这不得货多一点，也省得来回瞎折腾了。
易水寒这句话说完，对方感觉自己有被易水寒装到。随后短短的几分钟后，易水寒这个摊位可能有很多白银器的消息被传出去，让许多势力的主管注意到易水寒，准备过来跟易水寒交换白银器装备。易水寒立刻将雷击石吞噬，雷霆战体的经验提升200点。这时候易水寒忽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雷霆之心，立刻从背包中拿出来，把雷霆之心使用之后，易水寒的雷霆战体进阶经验增加了3000点，并且获得了一个雷系技能流影电光闪。类型技能品质 A， 等级 LV1， 威力 5.0， 冷却时间10秒，消耗60法力值，经验值 0800W。 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将雷霆印记留在目标身上，再次激活印记，瞬移到印记所在位置，可激活距离为100米，并且引爆印记，对周围2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雷属性魔法伤害。流行电光闪的印记可以储存3个，每次使用间隔 0.5秒。看到这个技能，易水寒睁大了双眼，呼吸的声音都明显的变粗了。这个技能虽然威力弱了一点，这机动性就太强了。易水寒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这个技能，立刻操控在蛮荒的2个角色从茅草屋里出去，准备看一下能不能触发什么任务，保护杨氏部族走出蛮荒。短时间内肯定没指望了，只能先了解这个世界。易水寒走在杨氏部族内，看到有许多人饿得都要皮包骨头了，就这么坐在路边上无精打采的模样，让易水寒看了直摇头。第129章蛮荒狩猎。易水寒一路走到杨氏部族最中心区域，这里有一个明显比其他那些土坯房都要大一点的建筑物。随后易水寒便看到一名老者站在这个杨氏部族最大建筑物的门口，拄着一根拐棍看着天空。哎，怎么萧氏部族还不来呢？再不来部族内都没有东西吃了。易水寒看到这名老者唉声叹气的样子，立刻上前搭话：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你是刚加入我们杨氏部族的新人吧？我以前没见过你，我听大蛮说了，你说你会打猎。孩子，咱们蛮荒是什么样的你也知道，那些猛兽非常凶猛，像是我们这样的小部族根本就没有能力走到蛮荒上打猎，只能帮那些大部族做一些剑士或者衣服，用劳动来换取一些食物，以此来支持我们的部族生存下去。之前来我们杨氏部族来收剑士衣服的是萧氏部族，平常萧氏部族每隔2个月都会来一次，这次眼看都要3个月了，萧氏部族还没有来，部族内食物短缺，再过几天怕是要饿死许多人。孩子，我现在问你一句，你真的能打猎吗？就在这时，易水寒忽然接收到系统提示，杨氏部族内短缺食物，玩家是否接下任务去蛮荒打猎，帮助杨氏部族度过这次难关。易水寒自然要接受下来，毕竟要帮助杨氏部族走出蛮荒。蛮荒狩猎任务难度 B， 任务要求去蛮荒狩猎，帮助杨氏部族获取食物，度过这次缺少食物的难关。任务奖励 200W 经验，1年修为100点杨氏部族贡献度。任务简介：蛮荒中拥有强大的猛兽，不适合人类生存，但顽强的人类就像是石头缝中的种子，顽强的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玩家需要帮助杨氏部族狩猎石头猛兽。接了任务，易水寒立刻走出杨氏部族，走向外面这一望无际的蛮荒。易水寒为了快点了解这个小世界，选择让自己的分身和本体分别朝着2个方向探索。本体的装备好倒是还好一点，分身的装备就比本体差许多了，要稍微小心一些。杨氏部族所选的这个位置灵力稀薄，蛮荒上的猛兽都不愿意来，所以易水寒一直走了半个小时都没有看到一头猛兽。易水寒操控着本体朝着东边一直走了1个多小时，这才看到这个世界的猛兽。天空中飞着一只巨大的凶禽，朝着易水寒这边飞过来，浑身青绿色的羽毛，将翅膀张开之后能有30多米长。易水寒急忙爬到地上，抬头看着天空中的这只凶禽，在距离足够的第一时间探测这只凶禽的属性。神风青羽雀暗金 BOSS， 种类凶兽，等阶9阶，物理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速度2463，修为80年，生命值、法力值、技能9阶的暗金 BOSS 可招惹不起。易水寒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因为自己乱动而引起了这只神风青羽雀的注意。好在这蛮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草。易水寒趴在地上，这些膝盖高的草完全可以把易水寒的身影遮挡住。等到这只神风青羽雀离开之后，易水寒擦了一下额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我滴个乖乖，这才刚出门，迎面就是9阶的暗金 BOSS， 什么情况啊？这个副本想让我打2个版本？易水寒从地上爬起来，心中暗自想着，这要是都这种怪，帮助杨氏部族走出去可不容易。经过这个小插曲后，易水寒继续赶路，又走了10几分钟，终于看到一只落单的猛兽。千青银雾鹿玄铁 BOSS， 种类
猛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1653，物理防御力862，魔法防御力791，速度452，修为5年，生命值15000015000，法力值3000-3000，技能小鹿乱撞、绞击、绝力、后踢腿、迷雾、低阶迅捷、被动。这头颅的体长能有5米，这要是杀死了，能给杨氏部族提供很多食物，易水寒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这头千青银雾鹿从技能上来看，应该属于是蛮荒的最底层凶兽，从这几个技能就能看出来，迷雾和低级迅捷这俩技能一看就是配合起来逃跑用的，先用迷雾来迷惑对方，然后急忙逃开。易水寒悄悄地靠近这头千青银雾鹿，在距离还有30米的时候，即便是易水寒已经非常小心了，还是被对方发现。这头千青银雾鹿发现易水寒之后，看到是一个小家伙，没太当一回事，继续低着头吃草。易水寒其实也好奇过，杨氏部族都已经这么饿了，为什么不吃莽荒上到处可见的草？易水寒抓起来一把草，吃了一点，然后就进入中毒状态了，也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吃草了，是这些草有毒，不适合人类吃。易水寒发现对方居然不跑，干脆也不再躲躲藏藏了，当着千青银雾鹿的面走向他。千青银雾鹿看到易水寒越来越靠近自己，立刻摆出一副凶恶的表情，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在易水寒看来非但不吓人，还有一点小可爱。易水寒害怕对方逃跑，使用蛛丝发射器，用蛛丝缠绕住千青银雾鹿的腿。看到易水寒对自己不怀好意，立刻低着头朝易水寒冲过来。易水寒看了一下这头千青银雾鹿的速度，被蛛丝缠住腿之后，前腿和后腿之间的蛛丝被挣脱断，速度大概能有350，大概降低了对方100速度。易水寒将流影电光闪的雷霆印记留在乌金枪上，把乌金枪当作标枪扔出去。乌金枪在飞到千青银雾鹿身旁的时候，易水寒立刻激活雷霆印记。易水寒出现在乌金枪边上，单手握住乌金枪，雷霆印记爆炸，对千青银雾鹿造成伤害，让其痛苦的呜咽一声。随后易水寒连刺3枪，在千青银雾鹿释放小鹿乱撞的时候，侧开身子，使身体和地面成30度角，躲开千青银雾鹿的一次撞击。随后站直身体，对着千青银雾鹿使用当头一棒，使其眩晕在原地。第130章狼群。千青银雾鹿呆立在原地，易水寒连刺3枪之后，使用灵蛇出动，把伤害打到最大化。灵蛇出动使用完后，千青银雾鹿也从眩晕中清醒过来，立刻低下头朝着易水寒使用绞击。易水寒下意识里使用横扫八荒，横扫八荒刚一出手，易水寒就感觉要糟，因为千青银雾鹿的体型比易水寒的体型大太多，横扫八荒的控制效果并没能生效。易水寒用完横扫八荒后，再想要躲开千青银雾鹿的绞击已经有点晚了，尽管易水寒已经尽力在躲避了，即便是使用了凌波微步，也还是被攻击到。绞击带有击退效果，易水寒被顶出去8米远。千青银雾鹿这时已经意识到危险了，释放迷雾就想要逃跑。易水寒在这个副本里走了1个多小时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猎物，怎么可能让他逃走？幸好易水寒在之前战斗的时候就害怕千青银雾鹿逃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雷霆印记。易水寒没有心急，贸然冲进迷雾，和千青银雾鹿逃跑的方向相反，就悲催了。这时候还有野蛮冲撞这个技能，再加上流影电光闪激活雷霆印记的距离，完全可以追上。10秒钟之后，迷雾消散，易水寒看到千青银雾鹿已经跑到自己左手方向100米开外了，急忙使用野蛮冲撞技能，在距离千青银雾鹿100米以内的第一时间，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迅速出现在千青银雾鹿的身边，同时雷霆印记爆炸。千青银雾鹿嘶鸣一声，立刻回身背朝易水寒，抬腿就是一记后踢腿。易水寒向后连退几步，将这一记后踢腿躲开后，易水寒上前一记碎骨，一脚踢在千青银雾鹿的后腿上，让他的速度再次降低。这时千青银雾鹿的技能基本都已经进入冷却，并且速度也被降低。易水寒拿着乌金枪也不靠近，就这么拉开1米多的距离，让千青银雾鹿撞不到自己，而自己还能一直输出。易水寒再次躲开千青银雾鹿的一轮技能之后，轻轻松松的将千青银雾鹿斩杀。杀死千青银雾鹿之后，什么也没有爆，连个铜币都没有。易水寒知道后面离开第1版本的地图之后，再杀怪就不会爆装备了，并且金币将也不再是交易货币，修仙界的交易货币会变为零食。可现在明明还是第1个版本。易水寒想了一下，可能跟这个大型副本所在的世界等级比较高的原因有关。不爆装备也没什么，可以先搜集材料，等到后面看到高级炼器或者炼药的 NPC 后，可以把这些材料让这些 NPC 帮着做装备做药。易水寒使用空间胶囊将千青银雾鹿的尸体收起来。易水寒现在才狩猎到1头千青银雾鹿，距离10个猎物还差许多，需要继续去寻找猛兽。易水寒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世界的凶兽和猛兽有什么区别，
刚才杀死的千青银雾鹿是猛兽，神风青羽却是凶兽，就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凶兽比较危险。易水寒继续朝着之前的方向往前走，另一个方向，易水寒的分身倒是没有遇到凶兽和猛兽，反倒找到一条河。这条河跟杨氏部族边上的小河不同，这一条河要大上不少。易水寒目测这条河的宽度在100米以上。走到这里，因为河水的阻隔，易水寒不准备继续往前了。这样莽荒的世界，河里还搞不好会有什么鱼呢？万一来个大家伙，在河水里又没有能力反打，只能是白送。易水寒顺势朝着河的上游走，走在河边，偶尔可以看到一些脚印，而且有些脚印还非常大，光一个脚印3米多长2米多宽，把地面踩得陷下去30公分。易水寒观察了一下，像是这种特别大的脚印都是蹄印，像是猫科类动物的脚印就要小许多。易水寒感觉应该远离这条河，这要是遇到6阶以上的猛兽或者凶兽就麻烦了。易水寒的这个分身装备差许多，也没装备蛛丝发射器，生存能力要差许多。这条河的上游有一座山，现在条件还不够，之后有机会了再去探索。目前先帮杨氏部族渡过难关才是最紧要的事情。正所谓望山跑死马，这座山看起来好像不是太远，就以现在的赶路速度，搞不好得走上1天，这还是没有遇到怪的情况下，如果半路上有怪，时间还要更长。易水寒操控分身往回走，继续去探索杨氏部族周围。易水寒本体这边再次走了半个小时，忽然听到一声狼嚎，嗷呜！易水寒听到狼嚎，心中猛然一跳。众所周知，狼是群居动物，狼嚎声就很有可能是在呼叫伙伴。易水寒朝着狼嚎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看到20几米外有一只狼，这只狼的毛皮为青色，若不是它现在正在仰头嚎叫，易水寒还真就要忽略它了。第一时间探查这只狼的属性：赤目青皮狼，种类猛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2123，物理防御力458，魔法防御力389，速度423，修为3年，生命值40000，40000，法力值1000/1000，技能扑袭、撕咬、嗅觉灵敏、被动、夜视、被动。这样的属性看起来高敏高攻脆皮，单个处理起来非常轻松。易水寒冲向这只赤目青皮狼，用了1分多钟将这只赤目青皮狼处理掉。易水寒刚杀死这只赤目青皮狼，杀死，远处立刻出现10几只狼围过来。这些狼在易水寒的各个方向将易水寒包围住。易水寒观察这些狼，心中想着该怎么应付这个狼群。对付狼群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解决这个狼群的狼王，将狼王杀死之后，这些剩下的赤目青皮狼就会逃开。可易水寒好不容易遇到这些怪，就杀几只狼，易水寒觉得有点亏。思来想去，易水寒觉得多杀一些，最后再杀狼王。如果实在应付不了这么多只狼，就把雷霆印记留在乌金枪上，把乌金枪投掷到狼王身边。第131章杀死狼王。被狼群包围，易水寒不准备坐以待毙，就这么站着被一群狼往身上扑，肯定是不行的。这么多只狼，四面八方的被扑过来，怎么也得被扑倒。易水寒看到一个方向上只有3只赤目青皮狼，立刻朝着那3只狼的方向冲去。易水寒不动还好，这些狼还都跟易水寒对峙，易水寒一动，其他方向上的狼也立刻朝着易水寒冲过去。易水寒一边往前冲，一边搜索周围，想要发现那只狼王在哪里。面前的3只狼朝着易水寒扑来，易水寒横扫八荒，将3只狼扫飞出去。易水寒快步冲上前，使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一只狼踢飞到空中，随后易水寒跳起来连踢12脚。易水寒在跳起来的时候，终于找到狼王的位置，第一时间探查狼王的属性：赤目青皮狼王，白银 BOSS， 种类猛兽，等阶3阶，物理攻击力3432，物理防御力748，魔法防御力621，速度382，修为5年，生命值200000，2000000，法力值3000/3000，技能扑袭、撕咬、嗅觉灵敏、被动、夜视、被动，统帅狼群，狼王专属被动。清楚狼王的位置之后，易水寒也不着急了，专心对付眼前的狼群。易水寒落地的第一时间补上一记碎骨，随后在原地放上一个雷霆守卫，其他那些狼随之而来的扑过来，易水寒左躲右闪，利用凌波微步的技巧躲开大部分扑袭。看到这些狼距离自己这么近，易水寒立刻释放掌心雷。掌心雷的爆炸范围5米，这一下炸到8只狼，加上雷霆守卫的伤害，被炸到的这几只狼当即被炸到半血以下。这些狼的攻击很高，易水寒已经躲开90%以上的攻击，血量还是掉得很快。易水寒的祝福冷却刚好就得赶紧用。易水寒跟这些狼战斗了半个多小时，血量降到50%以下，并且狼还越来越多，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易水寒觉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
再这么下去，迟早被拖死。这都杀死30几只狼了，差不多可以了。易水寒将手中的乌金枪扔出去，同时对着眼前的一只赤木青皮狼使用碎石掌，一掌拍出，后面扇形5米范围内同样受到攻击。本来这些狼就已经血量不满，吃到这一掌伤害，立刻又有3只狼被打死。易水寒的身后有几只狼扑来，乌金枪正好刺向狼王。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雷霆印记爆炸，易水寒单手握枪，一枪刺到赤木青皮狼王的狼头上。赤木青皮狼王吃痛，不退反进。易水寒的这一枪直接把赤木青皮狼王的凶性给激发出来了。狼王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现在易水寒出现在面前，立刻扑向易水寒。狼王的速度更快，可没有其他狼的牵制，只躲狼王的攻击，对于易水寒来说非常轻松。易水寒使用雷灵附体，同时使用连环腿将狼王踢飞出去。随后易水寒使用雷霆战戟技能，在冲向狼王的同时，雷霆将易水寒手中的乌金枪包裹。雷霆半月斩出手，斜劈在赤木青皮狼王身上。半分钟后，身后的赤木青皮狼群包围上来。易水寒看看狼王，易水寒一套技能也就才打掉狼王6万多的血，想要打死狼王，易水寒最起码得再打2套技能。可狼群已经包围上来，易水寒的输出空间有限，药品的冷却刚好，急忙把血量往上抬一截，并且在狼王身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利用雷霆印记的高机动性，易水寒把狼群耍得团团转，只要其他技能的冷却好了，便激活狼王身上的雷霆印记，给狼王一套输出。因为狼群的因素，易水寒要留一套技能非常困难，只能留下几个伤害高的技能给狼王，其他那些带有范围伤害和特殊效果的技能留给狼群。半个多小时之后，易水寒一个灵蛇出动，将狼王刺死。狼王一死，其他那些狼立刻四散逃走，头也不回。这次战斗打了1个多小时，精神有点疲惫，这些狼也不会爆东西，只需要把这些狼的尸体收起来就好。易水寒先把狼王的尸体收起来，随后收取那些普通狼赤木青皮狼尸体。易水寒这1小时杀死53只赤木青皮狼，应该够杨氏部族吃一阵子。易水寒收完狼尸后，快速往回走。在蛮荒上，易水寒不确定这边的血腥味会不会引来其他猛兽和凶兽，保险起见，快速离开为好。易水寒不敢使用力大飞砖的特效，所以速度要比平时慢上许多。易水寒离开自己刚才的位置，走了20分钟之后，回头一看，就在自己刚才离开的位置，有2头巨兽出现在那个位置。虽然已经距离很远了，却还是能非常清楚地看清那2头巨兽。一头巨兽长得像犀牛，另一头巨兽是一头巨大的野猪。2头巨兽撞在一起，动静非常大，隔着10几里，易水寒可以清楚地听到2头巨兽的吼叫。易水寒目测，这2头巨兽怕不是有10层楼那么高。这蛮荒实在是太危险了，算了，隔一段时间帮杨氏部族狩猎一次就算了，这里不适合练级。虽然说经验给的挺高，可是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升到版本等级上线之后再来这里好好探索吧。易水寒暗自嘀咕一声，继续往回走。经过1个多小时，回到杨氏部族。当易水寒把赤木青皮狼和千青银雾鹿的尸体堆放在部落中心的空地上，立刻引来部落中很多人的注意。短短的几分钟，这片空地被杨氏部落的人包围起来，现场非常嘈杂。这些人说什么，易水寒是一句也没听清，尤其是这种带有地方口音，并且还说得这么快，没人打扰都不容易听懂。最终还是杨氏部族的族长出面，这才让杨氏部族的人安静下来。易水寒将狼牙和鹿角取下自己收好，这些低阶猛兽的身上也就这2个有点价值，随后便让族长安排分配。第132章低级雷击木。杨氏部族的族长想要易水寒一起帮忙分兽肉，易水寒看到自己的任务显示还没有完成，只好帮忙分兽肉。分兽肉又用掉1个半小时，分完兽肉这才显示任务完成。易水寒在分兽肉之前就已经向杨氏部族的族长问清楚了，这些兽肉足够杨氏部族吃半个月。易水寒只要明天再来一次，看一下这个小世界过了多少天，就可以算出来应该隔多长时间来一次。易水寒刚准备离开副本，就看到杨氏部族的那些壮汉不知道从哪里抬来一个大鼎，将大鼎内倒满水之后，把一些草药和兽骨全都扔进鼎内。易水寒感觉有些好奇，开口问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熬骨头汤吗？哦，我们这是给小孩子熬淬体药。我们杨氏部族内原先有一位老人是大秦神国的士兵，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淬体药配方的，说是这些草药搭配猛兽的兽骨，可以将兽骨中的精华熬炼出来，让小孩子泡淬体药，可以改善孩子的体质，让这些孩子更适合习武。易水寒这一下又不想走了，想看一下他们熬的这些药有什么效果，要是效果好的话，可以把他们这个配方要过来，回头让自己小世界的村民们也泡一下。易水寒忽然感觉到有人在跟自己摆摊的那个分身说话，立刻把视角切换到摆摊的这个分身上。喂，哥们儿，说句话，看什么呢？这么着迷，摊位都不看了。易水寒刚把视角切换过来，就看到一个熟人，白雪工作室的老板。虽然大家都没有盯着 IP，
可这长相易水寒一眼就认出来了，眼前的这几人是同一个工作室的玩家。易水寒以前帮这个工作室打过单子，所以了解一些关于白雪的信息。行了，我在呢，你们要干什么？易水寒看向这几名玩家中唯一的一名女生，这名女生就是他们这几人所在工作室的老板白雪。帅哥儿，我们听说你之前已经被换走3件白银器了，除了你摊位上摆放的这个白银器，你还有吗？易水寒看了他们几人一眼，开口问道。你们过来找我，应该也知道我这些白银器只接受换材料，不卖金币。我可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材料吗？易水寒说完，就看到白雪从背包中掏出来一根雷击木，拿在手中让易水寒看。低级雷击木，类型材料，品质 S， 等阶5阶，效果雷击木，雷霆本为毁灭，但在这根神奇的雷击木中，暴躁的雷霆中蕴含生命，可以用来打造装备。打造的装备必定携带雷系治疗技能，也可以为雷系技能或者体质提供大量经验。帅哥，我可跟你说，这个材料是从一个紫金 BOSS 身上爆出来的。那个副本我们打了3天，结果好不容易打死那个最后的大 BOSS， 结果就爆了这么一根雷击木。你是没看到那个 BOSS 10几米高的一棵树，特别难打。易水寒看到白雪装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只感觉好笑。易水寒可是非常清楚白雪的性格，能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并且还能在手下招揽很多高手，怎么可能是一名简单的人物？现在做出来这种姿态，无非是为了体现这根雷击木的稀有，然后好讨价还价。行了，你们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好像我这些白银器就很好爆一样。易水寒说到这里，忽然感觉有些心虚，这些装备还真是挺好爆的，一颗电离子核弹的事情。那你准备用多少件白银器来换我这根雷击木？易水寒竖起来3根手指头，随后就看到白雪的脸色立刻垮了下来。就3件白银器嘛，我这可是 S 品质的材料，有没有搞错？也就是我们运气差，打死个紫金 BOSS 才爆出来一个材料。正常情况下，紫金 BOSS 就算不爆紫金器，怎么说也得爆个暗金器，这就证明我们这个雷击木跟暗金器是同等价值的东西，怎么说也得值6件白银器。易水寒听到白雪这样说，感觉非常无语。这就好像去买鞋子，然后对方砍价的时候说，你看人家43号的鞋子才卖多少，人家那双鞋子用料多才卖这个价，我这41号的鞋子用料少，这你不得给便宜一点？这时候易水寒就是这种感觉，感觉对方有点胡搅蛮缠的意思。不过呢，对方既然讲价了，那就证明对方有想换的意思。价格嘛，都没有什么标准，就是慢慢谈的，卖家抬价，买家压价，很正常。现在易水寒在等杨氏部族的淬体药，也没什么事可以做，正好可以跟他们好好谈一下价格。美女，话可不能这样说，没你这么算的呀。什么紫金 BOSS 爆出来的装备，最起码也得是暗金器，可没有这种说法呀。我能爆出来这么多白银器，你以为我好骗是吗？我杀的黄金 BOSS 可不少，什么也没有爆的多了去了。那一个黄金 BOSS 爆的装备，就算没有黄金器，怎么说也得给个白银器吧？那黄金 BOSS 爆的那几10枚银币，就能买一件白银器吗？美女，你可真会开玩笑，价格可没有这么讲的。你那是游戏币，我这可是 S 品质的材料，这能一样吗？差不多，都是 BOSS 身上爆出来的，能差多少？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易水寒恶趣味发作，随意的摆摆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易水寒这副模样特别欠揍，让白雪气得直咬牙。什么差不多？差多了。还有，这是细节不细节的问题吗？3件绝对不可能，我退一步，换5件。什么换5件？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4件，只能换4件，不能再多了。虽然说这个材料很稀有，白银器现在这个阶段可是稀缺货，穿一身白银器可以领先其他那些普通玩家很多。正所谓一步仙，步步仙，一身好装备，可比这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的材料有价值多了。第133章，杨氏部族杨柳一。其实在易水寒心中的估价，这个材料换4件白银器，对方会有点小亏。要是让对方换5件，易水寒就感觉自己有点亏，与其让自己亏，还不如让对方亏。易水寒和白雪2人都寸步不让，一直谈了半个多小时。让2人一直没谈崩的原因是，易水寒确实是想要换这根雷击木。现在这个材料在白雪他们手中没有用，在自己手中不一样，可以用来提升雷霆战体的进阶经验。而易水寒手上的白银器也是白雪他们需要的，他们这些人一身玄铁器都能打 BOSS， 换了白银器就会更加轻松，并且可以打的 BOSS 更多。易水寒注意到杨氏部族熬的淬体药快要好了，也没心思再跟白雪他们讲价格了。行了，我看咱们也别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这里呢还有10几件白银器，你们要5件白银器也可以，我就随便从这些白银器中挑5件，能不能用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要是你们换4件，我可以让你们从我这10几件装备中挑4件，你看这样好不好？易水寒说完，白雪陷入沉思。换5件白银器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可以多换1件白银器。虽然可以多换1件白银器，想要让同一个人穿上这些白银器就有些不现实了，没有办法把一个人的属性堆起来，运气不好就是每人1件白银器。虽然每人都提升属性了，这提升的强度就有点差了。
换4件装备的好处是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把这4件装备选给一名玩家，把一人的属性提升起来。这个提升对那个传到4件白银器的玩家会很大，打 BOSS 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白雪最终还是选择了换4件白银器，这个选择让易水寒心中暗自感叹这个女孩聪明。最终白雪选择了4件体质主属性职业的装备，看来是想要硬打 BOSS。 硬打 BOSS 就是要坦克可以抗住 BOSS 的输出，这样的打法好处就是只要坦克不倒，打起来 BOSS 会非常轻松，并且非常稳，只要玩家不是操作太离谱，基本不会翻车。白雪在换完这4件白银器之后，又在易水寒这里买了2身玄铁器，看来是要去招揽玩家。卖这2身玄铁器的时候，易水寒难得的大方了一回，给对方一个95折，并且还附赠了他们几张镇尸符。白雪看到镇尸符的效果，眼前一亮。之前他们几个就打过僵尸的副本，低阶的白僵倒是还好，绿僵就已经变得非常难缠了，防御力又高，又不吃眩晕，攻击还带尸毒，就像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并且长得还膈应人。打完那次僵尸副本之后，白雪就再也不想打僵尸副本了。现在看到居然还有镇尸符这种好东西，便开口问道：“帅哥，你这镇尸符还有多少啊？”易水寒本来镇尸符是不多的，之前摊位出名之后，总有人过来看易水寒换材料技能的白银器是什么属性，恰好易水寒也在收材料，其中就有制作镇尸符的材料。火属性变异兽的材料，易水寒收到3罐，1罐变异兽血可以制作10张镇尸符。哦，镇尸符的材料我正在收，现在还有30几张镇尸符。30几张啊，30几张就30几张吧，我都要了。易水寒还怕自己下一次进副本是僵尸副本呢，也不想把这些全卖给他们，要是等会儿收不到材料，那不就悲催了。不行，我要自己留几张，万一等会儿我收不到材料，我进到僵尸副本不就难受了。我最多卖你们30张，30张就30张吧。白僵我们也用不到镇尸符。易水寒将镇尸符交易给对方，易水寒和白雪交易完之后，杨氏部族的淬体药也熬好了。易水寒看到这个大鼎里的淬体药呈现乳白色，就像是鱼经过油炸之后熬出来的鱼汤，看着就很好喝。这些淬体药虽然可以喝，但相对来说喝下去吸收的太慢，用来泡身体才是最好的选择，可以让身体直接接触淬体药，直接吸收淬体药的精华。这些淬体药在温度差不多80度的时候还有点烫呢，就让部族里的小孩子泡淬体药。80度的温度还是非常烫的，可是温度在80度才是最适合吸收淬体药的温度。80度的温度可以使皮肤的毛孔完全张开来吸收淬体药的精华，并且因为淬体药的存在也不会把孩子烫伤，这都是之前大秦神国的老兵告诉部族的。这些小孩子被烫得哇哇大哭，却也没有其他好办法，想要变强就是要吃苦，就是要付出代价，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易水寒观察这些小孩子的属性，发现这些小孩子的属性却是实在缓慢的提升。易水寒看着这些杨氏部族的小孩子，随后就发现其中有一名奇怪的女孩。这名女孩也不大，跟其他那些孩子比起来，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像是其他那些小孩一样哇哇大哭，安安静静的泡在淬体药中一动不动。这一下就引起了易水寒的好奇，立刻观察她的属性。杨柳一，种类人类，等阶1阶，物理攻击力21，物理防御力13，魔法攻击力50，魔法防御力22，速度58，修为5，生命值2000，法力值110，技能忍耐，快速成长，被动。因为这个杨柳一还不是易水寒的弟子，易水寒只能看到这些信息。光是这些信息就已经让易水寒很上心了。这个杨柳一的岁数还小，并且拥有快速成长的被动，怎么看资质也不可能低。现在他的资质还没有固定下来，等到14岁之后资质才会固定下来。要是在他14岁之前好好培养，给他弄一个圣阶的资质也不是没可能。想到这里，易水寒有点想要把他收为弟子，小孩子嘛，要获得他的好感度非常轻松。第134章，再次蛮荒狩猎，并且杨氏部族这么穷，要哄小孩子那就更简单了。现在杨柳一还没有培养起来，倒是也不用太着急，来日方长。大概知道这个淬体药的效果之后，易水寒离开副本。易水寒现在也没有事情，干脆叫莫小莫他们仨一起打须弥界求生。这一次易水寒倒是没有操控3名角色去打须弥界求生，因为易水寒现在已经30级了，属性已经比其他玩家高出一大截，基本上都是必赢的局，也没必要浪费分身刷经验的时间。易水寒让2个30级的分身一起去挂机刷怪，这样可以提高分身的安全性，遇到5阶的怪也可以打。易水寒打完须弥界求生，再次下了一个副本，打完副本之后就下线休息。易水寒现在已经非常领先了，就没必要那么着急，只需要稳住就行，好好休息保持状态非常有必要。易水寒好不容易睡一个早觉，第二天6点起床锻炼身体，8点钟游戏上线，
带着莫小莫他们打完须弥界求生后，操控自己的3个30级以上的角色进入天运界。易水寒再次进入副本，3个角色拥挤地出现在残破的茅草屋中，样子十分滑稽。易水寒从茅草屋出来，觉得这个茅草屋还是需要改进一下，要不然空间太小，想从茅草屋里出来都不容易。易水寒操控2名分身重新搭建茅草屋，同时操控本体去杨氏部族的中央区域，也就是族长住处。易水寒旁敲侧击地从族长这里套取这个世界的信息，并且也从族长这里知道，现实中隔了半天时间，这个世界过了10天，也就是说，现在杨氏部族内的兽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又该去狩猎。这一次倒是没有再等易水寒问族长，族长率先开口向易水寒问道：“双手插兜，族内的兽肉已经不够吃了，并且孩子们也需要兽骨来熬炼淬体药，孩子们的身体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族长这句话说完，也就等于给易水寒下任务了。易水寒收到系统提示：蛮荒狩猎，任务难度 A， 任务要求去蛮荒狩猎，帮助杨氏部族获取食物，并且部族的孩子们需要更强的兽骨来炼制淬体药。任务奖励1000W 经验，3年修为，500点杨氏部族贡献度。任务简介：蛮荒中拥有强大的猛兽，猛兽等阶最高7阶，而蛮荒中还拥有比猛兽更加强大的凶兽，凶兽最低等阶为5阶。此次狩猎需要狩猎更多的兽肉，此次狩猎最少需要可以维持部族食用1个月的兽肉，并且需要狩猎到1头凶兽。接受到任务，易水寒操控自己的3名角色向上一次有一条大河的那个方向走。易水寒这一次操控3个角色一起，目的非常强，就是想要猎杀强大的猛兽或者凶兽。这一次的任务只提到凶兽和兽肉，一定意义上来讲，如果狩猎到一个大体型的凶兽，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上一次的探索，易水寒倒是大胆不少，使用力大飞砖这个被动技能赶路，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将力大飞砖这个技能的特效关闭。本来这一段路需要走1个多小时，这一次40几分钟就到了。易水寒沿着河边走了10几分钟，看到一个正在河边喝水的猛兽。冰灵蟒牛，玄铁 BOSS， 种类猛兽，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2123，物理防御力1320，魔法攻击力1856，魔法防御力1185，速度483，修为8年，生命值400000，400000，法力值100000，100000，技能寒冰吐息，冰蹄践踏，蛮牛撞击，后踢腿，野蛮冲撞，低级皮糙肉厚，被动。这头牛体长大概有12米，如果杀死这头牛，光瘦肉也得5吨往上，并且这头牛的属性看起来就非常笨重。易水寒操控3个角色一起冲上前，虽然横扫八荒的控制效果不起效果，当头一棒这个技能还是可以的，并且连环腿还有击退效果。易水寒操控3个角色冲上前，先打一套输出，随后便操控一个角色骑到这头冰灵蟒牛的牛背上蓄力伏虎拳。因为易水寒的2个分身输出很高，冰灵蟒牛的注意力全被易水寒的2个分身吸引。易水寒安心的蓄力，30秒之后，易水寒一拳将冰灵蟒牛打死。一个玄铁 BOSS 对于易水寒现在的3名角色起不到一点威胁。易水寒继续沿着河边走，相对比在其他地方，河边的猛兽和凶兽明显比其他地方多很多，沿着河边走个几分钟就能遇见猛兽或者凶兽。这一次易水寒的目标是大型猛兽或者凶兽，体型比较小的一般都是成群出没，对付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统统绕开。走了一段距离，易水寒看到一头在河边喝水的老虎，远远的看过去，易水寒也看不到它的属性，只好慢慢靠近看一下。琉璃赤烈虎，暗金 BOSS， 种类凶兽，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3350，物理防御力1438，魔法攻击力2830，魔法防御力1246，速度737，修为8年，生命值20000000，20000000，法力值400000，400000，技能烈焰爪，烈焰咆哮，扑袭，撕咬，虎虎生风。看完这个属性，易水寒感觉有些头疼，这些怪的其他属性还好，这速度快就会非常难缠，尤其是这种猫科动物，动作本来就敏捷，更是难上加难。易水寒刚准备悄悄的后退，绕开这头琉璃赤烈虎，忽然异变发生，水中忽然出现一条冰蓝色的巨蟒，将琉璃赤烈虎缠住。易水寒趴在地上，看到这条巨蟒的属性：癸水寒冰蟒，暗金 BOSS， 种类凶兽，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2463，物理防御力1837，魔法攻击力3168，魔法防御力2479，速度712，修为8年，生命值250000，250000，法力值
50000，技能毒牙、毒液、绞杀、寒冰吐息、终极冰锥术、寒冰鳞甲。第135章两败俱伤，收割残血。癸水寒冰蟒将琉璃赤烈虎缠住，整条蟒的躯体疯狂收缩，显然是使用了绞杀技能。琉璃赤烈虎猝不及防之下，被癸水寒冰蟒占得先机，痛苦的哀吼一声。易水寒看着琉璃赤烈虎的血条，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琉璃赤烈虎的血量下降10%。绞杀之下，琉璃赤烈虎想要反抗非常困难，疯狂地扭动身体，想要挣脱癸水寒冰蟒的绞杀，连动一下都变得非常困难。琉璃赤烈虎猛然吼叫一声，熊熊烈火凭空出现，将琉璃赤烈虎周围的空气都燃烧。突然出现的烈火让癸水寒冰蟒非常痛苦，它本来就是冰属性的凶兽，火焰让它极其不适，绞杀也变得没有力气，让琉璃赤烈虎猛虎抓住机会挣脱开。挣脱开之后，琉璃赤烈虎扑在癸水寒冰蟒的身上，一口咬下。癸水寒冰蟒浑身散发寒气，一层冰蓝色的鳞甲将它整个躯体包裹起来，刚才被燃烧的空气瞬间被冷却，因为高温忽然变低温，地面皲裂开来。咔嚓！易水寒在30米开外清晰地听到寒冰被咬碎的声音，紧接着就是癸水寒冰蟒痛苦的嘶鸣声。癸水寒冰蟒疯狂摆动躯体，同时口中喷射出毒液。琉璃赤烈虎动作非常敏捷，在毒液喷射出来时快速躲开。这短短的1分钟内，两边各自受了一点伤，不过相对来说，癸水寒冰蟒受到的伤害要轻许多，占据一定上风。易水寒看着这两头凶兽斗得非常激烈，缓慢地向前爬，一点一点靠近。这些凶兽的感知在战斗时还是非常敏锐的，若是被发现双方不打了，先来解决自己就糟糕了，所以易水寒非常的小心。琉璃赤烈虎的反应速度要比癸水寒冰蟒快很多，左蹦右跳的挑衅癸水寒冰蟒。癸水寒冰蟒则盘起来，静静地盯着琉璃赤烈虎，只要对方露出破绽，就会猛然探头咬出去。癸水寒冰蟒的头忽然急射而出，如同离弦的箭矢，一口咬向琉璃赤烈虎。琉璃赤烈虎的反应也非常快，连1秒都没有，迅速做出反应，一个烈焰爪将癸水寒冰蟒的蟒头拍到地上。琉璃赤焰虎的虎爪死死按着蟒头，不让蟒头活动，紧随其后就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在蟒蛇的躯体上。因为癸水寒冰蟒的躯体比较大，这一口没能咬在7寸上，也就是心脏上。琉璃赤烈虎一边咬还一边撕扯，癸水寒冰蟒疯狂扭动挣扎，却被琉璃赤烈虎一爪子将蟒头死死地按在地上。易水寒看到癸水寒冰蟒的血量快速下降，每秒掉1万的血量，就这种掉法，用不了几分钟癸水寒冰蟒就得凉。就在易水寒以为癸水寒冰蟒要遭的时候，癸水寒冰蟒的身躯忽然将琉璃赤烈虎缠住，整个身躯疯狂收拢，绞杀琉璃赤烈虎。一时之间，琉璃赤烈虎的虎爪死死按着蟒头不放，虎口也咬着不放。癸水寒冰蟒也不是吃素的，生死关头拼命的绞杀琉璃赤烈虎，一时之间竟然进入僵局，双方的血量飞快下降。易水寒看着双方这样拼杀，心下大喜，心跳都不争气的加速了。本来以为可以打一个半血的 BOSS， 要是按这种情况下去，怕不是可以打2个残血的 BOSS。3分钟后，双方的血量见底，易水寒也爬到了近处，感觉时机可以了，操控3个角色从草丛中跳出来。易水寒的忽然出现吓到了这俩凶兽，此刻双方正在搏命，都非常的虚弱。同一时间，琉璃赤烈虎松开咬着癸水寒冰蟒的虎口，癸水寒冰蟒松开琉璃赤烈虎就想要钻入河中。癸水寒冰蟒钻到水中，易水寒就没办法了，所以操控3名角色集火癸水寒冰蟒。琉璃赤烈虎现在血量这么低，已经进入虚弱状态，不足为虑。易水寒利用当头一棒的眩晕效果和连环腿的控制效果，死死拖着癸水寒冰蟒，不让它钻入水中。因为双方的缠斗，此刻这里距离河边有一点距离，也为易水寒留下充足的空间杀死癸水寒冰蟒。80几秒之后，易水寒一个雷霆半月斩收尾，将癸水寒冰蟒砍死在河边。如果这个距离再短一点，或者癸水寒冰蟒的血量再高一点，还真就要被他跑掉了。易水寒暗自后怕，同时用空间胶囊将癸水寒冰蟒的尸体收起来。此刻琉璃赤烈虎的状态非常差，易水寒倒是不太担心，琉璃赤烈虎的血量本来就比癸水寒冰蟒的血量低50万，双方拼伤害，如果易水寒不出手，琉璃赤烈虎一定会先死。猫科动物就要灵敏一点，一下一下的慢慢消耗才对，这么快的反应速度，这个癸水寒冰蟒根本就没有办法，傻到和对方拼伤害和血量，也不知道琉璃赤烈虎怎么想的。易水寒最终给了琉璃赤烈虎一个评价：傻虎。琉璃赤烈虎此刻的血量也就只有8万出头，易水寒还真不怕他能逃走，虚弱状态下全部属性降低，逃不掉。此刻琉璃赤烈虎已经逃到500米开外，也就是他的体型大，要不然还真不好确定他逃向哪边。
易水寒追上琉璃赤烈虎用去3分钟，追上琉璃赤烈虎的时候，琉璃赤烈虎对着易水寒吼叫一声，奈何琉璃赤烈虎的状态太差了，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易水寒懒得浪费时间，3个分身一拥而上，8万的血量，连30秒都没有，简直不要太轻松。易水寒看了一下任务进度上，杀死凶兽的任务要求已经满足，兽肉足够杨氏不足食用1个月的条件还没有达到。易水寒这时候距离河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易水寒看着快要完成的任务，觉得没必要往河边走了，河边周围看一下也可以。易水寒也不知道该去啊，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在茫茫大草原上乱转。又用去半个多小时，易水寒绕开几个成群结队的猛兽群，终于找到一头落单的野猪。这头野猪的体长虽然只有8米，这体宽却足足有6米，看起来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可以说非常的胖。这头野猪真的是有些挑战易水寒的认知，搞得易水寒都有点好奇，这玩意儿是怎么在蛮荒活下来的？这么胖，都快胖成一个球了。铁皮钢刺猪，黄金 BOSS， 种类猛兽，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832，物理防御力3342，魔法攻击力528，魔法防御力3223，速度142，修为6年，生命值1800000，1800000，法力值16001600，技能野猪践踏，肉球滚滚，野猪冲撞，翻滚，缓慢自愈，终极免伤，被动，终极反伤，被动。第136章血阳玉根。不看这铁皮钢刺猪的属性，就已经感觉这玩意儿奇葩了。看完之后，易水寒有些傻眼，怪不得能在蛮荒活下来，这防御力看着都让人没有打的心思。这玩意儿虽然攻击力不高，速度也不快，可这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都在3000点以上。刚才那俩凶兽看到这玩意儿也得头疼。防御高也不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破防，总之还是可以打的。最主要是这玩意儿还带反伤，打它等于打自己。铁皮钢刺猪对于其他人来说可以说是恶心至极，对于易水寒来说就不一样了。反伤有一个机制，那就是打死拥有反伤的目标时，这次伤害不会受到反伤效果。正是因为反伤的这个游戏机制，易水寒完全可以爬到铁皮钢刺猪背上使用伏虎拳，只要蓄力时间足够，一拳就能打死铁皮钢刺猪，也就不用承受铁皮钢刺猪的反伤。易水寒操控本体使用蛛丝发射器爬到铁皮钢刺猪的背上，易水寒刚想要骑到铁皮钢刺猪的背上，就看到铁皮钢刺猪的背上都是铁刺，这些铁刺都是铁皮钢刺猪的猪毛，如果密集的话也没有关系，受力面积够大也不会怎样。问题就是这猪是个秃毛猪，背上的毛非常稀疏，唯一让易水寒感觉有些欣慰的是，这猪毛够短，扎不了多深。易水寒看得头皮发麻，可这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男人嘛，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易水寒眼睛一闭，一咬牙，骑在铁皮钢刺猪的背上。易水寒让自己的宝贝错开钢针，让钢针扎在大腿上。易水寒骑在铁皮钢刺猪的身上是不用承受反伤的伤害了，这猪毛扎在身上的伤害却是不得不吃，每秒承受100点伤害。这样的伤害对于易水寒来说其实不算什么，问题是这猪毛扎在身上疼啊，尤其是大腿根这部分本来就敏感，总给易水寒一种小弟不保的感觉。易水寒是一刻时间也不想浪费，抓紧时间蓄力伏虎拳。铁皮钢刺猪看到易水寒对于这个小不点儿而爬到自己的背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继续挺着猪头拱地面，把地面拱出来一个大坑。等到1分钟之后，铁皮钢刺猪感觉针芒在背，有一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当即侧倒在地上翻滚。易水寒被铁皮钢刺猪碾压在地上，使得他的血量飞速下降。易水寒急忙操控2个分身使用祝福这个技能奶自己。铁皮钢刺猪就像是一个碾子一样，把易水寒压在地上疯狂地碾压。本来易水寒还想要蓄力到100秒之后再打这一拳呢，现在被压在地上碾压，疼痛易水寒还能忍，这承受的伤害易水寒真是没有办法，每秒800点的伤害易水寒真的承受不住。在易水寒的伏虎拳蓄力83秒的时候，易水寒的血量只剩下最后的3000点，并且2个分身的祝福都已经进入冷却，再不打真的就要来不及了。易水寒一拳打在铁皮钢刺猪的背上，铁皮钢刺猪连哼都没有哼，直接被打死，瘫软的把易水寒压在地上。易水寒被压着也会承受伤害，易水寒急忙操控本体角色使用祝福把血量往上抬一截，同时易水寒操控分身从背包中拿出来空间胶囊，把铁皮钢刺猪的尸体收起来。这时易水寒的血量还有1400点，再晚2秒，易水寒的本体角色就得交代在这里。这时易水寒急忙坐到这个铁皮钢刺猪拱开的土坑边上，往嘴里塞烹饪。同时易水寒看到自己的任务界面显示已经可以完成，并且超指标完成，完成度120%，可以额外获得奖励。易水寒的本体此刻是虚弱状态，想要摆脱虚弱状态，
吃烹饪慢慢恢复需要7分钟，状态全满需要16分钟。易水寒看着铁皮钢刺猪拱开的这个土坑，有点好奇，这铁皮钢刺猪好生生的，为什么要在地上拱一个坑？猫在地上刨个坑，可能是为了埋粑粑。这铁皮钢刺猪看着怎么也不像讲究卫生的样子，并且这么胖，肯定也非常懒。那这个坑就很有讲究了。反正现在易水寒也不着急，操控2名分身从背包中拿出来铁锹。这些铁锹还是易水寒以前特意留下来的，想到以后可能会用到，没有将铁锹当成杂物给卖掉。因为这个坑是铁皮钢刺猪拱出来的，地面被拱得有点实，不太好挖。易水寒刚才在铁皮钢刺猪的背上看到它是往哪里拱，所以也是在刚才铁皮钢刺猪拱的位置上往下挖。2名分身往下挖要比铁皮钢刺猪快许多，用了3分钟就把地面往下挖出来将近2米的深度。易水寒操控分身一铁锹铲下，忽然感觉下面非常的软，就好像下面没有东西了一样。易水寒急忙操控2个分身往下继续挖，随后便发现下面居然真的是空的，大概有一个半米高的空间。易水寒低头往下看，就看到这个被挖到的空间泛着红光，便急忙爬下去，将头伸到洞中。入目的是一个像是树根一样的一个植物，泛着红光，并且有一股热意扑面而来。血阳玉根，类型药材，品质 SS， 等阶3阶，效果血阳玉根为低阶天材地宝，可用来炼药，与阳性药材一起拿来炼药，可以用来改善体质，药材品质越高，改善效果越好。易水寒看完血阳玉根的属性，急忙伸手抓住，放入自己的背包。SS 品质的药材，这可了不得。虽然这个药材的等阶才3阶，可这并不是说这个药材就垃圾，只是这个药材只能对那些3阶以下的弟子起效而已，并不是说效果弱。任何一种东西到了 S 品质都会有非常特殊的效果，这个血阳玉根的特殊效果就是改善体质，专门用来培养弟子的药材。易水寒操控2名分身从土坑中爬出来，立刻离开这里。虽然不清楚血阳玉根的气息会不会让一些特别的凶兽感知到，保险起见，快速离开准没错。第137章圣域5阶。易水寒离开6分钟之后，天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鸣叫声，易水寒急忙操控3名角色爬到地上。天空中一只全身红色羽毛的禽类从易水寒的头顶经过，易水寒看向这只巨禽，发现这只巨禽居然也同时看向易水寒，让易水寒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糟了，被发现了。这时易水寒急忙观察这只巨禽的属性，一个属性面板在面前出现：追魂赤羽雕，采金 BOSS， 种类太古遗种，等阶圣域5阶，物理攻击力，物理防御力，魔法攻击力，魔法防御力，速度，修为，生命值，法力值，技能。易水寒看着圣域5阶这4个字，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圣域5阶的采金 BOSS， 这要是飞到第1版本的主位面世界，这就是绝对的霸主。少林寺藏经阁的老和尚也就是个1阶圣人，在这个追魂赤羽雕的面前不堪一击。妖兽的属性本来就要比人类的属性高，同阶的人类修士基本上都打不过同阶的妖兽，除非是那种设定为修仙小说中的天才修士才可以打得过同阶妖兽，跨阶战斗基本上就是送菜。这只追魂赤羽雕也就只是看了易水寒一眼，在他看来易水寒弱得可怜，并且体型还这么小，要灵力没灵力，要肉没肉，属于那种下嘴都浪费自己时间的那种猎物，基本上和蝼蚁等同。看到这么一个空中霸主飞过去，易水寒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危险，急忙操控3个角色朝着杨氏部族的方向跑。因为追魂赤羽雕的威压十分强大，蛮荒的这些猛兽和凶兽被这一股威压镇住，纷纷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动也不敢动。易水寒把力大飞砖这个被动技能启用，40几分钟之后回到杨氏部族。因为易水寒力大飞砖的特效，跑起来漫天灰尘，让杨氏部族的族人还以为是蛮荒上的猛兽来袭击部族了呢。杨氏部族的族长把部族内的壮汉聚集起来，把武器都交给这些青壮年的壮汉，其他那些老弱病残也没闲着，拿着木棍或者石头守在杨氏部族内。当易水寒走到近处，杨氏部族看清楚是易水寒之后才松了一口气，这些青壮年的壮汉也纷纷擦干额头的冷汗。杨氏部族内的这些壮汉最强的也就才2阶，连应付蛮荒的低阶猛兽都应付不了。易水寒从蛮荒回来，杨氏部族的族人将易水寒围起来。易哥哥，蛮荒的凶兽真的有爸爸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易哥哥，蛮荒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从来都没有出去过部落，大人们都说蛮荒危险，到处都是吃人的猛兽和凶兽，真的是这样吗？杨氏部族的大人们没有赶上来和易水寒说话，倒是这些小孩子看到易水寒从外面回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部族的小孩子围着易水寒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杨柳依也在这些孩子中，只不过杨柳依并没有说话，眼巴巴地看着易水寒，一副非常乖巧的样子，小脸红扑扑的，非常可爱。对啊，蛮荒到处都是吃人的凶兽和猛兽，
那些弱一点的猛兽基本上都是成群出没，狩猎时往往悍不畏死，就算是死也要陷在猎物身上咬一口。还有那些巨兽，大的比那棵树还要高，踩一脚地面都要震动，非常危险。易水寒一边说着，在走过杨柳依身旁的时候，弯下腰把他抱起来放在肩膀上，一边说着蛮荒上猛兽的凶残，一边说着蛮荒到底有多么大，让这些小孩子对外面充满了向往。一哥哥吹牛，要是外面有这么多的猛兽和凶兽，你怎么可以在蛮荒里狩猎？因为一哥哥足够强啊，这些猛兽和凶兽在我面前都不算什么。易水寒一边逗着这些小孩子，一边往杨氏部族中心地带的空地走去。因为易水寒只在肩膀上扛着杨柳依，让许多小孩很羡慕，也想要坐到易水寒的肩膀上。易水寒来到杨氏部族中心区域的空地上，杨氏部族的族长早就在这里等着了。看到易水寒带着孩子们过来，脸上露出来欣慰的笑容。这些小孩子可都是部族的未来。易小子，你回来了，这一次蛮荒狩猎的收获怎么样？这一次比较幸运，收获比上一次要好很多。大家让一下，我把我打到的猎物拿出来。易水寒说完，杨氏部族的族人给易水寒空出来一片空地。易水寒先把冰灵蟒牛的尸体放到空地上，冰灵蟒牛的体型很大，看到这样一个巨兽，很多小孩子都瞪大了双眼，幼小的心灵被这个巨兽震撼。随后，易水寒又将铁皮钢刺猪放到地上，又是引来这些小孩子的一阵惊呼。随后，易水寒放出来的凶兽尸体散发着凶残的气息，虽然这已经是尸体了，却还是把这些杨氏部族的小孩子吓得脸色苍白。感觉到肩膀上的杨柳依也跟着哆嗦了一下，显然也被吓到了。易水寒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轻声说道：“没事的，不要怕，只是2具尸体而已。只要你好好的淬炼身体，努力修炼，以后你也可以杀死这样的凶兽，甚至是更强的凶兽。”易水寒虽然是对杨柳依说的，可他的声音并不小，让杨氏部族的这些小孩子都听清了他的这一番话，眼睛闪闪发光的看向易水寒。易哥哥，只要我们泡那些药，以后也可以像易哥哥一样到蛮荒去狩猎吗？对，只要你们泡那些药，以后你们会变得非常厉害，比你们的父母强很多。易水寒说完，小孩子们都非常想要泡淬体药，只要以后可以变强，似乎那些痛苦也不算什么了。易水寒扛着杨柳依，将杨氏部族的族长拉到一边，开口说道：“族长，我想要说一件事，那只琉璃赤烈虎我想要拿来给杨柳依淬炼身体，这些孩子我都看了，杨柳依的资质非常好，我想要收他为我的弟子，想要好好培养他。”第138章，收杨柳依为弟子。听到易水寒说杨柳依的资质好，并且还想收他为徒，杨氏部族的族长双眼睁大，十分震惊。紧接着，震惊过后就是惊喜，没想着自己部族居然也有资质好的族人，对于弱小的杨氏部族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杨氏部族算是在蛮荒最弱的部族，最近几个月，杨氏部族一直等的萧氏部族一直没有来过，这要不是易水寒机缘巧合的来到天运界这个副本，并且副本任务是帮助杨氏部族走出蛮荒，杨氏部族早在10几天前就应该撑不下去了。这些情况，杨氏部族的族长自然十分清楚，在不知道易水寒根底，不知道易水寒会一直守护杨氏部族的情况下，心中自然会往坏处想。最坏的处境就是易水寒抛弃杨氏部族，加入其他的那些大部族，大部族的资源好，并且外出莽荒狩猎，通常都是一队人，要比单人安全许多。若是易水寒离开杨氏部族，杨氏部族肯定在蛮荒生存不下去。易水寒自从来到杨氏部族，只帮杨氏部族外出狩猎了，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杨氏部族的族长心中不免想的有点多。如今好了，易水寒发现族中有资质好的族人，并且还想要收徒，也怪不得杨氏部族的族长高兴。如果易水寒收了杨柳依为徒，可以把易水寒绑在杨氏部族不说，还可以培养一个自己部族的强者。如果以后易水寒离开了，自己部族的强者也可以庇护杨氏部族，是吗？没想到这女娃子居然资质高，被你看上了，想要收她为徒自然是好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和杨柳依的母亲说一下。可以，待会儿把琉璃赤烈虎单独给杨柳依使用，多熬一份淬体药，这些药物里要再放一些阳性的草药，族长你多多费心。易水寒跟杨氏部族族长的对话，杨柳依都听在耳中，虽然知道两人在说自己，可他现在岁数小，不敢插话，只是紧张地抓住易水寒的衣服。易水寒发现杨柳依的异样，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背，并且轻声地告诉他不要紧张。杨氏部族族长的族长把熬炼淬体药的任务吩咐下去，便急匆匆地带着易水寒去找杨柳依的母亲。杨柳依这孩子有些胆小，其实也是我们杨氏部族没有强者闹的。我们杨氏部族没有人有能力去蛮荒狩猎，可部族内没有食物。前几年也像是今年一样，萧氏部族迟迟不来我们杨氏部族，部族内没有食物，需要有人冒险进入蛮荒寻找食物。如果遇到弱小的猛兽，也可以看情况狩猎。就在那时，杨柳依的父亲被选中进入蛮荒，很不幸的在蛮荒被猛兽给吃了。自那之后，杨柳依他们家就一直过得很苦，毕竟家里没有男人，
部族内的族人有时候也会欺负他们娘俩，可这也没有办法，大家的食物都不够，为了自己，也就只能欺负族内比较弱势的群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那些家中有男丁的，到时候有危险也会是他们最先顶上去。杨氏部族族长提前说一些关于杨柳依的事情，提前说好，看一下易水寒的反应，提前打个预防针，防止易水寒到时候看到杨柳依他们家那么苦，以为部族欺负他们娘俩，要是到时候闹起来，那就不好了。易水寒心中其实是有准备的，毕竟当初他刚来杨氏部族的时候也被为难过，分了一个破茅草屋，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儿。杨氏部族的族长说到这里，杨柳依明显的身体绷紧，显然是有些紧张。易水寒轻轻地拍杨柳依的后背，让她不要紧张，一切有自己。不知不觉间，杨柳依坐在易水寒的肩膀上，双手抱住易水寒的头，不再像是之前那样双手无处安放，不再局促不安，心中对于易水寒亲昵许多。当杨氏部族族长来到杨柳依的家，杨母看到族长有些急促不安，还以为杨柳依做什么错事了。族长，您怎么来了？是柳依做错事了吗？她一个小孩子，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杨母说着，看到杨柳依坐在易水寒的肩膀上，当即厉声喝道：你又做什么了？还有，你坐在人家身上干什么？杨母这里厉声呵斥，杨柳依毕竟是个小孩子，当即就被吓哭了。孩子干什么了？你就要骂孩子？别哭别哭，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易水寒虽然在安慰杨柳依，可在母亲的呵斥下，他还是非常害怕，挣扎着就像要从易水寒的肩膀上下来。易水寒没有办法，只好把杨柳依从肩膀上放下来。胡闹，干嘛要训孩子？看把孩子吓的，这一次来是有好事告诉你。好事？什么好事？好事还能轮到我们家吗？杨母这话说的让杨氏部族的族长有些无奈，对于这样家中只有娘俩的族人，这些族人确实非常苦。嗨嗨，这次是真的有好事，你们家的杨柳依资质比较好，韩小子想要收她为徒。易水寒2次外出狩猎，最近族内吃到的兽肉都是易水寒带回来的，杨氏部族的族人都知道，现在忽然有人告诉自己易水寒要收自己的女儿为徒，猛然间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有些不敢相信。不过在易水寒的肯定下，杨母也终于相信下来，脸上大喜。对于易水寒想要收杨柳依为徒，自然是急忙答应，生怕易水寒反悔。因为空地那边已经在炼药了，所以也没有在杨柳依的家里多待。杨母答应下来之后，易水寒就带着杨柳依去空地。在杨母答应下来让杨柳依做易水寒徒弟的时候，易水寒接收到系统消息，杨柳依已经成为易水寒的弟子。这时易水寒终于可以看到杨柳依的资质，易水寒本来以为他只是个高级资质，撑死是一个低阶圣资，没想到杨柳依比易水寒想到的资质还要高，在这样贫瘠的小部落，资质居然是中阶圣资。第139章故事战队现状。要知道，这些 NPC 弟子的资质跟自己的生长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贫瘠的资源下都可以是中阶圣资，如果现在把培养资源补上来，资质可能还会进一步变强。现在杨柳依还是小孩子，有无限的可能，如果在不用血域阳根的情况下把他的资质提升到高阶圣资，那就有机会把他的资质提升到低阶仙资。易水寒越想越觉得可行，整颗心都变得炙热起来。不过有些可惜的是，虽然杨柳依已经是易水寒的弟子了，易水寒却没有办法带杨柳依回自己的小世界，因为易水寒要回自己的小世界，要先传送到主位面世界，而弟子进入主位面世界需要令牌。易水寒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报到令牌。易水寒看着杨柳依跳到琉璃赤烈虎的淬体药里，属性在缓慢的提升，和杨氏部族的族长交代了几句，易水寒便离开副本，从副本中回到主位面世界。这一次易水寒倒是没有再去刷副本，反而看起了顾倾城他们的比赛。现在的这些职业玩家平均等级都已经23级了，甩普通玩家一大截，大部分的普通玩家等级还在20级左右徘徊。易水寒从副本中传送出来，看的这局比赛是故事战队的第3局比赛。今天总共有故事战队3局比赛，前面2局比赛打完，故事战队打的积分排在第4名。故事战队之前也就是刚好能晋级的那一梯队的队伍，现在能把积分追上来，完全是因为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的原因。现在2人都已经30级，装备也换成30级的装备，属性比其他那些职业玩家要高一大截。大家都是职业玩家，可能操作水平上有差距，可这绝对不包括顾倾城。顾倾城的操作在整个蓝星职业玩家中都算是顶级的存在。顾倾城开局并没有抽到什么强力的东西，这也就使得他和其他那些抽到好的天赋或者技能的玩家有一些差距。现在等级领先，将差距抹平了一些，这才让故事战队的积分追上来这么多。可这等级领先其实也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到后面升级的经验越来越多，等级差距会被渐渐的追回来。故事战队的弱势到最后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当然，这个弱势是跟蓝星这些一线强队做比较的，故事战队算是一线强队中垫底的战队。而故事战队的颓势，如果没有易水寒，需要到后面版本顾倾城获得体质和血脉之后才会变为真正的强队。
要不然也只能是强队手中的经验宝宝。易水寒看着顾氏战队选择出现在须弥界比较偏僻的区域，这样可以避免和其他战队的接触。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已经将自己战队当成弱队来看待了。血法师江远洲所在的丹顶鹤战队非常强势，选在正中心区域。正中心区域的位置好，可以更轻松的转移，无论生存区刷新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很轻松的赶过去，这是边缘区域所比不了的。丹顶鹤战队在须弥界最中心区域，其他的战队不敢跟丹顶鹤战队硬碰，就只能躲开，尽量绕开中心区域。这也就让比赛变得非常有意思。从小地图上看，中心区域只有一个丹顶鹤战队，其他战队和丹顶鹤战队之间产生一个真空区。易水寒一边看着比赛，一边心中暗想自己的规划。因为种子比赛的人数比较多，等到第一轮海选完毕，都要到5天以后，易水寒想打比赛都没得打。易水寒闲暇之余也在关注种子比赛。这一次的种子比赛中，有一名玩家抽到了御剑术，竞速比赛直接御剑飞行，得到第1名，非常惹人注目。当然，也让很多玩家眼红，毕竟这可是御剑飞行，无数人心中的梦。还有一名玩家抽到的是一件法宝，是一个葫芦斩仙飞刀。这个葫芦斩仙飞刀，易水寒倒是有印象。这个葫芦斩仙飞刀其实是一个赝品，是仿照陆压道人葫芦斩仙飞刀做出来的低阶法宝。正因为是低阶法宝，所以才能让玩家使用。这葫芦斩仙飞刀虽然是赝品，威力还是十分强悍的。葫芦斩仙飞刀这件法宝消耗自身1半法力值，消耗敌人最大生命值的 70% 血量。虽然说这件法宝的使用冷却时间长，却也是一个不得不防的点。比赛中，慕容雪操控10几架无人机侦察其他战队的动静，可以成功的躲开一些没有必要的战斗。如果有战斗，安排自动战斗机器人和自动炮台消耗，队友强攻时还可以提供空中支援。机械师的全面性被慕容雪发挥的淋漓尽致。顾倾城的表现自然也不差，战斗起来非常冷静，节奏把握的非常好，并且预判的也非常准，时常也能打出来非常让人震惊的操作，两女都是圈粉无数。当然，这些人到底是因为实力还是颜值粉顾倾城，易水寒可能感觉有点不好说。慕容雪的那些粉丝中，大部分都是冲着他那身材粉的慕容雪，对于这一点，易水寒十分确定。尽管顾倾城和慕容雪两人30级，最终也没能拿到第1名，只拿到本场比赛的第3名，这个排名让易水寒有些不满意。顾氏战队还是有些弱。了解完顾氏战队的现状，易水寒觉得到最后还得自己来挑大梁。为了以后可以带着顾氏战队拿到银河系比赛名额，得抓紧时间提升自己。之后几天，易水寒每天都会去天运界，一是因为要培养杨柳依，二也是为了保证杨氏部族的安全。每次在天运界最少都要待5个小时，打完天运界之后的时间，易水寒都用来打其他的副本。5天的时间，易水寒的3名角色都提升到35级，平均下来是1天1级，这个速度并不算快，像是顾倾城他们那些职业战队玩家，等级提升就要快很多。而易水寒的另外2名挂机的角色，易水寒让那2名角色维持在20级，刷到的经验都投给金钟罩，将金钟罩这个功法提升到了5级。第140章，种子比赛第2轮擂台赛开始。顾倾城和慕容雪等级都到37级了，其他那些职业玩家也是卯足了劲升级。原先顾氏战队也就是个垫底的战队，现在忽然骑到很多战队头上，让很多战队的管理层很是生气，给手下管理的战队队员下达死命令，要他们快点追上等级。5天时间里升级到32级，其中为每名职业玩家配合的人都在5000人以上。种子联赛的第1轮比赛已经打完了，今天开始第2轮比赛。虽然种子赛的比赛还没有开始，易水寒知道为了快速淘汰选手，这一次进行的比赛是擂台赛。擂台赛的比赛更加残酷，这次比赛打完将会只保留800支队伍，全球参加比赛的玩家何其多，2轮比赛下来基本上全淘汰完了，剩下的这些玩家连参赛选手总数的 5% 都没有。这一次比赛的赛制是需要玩家守擂，比赛会设置800个擂台，玩家需要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保证自己的战队是擂主，只有这个800个擂台的擂主才会进阶。易水寒早早上线游戏，先为自己置办了一身白色的衣衫，装备上逍遥扇。当莫小莫看到易水寒的时候，俏脸微红的同时眼前一亮，对于易水寒的这一身装扮可以说非常喜欢，毕竟谁能拒绝一个翩翩家公子呢？易水寒长相本来就比较清秀，此刻在游戏中把长发束在脑后，身穿白色锦衣，让易水寒整个人都变得一尘不染，说不出的贵气，完全不像是一个要去打打杀杀的玩家，反而更像是抚琴弹奏出高山流水乐曲的才子书生。莫小莫自然是开着直播的，当易水寒这一身行头出现在直播间内，直播间内的弹幕疯狂滚动起来。双手插兜大佬就是会玩，换了一身行头就是不一样。666，双手插兜大佬就是会玩，都要比赛了，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又不是去相亲。兄弟们，你们还真别说，双手插兜大佬稍微正经一点，这看起来还真是有点东西的。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
眼睛不好用就捐了吧，就他方草天还君子世无双，快不要侮辱君子这俩字了。易水寒穿上这一身装扮，虽然没有看到莫小莫直播间的弹幕，却也可以想到现在弹幕上大概在说什么。比赛早上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才结束，守擂的时间越长，最后得到的比赛奖励也就越丰厚。易水寒看了一下时间，才早上8点23分。易水寒让自己的分身继续挂机刷怪，操控自己的本体角色带莫小莫他们3人打须弥界求生。将须弥界求生的3局比赛打完，种子联赛的比赛也快要开始了。现在正是选手入场时间。易水寒带着莫小莫3人入场，此刻的解说台上，番茄和茉莉在介绍比赛规则。易水寒知道比赛规则，所以没有听比赛介绍，倒是趁着解说介绍比赛规则的这段时间，易水寒观察自己这几个分身的经验，将分身的经验投入到金钟罩中，把金钟罩的等级提升到6级，属性再一次提升。金钟罩类型功法，品质 E， 等级 LV6， 力量加48，体质加72，经验值05000W， 修为效率 0.8， 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 功法效果，学习本功法后获得被动技能金钟护体，护体真气增强 10%， 获得 10% 免伤效果，对方修为是施法者2倍多时免伤失效。金钟罩升级到6级，再升4级就要满了。易水寒对于现在刷经验的速度非常满意，已经领先其他玩家很多了。如果不是因为天运界那个副本，易水寒现在的等级可能会更高。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所谓有得就有失。如果杨柳依真的可以把资质提升到低阶仙资，这一点小小的投入完全值得。弟子的资质是可以提升的，大境界的资质提升会比较困难，可小境界的提升就会简单很多。只要把资质搞到低阶仙资，易水寒就有机会把资质提升到高阶仙资。随着解说把比赛规则介绍完毕，比赛正式开始。易水寒第一时间选择最近的擂台，选择成为这个擂台的擂主。比较自信的玩家队伍才会选择成为擂主，毕竟这个擂主可是需要守到比赛结束的，大部分玩家都选择先观望一下。擂台赛每个队伍每次只能1人上场，4名队员可以依次上场，最后擂台上还留下的玩家为最后的胜利者，并且擂台赛比赛阶段，玩家们不可以使用药品补充血量和法力值。易水寒刚站到擂台上，便有人选择了挑战。因为上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是易水寒带飞全场，莫小莫他们3人完全没有存在感。这一次比赛，在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莫小莫在直播间中嘚瑟：哎呀，擂台赛啊，你们想的须弥界求生模式没出现呢，真是可惜啊，我们小队被其他人围攻的画面你们看不到了。本来你好好的当你的咸鱼就好，大家也清楚莫小莫到底是什么水平，操作虽然还可以，也就算是还可以，只能算是一个小高手，和那些高玩还是有点差距的。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还不是靠抱易水寒的大腿，抱大腿这样的事情谁不会啊，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用得着这么嘚瑟吗？莫小莫这么一嘚瑟，弹幕上就出现了怂恿莫小莫上去先打比赛的弹幕。本来大家也没有往这边想，有人带节奏，其他人也跟着怂恿莫小莫。你能站在这里打比赛，那是因为你的原因吗？你也不看看你们的队长是谁，有这样的队长，队友重要吗？那不是带只狗都能随便乱杀，你嘚瑟什么？你有什么好嘚瑟的？就是有什么好嘚瑟的？有本事上去守擂，你要是能守住10个队伍，不5个队伍，要是5个队伍的玩家都没有打赢你，那我们就承认你是个技术主播，要不然你就是个狗腿子，大佬的挂件。兄弟们，你们也太看得起他了，就莫小莫这菜样还打5个队伍，他能打穿3个队伍？算了，别3个队伍了，我真不是瞧不起莫小莫，我就是说个实话，他就一个混子，当个啦啦队和花瓶还行，守擂算了，还是看双手插兜大佬的表演吧。哈哈，莫小莫要是能1人打穿2支队伍，哥们我给你们直播一个倒立洗头。莫小莫要是能打穿2支队伍，我直播把我家的桌子给吃了。莫小莫本来还是挺开心的，结果看到直播间内都是嘲讽自己，当即就不愿意了。莫小莫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操作的，跟易水寒比起来虽然差一点，但跟其他那些正常一点的玩家比起来，他非常有信心。莫小莫受不了直播间的玩家这么说自己，当即对着直播间做出一种十分生气的表情。莫小莫本来长得就可爱，这气鼓鼓的模样，脸就像包子一样，更加可爱了。我看到了，说倒立洗头和吃桌子的，你们的 ID 我都已经记住了，要是待会儿我打穿2支队伍，你们记得遵守你们说的话。莫小莫对着直播间说完，边对易水寒说道：队长，要不我先上场吧，你先休息一会儿。易水寒看了一眼莫小莫，随后看向顾一涵和慕容峰，发现这俩小子眼巴巴的看着自己，显然是也想上场打比赛。行吧，那就你们先上去打比赛吧。易水寒反正感觉无所谓，如果他们仨这能把其他那些人都给打穿，自己还能省点劲儿。当然，易水寒也清楚这仨人都是什么水平，他们仨的水平也就比普通玩家玩得好，
在现在这么多支队伍中，他们仨就是垫底水平，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莫小莫走上擂台，对面挑战的队伍也走出来一名玩家，这名玩家手中拎着一把大刀。只见这名玩家光头，耳朵上戴着一个金灿灿的大耳环，赤裸着上身，胸口还有一片护心毛，人高马大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彪悍，整个人就这么往前一站，就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个哥们儿猛拿啊，这块头，哎呦，还有这性感的护心毛，男性荷尔蒙爆表啊！我滴个龟龟，这莫小莫和这个猛男站一块儿，这视觉冲击力，美女与野兽啊！这哥们儿现实中就长这样吗？这样子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人，这也太凶了吧！要是我站在他身前，我感觉我腿肚子都得打颤。看到这名玩家长这样，莫小莫还没有跟他交手，就感觉到有些压力。擂台赛的场地也是随机的，并且擂台赛的场地范围也很大，个别地图的范围能有10平方公里。莫小莫两人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擂台上开始选择场景，各种场景飞速变换，有高楼大厦的都市，也有苍茫的草原，有空中的堡垒，也有地形险要的仙山，各种场景变换，让人看得目不暇接。10秒钟之后，场景选定，这一次擂台选定的场景是一片废墟，残破的飞船横亘在整个场景的中间，两人分别站在飞船的两侧。同一时间，番茄注意到莫小莫的比赛，毕竟两人一起解说过比赛，当即让导播播放莫小莫的比赛画面。现在播放的是双手插兜他们这个队伍的比赛，现在上场比赛的是跟我一起解说过比赛的莫小莫，相信大家也都认识莫小莫，这样一名可爱的妹子，谁能不喜欢呢？茉莉这时候也接上番茄的话，开始介绍2名玩家。现在比赛的2位选手，这名长得非常威猛的玩家叫举刀问青天，是一名刀客，主属性为力量，走的是刚猛路线。另外一方是我们番茄老师的老搭档，是一名法师，学习的技能比较杂，习惯的操作是放风筝。两边这么一对比，举刀问青天有些难了，但这毕竟是纸面上看到的，到底比赛会怎么样，还是得看玩家的现场发挥。比赛开始，莫小莫先远离场地中间的残破飞船，以防对方爬到飞船上，然后从飞船上跳下来接近自己。莫小莫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对方这样子看起来就不像是敏捷系的职业，多半有些笨重，只要防止对方突脸，这一局基本上可以轻松搞定。莫小莫远离飞船，举刀问苍天也确实是像莫小莫想到的那样，先爬到飞船上，只不过莫小莫少算了一点，那就是举刀问苍天有位移技能。举刀问青天在往飞船上爬的时候，莫小莫在远方看到对方，当即释放低级火球术攻击对方。举刀问青天看到飞来的火球，也不放弃继续往上爬的想法，尽量躲莫小莫的攻击，如果实在躲不开就硬吃伤害，总之就是要往飞船顶部爬。举刀问青天的操作让看直播比赛的观众们有些纳闷，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往飞船上爬，硬吃伤害也不还手。玩家们不知道，解说们手里是有这些玩家一部分资料的，虽然这些资料可能会有出入，但记载的东西一定会有，所以番茄当即就明白了举刀问青天要干什么了。举刀问青天这位玩家很聪明啊，知道自己就这么硬冲莫小莫可能会被放风筝，所以先往飞船上爬。大家可能现在还不明白，那么我说完这个，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举刀问青天这名玩家有一个技能叫做爆裂猛击，这个技能的效果是跳起来向目标位移，并且落地时造成范围伤害，并且对敌人造成减速效果，而位移距离和跳起来的高度有关。现在他就是在利用这个技能的机制，想要一下位移到莫小莫的边上，并且减速莫小莫。不知道莫小莫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是被举刀问青天得手，那莫小莫就危险了呀。番茄的话刚说完，举刀问青天爬到飞船最高处，在躲开莫小莫的2发技能之后，双膝微微弯曲，紧接着朝莫小莫跳去。第141章，莫小莫大显身手。其实在举刀问青天往飞船上爬的时候，莫小莫就意识到不对劲，猜到对方可能有什么近身的方法，所以一直在提防着，看到对方跳过来，第一时间向旁边躲开。莫小莫的反应已经很及时了，奈何法师的属性摆在这里，速度根本就不够。爆裂猛击这个技能的攻击范围也跟跳起来的高度有关，举刀问青天现在爬这么高，落到地上的攻击范围也变得十分大，就是要让莫小莫知道自己干什么，却躲不开爆裂猛击的攻击范围。这个高度跳下来，爆裂猛击的攻击范围是一个半径20米地圈，而此时莫小莫才跑出去11米，距离跑出这个攻击范围还差很多。莫小莫在承受高额伤害的同时，身上被挂上减速效果。糟了，莫小莫被挂上减速效果了，法师本来速度就慢，现在被挂上减速，雪上加霜啊！接下来莫小莫危险了。莫小莫看到自己被挂上减速效果，叹了一口气。本来我还想保留一下这个技能，然后到后面准备给其他玩家一个出其不意呢，没想到现在就得用出来。果然，这些组队打比赛的就没几个弱的，太难了。莫小莫看到举刀问青天攻过来，丝毫不慌，甩出去一个低级火球术，同时又甩出去一个低级冰锥术风走位。低级冰锥术附带减速效果，低级火球术伤害高，这2个技能的释放角度非常巧妙，
举刀问青天必须得中一个。举刀问青天看了眼自己的血量，虽然被莫小莫当靶子打了一会儿，也就被打掉20%的血量，现在的血量还健康。为了可以快速的突进，选了硬吃这一发低级火球术的伤害。看到举刀问青天选择挨这一发火球术，莫小莫的嘴角微微勾起。冰墙术，莫小莫在身前释放冰墙术，冰墙术又可以阻挡一下举刀问青天。茉莉看到莫小莫释放冰墙术，有些不理解莫小莫要干什么，因为冰墙术这个技能一般都是用来保命用的，阻挡敌人一般都是用来对付 BOSS， 因为大部分的 BOSS 体积都很大，用冰墙术挡住 BOSS 的同时，也不影响玩家输出。可现在对付的是玩家，玩家被冰墙术挡住，虽然也能起到阻挡的效果，但这时候大部分玩家的攻击技能都是有弹道的，冰墙无疑也会将玩家自己的技能也给挡住。莫小莫选手使用了冰墙术，冰墙术把举刀问青天挡住了。可问题是莫小莫也攻击不了对方了，到底是怎么想的？是想要拖时间，然后硬撑过被减速的这段时间吗？举刀问青天看着这个冰墙术，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这就把冰墙术交出来了，保命技能你都捏不住，那就不要怪我辣手摧花了。举刀问青天使用技能开山刀，开山刀这个技能的伤害效果一般，伤害倍率只有3，但对于石头和墙壁这种地形却可以起到破坏的效果。一刀将冰墙劈开，举刀问青天本来还以为莫小莫看到这一幕后会吓得惊慌失措呢，结果没想到刚把冰墙劈开，迎面就是一发低阶火球术。这个火球来得非常快，举刀问青天根本来不及躲，这个火球在举刀问青天的脸上炸开。这一发火球打中之后，莫小莫立刻释放灼烧。灼烧这个技能是莫小莫之前在主世界位面做任务得到的，这个技能的效果是使敌人陷入灼烧状态，大幅度降低对方对于火系魔法的抗性，并且额外造成50%的火系魔法伤害。莫小莫快速往后退，举刀问青天好不容易来到莫小莫身前，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走莫小莫？立即使用弯月刀，一道绚丽的银白色月牙出现在面前。莫小莫弯腰下身，双手扶在地上，整个人呈现一个拱桥的样子，让许多看到这一幕的男性玩家色心大起。卧槽，没想到啊，莫小莫还有这身体柔韧度，爱了爱了。看完莫小莫的这个动作，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收起你大胆的想法，我已经好了。666666。比赛官方主播间内，一时间各种虎狼之词往外冒，看得番茄心惊肉跳。这要是再这么说下去，这官方直播间不会被封了吧？这要是官方直播间被封了，那玩笑就开大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虎狼之词，不要说了，继续看比赛。哦，莫小莫后弯腰躲开举刀问青天的这一记弯月刀之后，顺势一个后翻，脚尖踢在举刀问青天的手臂上，让举刀问青天顿了一下。起来之后，顺势就是一记低级冰锥术，随后还有低级火球术，低级火球术打歪了呀。莫小莫这一记低级火球术本来就是在预判举刀问青天的躲避动作，因为莫小莫知道对方肯定不愿意挂上减速效果，让自己放风筝。举刀问青天下意识地躲开低级冰锥术，迎面又是低级火球术，举刀问青天被低级火球术击中，立刻发现伤害不对劲。这一击低级火球术的伤害比之前低级火球术的暴击伤害还要高，这一下打的举刀问青天血量下降14%。当举刀问青天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有些晚了。莫小莫立刻在身前释放低级火墙术，熊熊火焰燃烧，再次将莫小莫和举刀问青天隔开。如果举刀问青天要绕过火墙，就会在这一段时间遭受到莫小莫的攻击，可要是直接冲火墙中穿过去，就会吃到火墙的伤害。举刀问青天一咬牙，直接从火墙中冲向莫小莫，这一道火墙让举刀问青天吃到2次伤害，让血量掉到40%以下。这时举刀问青天心中有些急了，现在这个血量已经很危险了，这个血量再往下掉就要进入虚弱状态了。举刀问青天使用野蛮冲撞，提刀冲向莫小莫，在来到莫小莫身旁时，顺势将野蛮冲撞中断，一刀斜劈在莫小莫的身上。第142章易水寒出场。莫小莫被劈中之后，紧跟着被连劈4刀，血量下降到60%。只是一个照面，血量被打掉这么多，莫小莫立刻后退，并且使用喷火术。喷火术的距离只有5米，非常的坑，5米的距离，这就相当于贴身了。一个法师小脆皮就是应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别人拉开距离，这个技能反其道而行之。好在是这个技能的伤害高，并且是持续伤害，举刀问青天的身上挂着灼烧，根本撑不住。3秒之后，举刀问青天进入虚弱状态。举刀问青天进入虚弱，被莫小莫放风筝，真是一点机会也没有。莫小莫拿下第一局比赛，生命值还有53%。对方队伍第2人上场，莫小莫的血量和法力值补充上限的20%。第2名上场的玩家是一名体质主属性职业，以一名盾战士。这名玩家从飞船后面出来，莫小莫立刻一发冰锥术打过去。这名盾战士举起盾牌，莫小莫的伤害打在盾牌上，对方的血量几乎没什么变化，
莫小莫看了一下战斗信息，自己的这一发冰锥术居然才打掉对方3点血，心态有点崩。莫小莫选手的对手一名盾战士 ，ID 叫做男人不能孬。大家可能不知道，盾战士是战士体系的一个分支，是斗气侧的职业，主属性是体质，伤害能力虽然一般，但抗伤害能力在所有职业里算是第一梯队里的佼佼者。尤其是盾牌的机制，盾牌正面承受远程伤害，直接免伤80%。莫小莫这一发低级冰锥术才打掉男人不能孬3点血，而男人不能孬有39400的血量，3点伤害，简直是不忍直视。对方这个队伍很鸡贼啊，知道莫小莫这个法师是远程伤害，所以专门派上来队伍中的盾战士恶心人。莫小莫现在这些技能里，也就火墙术可以打出来伤害，他还有其他手段吗？要是没有，可能这一局就凉了。番茄看到这样的情况，分析情况说道。而直播间里欢乐一片，才打出来3点伤害，站着让你打，你蓝用光了都不一定能打下来200点伤害。哈哈，我看到了什么？3点伤害，弱鸡啊！所以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鸡毛法师吗？你们太缺德了！鸡毛法师是因为他的那根白银器基于法杖，不是因为他是个弱鸡。不过这3点伤害真是笑死我了！哈哈哈，就这才打完一个，第二个就不行了，还穿队，你们也太高看他莫小莫了。这莫小莫就是一个大混子。莫小莫快下去吧，我们要看双手插兜大佬。莫小莫现在真的很无奈，除了火墙术打对方可以忽视对方的盾牌，其他的技能都要被盾牌免伤。可是火墙术的范围就那么小，撑死吃到2次伤害就能从火墙术的范围内走出来，一直打空蓝，莫小莫也就才打掉对方2000多点伤害。这还是莫小莫控制蓝量，特意用火墙术打伤害才打出来的效果，要不然连这点伤害都打不出来。没有蓝量的法师，基本上就算是失去战斗能力了，被男人不能孬轻松打死。莫小莫看着自己直播间内嘲笑自己的弹幕，黑着一张脸坐到一边不再说话。莫小莫感觉很郁闷，他实在是恨死这个盾战士了，顶着盾牌真是一点机会也不给，没有丝毫办法。笑，有什么好笑的？我这不是输给了对方，我这是输给了游戏机制，这盾牌免伤太变态了，让我们这些法师怎么玩？看到莫小莫到现在了还嘴硬，弹幕上继续嘲讽。接下来易水寒没有上场，而是让顾一凡和慕容峰2人先上场。2人现在在易水寒的调教下，其实进步已经很大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独当一面的程度。2人轮流上场，拼尽全力，也就才将男人不能孬耗死。后面上来一名机械师，把自动炮台和自动机器人铺开，轻松把第3个上场的慕容峰解决。这3人也就解决2人，到头来还得靠自己。易水寒看了3人一眼，觉得以后还得调教一下，要不然以后自己进入故事战队主队，这仨孩子可就得靠自己了，毕竟队友一场。易水寒上场，这一身白，手里拿着白扇子，在这样一片废墟中，易水寒可以说相当扎眼。哇，这一身真帅啊！茉莉看的眼睛都要变成小星星了，让直播间内本来还期盼易水寒上场的玩家不开心了，觉得易水寒实在是太能装了，这一身要给谁看啊？茉莉小姐姐，请注意你的嘴脸，帅什么帅？打死双手插兜，茉莉小姐姐是我们的。果然，论整活这一块还是得看双手插兜。比赛开始，易水寒已经知道对方是一名机械师，机械师这种职业没有学会机甲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脆皮，贴脸速战速决就好，只要有位移手段，完全可以忽视那些自动炮台和自动战斗机器人。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先来到残破飞船顶部，看到对方正在摆放自动炮台，便直接从高空跳下去。易水寒在空中无处闪躲，成为自动炮台的目标。对方那名机械师没想到，这才战斗刚开始不到5秒钟，对方居然就已经爬到飞船顶部跳下来了，而自己这边才放下2个自动炮台。易水寒硬吃着自动炮台的伤害，落到这名机械师的身边。这名机械师想要逃跑，易水寒上前一个碎骨踹在这名机械师的大腿上，让对方进入减速状态。这名机械师看到自己进入减速状态，摆放自动战斗机器人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从背包中掏出来轻装动力臂，装备在胳膊上。轻装动力臂装备在胳膊上，动力臂后方喷着红色火焰，快速的一拳打向易水寒。易水寒微微侧身，轻松躲开，随后使用连环腿，连续5脚将这名机械师踹飞出去。随后一个雷霆半月斩接上，这是刚一交手，这名机械师便被易水寒斩于马下。第143章御剑术。易水寒的动作非常迅速，比赛也就才开始，都还以为会打一会儿呢，也就喝口水的功夫，莫名其妙的就打完了。双手插兜的动作好快啊，从比赛开始到结束，这也就才8秒钟，好快啊！茉莉不说，大家还都在看着直播间发呆。结果这话说完，大家立刻抓住了茉莉这句话里的重点，出现了全场最快的男人。好快啊，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你就结束了？发生什么了？刚才有人在我摊位买东西，我就去说了句话，这就完了，怎么回事？这么快？易水寒现在还感觉自己很帅，8秒钟解决敌人。要是知道自己现在已经被直播间内的玩家称为最快的男人，
一定不会把战斗结束的这么快。对方队伍最后一名玩家上场，这名玩家是一名灵修。比赛开始，易水寒这一次倒是没有再爬到飞船顶部，灵修的手段比较多，在不清楚对方都有什么手段的时候，跳到空中当靶子有点傻。易水寒绕过残破飞船，发现对方正在给自己加状态，并且身上已经缠绕着一股风。易水寒快速朝着对方跑过去，这名灵修再次给自己施加一个状态之后，快速掐动手诀，一个风刃急速飞射向易水寒。易水寒时刻都在注意着对方的动作，在风刃飞来之前，一个侧身躲开。易水寒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快速的接近对方。这名玩家看到易水寒迅速接近，一点也不慌，从背包中拿出来一把剑。易水寒近身之后，抬腿一个碎骨踢出。这名灵修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后退2步将这一脚躲开，随后一剑劈出。烈焰剑法，只见这一剑劈出，剑身变为红色，一道剑气飞出，直劈易水寒的门面。易水寒没想到这一剑居然劈出了剑气，这样的技能品质可低不了。易水寒这样想着，同时伸手将扇子打开，挡在自己身前。将武器挡在身前，这是普遍适用的技巧，尤其是伞和重剑这种可以挡住大面积的武器，最高可以免伤 60%。 这一道剑气范围大，想要躲是躲不开了，只能这样格挡来减少承受的伤害，可以免伤 35%。 易水寒被这一道剑气劈得身体微微一顿，随后往前2步之后使用横扫八荒。这名灵修这时忽然跳到空中，跳到10米多高的位置，躲开易水寒的横扫八荒，并且在空中缓缓往下降落。易水寒没有什么攻击空中的手段，灵修玩家在空中释放技能就像是轰炸机，让易水寒只能在地面上躲闪。双手插兜的情况比较危险啊！对面这名玩家有风属性的辅助技能，这个技能叫做浮空术，可以大幅度缩减在空中降落的速度。这10米的高度落下去的30多秒，双手插兜没有什么远程技能，这30多秒内只有挨打，没有还手的份儿。番茄看到易水寒现在的情况，忍不住的感叹道。番茄刚说完，易水寒将雷霆印记留在扇子上，将扇子当作飞镖，朝着空中的灵修甩出去。双手插兜在做什么？已经气到把自己的扇子扔出去了吗？问题是这只是一把扇子呀。茉莉看到易水寒把扇子扔出去，还以为易水寒急昏头了。易水寒的扇子被对方躲开，随后继续往地上放技能。紧接着易水寒消失在地面，出现在扇子旁边，单手握住扇子，同一时间雷霆印记被激活。雷霆印记爆炸，同时易水寒也在对方的头顶上，一个雷霆半月斩劈在对方头顶上。易水寒出现的太突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易水寒居然可以出现在这个位置，大吃一惊。这双手插兜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啊？出现在扇子旁边，难道这个扇子带着技能可以把角色带到武器旁边吗？茉莉有些不解地看向番茄，想要看看番茄对于这种情况的看法。茉莉，你能不能有这种难题的时候不要问我啊，我也不清楚啊，谁见过这种情况啊？好在现在比赛可以探查玩家的具体属性了，包括装备和技能，你先等会儿，我查看一下。就在番茄查看易水寒属性的时候，官方直播间内在疯狂地刷弹幕。双手插兜大佬厉害啊，这2场战斗加起来都没有2分钟，太厉害了。双手插兜大佬是快男，你还在关注这些时间，这不是应该的吗？这时候不应该猜测一下技能吗？那个往扇子上包裹雷电劈下来的技能，那个技能的伤害好高啊，就一下，这个灵修将近 70% 的血量一下就没了，这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吗？伤害高就不说了，问题是这个技能也挺帅的，太离谱了。那个位移的技能呢？位移的技能才重要好吧？我作为一名法师，速度又慢，非常害怕被人近身，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位移技能，真是愁死我了。等了一会儿，番茄终于看完易水寒的属性和技能，感觉有点怀疑人生。哇，这双手插兜也太变态了吧！这属性和技能碾压，因为规定的原因，玩家的属性我不可以说出来，但是我真的非常震惊。好吧，话说回来，刚才易水寒使用的位移技能叫做流影电光闪，这个技能的名字非常酷炫，当然这个技能的效果也非常变态。这个技能是 A 品质的技能，技能效果是将雷霆印记留在目标上，可以通过激活雷霆印记来让自己位移到雷霆印记旁边，并且对周围5米范围内造成雷系伤害，当然在这个雷系伤害不怎么高。而另一个雷系技能叫做雷霆半月斩，这个技能的伤害非常高，造成魔法物理混合伤害，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我这个血量和防御，这一刀可以劈死3个我。番茄说着，好像还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似乎能被易水寒一下劈死3个很自豪一样。看到这样的番茄，茉莉偷偷的和番茄保持距离，似乎跟他站在一起很丢人一样。哈哈，茉莉小姐姐太可爱了，偷偷远离番茄，还不敢太大幅度，害怕被发现。茉莉小姐姐不要害怕，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妈的，舔狗给我死开！就这还关注茉莉呢？现在不应该注意一下双手插兜的技能伤害吗？一下可以打死3个番茄，这伤害得上万了吧？兄弟，你大胆点，可能不是上万这么简单，伤害得1万5往上。
易水寒解决战斗，慕容峰和顾一寒立刻凑上来，顾一寒帮易水寒扇风，慕容峰帮易水寒捏肩，活生生一副狗腿样。队长，你太牛皮了，这才用了85秒，对方俩人就被你打穿了。队长牛皮还用说吗？净说些废话，能不能说些有用的？队长，你刚才真的是帅爆了。易水寒刚结束比赛，可以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毕竟连续打比赛也是很累的，需要让玩家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就在这时，刘心远看着直播间内刚刚放完的比赛，立刻联系自己的小弟，就是这个双手插兜，当初抢了我们最开始的黄金 BOSS， 后面又抢了我们的暗金 BOSS， 现在他在打种子联赛，咱们的人有没有比较厉害的，让他们去教训一下这个小子，先让他们比赛晋级不了，后面的账再慢慢跟他算。刘心远将事情交代下去，立刻就有人联系正在打种子联赛的队伍，联系人教训易水寒。易水寒感受了一下这一次比赛的强度，感觉现在这个强度还是蛮高的，只不过是随便一支队伍而已，里面的4名玩家都挺强势，尤其是最后的那名法师居然拥有风属性技能，如果是有短板的人遇到，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对方。这边易水寒还没有休息完，便有一支队伍找上门来，并且后面连续出现4支队伍在后面排队。10分钟之后，易水寒选择自己守擂，让莫小莫他们仨在下面看着，他们的水平不够，来了基本就只能被虐，这样会打击他们。与其这样让他们被打击，还不如自己上，等到后面再慢慢教他们一些技巧。易水寒站在擂台上，从侧面跳上来一名剑士。易水寒看了一眼对方，随后便不再看对方，将扇子打开，在背后轻轻的扇风，一副十分惬意的样子。双方都准备好，随后便开始选择场地。场地飞快的变换，随后定格到一个场地，这个场地是一个4合院。这个4合院一看是那种大户人家的4合院，这个院子的范围足足50米宽，70米长。这样的范围，其实在这些场地中算是范围比较小的场地，对于近战玩家比较友好。场地内的天气下着小雪，并且地面也已经铺上一层雪了，白茫茫的一片。天空中飘洒着雪花，洋洋洒洒落在易水寒的脸蛋上，冰冰凉凉，一触即化。易水寒这边刚要开始比赛，导播那边便立刻把镜头给到易水寒这边。双手插兜的对手有点猛啊，对面这名玩家大家可能不陌生，就算陌生也没有关系，相信你们也一定清楚，在种子联赛的比赛中出现了一名可以御剑飞行的玩家，而易水寒现在的这名对手就是那名会御剑飞行的玩家。我相信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对战。番茄看到易水寒的对手，立刻激动的大喊出来。番茄可是知道易水寒对面的这名玩家运气非常好的抽到了剑仙传承，这可是一整套的传承，可不光是御剑飞行，还有御剑术呢。茉莉对这些自然也是知道的，这一批选手中可是有好几名玩家非常厉害，被解说内部称为种子选手，是具有争夺冠军实力的。而现在场上的2名玩家就是都具有争夺冠军的实力的。易水寒看到对面这名玩家，当然也认出了对方。对面这名玩家叫做霸王冰魔龙，是剑修中比较厉害的几名玩家之一，是一名中2少年，在蓝星的职业玩家中技术算是中等水平。易水寒不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算是在哪个梯次，准备认真的打一局。比赛开始，易水寒冲向对面，背后的雪因为易水寒的力大飞砖被动效果扬起来，场面非常壮观。霸王冰魔龙并没有把易水寒当一回事，将手中的剑抛向空中，掐动指诀，随后手指指向被抛在空中的剑，这把剑立刻横着飞在空中。霸王冰魔龙的手指一翻，随后指向易水寒，同时低喝一声急，这把剑忽然急射出去，直刺易水寒的心口。易水寒看到飞剑刺来，急忙一个后仰，躲开这一记直刺，同时易水寒也没有停下，在地上滑行。霸王冰魔龙看到易水寒这样了还不停下，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这样了还不停下来吗？真是愚蠢，接下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御剑术吧。霸王冰魔龙的剑指在身前一指，往后一收，空中的飞剑顺势在空中向上一个翻身，再次朝着易水寒的背后刺来。易水寒听到背后的刺空声，下意识的向左一个侧身，躲开这一剑。易水寒身体和地面呈45度角，刚想要站直，这一把剑又刺来，根本不给易水寒喘息的机会。这一剑刺向易水寒的腿，霸王冰魔龙也看出来了，易水寒可以用各种反物理的动作来躲避自己的剑，他的脚却必须要接触地面，那就刺腿，腿的目标大，躲避的幅度也小。易水寒看到这一剑刺来，使用凌波微步这个技巧来躲避肯定是躲不开了，立刻一个跟头翻向侧边，同时在原地留下一枚雷霆印记。起身之后，易水寒又将雷霆印记留在扇子上，顺手将扇子扔向霸王冰魔龙。霸王冰魔龙忽视易水寒扔出来的扇子，继续操控飞剑，在扇子飞到面前的时候，一巴掌将扇子拍向一边。这时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就在飞剑要刺中自己的时候，整个人消失在原地。第144章激战御剑术。下一瞬间，易水寒出现在霸王冰魔龙的身后，并且雷霆印记爆炸。
蓝紫色的电弧击中霸王冰魔龙，并且在出现的第一时间，易水寒一个当头一棒敲在霸王冰魔龙的头上，使其陷入眩晕状态。霸王冰魔龙没有观看易水寒之前的比赛，也没有打听过易水寒的手段，以为自己的御剑术可以一路碾压，没想到易水寒会这么灵活，还有这种让人想不到的位移手段。易水寒随后使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霸王冰魔龙踢飞到空中，随后在空中连踢12脚。易水寒想得很好，想要控制着霸王冰魔龙，然后完整的打完一套，直接将对方带走，然后有请下一位受害者。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易水寒想得很好，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跟霸王冰魔龙交过手，也没怎么关注过他，不太清楚他御剑的特性。易水寒在空中才踢出第3脚，霸王冰魔龙从背包内扔出来一把剑，操控着这把剑将自己拖起来。易水寒丢失攻击目标，从空中落下，而霸王冰魔龙在操控着飞剑将自己拖起来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操控飞剑攻击易水寒。易水寒此时在空中没有地方借力，而这一次这把剑刺来的角度有些微妙，按照这个角度，怕不是要把易水寒给淹了。易水寒看着这把飞剑，脸都绿了，这么大庭广众之下被这么来一剑，从此以后还怎么见人？情急之下，易水寒在半空中一脚踢中剑身，将这把飞剑踢飞。这把剑在空中绕了一圈，随后又朝着易水寒的屁股刺来。易水寒看到对方操控着飞剑专门朝着下3路打，怒视空中的霸王冰魔龙，心中那个无名火蹭蹭的往上窜。易水寒还不知道，霸王冰魔龙其实是刘心远专门叫来恶心自己的，心中还想着跟他好好打上一场，没想到对方这么恶心人，搞人心态。易水寒用手中的扇子将这把飞剑挑飞，同时在扇子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易水寒看到霸王冰魔龙御剑飞行在空中，知道自己再次使用刚才的手段靠近对方肯定不能成功，干脆就先跟对方耗一会儿，反正对方御剑需要消耗法力值，拖到最后肯定是对方撑不住。易水寒时而将飞剑挑飞，时而上翻下跳，打得非常具有观赏性。这样的情况坚持了一会儿，番茄开口解说道：双手插兜，刚才虽然通过位移接近了霸王冰魔龙，可是技能才打了一半就被霸王冰魔龙逃脱了，根本就没打出来多少伤害。现在霸王冰魔龙飞在空中，双手插兜，想要再用流影电光闪来接近霸王冰魔龙可不容易，毕竟刚才霸王冰魔龙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不可能再吃第2次亏了。双手插兜在地面上就是一个活靶子，情况有点糟啊。番茄刚说完，显然是觉得易水寒现在处在下风，毕竟霸王冰魔龙飞在空中，易水寒并没有什么远程攻击技能。番茄发表自己的观点，茉莉便立刻开口反对道：你说双手插兜的情况糟，我和你的观点恰恰相反，我非但不认为双手插兜处在劣势，反而认为他现在处在优势。大家看一下双手插兜现在的动作和出招，这样子一看就不一般，一看就是练过的，这么快的飞剑都可以一脚踢到，并且躲闪的动作和姿势十分潇洒。你们再看一下霸王冰魔龙，从一开始他御剑攻击到现在飞在空中的同时还御剑攻击，他的法力值在快速消耗，就目前在这种情况，他的飞剑根本就对双手插兜产生不了什么威胁，只要再拖一会儿，霸王冰魔龙就没法力值了，到时候不要说御剑飞行了，就连御剑攻击的手段都施展不出来，到时候还不是任由双手插兜搓扁揉圆，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现在应该着急的是霸王冰魔龙，如果他没有其他手段的话，这一局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茉莉的话刚说完，就看到飞在空中的霸王冰魔龙快速掐动指诀，下方正被操控的飞剑发生变化，原本只是3尺长的剑迅速的变大，变成宽3米的巨剑。易水寒看到这把巨大的飞剑，这个技能他是知道的，巨剑术将飞剑巨大化，并且伤害也会大幅度提升，一级时就可以让飞剑的普通攻击伤害翻3倍。看到这个技能，易水寒忍不住爆了一个粗口：卧槽，要不要这么夸张？这可是巨剑术啊，这技能不是80级之后才能学的技能吗？怎么这个时候就有了？一柄飞剑宽3米都可以看成一个门板了，攻击面积这么大，易水寒本来准备等着耗干对方的蓝呢，现在面对这么巨大的剑根本就没办法躲，只能临时想办法。巨剑呼啸而来，易水寒急忙激活自己之前在雪地上留下的雷霆印记。易水寒再次出现的时候蹲在地上，这时易水寒躲在一棵树的下面，霸王冰魔龙飞在空中，正好看不到易水寒。易水寒忽然灵机一动，看着眼前的这棵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行。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把这棵树主干上的树杈当作弹弓架，把自己发射出去。易水寒从树下忽然窜出来，恰好这时霸王冰魔龙背对着易水寒，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易水寒。当霸王冰魔龙听到身后的破空风，立刻回头看向易水寒，但这个时候易水寒已经到霸王冰魔龙的身后，想要躲已经来不及了。易水寒把手臂张开，用胳膊将霸王冰魔龙从飞剑上撞飞，并且在半空中出脚，一脚踢在霸王冰魔龙的脸上，将他踢到一边。霸王冰魔龙操控飞剑想要将自己拖住，易水寒伸手一甩，用蛛丝将霸王冰魔龙绑住，
随后把霸王冰魔龙往自己这边拉，将霸王冰魔龙拉到近处，先是一记碎骨踢在对方的胸口，随后紧跟着便是一记撩阴腿。易水寒一脚踢在霸王冰魔龙的裆部，让霸王冰魔龙的脸色都变了。第145章撩阴腿暴踢霸王冰魔龙。比赛中对于痛感可是有要求的，蓝星职业联赛上，职业战队选手的痛感需要设置到 80% 以上。种子联赛虽然不需要设置这么高的痛感，可最起码也得设置到 50% 以上。这也就说明霸王冰魔龙最起码也得承受 50% 的痛感。这一脚踢在裆部，霸王冰魔龙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痛呼一声：“哦！”我去，双手插兜这是真狠啊！这一脚我看着都疼。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种子联赛中选手的痛感都需要设置到 50% 以上，所以大家也不要嘲笑选手。你感觉对方很痛苦，我只能说你感觉的没错，可能比你感觉的还要痛。番茄一本正经的说完，让直播间内正在观战的玩家听到，怎么听怎么感觉不对劲，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意思在这句话里面。我靠，比赛这么狠的吗？居然要承受 50% 的痛感。先不说这一脚淡淡的忧伤，就说前面挨了那么多下打，这些人都面不改色的，这些人真是可以啊。 50% 的痛感，这一脚下去怕不是要把人给踢出来心理阴影吧。果然双手插都是一个小心眼，刚才霸王冰魔龙操控飞剑攻击他下3路，一转眼就还回去一脚，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所以说大家遇到双手插兜这个贱人还是客气一点的好，要不然来上这么一下谁能受得了。我仿佛听到了蛋碎的声音，为霸王冰魔龙默哀3秒钟，默哀加1，默哀加10086。易水寒撩阴腿踢完，这还不算完，单手抓着蛛丝把霸王冰魔龙拉回来，继续连环腿接上。易水寒5脚踢出，最后一脚将霸王冰魔龙踹飞出去。这时易水寒的高度靠下，霸王冰魔龙的身体被易水寒踢得向上缓了一下。易水寒收回蛛丝，又将霸王冰魔龙拉到身前，单手抓住对方的脖子。霸王冰魔龙双手抓住易水寒的手，想要掰开，可易水寒是力量主属性，他是敏捷主属性，力气不够，根本就掰不开。易水寒的手就像是铁钳一样，死死地钳着霸王冰魔龙的脖子不放。看到对方还想要掰开自己的手，易水寒感觉有些好笑。就现在自己的力量属性，易水寒还真不知道目前阶段蓝星中谁的力量能比自己高。来，今天给你一个大风车，让你尝一尝，让你感觉一下滋味怎么样？易水寒说着，便抓着霸王冰魔龙的脖子在空中旋转起来，并且转动速度越来越快。在最后，易水寒掐着霸王冰魔龙的脖子，将它垫在身下，狠狠地撞击在地面上，并且易水寒的身体也压在霸王冰魔龙的身体上，对其造成2次伤害。易水寒按着霸王冰魔龙坠地的伤害，再加上易水寒坠地压在他身上的伤害，双重伤害之下，使得霸王冰魔龙当场暴毙。这一局打得非常精彩，让在解说台上的番茄非常激动。观众朋友们，这一局实在是太精彩了！刚开始双手插兜，利用流影电光闪出其不意的突袭，再到霸王冰魔龙利用御剑术逃脱，再到利用御剑术在空中压制，之后双手插兜利用场景内的树，把树干当作弹弓，把自己发射出去，再次把战局反转，到最终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局比赛真的是反转之后又反转，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得不说，双手插兜这名选手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并且有非常出色的创造力。我觉得双手插兜这名选手真的是未来不可限量。茉莉，你觉得呢？是的呢。这些关于双手插兜有多强我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是你们快看一下这一身白衣，太帅了有没有？实在是太犯规了，这谁能顶得住啊？番茄看到茉莉这一副犯花痴的样子，急忙打断：嘿嘿，那什么，茉莉你注意一下你的形象，现在我们这是在解说，不是让你在这里犯花痴。茉莉这么公然的犯花痴，无疑是惹了广大男性同胞的众怒。茉莉小姐姐，你不要被双手插兜的这身装扮迷惑了双眼，虽然他实力确实是挺强，但这些都掩饰不了双手插兜是一个芳草天的事实。双手插兜这个逼王，你都已经有莫小莫这个蠢女人了，你居然还穿成这样出来招惹茉莉小姐姐，你真是该死啊！兄弟们，快点别让双手插兜嘚瑟了，快点来个人干掉他！易水寒已经引起了众怒，很多人想要看到来个人把易水寒解决掉，然而事实并不会因为众人的意志而改变。霸王冰魔龙已经算是种子联赛中的种子选手了，也是刘星远找来最强的玩家，连霸道冰魔龙都没有打赢易水寒，接下来的这些更是像是切瓜砍菜一般轻松解决。易水寒将留着雷霆印记的扇子扔出去，瞬间出现在对方的面前，并且易水寒还非常骚包的没有攻击对方，而是在对方面前把扇子打开。啪！逍遥扇在对方面前展开，猝不及防之下，对面这名玩家猛了一下，易水寒又把扇子合起来，这一下对方反应过来了，抬手就是一刀砍向易水寒。易水寒用扇子一拨，将对方的刀拨开，并且顺势抬手再次把扇子在对方面前打开，随后又将扇子合起来。
这名玩家还在看着扇子，易水寒一掌拍在对方的脑门上。这名玩家感觉到自己被戏弄了，愤怒地冲上前，一刀劈下。易水寒侧身闪开这一刀，再次故技重施的在对方面前将扇子打开。只不过这一次，易水寒打开扇子之后，随手将扇子飞出去，紧接着易水寒连环腿踢出，将这名玩家踢飞出去。而这时，飞出去的扇子拐了一个弯又飞回来，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出现在扇子旁边，单手抓住扇子，顺势一个雷霆半月斩，在对方飞在半空中的时候，将对方斩杀于马下。杀死对方之后，易水寒淡定地站在远处，将扇子打开，缓缓地给自己扇风。第146章人红是非多。慕容雪看着易水寒的骚包样子，立刻对着顾倾城说道：“这小子怎么样？当初我就说了，我就觉得他肯定可以。他这还没有用他那几个分身呢，光用一个分身就这样了。倾城，怎么样？这实力可以了。我觉得易水寒这小子的人品还行，也就让大家看着觉得他贱兮兮的，可能这跟他性格有关吧。但真遇到事儿，这人还是挺有担当的。你看看慕容峰和顾一涵这俩小子，当初不就是想要让他带着这俩小子，顺便为难一下他吗？你现在看看，他一个人带着3个拖油瓶都要进入小组赛了，这2轮淘汰赛。”完全看的就是易水寒的个人综合水平，我觉得这样的水平都有资格去打职业了。咱们现在让他进入我们战队的替补席位怎么样？听着慕容雪这样说，顾倾城也觉得可以。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感觉易水寒的人品没什么太大问题，稍微有点瑕疵的就是人见了一点，有一点小心眼的感觉。除了这些还都挺好，真要遇到事情还是非常靠谱的。顾倾城也非常认可易水寒的实力，之前就是对于易水寒的人品不相信，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无论是之前一起剿灭山寨，还是后面帮慕容雪做任务，表现的都非常靠谱。最让慕容雪感觉有些震撼的是，易水寒服用变异结晶的那次，为了变强真是拼命了。打职业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就冲着易水寒这种拼命的劲儿，也该给个替补位。于是便顺着慕容雪的话往下说：“行吧，那就给他一个替补席位。等到种子联赛结束之后，可以适时的安排他上场比赛，看一下他比赛时的发挥。有些人就适合自己单打独斗，组队配合反而会影响整个队伍。到时候看一下易水寒的表现吧。”慕容雪和顾倾城2人刚谈完关于易水寒进入顾氏战队替补席的事情，易水寒便轻而易举地将当前这支队伍打穿，而这时已经是易水寒打穿的第8支队伍。至此，易水寒已经将刘星远安排过来的这些玩家全部打穿，让正在观看直播的刘星远爆怒：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连一个人也打不过。那个刘少，这跟人多人少没有关系，这打的是车轮战，双手插兜，毕竟是等级榜上的名人，多少也有点实力。我觉得让职业选手来打才保险。听到自己手下的人说这种蠢话，气得刘星远将武器都甩出去了，厉声呵斥道：“你以为我傻吗？这是在打种子联赛，你让我去安排职业队员打他，我安排谁去？安排我们刘氏集团的战队成员吗？到时候我们刘氏战队算什么？一个职业战队的队员还去打种子联赛，我们刘氏集团的职业战队到时候就是笑话。以后这种不带脑子的话就不要说了。”易水寒自然不知道这些场外的事情，因为队伍真的非常多，很多队伍就是排不上，想要打比赛的，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易水寒所在的这个擂台。即便是知道易水寒的实力非常强，也还是选择来易水寒这个擂台。毕竟总会有一些人有侥幸心理，万一对方发挥失常，侥幸赢下来，那不就扬名立万了？毕竟现在整个比赛场地大家也都在观战，哪个擂台的队伍强，那是一目了然。易水寒此刻所在的13号擂台就是整场比赛的焦点，大家都在猜测易水寒可以一人打穿多少支队伍。在之后，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强的队伍就是霸王冰魔龙的那支队伍。霸王冰魔龙的御剑术在比赛中非常强势，尤其是巨剑术使用出来，基本上就没有一合之敌，即便是盾战士举着盾，也会被巨剑一剑把盾牌劈开。过了一阵，易水寒连战连胜，这一下不光是茉莉犯花痴了，即便是直播间的男观众看着易水寒这些花里胡哨的骚操作，也不得不在心中感叹一声：这一身是真的帅。此时官方主直播间看着易水寒的连胜，弹幕上纷纷感叹：双手插兜，我只不过是稍微用了一点力而已，便已经是他们的极限。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666，你们还真别说，双手插兜当初说的那句话放到现在还真的挺合适，尤其是这一身白衣，现在我只想说，白衣的双手插兜无敌，就无敌了。不过是一个种子联赛而已，血法师江远洲都没见你们这么说过，只不过是在一个小池塘里蹦跶，就他也配无敌俩字。对，早就看这个双手插兜不顺眼了，装逼什么呀？不就是运气好一点，放我有他这装备和技能，我也可以。也就是职业队员们不光要练级，还需要平常锻炼，要不然哪有双手插兜大出风头的事情？等着吧，等级越高越不容易升级，等到后面大家的等级差距拉近，迟早被人打回原形。现在双手插兜是在打种子联赛，当然要跟种子联赛的这些队伍比，凭什么跟职业战队的队员比？是不是玩不起？就现在双手插兜的战绩，你就说强不强？
连承认别人优秀都做不到吗？就是说什么给你这技能和装备，凭什么给你这技能和装备？大家差不多都是同时玩的，凭什么人家就能在种子联赛叱咤风云，主宰比赛？那就是因为双手插都大佬强，人家这装备和技能也都是自己得来的，也不可能是别人给的，这就是差距。关于易水寒，有些人看不惯易水寒这一副模样，疯狂诋毁易水寒，这时候自然就会有易水寒的粉丝出来维护。易水寒从游戏开服到现在一直都非常高调，名气比大部分的职业战队的队员名气都要大。易水寒这样高调，就导致他获得了这样的名气。正所谓人红是非多，这时自然就会有人眼红，也会有人嫉妒易水寒的好运气。第147章，剑齿虎战队来挖易水寒。而一直关注着易水寒的玩家就知道，易水寒获得如今的成就绝对不只是简单的运气好。易水寒从最开始打竞技天梯，打莫小莫时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让大家都认识了这名玩起来极其贱的易水寒。当时的易水寒用盾牌把莫小莫挤到墙角，易水寒被大家称为我辈楷模，一名祝孤生的选手。之后易水寒带着莫小莫利用游戏机制来刷怪，并且打死的 BOSS 还跟莫小莫平分收益，把一把白银法杖送给莫小莫。当时这件事就让很多人对于易水寒的看法转变，觉得这个人还挺讲究地道。随后易水寒一拳秒按金 BOSS 之后加入故事青训队，带着莫小莫这个混子在须弥界求生中大杀四方，被大家称为 24K 纯金大腿。有绝大一部分人的愿望就是可以跟易水寒组队打一局须弥界求生，有生之年尝试一把躺赢的感觉。也正是因为大家都非常想让易水寒带飞，现在莫小莫直播间的玩家称呼莫小莫都非常不客气。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确实是把莫小莫当作自己人，发弹幕时就随意很多；另一方面则是大家非常羡慕莫小莫，羡慕莫小莫能有这么强的队长来抱大腿。眼看这一次种子联赛的第2局淘汰赛都要晋级了，这些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易水寒现在是有粉丝的，并且粉丝还不少，所以在官方主直播间吵起来的时候占据着绝对优势。气的那些看易水寒不顺眼对玩家，只能拿着易水寒跟职业战队的队员做比较，并且用这些职业玩家来疯狂贬低易水寒。当易水寒打败第18支队伍，后面已经没有战队来挑战易水寒此刻所在的擂台了。其中是因为战队连续挑战5次失败后已经被淘汰出局的原因，让这些还没有被淘汰的战队投鼠忌器，不敢拿剩余不多的挑战次数来冒险，也就造成了易水寒这边没有队伍再来挑战的局面。易水寒看到终于没有人来挑战了，松了一口气。虽然说就这么虐菜还是挺爽的，但次数一多就感觉有些索然无味。易水寒从擂台上走下来，坐到自己的备战区。易水寒刚走到备战区，慕容峰和顾一涵两人便立刻围上来。队长，你是没看见，你刚才的操作帅爆了，这么帅的操作，你不能藏私啊，教教我们啊！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队员，我们这些队员出去太拉胯，不还是丢你这个队长的脸吗？就是，队长，你回头可得好好教教我们，让我们学一学。行了，以后再说吧，刚打完比赛，正累呢，搞不好后面还会有队伍来挑战，先让我歇一会儿，教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先把比赛打完再说。行了，就这样吧。易水寒伸手将两人拨开，走到沙发前坐下。虽然每次战斗都会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这么多场高强度的比赛打下来，易水寒还是感觉很累的，毕竟要精力集中。感觉到自己这样的状态，易水寒知道自己还需要提升，自己现在这样就感觉累了，之后打职业将会遇到更加高强度的战斗，如果到时候状态下滑是会出大事情的。就在易水寒闭目沉思之后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时候，有一人来到易水寒这支队伍的备战区。这人穿着一身燕尾服，打着领带，看起来就跟周围的这些玩家格格不入。这名穿着燕尾服的男人看到易水寒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便径直走向易水寒。这突然出现的人想要去打扰易水寒，莫小莫刚想过来将这人拦住，慕容峰和顾一涵两人非常及时地出现在这名燕尾服男人面前，将这名忽然出现的男人拦住。只见顾一涵张开双手挡在这名燕尾服男人身前，慕容峰则在后面撑着顾一涵，就好像这人要强闯一样，让莫小莫看得满脸无奈。慕容峰和顾一涵这俩人有时候让莫小莫感觉自己在带小孩，就像是现在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幼稚了。莫小莫过来看着燕尾服男子开口问道，我们队长刚连续打完比赛，你有什么事情啊？让我们队长多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先跟我说吧。燕尾服男子看向莫小莫，看着眼前的三人确实不放自己过去，便开口说道，行吧，跟你说就跟你说，要是你觉得你能做主，跟你说也没有关系。燕尾服男子说着用手整理了一下衣领口，嗨，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鄙人姓张，是剑齿虎战队的战队经理，现在我来找双手插兜，也就是你们的队长。那是因为经过我的观察，我觉得你们的队长非常有实力，不应该在故事战队的青训队待着，我想邀请他来我们剑齿虎战队，想要给他一个替补的位置，这件事你们能决定吗？莫小莫听到对方是剑齿虎战队的战队经理，
并且还说是来邀请易水寒来加入剑齿虎战队替补的。这样的大事，他可不能做决定，只好用眼神示意顾一寒和慕容峰两人，让两人放这名男人进去。听到这名男人是来挖墙脚的，顾一寒和慕容峰俩人更加着急了，眼看就要阻止这名男人。莫小莫和这俩小子待了这么长时间，一看两人这样，就知道这俩人准备捣乱，立刻上前拉住两人，把两人拉到一边。三人走到远处，慕容峰有些着急：“莫姐，你干什么？你没看见那个男人是来挖我们队长的吗？那也是队长的事情，正所谓断人前途如同杀人父母，现在这样我们最起码还有朋友可以做，你们就这么凭家阻拦，以后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咱们顾氏战队也真是的，队长明明实力很强，到头来居然连一个替补席位都没有混上，也真是的。”莫小莫这样一说，慕容峰和顾一寒两人立刻联系自己的姐姐。慕容峰拨通慕容雪的通话，5秒钟之后通话接通。第148章剑齿虎战队的条件。慕容雪看到是慕容峰打来的电话，她是知道慕容峰现在应该正在种子联赛那边打比赛的，怎么忽然打过来一个电话，有些纳闷，但这毕竟是自己愚蠢的臭弟弟，还是需要关心一下的。第一时间接通，慕容雪那慵懒性感的声音响起：“弟弟，怎么忽然给我通话了？有什么事吗？”本来慕容雪还想问一下是不是易水寒欺负她了，但想了一下，貌似慕容峰和顾一寒那俩小子现在非常愿意跟易水寒一起玩，并且被欺负了，好像还乐呵呵的一个劲儿的往前凑。慕容雪气愤的嘟了嘟嘴，她稍微使唤一下都不行，却可以让别人欺负，心中极度不平衡。这也就算了，她在外面惹的麻烦还得自己解决，搞不好还得被父母说。慕容雪正心烦意乱的想着，慕容峰那边焦急的声音传来，倒是让慕容雪迅速冷静下来：“姐姐，不好了，我们队长要被人挖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慕容雪快速的反问：“被人挖走了？你们不是正在比赛吗？”“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比赛不比赛的？就刚才我们队长打川一队之后，后面就没有队伍来挑战我们了。毕竟我们已经连胜10几场了，多少场我没记得，总之很多了。那些人看到我们这么猛，哪里还敢来挑战我们？这不，刚才就来了一名穿着燕尾服的男人。我跟你说，这种人我最看不上了，穿成这样干啥？以为自己是一个战队管理，就好像很牛皮一样。停，关于你讨厌什么的事以后再说，先说重点，是那个穿着燕尾服的男人来挖易水寒了。对，就是那个人，说是剑齿虎战队的管理，想要挖我们队长去他们剑齿虎战队打替补。你们也真是的，我们这队长这么强，在整个蓝星游戏玩家中，那也算是有名的人了，结果连一个替补席位都没有混上，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这不就让别人惦记上了？平时你不是挺精明的吗？我想干个啥你都能发现，给我阻止了，怎么一到了外面就蠢成这样了？行啊，你个臭弟弟还敢说我蠢，真是这么多天没有教训你，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先不跟你说了，回头再收拾你。慕容雪第一时间联系顾倾城，结果显示对方占线。怎么平常没事，这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干什么呢？快点啊，别真让易水寒那小子被别人给招走了，那到时候我们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白折腾。大概过了2分钟，顾倾城的通话打过来，慕容雪看到是顾倾城的通话，急忙接通，还没等对方先说话，便开口说道：“姐姐，你可真是我亲姐姐啊，干什么呢？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联系不上了？”“什么亲姐姐，胡说什么呢？我们家可没有你们慕容家这么好的基因。”“行了，刚才我在跟顾一寒那小子通话呢，我大概也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行了，人家都到咱们地头上来挖人了，我们作为管理者，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不是。那咱们俩就一起过去吧，等会儿什么事情你来做决定就好，不能让他们把易水寒挖走了。之前孙天狼的那次就算了，易水寒这可是咱们青训队出来的人才，就这么再被人挖走了，那以后咱们顾氏战队干脆也别开了，都要成别人笑话了。行，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那咱们就快点去吧。易水寒那小子也不知道定力行不行，我还是相信那小子的，毕竟那小子看你的时候跟看别人的目光不一样。”慕容雪还想要开一下顾倾城的玩笑，顾倾城急忙打断：“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就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话了，咱们赶紧过去吧。”慕容雪总感觉顾倾城有点不对劲，但一时之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总感觉怪怪的。同一时间，正眯着眼休息的易水寒被这名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叫醒：“你好，双手插兜是吗？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姓张，剑齿虎战队的管理。刚才我们战队的管理看了你的比赛，我们认为你的技术很好，所以让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剑齿虎战队。”一听到对方是剑齿虎战队的管理，易水寒来了精神，这时开始有战队管理接触自己，证明自己在游戏开服之后这样高调的表现没有错。易水寒做好，给对方一种认真起来的感觉，而事实上易水寒也不太当一回事。剑齿虎战队算是强队了，也是官方的战队，这种战队对于人员要求都是很严格的，这人过来邀请自己，撑死是替补，绝对不可能是主发队员。哦，剑齿虎战队啊，那可是华北的强队啊，居然来邀请我了吗？邀请我打主发吗？易水寒说出来这样的话，让对面这名穿着燕尾服的男人笑了一下，不过也就这一下，笑了之后
立刻注意到自己的失态，便立即把笑意给憋回去了。不好意思，失态了，刚才想到了昨天战队中有趣的事情，嗨嗨，那什么，这次我来邀请你，是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剑齿虎战队替补席位的，可能跟你想的主发有点差距，不过以你现在的水平，我说句实话，你不要生气啊。上场机会，如果是上一世，易水寒还就真答应了，但现在这样天胡的开局，还去剑齿虎战队打替补，除非易水寒自己的脑袋被门挤了。就这些战队中，除了顾氏战队的替补席可以有出路，其他战队的替补席就是一个坑，想要出头没个2、3年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比赛基本上都是主发在打，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替补根本就不可能上场，尤其是这些大战队，替补席的水很深，有很多人都被这些大战队给耽误了，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易水寒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我要是加入剑齿虎打替补的话，那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场打比赛啊？看到易水寒到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想要上场打比赛，心中忽然觉得易水寒有点蠢，这么蠢的人，这种智商还怎么打比赛？这职业比赛可不是只要操作好就能打的，那也是需要智商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哼，想打比赛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需要等到主力发挥失常的时候才能轮到替补上场。这样啊，那我考虑一下吧。易水寒这样说，其实就是已经不考虑剑齿虎战队了，但是易水寒还不想就这么让这个人离开。易水寒想的很简单，剑齿虎这样的强队都来找自己打替补了，顾氏战队不管怎么说你也得表示不是，留着这个人正好可以让慕容雪和顾倾城看一下，这时候正好可以待价而沽，到时候可以搞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其他战队不敢说，这顾氏战队怎么也得应承下来一局正式比赛。易水寒有把握，只要给自己一次出场机会，自己就有把握坐稳主发位置，到时候直接起飞。等了大概10分钟，易水寒感觉自己等的花都谢了，第一次感觉到慕容雪和顾倾城这俩小妞的不靠谱，都有人来挖你们的墙角了，你们居然还不着急，能不能再慢一点？这时这名身穿燕尾服的男人感觉有些不耐烦了，看了一眼时间，发现易水寒考虑的时间都已经有10分钟了，心中微微不喜，本来就不太能看得上易水寒，现在对方还一副摇摆不定的样子，更加让他心中不喜了。行了，这都考虑了10分钟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可是剑齿虎战队，远不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顾氏战队可以比的，顾氏战队能不能从小组赛出现都不一定，而我们剑齿虎战队的目标可是蓝星冠军，怎么样？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剑齿虎战队？我还有其他事情呢，没时间跟你在这里瞎耗着了，你给句实话，我也好回去交差。易水寒现在真的已经被对方逼到墙角了，真是不回答不行了。易水寒刚准备开口拒绝对方，这时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忽然出现。先别急着做决定，怎么说易水寒也是我们顾氏战队的青训队员，你们剑齿虎战队来我们顾氏战队的青训队挖人，这不合适吧？慕容雪的声音从后方传来，易水寒暗叹慕容雪来得及时。这名穿着燕尾服的男人看到慕容雪和顾倾城两人，眼睛看着两人有些火热，这样的表现立刻引来顾倾城的不满，他最讨厌别人用这种眼光来干自己，就好像自己是他的猎物一样。看到顾倾城皱眉，燕尾服男人也感觉到自己失态了，立刻收敛了一下，看向慕容雪时被慕容雪的伟岸给震撼到了，微微咽了一口口水。虽然也在比赛中见到过慕容雪，可视频中怎么可能跟现在亲眼所见比呢？更何况比赛时慕容雪穿着作战服，遮挡了一点自己的伟岸，并没有现在这样的视觉冲击。燕尾服男人感觉有些口干舌燥，偷偷咽了口口水。那个我们做的确实是有些不地道，但你们要知道，人才在哪里都是很缺的，现在我们华夏区优秀的战队很少，我们剑齿虎战队多，招揽一些人才才可以更容易打出华夏区的威名，要不然其他那些区域的战队太强势，显得我们华夏区没有人一样。燕尾服男人这样说完，慕容雪感觉自己素养还是非常好的，饶是这样也险些憋不住爆粗口。你们剑齿虎战队想要招揽人才，然后就来挖我们战队青训队的人，青训队可是我们顾氏战队出钱组织起来培养的自己人才的地方，结果对方居然把手伸到这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简直是岂有此理。为了华夏区的威名，你来我们顾氏战队干什么？你干脆去丹顶鹤战队直接招揽薛法师江远洲不更好？到时候直接在赛场上咔咔乱杀，不敢去挖江远洲，还不是感觉惹不起丹顶鹤战队，感觉我们顾氏战队好欺负。易水寒，刚才我已经跟倾城谈过了，鉴于你这次在种子联赛中出色的表现，我们已经打算把你提到替补席位。慕容雪说着对易水寒眨了一下眼。易水寒对于慕容雪已经有很大的免疫力了，但说到底也是母胎 solo 出道的选手，猛然看到慕容雪对自己放电，还是感觉心跳慢了半拍，正常男人谁能顶得住这？不过易水寒还是要听全顾氏战队这边的条件，当即开口问道：那我成替补之后什么时候可以上场打比赛啊？慕容雪听到易水寒这样问，立刻就知道易水寒心中的小九九，当即白了易水寒一眼。上场比赛啊？你现在不是在打种子联赛吗？种子联赛应该结束的比职业联赛早很多，那就等你种子联赛打完之后，到时候我安排你打比赛。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面，
要是你发挥不好，那你就在替补位置上安心待着吧。慕容雪这句话潜藏的意思是，我已经帮你争取好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到时候你争点气，好好发挥，要不然你就回替补。这话里的意思，易水寒一下就听明白了。毕竟当初慕容雪一直说着，到时候当上替补之后，给自己找机会上场比赛，而现在这个就是慕容雪给的机会。第150章，丹江城接任务。易水寒心中当即大定，只要有上场的机会就好。他相信，只要让自己上场一次，绝对可以稳稳地留住主发位置。好，这可是你说的，等种子联赛打完，然后安排我上场打比赛。说到这里，易水寒转头看向这位燕尾服男人，真是不好意思啊，我选择留在顾氏战队。你也听到了，顾氏战队给我一个上场的机会。易水寒说完，燕尾服男人的脸色变了，似乎对于易水寒选择留在顾氏战队很惊讶，同样也因为易水寒没有选择剑齿虎战队生气，感觉易水寒有些不识好歹。行了，我知道了，我跟你讲，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们剑齿虎战队可是强队，顾氏战队是什么水平，能跟我们剑齿虎战队比吗？不过就是一个弱队的比赛资格而已，等到你打完种子联赛，顾氏战队还能不能留下都不一定，真是个蠢货。燕尾服男人说着，气愤的一甩手离开了。易水寒和慕容雪他们都没有搭理这个人。剑齿虎战队虽然强，那也就只是在蓝星相对来说强一点，放到整个宇宙根本就排不上号，甚至在银河系都排不上号，也就那么一回事。易水寒的目标可是站立宇宙之巅。慕容雪和顾倾城稍微待了一会儿便离开了，两人的时间非常紧张，既要练级，也要提升自己的实战技术，同时还要管理战队，两人都是大忙人。之后，易水寒再次上台打穿3支队伍，在后面就没有队伍来挑战易水寒所在的队伍了，轻而易举地进入小组赛。比赛结束之后，后面陆续的有各个战队的管理接触易水寒，都是想要让易水寒来自己战队打替补。对于这些人的邀请，易水寒无一例外的全部拒绝。现在连蓝星联赛的热度都不算高，种子联赛的关注度就更不必多提了，看比赛的人数跟广大玩家基数一对比，可以说是非常的少。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在自己玩自己的，不太关注这些，要真让全部玩家认识到职业比赛的重要性，还得等到第2年。第1年的职业比赛主要是各个星球的比赛，第2年才开始星系比赛，第3年开始举行宇宙4大分区的比赛，第4年是宇宙4大分区强队才可以参加的比赛。这些比赛一个比一个的分量高，获得的荣誉越重，自己所在星球获得的资源就越多，资源关乎于星球的每一人，届时才是全民注目的时候。现在大家还在自己玩自己的。易水寒这边拿到比赛的奖励，便带着莫小莫他们几个下副本，顺便好好指导一下3人。接下来没有比赛的日子，易水寒过得非常有规律。早上8点之前上线，先带着莫小莫几人打须弥界求生，之后易水寒先去天运界狩猎，让杨氏部族有食物吃，下午带着莫小莫几人打副本。这3人经过易水寒的亲手调教，进步速度飞快。主世界位面里，秩序联盟和侠义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对峙，终于有了动作。这一天，易水寒从天运界传送回主世界位面，便得到系统提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秩序联盟物资充足，人强马壮，秩序联盟准备进攻侠义盟。活动地点永宁州，想要参加活动的玩家需要到永宁州各阵营的 NPC 处参加活动。看到活动提示，易水寒这才有一种恍如隔日的感觉。看了眼时间，这不知不觉间，游戏开服都1个半月了，都已经要开始打永宁州战役了。永宁州战役是一个大型活动，正常活动得持续1个多月。像是这样的大型活动，第1个版本总共会有3次，每一次都是玩家们提升的盛宴。好在是永宁州距离副本传送阵的距离并不算是太远，只需要3个小时就可以赶过去。易水寒当即前往永宁府的丹江城，因为即将要发动战争的原因，易水寒一路赶过去，路上萧条了许多。之前还可以看到各种商队和走夫贩族的身影，这一路上都看不到了。易水寒来到丹江城，远远望去，丹江城的城墙非常雄伟，像是一个盘踞在群山之间的巨兽。永宁州地处西南中部，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占据了永宁州，就可以说哪一方占据了不败的位置，因为这里实在太特殊了。天寿江将整片大陆分为南北2部分，永宁州连接南北，并且作为天寿江的汇集处，这里并不用渡过天寿江，就可以穿越南北，进可攻退可守。丹江城是天寿江上游建起来的一座城，而这条天寿江的上游分支正是叫做丹江。丹江城依靠丹江建造。易水寒沿着官道进城，一路上看到的是这边好像是没有太大影响一样，非常的热闹，路边有各种商贩叫卖东西。易水寒沿着丹江城的主干道一路走入内城，到了内城，这边倒是安静了许多。现在任务还没有开始，但这里有很多任务可以接，易水寒准备先做个任务，这样也不浪费时间。易水寒知道侠义盟接任务的地方在哪里，直奔侠义盟的外务堂。易水寒靠近外务堂，这边忽然又热闹起来，前方传来玩家们热闹的声音。C 难度任务来人了，还缺少一个前排，
主属性体质或者力量都行，装备要求最起码一身玄铁器。护送药师进山采药，B 任务难度，招募强力队友。进山可能会遇到 BOSS， 打到的装备优先队伍中可以使用的玩家，有意者速来，垃圾的不要来找骂，最起码身上有2件白银器，技能配备齐全。进山砍柴，有没有一起的？我们也好相互有个照应。速来速来，我们已经8人了，凑够10人我们就走。这些人看到易水寒走过来，便立刻有人上来跟易水寒打招呼：兄弟，一个人啊，要不要跟我们组队一起过任务啊？哥们儿，来我们这边吧，砍柴不错的，半天砍的柴大概可以换5积分，收益不错的，20天大概就可以换一个玄铁器，要是运气好，遇到比较名贵的矿石或者树，一波就可以发财，黄金器都不是梦。易水寒听着这哥们越说越离谱，就砍柴还想着黄金器不是梦，这想啥呢？就这口才，不去搞传销可惜了。不了，有人等着我呢，是别人喊我过来的，下次一定。听到易水寒这样说，忽悠易水寒去砍柴的这名玩家感觉有些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的装备越来越好，很多人都已经看不上砍柴这样的任务了。现在还在做砍柴任务的，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这些人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已经不行了，即便是装备起来了，打出来的效果也比那些年轻人差很多，所以很多人做任务组队都不要这种上了年纪的玩家，这些人也就只能来做这些简单一点的砍柴任务或者其他任务来换取积分，这样还能赚取一点积分来换钱，以此来维持生活。砍柴也并不是说就很安全，城镇周围的树木是不允许砍伐的，玩家们需要进山砍柴，而山里可能会遇到各种怪，所以这些人才会抱团取暖，要不然容易在野外挂掉。易水寒径直走进外务堂，走到接取任务的牌子前面，好在这样的牌子有很多个，也不用都挤在一起。易水寒快速扫过这些任务，考虑这些任务的性价比。护送药师进山采药，任务难度 B。 易水寒嘀咕了一句，心中思考着这个任务。这个任务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要深入山林，并且高级药草旁边往往都会有猛兽看守，所以这个任务是 B 难度。难度倒不是很大，但是太浪费时间了，不行。追杀叛徒，侠义盟内务堂弟子叛变，正在往北逃，需要捉拿这名叛逃弟子，任务难度 B。 这个任务的难度主要是找人不容易找，这么大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就知道这个人正在往北逃，想要找到这名叛徒也太难了。虽然任务奖励丰厚，但完成的几率太小，太看运气，这个也不能做。通缉令，江洋大盗飞天鼠盗取了刘员外的传家宝玉，将飞天鼠捉拿回来，生死不论，并且追回刘员外传家宝玉，任务难度 A。 这个任务的难度也不在战斗上，主要是找人。这个任务的奖励很丰厚，可以从刘员外的仓库中选择一件黄金装备或者 C 品质的技能，并且这个任务还没有时间要求，目前接取这个任务的玩家有533名，都是碰运气的玩家。反正这个任务也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任务失败的惩罚，接了肯定不亏。如果运气好，遇到了这个飞天鼠，那就是一笔横财，不接白不接。当即易水寒将这个任务接下，但易水寒并不想专门去做这个任务，接下来还得继续挑选任务。易水寒在这里看了13分钟，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任务。探查元松村，有元松村的村民举报村内王地主草菅人命，村里的村民都要活不下去了，探查元松村的情况，并且解决元松村的问题，任务难度 A。 这种任务大概率就是地主不把村民当一回事，过去就是教训地主还有地主家的那些家丁护院，做这种任务就是替天行道，既能获得任务奖励，又能获得正道值，一举多得。正道值达到一定数量，在进入副本时就有可能消耗一定数量的正道值进入福利副本，反之魔道值过高就会进入杀戮副本。这种副本往往非常残酷，同一个副本会进入很多玩家，玩家们会对抗，并且玩家们身上装备的掉落几率增大，背包中的物品掉落一半，最终只能存活最后一名玩家，非常残酷。在杀戮副本中死亡，掉落2件装备是正常，运气不好的死出来那装备就跟被人盗了号了一样，能把身上装备全都掉了。易水寒接下任务，立刻就动身前往元松村。元松村在一个山谷中，真要是正常赶路，那起码也得用半天。不过好在是易水寒有蛛丝发射器，这种险要的地形对于易水寒来说，和平路也差不了太多，直线距离过去用了1个多小时就来到元松村。游戏中此时正值春季，春日正是万物生灵复苏的世界，林间的树木开始抽芽吐绿，并且还有雀鸟的声音从林间传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身处其中十分舒服。此时是正午时分，不远处看到元松村的轮廓，一大片的土墙跃入眼帘，并且其虫飘出来袅袅炊烟。这元松村地方这么偏，真是山高皇帝远，估计外面打得天塌地陷，这边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真是一片世外桃源啊！要是没有元松村的村民出去，估计也不会有人知道这边的事。易水寒嘀咕着，越想越觉得这个跑出去的村民像是上访，让易水寒脸色有些古怪。来到村前，村庄四下延伸出多条土路，可能正是中午时分，路上并没有什么人，
感觉有点缺少人气。易水寒顺着土路往前走，走了一段路，便看到土路边上的大片田地里有很多瘦骨嶙峋并且晒得有些黝黑的农夫，就这么在太阳下赤裸着上身在地里耕田。易水寒离村子越来越近，周遭正在耕田的农夫看到易水寒，投来惊奇的目光。这里偏僻，平时根本就不见外人，这忽然出现一个不认识的人，大家还是很好奇的，不知道易水寒来这里做什么。易水寒高挑白净，和这些农夫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些农夫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远远看着易水寒，确实不敢上前招呼。在这样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庄，看着这个村庄也不算太大，应该人口就300-400户的样子，这些田地也不少，一眼望过去望不到头，也没人收税，这些人能饿成这样，看来这个王地主真不是个东西。第151章，拔除王地主势力。易水寒大摇大摆地走进村庄，虽然这些农夫都看着易水寒，觉得这个人眼生，却也没有人阻拦他。刚走进村庄，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村子并不算太大，大部分的房屋都很矮，是土坯盖起来的房屋。最引人注目的是，村子中间是一片高高的围墙，远远看去，墙面发红，是红砖盖起来的围墙，和周围这些土坯房屋格格不入，十分扎眼。易水寒走近一看，这一片高墙围起来的庄子还挺大，大概占整个村子1/2的面积。因为这里位置偏僻，平常也没有什么外人来，所以村子里也没有客栈、酒店等商铺，都是破破烂烂的草屋瓦房，应该都是农夫们的住处。易水寒在村子内转了一圈，看到有一位老丈正在树底下乘凉，便走上前搭话：“老丈，此处可是元松村？”这位老丈平时都是中午在这棵老树下乘凉，根本没什么人打扰自己，忽然有人在自己耳边说话，被吓了一跳。这位老丈虽然年龄看着已经很大了，身子骨却是非常硬朗，被易水寒这么一下，翻了一个身就爬了起来。看到易水寒这么一副文质彬彬的打扮，倒是松了一口气。后生呀，不要忽然在人身后说话，人吓人，会吓死人的。至于你说的元松村，老朽自出生都不曾离开过村子，村口有一个石碑，我们这些人都不识字，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易水寒跑去村口看了一眼，发现村口的石碑已经倒了，藏在草丛里。易水寒将草丛扒开，看到这个石碑上歪歪扭扭的刻着3个字元松村，确定自己没有找错位置，便回去找刚才说话的那位老丈。这时这位老丈倚靠古树，正在看着易水寒：“后生呀，你长得真俊呢，可有家室？”易水寒是没想到，这么一个 NPC 居然问自己这个，易水寒是没想到。嗨嗨，那什么，不曾有家室。听到易水寒说自己没有家室，立刻就来了兴趣。哦，后生呀，那你可要加油了。你要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像我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老二都出生了。要不这样吧，我那有一个孙女，乖巧懂事，吃苦耐劳，要不就让她跟着你怎么样？这位老丈这样说，易水寒傻眼了。这可是才第一次见面，什么都还不了解呢，怎么忽然就说要把自己的孙女许给自己？老丈，这种事先不着急。易水寒说完这话，对面那位老丈蹭的一下站起来，怒视易水寒：“混账！传宗接代乃是一等一的大事，说什么不着急，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待会儿你跟着我去我家，我把我孙女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我孙女长得可俊了，这村里的这些单身汉子，谁不想娶我家丫头？一娶你腿子，就他们也配。那什么，到时候你走的时候带上我家丫头就行，这个村子算是没法待了。”听到这名老丈这样说，易水寒急忙问话：“这可是关于任务的消息，只要打听清楚，那这个任务的第一阶段了解元松村就算是完成了。”老丈，此话怎讲？你没出去不知道，现在外面也很乱，反倒是这里身处在群山环绕之间，几乎不会有人来，也避免了外面的兵荒马乱，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哼，你看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大庄子，这是王地主的家。王地主是我们村子中唯一的大户，家中养着几十号家丁和庄客，还有这个村子周围的这些土地，8成都是王地主家的田产。村里的农夫基本上都是王地主家的佃农，靠着王地主家吃饭。还有剩下有地的那些人，日子过得也非常难，基本上都快要撑不住了。再过5年，这个村子的土地就都要归王地主家。老丈说着摇了摇头，然后接着说道：“王地主家在这个村子里的势力太大了，根本就没有人敢招惹。现在还要点脸面，虽说没有明抢，其实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土地都归王地主家，我们这些人是生是死，全凭人家一句话。我劝你啊，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要在这里待着了。王地主家的那几个儿子比较霸道，你最好不要招惹，一般惹上的都没什么好下场。那你们这些人也不少啊，这么多人都被抢了家里田地，就没有想着反抗吗？”这位老丈听到易水寒说出这么天真的话，直接笑了。反抗？怎么反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怎么反抗？而且我们这些人种地还行，人家那些庄客可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对付的，不要说笑了。易水寒跟这位老丈聊到这里，忽然听到一声系统提示音：“叮，检测玩家已经了解元松村的情况，
完成探查元松村第1阶段。第2阶段，拔除王地主势力，回丹江城报告元松村情况。这2个选项，回丹江城就是只完成第1阶段，得到少部分奖励。易水寒自然不会选择拔除王地主势力。了解完情况，看到老丈已经躺回去，不再多说什么。易水寒挑了挑眉，准备直接去闯王地主家。就在易水寒准备强闯王地主家的时候，就看到一名身穿锦衣的年轻人，身后带着一大批家丁庄客从门内走出，叫叫嚷嚷的说着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声音有些吵，易水寒听不清。易水寒索性尾随着这几人，看看这几人要去干什么。易水寒看着这些人一路走出村庄，往田垄那边走，然后便看到这几人把正在田地干活的农夫叫来。易水寒距离稍微有些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说了没一会儿，那名身穿锦衣的年轻人抽出一把鞭子抽打身前的几名农夫。看到这里，易水寒急忙靠过去，听到正在被抽打的农夫在苦苦哀求：“求你再宽限我们几个月吧，我们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都给你收走了，我们家里熬不过接下来几个月，而且牛还要用来耕地，牛被收走了，我们一家子人都没有办法活了。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你们欠了我们家的粮食，现在时间到了，就是要还。”这名穿着锦衣的年轻人说着，手中的动作也没有停，一边的抽打着瘦弱的农夫。“不要打我爹爹！”这时，在一旁的小女孩正拖开旁人的手，抱住这名年轻人的腿。“哪来的野丫头？哟，没看出来啊，张三你们家闺女还长得挺水灵。”这名年轻人捏着这名小女孩的脸，瞅了一眼，脸上露出一抹邪笑。“张三，晚上把你闺女送过来，还有粮食也要还，不还把你们家给你拆了。”这名被抽打的农夫此时身上5、6条血痕，这时看到对方惦记上自己的女人，还想着要拆自己家，知道这一次怕是熬不过去了，心中的男儿血性爆发出来。若是委曲求全可以让自己家里人活下去，吃点苦头就吃点苦头，现在对方就是不想要自己活，那也无需再忍，怎么也要拼命挣扎一下。“王老二，你不让我们活，我跟你拼了！”话音落下，张三抄起来地上的叉子，举起来刺向王老二。王老二看到张三的举动，冷哼一声，一把夺过来身边家丁的哨棒，轻轻一拨，将刺来的叉子拨开，紧接着就是翻手一棒，将张三手中的叉子压住，任凭张三如何用力，也不能把叉子抽回来。真是反了天了，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还敢跟我动手！看看你们那瘦弱的样，简直就是找死！话刚说完，王老二便拿着棒子从叉杆一路向上，一棍敲下，打伤张三的手臂，使他手中的叉子随后一记窝心脚将张三踹翻在地上。张三被踹飞在地，手捂着胸口，脸色发红，一个劲儿的咳嗽，并且嘴中有血流出。即便是这样，张三已经爬不起来了，还是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王老二：“吃娘贼，有本事打死我！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王家，我要让你们王家断子绝孙，不得安宁！”对于这些人来说，断子绝孙绝对是最恶毒的咒骂。王老二当时就忍不住了，大声怒道：“好，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想要寻死，那我便成全你，也好让你们这些垃圾们看看，欠了我王家的就是得还，要是不还，这个张三就是下场。”王老二举起哨棒就要劈头敲下，张三的女儿看到这样，只能哭喊着不要。这时易水寒已经来到跟前了，一把抓住王老二的哨棒，像是铁钳一样牢牢抓住不放。“你们这些贱民，想要干什么？想要造反吗？”王老二说着，用力往回抽哨棒，结果却是哨棒没有摇动分毫。看到这样的情景，王老二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这一次深吸一口气，用足了力气，用力往回抽哨棒。易水寒先是用力不让他拽走，随后看到王老二脸都憋红了，将手中的哨棒一松。王老二拼命的用力拉，忽然拉了一个空，真个人噔噔噔连退几步，也幸好身后的家丁反应及时，在身后拖住了王老二，要不然非得栽倒在身后的田地里，即便是这样也显得非常狼狈。只见此刻王老二的头发凌乱，衣服也有些褶皱。王老二这时看着易水寒，以前没有见过：“你是外面来的人吧？来到这里来我们王家做客啊？这些贱民的事不要插手，这都是我们村子里自己的事，阁下还是不要多管了。”“哦，我这人呢比较怪，那就是见不得别人受欺负，看到有人欺负人，就是要上来管一管。”看到易水寒执意要插手，心中大怒，本来就是来要债，顺便还可以把张三家的闺女抓回去玩弄，结果半路出来一个多管闲事的，心中十分厌烦。“我再说最后一遍，我是这里王家的二少爷王荣亮，身后这些人都是我王家的人，我劝阁下莫要自误，毕竟刀枪无眼，伤到了阁下就不好了。”易水寒看着这些人的属性，讲真的，这些人中属性最高的是一名王家的庄客，是这些 NPC 中唯一的一名3阶 NPC， 其他那些人的属性弱得可怜，血量才26000，易水寒2、3个技能就能打死一个，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敢大放厥词，还说伤到我，简直就是笑话！易水寒说的实在太气人。王老二握着手中的哨棒，一棒朝着易水寒敲来。易水寒一把将哨棒再次握到手中，
顺势往回一拉，王老二真个人被易水寒拉过来，紧接着一记窝心脚踹在王老二的心口，把王老二踹飞出去。易水寒这一下可比王老二刚才那一脚猛多了，一脚将他踹飞出去5米远，直接一脚踹飞到地里。王老二摔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嘴中吐血。这一脚下去触发了暴击，这个王老二只是一个一阶的弱鸡，这一脚下去差一点就直接把他踹死了，现在只有剩下不到10%的血量。王老二变成这副模样，作为王老二忠实的狗，立刻有一名家丁指着易水寒：你居然敢打我们二公子，我告诉你，你惹事了，你惹大事了。易水寒连正眼看都没看，一巴掌甩出去，这名家丁就像是陀螺一般，在原地转了几个圈，牙齿被打飞几颗，脸高高肿起，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个家丁的属性还不如刚才被踹飞的王老二，一巴掌直接就被易水寒打死了。剩下这些王地主家的家丁庄客先是呆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怒吼着朝易水寒冲过来：小贼找死，给我去死！杀！周围这些围观的农夫急忙往一边退去。易水寒面不改色，从背包中拿出来乌金枪，一个横扫千军出手，将身前这几名家丁扫飞。紧接着易水寒冲进人群，就如同虎入羊群，这些 NPC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被易水寒直接平推。第152章剿灭王地主。只不过是2分多钟，这10几名家丁和庄客全部打死，这些人全都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让易水寒看起来很吓人。这些农夫看到易水寒这么凶残，平时把自己等人肆意凌辱的人被这么轻松的杀死，心中虽然感觉有些解恨，可看向易水寒时还是非常害怕。易水寒看了一眼此刻躲在一边的农夫，摇了摇头，这些人都被欺压惯了，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易水寒一脚踢开身前的一具尸体，径直朝着元松村的王地主家而去。看到易水寒朝着村子那边去了，这些农夫有些害怕易水寒在村子里胡来，远远的跟上，却也不敢上前阻拦。爹！这时小女孩才爬过去，扶起来张三，焦急的喊了一声：嗨嗨！刚才憋着一口气，张三还能撑得住，现在王老二被人打死，面前没有了威胁自己家生存的敌人，心中这口气泄掉，顿时感觉胸口十分的疼。爹，你没事吧？你都吐血了。呜！乖丫头，刚才那人救了我们，他往村子里去了，你快去拦住他。王地主的二少爷被打死了，这事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王地主家里养着那么多人，那位恩人只有自己一人，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打那么多人，你拦住恩公，让恩公快些逃吧。小女孩有些担心的看着自己的爹爹，结果张三只是挥手让他快点去，只好先去追易水寒。易水寒虽然只是往王地主家走，速度也是不慢的，小女孩才跑出去40多米，易水寒都已经进村了，进村就直奔王地主家的正门口而去。眼看易水寒居然去找王地主家的麻烦，这时忽然有一名农夫鼓起勇气跑上前来：这位壮士，感谢你为我们出头，可是王地主家人多势众，趁王地主还不知道你杀了他的二儿子，你还是赶紧逃走吧。易水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摆了摆手：不碍事，那我这就去杀他全家。农夫们一怔，旋即脸色巨变：壮士，他们人多势众，不好招惹的，何必如此？你一人如何打得他们上百号人？易水寒一把将这名拦着自己的农夫拨开，不再继续听这名农夫讲话，仰头阔步的朝王地主家正门而去。打不打得过，不得打了才知道。易水寒来到王地主家正门口的时候，追在后面的小女孩才跑到村口，气喘吁吁的样子，显然是跑不动了。糟了，要赶不上了，恩公已经到王地主家门口了。小女孩这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强行提起来一口气继续跑。易水寒来到王地主家门口，大门上涂着红色的漆，紧紧闭着，看起来很是气派。易水寒一脚踢在大门上，大门的耐久度猛掉，只是一脚，大门的耐久掉了60%。那个混账在踹我们王家大门，活得不耐烦了不成？易水寒不理门内的声音，再次一脚踢在大门上，将整个大门踢飞出去。门后此时正有2名家丁准备把大门打开，看看到底是谁在踹大门，结果大门忽然飞过来，2人一起被门板压倒在地上。被门板顶到2人承受一次伤害，被压倒在地上再一次承受伤害。这大门本来就很重，是用实木制作而成，属于建筑伤害，根据强度和对方身体强度对比，额外造成了高额伤害，就这么被压在门下，2人的血量直接掉到40%以下。哎呦哎呦！易水寒不搭理门下压的2名家丁，一脚踩在门上，从门上走过，这2名家丁也被压死在门下。此时门口这边的动静惊扰到院内的其他人，纷纷赶来，看到易水寒居然把门都给踹倒了，有人十分惊怒，开口怒道：哪里来的不开眼的小贼，来我们王家闹事，给我死来！一名身穿灰色劲装的男子手中拿着一把长枪冲来。耿文乐，黄金 BOSS， 种类人类，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3843，物理防御力1320，
魔法防御力1241，速度573，修为10年，生命值400000040000，法力值2000020000，技能八字枪法、大劈斩、穿心刺、征战八方、旋风枪法、横扫千军、抖枪术、真气护体、被动。看到这个 BOSS 的属性，易水寒立刻认真起来。身边还有其他那些普通的家丁装客上来，这些虽然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威胁，可 BOSS 当前，这些影响就有可能会变成要命的影响。易水寒又没有带着分身过来，易水寒准备先将这些普通怪处理掉。易水寒在人群中先树下一个雷霆守卫，随后在最前面的一名家丁身上使用碎石掌，将5名家丁的血量打到半血以下。紧接着，易水寒大步上前，手掌中凝聚出一颗紫色的雷球，在来到人群中后引爆雷球。掌心雷的波及的范围内有13名家丁，而刚才比碎石掌击中的，在掌心雷的伤害下直接被打死。忽然 BOSS 来到近处， BOSS 将长枪拖在身后，忽然抡过头顶，径直朝着易水寒的头顶劈下来。易水寒一个侧身躲开，一枪伸出，将 BOSS 的武器压住，同时快步朝着 BOSS 靠近。在到了腿可以攻击到的范围之后，易水寒直接使用连环腿，连踹5脚，将 BOSS 踹飞出去。随后易水寒并没有追击，转身继续对付这些普通家丁庄客。实在是因为前院这边的动静太大了，在后院的庄客和家丁也纷纷赶来。王地主家的大少爷带着这些人来到前院，看到地上已经躺着10几号人了，心中大怒：找死！都给我上！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拿下！不要杀死，直接杀死太便宜他了，打断他的四肢！杀呀！都冲啊！王地主家的大少爷一声令下，又有30几人加入进来，易水寒的压力猛增。前院这边的家丁庄客都是比较弱的，后院的这些明显比之前的这些强上一些，并且易水寒还注意到还有几人没有冲上来。易水寒探测了一下，心下一凉，这几名没冲上来的庄客居然都是 BOSS， 最强的那个都是暗金 BOSS 了，这只是一个小角落里的村庄啊！还有那位王地主家的大少爷，居然是一个黄金 BOSS， 简直就离谱！要不要这么针对？就一个小村子，你搞这么多 BOSS， 这拉出去这么多 BOSS， 在外面打下一个小镇都绰绰有余了，是不是玩不起？不过好在是后面站着的几名 BOSS 并没有冲上来，在后面看戏，给了易水寒操作空间。看到后院这些人都来了，刚才被易水寒连环腿踢飞的 BOSS， 也就是耿文乐，脸色通红，好像没有把易水寒快速解决掉，让他感觉有些丢人。老耿啊，你行不行啊？你说你刚娶了一房小妾，怕不是最近折腾的把腿都给折腾软了？要不这样，我帮帮你，回头你把你小妾送到我住处。哈哈，说话的是一名长得低矮的一名男子，也同样是一名黄金 BOSS。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引得众人轰然大笑。放你娘的屁！张矬子，你怕不是讨打？讨打？你还是先解决了这个小子再说吧。张矬子成功的把耿文乐的怒火勾起来，看着易水寒提枪冲上前。易水寒在对付普通怪的空档上一个躬身，躲开刺向自己的一枪，同时使用雷霆战戟技能。耿文乐一次不中，顺势横扫。易水寒一个前空翻，手中的长枪顺势朝着前方下劈，将一名家丁劈死。紧跟着，易水寒听到身后有破空声，下意识的将乌金枪往后一抽，右手抓住绑着红缨的位置向上举，身体躬身下弯腰，当，刺了！易水寒格挡住这一枪，耿文乐握着长枪，枪尖顺势沿着枪杆一路往上。易水寒回身看到枪尖要扫到手了，放手松开枪杆，同时伸出脚，脚尖一勾，乌金枪再一次拿到手中。易水寒上前紧逼，使用碎骨技能一脚踢在对方腿上，给对方挂上减速状态。之后，易水寒继续处理剩下的这些家丁庄客。去，张矬子，你也过去一起处理掉这个小子。再这么下去，我王家的家丁都要死干净了，到时候谁来伺候人？那都你们吗？易水寒这时候都杀死40几名家丁了，再这么下去，这些家丁就都要被易水寒杀死了。此时这些家丁也害怕，一个个的都不敢靠近易水寒。易水寒冲上来的时候，这些家丁就像是羊遇到了狼，四散而逃。一群废物，都给我滚开，丢人现眼！张矬子一句话让这些家丁如蒙大赦，急忙退到一边。张铁驴，种类人类，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2943，物理防御力1184，魔法防御力962，速度943，修为9年，生命值26000026000，法力值16000160000，技能绝命斩、旋刃、绝命穿刺、飞刃、背刺、双刃追击、轻灵刃舞、真气护体、被动。张矬子使用匕首的，并且是双匕首，高敏捷高攻速，非常灵活。想对比起来，这种高灵敏的 BOSS 要比那些笨重一点的 BOSS 难处理得多。银光一闪，
易水寒的身上被划了一道，看着自己的血量掉了一大截，易水寒抬手给自己释放一个祝福，同时吃下一个药品，把血量抬到 90% 以上。紧接着，张矬子提着双匕首上前，速度非常快。易水寒虽然应付得过来，可即便是每次格挡住，也会承受 20% 的伤害，血量还是疯狂的往下掉。之后，耿文乐也冲上前来，易水寒利用着两人之间的卡位，让两人之间打不出来配合，让张矬子的身手施展不出来，反倒是让易水寒大松一口气。张矬子，你是来帮倒忙的吧？这小子我一人就能处理，竟上来添乱，到底是谁给谁添乱？刚才你没上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打得很轻松，你一上来，我连身手都施展不出来了，起开！张矬子靠着耿文乐将他顶开，随后对着易水寒使用双刃追击技能。易水寒抓住时机，使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张矬子踹飞，随后整个人浮空而起。易水寒就这么借助着两人之间的互相牵制和两人周旋，眼看着两人的血量降低，进入虚弱状态，其他另外4个 BOSS 一起上前。人多之后，场面更加复杂，包括暗金 BOSS 也一起冲上来，根本就应付不过来。易水寒用蛛丝发射器爬到房顶，易水寒爬到房顶，这些 BOSS 中只有暗金 BOSS 有轻功技能，可以跳到房顶上来。易水寒借着地形在屋顶上吊着暗金 BOSS， 地下的这些 BOSS 看着易水寒在屋顶上奔跑，就在地面上绕着房子跟在下面。这些 BOSS 的速度不一样，到处跟着易水寒跑，很快的就分散开。易水寒一直注意着刚才被自己打到虚弱状态的2名 BOSS， 看到现在2名 BOSS 都已经被分散开。易水寒在吊着身后暗金 BOSS 的同时，绕道跑到两个 BOSS 跟前，将2个黄金 BOSS 处理掉。2个 BOSS 被杀死，爆出来3件物品，但身后 BOSS 追得太紧，易水寒都没时间捡起来，也不知道爆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易水寒就借助着地形，一直带着这些 BOSS 来回绕。易水寒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带着自己的分身过来太蠢了，之前只觉得这么同时操控3名角色对自己的精神压力太大，没想到效率。这一次易水寒真的感受到，如果同时操控3名角色效率。易水寒一直用了18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中，易水寒没有出一次错，这才将几名 BOSS 全部处理掉。易水寒此时已经连续在线25个小时，并且有18个小时精神高强度集中，忽然没有了 BOSS 的压力，易水寒感觉精神有些恍惚。易水寒急忙将这些 BOSS 的爆出来的东西全都捡起来，总共爆出来8件物品，爆出来的游戏币有7枚金币43银币。将金币先收起来，物品没有看，先往王地主家的内宅走去。到现在任务还没有显示完成，那应该是王地主还没有处理掉。易水寒准备先将王地主处理掉，然后下线睡一觉，实在是太累了。第153章领地转移令。易水寒来到王地主家的后院，后院都是一些女眷，这些女眷都是一阶，听到前院的动静便早早的都藏了起来。易水寒强闯各个房间，引来一阵阵女眷的娇呼。易水寒就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般，各个屋子一顿乱找，先找的是那些大屋子，结果想要找的王地主根本没找到，最终易水寒是在一个破旧的柴房里找到的王地主。此刻的王地主身上穿着貂皮大衣，蹲在柴火堆旁，头上满是白发，看起来有些沧桑。王地主看到易水寒，眼中充满了绝望。自古以来成王败寇，赢家通吃，败者出局，此刻是什么也指望不上了，缓缓闭上双眼。王地主这样看起来真的有一种可怜的感觉，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王地主也就是此刻看起来可怜，可村内那些被他欺压的农夫更加可怜。王地主原先是4阶，现在年长，气血衰弱，现在只有1阶的品阶，血量也只有16000。易水寒一个雷霆半月斩，直接将王地主带走。王地主生前也是一个体面人，易水寒让他死的也干脆，没有遭受什么折磨。将王地主处理掉，王地主居然爆出来一样东西。同时，易水寒收到2条游戏系统发来的消息，检测到玩家击杀并且拔除王地主势力，探测元松村任务第2阶段已完成，请玩家前往丹江城领取任务奖励。检测到玩家已经获得元松村村民尊敬及名望，玩家可以使用领地转移令，将已经获得尊敬及名望的村庄迁移到自己小世界。易水寒将王地主身上爆出来的东西捡起来，发现爆出来的东西居然是领地转移令。领地转移令类型：消耗品，品质 S， 要求使用等级无。效果：领地转移令可以将主世界位面内刷到尊敬及名望的村庄转移到自己的小世界，属于村庄的 NPC 随同村庄一起转移。易水寒看到这个领地转移令，走出这间破烂的柴房，看着眼前这个破烂的村庄，易水寒有些犹豫。这个村庄的居民都被剥削成这样了，潜力肯定也不怎么样，之后出生的后代也不知道资质怎么样，所以易水寒很犹豫要不要使用这个极其珍贵的领地转移令，把这个残破的村庄转移到自己的小世界，把村庄内村民们的名望刷到尊敬，还有一点指望，最起码有个目标，只要想刷名望，总有个时间，最快2个月，最慢8个月，总能把名望刷到尊敬。
易水寒走出王地主家的大门，发现门口满满当当的挤满了人，都眼巴巴地看向自己。这时易水寒能从王地主家走出来，其实就已经证明了许多事情。村民们也不傻，知道王地主完了。村民们齐刷刷地下跪拜谢易水寒。看到这样的场景，易水寒的内心被触动。这些村民都是苦命人。易水寒想到王地主家的这些庄客，觉得这个村庄可能也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差，一狠心，一咬牙，直接使用领地转移令。易水寒使用领地转移令，立刻有淡蓝色的光芒将整个元松村包裹，随后整个元松村在原地消失，跟随易水寒一起出现在易水寒的小世界。将元松村的位置确定之后，便快速下线了，实在是太累了，连之前打 BOSS 爆出来的东西都没有看。易水寒一下线，直接从游戏舱中爬出来，连洗漱都没顾上，直接把自己扔到床上，10秒钟不到，直接入睡。易水寒这一睡，直接睡了12个小时。易水寒醒来的时候是被饿醒的，感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都要被饿死了。易水寒看了一下时间，是晚上了，赶紧跑到楼下的餐馆，直接点了2份盖饭，1份宫保鸡丁盖饭，1份木须肉盖饭。吃完饭之后，易水寒这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快速上线之后，易水寒看之前打死这么多 BOSS 爆出来的东西，总共有8件，1件暗金器，1件黄金器，3件白银器，1件玄铁器和2个技能书。梧桐枪，类型武器，品质黄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40， 物理伤害2567，力量加27，敏捷加13，体质加21，能量增幅26，重量8000克，亮银锁子甲，类型武器，品质暗金器，要求装备等级 LV40， 物理防御力2522，魔法防御力2253，力量加34，敏捷加16，智力加28，体质加23，能量增幅20，重量18千克，玄刃，类型技能，品质 C， 等级 LV1， 威力 16.0， 冷却时间20秒，消耗60法力值，经验值0500W， 学习要求敏捷主属性职业，效果将能量聚集于掌心，在掌心形成一股旋转吸力，使掌心的兵器在掌心旋转，在2秒内对目标造成高8次伤害，每次伤害为物理攻击力的2倍，并且使敌人进入出血状态。寒冰掌，类型技能，品质 B， 等级 LV1， 威力 12.0， 冷却时间40秒，消耗140法力值，经验值0800W， 学习要求东方修仙体系智力主属性职业，效果将寒冰能量凝聚于手掌上，击中目标，对目标造成高额冰属性伤害，并且使目标进入寒气入体状态，寒气入体使目标减速 40%， 并且攻击力降低 10%。 2件装备都能用得上，易水寒的等级还不够，只能先存起来。倒是这2个技能，易水寒哪个也用不上，倒是那个寒冰掌，这个技能可以卖给顾倾城。忽然元松村张三的女儿跑来找易水寒，因为游戏系统修改了这部分村民的一部分记忆，所以这些村民都已经知道这个小世界是易水寒的小世界，并且易水寒是宗主，自己等人都归易水寒管。宗主你救救我爹爹吧，我爹爹快要不行了，呜，到底怎么样了？你先不要哭，我这就带人去救你爹。此刻小世界内又没有医师，也没有丹师，易水寒嘴上虽然说着救，心中快速的思考，想着到底怎样才可以救下那个张三。忽然易水寒想到水清柔的百花春露可以疗伤，立刻拉上水清柔去元松村。其实张三被踹了一脚，伤势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体内有淤血排不出来，这才导致了张三变成此刻这样的状态。水清柔此时都已经5阶了，使用百花春露3分钟就把张三治好。张三一口黑色的淤血吐出来，腥臭无比。好了，你爹爹治好了，我还有事情，我也该走了。易水寒说着拍了拍小女孩的头，宗主，我可以跟着你们学武吗？我能吃苦的，我不怕吃苦。易水寒看着小女孩，小女孩的眼中满是希冀。张禾苗，职业无，职位弟子，境界1阶，资质高阶资质，特殊资质灵职清河，性格坚定，物理攻击力20，物理防御力10，魔法攻击力8，魔法防御力3，速度60，修为无，生命值500，法力值10%，修炼功法无，灵职清河，可以安排去种植药草，正好这种活也不累，年龄小也不是问题。很多特殊天赋都是遗传，女儿有灵职清河，家长大概率也会有这种特殊天赋。易水寒立刻探查张三的属性。张三，职业农民，
职位弟子，境界一阶，资质低阶资质，资质受损，特殊资质灵职亲和，性格担当，物理攻击力180，物理防御力80，魔法攻击力30，魔法防御力46，速度60，修为无，生命值2200，法力值15%，修炼功法无。看到张三居然也有灵职亲和这个特殊天赋，易水寒便开口说道：“我有一个任务安排给你们妇女，村子的南边有3块灵田，我手中有一些灵植种子，现在我将这些种子交给你们来种。灵田的边上有灵泉，浇水直接用灵泉的水，希望你们可以将这3块灵田照顾好。”好，一定不辜负宗主的信任。易水寒安排下来的事情，张三一口应下来，这种有担当的性格让易水寒非常放心。柔儿，你抽空可以教一下他们修行，我还有事情要做，你管理好家。听到易水寒说管理好家，水清柔俏脸一红，虽然这样的话让他很害羞，不过还是点头应下。这2天易水寒不是在打 BOSS 就是在游戏外睡觉，没有带莫小莫他们仨打须弥界求生。此时莫小莫的直播间内满屏都是对莫小莫的嘲讽：你这个坏女人，认清现实没有？你现在须弥界求生的段位是因为你自己的技术强吗？要是你技术强，为什么会在须弥界内被人血虐？就是双手插兜大佬厉害，可以一神带3坑，现在双手插兜大佬嫌你们菜，嫌你们坑，这下被打回原形了吧？老铁们快别说了，主播要哭了，快不要这样，大腿联系不上，本来就已经很受伤了，结果你们还伤口上撒盐，简直是干得太漂亮了。没看完还以为不是友军，差点没认出来。行了，快点厚葬友军。莫小莫玩着游戏，抽空看了一下弹幕，心态直接原地爆炸，也没心思玩游戏了，到处都是幸灾乐祸。没有心思玩游戏，下意识地看向好友栏，整个白天都没有看到易水寒在线，现在也没太指望易水寒在线。忽然看到易水寒居然上线了，用力地擦了擦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仔细确认再三，发现易水寒确实上线了，急忙选择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并且同时发送消息过去。青春小可爱队长，你这2天干什么去了？联系你也不见你回消息，然后下线之后一整个白天也不上线，出什么事了？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需不需要帮忙？要是需要帮忙，你给我一个地址，我去找你去。看到莫小莫这样说，弹幕上立刻炸了。完了，我想歪了。卧槽，莫小莫这个坏女人对双手插兜大佬心思不纯，居然还想要双手插兜大佬现实中的地址，其心可诛。还要现实地址，这是怎么了？送货上门吗？兄弟，你说的不够具体，这叫送海鲜上门。这种内容是我一个6岁孩子可以看到的吗？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哈哈，车门已经焊死，今晚谁都不许下来。易水寒看到莫小莫发来的消息，满脑门黑线，居然还问自己的地址。易水寒感觉他在套路自己。易水寒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不暴露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地址，因为游戏中的事太大了，如果将现实中的地址暴露出去，说不准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可能会威胁自己的人身安全。易水寒可不相信别人，如果说什么时候可以暴露现实生活中的地址，那必须要获得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时，那时才可以暴露。即便是职业选手也不行。易水寒的想法是到时代表蓝星和其他星球或者其他势力打比赛时，到时候易水寒将和每一位蓝星人都息息相关，到那个时候易水寒就不会害怕蓝星有人害自己了。易水寒看到消息立刻回复莫小莫，双手插兜，没有什么，就是接了一个任务，到了最后同时打6个 BOSS， 打这6个 BOSS 我一直打了得有18个小时，打完之后我累得要死，刚才睡醒后这不就立刻上线了。怎么说，你们还打须弥界求生吗？看到易水寒发来的消息，莫小莫先看了一下，发现没有地址，有些失望。整个直播间的人看到莫小莫只是自己看，居然不让自己这些人看，疯狂的刷屏说莫小莫吃独食，还有什么心里有鬼，两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等等之类的弹幕刷屏。看到这些人说的这么过分，并且易水寒这些话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立刻放出来给大家看，并且气愤的开口说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什么也没有做，打须弥界求生掉分，还要遭受你们的辱骂，快点向我道歉。第154章，须弥界求生遭遇职业玩家。就在莫小莫感觉非常委屈的时候，正在观看莫小莫的玩家们看到易水寒发来消息说自己接了一个任务，一个人同时打6个 BOSS， 当场就炸裂了。这是真的吗？一个人同时打6个 BOSS，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看到双手插兜大佬可以同时打6个 BOSS， 我居然没有怀疑他在吹牛皮，我好奇怪。奇怪的不是你一个人，羡慕主播可以和双手插兜大佬组队，主播你快点让双手插兜大佬开直播吧，看你直播也就图一乐，学技术还得看双手插兜大佬。666，双手插兜大佬，求带啊！莫小莫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心中正美滋滋的想着，现在弹幕上肯定都是安慰自己的话，结果转头看向弹幕，
发现这些弹幕居然大多都不是关于自己的，即便是关于自己的，也都是羡慕自己可以跟易水寒组队的弹幕，当场把他气了一个够呛。莫小莫正准备生气的跟弹幕吵一下呢，恰好易水寒发来组队邀请，也来不及跟发弹幕的这些水友吵，进入队伍后便第一时间进入匹配状态。刚进入匹配，还没有进入须弥界，莫小莫便在直播间叫嚣起来：今天3连胜，我说的！莫小莫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又招来弹幕的疯狂攻击。这一次有易水寒在，前2局打得非常顺利，莫小莫疯狂地嘚瑟。莫小莫，你嘚瑟什么？双手插兜大佬打须弥界求生，好像一直是第1名，之前段位低也就算了，你这2天输了这么多局，你的段位还是钻石。你想想双手插兜大佬的段位和隐藏积分吧，之前你们都是早上打，遇不到职业玩家，现在可是晚上，有好多职业玩家晚上上分，我就看着你们翻车。就是啊，这么一说，双手插兜大佬好像确实一直是第1名啊。一直第1名太夸张了，就我知道的就有5位职业玩家晚上玩须弥界求生，应该有机会遇上，上天保佑，一定要遇上。莫小莫看着弹幕上的这些话，丝毫不慌，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我们队长说了，活动都开始了，还没有打活动，他赶时间，听到没？赶时间，要连胜的。现在我们队长已经是职业战队替补队员了，种子联赛打完就会安排上场，说的就好像谁不是职业玩家一样。莫小莫话刚说完，匹配结束，进入须弥界求生地图。刚看到莫小莫所进入这局须弥界求生的地图，立刻就有玩家观看其他那些开播职业玩家的直播间。哈哈，这一次踢到铁板了，巴尔松战队的巴克也在这局游戏中有好戏看了。红山战队的阿离也在这局游戏中，不过有点可惜的是阿离并没有和队友一起进入游戏，不过就算这样也够双手插兜大佬喝一壶的了。眼镜蛇战队的阿乐也在这局游戏中，一下这么多职业玩家，有好戏看了。眼镜蛇战队的阿乐刚进入游戏，便看到弹幕上有人说易水寒也在这局游戏中。阿乐双手插兜也在这局比赛中，他说他赶时间。赶时间，这事没看上你啊，阿乐。别人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放我，我肯定受不了这气，干他丫的！就是，还是不是个男人，真男人就受不了这种气，干他！看到弹幕上疯狂的在带节奏，阿乐笑了笑说道：嘿，你们还真就别激我，我不上你们的当，开什么玩笑，我可是眼镜蛇战队的主发队员，双手插兜算什么东西？故事战队的主发队员站我面前，我都不放在眼里，看我干不干他就完了。刚进入对局，易水寒非常膨胀的直接选择地图的中心位置。其他那些职业玩家因为刚进入游戏，他们的队友还不知道自己的队友中有1名职业玩家，所以选择的位置有些偏。刚进入地图，易水寒和莫小莫他们仨出现在须弥界中。这一次的地图是沙漠地图，沙漠地图比较特殊，因为太阳的暴晒，玩家们游戏角色的水分流失加快，生存压力将不仅只是生存区外的毒物，还有严重缺水这一负面状态。想要摆脱缺水的状态，那就必须要到沙漠中的绿洲里补充水分。这样的设定会加快玩家之间的争斗，毕竟绿洲就那么几个，而玩家们却有20队。易水寒选择的位置就是地图中心区域内唯一的一个绿洲，刚看清眼前的画面，便发现有2支队伍也在这一片绿洲。一般敢直接选择中心区域内的队伍都是比较强势的队伍，一般想要稳一点获得排名保分，都不会轻轻举妄动，都会选择先观望一下，互相警戒着对方，到后面才会打起来。这都是大家默认的规则，易水寒可从来都没有遵守过。正式赶时间的时候，易水寒二话不说，一个野蛮冲撞突袭到近处的1名法师玩家。因为位置刷新的有些随机，虽然同一个队伍之间的队员距离很短，但这并不会保证队形啊。1名敌方队伍的法师站在对面，这就好比小姐姐在自己面前一丝不挂。易水寒可不惯着他们这些，冲到近前就是一个当头一棒，将这名法师眩晕在原地，穿插3次普通攻击之后，一个灵蛇出洞。本来这一个灵蛇出洞秒不掉对方，可这个技能触发了暴击，直接就被一枪扎死了。整个战斗过程也就4秒钟，这名法师的队友也就才观察清楚周围的状况，结果自己队伍的法师就被人秒掉了，这谁能忍？卧槽，不讲武德是吧？上来就秒我们队的法师，兄弟们，打死这个小子！旁边的兄弟们一起上啊，打死这个偷袭的玩家，灭了他们队。另外一支队伍本来准备坐山观虎斗，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就准备做这个最后的渔翁，等两边拼得2败俱伤的时候，他们再上来收拾残局。因为是易水寒偷袭秒掉对方队伍法师的，所以易水寒是对方队伍3名玩家的第一集火目标。看到3名玩家冲过来要集火自己，易水寒先在自己身前放下一个雷霆守卫。另一支队伍的人看到莫小莫3人居然对于易水寒被集火的事情无动于衷，当即有些纳闷的说道：队友都要被集火了，怎么他们仨一点也不着急啊？对啊，好奇怪啊！奇怪什么奇怪？要不然就是他们也是也对，看不起这种偷袭人的玩家，这样倒还好。
要是因为这名偷袭人的玩家比较强的话，那问题就大了。这边刚说完，另一边的3名玩家也已经靠近易水寒。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出手，对方这几人也非常灵活。一名玩家跳起来躲开易水寒横扫而来的长枪，另外2名玩家则直接一个前翻，在翻滚的同时还在靠近易水寒。易水寒认准跳起来的这名玩家，现在大家都还不会飞，你跳起来那么高，连一个借力的地方都没有，露出这么大的破绽，绝逼不能忍。易水寒直接使用浮空凌云脚，一脚踢出。因为对方跳起来的高度有些高，易水寒这一脚踢出去，2条腿呈现一字，一脚将这名要落下的玩家踢飞，随后跳起来追击。落地之后，易水寒紧接着就是一记碎骨。这一记碎骨踢在对方大腿上，使对方进入减速状态，并且在对方另外2名队友赶来之前，易水寒调整角度，在距离足够的时候，易水寒使用碎石掌。碎石掌的内劲透过最前面这名被减速玩家的角色，攻击到后面2名玩家。紧接着，易水寒使用掌心雷，轰！伴随着一声巨响，紫色的电流将这3名玩家全都包裹，再次使3名玩家的血量骤减。此时这3名玩家中，其中被易水寒浮空凌云脚攻击的玩家是主属性为体质的职业，这名玩家的血量已经降到 30% 以下，另外2名玩家的血量也下降到 50% 以下。卧槽，这个人好厉害啊，而且这伤害看起来有点变态啊。是个硬茬子，快别看戏了，那一队被灭了，接下来就到我们了，可不能让他们逐个击破，兄弟们，上啊！看到另外一支队伍终于按捺不住了，易水寒对着慕容峰说道：“阿峰，关门打狗。”好的，队长。一旁的慕容峰时刻准备着，就等着易水寒发话呢。现在终于收到指令，立刻释放技能栏中唯一的一个阵法技能水牢阵。慕容峰话音刚落，双手间飞出繁杂的铭文，这些铭文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紧接着出现一个蓝色的光罩，这个光罩将易水寒和另外2支队伍围困在一起。整个蓝色的光罩就像是水一样，有着水流过的波纹。忽然被阵法困住，一名在光罩边缘的玩家攻击光罩，结果发现根本就打不破。这个光罩的耐久度最起码得全力攻击5分钟才能打破。易水寒看着水牢阵中唯一的一名法师，将雷霆印记留在乌金枪上。易水寒对着这名血量 30% 以下的玩家输出，第一时间将这名玩家踢出局，丝毫不给对方吃药补充血量的机会。同时，易水寒在遭受到其他玩家的攻击，血量下降的同时，使用祝福将自己的血量上抬一截。此时，另一支队伍的3名玩家近战冲到近前，易水寒认准这个空档，将手中的乌金枪当作标枪投掷出去。易水寒投掷得很准，这一枪直刺对方法师的脑袋。能打到钻石段位的玩家，对自己的操作还是非常自信的，毕竟放到普通玩家中，那也是一尊大神。这名法师看到标枪刺向自己，并没有往旁边躲闪，而是在标枪即将要标中自己的时候，自信歪头将这一标枪躲开。莫小莫实时播放着易水寒和2支队伍的对战画面，因为易水寒经常以1打多，像是这种同时处理2支队伍的画面，已经不能勾起直播间观众内心的波动，反倒是对方这名法师歪头躲开标枪的画面，让弹幕疯狂滚动起来。这哥们可以去，这么快的标枪，在最后一个歪头将标枪躲开，太帅了！这个歪头杀由我来守护，帅帅帅，简直太帅了！好样的，快点打死双手插兜，快点翻车，让莫小莫嘚瑟，不就有个大腿吗？有什么了不起？就在此时，弹幕上的观众还在纷纷叫好呢。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出现在法师身后，易水寒在法师身后一个当头一棒定住对方，连续3枪刺出，将这名小脆皮法师解决。刚才弹幕上还非常兴奋呢，忽然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时之间整个直播间细枝挂硕果。这只是一个照面而已，一名主属性为力量的玩家被秒掉，让另外几人感觉肝胆俱裂。卧槽，2万多血量，这个照面就秒了，开挂了吧？太离谱了，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学了什么功法呀？这伤害就离谱，哪那么多废话，快点集火秒了他，让他这么来几下，这谁能受得了？我们都得玩完。几人说着，抓紧时间靠近易水寒。此刻将一人解决，易水寒没再管这几人，抓紧时间冲向那2名半血以下的2名玩家。这2名已经半血以下的玩家也知道自己2人现在很危险，可这并不意味着2人就要逃避，2人也是久经沙场，知道遇到这种情况逃也没有用，只能是尽力操作，如果撑到后面几人赶来还有点机会。兄弟，等会注意配合，不要让他技能放出来。没问题，你就瞧好吧，哪能让他这么轻松的把我们灭了，这么也得给对方一点苦头吃。2人说着，易水寒冲到眼前，看到易水寒一枪刺来，其中一人双手握剑将这一枪挑开，另一名玩家手握双刺，使用螺旋刺技能，整个人伸手向前，浮在空中，像一个钻头一般冲向易水寒。易水寒立刻收枪，将乌金枪横挡在身前，双刺碰撞乌金枪，冒出火星，
并且使对方的旋转速度降低。抓准机会，易水寒一脚踢在对方脸上，将整个人踢得倒飞出去。与此同时，另一位玩家一剑刺来，易水寒急忙侧身躲避。易水寒的反应很快，虽然对方玩家的身手已经很敏捷了，易水寒还是能轻松看破对方的出招招式，借助凌波微步的技巧，使对方的攻击全部落空。两人联手攻击连绵不绝，易水寒躲闪了一阵，抓住一个空档，一脚撩阴腿踢出。哦！使用双字的玩家被易水寒一脚踢中裆部，没能忍住这蛋疼的感觉，捂着裆部蹲在地上。另外几名玩家此刻也来到易水寒身后，准备对易水寒发动攻击。易水寒在地上放下一个雷霆守卫，同时使用掌心雷，雷球爆炸，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将身后的两名玩家扫飞。远处有火球飞来，易水寒低头躲开。此刻使用剑的那名玩家一剑劈来，因为这名玩家的血量已经降到 30% 以下，已经进入虚弱状态，这一剑的速度就比之前慢上许多。易水寒一脚碎骨踢出，因为顺踢这个技巧，易水寒比对方后出招，可后出先至，提前一脚踢在对方心口。这一脚踢了一个暴击，将对方打成残血。易水寒本来想要先解决那名使用双刺的玩家，结果这边出现这样的情况，易水寒临时改变主意。身后几人的攻击和远处灵修的攻击，易水寒尽量躲闪，实在躲不开的情况，有选择的承受技能优先解决这两人。易水寒对着这名使用剑的玩家连续攻击，3秒之后将对方淘汰出局，并且找准一个角度，灵蛇出动出手，另一名使用双刺的玩家也被解决。将两人干掉，易水寒第一时间使用野蛮冲撞，朝着唯一的一名灵修冲去。糟了，快点拦住他！话音刚落，莫小莫的视线中便看到一名玩家双膝微弯，随后冲天起，跳向易水寒。易水寒的速度虽然很快，这名玩家跳起来的速度更快，先一步落到易水寒和那名灵修玩家之间。易水寒野蛮冲撞撞到对方身上，使对方血量下降 8%。看到这个伤害，易水寒立刻就知道对方主属性是敏捷，这样的小脆皮也敢拦自己，简直就是找死。易水寒上前一个碎石掌，随后穿插普通攻击，从不同角度攻击，使得对方疲于应付。远处灵修的技能，易水寒也是尽量躲避，实在躲避不开就硬抗，这时基本上战局已定，掉点血可以接受。在当头一棒冷却转好的第一时间，一个当头一棒将对方眩晕，一个侧身躲开一发寒冰剑的同时，连续3次普通攻击刺在对方身上，随后使用浮空凌云脚。浮空凌云脚踢完落地之后，硬拼3秒将这名玩家解决。此时那名体质玩家还在身后，想要赶来最起码得6秒，而前面那名灵修玩家只需要3秒就可以接近。易水寒将冰属性减速的技能统统躲开，快速靠近。就在易水寒将要靠近对方的时候，可能易水寒带给对方的压力太大，本来应该用来保命的冰墙提前释放，用来阻挡易水寒靠近的速度。看到面前的冰墙，易水寒并没有什么技能用来破坏冰墙，好在是易水寒有蛛丝发射器，借用蛛丝发射器爬到冰墙上。爬到冰墙上，那就是一个活靶子。易水寒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可翻过这个冰墙就可以接近目标，承受点伤害也无所谓。易水寒从冰墙上往下跳，在空中挨到2个技能，易水寒并不在乎，反而使用雷霆半月斩，一枪劈在对方脑门上。这一次雷霆半月斩触发了暴击，一个满血的灵修，血量2万多一点，真就是一下被劈死。看到这离谱的伤害，莫小莫的直播间中再次吵闹起来。卧槽，这是什么伤害？这可是满血灵修，前面真的是一下也没碰到过，一下就死了。求这位灵修玩家的心理阴影面积，老子又是火球又是冰锥冰剑，叶子石头也没少放，我这么多技能也杀不死个人，你一下就把我劈死了。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 5%， 哈哈， 5%， 有画面了。双手插豆，花里胡哨。剩下的这名体质玩家并不能对易水寒产生什么威胁，易水寒这一次不打算自己来对付对方，易水寒要让莫小莫他们几个来试一下，顺便调教一下几人。对面这些玩家虽然说已经算是高手了，可真的要比起操作，对于这些职业玩家还是差距很大的。毕竟这个游戏不是单看反应速度、身体灵活性、身法、出招套路和逻辑也同样重要。易水寒现在要做的就是教一下几人打架时的战斗逻辑，只要逻辑清楚了，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样做大概会出现什么情况，脑子中都会有一点概念，到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做出反应。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即便反应速度慢一点，那操作的下限也会很高。阿峰，把阵法解除，接下来这个人交给你们了。好嘞，队长。听到易水寒的话，慕容峰第一时间把水牢阵解除，随后迫不及待地冲向这名玩家。易水寒把聊天模式调到队伍聊天模式，随后便站到一边观看3人怎么打对方。3人将这名玩家当作 BOSS 杀，莫小莫在后方放技能，慕容峰和顾一涵2人冲上前。莫小莫使用低级火球术，对面这名玩家从背包掏出来一个单手盾，
另一只手拿着单手刀，用盾牌将莫小莫的火球术挡住。慕容峰和顾一涵两人用的都是剑，并且都是敏捷主属性职业。顾一涵先赶到对方这名玩家身前，上去就是一招分光剑，一剑刺出，将身上闪出金黄色的光芒。如果对方直视，将会被闪到，会获得短暂的致盲。看到顾一涵先使用分光剑，易水寒微微点头。这种上来有可能会产生特殊效果的技能，可能会让对方在不留神之间中招。易水寒就喜欢这样放技能，上来先使用控制技能。对面这名玩家使用盾牌格挡，盾牌自然也就将分光剑闪出的光挡住。这一下没有产生效果。顾一涵一招没有给对方造成什么伤害，心急之下连劈几剑。看到这样的顾一涵，易水寒皱了一下眉，紧接着就看到对方这名玩家用盾牌将顾一涵的剑挡开，另一只手握着刀，使用斜撩斩，这一刀自下而上，从顾一涵的左腿砍到右肩。这一刀砍出这么长，让顾一涵承受3次伤害，并且最后一次还触发了暴击，让顾一涵的血量直接掉到 73%。 顾一涵吃痛，这时本来应该趁着对方刚打完就立即去心力未生的时候快点还击的，结果就这么龇牙咧嘴的呆立在原地，既不逃也不打，简直是蠢到了极点。正在观看莫小莫直播的玩家看到顾一涵这样的操作，都感觉自己要笑喷了。笑死爷了，这是什么操作？这是在练习怎么做木桩吗？刚才看着双手插兜大佬的操作，各种花里胡哨的躲避技能，正常人谁能学会这种东西？我还以为这种操作是基本操作呢。看到这木桩操作，我忽然有信心了。哈哈，操，他这么菜，凭什么是钻石段位？老子心里不平衡。太离谱了，这操作太离谱了。莫小莫看到对方有盾牌，想要输出的心一下就熄灭了。无聊之下看着直播间弹幕，看到这条顾一涵凭什么是钻石段位的这条弹幕，莫小莫着重回答了一下：凭什么？凭人家的姐姐叫顾倾城。大部分玩家还不知道顾一涵的姐姐是顾倾城，忽然听到这条消息，几秒钟之后直播间中铺天盖地的布满整个视野。什么？这小子的姐姐是顾倾城？顾倾城是谁啊？谁给我说说。小孩子不要多问，跟你没有关系。卧槽，这是我小舅子，妈的，对面这个混蛋，不要打我小舅子，要打就打我吧。前面的兄弟往后稍，我上火了，尿黄，有糖尿病的不要上来，不要给他一点甜头。666666。同一时间，慕容峰快速赶到，帮助顾一涵解围。慕容峰一剑将对方劈向顾一涵的刀挡住，急忙开口道：你干什么呢？发什么愣啊？慕容峰这样一说，顾一涵这才反应过来，闷闷不乐地说道：妈的，卖我分光剑的那小子骗人，还有游戏论坛上的什么技能套路，骗人，我第一次用就失败了。行了行了，你开刀一边看着吧。看到顾一涵这样，慕容峰只能无奈的让他先躲到一边。慕容峰后撤一步，和对方拉开距离，随后一剑刺出，对方使用盾牌格挡，慕容峰立刻变招。慕容峰心中知道对方有盾牌，一定会用盾牌来格挡，所以这一剑就是一个虚招。看到对方果然来格挡，立刻变招。本来这一剑是直刺，临时蹲下，由刺变为横砍。慕容峰的变招很灵性，因为对方用盾牌格挡，盾牌遮挡住视线，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慕容峰的变招，被这一剑砍中。砍中这一剑，慕容峰心中兴奋，立刻发动疾风刺。慕容峰蹲在地上，双手握剑，自下而上旋转着斜刺。此时对方已经反应过来，慕容峰的这一剑斜贴着盾牌而上，在这个空档身中一刀，并且被一脚踹开，血量骤减 13%。 慕容峰打的虽然比顾一涵有灵性，但还是差很多。看到慕容峰的操作也不怎么样，在易水寒手中只能吃亏的玩家居然打他们跟玩一样，弹幕上再次嘲讽：就这，我还以为来了个厉害点的呢，结果也就是那一下，这也太水了。你们这个小队怎么回事？除了双手插兜大佬，你们几个怎么一个比一个能混？刚才那小子是顾倾城的弟弟，咱们的小舅子，菜就菜吧，这小子又是谁？他凭什么这么菜也能在双手插兜大佬的队伍？看到直播间内又有玩家问慕容峰的身份，莫小莫回答道：嘿嘿，那什么，这时慕容雪的亲弟弟。又是短暂的沉默，等到大家反应过来之后，弹幕铺天盖地。卧槽，心疼双手插兜大佬，队伍里不是花瓶就是关系户，逮住人往死里用。那什么，你们带着我小舅子们累不累？要不就把我小舅子们交给我吧，就不劳烦你们了。小舅子们，你真是该死啊，这么贪心，兄弟们喷死他。慕容雪，啧，细枝挂硕果呀。流鼻血，细枝挂硕果的别走，仔细讲讲。讲什么讲？少儿不宜。第156章，都准备聚集中心区域绿洲。看着慕容峰这辣眼操作，易水寒有些看不下去，随即在队伍聊天频道说道：往右边闪，然后把剑横在身前格挡，挡住他的刀，之后用脚使劲踹。慕容峰听到易水寒这样说，都没有多想，下意识就按照易水寒说的做。
对方这名玩家右手挥舞单手盾，慕容峰正好提前一步躲开，看到慕容峰躲开，左手挥刀砍下，正好被慕容峰格挡住。此时慕容峰提前一步抬脚，一脚踢出，这一脚踢出让对方后退了半步，就抓住这个空档，慕容峰抓紧时间输出，快速砍出5剑。慕容峰的输出实在是有限，这5剑被对方用盾牌格挡住2剑，挨了一脚3剑，血量才下降 5%。 慕容峰这时还想要继续上前，易水寒急忙叫住，让他先不要上，就这么冲上去，那就是送菜上门。你这样，你敏捷这么高，不要跟对方硬拼，出招的时候先不要用技能，如果对方用盾牌格挡，你就快速往他身体右边用技能攻击腿和脚，这样他不好格挡。顾一寒，你也算了，你还是看着吧，别到时候你俩配合没打上，还弄一个互相牵制。你先看着慕容峰这么操作，好好看着学吧。顾一寒本来都已经准备上了，听到后面又泄下气来，一副双打茄子的样子。慕容峰按照易水寒说的做，再次打起来，立刻就让双方变得有来有回。想想刚才那几乎被人任意蹂躏的样子，再看到现在双方势均力敌，莫小莫直播间内的玩家再次炸裂。牛皮，这一次着实牛皮，自己会操作是一回事，能预判对手怎么出招，这也太秀了。刚才那么菜就被指点了几句，然后就可以打成这样，这 TM 点石成金啊！哇，菜鸡如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主播，你快帮我问一下，让双手插斗大佬指导一下多少钱啊？挺急的。同问，我也想要问一下，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吗？这是读心术吧？是读心术，快点把双手插斗大佬抓起来，最好切片处理，不要让这种人来祸害我们了。莫小莫看着这些沙雕玩家的弹幕，一个人偷偷的乐。你在那傻乐什么呢？你们这都是什么装备啊？伤害这么低，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去？莫小莫，你也帮他一下。虽然莫小莫想要说对方有盾牌，自己的伤害打不出来，可易水寒这样说了，他也没想拒绝，直接上去帮忙。有了莫小莫的加入，慕容峰的压力骤减，最起码对方的盾牌要第一时间格挡莫小莫的低级火球术和低级冰锥术，留给慕容峰的输出空间变大。干什么呢？对面就一个肉盾，到现在也没用过突进能力，大概率就是没有位移技能了。你站那么远干什么？马上生存区就要刷新了，等会儿搞不好会有队伍过来。怎么？你们准备把他们凑起来一起打吗？往前靠一靠，你这火球术和冰锥术都能被格挡住，上前用火墙术，同时再用灼烧技能给他挂上负面状态，随后用喷火术牵制对方，给慕容峰创造输出环境。莫小莫按照易水寒的吩咐，上前给对方挂上灼烧，再配合上火墙术的配合，输出非常高，再加上用喷火术牵制住对方，只能用盾牌来格挡喷火术，慕容峰非常舒服。对方本来就只是体质玩家，出手速度比慕容峰慢许多，一只手还被牵制住，非常憋屈。你们可要点脸吧，就剩我一个人了，刚才那个用长枪的那个呢？你伤害这么高，直接弄死我得了。妈的，这火烧的也太疼了，还有这个用剑的，你他娘在这用刑呢，快别普通攻击了，上技能啊，你伤害打高点，老子不玩了。本来双方打起来你来我往的，还有一点操作的念想，现在这单纯的被虐，没人愿意，尤其还是这种钝刀子割肉，伤害不高，打人又疼，直接就把对面玩家给搞崩溃了。对方放弃反抗，起不到练兵的作用，这么折磨人家也不是个事。易水寒把乌金枪扔过去，激活雷霆印记位移到对方身边，易水寒连环腿后衔接雷霆半月斩，将近3万的血直接被带走，再一次让莫小莫直播间内的玩家认识到易水寒的伤害。本来还没感觉到什么，刚才看到莫小莫他们打一名玩家都得费这么大劲，到双手插斗大佬这里直接就变成秒了，太吓人了。就是说啊，就这种伤害，这身上得多少件黄金装备啊？感觉暗金装备也得有几件吧。兄弟们大胆点想，之前我看到双手插斗大佬在副本旁边的聚集点摆摊，那可是卖白银器的，白银器都开始卖了，这不得一身黄金气啊。就是说啊，光知道的双手插斗大佬打死过一个彩金 BOSS 和2个暗金 BOSS， 暗金器得有几件，搞不好身上有彩金器。彩金器感觉彩金器有点悬，但暗金器肯定身上不少于2件。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连一身玄铁器都凑不全，人家都已经开始暗金器了，简直就是离谱。莫小莫不是说过了，现在双手插斗大佬是故事战队的替补，怎么说人家也是职业玩家了，肯定比我们这些人强啊。这些普通玩家不知道，这些职业玩家虽然装备也好，但真要跟易水寒比，那还真是要差一点，毕竟这个游戏的爆率并不算高，这些人就算是打死 BOSS 也不一定会有装备，并且很多玩家的职业都存在短板，不像是易水寒，他这个职业就是6边形战士，又有伏虎拳这个打 BOSS 神技，可以非常轻松的打 BOSS， 那些其他玩家都是需要组队才可以打 BOSS。打简单一点的 BOSS 可以雇佣那些普通玩家帮忙一起打，爆出来装备之后花一点钱就可以获得装备，但这种比较简单的 BOSS 都已经被人刷过很多次了，爆率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爆率低的令人发指，想要靠这种 BOSS 凑一身装备，
那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而打那些比较难打的 BOSS， 这些 BOSS 的修为普遍高一些，普通玩家发挥不出来作用，只能是这些高玩一起打。这时候就会出现装备分配的问题，爆出来谁用的优先谁，大家都可以用就要摇点。想要有装备，那首先要爆出来，爆出来还得自己能用，不跟身上穿着装备的位置重合，并且还得运气好，摇点摇到自己，这样才能奏出来一身装备。在这样的机制下，真想要凑出来一身黄金器，那已经不是运气不运气的事了，完全就是看时间和杀死 BOSS 的数量。这样的情况下，还真没有几人能有一身黄金器。安全区刷新，易水寒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绿洲还在安全区内，倒是不用跑图，只需要看待会儿谁来，然后安排他一波就行，比较省心。此时，眼镜蛇阿乐的直播间，随着阿乐将一名玩家淘汰出局，弹幕中一片666飘过。阿乐，你们这个效率有点低啊，这才淘汰一支队伍。刚才我去莫小莫的直播间看了，莫小莫他们那支队伍都已经淘汰掉2支队伍了。刚才我也在看，双手插斗大佬的伤害真是高啊，杀人就跟砍瓜切菜一样，说秒人就秒人，那叫一个舒服。阿乐你行不行？该不是要翻车吧？感觉你这不行啊。阿乐刚解决掉对方队伍的最后一名玩家，看了一眼弹幕，就看到弹幕上到处都是说自己不行的，还有人在自己的直播间夸别人，瞬间就感觉这些人在啪啪啪的打自己的脸。虽然心中很不高兴，脸上倒是没有表现得太明显，但心中那口气实在是咽不下。能打职业的玩家基本上就没有岁数大的，基本上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子，这个年纪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那能看到别人说自己不行，当即开口呛道：什么莫小莫，不过就是长得比较可爱一点罢了，那操作有什么可看的，娱乐一下还行，那技术就算了吧，双手插兜倒是还有点意思。刚才看弹幕上有人说他参加种子联赛了，并且已经加入顾氏战队的替补了。顾氏战队也就是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让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等级领先我们这么多，让他们顾氏战队没有被淘汰。前面跟我们等级一样的时候，顾氏战队他们的主队见到我们都得退避三舍，一个替补而已，能有什么？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在种子联赛中装逼就算了，真让我遇到了，把他打的他妈都不认识。这些能来阿乐直播间这么发弹幕的，本来就没有安什么好心思，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看到阿乐上钩，这些来挑火的人立刻抓紧时间发送弹幕。对对对，只不过是一个替补而已，打爆他！哈哈，好样的阿乐，真男人就应该这样，就是干，不能怂，快点去干死双手插兜！干死双手插兜！这个人特别嚣张，我在莫小莫直播间说了你也在这局游戏，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一回事。阿乐，我不知道你的脾气怎么样，这要是放我，我肯定不能忍。你们真是够了，阿乐就是一个小孩，你们这些人这样引导人家，就你聪明，有你什么事？人家都已经欺负到头上来了，难道还要看着别人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吗？你愿意这样，不代表别人也愿意。没实力，我们认怂就算了；有实力，别人欺负到头上，就是要踩回去。双手插兜就在地图中间的那一个绿洲，直接过去干他吧。进入游戏之后，阿乐的几名队友也发现阿乐是眼镜蛇战队的职业玩家，都感觉非常开心。职业玩家这就是大腿，终于抱到大腿，觉得自己这一局稳了，都听阿乐的。为了这局游戏可以赢，阿乐说什么他们听什么。阿乐看到直播间中有人透露易水寒的位置，当即心中就有可决定，开口说道：这样，咱们去地图最中间的那个绿洲，那个位置好，没道理这么好的位置让给别人。阿乐这样一说，其他3人立刻跟着附和。早知道咱们队伍中有职业玩家，那咱们还选这么偏的位置干啥？直接就选最好的位置了。就是，咱们这就去吧。现在那个位置还算安全区比较靠近中心的位置，这么好的位置，下一次不管安全区往哪里刷，到时候赶路都会非常方便，就去那里。看到自己的队友这么配合，阿乐立刻带着队友前往地图中央的绿洲。另一边，巴克也是在自己单排，作为近战体质系战士玩家，那带给队友的安全感真是爆表，既能抗伤害，打出来的伤害也不弱。他的队友虽然没有认出他来，但大家也认识到他的实力。听到他说要去地图最中央的绿洲，也都表示没有问题。平时遇到的玩家水平十分不稳定，好不容易抱到一个大腿，自然要跟随大腿的思路走。红山战队的阿离不是自己单排的游戏，而是和战队的替补玩家一起开的这局游戏。阿离在红山战队中的定位就是辅助，自己一个人的伤害能力非常有限，比较吃队友。如果遇到比较坑的玩家，根本就没法玩，所以他很少一个人打须弥界求生，大多时候都是跟着队友一起打，队友不在，他不会打。这一次和替补组队，那还是因为其他队员白天已经打过须弥界求生了，当时阿离在做任务，没有和队友一起，现在这才临时抓来一人当壮丁。其他的不好说，职业战队的替补水平还是不错的，比起那些随机队友要靠谱许多。阿离所在的队伍位置倒是不怎么偏，不过也不怎么好。现在安全区刷新之后，此刻他们所在的这个绿洲已经在生存区边缘了，下一个安全区刷新就要跑图。因为队伍之前也干掉一支队伍，并没有费什么力气，很轻松，现在便立刻有人提议转移，
感觉到自己的这支队伍的整体实力很强，立刻就有人提议去地图中心的绿洲。阿离他们俩自认没有问题，便达成一致，前往中心绿洲。一时之间，全地图的高手都要前往中心绿洲区域。第157章，秒杀一人，震慑全场。易水寒还不知道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还在教莫小莫他们3人跟玩家战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跟玩家打就不能太死板，应该灵活一些，不能直接把打 BOSS 的那一套直接往玩家对战这里生搬硬套。玩家毕竟是玩家，有创造力，有时候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 AI 算法不一样，需要灵活应变，要有灵性。就在易水寒教导3人的时候，有一支队伍来到易水寒所在的这个绿洲，发现有人来了，易水寒看向这一支队伍，一眼看过去，易水寒便看到了红山战队的阿离。因为阿离他们这个队伍距离易水寒所在的这个绿洲最近，所以第一个赶过来。看着阿离，易水寒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总感觉对方有点眼熟。易水寒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能让自己眼熟，这就已经能证明对方是有一点水平的。易水寒稍微上了一点心，可不能翻车了。易水寒倒不是担心翻车以后被莫小莫直播间的观众嘲笑，只是嫌麻烦，要是输了还得再打一局，浪费时间。易水寒现在还心心念念的想去打活动，在活动前期和后期最容易获得活动积分，因为前期和后期是2个阵营摩擦最大的时候，机会最多，中期的时候就比较枯燥，可以大量获得活动积分的机会非常少。阿离也看到了易水寒，看到易水寒自己一个人就拿着一把长枪靠过来，心中感觉易水寒这个人有点狂。阿离此时正开着直播，指着易水寒说道：家人们，对面这名玩家有点狂啊，不跟自己的队友站在一起，一个人就往这边靠，这是要送人头啊。阿离刚对着直播间说完，便让自己的队友上去处理易水寒。看到阿离根本没有把易水寒当一回事，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发弹幕提醒阿离：阿离，你快点让他们回来，要不你给他们加个状态啊，对面这可是双手插兜大佬。完了，主播膨胀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人家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先等一会儿啊，这局有好几名职业玩家呢，等人全了再打。你们稳一点啊，急什么啊，快点让他们回来啊。阿离看着直播间的弹幕疯狂提醒自己，阿离有点懵逼。双手插兜他有点印象，当初一拳打死暗金 BOSS 那个视频他也看到过，但易水寒当时蓄力时间那么长，那个技能根本就不可能用到玩家对战中，只能用来打特定的 BOSS。 网上的玩家虽然大呼小叫，对于他们这些职业玩家来说，这个技能其实也就那样，没太在意，之后就不太在意了。可以一拳把暗金 BOSS 打死，更多的是因为技能机制跟人没太大关系，之后就没再注意过。职业玩家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一边要训练保持良好的状态，一边还需要练级打 BOSS 刷装备，时间根本就不够用，每天从游戏舱中出去都累得要死，哪里有时间去关注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易水寒最近倒是挺能折腾的，再加上在种子联赛上的大放异彩，让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易水寒的强大。因为顾倾城和慕容雪等级领先太多的原因，他们这些职业玩家最近都在疯狂练级，更没时间注意游戏论坛里关于易水寒的那些事，自然就对易水寒没有清楚的认知。怎么了？双手插兜我有点印象，好像是当初一拳打掉暗金 BOSS 20万血量的玩家，他很强吗？听到阿离这样的话，正在看直播的玩家抓紧时间提醒：他很强吗？你把那个麻字去掉，特别强。主播干啥去了？这是家里刚连上网。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万界这款游戏公测了。看着这些人对自己的嘲讽，阿离感觉很委屈，自己就是没时间关注这些而已。至于这样嘛，此刻队友已经和易水寒接触上了，现在想要停下来也有点来不及。他能有多强，我就不信了。这些人怎么说也是钻石段位的玩家，操作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强不强看一下就知道了，总不至于直接把人秒了。阿离不认为易水寒能强到哪里，此刻说出来这句话是他最后的倔强，他也有自己的骄傲，毕竟自己也是个职业玩家，职业比赛中遇到的玩家都是高手，要真是那么强，就应该是职业玩家，既然不是职业玩家，那就应该也就那样。阿离还正想着呢，就看到易水寒起手野蛮冲撞，靠近自己队伍中的闵系剑修。队伍中的体质玩家是阿离随机匹配到的路人，操作还可以，就是装备有些差。红山战队的替补是力量系玩家，速度稍微慢一点，不过也是快速向自己队伍的剑修靠过去，三人之间的距离本来就不远，另外2人有意识地朝着易水寒靠过去，就是想要围攻易水寒。易水寒可不管这么的多，一个主属性是敏捷的玩家，易水寒有把握可以第一时间处理掉。易水寒冲到一半，将野蛮冲撞的状态取消，侧身躲开远处扔来的一把飞斧。因为易水寒开启着力大飞砖的特效，使得身后灰尘漫天，看得阿离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这种动静？这么多灰尘，这也太搞了吧！阿离的话音刚落，易水寒靠近剑修，身体和地面倾斜30度，躲开对方带有控制效果的爆炎斩，并且同时一脚碎骨踢出。碎骨踢完之后，对方将剑举过头顶，一招蓄力劈砍，径直砍向易水寒的胸口。易水寒急忙格挡，
同时使用连环腿，连续5脚踢出，将对方击飞。此时红山战队的替补赶到，手握长刀，一刀自上而下挥砍。这一刀砍下时，刀刃上闪烁橘红色，名叫落日刀法。这一刀是大力沉，易水寒要是硬要格挡，还真不一定能格挡住，便一个侧身，将枪杆斜放在身前，使这一刀沿着枪杆劈下。易水寒再次抬腿，使用浮空凌云脚，一脚将红山战队替补踢飞，并且在空中踢着红山战队替补靠近剑修。在落地的第一时间，易水寒一个横扫八荒用出，连带着对方队伍中的体质玩家3人一起被易水寒扫飞。这交手只不过是短短的几秒，自己队伍中的3人被易水寒一个人全面压制。看到这样的情况，阿离张开樱桃小口，合拢不住。这是什么怪物？这么强的吗？还有这伤害，怎么这么离谱？这才一个照面，我们队伍的简秀就要被打死了。阿离对着直播间吐槽，同时手中的动作没有停下。妙手回春，龟甲术。阿离连续2个技能放出，妙手回春将剑修的血量往上抬了一截，让他已经被易水寒打到 50% 以下的血量抬到 67%， 并且用龟甲术使其防御力增强 10%。阿离觉得这样怎么也能撑一下，等会儿等到队友赶到，应该可以等到自己赶过去为他使用回春手。阿离想得很好，可他明显的低估了易水寒的伤害。易水寒上前对着剑修连刺3枪，随后衔接灵蛇出动，身侧红山战队的替补及时赶来，想要牵制易水寒。易水寒虽然没有看向身后，就感觉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一样，弯身躲开红山战队替补的暴力斩，并且当头一棒出手。易水寒这一招并没有敲向红山战队替补的头，反而打向一侧。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大家就看到易水寒这一招本来应该落空的，结果对方居然就这么凑上去了，被易水寒敲了一个正着，被眩晕在原地。这一下不光是莫小莫的直播间炸裂了，就连阿离的直播间都炸裂了。莫小莫的直播间中弹幕铺天盖地，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我还说双抽插斗大佬膨胀了，这都能打中，什么鬼？666，只能说这一波双手插斗大佬在大气层，而对方那名玩家在地下室，不是一个量级的啊，连躲避的位置都被双手插斗大佬看穿了。我就想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双手插斗大佬还怎么输？太强了！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啊？到底是运气，还是说双手插斗大佬的观察力已经这么强了？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我真的是服了，双手插斗这个老六，这也太强了吧！兄弟们，刚才我在阿离直播间，对面站在后面的妹子是红山战队的阿离，双手插斗大佬把对面阿离打得一惊一乍的，哈哈，笑死我了！与此同时，阿离的直播间，哈哈，笑死我了！我跟你说了，双手插斗大佬很强，你还不信？现在好了吧，队友马上就要被灭了！卧槽，有内鬼！终止交易！这操作简直辣眼睛，这是怎么操作的？就这操作，我闭着眼也打不出来啊！这头是铁做的吗？双手插斗的长枪是磁铁做的，你的头被人家磁铁吸引了，哈哈，笑死我了！磁铁吸铁没毛病，我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了。就这还职业战队替补，这战队得多菜才能有这样的替补？我觉得就这种操作，我上我也行。对面这人是谁啊？他有开直播吗？对面这人是双手插斗大佬，没有开直播，目前在故事战队，据说已经是故事战队的替补了，不过现在还在青训队，他本人没有开直播，你可以去看莫小莫的直播，他有时候会跟双手插斗大佬组队。阿离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直播间的弹幕，他总有一种情况不妙的感觉。易水寒可不管这么多，将红山战队的替补晕住之后，易水寒倒是没有去攻击他，因为红山战队的替补血量比较厚，易水寒现在还剩半套技能，根本就秒不掉对方，起不到减员的效果。对方站在远处的这名玩家应该是一名灵修，只不过从对方释放的技能来看，易水寒猜测对方应该是有固定队伍的玩家，因为只有固定战队的玩家才会专门去学习辅助技能。辅助技能比伤害技能要珍贵许多，正所谓铁打的辅助流水的 C， 各个版本里面总有一些职业因为一些技能或者神通功法而崛起，辅助就不一样了，好一点的辅助可以起到1+1大于2的效果，甚至让4人小队的战斗力堪比6人小队。易水寒并没有将对方往职业战队上想，因为职业战队的辅助一般都会跟随队友一起活动，这些玩家的水平一看就不是职业玩家，所以易水寒下意识里就把对方排除到职业玩家之外。易水寒回头继续去攻击对方队伍的剑修，易水寒将长枪挥舞如同金龙，十分犀利。像是这种长兵器能用的玩家很多，但真正能用好的没有几个，而易水寒正是那些可以将长兵器用好的那一组人中的佼佼者。易水寒冲过去一枪刺出，对方旋转手腕挥舞手中的长剑，将易水寒的长枪劈开。易水寒虽然使用的是长枪，具有手长的优势，却仍然是步步紧逼。长枪被劈开，易水寒顺势旋转长枪，用枪杆尾部戳在对方胸口。因为易水寒的出手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对方被易水寒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易水寒走近之后，一个撩阴腿踢出。哦！趁着对方武当的这个空档，易水寒一个雷霆半月斩用出，劈在对方门面上，16000的血量被一枪劈死。这是什么伤害啊？他这个技能的威力系数多少啊？看着易水寒的伤害，阿离嘴都要合不拢了，感觉可以直接塞下一个鸡蛋。呆了一下之后，立刻变得激动起来。什么鬼？在赛场上我也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伤害啊！对方这个玩家用的是长枪，那就证明对方的主属性应该是力量。我刚才给他加了龟甲术啊，这也太离谱了！易水寒将这名剑修秒掉，红山战队的替补和队伍中的体质玩家立刻打起退堂鼓，不再敢上前和易水寒硬拼，退向阿离那边。阿离为了以防万一，立刻给队友加上状态。治愈术、清灵术、龟甲术。看到对方连续的用辅助技能加状态，易水寒有点心烦。与此同时，眼镜蛇战队阿乐的直播间内有几名从阿离直播间过来的玩家发送弹幕。第158章和阿乐交手。阿乐，红山战队的阿离先去中间那个绿洲了，双手插兜和他们打起来了。快点啊，快点过去吧，快别说打起来了，眼看就要翻车了。我靠，我刚过来，这就要翻车了，这么快吗？双手插兜大佬的伤害好吓人，上来直接抢秒了阿离队伍的剑修，那伤害简直就是离谱。阿乐，等会儿你也注意一下。阿乐赶路感觉无聊，时不时的会看一下弹幕，然后跟弹幕聊一下。忽然出现的这几条弹幕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惊愕地问道：红山战队的阿离啊，他们队要翻车了，他跟着他战队队友一起要翻车了？没有，阿离今天好像有其他的事情。我看他直播的时候他已经说完了，他今天没有跟红山战队的主队队员一起，而是带着一个工具人替补，他们俩一起组队的。阿离白天去做任务了，没有跟主队的人一起打须弥界求生，现在他们都在抓紧时间升级，所以就没有再来带他打须弥界求生。阿离注意到有人回复自己，看到不是整个红山战队要翻车了，瞬间松了一口气，开口笑道：这阿离太膨胀了，替补毕竟是替补，水平还是不行，他一个辅助想要快点打完3局第1名来找我啊，想不开。看到阿乐评价红山战队替补的水平不行，大家多少都有点觉得阿乐有点膨胀。不管怎么说，能是一个战队的替补，再差能差到哪里？并且红山战队的实力还是不错的，替补的水平也不会差。阿乐这样评价，多少有点装逼的嫌疑。阿乐，你说红山战队的替补水平不行，那你来评价一下双手插兜吧。双手插兜刚才就直接一个人强冲阿离他们队，阿离都给剑修加了状态了，并且还往回奶了一口，红山战队的那名替补也干扰他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双手插兜还能在10秒钟之内秒了阿离队的剑修，怎么说？就是现在双手插兜已经是故事战队的替补了，据说种子联赛打完之后，双手插兜会上场。阿乐，你来说一下你的看法。阿乐心中并不看好易水寒，看到他们这样说也没多想，张口便说道：双手插兜，他有什么可说的？名不经传的一个小人物而已，故事战队也就那样，还说让双手插兜打完种子联赛上职业联赛，快别搞笑了，现在大家的等级都追上来了，配置也不差，故事战队唯一的那一点优势也没了。不对，还是有优势的，他们队里有俩大美女，还是挺养眼的，但比赛就是比赛，不是比美，是看实力的，到时候他们故事战队还能不能出现都不一定，还说让替补上场，简直就是搞笑。看到阿乐说的这么狂，很多从阿离和莫小莫直播间过来的观众虽然不太认同他的观点，但人家毕竟是打职业的，对这些比较有发言权，也没怎么在弹幕上说话，只是想着继续往下看，到时候如果拉了也翻车了，那他们就有的话说了。阿乐所在的这个队距离比较远，当阿乐看到此时正有3个队伍在互相对峙，易水寒看到又来了一个队伍，便对着这些人说道：哟，人到齐了啊，怎么说3个队伍的时候你们说人不全，现在这算是人全了吧？莫小莫，你看看你直播间，你看他们在说什么？这局比赛是只有3个职业队员是吗？莫小莫直播间内的观众看到易水寒居然先一步开口，并且还问是不是只有3个职业队员，纷纷发弹幕吐槽。卧槽，刚才我还在阿乐直播间看阿乐评价双手插兜呢，结果你直接问是不是只有3个职业队员？怎么着，3个不够你打是吧？太膨胀了，论装逼还得是看双手插兜，这一波我给你满分，接下来看你表演好吧，要是等会儿翻车就好看了，我已经录屏了好吧，到时候兄弟们鞭尸啊！我就佩服双手插兜这一点好吧，就是不怂，不管对面是谁，我还没见过双手插兜怂过。快点别废话了，快点打吧，我已经等着看你们打下一局了，人家3名职业玩家都没说啥，你这么膨胀真的好吗？阿乐看到易水寒居然这么狂，他平生就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装逼比自己狂，易水寒这一下2样全占了。你小子谁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对面的阿乐上来就针对自己，易水寒看了阿乐一眼，然后看向阿离和巴图他们2支队伍，他看我很不爽啊，我要跟他练练，你们想上直接上就行，我无所谓。易水寒说着看向阿离，对着对方眨了一下眼睛，
顺便还歪了一下头。此刻看到易水寒这装逼的话，还有这放电歪头的动作，弹幕直接炸了。哇，他好会啊！这波装逼满分100分，我给他120，多出来20分钟，让你多骄傲一会儿。你怎么敢的呀？太能装了！666，他居然还放电！接下来看好戏了，快点打！行了，别装逼了，快点让我们看正片吧。易水寒说完就不管其他2支队伍了，在乌金枪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顺手将乌金枪投掷出去。看到远处飞来的长枪，阿乐一刀将乌金枪劈开，眼睛死死盯着易水寒，居然准备来先对付我！妈的，简直就是找死！阿乐说的咬牙切齿。忽然，易水寒居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易水寒出现在阿乐的身侧，抓住枪杆的尾端，将长枪抡圆，直接敲在阿乐的后背上。嘿，哥们儿，往哪看呢？开打了！阿乐没想到自己居然先被易水寒打中，刚才还说易水寒不怎么样，满是对他的瞧不起，哪里能忍住易水寒这样挑衅？阿乐手握斩马刀，大步靠近易水寒。易水寒已经提醒对方了，看到阿乐双手握着斩马刀冲过来，立刻双手握枪，一枪刺向阿乐的门面。阿乐反应速度很快，一刀将易水寒的这一枪拨开，刀刃顺着枪杆砍向易水寒的双手。易水寒也不怕，双手握枪，让枪杆抖了一下，将阿乐的斩马刀震偏，随后一个横扫。阿乐后仰弯腰，这一枪贴着阿乐的脸扫过去，让他都感觉到风从脸上吹过。阿乐此时将双手举过头顶，双手握着刀柄，起身就要一刀劈向易水寒。易水寒急忙收枪，手握枪杆横在身前格挡。阿乐看到易水寒挡住这一刀，顺势沿着枪杆砍易水寒的手。易水寒早料到这一点，双手松开枪杆，转而握拳，上前紧逼一步，双拳打在阿乐的胸口，使得阿乐连连后退。随后易水寒转身一脚，这一次易水寒使用了技能碎骨，直接踢在阿乐的胸口。只见此时易水寒的右腿高高抬起，右手背着手握着枪，姿势贼帅。而此刻两人交手才将近5秒钟，易水寒就已经在阿乐这里占了2次便宜。莫小莫看到易水寒和阿乐刚一交手便占据了上风，急忙开口大声喊道：队长牛皮！莫小莫这样喊完，直播间内也是齐刷刷的队长牛皮弹幕。大家虽然都知道易水寒强，但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强，这出手速度和反应速度居然比阿乐还要快。阿乐看着易水寒，脸上有些挂不住，没想到自己看不起的家伙居然还真有2把刷子。行了，刚才我大意了，接下来我就不让你了，小子，受死吧！哪那么多废话，谁死还不一定呢。易水寒懒得搭理他，右手握着长枪尾端，拖着长枪朝阿乐冲过去。阿乐此刻已经知道易水寒有2把刷子，不好对付，双手握刀，面容严肃，如临大敌。易水寒的长枪攻击距离远，在阿乐进入自己攻击范围的第一时间，易水寒抡圆长枪劈过去。阿乐侧身躲开，顺势一脚踩中枪头，不让易水寒收枪，并且挥舞着手中的斩马刀砍向易水寒。易水寒手握枪杆，快步向前2步，将枪杆往上顶，用枪杆将这一刀格挡住。同时易水寒的脚步也没有停，双手握着枪杆2个转身，靠近阿乐的同时又是一脚踢出。阿乐急忙收刀，同时松开踩着的枪头，侧向挪了一步，躲开易水寒这一脚。阿乐看到易水寒背向自己，这种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当即一刀砍下。背后一刀砍来，易水寒就这么保持着踢出一脚的动作，重心下移，并且将枪杆撑在背后。易水寒就保持着劈叉的姿势，身体下倾，背上背着长枪，枪杆将阿乐这一刀格挡住。阿乐看一刀被对方格挡住，当即换了一个角度往下砍。易水寒松开手中的长枪，向身后翻滚，并且同时将腿收回来，蜷缩在一起。就在阿乐一刀砍下的时候，易水寒双手撑地，将整个人托起，并且将身体伸展开，一脚踢在砍马刀的刀身上，另一脚踢在阿乐的腹部。阿乐被易水寒一脚踢的后退，易水寒也整个人摔在地上。随后易水寒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同时还伸出脚，用脚尖将长枪勾回来。易水寒刚站稳，阿乐又冲过来了。这一次阿乐使用了技能刀光剑影，刀光闪动，剑影跟随。易水寒双手握枪，挑开2道刀光。即便是这样，身上还是中了2个刀光4道剑影。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血量，才下降8%而已。阿乐靠近，易水寒握枪在身前一个横扫，阿乐直接贴地一个滑行，手中握着刀砍向易水寒的小腿。易水寒反应很快，整个人跳起来，侧着身子在空中自转2周，凭借着这一股旋转的力道，一枪刺向地面的阿乐。阿乐想到易水寒可能会攻击自己，可他没想到易水寒的出手速度会这么快，借助着旋转的力道，这一枪又快又猛。仓促之间，阿乐只能双手撑着刀面格挡这一枪，想要躲开那是完全没机会。枪！伴随着金铁交鸣声，易水寒这一枪刺在斩马刀身上，并且沿着斩马刀的刀身滑向阿乐的左手。
阿乐已经在尽力移动自己的身体了，可这一枪实在太快，最终还是被刺中，刺在左肩上。易水寒从空中落地之后，将长枪收回身前，双手握着长枪，重心下移，枪尖斜对地，摆出一个姿势，看起来既潇洒又帅气。反观阿乐，整个人灰头土脸的，此刻刚从地上爬起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个场景让阿乐的直播间内观众看到，满屏都是卧槽。此时阿离看的也是目瞪口呆，这两人的身手都很好，打得很好看。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易水寒就算不用技能，居然也可以打成这样，那就证明易水寒的基础非常好，最起码现实中有功夫底子。这样的人，阿离搞不懂故事战队为什么把他扔到青训队伍去，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阿离看的都已经这么惊讶了，那其他的那些普通玩家就更不要提了，纷纷发送弹幕表达自己的震惊。这俩人打得好花啊，我都有点跟不上。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双手插兜占据上风吧？不是说他刚加入故事战队的替补吗？这操作太帅了，回头我要好好学学，简直是装逼把妹的神技啊！这花里胡哨的一套，看着逼格就很高。脑子，我学会了，手和脚，手和脚，你清高，你了不起，伤害高，操作好，技能强，鉴定完毕，这是真大腿。主播，快别看了，双手插兜这样子看着好像是没用全力啊，还等什么？要不就一起先处理了双手插兜。阿离看着弹幕上有人让自己带着队友一起去处理易水寒，心中有些犹豫。就在阿离犹豫着要不要上去一起对付易水寒的时候，易水寒开口对着阿乐说道：行了，刚才让你来进攻，现在该轮到我了。说完，易水寒单手握着长枪冲向阿乐。在冲到阿乐近处的时候，易水寒借助着这股冲劲，给手中的长枪一个旋转的力，让长枪旋转着刺向阿乐。阿乐侧步想左边躲，易水寒顺势收回长枪，一个横扫八荒用出。第159章，阿乐被秒。就像是易水寒之前教顾一寒的那样，这种可以起到关键作用的技能不能上来直接就用，这样会让对方躲开，要在合适的时候再用。易水寒就是这样想的，上前这旋转的前刺其实一开始就是虚招，如果对方要躲开，易水寒就可以顺势变招；如果对方要硬拼，易水寒也可以选择要不要跟对方硬拼，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易水寒变招非常顺畅，阿乐猝不及防之下被横扫八荒击中，整个人被击飞。随后易水寒快步冲上去，连刺3枪之后，接着使用连环腿，在阿乐即将要落地的时候，再次将他击飞到空中。易水寒使用连环腿把阿乐踹出去的距离有些远，想要再跟之前那样追上去输出有点不现实。就在阿乐第二次被击飞在空中的时候，阿乐的直播间此刻一片寂静。在沉默了片刻之后，整个直播间都要炸裂了，铺天盖地的弹幕让整个直播间都被弹幕淹没。什么鬼？不是看不起双手插兜大佬，说要教训他的吗？刚才还打得有来有回，说要认真了，怎么这是要认真挨打吗？噗，笑死爷了！说了双手插兜大佬很强，结果你还瞧不上人家，信誓旦旦的说一些看不起人家的话，现在爽了吧？妈的，名场面啊！阿乐，什么名场面？这 TM 分明是名场面，快别 NM 的名场面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讨论这个？阿乐这孙子把话说得这么慢，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结果就这，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老子已经爬到天台上了，这44层的天台就是风大。卧槽，我的豆子！刚才我以为阿乐稳赢的，毕竟双手插兜不是职业玩家，谁知道阿乐这么坑，老子左边直接拉满的，这可是我1个月的生活补助，这要是输完了，接下来这1个月可怎么过呀？天台的老哥儿，你等等我，我来陪你了。卧槽，天台的哥们儿等等我，后边的排队。阿乐这个坑逼，害人不浅。哈哈，我刚才买了一点双手插兜赢，这次赚大了，多谢兄弟们的帮助。天台路滑，注意脚下。本来大家还在讨论阿乐的技术，忽然有玩家谈到自己输豆子了，这一下就炸了锅了。本来能在阿乐直播间的玩家，那大部分都是阿乐的粉丝，相信阿乐的技术，结果这样被易水寒碾压，一时之间大家都不再相信阿乐的技术，感觉豆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远。可即便是这样说，大家心中还是对阿乐抱有一丝希望的，毕竟是职业玩家，可能有些压箱底的绝招没有用出来。就在这样把全家身档都压上的这些玩家眼中，易水寒直接在他们的后脑勺上给了一个沉重一击，一下将这些人的痴心妄想打破。只见易水寒将雷霆印记留到乌金枪上，单手举起乌金枪投掷出去。这一枪，易水寒投掷的稍微歪了一点，并没有标中阿乐，不过这样也没有关系，标中了更好，没标中也没太大的影响。紧接着，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瞬间出现在阿乐的身后。易水寒迅速使用灵蛇出洞，一枪刺中阿乐，随后易水寒后撤一步，使用浮空凌云脚，再一次将阿乐踢飞，在空中连踢12脚之后，在从空中落下的时候，易水寒再次使用雷霆半月斩，紫色的雷电包裹枪尖，直接斩在阿乐的头上。一套技能打完，阿乐直接暴毙，把他的那几个队友都看傻了。
此刻也不光是阿乐的这几名队友傻眼，现场除了易水寒之外的所有人，还有观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就没有人不傻眼的。这阿乐就被秒了，这前后也没打多长时间吧？有1分钟吗？阿离此刻说话都有些结巴，虽然知道易水寒很强，没想到有这么强。一时之间，阿乐的直播间哀鸿遍野，很多人都在骂阿乐。阿离和莫小莫的直播间直接被满屏的刷屏。我的天，不得了啊！虽然我觉得双手插兜大佬很强，可打死我也没有想到过，双手插兜大佬居然可以把职业玩家给秒了。好强，这也太强了吧！卧槽，好帅啊！这是什么伤害？太离谱了！每次看双手插兜大佬操作，总是能让我感觉离谱，这怎么越来越离谱了？现在想想，双手插兜大佬的战绩，包括最开始的新手7天竞技天梯就没有输过，须弥界求生开放以来，每次都是第一，细思极恐啊，兄弟们！让你们这么一说，当双手插兜大佬的队友好爽啊！辣鸡莫小莫，你快点给双手插兜大佬说说，让他开一个直播吧。对，让双手插兜大佬开播吧，我们想看双手插兜大佬的第一视角，顺便向双手插兜大佬学技术。一时之间，让莫小莫劝说易水寒开直播的弹幕刷屏，让莫小莫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巴克看到易水寒一个照面将阿乐秒了，感觉有些口干舌燥，咽了一口口水，随后看向阿离那边，开口说道：“这个人好强啊，我估计我打不过他，要不然我们联手一起对付他，把他灭了之后我们再打，有他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巴克的声音瓮声瓮气的，非常粗壮。阿离看向巴克，巴克2米多的身高，在现在这个平均身高都已经1米8的时代，这个身高也是非常突出的存在，并且整个人也不瘦，看起来非常强壮，寻常人站在他跟前都会感觉到压迫感。同样的，如果作为队友，心理上就会感觉非常有安全感。稍微犹豫了下，阿离便点头答应下来。实在是易水寒给到的压力太大了，真要是光凭自己的这个队伍去打易水寒，根本就不是对手，光凭借那个位移的手段，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你们3个怎么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巴克再次转头问向阿乐的几名队友，3人互相看了一眼，便点头答应下来。也容不得3人不答应了。3人猜测自己这边的大腿已经被淘汰掉了，如果不跟着巴克他们合作，接下来第一个会被处理掉的应该就是自己这3人。柿子要挑软的捏，此刻自己3人就是这些人眼中的软柿子。而和巴克他们合作就不一样了，最起码可以先稳一手，如果运气好，巴克和红山战队的替补和对方硬拼都被换掉，自己这3人也还能争一下第一。虽然这种几率比较低，最起码也有点希望不是。看到对方3个队伍谈好了合作，莫小莫的直播间内骂声一片，这些人好不要脸啊，打不过就打不过了，居然还合作，是不是玩不起？哈哈，喜闻乐见，又到了熟悉的环节，一下同时打好几队，刺激啊！这一次可是有职业玩家啊，真的可以吗？双手插兜大佬干碎他们，可惜了，双手插兜大佬没有把分身也带进来一起，要不然那还有他们这么多事。卧槽，你不说我都忘了，双手插兜大佬还有分身呢，这要是带上分身，3个角色一起，一个人都快要顶得上一个队伍了。双手插兜大佬牛逼，干碎他们！易水寒看到对方3支队伍谈好了一起对付自己，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使用野蛮冲撞。因为刚才3支队伍刚刚谈好合作，此时3支队伍的距离还有些远，对方都已经不要脸的合作了，易水寒也不准备让对方集合起来再打。3支队伍中，易水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阿离，作为一名辅助，单打独斗的能力不足，可对于队伍的提升还是很强大的，只要把他处理掉，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威胁了。看到易水寒径直朝着自己过来冲过来，阿离感觉有些慌，快点过来帮我挡一下，我给你们加状态，你们还能跟他硬拼一下，要是我被秒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跟他硬拼的资本。阿离嘴上焦急地说着，手中的动作也没停，快速地释放辅助技能，给自己和2名队友加状态。易水寒的野蛮冲撞在距离阿离还有20几米的时候，被阿离队伍中的体修玩家挡住。易水寒的主属性是力量，对方的主属性是体质，并且因为功法的原因，易水寒的力量远远高于对方。易水寒和对方撞在一起，顶着对方往后移动了2米，这才停下。易水寒这时刚想要往后撤步，谁知对方忽然一把将自己抱住，转了几圈之后被扔出去。易水寒在空中极力寻找平衡，一脚踢出，在空中蜷缩成一团，翻了2圈之后落在地上。此时易水寒单手扶地，血量并没有下降多少，可这一下的控制让易水寒距离阿离的距离变远，并且在被扔出去的这1秒多的时间也算是被耽误了，错过了最容易做事的这一段时间。另外2支队伍的人快速靠近，易水寒急忙在长枪上留下雷霆印记，把长枪投掷出去。易水寒的这一招早就被人见识过，所以阿离一直在戒备着易水寒的位移，看到易水寒将长枪投掷过来，急忙开口道：“快挡住这一枪，不要让他靠近我。”阿离说完，红山战队的替补像是离弦飞矢一般，整个人飞射出去，在快要接近易水寒投掷出的乌金枪时，
整个人高高跳起，一刀将易水寒的乌金枪劈开。就在乌金枪要飞向远处的时候，易水寒急忙激活雷霆印记，整个人出现在乌金枪旁边，顺手握住乌金枪，一脚踢在对方的胸口。落地时，易水寒单手握枪，反观红山战队的替补被易水寒一脚踢在地上，在地上滚了2圈才停下。虽然易水寒的这一脚伤害并不是很高，才打掉6%的血量，可他那狼狈的模样给大家的冲击力极大。这才刚刚交手，两人就都在易水寒的手上吃了大亏，无形之中让阿离他们有些压抑，带给大家的压力极大。易水寒刚用完流影电光闪，接下来想要再用还得再等一下。可这时巴克他们也赶过来了。巴克人高马大，单手提着单手盾，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柄单手锤，直接上压过来。易水寒只感觉自己都被阴影挡住了，仰头一看，一个彪形大汉占据自己的整个视野。这体格要是放到以前，去打篮球肯定吃香。易水寒暗自感叹了一句，整个人往后移动一步，手握长枪刺出。巴克将左手上的单手盾顶在身前，将易水寒的这一枪格挡住，并且转动盾牌将易水寒的枪拍开，同时错步上前抡起来，锤子砸向易水寒的头。而与此同时，红山战队的替补也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提刀绕到易水寒的侧面，整个人扑向易水寒。易水寒侧步躲开巴克的这一锤，同时一枪横劈，将红山战队替补的这一刀劈开，并且一脚踢在巴克的腰上。紧接着，易水寒单脚撑地，使身体旋转，再次一枪刺向红山战队替补。易水寒的这一枪又快又急，红山战队的替补来不及多想，整个人向后仰，让整个人横躺在地上，这才非常惊险地躲开易水寒的这一枪。易水寒的这一枪刺在红山战队替补左肩上方的土地上，巴克后撤一步，将易水寒这一脚的力量卸掉，再次横着抡动锤子。卧槽，你 TM 打哪呢？易水寒心头一跳，这一锤竟然是朝着自己当不来的，急忙腰部用力，同时脚在地上一蹬，整个人就像是撑杆跳一样，撑着乌金枪远离巴克。看到易水寒就在自己的上方，红山战队的替补来不及挥刀，反而整个人后翻，双手撑着地面倒立，一脚踢向易水寒的头。易水寒看到一只脚在自己的眼前放大，急忙转动身体，双手握着长枪旋转，并且握着长枪的双手微微松开，整个人快速下滑。而此时，易水寒快速将腿收回来，倒立着蜷缩成一个球。红山战队替补的这一脚踢在易水寒的膝盖上，易水寒倒向一边，但就在这时，易水寒快速一脚踢出，踢在对方的腹部，让对方整个人倒飞出去。第160章倒栽葱。易水寒的这一脚让红山战队的替补倒飞出去，整个人的上半身往上翻。红山战队替补是爬着落地的，落地之后整个人还趴着滑行了1米多才停下。因为地形是沙漠，这一脚让红山战队替补整个人的头都被沙子给埋住了。看到这一幕，阿离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虽然这个气氛烘托的已经很紧张了，可真的看到了这样滑稽的场面，没有忍住笑出了声。噗，这个模样是真惨啊！靠啊，老子好不容易狠下心来吃个饭，你让我看这些，直接喷饭了都。大家现在都在看着我，尤其对面跟我拼桌的哥们，虽然操作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这结果真的是太搞了，把头都给卖了，这简直就是社死现场啊！心疼他3秒钟，噗，哈哈，太搞笑了，这是在学鸵鸟吗？什么学鸵鸟，分明是鸵鸟本鸟！你们这些人真是太缺德了，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不过真的说起来，确实挺搞笑的。呸呸呸！红山战队替补爬起来，脸色铁青一片。其他人有没有开直播他不确定，他可是知道阿里一定是开着直播的，也就是说自己被人一脚踢出去，整个头都被沙子埋了，这样的场面肯定有很多人看到了。从此以后，这个画面很可能会伴随自己一生，不管以后获得怎样的成就，这个耻辱永远都躲不开了。一想到这里，整个人气的肺都要炸了，老子要杀了你！话音刚落，红山战队替补提着刀冲向易水寒，而此时巴克再次靠近易水寒，一锤子抡过来，易水寒后撤2步，将这一锤躲开，随后快步上前，并且右手单手握枪，以闰土刺茶的姿势一枪刺下。巴克左臂撑着单手盾挡住这一枪，刚想要后撤一步，易水寒这时已经快步贴上来，并且一脚踢出。巴克刚把锤子抡出去，此时还没有收回，有心想要格挡也来不及，躲也躲不开，只能是承受下这一脚。巴克被易水寒这一脚踢中，身体不受控制的向侧面移动。这样的好机会，易水寒正要乘胜追击，身后红山战队替补赶到，同时巴克的队友和阿乐的那几名队友也赶到了。远处飞来一个火球，这是巴克队伍中一名法师释放的低级火球术。易水寒转身躲开这一发火球术，同时一枪将身后红山战队替补的这一刀挑开。易水寒以为对方会因为自己把他那一刀挑开了，会往后撤一撤，结果根本就不是易水寒想的这样，他没有考虑到脸面这个问题，只考虑形势了，
毕竟只要后退，稍微等个2秒钟，其他那些人就会赶到，到时候一起上，肯定不好招架。易水寒都已经准备要强压红山战队替补这名玩家了，没想到对方头非常贴，不退反进，这正好正中易水寒下怀。只见红山战队替补一脚踢过来，本来对方要是这一脚踢得低一点，易水寒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肯定会挡一下或者侧身躲开。结果好死不死的是，对方居然想要一脚踢中自己的头，这么看不起自己，易水寒可忍不住了。当即易水寒同样一脚踢出，虽然易水寒后踢脚，可易水寒后发先至，一脚踢在对方的后脚跟上，硬顶着对方的腿往上抬。易水寒一直到劈叉都顶着对方的后脚跟，易水寒的身高是比对方高的，这一下好了，直接被易水寒这一脚顶得往后仰。红山战队替补后仰着栽下去，急忙伸手撑住身体，不让头栽到沙子里。而易水寒并没有打算放过对方，顺势用腿往下压，这一下红山战队替补彻底的撑不住了，头朝地栽下去。因为易水寒往下压的力气非常大，让他整个人的半截身子都埋到沙子中。本来刚才也就是稍微埋住点头而已，这就让直播间内的玩家笑了半天。这刚缓过来，结果易水寒再次来了一个梅开二度，甚至比之前的还要过分。莫小莫看到这一幕，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再也忍不住捂着嘴笑起来。而莫小莫的直播间因为遇到职业战队的原因，在很多玩家的口中传播开来，让很多慕名来观看职业玩家有多强的普通玩家乐不可支。对于很多普通的玩家来说，别说职业玩家了，就算是替补和青训队的那些玩家，对他们而言都是大神，是绝对惹不起的存在。结果他们在直播间看到了什么？一个职业战队的替补被易水寒一脚顶了一个倒栽葱，笑死爷了，这什么姿势啊，挺别致啊！梅开二度，真是乐死我了，这是怎么打的？从来也没见别人能打成这样，也就是双手插斗大佬了。每次都能看见双手插斗大佬整活儿，真是给我开了眼了。求对面玩家的心理阴影面积，这个倒栽葱挺别致啊，好活儿，当赏。易水寒可不知道莫小莫直播间此刻有多么热闹，此时其他没那些玩家已经冲上来了，并且巴克也冲了过来。阿离在不远处给巴图加了3个状态，让巴图的伤害速度防御全部加强。易水寒看着现在的情况，感觉有些难搞，可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躲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是硬着头皮打。易水寒第一想法就是不能把后背留给巴克，巴克对自己的威胁太大。看到这些人冲上来，易水寒了立刻快步上前，来到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红山战队替补旁边，用碎石掌拍在他身上。这些人刚冲上来，当头就挨了一招碎石掌，血量猛降一截。然而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紧接着易水寒将乌金枪收起来，把逍遥扇拿出来。易水寒这时装备上逍遥扇，紧接着使用掌心雷。掌心雷爆炸，以易水寒为圆心，距离易水寒5米以内的玩家全部承受伤害。因为易水寒装备上了逍遥扇，掌心雷的伤害变得十分可观，前面挨了一下碎石掌，后面又挨了一招掌心雷，血量直接掉到 50% 以下。其中有一名闽系玩家，他的装备有些差，这么挨了易水寒2下技能，差点被秒了，血量直接见底，只剩下 8%， 进入虚弱状态。卧槽，这是什么鬼伤害？这名玩家只是残血而已，红山战队的替补更惨，本来血量就不满，再次被这么一搞，直接被秒了。此时身后的巴克扑上来，易水寒一脚踹出，易水寒这一脚踢向巴克的肚子，巴克用盾牌将易水寒这一脚挡住，同时抡起锤子砸向易水寒的腿。易水寒本来目标就不是巴克，只是想要借助巴克的盾牌给自己一个发力点。巴克这么一撑，易水寒借着这股力量，整个人一个后空翻，让巴克的这一锤落空。易水寒就这么后翻出去，迅速靠近刚才冲上来的这些玩家。这些玩家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快速击火易水寒。易水寒在承受了一波伤害之后，成功靠近几人。而此时易水寒的血量降到 63%， 让这些人感觉到了希望。易水寒躲开远处的一发低级冰锥术，一个横扫八荒将几人扫飞出去，同时在地上方一个雷霆守卫。我靠，他不是力量主属性吗？怎么魔法伤害这么高？承受了易水寒一记横扫八荒，2名敏捷主属性的玩家直接就被易水寒秒掉了，剩下的几人血量也都被打到 30% 以下，再加上地上的雷霆守卫，这些人要是把这些伤害吃满，足够将他们全部带走。这时易水寒在原地留下一个雷霆印记，上前将几名已经从雷霆守卫范围内走出去的玩家一一踹死。这时雷霆印记的冷却再次转好，在逍遥扇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这时巴克距离易水寒还有一点距离，易水寒现在想要将巴克队伍中的那名法师处理掉。易水寒往法师那边追了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破风声，一个回头就看到巴克居然已经追上来了。来不及多想，易水寒利用凌波微步的技巧，易水寒倾斜身体将这一锤躲开。躲开这一锤之后，易水寒看了一眼巴克，发现他的脚上缠绕着一股青绿色的风元素，
应该是阿离给他加了一个增加移速的辅助技能。这个想法也不过是电光火闪之间，易水寒迅速做出回击，一脚踢出。巴克用盾牌挡住易水寒的这一脚，而这时易水寒已经站直身体，握着逍遥扇就是一记当头一棒。巴克被易水寒眩晕在原地，易水寒立刻绕开他的盾牌，来到他的身侧，将手中的逍遥扇扔出去，同时从背包中将乌金枪掏出来，一个灵蛇出洞刺在巴克的头上。易水寒这一招灵蛇出洞用完，巴克正好眩晕结束，一锤朝着易水寒砸过来。易水寒后撤一步，同时侧身将这一锤躲开的同时，一脚碎骨踢出，踢在巴克的腿上，使其进入减速状态。就在这时，一个小火球飞过来，易水寒来不及反应，被这个火球击中。被火球击中，易水寒整个身体微微一顿。就在这个空档，巴克已经抡着锤子砸过来了。易水寒往远处一看，就看到被扔出去的逍遥扇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形，飞向这名法师的背后。把握住机会，易水寒激活逍遥扇上的雷霆印记的同时，将乌金枪收起来，出现在法师背后的上空，右手单手抓住扇子，把扇子打开，在空中直接使用雷霆半月斩。当这名法师反应过来的时候，易水寒都已经到他的头顶上了，扇子上包裹着紫色雷电，劈在他的肩膀上。只是这一下，这名法师14000的血量被易水寒直接秒杀，没有多余的反应。此刻也就只有巴克和阿离了，刚才还有一点胜算。巴克拖住易水寒，给易水寒压力，逼着易水寒的躲避空间，远处法师的技能和自己的技能，到时候易水寒必须得选择一个硬吃下。现在法师被杀死，那真的是没有一点胜算了。阿离虽然是一个职业玩家，操作是可以，可他是一个法系脆皮辅助，伤害能力非常有限，要真上来和易水寒近战打伤害，那就是送菜。接下来易水寒快速靠近阿离，阿离给自己加上状态躲避易水寒，还真给易水寒带来一点麻烦。阿离快速的朝着巴克那边跑，易水寒在追上他之前就会被巴克拦下来，十分的烦人。既然已经躲不掉，只能上去硬拼夹着阿离辅助状态的巴克。巴克使用野蛮冲撞，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巨兽一样冲过来，非常有压迫力。易水寒往侧面绕，结果巴克就像是一个老司机一样，同样转弯就是要撞易水寒。易水寒看对方对于野蛮冲撞的操作挺熟悉，应该是躲不开了，把手中的逍遥扇收起来，掏出来乌金枪。就在巴克冲到近处的时候，易水寒急忙一个横扫八荒甩出。易水寒的这一枪扫在巴克的单手盾上，让巴克稍微顿了一下，同时易水寒也被这一股反震的力道震退。本来按照剧本，凭借着野蛮冲撞的击退效果，巴克可以上前砸易水寒几锤，结果被易水寒这么来了一下，计划落空。易水寒稳住身体之后，巴克已经逼近，来不及多想，易水寒下意识的一枪刺出。巴克这一次没有用盾牌挡，反而是用锤子砸向易水寒的枪尖，随后更是利用锤子将易水寒的枪尖勾住。易水寒刚想要将乌金枪往回抽，马克那边先一步用力把易水寒拉向自己，猝不及防之下，易水寒扑向巴克。易水寒快速做出反应，双手稍微松开枪杆，顺着枪杆往前摸，在抓到乌金枪枪杆的中间时，握紧乌金枪，用乌金枪的枪杆砸向巴克。巴克举盾格挡，另一只手握着锤子，死死勾着枪尖，抬脚便踹。易水寒急忙松开乌金枪，整个人旋转身体，擦着巴克的腿躲开这一脚。易水寒转了一圈之后，立刻伸手抱住巴克的腿往上掀，将巴克整个人掀起来。就在巴克向后倒的时候，易水寒一个撩阴腿踹出，他可是记得呢，刚才他想用锤子砸自己的小弟弟，怎么说这个亏也不能白吃，礼尚往来，要还回去。第161章支援江海剑。刚才巴克可没有砸到易水寒，可他现在已经不管这些了，一个撩阴腿踹在巴克的裆部。哦！巴克整张脸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面容扭曲。趁着巴克痛苦的时候，易水寒一跃而起，直接骑到巴克肩膀上，并且蓄力使用伏虎拳。刚才易水寒那一脚就已经让这些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很兴奋了，现在易水寒迎难而上，难上加难，这一下直播间的弹幕更加热闹了。卧槽，这一段子绝孙脚，看着都疼。刚才踢裆，现在又骑人家身上。虽然我不想相信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你们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不相信。你们俩相爱相杀的剧情我都想好了。靠啊！腐女快走开，不要说了，辣眼睛。是不是玩不起踢人裤裆？这一脚是真狠啊！我听到了蛋碎的声音。双手插兜真不是个人啊！这骑人家头上要干嘛啊？总不能是就想试一下骑人的感觉吧？易水寒骑在巴克头上，巴克缓了1秒多，这才缓过来劲儿。看到易水寒骑在自己头上，心中那无名火蹭蹭蹭的往上冒。巴克挥刀砍向易水寒，易水寒一边骑着他蓄力，一边伸出一只脚将巴克的这个胳膊别住，不让他砍上来。巴克胳膊被别住，心中的无名火发泄不出来，憋得十分难受，再也忍受不了易水寒，将手中的盾牌和刀收起来，两只手抓住易水寒的一只胳膊，
就往下拽。易水寒双腿夹着巴克的脖子，夹得非常紧，让他这么往前一拽，连带着巴克都要往前栽。这时巴克已经怒气上头，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整个人顺势跳起来调整姿势，就这么用头顶着易水寒往下摔。巴克这一下顶得易水寒胸闷气短，易水寒就是不松手，死死夹着巴克的头。刚才这一下，易水寒情急，只要将上半身蜷缩起来，着地时是被先着地的，好在是没有像是红山战队替补那样一头扎进沙子里，为自己挽回一点颜面。这时两人都倒在地上，巴克想要爬起来，易水寒怎么可能让他起来？双腿夹着他的脖子，一只手按着他的头，死死地往地上按，不让他起来。易水寒按着巴克的头，移动不了位置，巴克用自己的拳头疯狂捶打易水寒，这些伤害易水寒都只能硬扛下，避免不了。一直等了8秒钟，这一拳打下去，巴克的血条瞬间清空，巴克也死了，只剩下一个阿离，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就在易水寒准备对付阿离的时候，阿离忽然开口说道：“双手插兜是吧？我看我直播间内大家都说你是双手插兜，一直没注意过，居然出现了你这么一个高手，希望以后有机会了一起合作一下。”行吧，知道了，有你这种辅助队友其实还是很舒服的。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我赶时间。那什么，你可不可以用那个带着电的那个技能，就那个可以一下打死法师的那个技能，可以一下把人打死，那样我就感觉不到疼了。行吧，知道了，你事儿还挺多。易水寒使用雷霆半月斩，阿离站在原地当靶子，十分配合。这一局比赛在易水寒一下劈死阿离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结算界面。易水寒把经验给到本体角色，在跟莫小莫他们说了一下自己去做活动之后，便离开了队伍。当易水寒再次出现在主世界位面，原先元松村的位置变成了一片石头滩，光秃秃的一片，连根草都没有。易水寒没有再在这里耽误时间，快速赶去丹江城。从元松村赶回丹江城，用去易水寒1个多小时。这一次易水寒再次来到丹江城，明显的感觉到丹江城变得热闹了许多。易水寒直接去侠义盟的外务堂提交任务，因为易水寒这个任务完成的十分完美，奖励直接翻了1倍，本体角色等级直接升了1级，来到36级。提交完任务，便走到接取任务的牌子前面。要参与活动也是需要接取任务的，倒是因为活动的原因，丹江城侠义盟外务堂的任务都已经变为活动任务。易水寒刚扫了一眼任务，发现大部分都是探查任务，任务难度只有 C， 奖励也非常一般。易水寒根本就不想接取这样的任务，一个任务也就才5点活动积分，而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算上赶路的时间，最快也得4-5个小时，平均下来1个小时1点活动积分。而想要兑换一个 F 品质的技能，需要100积分，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有这100个小时，打几个 BOSS 它不香吗？所以这种探查任务直接排除，将探查任务直接屏蔽，活动任务直接少了 70%。接下来的这些任务，易水寒慢慢找。支援乾隆滩侠义盟分部，任务难度 A。支援灵山镇侠义盟分部，任务难度 A。支援灵庄侠义盟分部，任务难度 A。这些支援任务都是团体任务，标注的是 A 难度，可真要是打起来，那难度高的离谱，甚至堪比 S 难度的任务。因为这是团队任务，同时接取这个任务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可能这些人中有超级大佬，比如说那些职业玩家，同样的也会遇到那种特别坑的玩家，上去啥也干不了，还白白占据一个队友名额。易水寒可不想去当保姆，到时候到处救火，想想都觉得心累。虽然到最后可能任务奖励丰厚一点，但比起那些本来就是难度 S 的单人任务，这些奖励看起来就有些不够看了。易水寒接着往下找，随后就看到了一个支援任务，不过这个支援任务和其他的那些支援任务不同，这个支援任务是一个单人支援任务，支援江海剑侠义盟友军，任务难度 S。 易水寒回忆了一下，要是没有记错，现在侠义盟的主力部队就在江海剑，那里有一个秩序联盟驻扎在那里的大部队，可以说那里就是正面战场了。易水寒记得当时资料上写的是，侠义盟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大股秩序联盟的人，所以悄悄地摸过去，想要把那些人全都端掉。侠义盟的人没有想到，那一部分人只是秩序联盟明面上放出来的诱饵，就是用来钓鱼的，暗地里还藏着秩序联盟的大部队。侠义盟的人直接撞上去，被秩序联盟的人包围，吃了一个大亏，正面主力人马直接损失 40%， 开局就打了一个大败仗。接下来的时间里，侠义盟被秩序联盟一路压着打，直到最后永宁州战役的失败，都是因为最开始的大败仗。易水寒当即接下来这个任务，别的不说，到时候把那些藏起来的秩序联盟人马找出来，可以让自己获得大量活动积分。就这种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信息，或者一个人直接改变整个战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只要做到了任意一种，获得到的任务积分可以直接兑换一个 S 品质的技能或者采金器。易水寒接下来这个任务之后，立刻前往江海剑。江海剑在丹江城的西南方向，是天寿江上游一条名叫临江这个分支流经的区域，距离有些远，
需要赶很长时间的路。这一次，易水寒直接操控着3个角色前往江海县，赶路用了半天的时间，一直到了晚上才赶到。侠义盟的大部队并没有在江海县内，江海县听名字都可以知道，那里的地方其实是很狭窄的，容不下太多的人。此时侠义盟的人也就是刚发现那一伙人。易水寒来到侠义盟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进入营地，易水寒身上有侠义盟的令牌，让门卫看了一眼令牌，被放行进去。易水寒在侠义盟的营地见到了刘子涵，这么长时间没见，刘子涵已经是5阶的 NPC 了。刘子涵见多易水寒，很是惊讶。咦，恩公，你怎么在这里？哦，原来是子涵呀！我在丹江城的外务堂看到了有一个支援江海剑的任务，我顺手就接了下来，过来帮忙呀。要不然还能干嘛？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要是知道你在这里，按我就算是不接任务也会过来帮你。易水寒这话说的太直接了，让刘子涵的俏脸微微一红，看向易水寒的时候有些闪躲。接着易水寒跟刘子涵闲聊，一边刷好感度，一边了解这边的情况。子涵，一段时间没见，你变得更加强了。没有什么，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经历的事情多了，人自然就会成长。哦，看来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有些多啊。你这年纪轻轻的都这么悲春伤秋。恩公是在取笑子涵，子涵听出来了。没有，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要乱说。对了，刘帮主呢？也在这里吗？没有，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父亲有其他的任务，不方便跟你说。是这样啊，那我就不乱打听了。这次江海剑是什么情况啊？子涵你知道吗？你是想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吧？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不准备来江海剑这里的，之前我们的目标是沿着临江绕到白府城，将白府城打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敌人的内部打开一个缺口，到时候通过白府城，我们就可以联合各个城镇，对秩序联盟实行全面的压制。谁知道我们前天发现了一股秩序联盟的人马，就这样放他们从眼前溜走，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正面遇到了秩序联盟的大部队，这一股人马也不少，到时候可能会攻击我们的背部，到时候腹背受敌，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一股秩序联盟的人马拔除掉。从这一段话中，易水寒听到2个关键信息。第一个关键消息是，这一股人马是前天刚发现的，像是这种规模的作战，肯定不可能草率，自己还有时间。第二个关键消息是，这一股人马的数量不少，要不然也不会把整个大部队都叫过来。这些人马肯定是能在关键时候给侠义盟大部队沉重打击的。了解清楚这些，易水寒也就可以根据这些消息来完任务。第一点，那肯定是不能让侠义盟的主力部队全都贸然闯进江海剑。江海剑这个地方地形是狭窄细长，人全部进去，被人2头堵死在里面，人多就根本没有用，因为可以战斗起来的也就两边接触的那些人马。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人站在江海剑上方的山顶上往下滚巨石或者往下放火，到时候对于在江海剑内的人马来说，那无疑是一场灾难。易水寒打定了主意，就算是自己最后没有找到秩序联盟的主力部队，那也得好好劝一下侠义盟这边的人，不要让大部队都进入江海剑。恩公，你在想什么呀？看到易水寒依附沉思的样子，刘子涵轻轻摇晃了一下易水寒，像是这种亲昵的动作，没有一定的好感，根本就不会发生。能做到这一步，那攻略的进度基本上就已经完成80%了。哦，没什么，我在想你刚才告诉我的消息，既然江海剑内有一股秩序联盟的人马，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埋伏，在这样的地形里，我们可得小心，要不然容易酿成大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颁发出去一些任务，应该5天之内就会确定正确消息了。5天，那时间应该足够了。什么足够了？没什么，这样吧，子涵，既然我接了任务过来，大部队这边还没有什么事情，最近5天肯定是驻扎在这里，不会移动地方的。我先去外面探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秩序联盟的埋伏，也不算是浪费时间了。听到易水寒这样说，刘子涵自然不会多说什么，点头应了一下易水寒。刘子涵答应易水寒的这一下，让易水寒直接接到一个任务，任务难度倒是没有直接确定，是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很灵性，到时候奖励能得到多少，那就全看带回来的信息了。第162章，冤家路窄，刘心远。易水寒离开侠义盟的营地，并没有去江海剑。江海剑那边肯定有秩序联盟的人马，要是人多一起去还行，一个人过去被人包围了，那就搞笑了。所以易水寒的目标是江海剑外围这一带，尤其是江海剑上方那一带地区，只要安排了埋伏，肯定能在江海剑的上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易水寒虽然有蛛丝发射器，却也还是乖乖的绕道往山上走，并不是说易水傻，明明可以用蛛丝发射器缩短自己的赶路时间，偏偏不用，非要绕道走，白白浪费时间。易水寒的打算是仔细寻找，不放过任何有可能藏人的地方。而与此同时，刘心远刚带着自己的小弟们做完一个探查任务，回到白府城。这支援任务真麻烦，咱们10个人组队，结果遇到那么多坑，到最后还是靠我们这一群坑比上来死的比谁都快，都是废物点心。这支援任务咱们凑不够20人，就先不打了，这一群人白嫖我们，晦气。
刘心远10人一路浩浩荡荡的来到白府城内，径直前往秩序联盟的外务堂。虽然刘心远一路走回来都表现得非常烦，可真当他提交完任务的时候，还是非常开心。支援任务来人啊！支援任务有没有人？坑比不要来，最起码身上半身白银器，物理攻击力2000点以上或者魔法攻击力。探查任务来人，来有坐骑的玩家，我们快去快回。看这些人都在苦逼的组队，刘心远心中有莫名的优越感。这些人费这么大的劲，组上这些普通玩家中的高手去打支援任务，打到最后也可能打不过，白白浪费时间。笑死我了！这些人以为装备好一点就可以打得过，根本不知道这个支援任务的难度到底多么变态。装备好只是最基础的条件，最主要的还是看人，要人的操作好才行。一群蠢货！站在刘心远身边的浴血斜阳立刻跟着附和道：“就是这任务根本就不是给现在30级左右的普通玩家做的，这任务最起码得等到这些普通玩家升到45级之后，那时候应该就可以了。就算是45级以后，那些操作不行的人依然不可能做这种任务。”刘心远听到浴血斜阳这样说，心中更加开心了。其他那些普通玩家到后面才可以打的，自己现在就打了，钱花出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一刻的优越感啊！老子是没技术，可是老子有钱可以请人带自己啊！有钱就是这么任性。行了，想想另外那些坑比就来气，算了，咱们这次找个其他任务做做。刘心远看着这些任务，将支援任务全部屏蔽，一直寻找合适的任务。单人任务刘心远自己做不了，只能选择组队的任务。这样一排除，任务直接少了 90%。这样一来，那可以提供选择的任务就少了许多。诱敌深入，任务难度 S。 看到这个诱敌深入的任务，刘心远立刻眼前一亮。这个任务是一个8人组队任务。将这个任务接下来之后，刘心远和自己的这群小弟商量，这个任务要去一个叫江海剑的地方，那个地方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白府城倒是不怎么远，只不过这个任务是一个8人组队任务，我们有10人，需要有2人离开，你们看着商量一下，看看你们谁跟着我一起去啊。这10人听到刘心远这样说，便都围上来看这个任务的介绍。诱敌深入，在江海剑周围发现大量侠义盟人马，现在已经安排了一批人马前往江海剑，将侠义盟的这批人马引诱到江海剑内。因为这个任务非常关键，所以这个任务的奖励非常丰厚，虽然没有易水寒接到的那个单人任务奖励那么好，可这奖励依然让这些人眼红，光这奖励的活动积分就足够他们每个人都换一个 A 品质的技能。这个任务的难点并不是说需要打得多么好，而是想办法把这些人引到江海剑内，这样的话操作好不好倒不是最大问题了，这个任务需要动脑子。看完这个任务介绍之后，刘心远手下的这几名小弟都没有多想，直接投票给2名玩家。老吴和老周就别去了，你们俩这脑子里都是肌肉，看到怪就想着砍，就硬上，多少次我们差点被你们两个憨货还得翻车，这个任务你们俩只能起到反面作用。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憨？没有实力打不过还硬要上那才叫憨，我能打得过，那我为什么不能硬上？也不说你们菜，那么菜你们都打成这样，刘少你别听他们的话，我的操作你还不知道吗？你看看多少次我解救队伍，刘少你信我，我怎么就憨了？我平时都是很聪明的。听到老五这样说，刘心远没有憋住笑，直接笑了出来，然后反应过来这样有点不好，立刻憋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刘心远自然知道老吴是什么德行，这就是一个看到怪就猛上的人，满脑子都是打打杀杀。在自己这些小弟中，这老吴的操作就算不是第一，那也是稳稳排进去前3的存在。可要是让他想个好点子或者什么好玩的，那不如杀了他。老吴啊，我看这次就算了，这一次诱敌深入并不怎么需要动手，要是到时候你一个忍不住冲上去，那我们还搞什么？你们俩去做别的任务吧。刘心远这么说了，即便老吴再怎么不愿意，那也没办法。刘心远几人兴冲冲地前往江海剑，准备大展身手。白府城距离江海剑的距离不远，只需要大概2个小时的路程。当刘心远几人来到江海剑的上方不远处，看着任务提示，在得知任务地点就在下面后，几人的心情都很激动。只要做完这个任务，等级直接升2级，给的活动积分还能换技能，到时候直接鸟枪换炮。刘少，我们快要到地方了，咱们快点下去吧。到时候先了解情况，我们先设计一波，看看怎么能把那些 NPC 给恶心到。只要把他们恶心到，到时候那些 NPC 就非常有可能来追我们，到时候我们跑到江海剑内就行。屁呀，你怎么想的这么理所当然？任务上都介绍了，说是一大批 NPC， 咱们才几个人啊？8个人。要是我的话，我撑死了派出去20人，算了，给点面子，撑死派出去30人，派出去30人就够了。你凭什么认为人家会把全部的人都派上来追我们？到时候别没把侠义盟的大部队引进江海剑，反而还把自己搭进去了。哪有你说的这么离谱？要是真的这样，怎么可能是8人的任务？大哥，你看看这个任务的难度，这是 S 难度的任务。这个游戏中 NPC 的智能水平，想必你们也清楚，那绝对是非常聪明的。在一定意义上，真让我们去跟这些 NPC 玩心眼子，搞不好我们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但也肯定不是没有办法，肯定有一个点，
这要找到那个点，到时候我们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了。刘心远听着自己手下的这些人说的这么激烈，尤其是冷面笑匠最后的这一波分析，让刘心远听得十分认同，立刻开口问道：对，你们多学学冷面笑匠，你看看人家分析的头头是道，既没有低估侠义盟的 NPC， 也没有说没办法，都跟人家学学，别把什么都想得这么简单。这个游戏升级多难啊，爆装备就更别说了，这么多的活动积分奖励，怎么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来，你讲讲你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刘心远看向冷面笑匠，心中满是期待，只要知道了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就算难一点也好，反正到最后肯定是能完成的，他很相信自己这些小弟。刘少，那个我只说了肯定有这么一个点，只要我们搞清楚了，那这个任务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个点是什么，这个肯定还得下去江海剑搞清楚状况，搞清楚之后才有机会弄明白。听到冷面笑匠说自己也不知道后，本来充满希望的刘心远瞬间就垮了下来。操，说了这么多，合着你也不知道呗？那你说这么多干什么？说的多有道理吗？行了行了，心烦，咱们先去江海剑看一下吧，那里面有一队正义联盟的 NPC， 我们可以问一下 NPC。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听到刘心远这样说，冷面笑匠立刻跟着附和，试图想要改变自己在刘心远心中没什么作用的形象。就在几人从江海剑的上方往江海剑走的时候，易水寒正好在往江海剑上方走，这里也就只有2条路可以让人经过，易水寒直接让自己的本体走一条路，让自己的本体角色走一条路。本体角色有蛛丝发射器，到时候出现特殊情况，本体角色就算是应付不了也可以逃跑。而2个分身那边如果发生意外情况，本体角色可以使用蛛丝发射器快速赶到2名分身这边，万无一失。就在易水寒的2名分身那边，刘心远一行8人有说有笑的下山。刘心远几人想的是距离江海剑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也没怎么警惕，说话的时候非常随意，并没有控制自己几人的声音。易水寒正在往上赶，忽然听到上方有动静，立刻藏到一边的树后，紧接着就看到了刘心远几人。看到刘心远几人，易水寒的脸色有些古怪。嘿，怎么这要巧，又是你？易水寒藏在树后，等着这几人靠近，在这个时间点能过来，那就一定是接了关于江海剑这边的任务，这种情况没说的，先打再说，打到最后可以适当的问一下他们都知道写什么，看看可不可以通过玩家从玩家的嘴里了解一些消息。同一时间，易水寒本体这边立刻使用蛛丝发射器从山涧往分身这边赶。等到刘心远几人靠近，易水寒立刻操控着2名分身在树后使用野蛮冲撞，朝着几人冲过去。刘心远8人根本就没想到在这里可能遇到埋伏，被易水寒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等到易水寒都冲到脸上了，这几人才反应过来，靠，有人埋伏我们。刘心远反应得很快，虽然还没看清楚是谁在偷袭自己几人，可看到对方是2人的时候，心中立刻松了一口气，自己这边的几人都是高手，2个人就来打自己几人，除非是职业玩家，但这种几率是很小的。立刻指挥道：别慌，就2个人，前排顶上去。看到有2名玩家顶上来，易水寒操控自己的第一分身使用横扫八荒，将这刚顶上来的2名玩家扫飞出去。同时易水寒的第2分身也没闲着，径直冲到人群中，在进去的第一时间，易水寒让自己的分身先在身前放下一个雷霆守卫。这里是山道，山道狭窄，可以操作的空间十分有限，在这种地形放下雷霆守卫，这些人都得把雷霆守卫的伤害吃满。靠，这家伙有控场技能，先把他秒了。刘心远刚说完，手下的几名小弟围上易水寒的第2分身，想要先集火秒掉一个。易水寒看到这些人围上来，立刻使用横扫八荒，可这些人都是高手，在易水寒用横扫八荒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躲避，并没有被易水寒打到。就在这时，易水寒看到远处有一名法师和灵修的攻击，躲都没有躲，直接使用掌心雷。易水寒的掌心雷对这些玩家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易水寒的第2分身也吃到4个远程魔法技能。这些人扛着伤害冲上来，易水寒立刻使用浮空凌云脚将一人踢飞到空中，借着这名被击飞的玩家飞到空中，规避这些人的集火。而易水寒的第1分身也没有闲着，抬手给第2分身使用祝福技能，给第2分身的血量往上抬一截，并且往对方队伍中的远程法系靠过去。就这些脆皮法系，只要让易水寒靠近，易水寒就有把握这接将这远程法系脆皮直接秒掉。第163章，想要通过现实报复的刘心远。易水寒的意图非常明显，立刻被对面的法师反应过来，快点拦住他，他要突过来了。随着站在远处法师提醒刘心远几人，立刻有人前去阻挡易水寒。刘心远此时也看清楚偷袭自己几人的是易水寒了，指着易水寒，浑身都气得发抖。妈的，冤家路窄，这家伙是双手插兜，都给我干死他！刘心远就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喊的嗓子都要破音了。刘少，你别激动，咱们这么多人呢，这小子得罪了你，我们肯定把他打的他妈都不认识他。别说废话了，
快点给我干死他！先办了他，你们再跟我说这些。我跟你们说，这小子邪门的很，他有3名分身，目前是种子联赛里冠军的热门人选。那个会御剑飞行的家伙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那个家伙，他都打不过这个双手插斗。别废话了，趁他现在只有2个分身，快点办了他。要是3个分身都全了，就不好办了。刘心远这么恨易水寒，他手下的这几名小弟瞬间干劲十足。作为刘心远的小弟，这些人可是对于刘心远的一些行为非常清楚。他这个人对于那些被他欺负的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但对于自己这些小弟还是很不错的，出手也很大方。大家本来就为了生活，刘心远不吝啬钱，这些人自然愿意跟着他。也清楚易水寒把刘心远得罪的这么狠，要真的能把易水寒给办了，那回头可以拿到手中的钱肯定少不了，所以一个个的都非常激动。冷面笑将是这支队伍中最强的灵修，此时易水寒的第一分身借用浮空凌云脚靠近了他，冷面笑将瞬间意识到了易水寒的想法，快速远离，并且用技能封易水寒的走位，不让他靠近。这边这个也管一下，他都突袭到我脸上了。冷面笑将看到易水寒的第一分身根本就没有躲自己的技能，居然就这么硬吃下摘花飞叶和低级火球术冲上来。冷面笑将的移动速度可比易水寒的移动速度慢多了，要是没人挡住易水寒，5秒钟内易水寒就能追上他。操，你们这些远程法系脆皮倒是搞点保命技能啊，一被人突脸就没有办法了，真是麻烦死了。嫌麻烦到时候杀 BOSS 的时候我不去了，光想着要高伤害，不想要脆皮是吧？别，笑将哥，开玩笑的，这不是心急吗？别慌，我来帮你了。听到冷面笑将真的生气了，肆意狂笑知道自己话说的可能过分了，立刻道歉认错。杀 BOSS 还是非常需要冷面笑将这个强力输出的，这要是闹掰了，那以后可能打 BOSS 的队伍中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肆意狂笑一个爆裂猛击跳到易水寒第一分身的前面，给易水寒挂上减速，并且回身挥刀，一刀砍向易水寒的大腿。易水寒的反应也不慢，一边操控着第二分身使用横扫八荒，将这些冲上来的人扫飞出去，另一边同时操控第一分身抬腿躲开劈来的这一刀。一刀落空，易水寒顺势踢出一记碎骨，直接踢在肆意狂笑的头上，并且后续接上连环腿，直接将他踢飞。随后易水寒一个后仰弯身躲开远处射来的冰锥，同时在狼牙枪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将狼牙枪投掷出去。肆意狂笑看到朝着自己飞来的狼牙枪，将脖子歪了一下，让狼牙枪从脖子边上飞过去。看到冷面笑将这装逼的操作，肆意狂笑立刻开口夸道：笑将哥帅啊，武侠小说中有个轻功身法叫做什么来着？凌波微步。对，就是凌波微步。你刚才的操作跟凌波微步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歪了一下脖子，就把飞来的长枪躲开了。这边肆意狂笑的话音刚落，易水寒激活雷霆印记出现在冷面笑将的身后，当即使用雷霆半月斩。什么？他人怎么不见了？小心你身后！冷面笑将转过头，易水寒的雷霆半月斩已经到了，直接劈在脸上。冷面笑将连挣扎都没有挣扎，直接被这一下带走。看到易水寒这么干脆利索的就把冷面笑将带走了，边上的肆意狂笑直接傻眼了，就没见过这样的。卧槽，冷面笑将被秒了！肆意狂笑说话的声音非常大，正打作一团的几人回头看过来，发现就在肆意狂笑的不远处，冷面笑将游戏角色的尸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已经凉透了。肆意狂笑，你搞什么？你不是去拦他那个分身了吗？怎么让冷面笑将被秒了？怎么搞的？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刘心远说的气急败坏，这几句话说的又快又急，就像是机关枪一样，枪枪直击肆意狂笑的心脏。刘少，真不是我菜啊！双手插都有位移技能的，一下就位移到冷面笑将的身后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刚提醒冷面笑将，结果就被一个技能秒了，他伤害太离谱了。少废话，给我拖住他，等我们这边把他这个分身秒了再去帮你，给我顶住！肆意狂笑现在是有苦难言，刘心远正在气头上，能不能听进去自己的解释先不说，他让自己先拖着这个分身，那肯定是推脱不掉的。想了一下易水寒那可以秒人的恐怖伤害，感觉整个人的心都在发颤。易水寒这不关这么多，第二分身的装备本来就比第一分身的装备差一些，现在被集火，需要快点支援，可没有时间跟肆意狂笑在这里耽误时间。易水寒大步冲上前，一枪刺出，肆意狂笑急忙挥刀将易水寒这一刀挡开。易水寒快步上前，转身就是一脚踹在肆意狂笑的肚子上。肆意狂笑被易水寒这一脚踹得向后退了2步，易水寒紧接着使用冷蛇出洞，一枪刺在肆意狂笑的头上。这一下非常的幸运，触发了暴击，让肆意狂笑的血量猛降，直接还剩下最后的 28%。 这一枪可以说直接戳在肆意狂笑的大动脉上了，看着自己已经见底的血量，肝胆欲裂。卧槽，这什么鬼伤害？一枪15000的血！话音刚落，易水寒的攻击再次袭来，肆意狂笑尽力躲闪，可易水寒的技术比他高了太多，总能在出招之后快速变招，防不胜防。
虽然肆意狂笑已经注意力非常集中了，可他的技术水平就摆在这里，比起职业玩家差出来许多，也就撑了10几秒，被易水寒一枪定死在地上。这时，易水寒的第二分身的血量已经被打到 30% 以下，进入虚弱状态，知道不能再让这些人集火了，万一分身挂在这里，那就亏大了。当即让第二分身用流影电光闪脱身，并且让第一分身给第二分身一个祝福。操，人呢？人到哪了？刘少在那边呢，这小子运气真好，居然有位移技能，气死我了，都进入虚弱状态了，再打一会儿就要打死了，没想到让他小子跑了。咦，肆意狂笑呢？怎么那个分身没人管了？刘少，肆意狂笑被打死了，你看尸体还在那边趴着呢。靠，废物啊，早知道就该让老吴过来的。行了，那个已经虚弱了，先把虚弱的这个分身秒了。刘心远说完，6人一股脑扑向易水寒的第二分身。易水寒的第一分身立刻冲向几人，持枪横在第二分身的身前，承受几人的第一波伤害，并且同时在身前放下一个雷霆守卫，挑选角度使用碎石掌，然后再接着使用掌心雷。这一波范围伤害不亚于在几人的身上扔下一个核弹，把近战5人的血量都给打到 50% 以下。我靠，这什么鬼伤害？听到自己小弟大呼小叫，刘心远的脸色有些黑。易水寒这时看着脸色阴沉的刘心远，不由得心情大好。哟，这不是刘少吗？几天不见，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看你这表情多难看啊！哎，别动，我最近刚学了看面相，我看你印堂发黑，怕不是有血光之灾？快给我弄死他！给我弄死他！可嗨嗨！刘心远听到易水寒这样挑衅自己，心中的怒意直接爆发，张嘴疯狂咆哮。看着满脸狰狞的刘心远，他的这几名小弟都有些害怕，就从来没见过刘心远这样过，看起来非常吓人。好好，刘少你别激动，我们马上就干死他，都愣着干什么？冲啊！就在这时，易水寒的本体赶过来了，使用蛛丝发射器抓住一棵树的树干上，整个人直接荡过来，在半空中直接将蛛丝发射器的蛛丝收回，在半空中强身体蜷缩，在地上连续翻滚了3圈之后，停在第一分身的身前。卧槽，怎么又来了一个？话音刚落，易水寒起身将一人的攻击躲开。易水寒游戏本体的装备可就比这2个分身的装备好多了，对于这些人的攻击丝毫不在意，硬扛着几人的攻击，一个横扫八荒将几人扫飞，随后从背包中将逍遥扇掏出来，一个掌心雷直接将几人的血量打残。这时只有远处的法师是满血状态，看到那名灵修还在朝自己放技能，易水寒是用流影电光闪接近对方。易水寒通过逍遥扇成功位移到这名灵修的身后。他人呢？易水寒忽然之间消失在原地，让叶孤星失去了目标。叶孤星有些纳闷地问道，此时看到易水寒正在他身后的刘心远几人，连话都来不及说，伸手指向他的身后。易水寒此时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叶孤星的肩膀，说道：嘿，哥们儿，你在找我吗？叶孤星这才发现易水寒居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自己身后了，急忙往边上跑，同时想要使用冰墙技能将自己跟易水寒隔开。当头一棒，易水寒将逍遥扇合拢，一下敲击在叶孤星的脑门上，把他想要释放的冰墙术打断，并且将他眩晕在原地。1秒钟的时间里，易水寒被悬赏。就在易水寒将刘心远的几名小弟解决之后，刚想解决刘心远，刘心远气急败坏的大声喊道：小子，你也在做江海剑这个任务对吧？你给老子等着，明天老子带人来收拾你。哟，刘大少要收拾我，吓死我了，我好怕哟，那你一定要来哟。说完，易水寒还贱兮兮的对着刘心远眨了一下眼，差点没把刘心远气得心脏骤停。刘心远的眼前忽然一黑，然后出现在自己的小世界，想着易水寒那恶心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操，老子要干死你，干死你！刘心远喊着，感觉还不解气，一拳捶在宗门石碑上。啊，疼！操，怎么死了一次后痛感给我设置到 80% 了？连游戏系统你也给我找试试吧，都怪双手插刀那小子，老子要搞死你！说完，刘心远便想要传送到主世界位面，刚选择传送，发现传送不了，气急之下登录游戏论坛，发了一个悬赏易水寒的悬赏令。发送完悬赏易水寒的帖子之后，便选择了下线。今天他是真的没有心情再去玩游戏了，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花钱找了这么多的小弟，结果连双手插刀这一个人都解决不了，害自己最后被人这么嘲讽。本来大家也没太把刘心远的这个悬赏帖子当一回事，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帖子，结果有一名刘心远的一名小弟看到了，然后把其他那些人叫来，把这个帖子顶上去。大家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悬赏令并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发这个悬赏令的是刘氏集团的刘心远。卧槽，悬赏双手插刀大佬啊，喜闻乐见了。这双手插刀大佬到底把刘心远怎么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当初双手插刀大佬抢了他一个 boss 吧，当时游戏刚开服，抢了一个 boss， 那仇可是不共戴天啊，这样都没有发布悬赏令，我现在特别好奇，双手插刀大佬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让刘心远发布了悬赏令，前排坐等吃瓜。我数了一下，这杀一次双手插兜就给20万联盟币，你这是认真的吗？楼上的，你想什么呢？你没看到这刘氏集团的2少都在双手插兜身上栽了大跟头了，就我们这些普通玩家，这种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没见双手插兜大佬的伤害跟操作，职业玩家都得跪，我们就等着看戏吃瓜就行。双手插兜大佬在江海街那一片是吧？行了，战地记者正式上线，兄弟们记得关注我的动态。666，战地记者都上线了，我是没想到。行了，我也要去江海街那边凑个热闹。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双手插兜大佬是强，可这么多人集火他也遭受不住啊。万一我能等到双手插兜大佬残血的时候呢？他这么贱，我送他一程，以正我修仙的道心。双手插兜这么贱，还是我来送他这一程吧。我绝对不是因为那20万，绝对不是。流口水。同去，有没有去看现场的？搞不好还可以捡个漏。一时之间，刘心远发布的这个悬赏帖子热度被玩家们顶到最高，就连许多职业玩家都关注了。红山战队内，红山战队的队长冰城地狱联系上阿离。阿离，听说你今天在须弥界求生中被一个叫双手插兜的人给教育了，什么情况？不提这还好，一提这阿离就感觉有些无奈。这个双手插兜明明不是职业玩家，结果打起来给人的压力极大，伤害高，移动速度快，防御力也高，还有位移技能，简直就是一个6边形战士，非常难处理，就连他们这些职业玩家都拿他没有办法。队长，你听谁说的啊？阿离以为队长是来兴师问罪的，虽然自己只是一个辅助，可毕竟是职业玩家，被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给打了，说出去多少有点丢战队的面子，所以没敢第一时间承认。什么我从哪里知道的？我从论坛上看到的，说是你，还有眼镜蛇战队的阿乐，还有南非水犀牛战队的巴克，再加上我们战队的替补，好家伙，你们这么多人打人家一个，结果到最后都栽了，这个双手插都可以啊。听到队长并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阿离这才放下心来。哪有你说的这样，本来是我们这个队伍先跟双手插兜打的，但双手插兜这伤害真的离谱，一个照面，我们队伍里的一个敏系剑修就被他秒了，然后那个巴克带着队伍就来了，我怕被人前后夹击，就退开了，双手插兜也没上来打。后来阿乐来了，双手插兜就说人到齐了，他赶时间，阿乐有些看不起双手插兜，就先跟双手插兜打了，并且他们2人的队友都没有出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阿乐也被双手插兜秒杀了。这时候我们觉得双手插兜对我们的威胁太大，就想要联手先把双手插兜那个队伍踢出局。然后你知道的，我们没打过。红山战队的队长冰城地狱听完阿离的话，陷入了沉默，同时还伸出一只手摩擦着下巴，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队长，你想什么呢？阿离弱弱地问了一句，把冰城地狱的思绪拉回来。哦，是这样的，刘氏集团的2少刘心远刚才在游戏论坛上发了一个悬赏帖子，只要杀死一次双手插兜，他就给击杀双手插兜的人20万联盟币。我想着咱们最近的伙食有些差了，要不要过去掺和一脚，这样会不会跟故事战队结仇啊？阿离虽然不想跟易水寒结仇，可这悬赏的20万联盟币还是很香的，有了这20万联盟币，到时候跟其他战队的玩家一起去打 BOSS， 到时候遇到有纠纷的装备或者技能，到时候自己这边就可以花钱摆平，将这些装备和技能拿到手。队长，要不咱们过去看看，咱们也不要刻意的过去，咱们也找个在江海剑周围的任务，咱们过去就过去看看。冰城地狱看到视频中阿离那个你懂得的表情，立刻心领神会，知道阿离什么意思。好，我知道了，那你快点啊，咱们主世界位面江海剑集合，我先领了任务过去了，到时候咱们看情况，如果双手插兜这哥们挺猛，那咱们就顺水推舟帮一下，来他一个雪中送炭，赚一波好感，跟故事战队联谊一下。要是双手插兜顶不住了，那咱们就帮他一下，那20万给谁不是给，为啥不给我们是吧？阿离看到自己的队长理解的这么到位，立刻竖了一个大拇指。同一时间，莫小莫的直播间内，易水寒被人悬赏了的弹幕刷屏了。莫小莫刚打完一个小怪，得意的哈哈笑道：怎么样，姐姐这个操作帅吧？这个怪被姐姐玩得团团转，连我的裙角都摸不到，无伤打怪就是这样的，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莫小莫说完，便得意洋洋地准备迎接直播间内的赞美，结果看了一眼直播间的弹幕，居然都是一些说双手插兜大佬被人悬赏通缉的弹幕，满脑袋问号。兄弟们，什么情况啊？我队长被人悬赏通缉了。对啊，游戏论坛内现在热度最高的帖子，快去看一下论坛，然后快问问双手插兜大佬，你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怎么都让人悬赏了，好奇。对，快点问一下双手插兜大佬，保证你直播间的热度直接起飞。看到直播间热度起飞这4个字，莫小莫悄悄地咽了口水，嘴硬地说道：什么热度起飞？你们这是看不起我？我莫小莫是那种人吗？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看我，我只是关心队长而已。莫小莫说完，便想要跟易水寒发消息。这时候，直播间的玩家们看到莫小莫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只是想要发信息，直接在直播间的弹幕上说莫小莫没骨气。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居然不视频，还要发消息，你可争点气吧！你这也太怂了吧！还说什么关心队长，你这分明是关心自己的大腿。现在大腿有难，你还不快点提醒一下大腿，小心大腿到时候不带你了。视频，快点视频！我们想看你们对话，不想看发的消息。看到弹幕上这么多人要求自己视频，莫小莫咬了咬牙，将自己已经输入好的文字删掉，选择了跟易水寒视频。易水寒还不知道自己被悬赏的事情，还在江海剑继续寻找秩序联盟的主力军。忽然看到好友界面闪动起来，看了一下，居然是莫小莫给自己打来了视频，也没多想，直接接通。视频中出现莫小莫这张可爱的脸，易水寒先开口问道：怎么了？怎么忽然给我打视频？你之前不都是习惯给我发消息的吗？易水寒一边跟莫小莫视频聊着天，一边操控着角色寻找，一点也不耽误。啊，那什么，队长，你刚才干什么了？被莫小莫这么一问，易水寒想了一下，怎么忽然问自己干什么了？自己貌似也没干什么，也没有怎么。莫小莫忽然硬气起来问道：没怎么啊，我怎么了？我什么也没干啊，就在做任务啊，要不然还能干什么？不是，我想问的是你刚才做了什么？现在游戏论坛上挂着对你悬赏的帖子，是刘心远发布的，你怎么塌了吗？之前你抢 BOSS 然后还把他挂掉，也没见他悬赏你啊，怎么忽然悬赏你了？什么？我被人悬赏了？易水寒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挺新奇的，以前从来都是别人被悬赏，然后自己去赚这个赏金，现在忽然被人悬赏，这感觉还挺奇怪，有一种咸鱼翻身、农奴翻身把歌唱两极反转这样的感觉，就很奇妙。对啊，你被人悬赏了。等等，我看一下这个悬赏。易水寒打断莫小莫的话，打开游戏论坛。因为刘心远的悬赏帖子已经被顶到了最显眼的位置，易水寒一打开游戏论坛便看到了悬赏自己的帖子。当看到自己被刘心远悬赏20万联盟币的时候，易水寒睁大了双眼。莫小莫直播间的玩家看到易水寒整个人的眼睛睁大，还以为他害怕了呢，纷纷幸灾乐祸。哈哈，双手插兜大佬，这是啥表情？别怂啊，不就是一个悬赏，不就是被人集火围攻吗？咱怕吗？哈哈，第一次看到双手插兜大佬这样的表情，快点录下来，以后这就是考古视频。而易水寒这时候忽然表情一变，贱兮兮地说道：卧槽，我这么值钱的吗？20万联盟币也太看得起我了。这样，莫小莫，你帮我问一下这个刘心远，我不要他20万，我就要他15万怎么样？这都已经75折了，这样，你帮我捎句话，就说他给我15万，我自己就把自己的分身打死，这样我再打个折，我给我腿打折，一口价10万死一个分身，你就问他想让我死几个分身，说好了我自己动手好吧？易水寒这话说完，莫小莫整个人直接听呆了，就没见过这样的人，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三观都要被易水寒给搞颠覆了。也不光是莫小莫，因为莫小莫正好卡在热度最高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和易水寒视频，整个直播间的热度蹭的往上涨，现在的热度都要是平时的3倍了。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易水寒这样说，瞬间直播间就被刷屏了。队长，你说的是认真的吗？我说的挺认真的啊，20万死一次，太败家了，直接给我10万，你就直接说想让我死几次。易水寒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还想着，这样正好还可以卡一下 bug， 把功法和技能的等级升一下，两不耽误。易水寒打着这样的好算盘，可其他人不知道啊，只感觉易水寒这个人好狠，狠起来连自己都想杀。666，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能单走一个6了，只有这个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双手插兜大佬狠人啊，不要惹我，我狠起来连自己都杀。狼人比狠人还多一点。双手插兜大佬，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约个地点，到时候你让我杀了你的分身，然后这20万我到手之后分你10万怎么样？本来也没什么，这条弹幕一出，众人眼前纷纷一亮。刚才易水寒说自己10万就可以杀自己的分身，那自己得到20万分出去10万也没什么，合作双赢啊。第165章合成天罡护体神功。莫小莫看到这些人的话，感觉这些人在想屁吃，以他对易水寒的了解，肯定不愿意干这种事。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打死自己的分身，还有可能让别人打死，他觉得不可能。没有再理会这些直播间内的沙雕网友，把注意力放到易水寒那边。现在莫小莫是真的好奇了，好奇心被勾起来，便再也抑制不住。队长，你到底干了什么啊？这莫名其妙的就被人悬赏了。我们打完续密界求生之后也没多长时间啊。也没什么，我就是接了一个任务，到江海剑这边做任务，好巧不巧的遇到了刘心远，这不就是冤家路窄吗？就是这样，我把他们那一队把人全部灭了。刘心远这家伙的名声其实都已经臭了，各种欺负普通玩家，在普通玩家群体中的名声特别差，莫小莫多少也是知道一点的。而刘心远之所以名声差，还能在游戏中没人动，一是因为他背后的势力让那些能动得了他的不敢轻举妄动，二是一部分高玩又被他收买了，这些高玩成了他的狗腿子，那些普通玩家打不过这些被收买的狗腿子。刘心远是花了大价钱的，
所以手下的小弟还是挺强的。结果到了易水寒这里，说收拾就收拾，轻松写意，并且一点面子也不给。易水寒这样回答完莫小莫的话后，直播间再次被弹幕刷屏。双手插兜大佬牛皮，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去打双手插兜大佬了。那么多人打一个人，兄弟们，我早就看那个刘心远不顺眼了。什么东西啊？不就有几个臭钱，说包场就要把所有玩家都赶走，又不是他家开的，装什么？我要去帮双手插兜大佬，有一起的吗？算了，我还是不去了。那边去可好多高手，好像都有职业战队的人过去了，去了也是送菜，我还是安心搬砖吧。搬什么砖？过去随便杀几个，爆件装备不比你搬砖强多了。卧槽，被人爆你是一点也不提啊？那要是被人爆了呢？算了，被爆了就被爆了。如果能报复刘心远，算我一个，老子这辈子就跟刘心远干上了，欺人太甚。对，拐子不拄棍儿，要的就是这股劲儿，搞起！一时之间，很多被刘心远欺负过的玩家刷屏要去支援易水寒，看得莫小莫很是激动。多谢大家了，对于大家的帮助，我先代表队长先谢谢你们了。莫小莫开口答谢，直播间内的观众不答应了，他们是去帮易水寒，又不是去帮他莫小莫，凭什么他道谢？要道谢也应该是易水寒道谢。你莫小莫算什么？凭什么你来道谢？就算是谢，那也应该是双手插兜大佬来谢我们。就是让双手插兜大佬开播吧，等会儿我们挂了也能看双手插兜大佬打那群不要脸的，为了钱什么没良心的事都干。就是刘心远这么不是人还去帮他，可见等会儿去打双手插兜大佬的这些人也不怎么样，就应该干死这些人。快点让双手插兜大佬开直播，开直播！看到大家让易水寒开直播的呼声这么大，莫小莫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些为难。毕竟待会儿有那么多人要求打易水寒，现在让易水寒开直播，那到时候那些想要对付易水寒的玩家不就更加的清楚易水寒的位置了吗？所以对于直播间内让易水寒开直播的呼声，莫小莫不知道该不该说。怎么了？怎么忽然脸色这么难看？听到易水寒这样问自己，莫小莫只好硬着头皮将直播间让他开直播的事情告诉他。莫小莫心中想着，反正自己队长挺靠谱的，从来没有干过没有把握的事，把这个难题交给他自己来解决，反正最后也不可能因为自己说不让他开播他就不开播。想清楚这些，心中倒是好受了一点。哦，这样啊，有很多人来找我呀，那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开个播吧，想凑热闹的一起来啊，20万哟。看到易水寒答应开直播之后居然还皮了一下，那就证明易水寒现在根本就不担心自己被人悬赏这件事，让莫小莫松了一大口气。忽然莫小莫想到了易水寒要开播了，拿自己还直播什么，当即对着直播间内的观众说道：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主播要下播去看我队长的直播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莫小莫说完，根本就不等直播间内观众的反应，直接光速下播，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莫小莫的直播间就已经关掉，变成了黑屏。当大家反应过来，直播间内迅速被刷屏。等到大部分人离开莫小莫直播间后，这才清静下来。几名莫小莫的死忠粉在见到直播间清静下来之后，这才在直播间聊天。莫小莫这个蠢女人，上赶着往上送，真是没有出息啊！谁说不是呢？双手插兜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比我帅了一点？不就是比我强了一点？不就是人会搞事了一点？除了这些，他比我强的，我哪点比他差？老哥儿，你是真不要脸啊！你把比人家差的都给撇开了，可不就是剩下的都比人家强了？我很好奇，你把这些都撇开之后，你还剩下啥？我剩下的多了，你管我？算了，你们这些人太肤浅，只看表面，不知道看一个人的灵魂。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看双手插兜大佬的直播了。这哥们儿挺有意思，估计跟双手插兜大佬比脸厚，可以一较高下。可惜的是我玩的是战士，主位面世界跟双手插兜大佬的主位面世界不在一起，要不然我肯定也去凑一下热闹。算了，我也去看双手插兜大佬的直播了。这悬赏帖子也发酵了一会儿时间了，估计再等一会儿就有人找到双手插兜大佬了，看戏去了。这条弹幕发完，莫小莫的直播间彻底陷入死寂。而此时易水寒的直播间内，大家乱糟糟的发着弹幕。这些弹幕中有骂易水寒的，有想要让易水寒带一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弹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易水寒也懒得看这些人都在发什么，直接将发送弹幕这个功能给封掉。这一下所有的弹幕都不见了。看到干净的直播间，易水寒这才心满意足地说道：行了，这下世界安静了。我知道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这些人中，肯定有想要打死我的，你们不要反对，口是心非这个词就是说的你们。不过呢也没有关系，想来就来吧，多来点人，我怕你们人太少，不够我打。易水寒刚才把发送弹幕这个功能封掉，着实是闪了在座各位的腰。直播嘛，本来就是及时沟通，这样才有意思。易水寒倒好，直接让大家都不能在直播间说话。更加气人的是，不让大家发送弹幕后，居然还说出这样狂妄的话，把很多人气得够呛。可是现在又发送不了弹幕骂易水寒，让许多人气得够呛，尤其是此时已经退出游戏的刘心远。刘心远在知道易水寒被自己悬赏通缉之后，居然还敢开直播，
就第一时间看易水寒的直播，想要亲眼看着易水寒怎么被人挂掉。结果还没看到易水寒如何被人挂掉，反而先看到了易水寒这大言不惭的话。本来心中已经下去一点的火儿，这一下烧得更加旺盛了，当真是恨不得将易水寒碎尸万段。然而易水寒的整活儿还没有结束，对着直播间说道：要么打死我，要么我打死在座想要打死我的各位，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是想说，各位，你们都是垃圾。易水寒说完之后，这一下让那些想要打死他的人更加火大了。可是易水寒的直播间不能发弹幕，无奈之下，有人在游戏论坛上开了一个帖子，在帖子上各种辱骂易水寒的狂妄。随后那些想要灭掉易水寒的玩家纷纷在这个帖子下回复：易水寒这是在找死吗？自然不是。易水寒在找了一会儿秩序联盟的 NPC 无果之后，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这个游戏是十分真实的，前期玩家比较弱，对于主线走向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有限并不是说改变不了，还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把玩家们聚集起来，那就能让这个有限的改变在特殊的情况下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易水寒想的是，自己找秩序联盟的 NPC 肯定非常不好找，搞不好还找不到，到时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耽误时间，到最后也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刘心远忽然悬赏自己，倒是可以让很多玩家聚集起来，自己是找不到秩序联盟的 NPC， 可自己可以引来无数个秩序联盟的玩家，玩家也是敌对势力，只要玩家们的数量够多，到时候就足以引起侠义盟这些 NPC 的注意，到时候自己的任务自然就完成了，并且还能改变整个主线的走向，一举多得。易水寒知道这一次招来足够多的玩家才是关键，所以开直播嘲讽这件事只不过是顺手而为之罢了。再说了，易水寒准备好好提升一波实力，让这些人都看看自己现在的实力了，不要总觉得自己现在是个职业玩家就如何人如何厉害，从蓝星走出去跟其他那些实力顶尖玩家比起来啥也不是，这些人没有一点刺激，根本就不急着提升实力的。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唯一可以清楚认识到蓝星现在整体水平如何的人，易水寒觉得自己应该给他们一点刺激。现在自己已经是故事战队的替补了，距离上职业比赛就差一步，易水寒准备用个猛料，让自己直接踏上职业赛场。易水寒操控自己的第一分身回自己的小世界，并且让另外2个正在挂机刷经验的分身也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这2个挂机的分身都是一身白银装，等级也都在31级 30% 左右的经验。因为这2个挂机刷经验的分身分别是易水寒1级和10级放出来的，这2个分身可以直接把等级压到1级和10级，让这些经验用来提升技能和功法等级。随着2名分身的经验投入到功法中，金钟罩和铜墙铁壁2个功法同时被升到满级，龙象般若功升到4级。接下来龙象般若功要升级需要的经验太多，现在把剩下的这些经验全投到这部功法中，也就能再升1级而已，性价比不高。在2部功法同时升到满级的同时，易水寒接收到系统的提示，这个系统的提示易水寒直接在直播间给屏蔽了，不让大家看到这条消息。检测到玩家同时拥有满级金钟罩和铜墙铁壁，具备功法进阶融合的条件，是否选择进阶融合？注意，功法进阶融合后，原先2部功法消失。做到这一步，易水寒为的就是功法的融合，自然选择了确认。功法融合进阶中，请稍等，需要时间10秒钟。功法进阶融合已经完成，金钟罩和铜墙铁壁2部功法已经融合进阶为天罡护体神功。看到功法融合完成，将还多余的经验全部投送给天罡护体真气这部功法。天罡护体神功，种类功法，品质 D， 等级 LV3， 力量加30，体力加30，物理防御力900，魔法防御力900，经验值06000W， 修为效率3，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功法效果，学习功法后获得大量力量和体质，护体真气变为天罡护体真气，修为压制削弱 50%， 获得 30% 免伤效果。龙象般若功，种类功法，品质 D， 等级 LV4， 力量加200，体力加200，经验值07500W， 修为效率3，学习要求修仙体系体修职业玩家，等级 LV10。功法效果，学习功法后获得大量力量和体质，攻击时有巨力加持，修为深厚精纯，与敌人修为比较时，额外计算 10% 本身修为。2部功法对比起来，天罡护体神功家的属性比起龙象般若功好像要差上一些，可实际上可并不是这样的。第166章，一人灭40人。天罡护体神功的属性加成虽然弱一点，可这功法的特效可是非常变态的，忽视 50% 修为压制和 30% 的免伤，可以让对手跟自己修为对比时，让对方修为比自己高 1.5 倍的时候才会对自己形成修为压制，反之自己对别人修为压制时会增幅 50%，
这个自己对敌人修为压制虽然没有介绍，可这却是经过实践知道的，可以说十分变态。在目前这个别人功法抵消不了天罡护体神功功法特效的阶段，可以让自己的生存能力大大加强。接着还剩下一些经验，易水寒有些纠结这些经验到底该给雷霆半月斩还是流影电光闪。雷霆半月斩是易水寒现在所有瞬发技能中伤害爆发最高的技能，提升之后会让这个伤害变得更高。流影电光闪则是易水寒现在唯一的瞬移技能，这个技能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改变战局的作用，同时也是保命逃跑的关键技能。易水寒想了一下，觉得现在这个流影电光闪已经够用了，伤害越高越好，现在也只不过是能秒个脆皮，把这些经验全部投给雷霆半月斩，争取可以秒那些敏系近战输出。雷霆半月斩，类型技能，品质 C， 等级 LV3， 威力 10.0， 冷却时间40秒，消耗175法力值，经验值 01500W， 学习要求无要求。效果将雷霆凝聚于武器之上，身体在半空中斜着旋转360度，劈在敌人身上，对敌人造成10倍物理和10倍雷系魔法伤害。易水寒看完功法和技能之后表示很满意，雷霆半月斩给到其他职业只能打出魔法伤害或者物理伤害，都是单修，不像是易水寒是6边形战士，物理和魔法伤害都很高，伤害是其他玩家的2倍，提升效果是其他玩家的2倍。现在雷霆半月斩的伤害再次提升，接下来就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时候易水寒的2个挂机分身已经分别是1级和10级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练级价值了，当即将2个分身挂掉，因为2个分身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就算是让这俩分身和本体融合，也不会提供经验，纯粹的浪费时间，这是易水寒之前试过的，所以下手非常干脆。将2名分身挂掉之后，让第一分身使用千变万化神通，接着把分身再给分出来，再将一个分身分出来之后，便让这个刚分出来的分身释放千变万化神通，操控第一分身回到主世界位面。因为易水寒上线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了，打完续密界求生之后再赶到江海剑就已经是晚上9点多，将近10点的时间了。后面寻找秩序联盟 NPC， 再把流星远几人解决，这时候就已经是10点半，再加上流星远悬赏的发酵，这时候已经都是晚上11点了。易水寒又不准备通宵玩游戏，准备再等一会儿，要是这些人没来，那自己就先下线睡觉去。易水寒等了一会儿，来了2批玩家。这2批玩家有一批是从易水寒后面出现的，这是侠义盟阵营的玩家，这一批玩家有14名玩家。另一批玩家是从易水寒对面走来的，是秩序联盟阵营的玩家，只有7人。易水寒看着几人，淡定的开口说道：几位，大晚上的来江海剑，有何贵干啊？2批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有些沉默。正在看易水寒直播的玩家看到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感觉非常搞笑。游戏论坛上关于易水寒直播实时聊天的帖子下，玩家们疯狂发帖。卧槽，这2边加起来21人，这是干嘛呢？怎么沉默了？打呀！双手插兜大佬666，一句话把2边人都给问住了。这种一个人镇住全场的气势，就1个字：霸道。2边人都有点怂，都没有底气，不敢打还先来，真是笑死爷了。真男人，不是怂就是干。前面的哥们儿，你这霸道分明是俩字儿，好吧？害老子专门翻回去看了一眼，这可不是1个字儿。又来人了，这下又来一波人，可以啊，这悬赏还真是给力。这就40人，打起来40人的大混战，我还没见过呢。什么1个字儿2个字儿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什么细节？这哪是什么细节？你那明明是不识数啊，混蛋！易水寒看到又来了一批秩序联盟阵营，再次开口说道：怎么说啊？别不吱声啊！到底打不打？不打的话，那我就先下线了。这好不容易等到要打起来了，这一晚上在等什么？就是在等这些人来围攻易水寒。结果现在正主要跑，直播实时聊天帖瞬间被刷屏。当然，这些帖子中也掺杂着一些你可做个人吧等帖子。此刻在场的这几人看到流星远悬赏帖子的时候，生怕别人抢了先，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这个悬赏不算了。在他们想来，这可是20万联盟币，来的人一定会很多。事实上，他们想的也没错，想来杀易水寒拿赏金的玩家确实很多。可他们这些人少算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人距离江海剑的距离。要知道，江海剑这个位置还是挺偏僻的，就算同样是在永宁州，距离最远的玩家赶过来，最起码也得10几个小时。这还是在有坐骑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坐骑，距离又正好在永宁州的最东边，那跑1天都过不来。而他们这些人正好是在距离江海剑周边范围做任务，看到悬赏帖子就过来了，成了第一批过来的玩家。现在这些人有些骑虎难下的意思，都知道易水寒正在开直播，现在很多人都看着呢。这时候要是怂了，以后玩游戏还怎么混？侠义盟阵营的玩家没怎么跟流星远他们接触过，不太清楚流星远那些人的实力水平，
秩序联盟这边的玩家可是清楚的，刘星远的那些狗腿子水平很高，所以先开口说道：“侠义盟阵营的兄弟，要不咱们一起打双手插兜？单靠我们秩序联盟的这些人，可能还真不够他打的。我们一起可能还有点机会，到时候我们谁能杀死他算谁幸运，咱们各凭实力，行不行？”侠义盟阵营的这些玩家互相看了看，随后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行。随后侠义盟这边领队的玩家开口说道：“可以，咱们组队，要不然容易误伤。”可以。两边说完便组了一个中型队伍，这个中型队伍可以直接组100到500人不等。这一次他们这些人建的是一个100人的中型队伍，需要花费1金币，由所有玩家支出。组好队了吗？组好队了，那咱们就开始吧。易水寒说完，直播实时聊天帖的下面玩家再次疯狂发帖。666，不得不说，论装逼还得是双手插兜，别人都没有这味儿，就算是血法师江远洲在职业赛场上都要杀疯了，装起来也没有双手插兜大佬会装。大丈夫当如是。现在我宣布，蓝星第一逼王诞生了，双手插兜荣获这一桂冠。这波装逼我给你打120分，多出来的20分钟是告诉你，尽管去骄傲，你这水平已经远远甩开其他选手了。第一届逼王评选，请选手们入场，评委禁止参赛，赶紧回自己的评委席，给选手们一点机会好吧。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够了。游戏论坛讨论的火热，易水寒这边也要准备动手了。那一伙人将队组好之后，缓缓地围向易水寒。易水寒对于这些人围过来的举动丝毫不慌，甚至还操控自己小世界内的2名角色，让2名角色穿上白银装后去挂机。看到易水寒这么能装，到现在了居然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40人中的8名灵修看到他这么拖大，当即几个技能甩过去。看到几个技能打过来，易水寒连躲都没想躲。现在属性刚提升完，易水寒也想看一下自己现在的防御，想要尝尝他们技能，看他们的伤害怎么样。一般来说，一个队伍中法系的输出从一定意义上就可以代表整个队伍的输出水平怎么样了。几个技能直接打在易水寒的身上，易水寒的修为是12年，而那些玩家的修为也就10年左右的样子，修为本来就比易水寒的修为低，再加上易水寒功法特效，伤害直接削弱 30%， 然后天罡护体神功和龙象般若功的免伤加起来总共免伤 40%， 再加上易水寒这高额的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几人的技能打在易水寒的身上。8 miss 3 6，看到这打出来的伤害，这边40人感觉整个人都要骂了。这是什么？我这技能打过去就打出个位数的伤害？妈的，我这更离谱，直接 miss 了。意思就是说我这伤害打过去不破防，要不要这么离谱？防御属性可比攻击属性难堆，防御都这样了，那攻击力得高成什么样啊？那什么，这双手插兜也太离谱了，这还打什么啊？就这种防御，就算是被别人打成残血，咱们这点输出，就算是想要捡漏也捡不了啊。看到这样的结果，侠义盟阵营这边的玩家中有人不想打了，所以就提出了这样的想法。现在双手插兜的直播间，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差不多快要有5000万人了。这么多人，大部分正在看的玩家都是我们这个主世界外面的玩家。这么多人，以后要是认出我们了，咱们组队玩，然后人跑了，以后别人认出我们，谁还跟我们组队啊？一遇到意外情况就跑，卖队友，咱们以后也不用混了。几人一听，面露苦涩，可是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上冲。另一边，秩序联盟阵营这边的人也在打退堂鼓，明明距离易水寒的距离比侠义盟阵营那边的人要近许多，却是冲上去的速度非常慢。我靠，侠义盟那边的人怎么回事？你们快点跑啊！你们不跑，我们怎么跑啊？这都赶上，找死吗？眨眼之间，侠义盟阵营的几人冲到易水寒身前，秩序联盟阵营的玩家无奈之下也只好跟着冲过去，心中连连叫苦。这次估计是栽了，赔大发了。说着，40人一起围攻易水寒，易水寒躲开一人攻击，找到一个角度，一个碎石掌打出，波及到8人。就这一掌，把几人的血量直接打到 40% 以下，进入虚弱状态。紧接着，易水寒用出掌心雷，掌心雷的范围比碎石掌的范围更大，这一下包括刚才被打中的那8人，直接波及到23人。刚才血量已经在 40% 以下的8人，直接就挂掉了，非常的干脆。另外几人看到自己的血量降到 50% 以下，感觉非常离谱。我靠，这什么鬼伤害啊？我主属性可是体质，这一下就打了我16000的血，这也太离谱了吧！我靠，我主属性是敏捷，这一下我都快要被他秒了，我22000的血量直接被打了将近2万，都快要把我秒了，这谁能顶得住？这伤害就离谱。易水寒接下来在挨了几下这些人的攻击之后，发现这些人打自己都不破防的，伤害只有个位数，这一下连躲都懒得多了，直接横推，只是用了5分钟，40人全部被易水寒解决。因为这一群人中有26人是秩序联盟阵营的玩家，易水寒将这些人全部挂掉，给易水寒带来52活动积分。就在易水寒跟刚才那些人打的时候，其实又来了一波人，这
这波人看到易水寒这么生猛，一个人追着这么多人打，早就打起了退堂鼓，不准备直接跟易水寒动手。易水寒此时看到在边上的这些人，开口问道：“怎么，你们也要来吗？”听到这句话，刚到的这些人中，立刻有玩家急忙回答道：“没，我就过来看看，没别的意思。”第167章，刘叔的把妹秘诀。他们这些人可是看了，刚才易水寒打那些人跟老子教训儿子一样。对面这些人中，有几个人跟他们这些人结下了梁子，知道这些人的水平是什么样，自己几人跟那几人的水平也差不多，上去也只是送菜。他们几人也没有被人虐的爱好，自然连忙否认是过来找易水寒麻烦的。那行吧，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说着，易水寒便对着直播间内的玩家们说道：“行了，玩了一天游戏，我都困了。行了，那我就先下游戏了。”说完，易水寒便关闭了直播间，同时操控自己的角色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随着易水寒关掉直播，游戏论坛的直播实时交流贴下面发帖数量暴涨，大家这看得正起劲儿呢，自己玩都没有看易水寒虐人有意思，结果就这么说下线就下线了，放了一群人的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就在帖子下面大量的帖子批判易水寒的这种行为，可即便是这样，那些想要杀死易水寒的人也没有死心，仍然想着自己可以拿到赏金的好事，所以仍然有大批玩家前往江海见。回到自己小世界，易水寒去林田看了一眼，发现灵植长势很好，张三父女两人的植物亲和非常好用，可以将这些灵植照顾得很好。这第一批的灵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生长，已经快要成熟了。易水寒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当即心下大喜，奖励给张三父女两人一大块瘦肉，鼓励了两人几句，让两人好好干。随后，易水寒设置好自己的第一分身和第二分身，让两个分身去挂机，搞定完这一切，这才下线。下线后，易水寒从游戏舱中出来，先去冲了一个澡，感觉肚子有些饿，想要吃点东西。走到挨着街道的这个窗户旁边，看到此时楼下的快餐店还亮着灯，便打算先下去随便吃点。穿好衣服下楼，走进这个快餐店。刘叔，怎么今天这么晚啊？被易水寒称作刘叔的男人看到是易水寒，立刻笑呵呵地说道：“原来是小韩啊，有段时间没见了，是不是天天光顾着玩游戏了？晚上怎么也不见你来刘叔这里吃饭了？”“可不是，天天玩游戏，一玩就到凌晨了。你这个店又不像是今天这样天天到这么晚，自然见不到我。话说今天怎么了？这么晚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听到易水寒这么问，刘叔也感觉很纳闷。一般来讲，晚上10点钟左右是人最多的时候，在12点之前，这些人就都走了，哪像是今天直接坐在店里也不走。好在这些人也不是只在这里干坐着，还点一点酒水和烧烤，可以让刘叔赚一点，要不然他还真要撵人了。这都要凌晨1点钟了，谁知道呢？这些人一般也就在12点之前就会去继续玩游戏了。今天还坐在这里，好像是在看什么直播，说是一个人在游戏论坛上被人给悬赏了，只要把那个人在游戏中杀死了，就可以领到20万联盟币。我滴个乖乖，20万联盟币，我这不吃不喝干2年也挣不到。听到易水寒跟刘叔两人的对话，坐在一旁的几名年轻人立刻开口说道：“大叔，哪有你想的这么容易？20万联盟币是不少，可你也不想想，那个被悬赏的人能是普通人吗？被悬赏的人在游戏中游戏 ID 叫双手插兜，人家已经是故事战队的替补了，职业玩家，那可是100万里挑一的人啊。就是大叔，你是没看到，刚才有40人去打人家双手插兜一个人，结果在10分钟之内，让人家一个人把40人都给灭了。嚯，一人打40人，这么猛？那可不是，大叔，比你想的还要猛，帅呆了。”有一人一边说着，脸上露出回味的表情，眼睛中似乎都有小星星了。忽然有一人看向易水寒，开口问道：“哥们儿，看你刚才过来，刚才看了双手插兜的直播了吗？”易水寒本来还有点心虚，出门时还特意戴了一个眼镜，黑色大框眼睛遮住小半个脸，生怕别人认出自己是双手插兜。这要是认出自己，然后把自己的现实地址往游戏论坛上一发，其他人会不会找自己的麻烦，易水寒不太清楚，可刘星远那只疯狗肯定会在现实中找自己，然后来疯狂报复自己。听到这些人中有人问自己有没有看直播，一般都讲先入为主，要不怎么说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呢？刚上来没发现自己是双手插兜，那后面大概率也发现不了。想清楚这些，易水寒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我刚才就是在看双手插兜大佬的直播，那防御也太变态了，那些人根本就打不破防，反过来看双手插兜大佬，那伤害简直了，就那个雷爆炸的技能，一个半径5米范围内的所有人，只要吃了这个技能，那直接被打掉15000往上的血量，小脆皮直接就残血了，简直就是离谱，也不知道人家那伤害怎么来的，要是我有那样的伤害。听到这里，那些人立刻打断易水寒：“嘿，哥们儿，别做梦了，咱们这些普通人就别想着有人家双手插兜大佬那样的伤害，有人家1半的属性，那咱们这些人也该知足了。那个横扫八荒，我也有那个技能，我这没日没夜的玩，
现在我一个横扫八荒才3000多伤害，双手插兜大佬一下8000多的伤害，我现在这伤害连人家的一半都没有。大床子，我跟你说，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一个人打40个人，打4个人我都没有敢梦过，结果人家在现实中就做到了。你说他开挂吧，咱蓝星的科技水平又不可能，只能相信人家那是自己玩的，人家自己玩的都比我做梦梦到的离谱，想想都觉得扯。行了行了，双手插兜大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说下播就下播，这看得正带劲儿呢，马上又有很多人就要到了，多打一会儿不行吗？你慢慢打，把这些要来打你的人都给慢慢处理掉多好。现在下线，明天一传送到主位面世界，那不得聚集起来很多玩家，到时候那么多人，光是控制住你都能给你控死。也不知道双手插兜大佬怎么想的，估计是想不开了。走了，明天继续看，估计双手插兜大佬还会开直播，不给开直播就去冲莫小莫直播间，莫小莫给双手插兜大佬一撒娇，那肯定开直播。不是吧？我觉得双手插兜大佬对莫小莫那个女人没意思啊，顾氏战队可是有顾倾城的，那可是顾倾城，我的女神，我相信双手插兜肯定也喜欢顾倾城。那要是冲莫小莫直播间不行，那咱们就去冲顾氏战队的官方账号，我就不信了，顾氏战队官方账号被冲了还不联系双手插兜开直播。易水寒听到这些人说自己要是不开播，那就去冲莫小莫的直播间，他还真想先不开直播，然后等到莫小莫那边被爆破之后来求自己呢。结果这些人一转头又想去冲顾氏战队的官方账号，心头一跳。要知道易水寒现在也只是替补，还没有当上战队首发，这要是让官方账号被人冲了，那顾氏家族中的那些老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虽然现在是顾倾城在主持战队，可现在顾氏战队这样的成绩肯定是让他压力非常大，搞不好易水寒等下就连替补都没了。如果去其他战队又没有什么上场机会，白耽误时间。想了想，易水寒觉得自己明天还是开直播吧，别整那些有的没的了，开直播也能挣钱不是？想清楚这些便释然了。稍微待了一会儿，刘叔便把易水寒的饭端上来。喏，老样子，一碗馄饨一个饼卷肉，刚才多烤了一点肉串，你也吃了吧。易水寒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现在自己在游戏中的那些东西要真的换成钱，那现在自己就是一个暴发户了。刘叔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开饭馆也不容易，也就不想占这个便宜。刘叔，其实我都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还升起炉子烤串了，这么点够谁吃？我这完了一天游戏没吃饭了。这样吧，刘叔，你多烤点，咱们爷俩整点，反正后面估计也没人了。正好今天我报了一件装备，自己用不了，然后卖了2000联盟币，今天犒劳一下自己，也算是这么多天没来您这支持一下您这生意，不能老在您这蹭吃蹭喝的。今天我请您。你小子有了俩钱烧的你。说着，刘叔笑骂了一句，然后就去烤串了，倒是没有跟易水寒太多计较。嘿嘿，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不像您，有一大家子人等着您养活，我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呀，你现在快20岁了吧，也没谈过对象，准备什么时候找对象啊？有没有喜欢的人？刘叔一边烤着串，一边问易水寒的终身大事。这人一上了年纪，就喜欢关心后辈这些成家立业的事情，亘古不变。哪有快20了，才18岁？瞎说，你不是19了吗？19那是虚岁，我才18周岁。都多大的人了，还周岁？就是19了，这不，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了，那时候不就20了？行，马上20了，我不跟你吵这个，没意义。对头，那是我说的有道理，什么不跟我吵？你就算是跟我吵，那也是我说的有道理，快别扯开话题，什么时候谈对象啊？有喜欢的姑娘吗？嘿，我还真看上一个，就是人家那条件有点高，我这不赶紧努力一下。一听到易水寒说自己有喜欢的姑娘了，刘叔立马就来劲了。光努力有什么用？你得多跟人家女孩联系，现在这个外面花花世界，隔2天你不搭理人家，人家哪里还能记住你？说不准就跟着别人跑了。这样你得脸皮厚一点，不要怕人家拒绝，直接跟人家表示你的好感，然后时不时的在他面前晃一下，然后你再去干你自己的那些事。你这样忽远忽近的，人家姑娘就会想了，这个小伙对我有没有意思啊？怎么忽然不理我了？哎，只要他这样一想，然后你就在他那边印象深刻了，过不了几天，他自己就把自己给攻略了，这就叫自我攻略。刘叔说的这妖牛皮，易水寒听的都顾不上吃卷饼了。刘叔，你这不是在坑我吧？我怎么听得这么不靠谱啊？嘿，你这倒霉孩子，你还不信你刘叔？你刘叔还能害你不成？你见过你婶婶的？你觉得你刘叔我没有2把刷子，能跟你婶婶结婚？易水寒一想，确实是这么一回事。那个婶婶长得很漂亮，怎么看都不像是能看上刘叔的样子。俩人能最后走到一起，还真可能就是刘叔手段高明。这时候，刘叔手中拿着2大把烤串走过来，放到桌子上的盘子里。易水寒听到刘叔说到这里，那立刻来了兴趣，非常好奇当初他是怎么搞定婶婶的。刘叔，你快坐，来，我给你擦擦，坐。易水寒非常狗腿的帮刘叔把椅子从桌子下面抽出来，甚至还用袖子擦了一下椅子，把刘叔都给整乐了。你小子少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什么时候谈了对象了领过来让我瞧瞧，让我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把我家那丫头给比下去了？你小子连我姑娘都看不上，眼睛指不定是哪有毛病。听到刘叔还说他女儿那事，易水寒只是笑着不说话。刘叔，您快说说，你当初是怎么把婶婶搞定的啊？婶婶这么漂亮，当初肯定不少人追吧？易水寒说到这里，刘叔立刻得意起来，想想自己从那么多人的手中把自己的媳妇抢到手，那还是真的挺让他感觉骄傲的，不知不觉间身子都挺直了。当即刘叔清了清嗓子，以一副很骄傲的样子开口说道：第168章急火易水寒，打不动。我跟你讲，你婶婶当初那叫一个漂亮，漂亮的很多人都不敢去追她，那些稍微好看一点的女生，那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你婶婶长得那么好看，结果没人追。你想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啥？易水寒以为就听一下刘叔的光辉事迹，八卦的同时还能学习一下，没想到这上来就提问自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干啥？还能干啥？没人敢追，正好没有竞争对手，追？你这不净说废话吗？我干嘛问你来着？那追女孩可不就是去追吗？我问你怎么追？易水寒挠了挠头，顾倾城现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我要是知道早行动了。这个还真不清楚。刘叔，明明是我来请教你的，怎么变成你来考我了？那我要是知道这些了，那我不早就开窍，早就有女朋友了吗？刘叔摸了摸下巴，想了想，也是啊，不能对这小子要求太高，斜视了易水寒一眼，一副瞧不上眼的样子。行吧，不能对你小子要求太高，毕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你刘叔我一样，来让刘叔教你一下。这时候你不用追，追什么呀？直接表白。可嗨，直接表白，这么生猛的吗？易水寒还以为刘叔要说什么呢，没想到说的居然是直接表白，怎么生猛的吗？这样的说法直接把易水寒给吓到了，刚才正好在喝啤酒，整个人直接就被呛到了。等会儿，刘叔，你先等会儿，上来别人都不敢追的人，咱上来就表白，要不要这么刺激？你懂什么？你想啊，别人都有人追，然后人家女孩比其他女孩都漂亮，结果到最后却没人追，那心里能舒服吗？这时候你忽然出现，上来就表白，这叫啥？这叫重症就用猛药。噗！听到这里，易水寒直接就喷了，重症就用猛药是用在这里的吗？长见识了。可嗨，等会儿，刘叔，我感觉你在抠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你这不靠谱。听到易水寒这样说自己，刘叔当即不高兴了，这可是自己实践得来的经验，自己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让自己感觉骄傲的事，那就是把别人的女神追到了手，结果现在被人否定了，哪还能开心的起来？怎么就不靠谱了？你刘叔我都实践过了，你就直接表白，到时候你可能没达到人家那个择偶标准，然后人家拒绝你了。看，我就说了不靠谱，你都说了，人家女孩会拒绝。等我把话说完，什么毛病？总是打断我说话。我跟你讲，虽然她会拒绝你，但这时候你在她心中的印象跟其他那些人的印象比起来，一定会深刻许多。这时候你先追她一段时间，她要是对你爱答不理，然后你就晾她几天。这时候那个女孩看到别人有男朋友，看到别人有人追，再想想自己唯一一个追自己的，好像还让自己撵走了，这时候她就会想你，然后你的印象再一次加深，再然后她就会想，要是答应你就好了，这样就有男朋友了。哎，这时候你再出现，搞不好都不用你再表白了，对方直接就对你表白了，因为他知道你对他有意思。我这个方法不光能让你追上你的女神，到最后你还能骄傲对别人说是对方跟你表白的，想想就很爽。刘叔说着，脸上笑得跟个花儿一样，显然是非常得意，尤其是看到易水寒那一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心中十分舒坦，连胃口都好了许多。本来吃5个串就可以吃饱的，这一下吃了7个串。易水寒想了想，觉得刘叔这教的好像没什么问题，真要是立下来的话，还真能够行得通，当即对着刘叔竖了一个大拇指。刘叔，你这套路真深，服了。那是，你以为你刘叔这么多年是白活的？什么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赶紧追你那个姑娘，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我，包行。随后两人聊得十分开心，一直聊了1个小时，易水寒这才回去睡觉。在回去的路上，易水寒还一直想着刘叔教自己的套路，越想越觉得可以。当晚睡觉时，感觉梦都是甜的。在梦中，易水寒梦到顾倾城向自己表白了。第二天，易水寒9点钟才起床，起来之后先去锻炼了1个小时，洗完澡后这才上线。易水寒刚一上线，就看到自己的好友界面在闪烁，看了一下，居然是顾倾城和慕容雪。易水寒先打开顾倾城的聊天界面，看了一下，对方在问自己在搞什么，并且还让自己快点去主世界位面。顾倾城发来的消息非常简短，高冷女神那是一路走到底。看完顾倾城发来的消息，易水寒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去看慕容雪发来的消息。慕容雪发来的消息倒是比顾倾城的消息长很多，相对应的也告诉了易水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易水寒昨天忽然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下线了，可他离开的位置大家可是知道的，所以很多玩家通宵赶了1晚上的路，就是为了赶到江海剑，然后大家一起对付易水寒。很多人一直没有去睡，就这么干等着，
这都等到早上9点钟了，结果易水寒还没有来，很多人就忍不住了。看到莫小莫开直播了，直接开冲，直接让莫小莫都没办法直播了。无奈之下，把弹幕功能关掉。他们这些人让莫小莫去通知易水寒上线，他也没有易水寒现实中的联系方式。莫小莫直播间被冲没有什么反应，然后这些人还不死心，知道易水寒已经是故事战队的替补了，所以很多人又去冲。因为易水寒非常谨慎，害怕自己的联系方式被别人知道后，别人可能会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自己，所以关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信息都没有透露出去。易水寒要是真的不上线，其他人还真的联系不上自己，包括故事战队的人。易水寒刚想去联系慕容雪，慕容雪那边的视频就打了过来，直接接通。你去干什么了呀？现在才上线。易水寒也感觉自己很无辜，自己就是睡了一觉，然后锻炼了1个小时，怎么感觉自己犯了什么罪一样？我没干什么啊，我能干什么？刚睡醒啊。听到易水寒这么敷衍自己，慕容雪有点炸毛。他跟顾倾城虽然昨天很早就睡了，却是也从别人那里知道，易水寒昨天可是凌晨1点钟左右下线的，那时候下线去睡觉，能睡到9点钟都算是能睡的了，一般8点钟之前就该上线了。慕容雪哪里知道，易水寒下线之后还去吃了夜宵，一直吃到凌晨2点多，睡觉的时候都要到凌晨3点钟了。睡觉你睡到了几点钟啊？现在这都10点了，你一觉睡到现在？我睡到9点钟啊，然后去外面锻炼了一会儿，顺便吃了个饭。哦，你去吃饭，咱们故事战队的官方账号都要被人给冲烂了，现在我们把官方账号的评论功能都给关了，你快点去主世界位面。这群人也真是的，不就是20万联盟币吗？至于这样吗？那个可能不止20万联盟币，我3个分身呢，真要说起来是60万联盟币。60万联盟币的话，那确实不少了，你快点去主世界位面。慌什么？既然他们都已经冲了故事战队官方账号了，你慌也没用。这样吧，我先开直播，先跟莫小莫他们打完须弥界求生，让他们冲我吧，我不怕他们冲，反正我又不看。易水寒这话直接把慕容雪给整乐了，没想到易水寒会这样，完全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易水寒说完便挂断了慕容雪的视频，然后邀请莫小莫组队。看到易水寒的组队邀请，莫小莫立即同意。刚进入队伍，莫小莫便开口问道：队长，你上线了，怎么不去主世界位面啊？好像很多人都在等你上线呢。他们等我那是他们的事，我又没让他们等我，他们愿意等，那怨谁？他们想要杀我，那我就非得上去让人打死呗，凭什么？那么多人想杀我，等着呗，拿赏金是那么好拿的吗？易水寒这话说的没毛病，组上顾一涵和慕容峰之后，开始匹配须弥界求生，并且也将直播打开，关闭弹幕功能。易水寒直播一开，大量的玩家涌进直播间，只不过是短短的3分钟，易水寒直播间的人数就冲破100万，非常离谱。之所以这么快就有这么多玩家进入直播间，那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关注了易水寒的直播间，并且开启了直播提醒。在易水寒开启直播的第一时间，这些人就接到了易水寒开播的提醒。易水寒的直播间还是老样子，弹幕功能使用不了。游戏论坛下，昨天易水寒的游戏直播讨论帖再一次被顶起来。这一次，易水寒跟莫小莫打须弥界求生用了1个半小时，3局全胜，让很多没见到过易水寒操作的玩家知道，原来还有这么1号猛人。在须弥界求生打完之后，易水寒先关了一下直播间，不想让直播间的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小世界是什么样。看到易水寒忽然关闭了直播，很多人都炸了，这要搞什么？为什么忽然关闭直播？搞什么呀？一下就给我黑屏了，快点开播！你马上就要传送到主位面世界了，马上就要开打了，你把直播关了什么意思？给老子开灯！等了这么长时间，到关键时刻你不给看了，老子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易水寒先让本体传送到主世界位面，因为料到在主位面世界，那些人肯定在等着自己，搞不好很多控制技能都已经准备好了。这要是让人给控制住了，都不用人多，只要来个30-40人，这些人每人有2个控制技能，那就能把易水寒控制到死。想到这种情况，此刻又没有解控技能，只能是进入主世界位面的时候，在那些人控制技能还没有打中自己的时候，快速位移到其他位置。所以易水寒在传送到主世界位面之前，先将乌金枪从背包中取出来，并且在乌金枪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易水寒在传送进主世界位面的时候，将直播打开。易水寒刚进入主世界位面，跟易水寒想的一样，果然就在自己出现的位置上被人放了一个陷阱。好在这个陷阱只是将易水寒禁锢住，让易水寒的腿用不了。腿用不了，上半身没有限制啊！易水寒在第一时间把乌金枪投掷出去。易水寒刚把乌金枪投掷出去，这些人的技能从4面8方飞过来，目标全是易水寒。直播间内就是易水寒的第一视角，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有一种将要世界末日了一般。卧槽，这场面真壮观，这技能铺天盖地的，吓死个人。就是，这火球跟冰锥就像是下雨一样的从天空上落下来，压迫力太大了。这要完了呀，这么多技能，
打 BOSS 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吧？这边刚猜测易水寒可能要凉，结果好多人的技能打在易水寒的身边，直接就炸裂了，都没有挨到易水寒。这是因为易水寒天罡护体神功的原因，因为易水寒的修为判定上已经是对方的2倍了，这些人并不能伤害到易水寒。这些凭空炸裂的技能占据所有技能的 30% 左右，这些人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并没有想着自己能捡到漏。可现在易水寒被困住，本着试试也没什么损失的想法，也跟着放了一波技能。第一波技能打在易水寒的身上，瞬间易水寒的战斗信息界面被刷屏了。这些能打到易水寒身上的技能，打在易水寒身上，大部分都给 miss 掉了。这些人的修为是够了，可伤害不够，根本就破不了防，所以就被 miss 了，真的是一点伤害也打不出来。而这一部分的技能直接占据击中易水寒技能的90%，而剩下的那1成打在易水寒的身上，伤害也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的伤害都是个位数，只有寥寥4人的伤害打在易水寒的身上，伤害上百了。可这对于易水寒来说，这么点伤害根本就不碍事。一波技能打下去，易水寒的血量掉了 1.6%， 让这些人都看妈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打不动。第169章完成任务的新思路。几百人的技能打在易水寒的身上，大家还以为能直接秒了易水寒呢，结果才打下去一点点血量，让人看了有些崩溃。快，控制跟上，别让他解控了。有一名玩家大喊一声，立刻有一人在易水寒将要解除束缚的时候，立刻一个眩晕技能跟上，让易水寒眩晕在原地。易水寒被眩晕住，后面立刻又有技能跟上，再次集火易水寒。只不过这一次的动静就比刚才小了许多，很多人没打出来伤害，自己也知道捡漏也捡不了，没必要浪费蓝，要不然回头还得补蓝，一个补蓝药也得80铜币，都相当于1块6的联盟币了。看到易水寒被人控制的一动也不能动，直播聊天实时帖子下面欢乐一片，哈哈，直接成活靶子了，这么多人把握好时间，把控制连接上，直接打到死。这是什么恐怖防御？最起码得300以上的人了吧？这么多人就打掉那么一点血，恐怖啊！防御恐怖，修为也恐怖，好多人的技能都还没打中就抵消了。双手插兜大佬牛皮，这要是顶在队伍前面，这安全感直接拉满。卧槽，咱家里什么条件啊？让双手插兜大佬给自己带来点安全感？有这条件，直接让双手插兜大佬自己动手，咱们就站后面看着就行，还要什么安全感？难道你还想让双手插兜大佬保护你吗？还不如让双手插兜大佬自由发挥，躺赢不是更舒服？这一下双手插兜大佬的情况危险了呀，这么被控着动不了，迟早被人打死，就算再肉又怎么样？还不了手，被打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易水寒看着自己的血量被一点一点打下去，丝毫不慌。这些人想要把自己打死，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以后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要出现一次失误，那自己就能逃走。到时候这些人想要再把自己控制在原地挨打，就不可能了。下一个，控制跟上。忽然，旁边走出来一人，一脚踢在地上，随后就是一脚沙子飞向易水寒的门面，进入致盲状态。操，谁让你用扬沙的？这玩意儿能现在用吗？扬沙也就只是让人进入致盲状态而已，并不限制行动。这么好的机会，易水寒自然不会放过，当即集火雷霆印记消失在原地。看到易水寒位移离开了，其他那些玩家都把目光看向这名使用扬沙控制易水寒的人。你是不是收了双手插兜的钱了？为什么要放跑他？这小子是内鬼吧？坏我们好事。要是没有他，双手插兜肯定死定了，搞死他！有人先动手，后面就有人跟着一起动手。那名用扬沙的玩家在短短的3秒内吃了10几个技能就被打死了。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几百人集火打不动双手插兜，然后自己这些人10几个技能就能被集火秒掉。另一边看到易水寒忽然出现在自己身边，吓得赶紧离开。易水寒没有去搭理他们，这么多人就算是想杀也杀不过来，没必要去搭理这些人。现在自己已经把这么多人聚集起来了，人数也不少了，现在要是把刘子涵叫过来，那自己这个支援江海剑的任务应该可以完成，搞不好主线走向也会改变。上一世是秩序联盟把侠义盟碾压了，这要是主线改变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易水寒想了想，真按着上一世的主线走，侠义盟被镇压，玩家们只能等到后面飞升塔出世之后才能离开现在主世界位面的这片区域，并且秩序联盟那些势力在天元界的背后势力也不会出手，游戏发展进程会慢许多。那要是让侠义盟占据优势，如果压着秩序联盟打，极有可能把那些大势力背后的天元界势力引来，到时候就有可能提前接触到上一世第2版本才会出现的技能功法。想清楚这些，易水寒操控自己的分身传送到主世界位面。2个分身刚传送到主世界位面，立刻触发陷阱，被束缚在原地。其他那些玩家按照之前的剧本来对付易水寒的这2个分身，然而易水寒的本体已经脱离控制了，怎么可能还让他们这些人就这么控制着自己？易水寒使用蛛丝发射器爬到侧面悬崖峭壁上，那里因为位置高不好爬上去，
所以侧面悬崖上方30多米高的位置上有一个可以站下6、7人的小平台。易水寒直接来到那个小平台上方，看到自己的分身被眩晕在原地，易水寒立刻使用蛛丝发射器将2个分身拉上来。本来大家还有信心可以打死易水寒，然后拿到赏金，现在看到易水寒的防御，现在也控不住了，感觉这次应该杀不死易水寒了，有点想打退堂鼓。易水寒这时操控自己的2个分身从侧面峭壁上跳下来，并且同时操控本体去侠义盟的据点。怎么搞？咱们把人控住都杀不死，现在更没希望了，咱们要不然撤吧，等会儿要是双手插兜来找我们麻烦就糟了。怕什么？这么多人呢，双手插兜再强也只是一个人，他蓝有限，体力也有限，撑死了杀个上百人就得补状态，那时候就是机会，只要跟紧他，不让他补充状态，还是有机会的。大家又不是傻子，谁愿意上前当炮灰给别人做嫁衣啊？放心，那个刘心远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等着吧，肯定有机会。刘心远也在现场呢，看到大家打起了退堂鼓，有些着急。现在这么多人，要是还搞不定易水寒，那以后自己还怎么混啊？发了悬赏令，正主还能满世界乱转，他可受不了这个气，当即再把悬赏帖子改了一下，把原先20万的赏金直接改成100万赏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到100万的联盟币赏金，让很多人看了直眼红。这100万联盟币都够一家人富裕的生活一辈子了。但那些修为比易水寒低太多，根本就也打不出伤害的那些人，就有些心里泛酸了。100万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咱们根本就打不出伤害，反倒是这些秩序联盟的人，这么多人，这要是全杀了，这得多少活动积分啊？对啊，平常在混乱区想要遇到人都不容易，混乱区的范围有些大，现在这么多人在一起，就应该刷任务积分。这一下场面更加的混乱了，一部分高玩想要继续打易水寒，一部分玩家想要趁着这么多人聚集起来的机会，好好刷一下活动积分。现在在江海剑的玩家非常多，能有3、4万玩家，并且还有玩家正在往这边赶。刚才能集火易水寒的玩家，也只不过是这些玩家中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的人根本就过不来，都在后面挤着呢。忽然有侠义盟的玩家对正义联盟的玩家动手，很多人忽然反应了过来，打易水寒是挤不过去，可打敌对阵营的玩家可以啊。大家看到易水寒的防御，除了高玩，基本上其他玩家都已经放弃了杀死易水寒的想法，见到有人忽然打敌对阵营的玩家，也纷纷加入战局。易水寒的2个分身本来就已经把战局搅得很乱了，忽然那些数量庞大的玩家们也互相打了起来，一时之间江海剑上方的山道上乱成了一锅粥。这不是说去打双手插兜大佬的吗？怎么这些人自己打起来了？楼上是不是傻？就双手插兜大佬的防御，那是咱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杀的吗？站着让你打你都打不动，那还打什么呀？现在这些人是在刷活动积分啊！妈的，草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也要去。混乱区几10分钟都不一定能遇到一对敌方阵营的玩家，现在江海剑到处都是敌对阵营的玩家，我做梦也没想到过大家能聚集在一起刷活动积分。不说了，我也要过去刷积分。同去，侠义盟阵营有组队的吗？求带。同一时间，易水寒只用了5分钟就来到侠义盟的据点。再一次来到这里，倒是没有再被拦在外面，因为上一次刘子涵告诉了易水寒去哪里找他，所以进入侠义盟的据点径直去找刘子涵。因为其他那些 NPC 可能不相信易水寒说的，也有可能会遇到侠义盟的那间，没有直接找刘子涵保险。易水寒找到刘子涵，还没等对方开口，先开口道：快跟我走，我找到了一大批秩序联盟的人。听到易水寒这样说，刘子涵想也没想，立刻带着易水寒离开据点，并且问道：他们在哪里？你惊动他们了吗？易水寒也不知道大批秩序联盟的玩家算不算，也没正面回答。不远，就在前面的半山腰上，数量很多，你到了就知道了。说完，不等刘子涵回答，先一步使用蛛丝发射器往山上赶路，刘子涵则使用轻功跟在后面。玩家们学会轻功只会增加移动速度或者跳跃的高度，并不会像是 NPC 这样并不能飞檐走壁，而是到后面直接学会飞行。2人刚开始往上爬，就已经看到很多人了。刘子涵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不是说有一大批秩序联盟的人吗？怎么我看这里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侠义盟的人啊？秩序联盟的人在上面呢，你上去了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易水寒的2个分身已经到了江海剑上方的山顶上了，因为山道实在是台下摘了，很多玩家拼命地往前挤，想要刷活动积分。易水寒的2个分身还有其他那些高玩无奈之下，只能是顺着这些人来到山上，所以现在的战场已经在山顶上了，包括刘星远那一伙人。刘少，这个赏金帖子把人聚集起来不错呀，这一下这么多人刷积分可比做任务快多了。就是说啊，这么多人就凭咱们的身手跟装备打这些普通玩家，随便打，这也太爽了吧。听到自己小弟这样夸自己，本来还因为易水寒处理不掉而生气呢，倒是因为飞速上涨的活动积分让他心情好了不少。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没想到这个双手插兜的修为已经这么高了，普通的玩家估计是没什么用了，还是得请高手才行。算了，回头我跟孙天狼说一下，让他出手教训一下
这个双手插兜。职业玩家出马，那肯定有戏，这些人估计也对付不了双手插兜，正好还省钱了，开心点儿。听到自己小弟这么一说，想了一下，好像也确实是这样，自己省钱了，并且还把这么多人聚集到一起，这么一想倒是开心了不少。这些人都聚集到这里，那可是因为自己。易水寒带着刘子涵用了10几分钟才赶到山顶附近，在还没到山顶的时候，远远就听到山顶上的动静。上面是什么动静？已经打起来了吗？不清楚，咱们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听到刘子涵这样问自己，易水寒并没有正面回答对方，反而是一个劲的想要让对方赶紧上山顶看一下，到时候就清楚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了。等到两人来到山顶，看到侠义盟的玩家正在跟秩序联盟的玩家战斗，刘子涵的眼睛瞪大。他们这么多人为什么在这里战斗啊？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看到刘子涵问自己，易水寒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回答道：我怎么知道？他们来这里战斗，可能是因为这里风景好。听到易水寒这么不靠谱的回答，刘子涵白了他一眼。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可以影响到侠义盟接下来的计划了，并且秩序联盟的玩家很多，也可能威胁到主力部队。随后，易水寒便看到刘子涵往天空发射了一发信号弹。就！只见一个红色的光点快速升空，随后在飞到最高处的时候，信号弹炸开，天空中出现一片红色的光点，即便此刻是白天，也可以让人看得十分清楚。第170章战队危机。刘子涵发射出的信号弹立刻被据点内正在巡逻的人看到，随后山顶有大量秩序联盟人马的消息被传上去。就在侠义盟主力部队负责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易水寒发现自己接取的支援江海剑那个任务完成了。易水寒看了一下自己的活动积分，直接变成了10万积分。当下易水寒的心情大好，这可是10万积分，这要是正常的做任务去刷积分，刷1年都不一定能刷够这么多的积分。真就应了那一句古话，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因为侠义盟主力过来需要先组织人马，不可能像是自己一样就这么快速的过来，想要过来起码也得1个小时以后了。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易水寒也没有其他的心事了，可以跟其他玩家一样安心的在这里刷活动积分。虽然已经有了10万活动积分，可这些积分也就可以换一个好点的 S 品质技能而已，积分又有谁会嫌多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海剑这边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战场，玩家们这样刷积分，人数非但没有变少，反而更多了。这个主世界位面总共进入这个主世界位面的玩家有5000万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海剑这边参与进来的玩家高达800多万，玩家数量非常多，江海剑那一片地方都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战场都开辟到另一边山下的江父盆地。江海剑这边发生的意外情况早就惊动了秩序联盟那边，在侠义盟主力动身的第一时刻就得知了这边的情况。得知侠义盟的主力并没有去江海剑内，反而朝着山顶过来了，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当即也开始组织人马，准备把侠义盟的主力部队堵在山下。本来秩序联盟的 NPC 以为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将山上的这些人清理干净了，结果局面实在是太混乱了，自己阵营的玩家和侠义盟阵营的玩家交缠在一起，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推进到上山的那2条道路，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先到江父盆地，想把江父盆地侠义盟的玩家清理掉。等到侠义盟的主力 NPC 来到山顶，江父盆地的侠义盟玩家已经被全部处理掉，秩序联盟的主力 NPC 在江父盆地驻扎。山顶上的战斗因为 NPC 的介入，秩序联盟的玩家被迅速清理掉，短短的10分钟之后，山顶上的战斗也被平息。此时侠义盟的 NPC 在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清江父盆地上那质次凌比的行军帐篷，也清楚了对方的动向。现在双方再次形成了对峙的场面，双方主力不敢轻举妄动，玩家们就成了先锋，一时之间双方之间的山道成为了玩家们的主战场。易水寒刷了一会儿积分，看到时间差不多了，便来到山顶上侠义盟主力刚建好的据点。相对比下方盆地宽敞平缓的地形，山顶上建造据点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需要合理的规划。易水寒看到据点的主营大帐被建在这个山顶最高的一个山头上，那个小山头本来是不能扎营的，现在山头被削平，空出来一个40平方左右的空间，整个主营大帐就建在那个被削平的山头上，站在那里可以看清整个据点。易水寒在据点内转了一圈，最后在据点的仓库前找到了兑换物品的 NPC。 易水寒想要兑换的是技能，最好是那种范围伤害的技能，因为易水寒现在的单体伤害技能已经够用了，现在缺少的是群体杀伤技能，要不然以后遇到敌人多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打，那也太耽误时间了。易水寒看了一下可以兑换的东西，功法现在已经够用了，倒是不需要再兑换了功法了，直接把装备和功法屏蔽掉，随后兑换列表里便只能看到技能了。如风4B， 类型技能，品质 S， 等级 LV1， 威力 10.0， 冷却时间300秒，消耗500法力值，经验值03000W。学习要求东方修仙体系职业，
效果：使用精细灵力将敌人包裹，对敌人造成10倍金属性魔法伤害，并且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5秒。仙人指路。类型：技能，品质 S， 等级 LV1， 威力 15.0， 冷却时间120秒，消耗500法力值，经验值03000W。学习要求：东方修仙体系剑修职业。效果：锁定目标，快速刺出一剑，无视所有阻隔，必中，对敌人造成大量真实伤害。伤害等于 5x 敏捷 X 技能等级 X 威力。看到这个仙人指路，易水寒咽了口水。这个技能实在是太霸道了，造成的伤害是真实伤害不说，就连伤害也是跟敏捷挂钩。这技能就是剑修一直用到几百级了都不会淘汰，这个技能的伤害只会越来越高。可是这个技能是剑修才能学习的技能，易水寒就算是眼馋也没有办法，只能是接着往下翻。现在看到这个仙人指路，忽然对于后面的技能充满了期待。织女穿梭。类型：技能，品质 S， 等级 LV1， 威力 10.0， 冷却时间240秒，消耗500法力值，经验值03000W。学习要求：东方修仙体系职业。效果：将10把武器虚影投放成一个直径10米范围的圆，使虚影武器快速穿梭，对范围内敌人造成大量物理伤害。伤害等于 10x 力量 X 技能等级 X 威力。看到这个技能，易水寒眼前一亮，这个技能倒是非常适合自己，当即便兑换了这个技能。易水寒现在有10万多的积分，兑换这个技能需要8万8的积分，比上面那2个技能。兑换完毕之后，就选择传送回自己的小世界下线。因为主线走向已经被改变，易水寒也不清楚接下来的主线走向，不过也没关系，就这个织女穿梭技能已经够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江海界那边摩擦不断，已经成了一个战场绞肉机，大量玩家赶往那里刷积分，并且偶尔还会有 NPC 参与，将 NPC 杀死，还有一定几率爆物品，使得更多的玩家参与进去。这样高效刷活动积分的地方，让很多职业玩家也组队过去。等到易水寒上线，跟莫小莫他们打完须弥界求生，进入主世界位面。易水寒出现的位置是仓库前兑换物品的 NPC 前面，听着外面喊杀喊打的动静，并没有急着下去刷积分，而是准备先去据点的外务处看一下有没有任务可以接。易水寒在据点内找了一圈，在主营帐侧面的一个空地上找到了外务处。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那些职业玩家也来了，有那些职业玩家在，咱们这些普通人本来就不好杀，这一下还得躲着这些职业玩家，更难混了。哎，谁说不是呢？那些职业玩家也太不要脸了，4个人组队，像是咱们这些野队，就算是上百人的队伍，遇到这些职业玩家的小队也打不过，咱们还是躲着一点吧。咱们这边好像是也有职业玩家，可是没怎么见到啊。倒是双手插兜大佬，怎么昨天下线之后还不来啊？要是双手插兜大佬来了，咱们可以跟在双手插兜大佬后面混混，其他的不敢说，安全性肯定很高。到时候咱们找几个残血的捡漏就行，帮忙分担一下，人家吃肉，咱们跟着喝点汤就行。两人正说着呢，就看到易水寒走了过来，两人认出了易水寒，当即闭上了嘴。易水寒看了一下，任务基本上都是击杀任务。易水寒翻看了一下，最基础的是击杀对面5名玩家的任务，再往后是击杀10名玩家的任务，最高的是击杀100人的任务。易水寒想也没想，直接接了一个击杀100人的任务，随后接着往下翻，然后又看到了标记击杀任务。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些标记击杀任务基本上都是秩序联盟阵营玩家击杀人数多的玩家，击杀太多对面阵营玩家就会被标记。易水寒将这些标记任务全都接下，反正后面肯定也会被其他玩家针对，遇到了的话，那样就正好可以完成一个任务，就算是没遇到也没关系，打不了浪费5点积分放弃任务，只要能遇到就是血赚。接完任务，易水寒看到自己好友界面在闪烁，看了一眼，居然是顾倾城发来的消息。故事战队顾倾城，我在江海剑侠一盟据点门口，如果打完了须弥界求生就来找我，我们组队。顾倾城发来的邀请，自然乐意至极，当即撒丫子跑向据点门口。来到据点门口，看到顾倾城就这么俏生生的站在门口，整个人穿着一身白色衣袍，脚上穿着流云靴，整个人看起来一尘不染，好像是天上下凡的仙女。此时很多玩家守在据点门口，就这么偷偷看顾倾城，不舍得离开。看到这一幕，易水寒想到刘叔教自己的套路，心中犹豫这要不要用一下。顾倾城好像是注意到了什么，一眼看向易水寒。这时易水寒已经想清楚了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相信一下刘叔。当即易水寒快速冲向据点门口，来到顾倾城面前。队长，你这太漂亮了，一眼看向你，我的整颗心都要被你偷走了。听到易水寒这满嘴花花的话，白了他一眼，也没有说话，就这么往战场的方向走去，急忙追上去跟顾倾城肩并肩。这几天你打出风头啊，就因为你的那些破事，我们故事战队的官方账号都被人冲烂了。也没什么吧？是没什么，
顾氏集团老辈人对于你很不喜欢，想要把你的替补收回来，算是对你的一个教训。听到顾氏集团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想把自己从替补席上赶走，感觉这些顾氏集团的老辈人物有些小心眼，自己的潜力和实力都已经这么明显了，居然还想着把自己赶走，这脑袋多少有点问题。而现在能把易水寒留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顾氏战队的机会，二是因为顾倾城。现在如果顾氏战队把这个机会拿走的话，他也不准备再继续在顾氏战队待着。什么？真的要把我从替补上退下来吗？易水寒停下脚步，眼睛直勾勾地看向顾倾城，这样的目光让顾倾城有些慌，有些急促地说道：现在战队是我做主，我给否决了，现在我们战队的成绩非常差，要是再打一局比赛，要是打不赢下一场对手的话，那我们顾氏战队就要失去出线资格了，要是这一赛季打不出成绩，下赛季我就不能再主导战队了，所以我想要让你下一场比赛就出赛，可是到时候可能跟种子联赛有些冲突。听到自己没有被撤掉替补，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后面听到终于可以打职业比赛了，立刻喜上心头。下一局比赛什么时候？5天之后。易水寒想了一下，5天之后正好也是种子联赛的小组出线赛，800支队伍分成32组，每组25个小队。5天之后要进行出线赛，出线赛的比赛模式是须弥界求生，第一名直接出线。以自己现在的修为属性，这场比赛应该是挺稳的，只要别遇到那些抽到太变态法宝的玩家，基本上可以平推，问题不大。到时候完全可以操控着3名分身去打职业比赛，然后让分身挂机参加种子联赛，到时候让莫小莫指挥自己挂机的分身就行，完全可以双线作战。想明白之后，易水寒立刻回道道：没问题，必须先保证职业比赛，到时候你就瞧我发挥吧。其实我挺不明白的，之前咱们顾氏战队的成绩虽然不怎么样，但也算是还可以吧，咱们忽然就成绩这么差了。没什么，是刘氏集团那边在找我们的麻烦，尤其是孙天狼。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去做任务，正好跟孙天狼接到的任务相同，然后我们被他们挂掉了，并且还丢了装备。哦，行，我知道了，孙天狼是吧？我记住了，居然敢欺负我们美丽的队长，到时候我把他屎都给他打出来。易水寒说话这么不着调，让顾倾城再次白了他一眼。虽然表现是这样表现，心中还是非常开心，一时之间连战队危机的阴霾都被一扫而空。第171章，和顾倾城联手作战。易水寒跟顾倾城离开，本来周旋在据点门口的玩家也跟随着两人离开，包括刚才说要跟在易水寒身后跟着喝汤的两人更是紧紧跟着。易水寒跟顾倾城两人的速度很快，只用了2分钟便来到半山腰的正面战场。此时的战况对于侠义盟这边非常不利，只见有一支4人职业战队在普通玩家中大杀四方，很少有人能给到他们威胁。这4人打得非常聪明，让侠义盟这边的很多玩家非常难受。这4人打得恶心至极，有技能有状态的时候，凭借着装备好操作好，冲到普通玩家中乱杀一通。而在几人技能用的差不多了的时候，侠义盟这边有高玩想要组织人集火这4人，结果这4人打完人就跑，根本就不给一点机会，让侠义盟阵营这边的玩家人心惶惶。搞什么啊？秩序联盟阵营那边的职业玩家都来了，怎么不见咱们阵营的职业玩家过来啊？要是咱们侠义盟的职业玩家也来了，就没有这么难受了。就是说啊，咱们从山上往山下打，本来就占据地形优势，对拼起来，秩序联盟那边的玩家本来就没有咱们舒服，咱们一直都是压着他们打的。我跟你说，就在昨天，这些职业玩家还没来的时候，咱们侠义盟一路都快要杀到山脚下了，那打起来就是爽啊！我昨天杀了23名玩家，再加上击杀20名玩家的那个任务积分，半个晚上的时间，我直接赚了146点活动积分。这么多，这也太爽了吧！1000积分就能换一个1品质的技能了。什么时候咱们阵营的职业玩家来啊？对面有2个是红山战队的队长跟阿离，另外2名玩家中有1名是丹顶鹤战队的合宿离殇，另外1名是谁啊？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职业玩家好多人呢，我也就只看了顾氏战队打的比赛。那顾倾城是真的漂亮，我做梦都梦不到这么漂亮的人，结果人家直接长成这样，真是没地方说理去。你一说顾倾城，我想起来了，好像顾氏战队的顾倾城也在咱们这个主世界位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咱们侠义盟。要是也在对面阵营，那咱们还打个 dare 啊？没有这么夸张吧？双手插兜大佬不是在咱们侠义盟吗？等到双手插兜大佬来了，肯定能打的秩序联盟那边连连后退。别忘了昨天的直播，那么多玩家集火都秒不掉，这要是冲到人群中，想想都觉得刺激。那是因为没有职业玩家出手，要是有职业玩家在，双手插兜大佬肯定也扛不住。职业玩家毕竟是职业玩家，职业玩家怎么了？莫小莫直播你没看吧？双手插兜大佬在须弥界求生里面直接把红山战队的阿离，还有眼镜蛇战队的阿乐，还有那个我忘了是哪个战队的那个巴克，这3人都让双手插兜大佬给干掉了。职业玩家怎么了？现在双手插兜大佬也是顾氏战队的替补，就顾倾城那个战队，我喜欢的2名玩家都在同一个战队。顾氏战队现在打成这个成绩，我看来了也够呛，太菜了。下一场比赛要是打不赢，连争取出线的资格都没有了，看着让人生气。
就在几人看到对方职业战队玩家冲上来的时候，退到后面躲风头，无聊之下这样说着。看着那些刚来搞不清楚状况，一股脑冲下去的玩家，心中升起一股优越感，还是自己这些人聪明，知道情况不妙就先撤下来。就在几人看着下面自己阵营的玩家被对面职业玩家杀得溃不成军的时候，忽然有一人挤着这些后退的人群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到自己这边了，让几人歪七扭八的站不稳。什么鬼啊，还往前挤？往前挤什么啊？没看到对面4个职业玩家急着去找死吗？易水寒忽然听到有人说自己，立刻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和几人对视一眼，瞪了他们一眼之后，易水寒便不想去搭理他们了。只不过是一群游戏中的老油条子而已，闻到香味就拼命往前冲，遇到危险就往后缩。易水寒不搭理他们，可他们被易水寒瞪了一眼之后被吓了一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几人刚才还说双手插兜呢，结果一转眼正主就出现在眼前了。哥，你可真是我亲哥啊，咱们把双手插兜给得罪了，不会出事吧？要是双手插兜大佬针对我们怎么办？应该没事吧？刚才咱们在他脸上他都没有过来对付咱们，应该不会再来找咱们麻烦了。咱们就是个小人物，来找咱们麻烦他自己还会觉得丢人呢。没关系没关系，肯定没事的。几人虽然这么说着，可这背后说人坏话让人听到了，心中还是非常没有底，只能互相这么安慰着找安全感。人这么多，顾倾城不想跟这些人挤在一起，所以用了一个滑翔翼，直接从空中往下落。易水寒就这么推开人群挤下去。当易水寒赶到正面战场的时候，红山战队的队长正在压着一个20人的小队打。这20人的小队被打得连连后退，虽然这20人也是实力非常不错的高玩，可实力毕竟跟职业玩家有差距，正面打不过，侧面因为还有其他那些普通玩家策应，打得非常难受。这些人真是烦，要是没有这些人帮忙，咱们还能跟这几个职业玩家碰一碰，结果这些人就是给我们捣乱，气死我了。听到队长这样说，顾影自怜也深有同感。对面红山战队的队长有一个职业玩家辅助，打起来非常猛，7、8个人都不好应付，比打 BOSS 都难受，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压力，无奈的大声喊道：我们阵营的玩家呢？都死哪去了？来个给力的人啊！顾影自怜这名女玩家刚喊完，易水寒正好赶到，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开启阵营模式之后，直接一个织女穿梭出手，正好可以试一下这个技能。只见前方忽然出现10把银白色的虚影长枪，在等了 0.5 秒之后，易水寒的虚影也逐渐凝实，出现在10把长枪虚影旁边。在虚影凝实之后，易水寒的虚影握着长枪虚影向圆形冲刺，一直冲到圆的另一边。看着这个技能，这炫酷的特效忽然有了一种修仙的感觉。之前的那些技能都是什么啊？也就那几个雷系技能还稍微好看一点，其他的技能什么特效也没有，搞得一点修仙的感觉也没有。然而这个技能用完，被技能打中的玩家，只要不是体质为主属性的玩家，其他那些玩家都被秒了。这一下10米直径的圆里只站着寥寥5名玩家，让其他那些玩家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啊？怎么忽然就被杀了这么多人？不对，这是咱们阵营的玩家，这是谁啊？好强！顾影自怜看着这一幕，在注意到被杀死的都是敌方阵营的玩家，并不是自己阵营的玩家时，整个人激动的大声叫了起来。顾影自怜不喊倒还不要紧，没有人注意到易水寒，这么一喊，红山战队的队长看向易水寒，在后面辅助的阿离自然也注意到了易水寒，当即开口说道：队长小心，他就是双手插兜，很强的，你注意一下，不要拖大了。知道了，给我加满状态，我去把他干掉，省得等会儿咱们状态不行的时候让他捡漏，必须要处理掉他。阿离听到自己队长的话，觉得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让易水寒待会儿在自己这边状态不行的时候交手，还不如趁着现在基本上还是满状态的情况下，把这个危险因素解决掉。红山战队的队长能想到这一点，丹顶鹤战队的何素离殇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了能让自己更加安全的刷积分，他也准备先把易水寒处理掉。红山战队的队长一马当先，首先冲向易水寒。这时候大家也注意到了，面前的这几人跟自己不是在同一个层面的，所以都纷纷退开，给这几人留下一个空地。红山战队的队长使用爆裂劈砍技能，直接跳向易水寒，只要被击中就会进入减速状态。易水寒自然不想一个照面就被挂上负面状态，但想要跑出去肯定不可能，对方的速度太快，流影电光闪也没有时间，只能急忙使用野蛮冲撞技能，直接朝着阿离那边冲过去。在野蛮冲撞的3倍移速加持下，恰好在对方落地的时候跑出爆裂劈砍的攻击范围。这时红山战队的队长被易水寒甩在身后，要是没有其他的位移技能，根本就追不上易水寒。看到易水寒居然直接朝着自己这边冲过来，吓得阿离花容失色。快点帮我挡住他，快点，他伤害太高了，可以直接秒掉我。阿离作为一名辅助，几人也一直注意着他，就怕他出现意外。因为一名辅助对于大家实力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阿离开口的时候，何素离殇第一时间使用位移技能将易水寒挡住。
合宿离殇是敏捷为主属性的职业，使用的是双手剑，两把剑的长度要比普通的单手剑要小1号，像是一个大一点的匕首。作为敏系玩家，自然不会跟易水寒拼力量，所以在一个急刺闪之后，立刻使用剑影屏障。看着眼前的这个紫色虚幻的屏障，易水寒想听也来不及了，直接撞了上去，就像是撞在墙上一样，让易水寒整个人往后弹了一下。好机会，快点控住他，我来给他挂上减速。阿离看到这一幕，开心地喊了一声。作为使用剑影屏障的人，合宿离殇自然知道对方撞上来会发生什么效果，所以在易水寒后退的时候，整个人半蹲在地上，双脚用力在地上一蹬，双手伸到头顶上，把双手剑竖起来，就像是个钻头一般，直接刺在易水寒的胸上旋转。这时顾倾城已经落在山道旁边的一个高处，看着易水寒被人顶在空中钻，立刻使用低级冰弹术，一个篮球大小的冰球从高空落下，直接砸向合宿离殇。合宿离殇看到空中飞来的冰球，并没有理睬，因为这个技能是顾倾城刚刚得到的技能，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见过这个技能，还以为顶多是被砸一下。他想着就算挨一下也要把易水寒给控住，让阿离把减速状态给易水寒加上。本来合宿离殇还能再多顶着易水寒控一会儿，结果这个冰球在砸中他的时候居然还爆炸了一下，把他直接给掀飞了。合宿离殇被掀飞的时候，易水寒也脱离了对方控制，恰好的是在易水寒落地之前，阿离的技能独条正好走完，当即朝着易水寒落地的方向甩过去。看到一团蓝色的光团飞向自己落地的位置，易水寒急忙踢出一脚，整个人往侧面翻转，落地的时候偏了一些，刚好躲开这个减速技能。这时红山战队的队长也赶过来了，他却并没有直接上前跟易水寒打，而是抬头看向站在半空中的顾倾城。这不是顾倾城吗？一个灵修站在那个位置，咱们要是不把他处理掉，让他在哪里肆意输出，咱们这次很悬啊。老陆，你也是灵修，顾倾城那个位置没有什么躲避空间，直接把他逼下来，那个位置的视线太开阔，可以一眼看清咱们的动向，到时候就能先一步释放异能卡我们的走位。被叫做老陆的玩家看向顾倾城的位置，立刻摆了一个 OK 的手势。明白，交给我吧，肯定把他弄下来，来个人配合一下，争取直接把顾倾城挂掉。他是一个兵法师，那些控场技能太恶心了。红山战队的队长对自己的实力非常相信，所以先一步开口说道：合宿离殇，你去配合老陆吧，这边的双手插兜我先试试他的水平。因为几人说话的时候实在队伍频道说话，所以易水寒也不知道对方几人说了什么，看到对方两人往顾倾城那边围过去，便想要将那两人挡住。红山战队的队长时刻注意着易水寒，看到易水寒想去帮顾倾城，怎么可能让他如愿，一刀劈向易水寒的脖子，想要给易水寒来一个斩首刀法。第172章顾倾城求救。易水寒听到背后有破空声，知道肯定是有人攻击自己，也不敢拖大，回身举起乌金枪格挡。枪！慌忙之下，易水寒被这势大力沉的一刀砍得连连后退。虽然这一刀并没有劈中易水寒，可见到这样的好机会，红山战队的队长自然不会放过，快步上前。易水寒将枪抵在后背，硬撑着地面，想要让后退的趋势快速停下。还没等易水寒停下，红山战队队长使用连环刀。易水寒一看对方的起手姿势，就知道对方要用连环刀了，急忙一脚踢出，直接踢在对方的手腕。这一脚直接将红山战队队长的连环刀给破了，同时易水寒使用碎骨再次踢出一脚。红山战队队长的反应速度很快，一个侧转身将易水寒的这一脚躲开。这时合宿离殇和老陆两个人已经来到顾倾城的下方，老吴使用技能对顾倾城所在区域轰炸。因为顾倾城可以躲避的空间非常小，很快就被逼得不得不从那处高台上下来。看着下方虎视眈眈的合宿离殇，却也没有办法，要不然就在这处高台上承受伤害，要不然下去拼一下。在高台上承受伤害必死，下去拼一下还有一线生机。接我一下！看着远处的易水寒，顾倾城在跳下去之前，先对着易水寒喊了一声。看到顾倾城所站的那处高台上，此刻燃烧着熊熊烈火，明显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待在上面。红山战队队长发现合宿离殇那边已经占据优势，只要自己拖住易水寒，便能让那边快速结束战斗。看到易水寒注意到顾倾城那边，立刻抓住对方分心的时候出招，一刀劈出，猝不及防之下，易水寒直接中招。356！卧槽，这什么防御啊！红山战队队长看到自己居然只打出300多的伤害，眼睛都瞪大了。这么点伤害，这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打死对方啊？这可不是蠢笨的管。易水寒没时间跟对方纠缠，直接用出横扫八荒，将对方逼退之后，快速使用蛛丝发射器抓住顾倾城下方的一块石头后，快速收缩蛛丝。易水寒整个人快速的飞向顾倾城。看到这一幕，红山战队队长知道事情要糟，也来不及顾上其他的事情了，
直接飞扑向易水寒。在易水寒飞出去的时候，一把抓住易水寒的脚腕。易水寒低头看到自己脚腕被人抓住，抬起另一只脚便往对方脸上踹。在易水寒连踹了3脚之后，看着自己哗哗往下掉的血条，红山战队队长一把抓住易水寒的另一只脚。易水寒往回收脚，却被对方抓住，挣脱不开。红山战队队长也不好受，眼看就要抓不住了，急忙一个翻身，双手抓着易水寒的脚腕，双脚卡住易水寒的脖子。易水寒这时候还空着一个左手，从背包中将逍遥扇拿出来，并且同时屈身，一个当头一棒敲在红山战队队长的头上，将对方眩晕之后，将逍遥扇咬在嘴上，一拳将对方打飞出去。红山战队队长因为头朝下，所以是头先着地的，看起来十分狼狈。卧槽，双手插都这么猛的吗？这可是红山战队的队长啊！两人打起来操作看着差不多，应该是易水寒想要去支援顾倾城，所以红山战队队长才会急忙上去抓住易水寒的，应该是他们有什么战略吧？要是真的打起来，应该不会这么狼狈。那双手插兜大佬也是强，看样子红山战队队长的任务应该是拖住双手插兜大佬，结果也没拖住，反而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这已经是双手插兜大佬赢了好吧？几人正聊着，易水寒已经来到顾倾城的下方。顾倾城此时已经在空中了，老陆朝着顾倾城释放技能，同时合宿离殇跳到空中，准备在空中对顾倾城释放一套连招。易水寒自然不能让他得逞，在从空中落下时，一脚踢向合宿离殇。合宿离殇看到易水寒一脚踢过来，立刻使用双剑砍向易水寒的腿，2剑下去，看到自己刚破百的伤害，想要骂人。易水寒可不管对方是怎么想的，2剑砍在自己身上不痛不痒的，第一脚被对方用双剑架住，又快速的踹出另一脚。看到易水寒在空中一个转身后，又一脚踢过来，急忙仰头，整个人后翻着落向地面。看到对方退开，急忙再次使用蛛丝发射器，快速飞向顾倾城。老陆一个冰锥甩出去，易水寒在这个冰锥快要击中顾倾城的时候，单手搂住顾倾城，将这个冰锥躲开。在地上的合宿离殇并不想放过两人，趁着两人没有落地，快速冲向两人落脚的地方。易水寒看到对方再次跳起来，想要在空中踹自己，双手抓住顾倾城的腰。你！顾倾城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便被易水寒往上方扔了一下，自己则是快速落向地面。同时，易水寒用手拿着逍遥扇，将扇子打开，在一拳将对方的这一脚接下之后，整个人将双腿张开，用小腿压住合宿离殇的肩膀，就这么压向地面。合宿离殇就像是一颗图钉一般，整个人的半截身子都被钉到土里了。易水寒则是双腿劈叉，一脚踩在地上，一脚搭在合宿离殇的肩膀上，把合宿离殇压得往下低头，同时伸展右手将打开的扇子平放。等了1秒多之后，顾倾城正好轻飘飘地落在扇面上，就这么双脚踩着扇子。这一刻，顾倾城白衣飘飘，如蜻蜓点水一般踩在逍遥扇上，让现场观战的许多普通玩家都看呆了。天仙下凡也不过是如此了。红山战队队长可不管什么天仙下凡不下凡的，他现在只觉得自己丢人丢大发了。刚才摔了一个狗啃屎，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鼻孔中还插着一根草。看到现在易水寒跟顾倾城两人还在这里装逼，哪里还能忍得下，快速的冲向易水寒。顾倾城从扇子上跳下来，躲到易水寒的身后。易水寒也站起来，将扇子收拢起来，看到顾倾城的血量不满，抬手先给顾倾城一个祝福。祝福的感觉非常舒服，让顾倾城没有忍住的叫出了声，听得易水寒心神荡漾。顾倾城的脸色浮现出淡淡的粉红，看到易水寒看向自己，有些气恼的说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就是很好看啊。易水寒听取刘叔的教导，这时候就应该厚着脸皮上，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顾倾城听到易水寒这样说，有些心慌，看到红山战队队长冲过来，立刻转移话题道：小心！易水寒看到顾倾城这样的表现，感觉刘叔教的东西好像有点用，结果就是有人来破坏自己的好事，当即怒上心头，将逍遥扇收起来的同时，在地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随后便朝着对方冲过去。顾倾城也没有闲着，趁着合宿离殇从地下往上爬的时候，快速对着合宿离殇释放技能，将合宿离殇的血量压低。另一边的老陆自然不可能让顾倾城就这么对着合宿离殇输出，使用技能掩护合宿离殇，逼着顾倾城走位，不能全力输出。红山战队队长看到易水寒朝着自己冲过来也就算了，居然还敢不带武器，心中的怒意更盛了。刚才让你占了一点便宜，居然敢瞧不起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红山战队队长在快要跟易水寒接近的时候，使用疾风咒语技能，手中的刀被他挥舞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要将易水寒整个人给笼罩住。易水寒躲也不躲，直接冲上去，硬扛住红山战队队长的伤害，一拳砸向对方的脸。红山战队队长歪头躲开，易水寒也没想着这一下可以命中，快速越过对方的同时，迅速转身抓住对方的腰，
一个被摔将红衫战队队长摔到地上。普通人被这么摔一下，可能就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样才可以快速扭转战局。红衫战队队长战斗经验丰富，双手抓住易水寒的双手，不让易水寒把双手收回去。红衫战队队长忽然转身，一把抱住易水寒的头，将易水寒也摔到地上。易水寒跟红衫战队队长两人同时从地上爬起来，半蹲着的时候，两人同时伸脚踹向对方。易水寒的反应速度很快，在对方一脚踹过来的时候，急忙一个侧身把肩膀顶上去，本来对方这一脚要踹在头上的，被肩膀挡住这一脚。红衫战队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易水寒想的很多，并没有去踢对方的头，因为头的目标太小，很容易被躲开，所以易水寒这一脚踢的是对方的胸。两人都踹中对方，两人飞速的分开。因为两人交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周围观战的玩家根本就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只以为两人平分秋色。这一次是双手插都吃亏了吧？刚才硬吃了对方一个技能。放屁，我觉得是红衫战队队长吃亏了。你看，两人分开的时候，双手插兜是半跪着退开的，而红衫战队队长是侧躺着退开的。易水寒迅速的站起来冲向对方，当易水寒来到红衫战队队长身前的时候，红衫战队队长刚爬起来，易水寒上去就是一脚将对方从地上踢起来，并且在对方身上留下一个雷霆印记。紧接着，易水寒使用连环脚将红衫战队队长踢飞。在踢飞对方之后，激活雷霆印记，易水寒出现在红衫战队队长的身旁，同时从背包中将乌金枪取出来，一个雷霆半月斩劈出。雷霆半月斩劈完之后，易水寒发现对方居然还没有死，立刻接上一个灵蛇出洞，一枪刺在对方心口，让对方直接暴毙。刚才两人还正在讨论到底是谁占了便宜呢，结果这才一转眼，易水寒就将红衫战队队长处理掉了，两人都有点傻眼。什么啊，这就被秒了？好像这些职业玩家也不比咱们抗揍啊。是啊，这个双手插兜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这么生猛啊？红衫战队队长跟他一对一单挑都打不过。听到两人这样说，看到易水寒在顾倾城面前风光的样子，立刻有人开口说道：有什么啊，还不是凭借他的高修为跟高属性，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听到身后有人说风凉话，这刚才在讨论的两人立刻回头怒对道：运气好？你到底能不能看懂？不能看懂就不要说话，就算你属性好，你打不中人有什么用？你没见到刚才两人分开的时候，双手插兜就已经占据上风了吗？所以双手插兜才能快速站起来反击，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小细节，这才决定了双手插兜最后的胜利。你懂什么呀？还只不过是运气好，让你运气好点，100个你都不够他们两个人打的。另一边，阿离看到队长被双手插兜秒掉之后，快速的冲向合宿离殇。合宿离殇刚才被顾倾城打的血量只剩下20%几了，进入虚弱状态，对顾倾城造成不了多少威胁不说，还成了一个累赘，让他十分难受。当然，顾倾城也不好受，因为刚才把技能都往合宿离殇身上打，没怎么管老陆，所以老陆的输出打满了，即便是躲开了许多，血量也被打到了50%以下，眼看也要进入虚弱状态了。忽然，合宿离殇看到阿离跑过来，立刻开心的大声喊道：阿离姐姐，我快死了，快点奶我一口。阿离听到合宿离殇的话，急忙用出治愈术，如沐春风2个治疗技能，把合宿离殇的血量抬到73%。合宿离殇状态恢复之后，快速冲向顾倾城。来啊，你不是很能打吗？刚才我被钉在地里，你把我当肉靶子打，现在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打。易水寒，帮我！顾倾城没想到自己辛苦打残的合宿离殇，只不过是一眨眼的时间就让人把血量抬起来了。面对两个人现在状态技能都不满的顾倾城，只好向易水寒求救。好在是顾倾城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两人开的是队伍语音，并没有让别人听到他现在喊出来的话。易水寒听到顾倾城呼救，转头看过去，发现合宿离殇已经逼近顾倾城。第173章，场外万家支援。易水寒听到顾倾城呼救，立刻激活之前留在顾倾城不远处的那个雷霆印记。看到易水寒忽然出现在合宿离殇的身后不远处，当即喜上心头。合宿离殇双剑用得非常好，刚才顾倾城掉的那些血量里，有一大半都是合宿离殇的杰作。现在看到合宿离殇又强冲上来，立即使用冰墙技能将合宿离殇挡住。侧面的老陆可没有被影响到，一个摘花落叶用出，一片花瓣飞向顾倾城。顾倾城时刻注意着老陆，看到一片花瓣飞过来，提前预判花瓣的飞行轨迹，一个侧身躲开花瓣。易水寒出现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冲向合宿离殇，而是回身去处理阿离。并不是说易水寒不想去管顾倾城，而是现在这个情况，易水寒要冲过去保护顾倾城有点来不及，还不如现在攻敌必救，只要把阿离解决掉，这两人的增益状态就没有续航了，这两人的威胁会下降一大截，顾倾城对付起来也会轻松很多。这叫做直击要害，攻敌必救。
看到易水寒不去救顾倾城，反而朝着自己冲过来，脸色一下就变白了。帮我挡一下他朝我冲过来了，他的伤害我扛不住。看到易水寒去处理阿离，何素离殇有些头疼。现在他可看出来了，易水寒非常强，不光是操作强，就连属性也非常强。要是没有阿离加状态，肯定没法打。何素离殇也不去管顾倾城了，立刻去帮阿离。易水寒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把注意力放到何素离殇的身上。就在易水寒快要追上阿离的时候，何素离殇挡在易水寒身前，使用破空斩。何素离殇使用的是双剑，破空斩的速度非常快。易水寒虽然反应过来了，却躲不开，被一剑斩到腰上。随后何素离殇得势不饶人，立刻绝命追击衔接上，将易水寒打得连连后退。易水寒没有办法，只能把长枪在身后顶住地面，不让自己倒下。易水寒止住退势，看到何素离殇还想上来追击，立刻一脚碎骨踢出。猝不及防之下，何素离殇没想到易水寒居然还能反击，被这一脚碎骨踢在大腿上，被挂上了减速状态。易水寒看到自己一脚命中，立刻使用浮空凌云踢，将何素离殇踢飞到空中。易水寒的伤害打在何素离殇的身上，让何素离殇有些怀疑人生。他自认为现在自己的防御有辅助技能加持，防御算是非常高了。平常自己遇到自己现在这么高防御玩家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头疼的。结果自己现在就像是个玩具，这防御就跟摆设一样，每一脚下来都会让血量往下掉一大截，眼看就要再次被打到虚弱状态了。就在这时，在外围观战的玩家中，有几名有辅助技能的玩家给何素离殇加血，立刻就把他血量抬到 80% 以上。看到秩序联盟阵营的玩家居然不要脸的插手，侠义盟阵营这边立刻就炸了。本来这些职业玩家这种打完一套技能就撤的做法让大家很难受，好不容易这几人快要被自己阵营的猛人处理掉了，居然有人不要脸的帮忙，明显就是玩不起。你们怎么回事？人家职业玩家打，你们在旁边观战就算了，居然还要帮忙，是不是玩不起？就是，你们这也太不要脸了，本来就是4个打1个，辅助什么的都有，现在还要靠场外玩家帮忙，太不要脸了。侠义盟这边吵起来，说话很难听，秩序联盟阵营的玩家就不高兴了。本来就是2个阵营在对战，又不是单打独斗，他们不上去帮忙是因为帮不上什么忙，现在看到自己阵营大腿危险，现在给大腿恢复个状态怎么了？这怎么就叫玩不起了？什么叫玩不起？本来就是我们2个阵营在打，我们愿意帮忙，你们管不着，再敢乱说话，把你们谁都给打出来。就是你们侠义盟阵营刚才还不是被我们杀得抱头鼠窜？2个阵营的玩家也不动手，就这么隔空对骂起来。别骂了，咱们阵营的辅助玩家呢？快点给双手插兜大佬加上状态，不能被对面比下去。我有辅助技能，我能给双手插兜大佬加状态，让一下，我技能范围不够，让我靠前一点。正说着，一名女玩家拨开人群走向前，来到最前排之后，对着易水寒使用技能天生神力。只见一团蓝色的光团飞向易水寒，随后将易水寒包裹，一层薄薄的蓝光浮现在易水寒的体表。这时候易水寒看了一下，这个辅助技能居然直接加了自己 10% 的伤害，又没有加伤害的技能啊！双手插兜的防御太高，我打不出来伤害。看到有人给易水寒加状态，何素离殇急忙问自己阵营的玩家要增益状态。我现在不差伤害，有没有加速度的状态啊？就在易水寒问话的时候，顾倾城的身后忽然冒出来7、8股绿光，都是治疗技能，本来都快要进入虚弱状态了，一下子就被人给加满血了。顾倾城往身后看了一眼，发现这几个给自己加血的玩家居然都是男的，也没多说什么，扭头看向老陆。刚才是没时间去管这个老陆，只能选择被他打。现在没有了何素离殇对于自己的压制，可以放开手脚的跟对方打一场。当即一个冰系控场技能用出，银装素裹，50米范围内忽然被雪覆盖。顾倾城快速冲向老陆，老陆走的是咒术系灵修，有些怕近身，基本上近身之后很多技能都会来不及用，因为施法会被对方打断。而顾倾城走的是冰系全能灵修，主修冰系，近战也有一定的作战能力，要不然也不会在何素离殇跟老陆的针对性生存下来。灵修相对来说还是需要和敌人拉开距离的，可现在顾倾城知道老陆是咒术系灵修，近身对自己优势大，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在雪地上，顾倾城就像一只飞舞的雪精灵一般，整个人圣洁无比。顾倾城加油，打死对面那个只知道在后面放技能的不要脸货。顾倾城加油！看到顾倾城非常果决的要接近老陆打，让老陆连连后退，跟顾倾城拉开距离，让这些支持顾倾城的玩家看得很开心。刚才顾倾城一个灵修同时应付2人，被压着打，非常让人恼火。现在终于要反攻了，自然应援声非常大，尤其是那些男性玩家，嗓子都快要喊破了，非常疯狂。对于这些人的喊声，顾倾城全当没有听见，内心没有一丝涟漪，迅速靠近老陆。老陆看到自己的技能都打不中顾倾城，并且对方还越来越近，有些着急。低级火墙术，
老陆在自己身前摆下一道火墙，这道火墙50厘米宽，5米长，并且燃烧起来的火焰有3米高，将快要靠近的顾倾城挡住。低级冰盾术，顾倾城整个人被寒冰包裹，化成一个蓝色的冰球，直接从低级火墙术内冲过去，直接砸向老陆。老陆没有想到顾倾城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穿过来，直接被砸了一个正着。冰球在砸中老陆的时候，因为冰层很薄，整个冰球碎裂掉。顾倾城从冰球中走出来，伸手一支冰剑凝聚在掌心，甩手飙向老陆。老陆反应也很快，立刻使用保命技能风暴术。忽然一股青色的风灵力出现在老陆的身周，紧接着风灵力爆炸，直接将顾倾城掀飞出去，并且对于顾倾城造成伤害。目前灵秀的保命技能非常少，顾倾城到现在都没什么太好的保命技能，没想到对方居然有风暴术这么好的保命技能，所以没有防备的被掀飞。老陆在顾倾城被掀飞在空中的时候，立刻扔出去一道风刃，随后蓄力释放低级火雨术。在顾倾城被掀飞的时候，后方快速的有治疗技能飞出来，直接落在顾倾城的身上，并且还有很多增益技能疯狂地往顾倾城神爽放。而另一边的易水寒喊了一声谁有加移速的状态，居然半天了也没有人回应。再看看对面的何素离殇，身上的增益状态都快要有20个了，让易水寒心中很不是滋味。看到确实是没有人再给自己加状态了，叹了口气，朝着何素离殇冲过去。何素离殇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么好过，看到易水寒冲过来，信心十足的冲向易水寒。易水寒这一次倒是没有再用乌金枪，因为何素离殇非常擅长贴身近打，现在速度不如对方的情况下，还使用长枪就非常不明智了。被贴身之后，长枪那就是一个累赘。在这样的情况下，易水寒再次把逍遥扇拿出来。何素离殇双剑挥动，易水寒手持逍遥扇做击剑动作，手腕轻轻一抖，用逍遥扇把何素离殇的2剑挡开。随后易水寒不退反进，直接和何素离殇贴身，一个8级拳的肘击直接击中何素离殇的胸膛。何素离殇反应速度也不慢，在被易水寒击飞之前，在易水寒的身上砍了4剑。这时易水寒已经取得先机，自然不会放过对方，立刻冲上去贴身劲打。在连打5掌之后，易水寒衔接上碎石掌。本来何素离殇都快要落地了，易水寒这一个碎石掌再次让何素离殇加速往后飞。易水寒紧追不舍，这一次倒是没有再冲上去贴身劲打，因为现在两人距离阿离非常近，并且阿离还冲上前来给何素离殇加状态，易水寒不打算放过阿离，所以转而使用掌心雷。在距离合适的第一时间，易水寒将掌心雷引爆，把阿离直接就炸成了残血。易水寒抓住机会，快速冲向阿离，给阿离来了一记当头一棒，当场敲死。看到阿离也被易水寒处理掉了，何素离殇有些头疼。本来就是自己这边人多，并且队伍配置还非常好，4个人打2人，居然被杀了2人，可以说现在他们其实已经输了。虽然不想承认，可这样的事实让何素离殇不得不承认，自己几人几乎是被易水寒一个人给打垮的。这样的结果让何素离殇很失落。现场这么多人看着，自己几人注定要成为故事战队的背景时了。虽然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的结果会变得如何，这可不意味着何素离殇他就要束手就擒，相反的，他还要更加的卖力，追求自己的极限。飞燕剑法，何素离殇双手持剑，整个人的移动轨迹飘忽不定，就像是一只在空中快速飞行的燕子，让人很难预判对方要如何攻击。预判不到，那就不预判了。易水寒想得很简单，只要对方击中自己的同时，如果自己也击中了对方，那就稳赚不亏。看到易水寒以不变应万变，站在原地以静制动，让何素离殇十分头疼。对方这是一点机会也不给啊！无奈之下，周旋在易水寒的身边，快速的砍了易水寒2剑，就飞速退开。不要跑，来打呀！易水寒看到对方怂了，立刻开口挑衅道。何素离殇瞥了易水寒一眼，有些没好气道：“你以为我傻吗？只要你摸不中我，我迟早可以把你干掉。”看到对方不上当，易水寒只好上前紧逼。何素离殇的速度就是比易水寒快，就是不跟易水寒硬拼，易水寒根本就摸不到对方，而对方却是可以时不时的给自己2下，非常难受。易水寒看着对方这样跟自己耗着，也不着急了，着急也没有办法。这一次，易水寒干脆也不再上前紧逼何素离殇，再次再站在原地以静制动。怎么，这就放弃了吗？既然你不过来，那我过去好了。说完，何素离殇再次使用飞燕剑法，想要来一个故技重施。刚才易水寒没有办法，是因为易水寒的技能在冷却，现在这么长时间，冷却已经好了，悄悄地将逍遥扇收起来，在对方冲上来的时候，快速从背包中将乌金枪取出来，一个横扫八荒用出。何素离殇没想到顾倾城居然把武器换成了长枪，猝不及防之下，差点被横扫八荒击中。哎，想赢我，没打到。话还没有说完，易水寒立刻使用灵蛇出洞，这一枪刺出的角度非常刁钻，并且速度还快，何素离殇根本躲不开，被一枪刺在大腿上。第174章
双方阵营 NPC 出动，易水寒这一枪直接打掉何素离殇30%的血量，刚准备乘胜追击，外围的玩家立刻给何素离殇加血，只不过是1秒钟的时间，何素离殇的血量就被加满了。易水寒有些傻眼，要不要这么夸张？这么多人盯着何素离殇加血，自己这边就一个妹子给自己加了一个状态，对方状态怕不是有几十个？易水寒心中有些不平衡。兄弟们，你看看对面多给力啊，给我加个状态。易水寒回头给自己阵营玩家说话，同时也没有停下操作，灵蛇出动之后，快步上前，一个当头一棒将何素离殇眩晕在原地。双手插兜，你这么强，你一个人把他解决了吧？那些有辅助技能的都去帮你队长顾倾城了，现在没人帮你。听到身后有人这样说，然后看了一下顾倾城的状态，现在都被加了30几个状态了。卧槽，你们有没有搞错？他一个灵修，要什么加力量加物理攻击的状态？浪费啊！你们给我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何素离殇被加了多少防御状态？明明我2个技能就差不多可以秒掉他的，现在我都快要打不动他了，帮帮我呀，大哥们！易水寒说着话的同时，一个雷霆半月斩劈在何素离殇的身上，直接把何素离殇的血量打到 36%。看到有机会把何素离殇干掉，抓紧时间上去输出。易水寒打了5秒钟，然后发现何素离殇的血量居然满了，心态瞬间爆炸。卧槽，你们可要点脸吧！易水寒现在真的是被恶心到了，要是何素离殇没有被加这么多状态，还有机会把他秒掉，现在也秒不掉何素离殇，还有那么多人给他加血，根本就杀不死。双手插兜大佬，人家那边辅助不愿意过来，你这么强，你还是自强吧。我自强，我自强，人家那边不自强啊！你看看对面阵营玩家，太不要脸了。易水寒话音刚落，秩序联盟阵营那边忽然有人对着易水寒喊道：双手插兜，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一拳打几10万血打几百万血吗？现在我们这么多人把何素离殇大佬的状态加满，有种你就把何素离殇大佬秒掉啊！只要你秒不掉他，我们就能把他救回来。有一名玩家带头对易水寒挑衅，立刻有人跟着喊，刘星远的小弟在刘星远的示意下跟着挑衅。双手插兜，你个芳草天，你不是很能打吗？有种你就打死在我们这么多人保护下的，打死何素离殇大佬。就是有种你就打死在我们保护下的何素离殇大佬。易水寒听到那些人这样说，立刻回复道：老子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就是 TMD 有种。易水寒自然不是被这些人的激将法给刺激到了，而是心中有了一个想法，知道该怎么把何素离殇秒掉了。现在这个何素离殇在发现自己一直有人给自己加血加状态之后，打起来没之前那么细腻了，变得有些粗糙，直来直往以追求最有效的攻击。一想到这个刚才还被自己压着打，拼命的用技巧才能撑下来，结果一转眼现在居然敢跟自己硬拼了，想想就来气。因为易水寒想要让对方大意，所以没有再使用技能，故意露出一个破绽，让对方打了一套。易水寒的防御很高，何素离殇即便是被这么多增益状态加持，打出来的伤害也十分有限，完整的一套技能打完，也就才打掉易水寒 40% 的血量。打完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该我了。易水寒的思路非常清晰，自己一个技能打他 30% 的血量，只要自己打得够快，后面那些人反应不过来的话，一定可以出其不意的把何素离殇给秒掉。易水寒躲开何素离殇劈来的一剑，一脚碎骨踹在对方腿上，随后易水寒一枪刺出。刚才何素离殇猝不及防之下中了一脚，现在有了防备，易水寒这一枪被他躲开。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易水寒这一枪其实只是一个虚招而已，易水寒真正的杀招是之后的横扫八荒。横扫八荒用出，何素离殇直接被扫飞，易水寒得势不饶人，上前跟上，连刺2枪之后，立刻衔接上连环脚，在将何素离殇踢飞的第一时间用出灵蛇出动，紧接着跟上去又是一个雷霆半月斩。雷霆半月斩用完之后，接着使用碎石掌跟掌心雷。这一套技能打出来的时间短，而且爆发高，就在易水寒以为对方已经被自己秒掉的时候，何素离殇在易水寒的眼前又站了起来，并且在后方那些人源源不断的加血之下又成了满血。原来是刚才易水寒动手的第一时间，那些秩序联盟的玩家直接来了一个提前治疗，易水寒还没把伤害打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就已经使用加血技能给何素离殇加血了，所以易水寒刚打出来伤害便被那些加血技能抵消了。这一套技能最终也不过是把何素离殇的血量打到 30%， 距离秒掉还差一点。这样你都不死？易水寒感觉有点接受不了，他刚才打出来的伤害，要是没有人给何素离殇加血的话，杀他2次都绰绰有余，结果现在看到了什么？打完之后对方居然还是满血。哈哈，双手插兜，你不是有种吗？你这一套技能打出来，怎么打完之后何素离殇大佬还是满血啊？你行不行啊？笑死我了！你们注意到没有？刚才双手插兜一套伤害打完，看到何素离殇大佬居然又爬起来了，你们看他那表情可真是太逗了。对，这个表情我熟悉啊，昨天我看到双手插兜被几百号人集火还秒不掉时，当时我的表情也是这样的。哈哈，太爽了！
我就喜欢看双手插兜看我们不爽，但又拿我们没有办法的样子。双手插兜应该可以直接秒我们吧？刚才一个技能秒了几十人，他要是来秒我们，那就是他没中。易水寒懒得搭理后面那些人，此时何速离殇再次冲上来。易水寒现在真的是不想跟对方打了，主要是没意思，真打起来对方也打不过自己，而自己想打死他，一套技能居然还能让那些人救回来。易水寒硬扛着对方的输出，使用浮空凌云脚，直接将何速离殇踢飞。这一次易水寒落地之后，直接将何速离殇按在地上，然后蓄力伏虎拳。易水寒骑在何速离殇身上，单手掐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起来。何速离殇挣扎了2下起不来，索性就拿着双剑输出，因为易水寒并没有限制何速离殇的双手，让何速离殇可以尽情输出。这也就是现在易水寒现在的防御够高，要不然根本就不敢这么玩。短短10秒的时间，易水寒的血量被何速离殇打到 37%， 而这时易水寒觉得伤害也够了，一拳打下去，何速离殇直接被一拳秒杀。易水寒一拳直接把何速离殇打死，让那些准备看易水寒笑话的人直接傻眼了，自己这边打了这么多状态，居然就这么被打死了。易水寒看了一眼顾倾城那边，看到一群玩家给顾倾城加状态，心里直泛酸水，这么多状态随便分自己一点，自己都不至于现在这么惨。易水寒等了几秒，迟迟不见有人给自己加血，再反观顾倾城那边，只要稍微掉一点血，就会同时有好几名玩家给他加血，这待遇上的差距也太大了。没人给我加血是吧？我自己来，自给自足。说着，易水寒抬手给自己一个祝福，把血量抬到 45%。 顾倾城那边追着老陆在打，没有办法，实在是顾倾城身上的增益状态太多了，这要是让顾倾城站桩输出，易水寒看了都要头皮发麻。秩序联盟有辅助技能的玩家想要挤过去支援老陆，易水寒怎么可能让他们过去？刚才给何速离殇加了那么多的增益状态来恶心自己，早就看这些人不爽了。易水寒直接使用织女穿梭，这个技能范围大，而且伤害高，一个技能用出直接杀死了35名玩家。现在没有职业玩家来阻挡易水寒，这些普通玩家就像是土鸡瓦狗一般，根本就挡不住易水寒。易水寒杀入秩序联盟阵营里，还不像是和速离殇他们那样，和速离殇那几人还需要注意自己的状态，易水寒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人大部分都破不了自己的防，只需要冲进去无脑输出就行。易水寒在这边横冲直撞，很快的就影响到顾倾城那边的战局。一开始是因为双方都有人补状态，虽然顾倾城占据优势，可想快速解决战斗也不可能，双方打的是消耗战，就看哪边先撑不住。现在易水寒在秩序联盟的玩家中乱杀，很快的就靠近顾倾城那边，很多给老陆家辅助的玩家都被波及到，害怕被易水寒秒掉，所以就往后撤离。这样的结果就是老陆这边的补给忽然断了，只用了短短3秒钟的时间就被融化掉了。秩序联盟的职业玩家被解决，侠义盟的玩家率先冲向秩序联盟，被打得连连后退。有易水寒一马当先的冲在最前方，后面还有顾倾城这个远程法系大输出，侠义盟这边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杀到了江父盆地。秩序联盟倒是还有职业玩家，但因为距离太远赶不过来，跟易水寒来之前时侠义盟的状态差不多，侠义盟的职业玩家也有很多还没过来。当易水寒带领着玩家打到秩序联盟据点门前100米处时，秩序联盟的 NPC 出动了，派出来200名 NPC 出来。易水寒在这些 NPC 进入自己探查范围时，第一时间探查这些 NPC 的属性。秩序联盟精英弟子，精英怪，种类人类，等阶5阶，物理攻击力5843，物理防御力2462，魔法防御力2271，速度843，修为15年，生命值280000280000，法力值9000-9000，技能野战八方，辟风鬼手，大力掌，断情掌，招架，真气护体，被动。这样的属性比4阶的 BOSS 还要强很多，足以碾压目前阶段的玩家，几乎是刚一接触，侠义盟的玩家就被打得连连后退。易水寒也想往后撤，可他冲得太靠前了，根本就没有后退的空间，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跟秩序联盟的 NPC 交手。易水寒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打到秩序联盟据点之前的时候，侠义盟这边的 NPC 也出动了，并且也同样的出动了200人，属性和秩序联盟那边的 NPC 属性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水平的。好在是易水寒的属性足够高，硬撑着这些 NPC 的攻击撤到半山腰。这时候秩序联盟的 NPC 不再继续往前了，就在山坡的下半段巡逻，侠义盟的 NPC 则在山坡的上半段巡逻。易水寒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次冲到山坡下半段，这些敌对阵营的 NPC 再次见到他居然也不攻击。等易水寒灭掉5名敌方阵营玩家之后，距离易水寒最近的 NPC 靠近过来。易水寒看到这一幕，大概想清楚了，这大概是对那些高玩的一些限制，但这个限制
到底限制成什么程度不知道，易水寒准备自己测试一下。易水寒没去管正在快速靠近自己的 NPC， 冲到人群中再次杀死5名玩家之后，又有1名 NPC 包围过来。现在杀了10名玩家，也就才2名 NPC 而已，要真是遇上那种配合好的职业战队，也能对付这样的局面。易水寒不死心，还想要试一下多杀些人会怎么样。在人群密集的区域，一个织女穿梭用出，直接秒杀36名玩家。忽然有一大群 NPC 冲过来，易水寒整个人直接傻眼了。只不过是想试一下，怎么一下这么多 NPC， 这谁能打得过呀？见情况不妙，易水寒急忙使用蛛丝发射器飞到山坡上半段，这些冲上来的 NPC 再次退回去。易水寒站的位置高，数了一下，居然有53名 NPC 过来针对自己。第175章正式登场职业比赛。易水寒想了一下，刚才自己杀了46名敌方阵营玩家，居然有53名 NPC 来针对自己。易水寒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5名玩家变一次的，成倍增长也不会出现单数啊，这让他很纳闷。易水寒仔细想了一会儿，一直想了10几分钟，这才琢磨明白，原来每多杀5人增长一次 NPC 的人数，而每多10人，下次增长的 NPC 便会多增加一个。这个机制就是专门用来针对高手的，只要杀死的敌方玩家一多，就会被 NPC 针对。就目前这种情况，易水寒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来这里刷积分了。这样想着，易水寒又尝试了一下，刚走入山坡下半段，就有 NPC 围过来，真没办法打，只能急忙撤回来。顾倾城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本来顾倾城还准备站在山坡上半段远程输出，结果没想到那些 NPC 也有远程的，这一下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是退到后方。易水寒来到顾倾城身边，直接开口说道：这边没办法打了，这些 NPC 的属性太高了，活动积分也没办法刷了。好在这一次咱们也刷了不少活动积分，先留着吧，等后面多了再换个好点的技能。我知道，这边事情也解决了，我要去跟雪儿一起组队了，记得5天后准时上线，要不你搬过来战队这边，要不然遇到个紧急情况都联系不上。听到顾倾城邀请自己去顾氏战队，易水寒急忙拒绝。对于现实中的见面，他非常谨慎，因为现在他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害怕被人针对。现在还不是暴露自己身份的时候，最起码也得等到以后代表蓝星征战宇宙才能暴露。不了，等以后吧，现在我家里还有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完了再去战队报道。顾倾城听到易水寒还是拿那老一套的说辞来说事，也没什么好办法，说帮易水寒处理事情不是他的性格，只能是应了一声便离开了。看到顾倾城应了一声就酷酷的离开了，让易水寒十分欣赏。不愧是我看上的人，就是有性格。刘叔教的好像有点用，今天表明了自己的心意，顾倾城好像也没有反感，那就是有机会。易水寒暗自嘀咕了一声，握了握拳头给自己打气。江海剑这边的活动暂时是参与不了了，为了5天后的职业比赛，易水寒觉得自己应该再勤奋一点。之前也不是易水寒不想着多打一点副本，实在是因为同时操控3个角色太累了，对于精神负担特别大。同时玩3个角色，那就相当于同时玩3款游戏，一只手玩着王者，一只手玩着联盟，还有2只脚玩着吃鸡，并且这3个游戏还都得同时玩得很好，操作难度先不提，能这么玩的情况下，只要玩的时间一长，易水寒就觉得自己头要炸了，有一种自己快要精神分裂的感觉。对于这种情况，易水寒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同时操控3个角色是强，但强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以后在职业赛场上，那战斗强度一定会非常高，必须要快点适应这种同时操控3个角色的感觉。想要习惯，那就只能是多操控3名角色，这样就能快速习惯。这就像是数学老师可以在黑板上画一个很圆的圆一样，为什么数学老师就可以画得那么圆呢？教了一辈子书，这种圆都不知道画了多少个，无他，为手熟耳。易水寒也不像是顾倾城他们那样，可以有很多玩家给自己打工，去其他小世界刷怪的效率会很低，不如刷副本。易水寒准备这几天特训一下，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随后便操控分身来到主世界位面，然后去刷副本。接下来的几天，易水寒让刘叔帮自己包了很多水饺，在冰箱里冻着，在游戏中打完须弥界求生就去刷副本。这短短的几天下来，易水寒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么煎熬过，感觉像是过了1个世纪一样。这几天玩得非常拼命，有时候易水寒都害怕自己会不会突然猝死。好在是易水寒现在也算小有资本，用游戏中的装备换了一些钱，买了一支营养药剂。在比赛前的最后一天到了，易水寒为了第2天可以有一个好状态，晚上8点就下线了，从游戏舱中出来，从冰箱中把营养药剂取出来。为了保持营养药剂的药性，营养药子被装在特制的箱子中，箱子打开就得快点使用。这支药剂是从忆春星球买来的，一共花了易水寒180万联盟币。将箱子打开，淡蓝色的药剂被放在盒子中，仔细观看，仿佛在凝望宇宙。易水寒转移视野，不再去看这支药剂，随手将这支药剂拿起来，将盖子打开，直接仰头喝下去。喝下之后，易水寒看了一下，
还有一些药剂残留在盛放药剂的试管壁上。这小小的一管试剂就180万，这几滴药剂怎么说也得几千块钱吧？这要是吃盖饭都可以吃好几个月了，不行，不能浪费。说着，易水寒拿来矿泉水，刚准备倒进去，想到一种可能，这矿泉水的矿物质会不会影响药性？为了保险起见，特意去楼下的自动售卖机买了一瓶纯净水，连续涮了3遍，这才停下。这一晚，易水寒早早的上床睡觉，让药效发挥作用。这支药剂是专门强化精神的药剂，想要药效好，需要精神严重透支，透支越严重，效果越好。正是因为这种比较折磨人的原因，这才导致这种药剂不被有钱人追捧，毕竟都已经有钱了，很少有人还愿意遭受这种折磨，这才让易水寒可以180万可以买下一支增强精神的药剂。真要是那种药效好，还没有什么要求的药剂，那价格得上亿才能买到，并且还是有价无市，没有一定的实力，光有钱也买不到，像是蓝星势力就买不到那种药剂。易水寒第二天7点起床，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整个人都觉得不一样了。时隔多日，易水寒先去锻炼了半个小时，在楼下吃了早餐，这才上游戏。刚登录游戏，慕容雪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易水寒直接接通，还没来得及说话，慕容雪那波涛汹涌的霸道占据整个视野，让易水寒偷偷咽了口水。马上就要比赛了，你怎么才上线啊？快点过来。好的好的，马上就到。易水寒昨天将等级升到40级，已经可以把之前存起来的装备从仓库拿出来，将梧桐枪和亮银锁子甲装备上，然后便操控本体跟分身前往比赛小世界。因为在进入比赛小世界之前，就已经跟顾倾城他们组好队了，来到比赛小世界就可以通过地图找到几人的位置，直接去找他们。易水寒在组队界面看到队伍中的另一位玩家是姚子强，知道自己把宋雨欣的位置顶替了。易水寒找到几人的时候，顾倾城没有给好脸色，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走到慕容雪身边，拉着慕容雪悄悄问道：什么情况啊？怎么感觉顾倾城很不开心的样子？听到易水寒这样问，慕容雪白了他一眼，还不是因为你，为了让你上场打这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倾城顶着很大的压力，结果你还来得这么晚，本来还准备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好让你了解一下对手，现在8点多了，马上就要入场了，想给你介绍也来不及了。哦，因为我啊，那我还是躲着一点不吱声了，你挡住我。易水寒说着，顾倾城一眼瞥过来，目光就像是刀子一样。易水寒急忙正襟危坐，腰杆挺直，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看到易水寒这个样子，顾倾城这才把目光收回去，嘴角微微的弯了一下。正在观看蓝星职业联赛的观众朋友们，让你们久等了。是的呢，今天总共有4支队伍要比赛，要说今天的比赛对谁最重要，那无疑是对于顾氏战队来说非常重要。就是这样，今天的比赛如果顾氏战队输掉的话，那他们将失去小组赛出线资格。我相信到了这种生死关头，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哎，也不光是这样，顾氏战队这一次换人上场了，你们没有听错，顾氏战队换人了，在这样关键的比赛上换人，可以说顾氏战队真的是非常有魄力，并且这个换上来的人还是最近声名鹊起的人，并且还在种子联赛上大放异彩。大家猜到是谁了吗？茉莉的声音刚落，正在比赛世界观战的玩家纷纷回应：双手插斗。听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出易水寒的 ID， 番茄急忙开口说道：对，就是双手插兜，最近双手插兜真的是非常出名，打得了职业玩家，被人悬赏，凭借一己之力让2个阵营的活动都变了。大家现在非常热衷于在江海剑和敌对阵营玩家厮杀。行了行了，不要说双手插兜了，明明是蓝星职业联赛，怎么成了双手插兜的个人介绍发布会了？茉莉吐槽地说了一句，全场立刻大笑起来。等到笑声落下，茉莉那悦耳的声音响起：那么我们就闲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有请选手入场。随着解说的声音落下，4支今天打比赛的战队入场。当顾倾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立刻引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顾倾城，顾氏战队必胜！顾倾城我爱你！顾倾城默无表情地走在最前面，随后跟着的是慕容雪，紧接着是姚自强。易水寒作为刚顶替宋雨欣刚上场的新人，走在队伍最后面。易水寒走在队伍最后面，看着周围在观战席上的这些人，整个人都变得亢奋起来，血脉喷张。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要比赛了。虽然比赛规则已经介绍了很多遍了，但是因为规定，我还是不得不说一下，大家不要觉得烦。现在是小组出线赛，总共3种比赛模式。第一场打的是团队合作模式，比赛双方的队伍需要占领据点，占领据点之后会获得能量，率先获得100点能量的队伍获胜。第二场比赛是团队赛，顾名思义就是团队作战的比赛，比赛双方会随机出现在一个小地图中，比赛胜利的目标就是歼灭敌方所有成员，最后活下来的队伍获胜。第3场比赛是擂台赛，双方各派1名成员上场比赛，被杀死之后队友上场，最后那支队伍还有成员存活，那就是哪支队伍获胜。随着番茄的话说完，茉莉急忙开口接着说道：
好了，比赛规则介绍完了，接下来有请玩家入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苍白战队和故事战队，有请两支战队入场。听到番茄说让自己两支战队入场，顾倾城带队走向比赛传送阵。随着场景变换，易水寒出现在一个充满科幻元素的都市。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几人别封闭在一个10米范围的小空间内，技能也都进入冷却。等会儿我先躲着不要出来，先在据点周围布置炮台和自动攻击机器人，用无人机找出他们的位置。姚自强，你的任务就是快速的冲进据点，不要让他们把据点占领了。倾城，你先不要进入据点，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输出干扰，不要让他们集火。姚自强，复活需要60秒，要是我们率先少一个队友，对我们非常不利。易水寒，你有3个分身，你的任务是去突袭他们的法师，法师输出太高，如果不处理掉的话，姚自强的压力太大。慕容雪利落干脆的把每个人的任务说完，看了一下几人，开口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做什么了吗？这场比赛非常关键，都不要给我掉链子。还有你，易水寒，好好打，不要紧张，打出来你当初打红山战队队长那样的水平，不要有压力。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在等了90秒之后，封闭几人的屏障消失，易水寒操控自己的3名角色迅速冲出去。第176章陷入危机。因为比赛的地图都是随机的，并且也没有小地图，自然也就不能准确的知道整个地图的消息。这时候，如果哪边可以首先掌握整张地图的消息，那么哪一方就能取得先机。而要获取整张地图消息，没有哪个职业可以比得过机械师。只见慕容雪在第一时间扔出来3个空间胶囊，砰！空间胶囊落地，变成3个带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无人机。倾城，你先跟着我，你们2个先去找据点，如果发现了对方人员的踪影，及时联系。因为易水寒的速度非常快，在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此时他已经距离顾倾城他们很远了，在队伍频道中说了一句了解之后，便消失在顾倾城和慕容雪的视线中。哦，这次的地图很有意思啊，据点在这张地图最高的那栋楼的楼顶，现在大家都还没有什么飞行能力，就看哪边先发现据点位置了。如果先一步将据点占领，那么将会获得先机。听到茉莉这样说，番茄立刻发出反对的声音。哎，我不这样认为，故事战队这边明显有优势，慕容雪是机械师，他已经派出了无人机，显然是更容易找到据点的位置，看来是老天都在帮故事战队啊。等等，慕容雪的无人机马上就要找到探戈玫瑰了，他能提前发现慕容雪的无人机吗？就在所有人都注意着探戈玫瑰时，他忽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下意识躲进身边的建筑物中。而这个时候，慕容雪的无人机恰好从探戈玫瑰的头顶经过。这个地图是科技都市，建筑物可以屏蔽红外线，正好躲开慕容雪的无人机。探戈玫瑰在建筑物中通过特制的玻璃看到飞在空中的无人机，悄悄地跟上去。就在无人机将要从探戈玫瑰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他忽然一个低级冰锥术用出，将无人机从天空中打下来。慕容雪发现自己忽然失去了一个无人机，立刻在队伍频道中爆点：我的无人机被人打掉了，应该是对方的法师探戈玫瑰，就在地图西边的2栋高楼之间。易水寒，你注意一下。听到慕容雪的爆点，易水寒让自己的2个分身先去寻找探戈玫瑰，让本体在2个分身的身上留下雷霆印记之后，让本体使用蛛丝发射器往最高的建筑物楼顶爬。易水寒想得很清楚，首先占据制高点，在最高的建筑物上自己还有蛛丝发射器，如果发现对方可以第一时间赶过去，并且还能顺带找一下据点。当易水寒爬到地图中央最高那栋大楼楼顶的时候，便发现楼顶上有一个阵法，这个阵法将整栋楼的楼顶覆盖，在易水寒来到楼顶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占领据点。据点找到了，在地图最中央的这栋高楼的楼顶。慕容雪操控自己的3个无人机没有找到据点，反而让易水寒先找到了，朝着地图中央的位置看了一眼，这栋高楼非常高，距离地面高度得有200米左右，他都没有操控无人机飞那么高，因为太高了，飞那么高扫描不了地面。慕容雪搞不清楚易水寒为什么爬那么高，有些纳闷地问道：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在楼顶上你能看得清地面吗？易水寒听到慕容雪这样问，朝着楼下看了一眼，他还真是可以看清，虽然地面上的东西都已经非常小了，他还是看到了在地面上快速移动的一个小黑点。看得清，我发现了对方的人就在姚自强隔壁那条街。姚自强听到易水寒说对方就在自己的隔壁，立刻往左边跑，想要去找对方。姚自强，你干什么？他在另一条街，你是要逃跑是吗？姚自强听到易水寒的调侃，有些尴尬，没有说话，急忙改变方向。番茄看着场上忽然发生的变化，立刻开口说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双手插兜，居然就这么直接爬到了地图中央高楼的楼顶上。我们从上帝视角上可以看到的，故事战队是不知道据点在哪里的，那就只能用运气来解释这一切了。看来故事战队将双手插兜换上场，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没想到双手插兜不光是操作强，居然还是一个福将。这个据点虽然在故事战队占领的时候暴露了，这栋楼这么高，可以给他们充足的占领时间，完全可以先将据点占领下来。茉莉发现姚自强忽然跑起来，
并且在跑反方向之后迅速回头，急忙接着说道：“不对，双手插兜好像不是运气好才找到据点的，可能也有一点运气的原因。他爬到最高的位置上，应该是可以从楼上看清地面。来，让我们看一下双手插兜的第一视角。”导播听到解说台这边的话，立刻把镜头给到易水寒的第一视角。刚切换到易水寒的第一视角，番茄看了一下，就感觉腿有点软，脸色发白。这也太吓人了吧，看得我有点晕。一边说着，番茄扶着脑门，一副不敢看的样子。全息观看的许多观众，他们可是身临其境，很多恐高的人看到这样的画面，整个人直接就瘫了。卧槽，快点把视角切开，这也太吓人了！双手插兜这个牲口，这么高还敢这么往下看，快点挪开视野啊！我恐高啊，直接给我吓尿了。这么高，看着就刺激。直播间内看着易水寒的第一视角，一阵的鬼哭狼嚎。茉莉作为始作俑者，看着这样的画面，倒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站在这个高度上，基本上已经看不清地面上的东西了，就算是能看到，那也只是一个小黑点。我们在上帝视角可以快速找到人都在哪里，要是没有什么消息可以迅速找到人，只能说双手插兜确实是有点东西啊。就在姚自强找到对方时，居然从侧面又有人赶过去。易水寒立刻提醒道：“姚自强，你先不要过去了，又有人过去了。现在我的分身赶过去还要等一会儿。顾倾城和慕容雪距离你也比较远，不要上了，快点溜。”“我溜不掉啊，对方是苍白战队的夜之主宰，他职业是暗夜使者，速度比我快，还发现我了，我逃不掉了。你们快点在据点集合，先把据点占领了再说。”“少废话，你从你那个位置往我这边跑，这栋楼有电梯，你从电梯上来，他追究上他也到楼顶上来，我就先不离开据点了。他要是敢来楼顶，那就先把他做掉。”姚自强听到易水寒这样说，便急忙往易水寒这边赶。这一次的比赛这么重要，他可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就算是不能带飞整个战队，那也不能拖后腿。姚自强就是要逃，夜之主宰追上来了也不还手，给自己加上一个免伤状态，闷头跑。等到姚自强钻进电梯里，夜之主宰也追进去。姚自强想要让电梯的门关闭，夜之主宰按着电梯的按钮，不让电梯门关闭。姚自强着急之下用出强力投掷，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强控技能。姚自强用一只手抓住夜之主宰的肩膀，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腰，举起来直接将他扔出去。夜之主宰被扔出去，摔在地上，有一个3秒钟的眩晕状态。趁着这3秒钟的时间，急忙将电梯的门关上。哦，故事战队的姚自强跟双手插兜汇合了，夜之主宰敢追上去吗？他应该是知道上面有2个人的，他没有追上去。怎么说，是要等人吗？番茄的话刚落下，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忽然被人偷袭了。就在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正在往据点这边赶的时候，被苍白战队的巨剑战神发现了。恰好探戈玫瑰也在往据点这边赶，并且距离也非常近。2人一商量，立刻决定先将2人处理掉。如果对方缺少2人，那他们就非常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因为马上就要到据点下方了，顾倾城和慕容雪知道苍白战队的夜之主宰在前方，所以2人注意着前面，后面没怎么注意，就这样被人找到了机会。巨剑战神的职业是剑圣，战士体系主属性为敏捷，一个瞬影步突袭到慕容雪的脸上，举剑就砍。在没有装甲加持下的机械师是非常脆的，还没有什么瞬间恢复能力，只不过是手段多一点，最害怕的就是被人突脸。巨剑战神不管顾倾城的输出，硬扛着顾倾城的伤害，强秒慕容雪。慕容雪都没怎么反应，被巨剑战神丝滑的4个技能连招打下来，直接被强秒了。当然，巨剑战神也不好受，即便是敏系战士，硬抗顾倾城的伤害也不好受。在秒掉慕容雪的时候，他的血量也被顾倾城打到 50% 以下。顾倾城抓紧时间输出，害怕巨剑战神逃跑，毕竟是敏系职业，真要想逃，顾倾城还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想追也追不上。顾倾城害怕对方会逃，所以抓紧时间输出，连冰墙这个保命技能都用出来，阻住巨剑战神逃跑的后路。看到顾倾城连用来保命的冰墙都用出来了，直接朝着对方冲过去，一剑将一个冰锥劈碎，顺利接近顾倾城。就在顾倾城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巨剑战神身上的时候，在顾倾城的身后，探戈玫瑰忽然出现。顾倾城没有发现探戈玫瑰，探戈玫瑰上来就给顾倾城一个研爆术。研爆术在顾倾城身上炸裂，打掉顾倾城 24% 血量的同时，还有一个击退效果。巨剑战神见到这样的好机会，立刻一个上挑将顾倾城击飞，随后接上死亡剑舞。看到巨剑战神将顾倾城控制住了，探戈玫瑰连预盘都不用做，只需要无脑甩技能。在巨剑战神的技能快要结束时，探戈玫瑰一个高压水弹打在顾倾城身上，随后一个冰冻术将顾倾城冻住，随后2人全力输出，顾倾城也被2人秒掉。看到连续2个击杀信息，姚自强感觉整个人都要麻了，刚把据点占领下来，结果辅助和法术输出被秒了。完了，管理和队长被秒了，我也就抗伤害还行，
根本就没什么伤害，完了呀！看到姚自强一副天要塌了的样子，易水寒操控着自己的2个分身快速往这边赶。不要慌，你现在这里占领者据点，我下去一趟。哎，咱们在上面守着电梯门口。姚自强的话还没有说完，易水寒走到楼边，面向姚自强张开双手，整个人往后一仰，双脚轻轻一蹬，整个人往楼下跳下去。姚自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脖子。现在场上的局面真是一波三折啊！本来双手插兜先占据了据点，以为顾氏战队会取得先机，随后便是姚自强被追杀，好在是有惊无险的和双手插兜汇合了。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整个顾氏战队顶梁柱的2人居然就这么被人抓到机会给秒了，真是太可惜了。等等，你先不要下结论，双手插兜要干什么？他从楼上跳下去了。易水寒伸开双手头朝地落下去，就在距离地面30米的时候，忽然发射出去蛛丝，整个人抓着蛛丝往远处探戈玫瑰和巨剑战神的方向赶去。巨剑战神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抓着蛛丝朝自己荡过来，早做过功课的几人知道易水寒有一件特殊装备可以发射蛛丝，知道是易水寒过来了。小心，这家伙的属性非常高，我研究了他在论坛上的录像，是个十分难缠的对手。听到探戈玫瑰这样说，巨剑战神笑道：放心吧，他就一个人，咱们2个联手，那还不是把他吊起来打。说着，看到易水寒快速往自己这边跳过来，立刻跳起来一脚踹向易水寒。易水寒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敢跳起来踹自己，准备给对方上一课。易水寒伸手射出去一根蛛丝，让本来下降的身体改变轨迹，随后擦着巨剑战神的身体落地。易水寒落地的第一时间，直接对着探戈玫瑰冲过去，想要先把这个法师秒掉。看过视频，知道易水寒的伤害有多么恐怖。探戈玫瑰想也没想，直接一个抗拒火环将易水寒推开。第177章易水寒个人秀。易水寒没想到探戈玫瑰居然已经有了抗拒火环这个保命技能，猝不及防之下，整个人直接被击飞。易水寒飞出去的方向正好是巨剑战神那边，这时巨剑战神从空中落下，看到易水寒朝自己飞过来，挥剑就砍。易水寒有心想躲，在空中踢出一脚改变自己的飞行轨迹，可即便是这样，还是没能躲开巨剑战神的一剑。巨剑战神这一剑砍在易水寒的腰上，让易水寒整个人加速砸向地面。易水寒落地之后，探戈玫瑰的低级火球术砸过来，因为这个技能是探戈玫瑰预判的易水寒位置，根本就没机会躲开。易水寒在抗下这个技能之后，顺势一个翻滚，躲开巨剑战神落地时砍出来的一剑。双手插兜有点拖大，一个人打2个，上来就吃了一个小亏。好在是双手插兜的防御高，这交手挨了这么几下，才掉了13%的血量，真的是非常变态。我们大家都看到的，2人集火秒顾倾城和慕容雪，那叫一个干脆。就刚才那种失误，要是换做顾倾城，那直接就秒了。看到易水寒装逼吃亏了，弹幕上立刻出现很多嘲讽的弹幕。真以为自己在普通玩家中虐菜，就可以在职业比赛中乱来了，真狂啊！现在吃亏了吧？哈哈哈！装，你再接着装，还想在职业比赛中一个打俩？你也不看看你们的队长，连顾倾城都被秒了，你凭什么跟人家2人打？双手插兜大佬加油，不要让顾氏战队输啊！苍白战队牛皮，干死双手插兜！易水寒不知道，就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现在官方主直播间内铺天盖地的都是对自己的嘲讽和谩骂。易水寒毫不气馁，在起身的第一时间冲向巨剑战神。巨剑战神此时刚弯腰起身，还没来得及反应，易水寒的灵蛇出动出手，被刺在肩膀上。探戈玫瑰在远处放技能，想要牵制易水寒。在这种关键时刻，易水寒抓紧时间输出，把那些控制技能躲开，其他那些伤害技能一律无视，强攻巨剑战神。巨剑战神拼命格挡易水寒的攻击，可即便是这样，还是让易水寒找到了机会。易水寒抬脚想要踹出去的时候，巨剑战神急忙侧身想要躲开这一脚，可他根本不知道易水寒这是故意用出来迷惑他的虚招，在他躲避这一脚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易水寒的圈套。易水寒抓住机会，一个当头一棒将巨剑战神眩晕在原地，随后一个浮空凌云脚直接将巨剑战神带走。在易水寒将巨剑战神眩晕的时候，探戈玫瑰就知道情况要糟，第一时间往据点方向跑，并且联系叶芝主宰2人。这个双手插兜的属性太好了，必须要集火秒掉他，要不然等会儿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复活了就麻烦了。有双手插兜这个既有伤害又有坦度的战士顶在前面，咱们的境况会非常糟糕。明白，已经在往你那边赶了，30秒之内赶到。易水寒在把巨剑战神解决掉的第一时间朝着探戈玫瑰冲过去，因为探戈玫瑰提前跑路，此时2人之间距离30米。易水寒直接使用野蛮冲撞，快速靠近探戈玫瑰。探戈玫瑰看到易水寒使用了野蛮冲撞，立刻起手一个冰强术，将易水寒的野蛮冲撞打断。易水寒被打断野蛮冲撞，抬手使用蛛丝发射器抓住旁边的建筑物，
快速从空中靠近探戈玫瑰。探戈玫瑰接着往据点那边跑，在易水寒快要追上来的时候，立刻一个研爆术轰在易水寒身上。你们快点啊！双手插兜速度太快了，没有控制的技能，他躲都不躲。马上到，我看见你了。正说着，就在易水寒快要追上探戈玫瑰的时候，夜之主宰一个瞬影步出现在探戈玫瑰的前面，并且使用蓄力凿击，将双剑举过头顶蓄力。哦，双手插兜在干什么呀？他明明有一个可以瞬间移动的技能，为什么不用啊？还有，大家通过上帝视角也看到了，其实双手插兜的2个分身也快要到了，结果却停了下来。双手插兜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可以快速让3个分身集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停下来？番茄的话音刚落，茉莉接着说道：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有没有一种可能，双手插兜是想要让苍白战队剩下的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样的话杀起来比较省事。茉莉的话说完，官方直播间的弹幕上都是问号。茉莉小姐姐，如果你被绑架了的话，那就眨眨眼。多好一个妹子啊，可惜是个傻的，简直离谱。茉莉小姐姐，你的心是有多大啊？这种事你都敢想？这要是双手插兜可以将对面3人直接包圆了，那接下来的团队战跟擂台赛还打个屁啊！就在弹幕上嘲讽茉莉是不是疯了的时候，易水寒冲到夜之主宰的面前。夜之主宰顺势将蓄力凿击用出，一个虚影匕首刺向易水寒。易水寒立刻让2个分身激活雷霆印记，出现在易水寒本体的身边。易水寒将无瞳枪横在身前，将这个蓄力凿击的伤害格挡掉一部分，同时操控2个分身及火夜之主宰。易水寒操控第一分身使用当头一棒，将夜之主宰眩晕到原地，同时操控第2分身欺身而上，使用普通攻击打夜之主宰。易水寒的伤害非常高，2个分身各自使用一次当头一棒后，直接就把夜之主宰活活打死，让一旁的探戈玫瑰都看呆了。他没有想到易水寒居然还留了一手，本来都准备一起集火把他秒掉呢，结果夜之主宰刚过来放了一个技能，其他的什么事情也还没有干呢，就被秒掉了。易水寒的3个分身快速靠近探戈玫瑰，探戈玫瑰的抗拒火环还在冷却中，没有办法把易水寒的3个分身全都控住，只能尽力控住易水寒的本体。易水寒操控2个分身冲上去，同时使用灵蛇出动，将探戈玫瑰直接秒杀。剩下的那名苍白战队队员，他的主属性是力量，速度稍微慢点，在探戈玫瑰2人被易水寒解决掉之后才赶到，但此时为时已晚，已经改变不了战局了。随后易水寒操控3名角色围攻，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易水寒是6手，短短的10秒钟后，苍白战队唯一存活的队员也被解决掉。这时直播间想到茉莉之前说过的话，一时之间安静了下来。大家刚才都还嘲笑茉莉疯了呢，这么离谱的事情真是发生了，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自己疯了。再过了5秒钟之后，弹幕立刻铺天盖地的将整个官方直播间覆盖，密密麻麻的，连直播都看不了了。这就是双手插兜大佬吗？这也太牛皮了，在普通玩家中乱杀，在职业赛场上依然乱杀。现在想来，我在江海剑被双手插兜大佬干掉，居然还是我的高光时刻。我等于苍白战队的职业玩家，我也有职业玩家的水平，没毛病。我刚才还怀疑茉莉小姐姐疯了呢，现在事实证明是我疯了，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发生，给我人看傻了。双手插兜大佬牛皮，超大声！双手插兜大佬牛皮，破音。同一时间，故事战队的战队聊天频道里，好样的，我就说过的，我眼光很好。当初第一眼看到易水寒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人有点东西，是个高手。怎么样？幸好我非常明智的把他拉入我们故事战队，要不然还不知道便宜了哪个战队。慕容雪激动的在聊天频道说着话，还在聊天频道发了一个表情，一个圆脸的小女孩，头顶上顶着4个字：快夸夸我。发完这个表情之后，顺便还艾特了一下顾倾城。姚自强第一次看到慕容雪这样的表现，默默地看着战队聊天频道，不敢说话。慕容雪看到顾倾城一直不回自己，就一直艾特顾倾城，无奈之下只能夸了一下慕容雪。接下来的时间，易水寒操控自己的3个角色来到据点。过了一会儿，慕容雪和顾倾城2人复活后立刻去和易水寒他们2人会合。顾倾城和慕容雪2人复活了一会儿之后，苍白战队的探戈玫瑰几人才复活，想要阻止慕容雪和顾倾城也做不到，只能从电梯上去强攻。慕容雪这时候已经在楼顶上布下自动炮台，姚自强举着盾牌顶在楼梯口，探戈玫瑰只能使用抗拒火环将姚自强推开，随后4人快速冲到楼顶上。这一次易水寒甚至都不用输出，有慕容雪的自动炮台在，只需要将对方几人牵制住，这些自动炮台的输出频率非常高，这几人根本就站不住脚，第一局的比赛轻松拿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局比赛被故事战队毫无悬念的拿下。这局比赛中，作为初次登上职业联赛的双手插兜大放光彩，发挥出了非常大的作用。番茄的话还没有说完，此刻已经化身易水寒小迷妹的茉莉忍不住了，立刻开口说道：嗨嗨，说什么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也太敷衍了。我觉得在这样的局面下，
双手插兜说是福大鲨鱼将亲也没错，这一局比赛完全就是双手插兜的个人秀。啊，茉莉妹子，我知道你是双手插兜的粉丝，咱们低调点，这是职业赛场，不要给人家双手插兜拉仇恨好吧？听到番茄这样说，这才有点呆萌的看向番茄。有吗？看到茉莉这呆萌的样子，很多正在看直播的都被茉莉给蠢笑了。紧接着，大家注意到茉莉是易水寒的粉丝，都有些自闭，弹幕上再次出现骂易水寒的场面。行了，第一局拿下，干得不错，接下来继续努力，只要打得好，接下来姐姐继续让你当首发。听到慕容雪这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话，易水寒懒得搭理他。你什么眼神？算了，看你表现这么好，姐姐今天开心，只要以后表现的还像今天这样，以后姐姐罩着你。听到慕容雪的话，易水寒其实很想吐槽，用什么罩啊，凶吗？可是考虑到顾倾城就在边上，只能是作罢。就在慕容雪缠着易水寒喋喋不休时，莫小莫忽然给易水寒发了一个消息：队长，救急啊！团队赛咱们已经输了一局了，接下来要是再输一局，咱们种子联赛就要被淘汰了。易水寒看到莫小莫发来的消息，只感觉头大，急忙切换操作的角色。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易水寒来不及多想，立刻操控着角色冲出去，先去把那个莫小莫解决掉。经过上一局比赛，你们也应该发现了，现在这个双手插兜有些怪。莫小莫一死，那个双手插兜就打得很呆板。双手插兜今天好像去打职业联赛去了，这个搞不好是他挂机的分身。几人刚探讨着对策，易水寒冲上去，直接一个横扫八荒。用完横扫八荒之后，易水寒立刻使用掌心雷。这几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他们一位挂机的角色已经被易水寒操控上了，直接被这一套技能打了一个先手，两个小脆皮直接被秒掉。剩下的两人有点懵，没见过易水寒用过这一套，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易水寒想要快速解决战斗，因为待会儿职业联赛那边还要比赛呢，所以直接欺身而上，一脚碎骨将一名玩家减速，一个灵蛇出动直接秒掉。还剩下一名玩家已经跟易水寒拉开距离了，易水寒直接将雷霆印记留在武器上，将武器投掷出去，随后激活雷霆印记出现在那名玩家身边，直接使用连环脚将这名玩家直接解决。这场团队赛从开始到结束总共只用了40几秒，结束的非常快，大家都还没反应怎么回事呢，这边就结束了。把种子联赛这边的解说都看傻了，连解说都忘记了。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局比赛都打完了。刚才还不是这样的，刚才呆头呆脑的，现在怎么忽然这么猛？不知道啊，要是接下来都这么猛，那咱们还打个屁啊？谁能顶得住这？刚才他们那支队伍光打双手插兜那蠢乎乎的分身就用了半个多小时，咱们要是碰上，肯定死定了。同一时间，职业联赛那边，慕容雪忽然用手拍了一下易水寒，